啊！陌生的天花板。莫离看着熟悉又陌生的天花板，直接来了个垂死病中惊坐起。看了一眼手机，2132年8月31日20点，自己居然重生了，重生回到了神岩和现实融合之前。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房间，就是神岩和现实融合之前自己住的出租屋。神岩开服时间是2132年9月1号0点，现在距离开服时间还有4个小时。神岩是一款跨时代的全拟真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网络游戏，简称 MMORPG， 号称采用了跨时代的新技术，不需要昂贵的虚拟舱，不需要可以压断脖子的全息头盔，只需要一个手环就可以实现100%沉浸式体验。手环的售价更是低到让人以为游戏公司在做慈善，不要1998，不要998，只要99就可以把手环带回家。如此低廉的门槛，消息一经公布就吸引了大量的玩家关注，火爆一时。开服后更是凭借卓越的游戏体验迅速火爆全球。起初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一场游戏，直到神岩运行半年后，神岩突然和蓝星现实世界融合，所有人都被迫成为了玩家。游戏即现实，现实即游戏，所有人都无法退出，死亡也不会复活。人们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那些在神岩里已经有一定积累的游戏玩家取得了巨大的先发优势。莫离上辈子是一个刚毕业就失业的二流大学大学生，靠在游戏搬砖勉强维持生活。神岩公布后，秉着搏一搏的想法，游戏开服后第一时间成为了神岩的一名玩家。虽然也取得了不小的先发优势，可由于进游戏的目的是搬砖赚钱，在游戏中获取到的好装备基本都换成钱了，优势有限。在先发玩家群体中，大约也就是中下层的水平。神岩和现实融合后，苦苦支撑了2年半，最后因为一本高级技能卷轴，被苍狼城城主带着一支小队追杀了几百里，最后含恨而死。莫离握紧了拳头，既然上天让自己重来一世，自己就要把握住这个机会，自己要变强，自己的命运要由自己主宰，而不是因为打到一本高级技能卷轴，还要遮遮掩掩，最后落一个被人杀人越货的凄惨下场。莫离在房间快速翻找了一下，很快就在抽屉里找到了一个白色手环，这就是神岩的登录手环。这条手环没什么特别的，想要在一款游戏里搬砖为生，先发优势非常重要。莫离在看到神岩的宣传后，就早早的购买了这条手环。确认好登录手环后，莫离打开手机查询了一下余额，5169.23元。这笔钱其中有5000元是9月15号用来交房租的。可莫离知道，即使把这笔钱全花在神岩开服后的抽奖上，也远远不够。在莫离的记忆里，开服这一天抽奖是神岩爆率最高的一次抽奖，648块10连抽，100个10连抽，64800块，必出神性天赋。贵吗？单从游戏的角度来看，对很多氪金大佬来说都算不上特别贵。可官方没有明示，大家都以为这就是普通的抽奖，并且抽奖一直都会存在，所以根本就没有人重视，大多都是随便抽一抽就先进游戏体验去了。只有极少数的人抽到了神性天赋。在莫离的记忆里，这次抽奖出现的神性天赋不超过10个，这已经是神岩有记录以来一次性出现神性天赋数量最多的一次了。可以看作神岩对蓝星的见面礼以后都没有这种好事发生了。怎么办？莫离看着银行卡有些发愁，就算把5000多块全用了，连10个10连抽的钱都不够，就更别说100连抽了。好不容易有重来一次的机会，难道就要眼睁睁地看着错过开服这次抽奖吗？不，绝不能错过。到哪里去弄钱？莫离绞尽脑汁，终于想起了一件事。在附近的一个彩票店，就在今晚21点开出了一注价值10万奖金的即开型彩票。10万元算不大什么大奖，可因为是小投注站，所彩票店张灯结彩，大力宣传了快半个月。莫离拿着手机冲出了房间，直奔投注站。老板，21点是不是要开一轮即开型彩票？有的，你要买吗？老板脸上堆满了职业假笑。在老板看来，既然有了第一次，肯定会有第2次、第3次。一颗新韭菜在冉冉升起。莫离拿起笔，努力回忆了一下当初那个中奖号码，发现有2个号码怎么都想不起来。几滴冷汗从莫离脸上划过。众生买彩票这种事，看来真没那么容易。如果不是那段时间自己每天从彩票店路过，都会看一眼那串号码，可能一个数都想不起来。莫离最终只写出了前5位数。老板，前面5位就按这个打，第6个位置和第7个位置的数字，所有可能出现的数字都出一张，要多少钱？你确定？一个位置有50个数，2个位置的话就要打2500注，要5000块钱呢。这买法肯定血本无归。
打！莫离二话不说，直接付了钱，老板也不再劝说，开始打印彩票。21点，即开型彩票开奖，莫离很快就找到了中奖的那张彩票。老板，我中奖了！真是邪门了，帅哥，你是不是有什么内部消息？透露一点呗。我要有内部消息，我就直接超级加倍，5000块全买同一个号码了，用得着这样买吗？也对，你银行卡呢？我这就给办转账。2132年的技术已经非常发达，10万元这种级别的奖金，在彩票站就可以直接办理手续领取。很快，扣完税之后的8万块奖金转入了莫离的账号。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莫离差点没按耐住内心的狂喜，直接笑出声。原来重生开挂的感觉这么爽。接下来就是到神岩里去开挂。回到出租屋后，莫离又在网上查了一些神岩的资料。时间很快来到0点，莫离戴上手环，准时登入游戏。欢迎进入神岩，开启一段全新的冒险。系统正在扫描，将为你建立最适合你的人物职业。进入神岩这个游戏后，玩家是没有选择的权利的。在游戏里会成为什么职业，完全由系统根据每一个玩家的情况决定。莫离知道，这不是什么游戏不给玩家自由，而是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人能当什么职业，本来就没有什么选择权，要看天赋的。莫离上一世运气还不错，成为了一名高贵的法爷。如果不出问题的话，等一下系统给出的职业应该还是法师。叮，扫描结束，您的职业为亡灵法师。莫离看着亡灵法师4个字有些发愣。第2章，神级，神级，外加神性天赋。在莫离的记忆中，亡灵法师是非常稀有，每一位亡灵法师都是非常强大的存在，甚至有一人成军的传说。每一位被人知晓的亡灵法师都是个体力量极致的代表。据说每一位亡灵法师都有非常离奇的经历。难道是因为我重生的原因？莫离嘀咕了一句，心里有些不确定。不过现在这不是重点。确定职业后，人物根据玩家的形象自动生成，在这之后就可以选择抽奖或者进入游戏了。莫离绑定好银行卡后，直接开始抽奖。10连抽，10连抽。就在莫离抽奖抽到手发软，连自己也记不清到底抽了多少时，突然一声有别于普通提示音的提示声响起。叮！恭喜玩家抽到神级被动属性继承。等级神级，效果召唤物属性值等于你的最高属性值。莫离内心狂喜。在神眼里，属性点会根据不同职业自动分配到4个属性上。等级高了以后，主属性和副属性会出现非常大的差距。比如50级的法师，在没有任何属性加成的情况下的属性面板是：力量67，敏捷67，体质162，精神765。有了属性继承，召唤物直接继承最高属性值765这个数值，所有属性都是765，那是何等的逆天！力量可以赶上同等级的狂暴战士，敏捷可以赶上同等级的刺客敏攻，体质可以赶上同等级的血牛坦克，精神可以赶上同等级的法系职业。逆天，真不愧是神级被动。莫离安抚了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看了一眼余额，居然还有足足4万多，也就是说，这个是自己运气好抽到的，根本还没有到出保底的时候。继续抽，10连抽，10连抽。就在莫离有点麻木的时候，一声特殊的提示音响起。叮！恭喜玩家抽到神级被动精神成伤，品质神级，效果所有受到的伤害都由精神值承担，精神值不足再由生命值承担。又是一个神级。由此可见，神岩在开服当天给蓝星的见面礼极为丰厚，只不过绝大多数人都错过了。莫离仔细琢磨了一下这个神级被动，咋一看感觉有点坑。在神岩里，所有职业释放技能都需要消耗精神值，这个被动容易让一般的职业出现低蓝量，甚至空蓝放不出技能的情况。可是亡灵法师靠的强大的召唤物，而不是技能，这简直就是为亡灵法师量身打造的被动。法系职业是血少蓝多的职业，是最典型的脆皮。可一旦拥有这个被动，生命值和精神值加起来比血牛的生命值还高。特别是在神岩和现实世界融合之后，死亡就是真正的死亡。高血量带来的安全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莫离又看了一眼余额，还有接近2万块。继续。莫离活了2辈子，第一次体验到抽奖抽到手发软。不，其实都快抽土了。莫离现在只想赶快抽出保底的神性天赋，然后抓紧时间进游戏。终于，特殊的提示声响起。叮！恭喜玩家抽到神性天赋巅峰等级。巅峰等级，等级初级，后续等级需玩家等级达到要求后解锁。效果巅峰等级初级，每升1级获得40点额外属性点，可自由分配。
莫离看了一眼效果后，当场大笑了3声。在神岩里，玩家升级非常困难，等级越高，提升越缓慢。每升1级，玩家可以获得20点属性点，系统会根据玩家的职业自动分配，玩家同样没有选择权。巅峰等级，每1级可以额外提供40点额外属性点，并且可以自由分配。配合上刚才抽到的属性继承和精神成伤，到底会有多逆天的效果？莫离光是想到，感觉有些可怕。果然对得起神性天赋这4个字，而且这还只是初级，意味着后面还有中级、高级，甚至更高的级别。后面解锁的效果有多逆天？莫离突然发现，凭自己在神岩的见识，居然想象不出来。莫离又看了一眼余额，还有1万多块，耐得住性子又抽了一些，直到银行卡里只剩下1万块左右。这1万块，5000交房租，5000多留做生活费。在生活费花光之前，莫离有信心可以凭借神岩赚到新的生活费。当然，这一次只卖一般的或者自己完全用不上的装备和道具物品，只需要撑到半年后，神岩和现实世界融合，现实世界的钱都会变成废纸，通用货币会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转化为神岩的货币。还抽了一堆暂时用不上的道具和物品，就先放在虚空仓库吧，以后有时间再来清点。虚空仓库没有空间限制，专门用来放置抽奖得到的物品。整理仓库是一件极为耗时耗神的事，莫离现在急着进入游戏，这件事只能先缓一缓。叮，欢迎你首次进入神岩世界，赶快去开启新的冒险吧。甜美的提示音之后，莫离出现在一个小村落里。新手村，这是神岩梦开始的地方。莫离看了一下4周的情况，因为抽奖花费了不少时间，已经算不上第一批进入游戏的玩家。此时新手村里已经挤满了人，整个现场就像几千只鸭子在叫一样，吵闹无比。这什么破游戏，居然连外貌都不能改变的，不止名字也没变。这下大家都成实名上网了，名字是隐藏的，这样感觉还挺真实的。真是过头了吧，进入游戏职业都不能选。谁说不是呢？居然给了我一个铁匠的职业，铁匠已经不错了，我他妈就是个农夫。我就不一样了，我是高贵的法爷。哇，法爷求带！挤在新手村里的玩家都还沉浸在这种新奇的体验中。要知道以前这种全拟真的游戏需要昂贵的全息舱，那是副哥副姐的专利，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大部分人玩游戏还是键盘配鼠标或者直接搓手机。现在只要99就能体验，即便是不玩游戏的人也会有很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进入神岩体验一下。莫离挪动了一下身体，可惜人实在太多，挪动有些困难。莫离知道不用点手段很难在短时间里挤出去，到新手村外面去练级。第3章都开挂了，谁还亲自动手杀怪啊？莫离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等级1，巅峰等级1，力量18，敏捷18，体质15，精神30，生命值红115，精神值蓝190，召唤物数量0，3，召唤物数量等于精神10。神性天赋巅峰等级初级，神级被动精神成伤，属性继承。技能召唤骷髅兵灵魂骨毛。看到有召唤骷髅兵这个技能，莫离心里顿时一喜。先不说招出来的骷髅兵属性如何，在神岩这种全拟真的游戏里，一个白骨森森的骷髅兵出现在一般人面前，还有威胁力的，应该可以解决开路的问题。不过在召唤骷髅兵之前，还需要做一点准备工作。在神岩里的人物外貌和现实中的玩家外貌一样，现在太高调，容易被人开盒，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暂时做一些伪装比较好。莫离在虚空仓库里翻了一会，找到一个卡通风格的兔子头套。物品名称伪装头套，品质史诗，效果佩戴后其他玩家无法看到你的真实面貌，无法听到你的真实声音。查看完属性后，莫离直接戴上了这个头套，又非常费劲的在人群中移动了一段距离，然后意念一动，使用了召唤骷髅兵技能。一个手持斧头、身高2米的骷髅兵出现在人群中。啊，这是什么啊？怎么这么恐怖？怪物攻城了，大家快跑！这也太瘆人了！拥挤的人群爆发出惊恐的尖叫和一阵骚乱，骷髅战士周围很快出现了一片真空地带。莫离躲在人群里，利用骷髅兵的威慑力控制着人群的动向，终于和骷髅兵一起离开新手村。直到骷髅兵离开，那种让人窒息的压迫感消失，挤在新手村里的玩家才回过神。你们说会不会是哪个玩家召唤的骷髅兵？我看很有可能，刚才骷髅兵路过村口，新手村的卫兵都没有攻击他，应该不是怪物。
这也太牛 X 了！看那高大威猛的造型，杀怪肯定厉害。我一个农夫实名羡慕。也不知道是什么职业，没看到官方说那个职业一出生就可以召唤骷髅啊？会不会是隐藏职业？官方也说了，现在公布的职业只是常见职业，还有更多职业等待玩家探索。真是人比人气死人！我他妈就一个铁匠，人家道好一上来就是隐藏职业，凭什么？莫离自然不知道他在新手村引起了什么样的羡慕嫉妒恨，他只是想抓紧时间练级而已。从新手村出来后，莫离就直接来到北面的小森林。新手村被叫做新手村，不是没道理的。北面的小森林里会出现3级的灵地蜘蛛，这已经是新手村附近等级最高的怪物了。更高等级的怪物就需要去距离新手村更远的地方。莫离赶1级就来这里跨级挑战3级的灵地蜘蛛，完全是因为召唤出来的这个骷髅兵。骷髅兵等级1，力量15，敏捷10，体质20，精神0，生命值200，精神值0。这是一种最基础的召唤物，无法使用任何技能。这是普通1级骷髅兵的属性面板。在听到系统一声悦耳的叮之后，神级被动属性继承生效，骷髅兵的属性值瞬间产生了变化。骷髅兵等级1，力量30，敏捷30，体质30，精神30，生命值300，精神值90。这是一种最基础的召唤物，不仅仅是属性值产生了变化，原来是零精神值导致无法使用任何技能。在拥有了30点精神后，这一条限制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如果可以弄到合适的技能书，骷髅兵不只是骷髅战士，还可以是骷髅法师。莫离看了一眼自己召唤物数量那一栏的数据，召唤物数量1/3，召唤物数量等于精神值。这么变态的骷髅兵，在1级就可以同时召唤3只，有什么理由不直接来挑战高等级的怪物？莫离意念一动，召唤出另外2个骷髅兵，3个身高超过2米的骷髅兵，手持斧头围绕在莫离身边，去杀怪。莫离下达指令后，3个骷髅兵直接冲进小森林里，开始寻找怪物进行攻击。至于使用技能消耗的蓝量，等级这么低，只需要站一会就会自动回满。很快就传来了系统提示：击杀灵地蜘蛛，经验加5。击杀灵地蜘蛛，1级骷髅兵的总属性点才45点，经过神级被动属性继承的增幅后，总属性达到了120点。特别是力量和敏捷的增幅，可以极大的提升骷髅兵的杀怪效率。体质的提升，有效提高了骷髅兵的坦度。现在甚至都不需要莫离自己出手，就可以完成越级杀怪。莫离并没有亲自下场去和怪物搏杀的打算，都开挂了，谁还亲自下场啊？更何况1级的人物属性实在是低了点，面对1级怪还行，面对3级怪还是有被杀死的可能。在神言中，死亡并不会直接掉经验，可莫离知道现阶段死亡在以后会有隐性惩罚，这一点在神言和现实世界融合之后才有人发现。在神言和现实世界融合之前死亡过的玩家，在融合之后会被标记成复生者。有很多任务是复生者无法接取并完成的，甚至有一些特殊地图复生者直接无法进入。莫离必须保证自己从现在开始一次不死。这里有3级的怪物出现，可不是你这种新手该来的地方，赶紧滚蛋，不要挡我的路。就在莫离看着不断上涨的经验条，心花怒放时，身后传来了一个不那么友好的声音。莫离回头看了一眼，是一个男人，已经换下了出生赠送的新手衬衣、新手短裤。虽然看起来破破烂烂的，但至少说明他已经杀了不少怪了，不然也凑不齐这一身破烂。在神眼里，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玩家入坑，10级以前升级速度还是比较友好的。这个人搞不好已经2级，甚至是3级了，而且能在这么短时间就升级，说明应该是主战职业。神眼里，职业大致分3类：主战职业，比如战士、法师、弓箭手等等；辅助职业，比如牧师、祭司等等；生活职业，比如农夫、铁匠、附魔师等等。能够成为主战职业的人，大约在总人数的20%左右。这个人确实有他自傲的资本。第4章，神性天赋巅峰等级带来的影响。莫离暗道了一声晦气。我左神性天赋，右神级被动，我骄傲了吗？怎么刚出新手村就遇到一个尾巴翘上天的玩家？关键是新手村是无法攻击玩家的，总不能和眼前这个人对骂吧？那多掉逼格！看什么看？没见过这么帅气的装备吗？别以为带个抽奖的抽到头套就可以冒充高级玩家，赶紧让开，别耽误本大爷练级。莫离还没来得及说话，眼前这个人又非常嚣张地吼了一句，并且二话不说就往莫离的位置走来。莫离这下算是明白了，这就是故意来找麻烦的。这里路这么宽，10个人都过去，就非得走自己站的位置过。
这种人就是拿到了一点优势，立即就产生了优越感，想欺负一下新人而已。莫离意念一动，对2只骷髅兵下了召回命令，另外1只继续杀怪。很快，2只魁梧的骷髅兵出现在莫离身前。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重新组织一下语言。对于这种贱人，莫离也不客气。今天进入神岩的绝大部分玩家都是第一次体验全拟真游戏，2只魁梧的骷髅兵出现在面前，可以给第一次体验全拟真游戏的玩家带来巨大的压迫感。你，那个人指着莫离，你了半天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滚！给足了教训后，莫离冷冷地吐出一个字。那个人下意识地起身就跑，完全忘了在新手村玩家之间无法互相攻击。莫离暗道了一声可惜，只有攻击玩家或者对玩家使用鉴定术、侦查术之类的技能，才能看到玩家姓名、职业这些基础信息。在新手村，玩家之间无法互相攻击，更没有人会那些法术，除非对方自报家门，否则没办法知道对方的信息。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新手的一种保护。莫离可惜的是，因为有这种保护，刚才没办法把那个家伙宰了，让对方体验一下什么叫穿新手衬衫照样吊打你。现在神岩还没有和现实世界融合，把刚才那个人宰了，那个人最多也就是以后受到隐性惩罚。按他那性格，能不能活到以后都是问题。莫离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心理负担。至于杀人红名的问题，那根本不是问题，只需要多刷一些怪就可以清洗掉红名。在莫离的命令下，骷髅兵再次返回小森林杀怪。没过多久，一声提示音响起，叮！恭喜玩家升级。莫离有些激动地打开了属性面板看了一眼，亡灵法师，等级2，巅峰等级2，力量19，敏捷19，体质15，精神45，生命值红118，精神值蓝235，召唤物数量1/4，召唤物数量等于精神值，可自由分配属性点数40。莫离有些激动地搓了搓手，召唤物数量会根据精神值得到的值直接去领取整，所以是召唤物数量上限是4个。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神性天赋巅峰等级从这一刻开始才算真正开始作用到自己身上。莫离毫不犹豫地把40点属性全分配到了精神上。前期很少会出现对属性数值有要求的装备，根本不需要考虑其他属性的数值。属性点分配好之后，莫离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亡灵法师，等级2，巅峰等级2，力量19，敏捷19，体质15，精神85，生命值红118，精神值蓝355，召唤物数量3%，召唤物数量等于精神值，可自由分配属性点数0，精神属性直接达到了85，都快接近翻倍了。莫离上辈子是高贵的法爷，依稀还记得高贵的法爷5级的升级属性点经过自动分配之后，精神属性也才90而已。换句话说，自己现在2级的属性就已经直逼5级了。逆天，莫离突然有点理解为什么上辈子那些传说中拥有神性天赋的人一个比一个逆天，这就是神性天赋的价值。确认完属性面板后，莫离有些激动地搓了搓手，又看了一眼骷髅兵的属性面板。骷髅兵，等级2，力量85，敏捷85，体质85，精神85，生命值850，精神值255。骷髅兵经过神级被动属性继承强化之后，各项属性堪比5级职业的主属性。这么厉害的骷髅兵，我现在竟然可以召唤8个，想想都感觉可怕。莫离嘚瑟了一下后，召唤出另外5个骷髅兵，8个骷髅兵在小森林里展开了杀戮。骷髅兵战力提升，数量增多，莫离可以明显感觉到经验上涨的速度比刚才更快。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长时间，莫离就感觉经验上涨的速度减缓了。这是小森林里的怪物刷新速度跟不上骷髅兵的杀怪速度了啊！莫离知道，骷髅兵这种变态的面板属性，杀3级的怪物效率不是一般的高。把原来已经刷新出来的怪物击杀之后，就只能等小森林里再次刷新怪物，效率自然就慢下来了。算了，还是进去搜刮一下，指不定能捡到点好东西。新手村附近的怪物肯定爆不出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很小的概率会爆一些基础装备和基础技能书。不过蚊子腿再小也是肉嘛，现在是开荒初期，如果能弄到一些基础装备或者基础技能书卖给玩家，换一些启动资金还是很不错的。莫离召唤了2只骷髅兵回来当左右护法，进入小森林开始扫荡。看来我应该是第一个来这里杀怪的玩家。之前命令骷髅兵杀怪，莫离也没想太多，被其他玩家看到就看到呗，怪物掉落的物品什么的也无所谓，反正都不是什么值钱货。
抓紧时间升级才是第一要务。如果不是现在小森林的刷怪速度赶不上骷髅兵的杀怪速度，莫里也没工夫召回2只骷髅兵当左右护法，跑进小森林里来捡东西。这种行为会极大的影响骷髅兵杀怪的效率。不过现在看到怪物爆出满地的物品、道具，莫离就知道这片森林在自己来之前还没有人来。这是一片处女地，唯二的一个来这片小森林的玩家也被自己的骷髅兵吓跑了。抓紧时间，莫离知道这种欢乐的时光必不可能持续太久。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会有大量达到2级的玩家组队来这边，甚至达到3级的玩家组队来这边。咦，莫离在地上发现了一本基础技能书。基础技能书：火球术1级，需求等级1，需求精神30，说明这是一种基础法术，释放时间2秒，每次造成等同于精神属性值的伤害。莫离看着手上的基础技能书，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这玩意骷髅兵能学吗？第5章，目标先出新手村。神岩里各个职业的技能在前期都是通过这种技能书学习，或者在城里找职业训练师花钱学习。这种技能书满足技能书上的要求即可学习，看似没有过多的限制，可因为升级获得的属性点是自动分配的，无形之中还是限制了各个职业可以学的技能种类。并且前期技能栏比较紧张，每个职业在学习技能时都要慎重选择。10级以前只有3个技能栏空位。莫离作为一个亡灵法师，召唤骷髅兵和古毛已经占了2个技能栏位置，剩下的1个技能栏需要留着学习亡灵法师的技能。对火球术1级没什么兴趣，莫离自己不学，自然想让骷髅兵尝试一下。毕竟以前没当过亡灵法师，莫离也不是很确定亡灵法师的骷髅兵到底能不能学这种技能书。在莫离的召唤下，一只骷髅兵跑了回来，莫离拿着技能书直接对骷髅兵使用。叮，您对您的召唤物使用了技能书火球术1级，您的召唤物骷髅兵已学会火球术1级。莫离心里有些小激动，这种技能书没有明确说明召唤物不能学习，果然就是可以学习。当然前提是要满足技能书上的属性要求。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只有这1个骷髅兵学会了火球术1级，还是所有骷髅兵都学会了？莫离立即查看了一下骷髅兵的属性面板。骷髅兵等级2，力量85，敏捷85，体质85，精神85，生命值850，精神值255，技能火球术1级。8个骷髅兵的属性面板最后一行都赫然写着火球术1级，所有骷髅兵都学会了。轰轰，小森林里很快就传来了火球爆炸的声音，骷髅兵已经开始自主使用火球术了。同时莫离也收到了系统提示：击杀灵帝蜘蛛，经验+5。击杀灵帝蜘蛛，因为骷髅兵学会了火球术这种远程攻击手段，不用像之前那样每次杀怪需要跑到怪物面前用斧头挥砍，杀怪效率无形之中提升了不少。骷髅兵高达85的精神，接近5级法师的精神属性，使用火球术造成的伤害也非常接近5级法师。现在8个骷髅兵就相当于8个5级法师在小树林里杀怪。可惜好景不长，莫离很快就发现经验涨得异常缓慢，差不多要隔几十秒才会出现一条经验获取提示。这分明是骷髅兵杀怪过快，小森林的怪物已经完全不够杀了，需要等怪物刷新。莫离看了一眼小森林的更北面，穿过眼前这片小森林，继续往北，有一个山谷，那里有整个新手村等级最高的怪物5级的古地虎。玩家在那里击杀古地虎，到达5级之后就会被传送出新手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新手村。是的，神岩的新手村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没有任务，没有隐藏，更没有彩蛋，甚至连可以交互的 NPC 都没有，只是单纯的让玩家杀怪，适应神岩的环境而已。连辅助职业和生活职业的玩家都必须要经历这个杀怪的过程，这是对所有进入神岩玩家的一场磨练。只有走出新手村，神岩才算真正的开始。莫离在心里估算了一下，按照现在骷髅兵的强度，直接越级杀5级怪，杀怪速度可能会慢一点。不过越级杀怪等级差越大，获得的经验奖励就越多，差不多可以弥补上这个差距。更关键的是，杀怪效率降低，就可以避免出现等刷怪这种尴尬的情况。不用等，总体效率也就上去了，升级自然更快，最多3个小时就可以出新手村。我记得神岩第一个出新手村的玩家好像是早上5点吧。在莫离的记忆里，第一位出新手村的是一位叫苏尔的女玩家，职业是战士，后来转职成为了重装战士。在神岩和现实融合后，她也成为了最顶尖的那一撮存在。
属于莫离上辈子需要仰视的存在。莫离看了一眼系统时间，1点12分。抱歉，这次这个第1名我当定了。莫离当即召回骷髅兵，往山谷赶去。10几分钟后，有5个人出现在小森林外，莫离之前所在的位置。其中一个人正是之前和莫离起冲突的玩家。老六，你搞什么？非得拉我们过来给你帮场子？你说那个戴兔子头套的人呢？我说老六，你不会是忘了在新手村玩家之间不能互相攻击吧？那个家伙肯定进小森林了，我们进去看看，就算不能攻击他，也要吓吓他。我看你就是闲的，有这时间不如多杀点怪，抓紧时间升级。还是不是兄弟了？少啰嗦，快和我一起进去看看。如果那个人真不在了，我们在这里杀怪更效率。也对，进去看看吧。5个人一边说笑一边走进了小森林，气氛相当欢乐。可是当他们看到小森林满地都是灵帝蜘蛛的尸体时，气氛瞬间变得压抑起来。老六，你遇到的到底是不是玩家？老六本来想说新手村里没有可交互的 NPC， 肯定是玩家。可是眼前的情况让老六一时之间有点不敢确认。这么多的灵帝蜘蛛尸体和满地掉落的材料，怎么看都不像是玩家能干出来的事。即便那个玩家在逆天，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杀这么多怪物，爆出来的材料总要捡一下吧？家里有矿也不是这么玩的吧？这些材料再不济也可以等出新手村之后卖给 NPC 换一点神岩币。一个游戏的前期哪有玩家不缺钱的？我看搞不好是你遇到什么隐藏 NPC 触发隐藏剧情了。我看多半也是，可惜你态度恶劣，错过了这个隐藏剧情。你们先别吵，我想起一件事，前不久新手村出现一个骷髅兵，和老六说的差不多。我也听说了，不是只有一个吗？老六说的可是2个，有没有一种可能人家升级了，所以可以招2个了？你还别说，真有可能2米的骷髅兵手持斧头，杀怪速度搞不好比我们玩家还快。问题是他现在人呢？你问我问谁去？搞不好人家又升级了，已经去怪物等级更高的区域了。5个人讨论来讨论去，最后也没个结果。突然一个软糯的女声从5个人身后传来，你们说有人会召唤骷髅兵，还说这里的怪物已经无法满足他升级了。苏尔扛着双手大剑出现在5人身后，脸上的神情显得有些不可思议。第6章新手村的传说。这位美女，你有什么想知道的？你尽管问，我一定如实回答。老六看到苏尔，眼睛都有些挪不开。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神岩里的人物是根据玩家自身的情况生成的。换句话说，在游戏里看着是什么样，在现实里就是什么样。没有美颜，没有磨皮，更没有拉腿。在这么苛刻的条件下，苏尔看起来居然还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姿色。大美女，货真价实的大美女。被这样的大美女搭话，老六激动的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苏尔瞥了老六一眼。苏尔一直以为自己抽到了神级天赋，而这个神级天赋和自己战士这个职业又相当契合，自己练级绝对是最快的那一个。现在突然听到小森林里的3级怪物灵帝蜘蛛居然已经不能满足某个人的练级速度了，苏尔心里非常震惊。不过这几个人前面的对话苏尔也听到了，到底是玩家还是 NPC， 苏尔认为有必要先弄清楚。不用那么麻烦，你先告诉我，你们说的那个人到底是玩家还是 NPC？ 玩家，肯定是玩家，有其他人在新手村看过他召唤的骷髅兵。那个骷髅兵很厉害吗？这2米多高，看起来魁梧有力，应该很厉害。不过我没看过骷髅兵杀怪。那个人有什么特征吗？他戴着一个抽奖抽到的卡通风格兔子头套。好了，我知道了。苏尔弄清楚了情况，道了一声谢，独自深入小森林。现在已经确认了有一个玩家走在了他前面，他必须要抓紧时间练级。他可不是什么甘愿屈居于人下的人。2点08分，在新手村一则消息开始快速流传，有一个戴卡通风格兔头套，可以召唤骷髅兵的玩家独自一人横扫新手村北面的小森林，各种材料、道具物品爆了一地，连捡都不带捡的。再加上那个抽奖抽到的卡通风格兔头套，大家很自然的就把这个人的身份锁定成了家里有大矿类氪金玩家。围绕着这位神秘玩家的讨论也络绎不绝。马德也不知道那个人充了多少钱，土豪气息真是扑面而来。也不能这么说，职业可不是充钱就能解决的。你就说充钱变没变强吧。放屁！老子充了3万多，毛都没捞到一根，特么还是一个农夫。现在到底有没有谁知道召唤骷髅在神岩是什么职业啊？据说是亡灵法师，当然这只是根据其他类似的游戏推测的。我看多半就是了，战士、法师这些职业和其他游戏的情况都差不多。论坛超话里也一直在讨论这事。我也看了，我们看到的是唯一一位亡灵法师，
没看到其他玩家会召唤骷髅兵的，也不知道神岩里的亡灵法师强不强，难说。要我说，你们也用不着羡慕，这游戏这么真实，天天和骷髅尸体打交道，不瘆得慌吗？召唤几个骷髅兵，自己在一边嗑瓜子就可以升级，谁他妈会嫌瘆得慌？是啊，神岩练级感觉重点太难了，我他妈杀只鸡都费劲，这不是废话吗？现实生活中你都不一定追得到一只鸡，如果我也能召唤骷髅兵就好了。一股羡慕嫉妒恨的情绪充斥在新手村。凌晨3点，莫离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等级4，巅峰等级4，力量21，敏捷21，体质24，精神195，生命值红124，精神值蓝685，召唤物数量19%，召唤物数量等于精神10，经验条还差大约1/3的经验就可以升到5级。从巅峰等级获得的额外属性点，莫离全都加到了精神属性上，精神属性直接暴涨到195，随之而来的就是召唤物数量的提升以及骷髅兵属性的提升。现在骷髅兵击杀5级的古地虎，不管是用斧头砍还是用火球术，几乎都是秒杀。19只魁梧的骷髅兵在谷地扫荡，让莫离的升级速度远远超出了一开始的预期。莫离估计最多再有半个小时就可以达到5级，然后被强制传送出新手村，抵达所有神岩玩家的第一站暴风城。在那里不仅可以找到各个职业的训练师，学习本职业前期的一些基础技能，还有很多可以互动的 NPC， 除了触发一些常规任务外，还有很多隐藏任务。莫离趁着骷髅兵杀怪的时间，早就已经想好抵达暴风城后要做什么。先去触发一个自己记忆中的隐藏任务，那个隐藏任务会给一个在初期非常有用的回蓝饰品，在神级被动精神成伤的加持下，精神值也就是蓝量，不仅只是用来释放技能，还是血量，所以这个回蓝饰品莫离势在必得。莫离如此着急出新手村的原因也在这里，隐藏任务往往都是一次性的，必须要先人一步，才能确保不会被别人抢先。一步先，步步先，先发优势就是这样一点点建立起来的。你的召唤物骷髅兵受到攻击，损失生命100。突然，莫离注意到一条系统提示，不对劲，这里的古地虎哪来这么高攻击力？神岩里属性面板里的力量和敏捷都可以增加防御力，一点属性提升一点防御。骷髅兵受到属性继承的增幅，现在所有属性高达195，力量和敏捷加起来390，只是这些属性就给骷髅兵带来了390的防御。即便骷髅兵什么防御装备都没有，5级的古地虎也不可能破开骷髅兵的防御。精英怪，是了，只有强力的精英怪才有可能破开骷髅兵的防御。莫离瞬间来了兴趣。神岩里的怪物分普通、精英、史诗、传说，从精英这个级别开始，怪物就会变得非常强力，一般都需要玩家组队才有可能击杀。当然，相对应的是精英以及精英等级以上的怪物爆率也不错，很容易爆出普通等级以上的装备。这里还是新手村，更好的装备莫离也不奢求，那不现实。不过爆一些稀有级别的装备应该问题不大，弄点稀有装备换上，进入暴风城的时候至少可以穿得像个人，而不是这一身破破烂烂的新手衬衫、新手短裤。很快莫离就找到了目标，因为已经被骷髅兵攻击过了，可以直接看到怪物的信息。古地虎精英，等级5，生命25003千，精神值10501200。第7章，手杀精英怪以及第一件稀有装备。一个骷髅兵正在用手上的斧头对精英古地虎发起攻击，在稍远一些的地方，另外一个骷髅兵正在发动火球术。两个骷髅兵和精英古地虎缠斗了有些时间了，距离近了，莫离才看到古地虎头上冒出的数字：-50、-30。50的伤害是火球术造成的法术伤害，30的伤害是骷髅兵造成的近战伤害。不愧是精英怪，物防和魔抗都高的离谱。骷髅兵高达195的属性，理论上火球术可以造成195的伤害，打到普通古地虎身上，经过魔抗抵消，也有180左右的伤害。现在火球术打到精英古地虎身上，居然才区50点伤害，近战伤害更是惨不忍睹。莫离知道，这可能和骷髅兵没有法术穿透和物防穿透装备有一定关系。现在的骷髅兵除了召唤时自带的那把样子或斧头，无法穿戴其他装备，要等到10级才会解锁召唤物装备栏。不过就算是5级的玩家，能有几个可以打到法术穿透或者物防穿透的装备？这头精英古地虎会出现在这里，恐怕就是单纯的为了给进入神岩的玩家来一个当头棒喝，让那些在新手村一路杀怪杀到自信心爆棚的玩家真正认识一下神岩的怪物强度。
今天遇到我算你倒霉，这个手刹我拿了。在神岩里，精英怪属于稀有怪，手刹不仅会出不少好东西，还有全服公告。更关键的是，神岩和现实世界融合前，各种公告、榜单都可以主动选择隐藏自己的名字。在这个阶段，莫离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的举动会显得过于高调，招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等到神岩和现实世界融合后，隐藏名字的功能才会失效。莫离对自己有信心，只要低调一些，安全度过前期这段时间。等神岩和现实世界融合的时候，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实力震慑一方，根本不用再担心名字被公布。其他骷髅兵在莫离的命令下快速赶来。很快，19只骷髅兵对精英谷地虎展开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围杀。精英谷的虎头上开始不断的冒出伤害数值：-30、-50、-50、-50。虽然伤害看着有点低，但架不住骷髅兵足足有19只。一只骷髅兵在前面抗伤害，另外18只骷髅兵一轮火球术齐射就是900伤害。3轮下来，抗伤害的骷髅兵甚至都还没来得及进行轮换，古地虎一声惨叫之后就倒地不起。太暴力了！莫离刚才本来还在犹豫要不要试一试骨毛技能的威力，结果才犹豫了一下而已，精英古地虎就已经被骷髅兵击杀了。叮！恭喜玩家首次击杀古地虎精英，即将进行全服通告，请问是否需要隐藏玩家姓名？莫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是。紧接着，莫离就收到了系统的全服提示。叮！恭喜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完成首次击杀古地虎精英的壮举。莫离只看了一眼系统提示，然后就把目光转向了地上的物品。地上物品都是精英古地虎爆出来的。击杀精英级别的怪物难度很高，一般都需要组队，对应的就是爆出的装备，也是对应一个团队数量的装备。莫离一眼看去，光是装备就有7、8件，还有一些其他物品、道具之类的东西，加起来接近20件。莫离把地上的装备捡起来，逐一查看了一下，一下就注意到一个戒指，名称：低级空间戒指，类型：饰品，品质：稀有，效果：增加储物空间32格，物品等级5，需求等级1。神岩的装备品质一共分6个档次：普通、精良、稀有、卓越、史诗、传说。这个戒指的品质直接跳过了精良，达到了稀有，在前期还是比较有价值的。神岩的人物出生后自带一个32格的储物空间，可以用来存放绝大部分物品。这个储物空间和存放抽奖物品的虚空仓库不是一回事，虚空仓库只能存放抽奖物品，只有储物空间才可以用来存放游戏内获得的物品。这种增加储物空间容量的装备并不少见，不过前期大部分都是普通品质，只能增加8格储物空间。在前期大家都穷，什么垃圾都想捡的情况下，这点储物空间远远不够用。到中后期，物品更多，特别是贵重物品，装备需要随身携带，对空间戒指的需求比前期还大，所以空间戒指基本上是人手一个，区别只是在戒指的物品等级和品质上。这个戒指应该是最低级的空间戒指，不过因为品质是稀有，所以直接增加32格储物空间，一个可以顶普通空间戒指4个了。如果按折算价格的话，会远远超过4个普通品质的空间戒指的价格。戒指属于饰品类型，而饰品一共只能佩戴5个，饰品都可以增加大量属性，空一个位置出来给空间戒指都是迫不得已。甚至有狠人直接不戴空间戒指，就是为了腾出一个位置，多佩戴一个加属性的饰品。也有更狠的人追求带属性的空间戒指，当然，这种带属性的空间戒指一般都是天价。莫离又查看了一下其他几样物品，都是精良等级的防具，没什么太大的价值，差不多也就是满足莫离最初的目标。进暴风城时穿得像个人。佩戴好空间戒指后，莫离把地上的装备都收进了储物空间，然后把注意力转到剩下的杂物上。很快，一本技能书就吸引到莫离的注意力。基础技能书：初级治疗术1级，需求等级1，需求精神30，说明这是一种基础法术，释放时间1.5秒，每次释放为目标造成精神属性值1.5倍数值的治疗效果。很明显，这个技能是奶妈职业的技能。可莫离看着这个技能却有些莫名的心动。有神性天赋巅峰等级，精神属性只会越来越高。现在才5级，在没有任何装备加成的情况下，精神属性就已经高达195，一个治疗术就可以加接近300点血。刚才精英古地虎一次攻击对骷髅兵造成的伤害才100，一个治疗术就可以给骷髅兵回满。有了这个技能，以后单挑 BOSS 肯定会简单很多。不对，我学什么呀？直接让骷髅兵学不就完了？第8章，离开新手村，震惊全服。莫离召回一只骷髅兵，直接对这只骷髅兵使用了基础技能书：初级治疗术1级，
叮，您对您的召唤物使用了基础技能书治疗术1级，您的召唤物骷髅兵已学会治疗术1级，完美。莫离给自己的机智点了一个赞，然后挥了挥手，让骷髅兵继续去杀怪。MMORPG 游戏里的战法木铁三角在骷髅兵上就实现了完美覆盖，而且这些骷髅兵因为属性继承的关系，属性非常均衡，每一个骷髅兵都可以在战法木3种职业之间实现无缝切换。骷髅兵现在已经是一支成熟的小队了，完全可以挑战更高难度的怪物。莫离看了一眼经验条，还差一丝经验升5级，估计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只要1到5级，就会被直接强制传送出新手村，抵达暴风城门口。骷髅兵学会了治疗术后，莫离认为可以在暴风城触发了那个隐藏任务后，顺便去看一眼暴风城北面那个小 boss， 说不定可以在今天下线之前击杀那个 boss， 再拿一个首杀。新手村大量玩家要么已经下线，要么在外面杀怪升级，新手村里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拥挤，人虽然少了一些，不过因为刚才弹出的全服击杀提示，还是让整个新手村都沸腾了。卧槽，这到底是谁啊？这样牛逼的吗？这才多少时间，怎么就首杀精英怪了？不是，会不会太离谱了一点？不是说精英怪一般都需要组队才有可能击杀吗？马德肯定是氪金玩家。放屁！老子氪了5万块，全是没用什么大用的道具物品。你们说到底会是谁？别管是谁，反正这人已经远远领先我们了，能杀精英怪，肯定不是我们这些小虾米能比的。哎，一不仙，步不仙，我特么一个农夫，怎么仙得起来？你特么农夫，你还通宵练级，犯得着吗？就在新手村讨论的最激烈的时候，突然又一条全服公告。叮！恭喜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第一个达到5级，离开新手村，踏上新征程。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手村彻底炸了！我还没从刚才震惊中回过神呢，又来，这次又是谁？简直离大谱！我才2级，感觉这练级难得不行，怎么别人就5级出新手村了？你们说会不会是刚才那个击杀精英的大哥？你别说，还真有可能。我看官方资料说，新手村唯一一只精英怪在山谷里，是5级怪。对，我也看了，山谷里全是5级的古地虎，一个人4级去都有点勉强。官方建议是组队。没错，那个人再厉害，也要4级才敢去吧？然后在山谷里杀怪升级，遇到精英怪，击杀之后获得大量经验。对，这不都连上了？你们还是太年轻，知道山谷里那只精英怪有多少血吗？3000，足足3000血，而且物抗和魔抗高的吓死人，打死我也不信是一个人杀的，肯定是组队。不可能，组队的话，全服通告里会显示队员的，不是说是氪金大佬吗？请一堆打手不组队，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提示是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反而激起了大家更强烈的好奇心，引发了大家激烈的讨论。很快，有人想起了早些时候新手村的那一则传说。你们还记得之前那个传说吗？有一个带卡通兔子头的，可以召唤骷髅兵的那个，横扫北面小森林，地上的东西都不带捡的那个，对吧？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击杀的精英怪？他那个骷髅兵看起来高大威猛，应该不是什么绣花枕头吧？而且升级之后，应该会变得更厉害才对。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大家一阵头脑风暴，很快就把嫌疑人锁定到了莫离身上。不是，你们就干聊，连照片都没一张吗？那兔子头是抽奖送的，到处都是，谁看到会拍照啊？骷髅兵呢？没人拍吗？我有，我发论坛了，你们自己去看。一张把骷髅兵拍得高大威猛的照片出现在神颜的论坛上，配的文字也很有效果。全服寻找见过这个骷髅兵主人的玩家，骷髅兵的主人可能就是击杀精英怪的玩家，也是第一个达到5级离开新手村的人。很快，这个极富冲击力的帖子就在论坛上引发了热烈讨论。卧槽，神颜还能召唤这么威猛的召唤物？哪里威猛了？你们难道不觉得看着瘆人吗？你就说给你，你要不要吧？有这么威猛的骷髅兵，还用自己那么辛苦去杀怪，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死灵法师？应该是也没听说其他职业会召骷髅兵的。官方不是说要成为这种特别的职业要求非常苛刻吗？这都4点多了，快5个小时了，你看到第2个死灵法师了吗？也对，看来确实很苛刻。你们关注点不对吧？难道你们就不好奇他到底怎么击杀精英怪的？我看资料了，精英古地虎有3000血，物抗和魔抗都高的吓人，一般主战职业一下恐怕只能造成个位数的伤害。会不会是卡 bug 击杀的？肯定是。官方的建议是，遇到精英古地虎不要多想，转身就跑，非要击杀的话，至少要10个人以上的队伍，并且全部达到4级才建议去尝试。官方是不是要给个说法？没戏，神颜宣传的时候就说了，游戏不存在 bug，
不会干涉游戏里的任何事情，只有充值退款的渠道。马德，真是羡慕嫉妒恨啊！小森林里，苏尔击杀了附近最后一只灵帝蜘蛛后，艰难地升到了4级。可是他一点都开心不起来，因为刚才系统提示他知道已经有玩家达到5级离开了新手村。比起这个神秘人，他已经整整落后了1级。在查看了小森林里的情况之后，苏尔坚信那个戴兔头套，那个可以召唤骷髅兵的神秘人，肯定就是那个第一个击杀精英怪和第一个达到5级的人。只有拥有把小森林像犁地一样犁一遍的能力，才有可能单独击杀精英怪，以及先他一步升到5级。苏尔本来以为可以追赶上莫离的进度，现在突然发现差距越来越大了。好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你等着，我一定把你找出来，看看你到底是何方神圣！苏尔气鼓鼓地吐槽了一句。第9章，起手秒杀，以示尊敬。与此同时，在另外一处新手村，10几个人正在前往山谷的路上。他们是另外一款游戏《天下》里的第一公会王朝公会的会长以及精英骨干成员。王朝公会准备整个公会集体转战神岩，他们是第一批前来考察游戏情况的人员。会长，神岩，这游戏平衡也做得太烂了吧？我们10几个人不组队杀怪，经验你一个人拿，你才4级，怎么就有人5级了？没错，肯定是游戏平衡做得烂，出了什么变态职业。王朝会长曹志扫了一眼显得有些泄气的工会成员，拍了拍手。神岩，既然允许这种不平衡的事情出现，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天下就是太追求平衡，限制了我们工会的发展。这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估计也就是运气好而已。现在这点小领先算不上什么。我们工会这次来的人少，如果我们工会的人都迁移过来，很快就能碾压他。曹志身为会长，在王朝工会非常有威望，连这3句话就让队伍的气势重新高涨起来。会长，对不起，刚才是我们想差了。估计那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充了不少钱，抽到了什么好东西，所以才取得优势。我们为了节约时间，都是直接进入游戏，根本没抽奖，暂时被氪金玩家领先也正常。现在不是泄气的时候，已经到山谷了，看看这里有没有精英古地虎吧。10几人的队伍很快就把注意力转到了寻找精英古地虎上。他们相信，既然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可以独自击杀精英古地虎，王朝工会的精英队伍没道理不能击杀。首杀虽然已经被人抢了，可击杀精英怪可以获得大量的经验，以及爆出大量的物品装备。无论如何，还是值得一杀。很快就有人找到了一只体型巨大的古地虎。会长，这只比其他的古地虎体型大几倍，应该就是那只精英古地虎。会长，我是血牛战士，让我上去试试，先把他的血条打出来看看。不急，这里没有其他人，先制定一个攻略计划。王朝工会这支队伍都是工会的精英成员，并且经过长时间的磨合，配合非常默契。经过简单的商议后，很快就制定了一个攻略计划。4级的血牛战士对着精英古地虎发起了冲锋。同一时间，3个治疗职业开始预读治疗法术，确保在血牛战士受到伤害的瞬间，治疗术就可以立即释放到他身上。咻！血牛战士冲到了精英古地虎面前，对着体型巨大的精英古地虎前腿上平砍了一刀。精英古地虎头上冒出了一个伤害数值-1。精英古地虎的仇恨被血牛战士吸引，抬起爪子向血牛战士扫去。没有哪位血牛战士会在这种情况下选择退缩，承伤怪物的伤害就是他们的天职。在他们的身后，有治疗职业会在第一时间为他们补上损失的生命值。然而，事情的发展超出了在场所有人的预料。砰！血牛战士被秒杀了。什么？不可能！那可是全副武装的血牛战士，怎么可能被秒杀？精英古地虎秒杀了血牛战士后，立即对刚才在读条准备释放治疗术的奶妈发动了攻击。轰！一个扫击，3名3级的奶妈职业毫无悬念的被秒杀。精英古地虎又看了一眼剩下的10几个人，这些人没有发动攻击，没有治疗动作，所以没有进入精英古地虎的仇恨列表。精英古地虎没有对他们发动攻击，潇洒地奔向了山谷深处。会长，我们还追吗？追上去也是送死，不追了。曹志头脑还是很清醒的。4级的血牛战士都直接被秒杀，剩下的其他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抗住精英古地虎一击。多亏了这里是新手村，出现的怪物不会主动攻击玩家，只有玩家进入了怪物的仇恨列表，才会受到怪物的攻击。否则刚才就不是死4个人这么简单了，绝对会团灭。会长，刚才老二平砍那一下的数值是1点伤害，我没看错吧？是1点，换句话说，我们上去打估计也就2点伤害，3点伤害。说到这里，连曹志自己都被干沉默了。刚才精英古地虎的血条被老二打出来，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整整3000血。
一下1.2点伤害，就算能抗住精英古地虎的攻击，自己这支队伍要磨到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击杀？这还没考虑精英怪回血的可能。如果精英古地虎自动回血的数值稍微高一点，这点伤害根本不可能完成击杀。那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到底怎么完成击杀的？曹志纵横网络游戏这么多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可是这一次实在让他感到有些匪夷所思。很快，一个自称是王朝工会会长的人在神言官方论坛上发布了一个帖子。帖子的内容里详细描述了他们工会小队遭遇精英古地虎的整个过程，还很贴心的配上了精英古地虎的照片以及工会成员阵亡的照片，增加说服力。在帖子里还特别说明了4级血牛战士被精英古地虎一击秒杀。因为在游戏内就可以浏览官方论坛，即便是这个帖子是凌晨4点出现的，也很快就引起了新一轮的热烈讨论。是我知道的那个王朝工会吗？应该没错，帖子里有他们会长的照片，那张脸就是防伪认证。离谱啊！天下的第一工会既然要转战神言了，他们在天下那么大的家业就不要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神言对其他游戏来说就是降维打击，趁早转战还能止损。你们重点是不是关注错了？重点就不在这好吧？没错，重点在王朝工会的10几名精英居然差点被精英古地虎团灭了。卧槽，到底谁是精英啊？恐怖小故事，那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可是单挑的。那根据不等式换算，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岂不是可以单挑王朝的精英小队？马德，你说的好有道理的样子。死灵法师真的这样牛逼吗？我现在删号重来还来得及吗？你可以试试，如果成功了记得告诉我，我一定给你50。第10章，来自案发现场的照片。王朝工会会长的帖子很快就把众人的注意力从讨论第一个离开新手村的玩家身上重新拉回第一个击杀精英古地虎的玩家身上。不过大家很快就发现了，这2个不愿透明姓名的玩家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我看也合理，没点本事击杀精英古地虎，凭什么当第一个离开新手村的玩家？这也太离谱了，到底是怎么做到杀怪又猛练级又快的？楼上的，你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杀怪猛练级自然不就快了？王朝工会可是天下里所有 BOSS 首杀记录的拥有者，他们都无可奈何的怪物到底怎么被杀的？会不会也是和王朝工会一样，是其他游戏迁移来的大佬？你别说，现在看来还真有可能。之前大家都不知道精英古地虎的强度，以为就比普通古地虎强一些而已，谁知道这么强？是啊，4级的血牛战士快接近300血了吧，居然被一击秒杀。不止，他们那血牛战士明显穿了装备的，搞不好有400血。好像精英古地虎还只是普通攻击，没有使用技能。所以说那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根本不可能一个人击杀精英古地虎。我赌5毛，肯定是和王朝工会一样，从其他游戏迁移过来的。我赌1块，肯定是好几10个人车轮战杀的。新手村山谷，苏尔升到4级，第一时间赶到山谷，他想看一看被那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离过的山谷是什么样。现在距离那名神秘的玩家离开新手村时间还很短，应该有很多地方都还保留着战斗痕迹，没来得及刷新，说不定可以从这些痕迹里看出一些蛛丝马迹。一路走来，苏尔诱人的小嘴都快张得可以塞下鸡蛋了。整个山谷被破坏的程度比小森林还要严重。要知道这里刷新的都是5级的古地虎，危险程度比小森林里高了不知道多少倍。苏尔在有神性天赋的情况下，都要等到升到4级才敢来山谷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居然敢在山谷里这样肆无忌惮的搞破坏？根据神言的官方说明，杀怪时如果动静过大，也很容易进入怪物的仇恨列表。4级进入5级怪物的地图，谁不得小心翼翼？1只2只还可以对付，万一不小心引到了7、8只5级的古地虎，苏尔自己都没信心可以活下来。毕竟现在玩家都还是新人阶段，一个个穷的叮当响，身上就没几件像样的装备。苏尔的神性天赋也发挥不出太逆天的优势。难道是我猜错了？真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苏尔小声嘀咕了一句。眼前看到的景象让苏尔产生了一些自我怀疑。火焰灼烧的痕迹，斧头砍伐的痕迹，战斗痕迹遍布整个山谷。这里看起来像极了被一支几十人的团队扫荡过。苏尔抱着疑惑的心情在山谷里巡视了一圈，很快就发现了一只体型超大的古地虎尸体。这难道就是那只精英古的虎？苏尔试着攻击了一下精英古地虎的尸体，血条出现，03000，应该就是精英古地虎了，3000血也不算特别离谱吧。只看到血条，苏尔感觉如果是自己遇到这头精英古的虎，这个血量也不是没击杀的可能。毕竟是拥有神性天赋的人，
这点自信还是有的。苏尔围着尸体观察了一番，很快就发现金鹰骨地虎尸体上武器造成的伤口很少，大部分都是灼烧伤害。这一下，苏尔看得更迷糊了。不是说那个亡灵法师召唤的骷髅兵手上拿着斧头吗？那应该全是武器造成的伤口才对。怎么看起来绝大部分都是魔法造成的伤害？难道亡灵法师出生自带的技能是火球术？咔咔咔！苏尔围着金鹰骨地虎的尸体一顿猛拍，然后把拍下来的照片发到了论坛上求助。你们还在这讨论那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是怎么杀的金鹰骨的虎？后半夜了，不吹逼还出去杀怪吗？要不要这么干？不是，我的意思是有一个新帖子，里面有金鹰骨地虎的尸体照片。什么？很快，大量玩家聚集到苏尔发的帖子。破案了，这么惨的死相，绝对被几十人围殴而死的。不对吧？法师出生自带的技能不是火球术，是寒冰剑。人家打怪出的技能书不行吗？我都打到1本。神言，这感人的暴率，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几十人人手1本火球术，这话说出来你们信吗？而且也没哪个公会迁移过来全是法师吧？就是神言又不能自主选职业，哪那么好凑出几十个法师的？那你们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尸体上的痕迹明显就是火球术造成的。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说一种可能，那个亡灵法师召唤的骷髅会火球术？不可能，他召唤的骷髅照片还在论坛另外一个帖子里挂着呢。拿斧头的明显是近战，谁说拿斧头就不能放火球术了？我就是法师，现在用的就是斧头。不是，你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个问题？亡灵法师4级的时候到底可以招多少召唤物？这谁知道？官方又没有公布亡灵法师的资料。按着战斗痕迹来看，少说也得7、8个吧。马德，这职业会不会太 bug 了一点？求一个成为亡灵法师的办法，若成功我 V 他50。我就不一样了，我比较关心拍照发帖子的这个人，赶到山谷去，至少也4级了吧？差点没注意，不过他练级再快又怎么样？第一个出新手村的人已经是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了。是啊，没人会记得第2名，可惜。苏尔看着帖子里的分析，发现自己的判断没有错，那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就是那个神秘的亡灵法师。莫了有自我怀疑，本来心情大好，突然看到后面的内容，吐槽他这个第2名，脸色铁青的关掉了论坛的界面。亡灵法师是吧？不愿透露姓名是吧？你等着，总有一天本小姐会找到你，居然敢让本小姐吃瘪。第11章，第一个走出新手村的福利。暴风城位于神岩大陆暮色平原东部，是大陆东部最大的一座城市，同时也是所有神岩玩家脱离新手村正式进入神岩大陆的第一站。莫离看见了一眼系统显示的时间，凌晨4点55分。这已经是莫离第2次来到暴风城大门了。第一次自然是从新手村里被船强制送出来，直接出现在了暴风城门口。不过神岩里的时间和现实是同步的，在那个时间点，暴风城大门并未开门，无法进入。莫离都决定要当干弟了，自然不会浪费时间一直站在城门外傻等。趁着这个时间，莫离到暴风城附近有怪物刷新的地方杀了一会怪，现在是卡着时间返回。5点1到，暴风城的城门就会正式开启。距离暴风城开门还有5分钟时间，莫离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等级5，巅峰等级5，力量22，敏捷22，体质27，精神250，生命值红127，精神值蓝850，召唤物数量25/25，召唤物数量等于精神10。升到5级后，巅峰等级提供的40点额外属性点，莫离想都没想就直接全加到了精神属性上。现在精神属性高达250点，已经接近18级法师的精神属性了。同时还有召唤物数量的增加，召唤物通过属性继承获得增幅，杀怪速度比4级的时候高了不知道多少。在这种情况下，刷了差不多1个小时的怪物，经验才堪堪了涨了1/3。这个速度慢吗？不，非常快，快到离谱。莫离记得上一世还是法师的时候，5级升6级花了整整1天，24个小时。现在1个小时经验条就涨了1/3，如果顺利的话，3个小时出头就可以升到6级，升级效率整整提升了8倍。这还是以升级速度快的法师作为参照，如果是和其他升级没那么快的职业比，现在这种升级速度比其他职业要快上10几倍。差点忘了，莫离取下了头上戴的兔子头套，奇装异服在暴风城容易引起 NPC 的反感，导致无法触发隐藏任务。至于看起来更恐怖的骷髅兵，莫离早就收回了。这些骷髅兵很容易让城里的 NPC 产生恐惧，同样会导致无法触发隐藏任务。总之，神言现在虽然是一款游戏，
可游戏里的 NPC 非常人性化，必须要把他们当正常人来对待，只有这样才更容易触发隐藏任务。轰！暴风城城门一动，发出厚重的声音。大约花费了1分钟，整个城门才彻底打开。城门开打后，2队卫兵快速进入守卫岗位。其中一个卫兵发现了站在城门外的莫离。冒险者，这么早就来暴风城，有什么重要的事吗？卫兵跑过来主动搭话，让莫离有些惊讶。以前可没听说暴风城的卫兵还会对路过的玩家主动搭话的。所有玩家都把城门的卫兵当做一个问路、指路的 NPC。正常情况下，卫兵根本不会主动理会玩家，需要玩家主动搭话。莫离心里一喜，难道是因为来得早，触发了什么隐藏剧情？我是死灵法师，来暴风城寻找导师学习。你说你是死灵法师？卫兵用怀疑的目光看着莫离。莫离此时可以肯定自己触发隐藏任务了。正常情况下，卫兵 NPC 是不会说这些话的。这个任务大概率所有职业都可以触发，条件就是在暴风城大门开门之前抵达暴风城。上一世第一个出新手村的玩家是一位叫苏尔的战士，时间是凌晨5点多。换句话说，上一世根本没有玩家触发过这个隐藏任务。莫离按耐住自己激动的心情，看了一眼面前的卫兵。需要我召唤一个骷髅兵证明一下吗？当然，如果你可以证明的话。莫离意念一动，一个高达2米、压迫感十足的骷髅兵出现在暴风城城门口。骷髅兵一出现，立即引起了其他卫兵的注意。大家不用惊慌，这是我的召唤物，不是怪物。莫离急忙解释了一句，然后命令骷髅兵单膝跪地。卫兵看到骷髅兵的动作后，也不再戒备，反而把莫离围了起来。高贵的死灵法师，请原谅我刚才的冒犯。高贵的死灵法师，请接受我的敬意。想不到我有生之年，居然还能在暴风城看到第2位死灵法师。血影大人见到你，一定会很高兴的。莫离看到卫兵的反应有点懵。要知道这些卫兵看起来朴实无华，可是每一个都高达50级，怎么突然对自己这个5级的小人物变得这么卑微？即便自己现在属性面板已经很变态了，可这只是相对于等级差不多的玩家而已。眼前这些50级的卫兵可以毫无悬念的一刀秒杀自己，如果这点本事都没有，当什么暴风城卫兵？怎么维持暴风城秩序？难道只是因为自己是死灵法师？不，死灵法师肯定只是一部分原因，肯开还有其他原因。莫离决定试探一下。你们刚才说的血影大人是？血影大人一直想要一位优秀的学生，把他伟大的学识传承下去。莫离眼皮不受控制的跳了跳。暴风城的职业训练师只能教初级技能，从20级开始的终极技能，暴风城的职业训练师就无法教导了，玩家只能通过怪物爆出的技能书学习。莫离只知道暴风城里一位普通亡灵法师的职业训练师传授20级以下的技能，从来没有听说过暴风城里还有这样一位血影大人。卫兵的等级是50级，看他们说起血影大人时那种恭敬的态度，血影大人的等级恐怕要远远高于他们的等级。这位血影大人要把他伟大的学识传承下去，是不是意味着会把他所有会的技能都交给自己？这难道就是暴风城门口卫兵的隐藏任务？不，也许说隐藏指引更准确一些。普通指引，他们会把玩家指引到普通的职业训练师那里去；隐藏指引会把玩家指引到特殊职业训练师那里去。优秀的学生恐怕就是指的在暴风城开门之前抵达暴风城的玩家。50级以上的技能属于高级技能，获取的难度非常高。为了一本高级技能书，玩家之间经常争到你死我活的局面。自己上一世不就是因为一本高级技能书被人追杀，最后含恨而死吗？现在居然有可能直接在职业训练师那里学，这就是第一个走出新手村的福利吗？第12章人生的大起大落。莫离很快就从卫兵口中得知了血影大人的位置。血影大人居然在法师塔第9层，也就是法师塔最顶层。法师塔只对玩家开放第1层，那里有各个法系职业的职业训练系。在网上，玩家禁止入内。据说有不死心的玩家尝试过硬闯法师塔2层，最后落了一个被 NPC 击杀的下场。莫离记得在上一世还有一个传说，传说暴风城的法师塔顶层住着一位伟大的法师，没有玩家知道他的具体名讳，大家只知道这位法师是暴风城的拥有者，并且为暴风城提供武力庇护，让暴风城这座既有圣教势力又有邪恶势力的中立城市可以屹立于神岩大陆，完全不受两方势力的影响。神岩会把玩家的在神岩大陆的第一站设定在暴风城，也正是因为暴风城是神岩大陆上少有的一座中立城市，并且规模巨大，这里可以为所有玩家提供一个安全的休息点，不会因为职业属于圣教势力或者邪恶势力而遭受到区别对待。我现在就可以去找血影大人吗？我要怎么才能找到血影大人？莫离强行压下自己内心激动的情绪，又向卫兵问了一句。按照正常发展，
卫兵应该在这个时候给自己提供某种信物，让自己可以顺利找到血影大人这个特殊 NPC。果然，卫兵伸手从盔甲里取出一封信。血影大人一直让我们为他留意可能存在的传承者，这是血影大人的信物，你拿着这封信去法师塔就可以了。莫离按照记忆中的暴风城地图一路到来法师塔前。上一世，莫离作为法师，在神岩的冒险之路就是从这里开始。这一世，莫离作为亡灵法师，在神岩的冒险之路同样是从这里开始。不同的是，这一次莫离即将直接上到法师塔第9层，直接向血影大人学习。莫离刚走了几步，就被法师塔的卫兵拦了下来。学习技能需要等早上8点，法师塔对外开放。我是来找血影大人的。莫离取出了城门卫兵给的那封信件，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那位血影大人的信物。卫兵听到血影大人4个字，脸上表情立即变得紧绷起来，小心翼翼地接过莫离手上的信件看了一眼。抱歉，我之前没有接到通知，我这就带您进去。卫兵在看到信件后，甚至直接用上了敬语。莫离跟在卫兵身后，很快到了法师塔的第2层。之前从来没有哪一个玩家到过这一层，莫离是第一个。麻烦您在这里等一下，我这就去通报。卫兵交代了一声，走到一张桌子旁，触发了魔法通讯。经过简单的汇报后，卫兵就把莫离请到了传送阵上。传送阵亮起一阵微弱的光芒后，莫离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宽敞的大厅。在大厅的中央位置放着一张餐桌，餐桌上放着一些面包、水果，大抵是一些早餐吃的食物。一个看起来只有18、19岁的少女正在用餐，看到莫离进来后，放下了手中的刀叉。你叫什么名字？大厅里响起了少女的声音，听起来御姐范十足。莫离知道这很正常，眼前这位应该就是血影大人。据传说，先有血影大人，后有暴风城，而暴风城少说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眼前这位少女活了多长时间，根本无法揣测。声音御姐一点不奇怪。莫离礼貌性的行了一个礼，这是对强者的尊重。要知道，半年后神岩和现实世界融合，这些 NPC 全都会出现在现实世界。血影大人这种级别的存在，放到现实世界那就是人形自走核弹，还是瞬发、连续发射、无限火力那种。自己现在这个小虾米放尊重一些，那是应该的。莫离，坐，我们边吃边聊。血影大人指了指他对面的位置。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莫离也不急这一会，直接坐到了位置上。在游戏里吃东西可以品出味道，不过不管饿，莫离随意拿了一个面包啃了一口，味道还不错。叮，你的生命值上限提升1000点，持续时间1小时。一条系统提示直接把莫离看懵了。什么狗大户，可以提升人物属性的食物，居然用来当普通早餐吃？这种类型的食物都是由特殊的食材制成的，造价非常高昂。莫离上一世直到死都没吃过一口这种加属性的食物。只有实力雄厚的公会在攻略高难度副本 BOSS 时，为了提高成功率才会使用这种奢侈品，而且仅限于开荒，长期使用，实力雄厚的公会都承受不住。家里没大矿，谁敢这样吃？不对，暴风城好像真的有大矿。你不试试其他的？血影大人指了指其他几样食物。莫离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其他几样食物恐怕都是加属性的食物。不用了，我是来这里学知识的。莫离放下了手里的面包，还是学技能要紧。区区一点属性，只要学会技能，提升练级效率，还怕没有吗？不能被这点甜头诱惑住，耽误了正事。我刚才问了你名字，你刚才为什么不问我名字？大厅里又响起了血影大人的声音，只不过这个问题显得有点那么不讲道理。你是血影大人，这不是明摆着的事，这还用问吗？血影大人的意思是，我可以称呼你的名字。什么血影大人？老师他不在，我带师收徒，以后我就是你师姐，明白吗？莫离有点懵，这又是什么套路？搞了半天，压根就不是血影大人，更不是什么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老怪物。那血影大人他知道这件事吗？你上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把这件事告诉老师了，你放心，我会好好教你的。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吗？莫离实在有点无力吐槽。预想中的是跟着暴风城城主血影大人学习技能，以后搞不好还可以直接学习高级技能。这样一来，就不用花费心思去弄高级技能书，不知道可以为自己省下多少精力，节约多少时间。这些省下来的精力和时间拿去刷怪，不知道可以刷多少经验。反正怎么算都是血赚不亏的事。现在突然变成了跟着眼前这位少女学习，不知道降了多少档次，恐怕高级技能无望了。等一下，眼前这位少女是什么级别？不对，城门的卫兵不是说自己是他见到的第2位死灵法师吗？眼前这位少女到底什么情况？第13章，城门口的巧遇。莫离把整个事情快速回顾了一遍，现在情况已经基本明确了。
在暴风城门口触发的隐藏剧情，确实可以让自己登上法师塔第9层，也确实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位特殊的职业训练师。不过，这位职业训练师不是传说中的暴风城城主血影大人，而是眼前这位可能真的只有18、19岁的少女。怎么也比在法师塔1楼找那些普通的职业训练师学习好吧？莫离在心里嘀咕了一句，进行了一番自我安慰，然后再次看了少女一眼。我听卫兵说，他只见过血影大人一位死灵法师。记住，我的名字叫齐之礼，今天开始就是你的师姐。你这人真不讨人喜欢，居然还要我主动说。齐之礼瞪了莫离一眼，然后才继续说道：我又没在卫兵面前显摆过，他们自然不知道我是死灵法师。莫离感觉有点无语，面前这位便宜师姐分明是在吐槽自己在卫兵面前显摆，问题是不显摆一下自己的本事，压根就到不了法师塔9层，更见不到他。不过经过短暂的接触下来，莫离发现这位师姐没有什么架子，也没有为难自己，不得不说人还怪好的。莫离也不打算继续在这里墨迹，直接开门见山。师姐，等一下我还有其他事，我现在能学习技能了吗？看把你急的，我今天先教你一个你能学会的吧。齐之礼屈指一弹，一道白光没入莫离身体，莫离立即就收到了系统提示。叮！恭喜玩家学会技能鲜血穿行。鲜血穿行，等级1，冷却8秒，消耗100精神值，瞬移一段距离，在瞬移过程中可以无视所有伤害。看完技能说明后，莫离立即就想到了一个词：保命神技。绝对的保命神技，特别是在不需要自己亲自杀怪的情况下，有了这个技能后，完全可以去挑战等级更高的怪物。其他的技能你现在还没办法学，等10级的时候再来找我吧。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师姐能不能告诉我答案？你问吧，不过如果你敢问我今年多少岁，我一定把你的灵魂抽出来关上3天3夜。我在师姐这里最多能学到多少级的技能？没大没小的，你还怕我教不了你？即便以后那些神技我教不了你，还有老师在呢。齐之礼有些不满地瞪莫离一眼，小手一挥，莫离从大厅里消失。等莫离回过神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身处法师塔外面了。哈哈，莫离实在有些绷不住，畅快地大笑了起来。齐之礼最后话里的意思，分明在说他可以传授高级技能，并且还透露了一个消息：血影大人可以教授神技，50级以上的技能就是高级技能，80级以上的技能就是神技。一本高级技能书就可以让无数人打生打死。而在这里，暴风城法师塔9层，不仅可以直接学到高级技能，甚至还可以学到80级以上的神技，并且目前看起来居然还是免费的。莫离现在总算明白这个隐藏剧情触发的条件为什么如此苛刻，以至于上一世没有一个人触发这个隐藏剧情，因为好处远远不止学习技能。从齐之礼的话里可以知道，在法师塔第9层并不是单纯的传授技能，而是成为了血影大人的学生。这和在1楼跟那些普通的职业训练师学习的概念完全不一样。随着自己等级提升，以后搞不好还可以在这里触发更多的隐藏剧情。莫离哼着小曲，漫步在暴风城的街道上。现在时间还不到6点，街道两边的商铺大多数都还没有开门，街上的人也很少。莫离很快来到记忆中的酒馆。暴风城这家酒馆是24小时营业的，莫离来这里也不是为了喝酒。在这家酒馆里就藏着那个奖励回蓝饰品的隐藏任务。莫离再把台找了一个空位置，酒保很热情地迎了上来。冒险者，喝什么？一杯黑啤。抱歉，黑啤的运输路线前段时间被怪物占据了，暴风城暂时没有黑啤了。哦，不知道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你知道的，我们冒险者就是以干这些为生的。如果你能清理掉占据在暮色小镇北边的那些怪物，让黑啤的运输路线恢复畅通，我们老板一定会好好感谢你了。一言为定，我马上就出发。叮！你已触发隐藏任务清理黑皮运输路线，请尽快完成。推荐玩家数量5人。提示里没有任务完成之后的奖励，不过莫离知道，任务完成后奖励的就是那个回蓝饰品。如果组队去完成这个任务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奖励。饰品的属性也非常不错，精神+5，每秒回复精神属性值1/10的蓝量。莫离现在的精神属性是250，蓝量是850，佩戴上这个饰品后，每秒可以回复25的蓝量。从空蓝回复到满蓝只需要34秒的时间，这个回复速度甚至比法系职业使用普通回复药剂的回蓝速度还快，可以在前期为莫离省下大量的购买回蓝药剂的钱。只有精神+5这条属性实在太克碜了一点。不过莫离最不缺的就是低等级装备给的那一点属性。莫离有预感，这个饰品自己搞不好可以一直用到大后期。成功触发隐藏任务后，莫离立即就从酒馆离开，准备赶往记忆中任务的位置。刚走到暴风城大门口，
就看到有一个人站在暴风城大门前。莫离一下就猜到了这个人的身份，苏尔。上一世第一个离开新手村的玩家就是苏尔，这一世自己成为了第一个离开新手村的玩家，苏尔自然就成为了第二个抵达暴风城的玩家。现在5点多，时间也能对得上。在苏尔之后，抵达暴风城另外的一位玩家，时间应该在7点左右。在后面就要等到8点了，到那个时间就会有大量通宵的玩家离开新手村。莫离饶有兴趣地看了一眼苏尔，看起来18、19岁的样子，个子不算很高，应该不到1.7米，身上穿的应该是在新手村打到的破烂装备，一身破烂装备反而把他惊心动魄的身体曲线衬托得更加勾魂。莫离会看得这么仔细，主要是因为莫离上一世在机缘巧合之下见过几次重装战士苏尔，一身高大威猛的重盔，穿戴重盔的身高直逼2米。莫离一直以为他是一个虎背熊腰的彪悍玩家，万万没想到在重盔之下的苏尔居然是这副模样，让莫离多少感觉有一些反差萌。要不要去搭个话？在莫离的记忆中，苏尔的风评一直都非常好，这样的人交个朋友好像也不错。第14章10级狗头人，经验包罢了。女人只会影响我召唤骷髅的速度。莫离只纠结了1秒就做出了决定，心里也很快就明白过来，这就不是交个朋友的问题。刚才自己完全是被苏尔的外貌吸引了，打心底馋他身子而已。问题是现在哪有时间去馋别人身子，必须是要抓紧时间练级。莫离找了个机会，很快混入其他出城的 NPC 队伍中。因为穿着精英古地虎爆出来的几件装备，看着还像个人，完美的融入了 NPC 队伍。跟着 NPC 出城的队伍离开了暴风城。苏尔在暴风城门口已经站了有一会了，他相信那位先他一步升到5级的死灵法师肯定早就进了暴风城学习新技能，算算时间，很有可能在暴风城门口等到那个死灵法师。可是事情的发展有点超乎他的预料。神言，这款游戏的拟真度高的吓人，暴风城门口居然有不少 NPC 一直在出入，根本不像苏尔以前玩过的那些游戏， NPC 大多数只会站在固定的位置，这些出城进城的 NPC 看起来就像真实存在的人一样。苏尔发现自己完全没办法区分在那些 NPC 里面到底是不是藏着一个死灵法师。观察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后，苏尔最终只能无奈放弃。算你又躲过一次，玩个游戏都藏头露尾的，想和你交个朋友就这么难吗？苏尔气鼓鼓地吐槽了一句。砰砰，火球打在怪物身上爆炸的声音打破了山谷的沉静。莫离抵达目的地后，直接就召唤出骷髅兵开始清理怪物。这个隐藏任务的难度不在怎么触发，而在怎么完成。暮色小镇北边是一个山谷，黑皮的运输路线就是从这个山谷经过。山谷里都是10级以上的怪物，而且怪物密度很高，10级的玩家来这里都要小心翼翼，唯恐引到过多的怪物导致死亡。任务推荐的玩家数量是5人，虽然没有明确要求玩家等级，可莫离知道最好5个人都是10级以上的玩家，解锁了第4个技能栏，并且学习了本职业的第4个技能，5人配合之下才能更好的应对这里密集怪物。不过莫离不需要，25只骷髅兵虽然等级低了一点，可是他们属性够高，完全可以对付这里的怪物。砰！远处一只10级的狗头人瞄准莫离开了一枪，鲜血穿行。莫离使用刚学会的新技能，直接瞬移了一段距离，完美规避了这一次伤害。如果不是学会了这个技能，莫离还会考虑一下先花一点时间升到6级，再来完成这个任务。毕竟这里的远程怪物对莫离还是有一定威胁的。莫离现在身上穿的是精英古地虎爆出来的那几件白板垃圾装备，防御不能说没有，只能说和纸糊的没什么区别，和骷髅兵的变态防御根本没法比。加上新手村外面的怪物，只要等级高于玩家3级，就会对玩家造成额外的碾压伤害，一个搞不好可能就会交代在这里。不过有了鲜血穿行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技能虽然有8秒的冷却时间，但瞬移的距离最远可以达到20米，并且在移动过程中还可以免疫伤害，让莫离完全可以从容的应对从25只骷髅兵包围圈中偶尔泄露出来的威胁。鲜血穿行结束后，莫离已经瞬移到另外一个位置，而那只开枪的狗头人也被骷髅兵用火球术消灭。莫离在众多的狗头人当中找了一只长得眉清目秀的狗头人，使用了技能骨毛，负205。不错，对于这个伤害莫离很满意。按照骨毛的技能说明，骨毛可以造成等同于精神属性值的伤害。莫离现在的精神属性是250，可以造成的理论伤害也就是250点。因为狗头人存在等级差和抗性的原因，所以狗头人头上最终出现的伤害数值是205。10级的狗头人一共也就才500血而已。如果莫离同样也是10级的话，精神属性保守估计可以达到400多，最多2发骨毛就可以秒杀同等级怪物。这还只是死灵法师的初始技能而已。
如果学会了下一个死灵法师的攻击性技能，搞不好可以一击秒杀同等级的普通怪物。看来死灵法师也不是只能靠召唤物。莫离在心里嘀咕了一句，感觉自己对死灵法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古矛技能的施法时间是2秒，飞行速度极快，蓝耗也才30而已。这个技能丝毫不亚于法师的招牌技能火球术，只不过死灵法师这个职业实在太稀少了，几乎只存在于传说当中，莫离也只能靠自己慢慢摸索。莫离看着不断上涨的经验条，发现自己之前对升级的时间判断出现了一点点偏差。等待暴风城开门那段时间，刷怪的地点是在暴风城附近随便找的，怪物的等级也不高，密度也一般，花了差不多1个小时才刷了1/3的经验。暮色山谷这里怪物密度高，等级也高，现在才半个小时就涨了1/3的经验，再有半个小时就可以升到6级了。可惜莫离知道这里马上就会出现一只狗头人精英怪，击杀那只狗头人精英怪后，清理黑皮运输路线任务完成，这里的怪物群就会消失。算了，还是按原计划，返回的时候去看看那只小 boss 吧。在新手村，骷髅兵学会治疗术之后，在莫离的行动计划里就增加了一项到暴风城北面看一眼那个小 boss， 并且尝试击杀。神言里的怪物分为普通、精英、史诗、传说。boss 级别的怪物至少都是精英级别起步，会释放更多的技能，并且战斗中会出现很多小怪需要处理，比一般的精英怪物更难击杀，一般都需要一个装备精良、配合默契的团队才有机会击杀。不过对莫离来说，眼前25只正在奋力杀怪的骷髅兵就是团队。吼！低沉的吼叫声后，一只体型巨大狗头人从一旁的山洞里跑了出来。莫离知道正猜来了，如果连这只10级的精英都解决不了，另外那只 boss 也就别想了。趁早去练级，终于让我找到你了。就在莫离准备指挥骷髅兵开始攻击精英狗头人时，身后传来了一个软糯的声音。莫离不用回头看，都能猜到来人是谁。现在这个时间点，有可能出现在这里的只有一个人，苏尔。连声音都这么软的，他到底怎么成为重装战士的？第15章，最强火力，名不虚传。莫离转身看了一眼，果然是在城门见过一面的苏尔。苏尔没有起手偷袭，应该没有恶意。现身的时机也选得讲究，刚好卡在自己刷完普通怪，精英怪出来还没开战这个时机。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先停下来和他交谈，不会因为出现的时机不对干扰自己刷怪，引起自己对他的反感。看得出来苏尔是一个聪明人，莫离现在有9成9的把握肯定来人就是苏尔。不过鉴于在法师塔闹了一个大乌龙，还是先确定一下身份比较好。我们认识吗？现在开始不就认识了？我叫苏尔。莫离，等一下看到的是能帮我保密吗？在上一世，苏尔的风评一直都不错，还是很有信誉的。如果苏尔答应保密，莫离可以立即开始击杀精英狗头人。如果苏尔不答应保密，莫离就选择直接离开，等再找时间来杀这个狗头人精英。这毕竟是在游戏里，不存在杀人灭口这个选项。莫离只能选择相信苏尔的信誉。可以，不过我有一个条件，让我一起参加战斗。苏尔说着取出了他的双手重剑，然后继续说道，你放心，我就是想看看精英怪的强度，精英怪爆出来的东西我都不要。你现在只有5级吧？很危险，可能会被秒杀。你都有信心单挑，我为什么不能尝试一下？我被秒杀了，那是我的事。好，我会让我的骷髅兵抗伤害，你输出的时候自己小心。你向苏尔发出组队邀请，苏尔已经加入队伍。战利品分配方式被设定为队长分配。完成组队和相关设置后，莫离看了一眼苏尔。战利品队长分配，由我分配没问题吧？没问题，我说了，战利品我可以都不要。好，莫离一声令下，3只骷髅兵拿着手上的斧子对精英狗头人发起了冲锋。剩下22只骷髅兵开始在远处读条释放火球术。-10、-30，精英狗头人头上冒出伤害数值。10点伤害是骷髅兵近战造成的伤害，30点伤害是骷髅兵火球术造成的伤害。精英怪变态的物抗和魔抗，再加上整整5级的等级差，把骷髅兵造成的伤害削减到了一个非常离谱的程度。骷髅兵攻击后，精英狗头人的血条出现。狗头人精英，生命值6310800，精神值2000。砰！狗头人向一个近战骷髅兵扔出了一个石头，被砸中的骷髅兵直接被秒杀了。离谱！莫离之前预估过精英狗头人的伤害，可完全没想到5级的等级差居然可以让精英狗头人直接秒杀骷髅兵。要知道骷髅兵有属性继承，现在的体质高达250，生命值足足有2500点，力量和敏捷属性带来的防御更是高达变态的500防御。这么变态的属性居然一下被秒杀了，
等级差带来的碾压伤害比骷髅兵的属性还变态。召唤骷髅兵，莫离立即使用技能补充上损失掉的骷髅兵，顺便看了一眼苏尔。苏尔有些不服输的回瞪莫离一眼：“你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被秒杀。再说我是输出职业，又不是抗伤害的坦克职业。”轰轰！在莫离和苏尔说话的同时，骷髅兵持续不断的对精英狗头人发起攻击。精英狗头人的生命值很快被打到了4380800。苏尔看了一眼精英狗头人的血条后，提着他的双手大剑冲上去，开始攻击精英狗头人。莫离立即盯着伤害提示，准备观察一下苏尔能打出多少伤害。上一世在神颜和现实融合之前，全服单次最高伤害的记录保持者一直都是苏尔，人送外号最强火力。俗话说，只有叫错的名字，没有取错的外号。苏尔打出来的单次最高伤害，甚至让其他玩家倒感到一丝绝望。那是怎么追都追不上的离谱伤害，能打出那么变态的伤害，大概率和苏尔的神性天赋有关系。这也是莫离如此爽快的就同意了和苏尔战斗的原因。大家都有秘密，你知道了一点我的秘密，我知道了一点你的秘密，大家就一起保守秘密。轰！一股强烈的气流形成的冲击波以精英狗头人为中心传播开来，紧接着才是声音传来。-420，苏尔一击得手，立即拉开距离，稍作停顿，又发动了第二击。-450，精英狗头人头上冒出的3位数的伤害和骷髅兵造成的2位数的伤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莫离反复确认自己没有数错小数点，最后不得不承认苏尔这个最强火力果然是有点东西，在等级这么低的情况下，居然可以打出如此离谱的伤害。毕竟25只骷髅兵全用火球术一轮齐射也只能造成750的伤害而已，他这一刀400加的伤害简直堪称刀刀烈火。很快，精英狗头人就在25只骷髅兵和苏尔的围攻下被清空了生命值。叮！恭喜玩家击杀精英狗头人，完成清理黑皮运输路线任务。首次击杀狗头人精英即将全服通告，请问是否需要隐藏玩家姓名？莫离继续选择了隐藏。叮！恭喜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和苏尔完成首次击杀狗头人精英的壮举。莫离看到系统通告，转头看了一眼苏尔，直接通报姓名，符合莫离对苏尔的刻板印象。苏尔说不上有多高调，不过在这种通报上从来没有刻意隐藏过自己的名字。你怎么又隐藏姓名了？玩个游戏而已，至于吗？怎么不至于了？我都隐藏姓名了，你不还追到这里来了吗？算了，先看战利品吧，都是我的，有什么好看的？不如我们来聊聊你怎么找到我的吧。精英狗头人爆出来的战利品短时间内不会消失，那里还有骷髅兵守着。莫离也不急这一会，现在莫离更想知道苏尔是怎么找到自己的，以及他找自己干嘛来了？难道真的只是闲得慌？第16章，钱不钱无所谓，大家交个朋友。苏尔听到莫离一点都不客气的质问，看起来丝毫没有生气的样子。是师姐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我就是好奇来看看。师姐？对啊，齐之礼师姐。莫离差点被苏尔一句话给干懵了。齐之礼不是死灵法师吗？血影大人不是也是死灵法师吗？他们可是都住在法师塔的，法师塔什么时候开始收战士职业了？你不是战士吗？怎么跑法师塔去了？就准你有奇遇，我不能有奇遇吗？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战士和法师明显专业不对口吧？那我不知道，反正齐之礼可以教我战士技能。听苏尔这么一说，莫离突然对齐之礼这个 NPC 更好奇了。NPC 的等级、属性点设置和玩家基本一致，这个 NPC 居然可以魔物双修，属性点够用吗？难道他也有巅峰等级这种提供额外属性点的神性天赋？如果真是这样，再加上 NPC 天生等级就高，这个 NPC 肯定强大到可怕。难怪可以在法师塔9层，难怪可以把加属性的奢华食物当早餐吃。等一下，苏尔能打那么高的伤害，不会是吃了法师塔9层加属性的食物吧？莫离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生命值1127，在法师塔咬的那一口面包带来的额外1000点生命值的效果还在。你刚才打出的伤害是有其他 buff 的吧？你没有。苏尔瞪了莫离一眼，他也去过法师塔9层，知道那里是什么情况。对于莫离赶来这里挑战10级的精英怪，苏尔只是有些佩服莫离而已，远远谈不上有多惊讶。毕竟法师塔9层的食物加的属性太变态了一些，如果没有那些加属性的食物增加了大量属性，他也不敢5级就一个人跑到这里来，更别说一刀对10级怪造成400加的伤害。在没有额外属性加成的情况下，苏尔估计自己一刀最多造成100加的伤害。莫离一下乐了，苏尔给了一个完美的机会，让自己去误导他，让他认为自己可以单挑10级精英怪，
是因为吃了法师塔9层的那些加属性的食物，只能说我们半斤八两吧。可惜机会就这一次，下一次要等到10级才能去。行了，做人不能太贪心。我知道，快去看你的战利品吧。如果有你用不上的，我能用的，我愿意花钱买。爽快！莫离在心里给苏尔点了一个赞。在上一世苏尔风评好，不是没原因的。事先说好了，不要战利品就不要战利品，也没有利用女玩家的优势撒娇耍横，试图占便宜。提的要求也很合理。如果真有莫离用不上的，他又可以用的，莫离转手卖给别人，不如直接卖给他。这是一个双赢的提议，合理。苏尔的信誉应该就是这么一点点建立起来的。对方人不错，莫离也愿意真的和他交个朋友。好，你放心，如果有你用得上的，价格绝对公道。莫离快速查看了一下精英狗头人爆出的战利品，一共3件装备，战利品的数量不如新手村的那只精英谷的虎。不过这只精英狗头人是任务专属怪，后续还有任务奖励，也说得过去。名称：狗头人头套，品质：精良，部位：头部，护甲15，效果：佩戴后狗头人不会优先以你为攻击目标，需求等级10级。莫离感觉这件装备不错，虽然是一件不加属性的装备，但效果很实用。特别达到10级后，解锁的第一个副本死亡矿井里面大部分都是狗头人。有了这件装备后，可以为自己单刷死亡矿井提供非常大的便利。莫离直接把装备放进了自己的储物空间。名称：狗头人红宝石戒指，品质：精良，部位：饰品，体质加15，精神加15，效果：使你的召唤物造成的伤害提升 5%， 需求等级10级。很好，很强大，加的那点属性无所谓，关键是提升召唤物伤害这条效果。莫离感觉这个戒指简直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莫离不动声色地把戒指放进了储物空间。名称：狗头人战靴，品质：稀有，部位：脚，力量加30，体质加15，效果：使你的移动速度提升 10%， 需求等级10级。看到这件装备，莫离暗道了一声可惜，这件装备自己完全用不上。属性不对，效果不对，明显就是一件近战装备。莫离直接把这件装备的属性展示给苏尔看。有没有兴趣？对近战来说，移动速度提升 10%，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当然有兴趣，你开个价吧。莫离犹豫了一下，这可能是神岩开服后玩家之间的第一次交易。10级副本死亡矿井出的装备属性和这个剑装备属性差不多。不过莫离记得死亡矿井第一次被攻略时，那个5人小队里玩家等级最低的都是14级，其他4个人都是15级。苏尔差不多也要到那个等级才有可能弄到死亡矿井出的装备，而死亡矿井的装备差不多可以用到20级。也就是说，这件装备苏尔拿到手的话，可以直接从10级用到20级。这样一算，这件装备的价值可不低。特别现在还是刚开服，处于全服开荒阶段，好装备本来就很稀缺。5000，这个价格算有情价。这确实是有情价，莫离也就赚个外卖钱，全当大家交个朋友。多了也没用，半年之后钱都会变成废纸。你说的应该不是游戏币吧？你说呢？银行卡号给我，我马上转给你。苏尔比莫离想象中还要干脆，甚至都没有还价。神岩的游戏支持在线交易，只要双方达成意向，马上就可以完成交易。不过莫离看到苏尔的态度，立即就改变主意了。钱不钱的无所谓，毕竟半年之后这些钱都会变成废纸，要的只是苏尔一个态度。精英狗头人至少有1/3的血量是你打的，算是你的战利品吧。说完，莫离直接就把装备分配给了苏尔。好，那我也不和你客气，以后如果我打到你能用的装备，我一定给你留着。苏尔拿到狗头人战靴后，第一时间就装备上。一双崭新的小皮鞋出现在苏尔的脚上，和他身上破破烂烂的装备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这搭配真是丑死了，不过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只是暂时的事，我要去其他地方了，我们有缘再见。等一下，我们合作这么愉快，不如我们继续。我说大小姐，这就不用了吧，我还是喜欢一个人。对于苏尔的请求，莫离十分心动，然后无情地拒绝了他。在法师塔9层吃的加属性食物的持续时间就快结束了，再继续下去怕是要露馅了。你等一下，加个好友吧。苏尔见莫离转身就要走，再次叫住了莫离。第17章，苏尔是谁？新手村天边已经升起了一丝亮光。经过了通宵奋战的玩家，本来在这个时候应该已经燃烧完激情，进入昏昏欲睡的状态。实际上本来是这样的，但是一条全服通告
让整个新手村精神了起来。叮！恭喜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和苏尔完成首次击杀狗头人精英的壮举。什么？怎么又手杀了？我特么还在新手村杀鸡，怎么又有人手杀了？这不对吧？新手村里根本就没有狗头人，哪来的狗头人精英？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是新手村外面的怪物？外面？不是说新手村外面的怪物比新手村里的怪物还要凶残一些吗？对啊，怎么可能？就算还是5级的怪物，恐怕也比之前那个精英古地虎更难杀。都全服通告了，还有什么好质疑的？肯定是在新手村外面杀的。你们说那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会不会就是之前击杀古地虎的那个玩家？我看8成就是，他不也是第一个出新手村的吗？这个苏尔又是谁？别管是谁，反正组队击杀看起来合理多了。合理个屁！有没有一种可能，人家大佬带妹而已？苏尔名字这么好听，肯定是个妹子。这不能吧？这个苏尔可以出现在队伍里，说明人家已经到5级离开新手村了。就是依我看，苏尔搞不好就是第2个离开新手村的，需要人带吗？因为通告里出现了苏尔这个名字，光听名字就知道是女玩家。在大家都还在新手村杀鸡的时候，一位女玩家已经走出了新手村。这个噱头比手杀精英怪更能吸引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的目光。大家自发的选择直接跳过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完全围绕着苏尔在讨论。很快就有人绷不住了。我说你们是不是搞错了重点？没看过王朝在论坛发的帖子吗？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王朝工会的人不是说了吗？他们尝试击杀精英古地虎，血牛战士被秒杀。那个帖子我也看了，治疗也被秒杀了。血牛战士对精英古地虎只造成了1点伤害。对，简直就是给精英古地虎刮痧。不是，你们能不能说人话？这和苏尔击杀精英狗头人有什么关系？能不能别 X 冲上脑了？看到女玩家就走不动路，连脑子都不要了。马德，能好好说话吗？已知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可以击杀精英古地虎，普通玩家只能给精英古的虎刮痧或者被秒杀。新手村外面的精英怪只会更变态，所以苏尔能起多大作用？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这个苏尔也是刮痧伤害，击杀精英狗头人还是靠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对吧？所以说来说去，你不就是想说是大佬在带妹吗？废话，不然呢？苏尔如果真有那么厉害，怎么没见他击杀精英古的虎？不只是他，王朝工会的人尝试过之后，压根就没有人愿意去尝试，去就是被秒杀的份，谁那么想不开啊？这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未免也太变态了吧，已经2个手杀了，已经把我们新手村这些玩家远远的甩到了身后，不止，恐怕我们连车尾灯都看不到。吃瓜群众讨论的重点很快又被拉回了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身上。突然我想起这个苏尔是谁了，怪不得名字听起来这么熟悉。快说到底是谁？王朝工会你们都知道了吧？是天下里的第1工会。废话，谁能不知道？这和苏尔有什么关系？王朝工会保持了服务器所有 BOSS 的手杀，还有其他很多记录，但有一个记录他们从来没拿到过。我也想起来了，是天下里单次最高伤害的记录吧？那个记录一直在炼泥厂手上。没错，炼泥厂就是苏尔。在天下也是实名上网吗？那倒不是，苏尔参加过不少天下的线下活动，那可是明星玩家。哦，真人出镜，漂亮吗？天下第1美女，你以为说的是谁？卧槽，这么劲爆！你们不信，自己去搜，网上有不少他的出席线下活动的视频。那要照你这么说，肯定是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见色起意，馋人家身子，所以才带他一起的。很有可能，每次线下活动，苏尔一副素颜往那里一站，就可以让官方请来的女明星黯然失色。卧槽，这么离谱！我就不一样了，我刚才已经去看了一眼视频。快说，是不是真的？我只能说我已经爱上苏尔了，她实在太完美了。卧槽，离谱！马德，原来游戏玩得好，还可以追妹子，是真的？不行，我这就出去练级，我要走出新手村。真是羡慕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居然可以和苏尔组队。是啊，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趁机要好友位。我看肯定不行，美女嘛，都是高冷的，估计找苏尔要好友位，他也不会给。你们天下过来的玩家怎么说？你们说的没错，苏尔在天下风评很好，不过能有他好友位的人不多。据说他是个小富婆，全凭自己喜好行事。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想要靠带妹的套路要到好友位，估计没戏。那我就放心了，看来我还有机会。想屁吃，谁尿黄？快来咨询他。苏尔是我的，你们都别和我抢。因为一些知情人透露出的信息，
都以为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可能在苏尔面前吃瘪。大家开始幸灾乐祸，寻求那一丝心理平衡。本来应该是充满羡慕嫉妒恨的新手村，一下变得欢乐起来。第18章再次尝试击杀精英谷地虎。在神岩的官方论坛，一个震惊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击杀第2只精英怪的帖子很快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苏尔，是我知道的那个苏尔吗？应该就是天下那个苏尔。神岩这边毕竟是实名，名字不能作假，那就奇怪了，苏尔怎么和这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扯上关系了？有没有王朝公会的人来说说？我是王朝公会的，这里面肯定有蹊跷，苏尔可不是那种愿意让人带着玩的。不是吧？不信，我们公会以前邀请过他，他明确回复过，喜欢自己一个人玩，不喜欢让其他人带着玩。有没有一种可能，苏尔和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人家本来就认识？有可能。我看你们都搞错了重点，他们俩什么关系根本不是重点。我刚查过资料了，官方有说明，新手村外面的精英怪最低等级10级。什么？不可能吧？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才出新手村多长时间？是啊，他出新手村全服通道的时候我3级，现在我特么还3级，你告诉我他已经10级了？你没理解我意思，10级是精英怪的等级，想击杀10级的精英怪，10级恐怕不够。到底是我没睡醒，还是你没睡醒？就这么2小时的时间，我们1级没升到，他就升到10几级了？不可能！官方说了，5级之后升级很明显变慢起来，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即便再干，也不可能升级这么快。你们别说了，我情愿相信他升级快。难道你们不觉得，如果他5级击杀了10级的精英怪，这件事更恐怖吗？马德，你说的好有道理的样子，到底是什么变态啊？你们是不是忘了，这次还有苏尔这个队友？快拉倒吧，承认别人很强很难吗？就是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击杀过精英谷地虎，说明他不仅有抗伤害的手段，还有恐怖的输出。苏尔有什么？10级的精英怪啊，别说精英怪了，5级玩家恐怕连10级的普通怪都打不动。我看苏尔8成也就是在旁边喊666。马德，死灵法师这个职业是不是太变态了一点？除了这一个外，真的没有第2个死灵法师了吗？好像真没有，不然怎么要出来蹭一波热度吧？新手村山谷，王朝公会的人尝试击杀精英谷地虎失败后，就一直在山谷里刷普通谷地虎升级。都是一个公会里的精英，配合默契，杀怪速度也还可以。会长曹志眼看着经验条来到了4级 90%， 很快就要到达5级。突然，一条全服公告打断了王朝公会的战斗。这怎么可能？太离谱了吧！我记得新手村外面的精英怪最低都是10级的，他到底怎么击杀的？我突然有点怀疑，这个家伙是不是官方的托，就是用来刺激我们的。会长，我们要不要再去试一下精英谷地虎？对啊，会长，搞不好之前是我们运气不好，精英谷地虎的伤害刚好可以秒杀我们的血牛战士。这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都可以杀10级的精英怪了，神岩的精英怪可能没我们想的那么强。会长，再试一试吧。在场的公会成员都有些绷不住了，纷纷要求再去尝试一次击杀精英谷地虎。对于这个配合默契的团队来说，只要抗伤害的血牛战士不被一下秒掉，治疗职业就有信心把血牛战士的血抬起来。经过这段时间的杀怪，大部分成员都已经升到了4级，都获得了一些提升。特别是公会的血牛战士拿到了几件装备，虽然血量没有提升，但护甲提升了不少。大家被全服通道这么一刺激，又有些跃跃欲试。毕竟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都能击杀10级起步的精英怪了。身为天下第一公会，一整个团队，难道连5级的精英怪都不能击杀？没道理的。曹志想了一下，之前团队的血牛战士被秒杀，伤害提示里显示精英谷地虎造成的伤害数值就是血牛战士血量的数值。现在血牛战士获得了不少提升，应该不会被秒杀了。只要血牛战士能抗住，凭借大家默契的配合，肯定可以磨死精英谷地虎。而且现在大家多少都有一些提升，打出的伤害也应该会更高一些才对。即便是1点伤害提升到2点伤害，那也是提升了100%。理论上可以把击杀需要的时间缩短一半。战斗过程越短，就越不容易出错，在不出错的情况下，肯定就更容易完成击杀。这个时间点去尝试击杀精英谷地虎，比之前的难度低了不知道多少倍。好，现在大家都有提升了，我们再试一次。曹志一声令下，公会成员开始在山谷里寻找精英谷地虎的踪迹。只花了几分钟，队伍里的刺客就找到了精英谷地虎的位置。团队很快集中到一起，一切准备就绪后，血牛战士对精英谷地虎发起了冲锋。-1，血牛战士一刀平砍下去，精英谷地虎头上冒出一个伤害数值。砰！
精英古地虎对着血牛战士就是一个扫击，血牛战士足，又是熟悉的秒杀。紧接着，精英古地虎又秒杀了因为预读治疗术进入他仇恨列表的3个治疗职业，随后离开了战斗地点。为什么还是会被秒杀？那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到底是怎么抗住伤害的？他不会开挂了吧？没道理的。曹植立即就发现有一股绝望的情绪瞬间在团队中蔓延开，别人2个人都能击杀10级的精英怪了，天下第一公会王朝的精英团队却拿一只5级的精英怪一点办法都没有，差距实在太大了，换谁来都要绝望。大家别泄气，可能是出了新手村后有什么强力的装备或者技能可以获得大幅度的提升。曹植作为会长，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团队这样消沉下去，只能找一些不那么靠谱的话先安慰一下团队。第19章，苏尔，莫离吃了加属性的食物，不奇怪吧？苏尔加上好友后，心满意足地返回暴风城。在和莫离短暂的相处中，苏尔动了一点小心思。苏尔给莫离说，莫离的位置是暴风城法师塔9层的旗帜里告诉他的，这是实话，否则他也不可能在神岩这个超级大的地图精准地找到莫离的位置。不过苏尔稍微隐藏了一部分事实，他其实触发了一个任务，旗帜里要求你去看看并汇报情况，其中的去看看就是去看莫离的情况。加上苏尔本来就一直想找莫离，非常开心地接下了这个任务，所以苏尔并不需要等到10级学习新技能的时候才能再次上法师塔9层。在观察了莫离的情况后，他就可以再次上法师塔9层向旗帜里汇报情况，完成任务。师姐，莫离确实在暮色山谷清理狗头人。苏尔坐在旗帜里对面，正在向旗帜里如实汇报详细情况。苏尔疑惑的是，一个 NPC 为什么会对一个玩家这么关心，居然还特地委托另外一个玩家去确认情况。旗帜里听着苏尔的汇报，眉头逐渐皱起。等一下，你是说你和莫离一起击杀了暮色山谷的精英狗头人？准确的说，即使没有我，莫离也能一个人击杀。什么？旗帜里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低着头想了一下，然后看了一眼苏尔。我没记错的话，暮色山谷的狗头人是10级的吧？是的，精英狗头人也是10级的。那就怪了，师姐，吃了你的食物，我们的能力可以翻好几倍，击杀10级的精英怪不奇怪吧？苏尔更疑惑了。作为 NPC， 你提供的食物可以加多少属性？难道你不知道吗？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你说之前早餐桌子上的那些东西？对啊，我吃了之后，整体属性提升了4倍多，莫离应该也差不多吧？苏尔按照自己的情况估算过莫离的情况，莫离那些骷髅兵一轮齐射可以对精英狗头人造成750的伤害，如果按提升4倍属性算的话，没有那些额外的属性加成，莫离那些骷髅兵的攻击力就要除以4，平均一只骷髅兵只能造成8点伤害而已，一轮齐射也只能造成190不到的伤害，比起他自己全力一击可以造成100多的伤害也没有高到哪里去。而且如果莫离那25只骷髅兵的数量也是受到食物加成，也要除以4的话，就只有6只了。在没有食物加成的情况下，6只骷髅兵一轮齐射还不到50点伤害。苏尔一直认为莫离和他自己也就是半斤八两的水平，莫离也确实对他说过两人是半斤八两的水平这种话。可是旗帜里的反应让苏尔心里隐隐有一种不太妙的感觉。旗帜里嘴角上扬，对苏尔露出了一个迷人的微笑。你恐怕想差了。他就咬了一口面包。哦，那个面包你也吃过，加1000生命值而已。什么？苏尔也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旗帜里。他希望旗帜里下一句话就告诉他，刚才只不过是在开玩笑。实际上，莫离把可以加属性的食物都吃了一遍，整体属性翻了4倍，而不是真的只加了1000生命值。然而，事实是残酷的。我骗你做什么？他要真把桌子上的食物吃一遍，我也不至于不放心，还要让你去看看了。这以后你们就是师兄和师妹的关系，他强一些对你来说是好事。哦，苏尔整个人处于震惊中，有些呆滞地应了一句。在暮色山谷和精英狗头人的那一场战斗中，生命值是最没用的东西。莫离从头到尾就没有被精英狗人头打到过，精英狗头人造成的所有伤害都是莫离召唤的骷髅兵在抗。骷髅兵被秒杀一个，莫离就立即又召一个，简直可以称得上无穷无尽，让苏尔一度怀疑莫离召唤骷髅兵的技能是不是不耗蓝。现在突然知道，莫离召唤骷髅兵的数量是没有特殊加成的，莫离召唤的骷髅兵对精英狗头人造成的伤害也是没有加成的。莫离自身本来就有那么强。苏尔直到有些迷糊的被旗帜里打发走，从法师塔离开，才从震惊中逐渐缓过来。苏尔打开好友栏，看了一眼在好友栏第1个位置的莫离。好，居然敢忽悠我！什么半斤八两，本小姐就居然信了你的鬼话。下次见面
本小姐一定要好好拷打你一番。哼，我忽悠你一次，你忽悠我一次，我们算扯平了。苏尔气鼓鼓地吐槽着莫离，从暴风城离开。法师塔9层，齐之礼打发苏尔离开后，脸上的表情一下变得古怪起来。在听说莫离可以独自击杀10级精英狗头人时，他比苏尔更惊讶。只不过他要在苏尔面前保持形象，强行压下了震惊的情绪。有能力击杀同等级的精英怪物，都是天才之资，未来可期。莫离这种5级击杀10级的精英怪物，足足跨越了5级的等级差。用天才这个词来形容莫离，很显然已经不合适了。真是白担心一场，真是没想到老师交代要好生照料的师弟居然这么离谱。因为有老师的交代，莫离从法师塔离开后，齐之礼一直用追踪术在观察莫离。看到莫离在暴风城酒馆接了酒保的任务，要去清理黑皮的运输路线，齐之礼差点没绷住，就要去拦着莫离。暮色山谷里的怪物都是10级怪物，莫离才5级，现在去和找死有什么区别？最关键的是，追踪术只有在近距离才能看到画面，离开暴风城范围就只能追踪位置。齐之礼当时就恨不得把莫离抓起来打一顿，让他知道天高地厚。可惜他被下了禁足令，不准离开法师塔。无奈之下，正好发现了苏尔，老师指定的第2位学生，这才急忙委托苏尔去帮忙看一下。本来只是想着苏尔吃了加属性的食物后，应该可以和莫离一起在暮色山谷可以全身而退，万万没想到莫离直接整了个大新闻。不行，这件事必须要报告老师。齐之礼想来想去，都觉得5级击杀10级的精英怪这件事实在太离谱了一些，必须要报告老师。立即起身释放了一个高级通讯术。第20章，意料之外的任务奖励。一片白光闪过，穿着紫色法师长袍，戴着大帽兜的人物虚影出现在法师塔9层大厅。因为有帽兜的遮挡，看不见虚影的面容，只能从宽大的法师长袍也掩盖不住的姣好身材，勉强分辨出这个虚影应该是一位女性。老师，你的师弟师妹都到了吗？莫离和苏尔都到了，已经按照老师的吩咐带老师收他们为老师的学生了。很好，我在新手村观察了很久，好不容易才找到2位满意的学生，你要好生照看他们。老师，我正想说，这是莫离5级就跑到暮色山谷去挑战10级的怪物了。他可以在新手村击杀5级的精英古地虎，吃了那些加属性的食物，杀10级的怪物不奇怪。齐之礼面色有些古怪的看了一眼自己的老师，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老师这次恐怕也看走眼了。老师可能还不知道他到底收了一个什么样的学生。老师，不是你想的那样，莫离就吃了一个加生命值的面包。哦，那他可能比我预计的还要更有天赋一些。莫离不止杀普通10级怪物，还击杀了10级的精英怪物。什么？你没弄错？你怎么知道的？你交代过要好生照顾莫离，我不放心，让苏尔吃了加属性的食物，然后去暮色山谷看一眼。那就是莫离和苏尔合力击杀的了。虚影忍不住点了点头。莫离和苏尔是他看了一个通宵，好不容易才在新手村里物色到的有天赋的学生。2个有天赋的学生在那些加属性的食物加成下，联手击杀10级精英怪，离谱是离谱了一点，也不是什么不能接受的事情，这不正好证明他的眼光好吗？齐之礼差点没绷住，直接笑出声。这一次他的老师是真的看走眼了。老师，根据苏尔的汇报，莫离完全可以独自击杀10级的精英怪物。什么？可能是另一边的人情绪过于震惊，整个人物的虚影都扭曲了一下。差不多过了1分钟，人物虚影才重新稳定下来。到底怎么回事？一次把话说清楚。莫离5级，在没有任何其他属性加成的情况下，可以独自击杀10级的精英怪物。好，好，好，看来这次我收了一位天赋逆天的学生。是的，而且苏尔的天赋也很强。等他们成长起来，我们这一系应该就有足够的力量，让你可以随意出塔活动了。我也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你好好看着你的师弟师妹，我还有其他事要办，要晚一些才会回来。我知道了。莫离和苏尔在暮色山谷分开后，故意和苏尔错开时间返回暴风城，选择直接返回暴风城，放弃去看一眼暴风城北面那个小 boss， 主要原因还是经验条。越5级击杀精英狗头人，给莫离带来了大量的额外经验奖励，经验条只差1丝就可以升到6级。在这个状态下选择去尝试击杀小 boss， 不如先返回暴风城交任务拿奖励。神岩里完成任务后，除了物品奖励外，还有经验奖励。莫离相信这次任务给的经验奖励肯定不少，绝对可以让自己直接升到6级。升到6级，肯定可以更轻松的击杀那个小 boss。暴风城酒馆，莫离把精英狗头人的头颅扔到了吧台上，酒保被巨大的头颅吓得下意识的后退了几步。黑皮运输路线的怪物我已经清理了，这是他们头目的头颅。莫离饶有兴趣的看了酒保一眼，
他在演戏。如果把神颜里的这些 NPC 单纯的当做 NPC， 那就大错特错了。半年后，神颜和现实融合，神颜里的 NPC 会直接出现在现实世界里，到时候他们都会成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不，准确的说，现在这些 NPC 本来就是神颜这个世界里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只不过他们现在暂时是以 NPC 的身份出现在玩家面前而已。比如这个酒保，在触发清理黑皮运输路线这个隐藏任务时，并没有明确告知如何才能算完成任务。如果在击杀了精英狗头人之后，不把他的头颅带回来，就会被判定任务失败，玩家不会获得任何奖励。可是暮色山谷里的狗头人怪物已经被清理了，以后都不会再刷新狗头人怪物。NPC 这就是在白嫖玩家，不想给玩家奖励。上一世神颜和现实融合之前，很多玩家都被 NPC 这样坑过。一开始大家都不理解游戏里为什么还有这种坑爹设定，后来两个世界融合了，大家一下全都明白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罢了。最后经过大家的长时间的摸索，得出结论，遇到这种没有具体指定要如何完成任务的时候，就把关键怪物的头颅直接带回来去交差，有了强而有力的物证，一般就可以顺利完成任务。毕竟暴风城还是有秩序的，别在那装害怕了，任务我完成了，赶紧把说好的奖励给我。莫离盯着酒保催促了一句，酒保见装不下去了，干脆也不装了。冒险者，麻烦您等一下，我这就去拿奖励给你。我警告你，我已经打听清楚奖励物品是什么了，你别弄个破烂货来忽悠我。您放心，奖励物品包你满意。很快，酒保就把一个戒指交到莫离手上。莫离看了一眼戒指的属性，名称：红宝石戒指，品质：稀有，部位：饰品，精神加15，效果：每秒恢复精神属性数字1%的精神值，需求等级6级。莫离揉了揉眼睛，再次确认了一下自己没有看错。这个戒指和自己记忆中的戒指不太一样。记忆的那个戒指虽然也叫红宝石戒指，可是品质是精良，其他属性也比眼前这个戒指低。更关键的是，记忆里那个戒指需求等级是8级，这个居然只要6级就可以佩戴，可以说是全方位加强。莫离现在的精神属性是250，蓝量是850。记忆中那个戒指的效果佩戴后，每秒可以回复25的蓝量，34秒从空蓝回满。眼前这个戒指佩戴后，每秒可以回复31的蓝量，27秒就可以从空蓝回满。从1/10变成1/8，看着好像没提升多少，可是这是直接和精神属性挂钩的，精神属性越高，提升越大。而莫离恰恰可以获得大量的精神属性。冒险者，这个奖励物品是老板一早就准备好的，肯定没有问题。酒保看到莫离面色有些古怪，怕莫离又产生什么误会，最后闹到暴风城法院去，立即又解释了一句。第21章6级。莫离不动声色地向酒保伸出了一只手，我知道东西没问题，赏金呢？我差点忘了，麻烦你等一等。酒保神色慌张地解释了一句，然后跑到后台去取了一个小口袋，交到莫离手上。莫离快速点了一下，一共50个银币，金额没有发生变化。神眼里，银币就是基础货币单位，100银币等于1金币，50个银币在前期也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好了，我们两清了。做愉快。莫离收下任务奖励的物品和钱，酒保确认任务完成。叮！恭喜玩家完成清理黑皮运输路线。叮！恭喜玩家等级达到6级。莫离确认了一眼系统提示后，又看了一眼经验条。这个任务要求击杀的怪物毕竟是10级的，其中还包含了10级的精英怪。任务完成后给的经验非常可观，升到6级后，经验条又涨了差不多1/5。莫离把通过巅峰等级给的40点属性继续全加到了精神上，然后戴上了任务奖励的红宝石戒指，看了一眼属性面板，等级6，巅峰等级6，力量23，敏捷23，体质30，精神320，生命值红130，精神值蓝1060，召唤物数量32%，召唤物数量等于精神10。装备效果：红宝石戒指，每秒恢复精神属性数字1%的精神值。技能：召唤骷髅兵、骨毛、鲜血穿行。防御60，魔抗0，法穿0%，物穿0%，生命值回复0秒，精神值回复3-4秒。莫离这次特别关注了一下属性面板后面的数据，60点防御，其中有56点来自力量和敏捷加成，只有4点来自破烂装备加成。这种情况在神颜前期太正常了，因为前期的装备获取难度委实不小，
绝大部分玩家都只能靠自身属性硬撑。强如莫离，到现在也还没弄到一把像样的法系武器。不止莫离，苏尔也是一身破烂。唯一比莫离好一点的是，近战职业出生送一把攻击力一点的白板武器。酒馆里不太方便直接召唤骷髅兵出来，莫离只能简单的查看一下骷髅兵的属性。召唤骷髅兵，等级6，力量320，敏捷320，体质320，精神320，生命值3200，精神值960。这是一种最基础的召唤物。技能火球术，初级治疗术。因为属性继承这个神级被动，莫离升级后自身属性得到提升，骷髅兵的属性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现在莫离对单杀暴风城北面那个小 boss 更有信心了。莫离记得那个10级的鱼人 boss 恰好会出一把还不错的法杖，如果运气好拿到那把法杖，可以进一步提升骷髅兵的杀怪效率，搞不好可以在下线之前升到7级。离开酒馆前，莫离又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储物空间。狗头人头套、狗头人红宝石戒指，这2件装备因为等级不够，暂时用不了，只能先放在储物空间里。另外就是一堆钱币，占据了一个储物格，共计2个金币，98个银币。除了刚才任务获得的银币之外，其他都是从暮色山谷的狗头人身上搜刮而来的。怪物爆出来的杂物，莫离一律没捡。莫离认为有让骷髅兵护卫自己去捡垃圾的时间，不如让骷髅兵去多杀几只怪。正常来说，神岩玩家在前期是非常缺钱的，装备的修理费用、学习技能的费用、购买药剂的费用，在 NPC 的装备店购买初期装备，方方面面都需要钱。可是莫离召唤的骷髅兵过于强大，几乎不用自己动手杀怪，光是这一点就为莫离省下了大量开支，甚至连购买装备的花销、购买药剂的花销都省下来了。再加上职业技能在法师塔9层免费学习，又省下一笔。莫离看着储物空间的金币，有点发愁，花不完，根本花不完。莫离从酒馆离开后，在酒馆里的酒鬼们很快就把酒保围住。我说老六，第一次看到你在一个陌生的冒险者面前这么老实。是啊，居然连一个银币都没有克扣，这可和你平时一点都不像。酒保冷哼了一声，你们知道什么？知道他带来的那个头颅是什么吗？是什么？我看着像一只狗头。等一下，难道是暮色山谷里的狗头人？不会吧，他不是才5级吗？怎么干掉10级的狗头人的？酒保从吧台下面拿出一张悬赏单，悬赏单上面赫然写着酒馆发布的任务：清理黑皮运输路线，要求击杀10级精英狗头人，报酬为红宝石戒指1个以及50枚银币。一群酒鬼看清楚悬赏单上精英狗头人5个字之后，酒馆瞬间爆发出巨大的惊呼声。怎么可能？我不信，15级都未必有能力单独击杀10级的精英狗头人。哼，你们不信？精英狗头人的狗头人家都带来了，还不信？暴风城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个怪物？你们说他会不会是异乡人？异乡人？有可能，以前完全没见过这个人。你别说，前些日子城主府发布了公告，说是最近会有大量异乡人来暴风城。对，我也看到那个公告了，那应该错不了。你们说这个异乡人这么厉害，有没有可能被城主看上？不可能吧，城主大人的眼光可高着呢，一般人哪能入得了城主大人的法眼？那可不好说，据说可以击杀同等级的精英怪，已经可以称之为天才了。那5级击杀10级的精英怪算什么？妖孽怪物。所以我才说他很有可能会被城主看上。酒保看到话题终于讨论到了他希望讨论的点，立即插话道：你们以为我是真怕他？我就是看他能力逆天，可能被城主大人看上，所以才结个善缘。真的。当然，我给他的那个红宝石戒指比悬赏上的红宝石戒指品质还要好一些。你就吹吧，你都没明说，人家会领你这份情。就算他现在不知道，以后他肯定会知道一个稀有戒指的价值的。什么？你可真舍得下血本，居然给他稀有品质的戒指？现在不投资，以后人家未必看得上。莫离有一点其实猜错了。酒保在看到莫离把精英狗头人的头颅摆到吧台上时，并不是在演戏，而是确实被震惊到了。酒保就压根没指望莫离这么快就解决黑皮运输路线的问题，估计怎么也要等上几天，等莫离的等级起来之后才有可能解决。让酒保万万没想到的是，莫离算上来回的时间，也才花了1个小时不到就把问题解决了。酒保当时整个人都有些懵，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教好莫离，所以直接就拿出了品质更好的红宝石戒指，甚至把奖金都忘了，该说的一些讨好的话也全忘了，差点弄巧成拙，让莫离产生误会。第22章，来自鱼人刺客的偷袭。莫离从暴风城出来后，直奔暴风城北面的云天湖。让莫离一直心心念念的鱼人 BOSS 就在云天湖旁边的一个山洞里。
山洞的位置莫离记得很清楚，不过要抵达那个山洞没那么容易。整个云天湖都是10级左右的小鱼人怪物，怪物密度很高，莫离必须要步步为营，一路从外围杀到山洞。好在升级后，召唤骷髅兵的数量上限达到了32只，杀怪的速度很快。其中红宝石戒指带来的额外15精神属性功不可没。神言里很多计算方式都是去零取整，如果没有红宝石戒指加的15精神，莫离的精神属性就只有305。按照神言里的计算方式，最多只能召唤30只骷髅兵。有了红宝石戒指的15点精神加成后，精神属性来到了320，就可以召唤32只骷髅兵。2只全属性320的骷髅兵对杀怪效率的提升还是很大的。很快，莫离来到了目标山洞。莫离并没有选择第一时间进入山洞，而是先回忆了一下山洞里面的构造和具体情况。山洞里的构造并不复杂，几乎就是一条道通到底，总长度大约在30米左右。小鱼人 BOSS 就在山洞的最深处。山洞里任何一只小鱼人怪物受到攻击，立即就会发出警报，然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引发整个山洞里的鱼人怪物进入战斗。总数量大约是80只普通小鱼人和1只 BOSS 小鱼人。一次性解决数量众多怪物是攻略这个山洞的最大难点。莫离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可以最大化利用自身优势的办法。山洞里的怪物很多，但山洞的通道不大，同一时间可以通过怪物的数量有限，利用骷髅兵巨大的体型可以布下多道防线，自己只需要在后面不断的补充骷髅兵的数量。有了红宝石戒指加持，每秒回蓝高达34、30号蓝的召唤骷髅兵，1秒释放一个，完全不用担心蓝量的问题。而且利用山洞的地形，还可以有效防止鱼人 BOSS 一次性秒杀过多骷髅兵，从而直接威胁到自己。10级的精英狗头人可以秒杀骷髅兵，10级的鱼人 BOSS 大概率也可以秒杀骷髅兵。必须要把骷髅兵死亡速度压制在自己可以及时补充上的程度，否则一旦骷髅兵补充不上，自身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因为山洞里还有数量巨大的普通鱼人怪物，这次的情况比暮色山谷要危险不少。不过这个险值得冒。鱼人 BOSS 出的那把法杖7级就可以装备，堪称法系前期的神器。定下计划后，莫离立即开始指挥骷髅兵站位。就在骷髅兵站位完毕，莫离准备下命令开始攻击时，-500，一个伤害数值从莫离头上冒了出来。莫离立即释放了鲜血穿行，拉开了一段距离，看了一眼已经空了一半的精神值。还好我有精神承伤，有精神承伤，受到的伤害都由精神值承担，精神值不足再由生命值承担。莫离才抗住了这一下伤害。如果没有这个神级被动，莫离区130的生命值，刚才那一下肯定会被秒杀，不会有任何悬念。扣除的精神值在3-4秒的高回蓝下正在快速恢复，同时站在山洞最外面的骷髅兵也在莫离的命令下攻击偷袭的怪物。砰！骷髅兵释放的火球术砸到了怪物身上，怪物的血条出现。鱼人刺客10级，生命值298-600，精神值210-300。砰砰！另外2发火球砸到了鱼人刺客身上，直接清空了鱼人刺客的生命值。莫离这才在2个骷髅兵的护卫下走到鱼人刺客的尸体边看了一眼。时间隔得太久了，差点把这个怪物忘了。在云天湖附近的鱼人有一种鱼人刺客，这是一种会潜行的怪物。这种怪物进入潜行状态后，玩家很难发现。玩家的应对办法就是等他们发动攻击后自动现身，再击杀怪物。除此之外，并没有太好的应对办法。很多玩家在这里吃过亏，不过是10级的玩家，身上多少都有一些装备了，人物整体属性也提升上去了。对上这种怪物，让怪物一个先手也不是不能打。问题就在于莫离现在只有6级，巨大的等级差让怪物可以对莫离造成高额的碾压伤害，所以一个偷袭就被打出了夸张的500伤害。还好来得早，如果是在 BOSS 战的时候才出现鱼人刺客，我恐怕要吃大亏。莫离感觉自己还是很幸运的。如果鱼人刺客在莫离和 BOSS 开战之后才出现，那个时候莫离在战斗中多少都会受到一些伤害，加上还要持续不断的补充损失的骷髅兵，精神值很难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搞不好真的会被秒杀。吃了这个亏之后，莫离立即调回4只骷髅兵，把自己团团围住。紧接着就是一声令下，战斗正式打响。哇啦哇啦啦哇啦啦，鱼人的呼喊声在山洞里回荡，很快响彻整个山洞。除了留在莫离身边护卫莫离的4只骷髅兵外，剩下的28只骷髅兵分成4层，每层7只，堵在山洞口，对山洞里的鱼人怪发动攻击。火球术让骷髅兵在这种情况下大显神威。-310，-310，鱼人头上不断冒出伤害数值，每2发火球术就可以击杀1个鱼人。莫离看着快速上涨的经验条，心里感到有些可惜。
可惜，这么好的刷怪地点，清理了之后要等足足2个小时才会重新刷新，整体效率肯定是不如其他地方的。而且在这里还要时刻小心鱼人刺客，如果不是为了击杀鱼人 BOSS， 这里确实算不上什么好的练级地点。砰！莫离身边的一个骷髅兵遭到了鱼人刺客的偷袭，骷髅兵高额的防御力让骷髅兵抗下了这次伤害，并没有被秒杀。一个骷髅兵立即开始释放治疗术，剩下的2个骷髅兵对偷袭之后现身的鱼人刺客发动攻击。战法木不愧是 MMORPG 里的铁三角，配合起来简直天衣无缝。莫离对骷髅兵的应对非常满意，也不知道是不是骷髅兵属性高了的原因，莫离总感觉骷髅兵之间的配合越来越默契了。现在这支骷髅兵部队看起来越来越像一支配合紧密的军队，很多时候并不需要下达具体的指令，骷髅兵就可以完成一些玩家之间才能完成的配合，实现自主性比较高的军事化刷怪。唯一可惜的是，骷髅兵现在不能跑得太远，这个极限距离大概在1公里左右，超出这个范围，骷髅兵就会消失。哇啦啦啦啦哇！一声充满魔性又区别于其他鱼人的吼叫声从山洞里传来，这是鱼人 BOSS 的叫声。正主登场，好戏才刚刚开始。第23章，一场朴实无华的消耗战。鱼人 BOSS 的体型比普通鱼人怪物的体型大1圈，手上拿着一把法杖，脖子上戴着一个贝壳串成的项链。从外形上一眼就可以看出鱼人 BOSS 和普通鱼人的区别。如果看到鱼人 BOSS 手上的法杖，以为这个怪物是法系怪物，那就错了。在莫离的记忆里，这个鱼人 BOSS 应该是神岩里等级最低的一个 BOSS， 并且就在暴风城附近，是绝大部分玩家挑战的第一个野外 BOSS。神岩似乎有意在用这个鱼人 BOSS 给玩家上课，不要以貌取人。大部分神岩的玩家在鱼人 BOSS 上手吃过亏之后，才明白拿法杖的怪物不一定是法师，很有可能怪物只是把法杖当做一根棍子，一把普通的近战武器在使用而已。如果玩家没有先挑战鱼人 BOSS， 学习到这个知识，而是等级到10几级时直接去挑战死亡矿井，就会吃到大亏。死亡矿井最后一个 BOSS 拿着一把长剑，看起来是一个近战，实际是一个法系远程怪。治疗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一个不小心就会被法术秒杀。在挑战 BOSS 的战斗中，治疗死亡往往就意味着团灭。哇啦啦！鱼人 BOSS 拿着法杖对着第一排其中一个骷髅兵砸了一下，啪！骷髅兵被一杖秒杀，骨架散落在地，并且很快消失。莫离立即使用召唤骷髅兵补充上损失的骷髅兵，其他骷髅兵使用火球术对鱼人 BOSS 完成了一轮齐射。负40，火球术造成的伤害从鱼人 BOSS 头上飘出，鱼人 BOSS 的血条出现。鱼人 BOSS 生命值62007千，精神值1000。鱼人 BOSS 虽然是近战职业，并不意味着他就没有蓝条，他可以使用一些近战技能。莫离知道这只鱼人 BOSS 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当然也知道要如何应对。鱼人 BOSS 出现后，莫离立即带着4只护卫骷髅兵后退了一段距离。破胆怒吼，鱼人 BOSS 最让人头疼的技能，一旦他释放这个技能，10米范围内的玩家和玩家宠物就会因为受到惊吓而逃跑。逃跑的过程是不受玩家控制的，运气差的话，很有可能直接逃窜到鱼人 BOSS 面前，然后被鱼人 BOSS 一法杖敲死。10几级的玩家，只要不是坦克类型的职业，面对鱼人 BOSS 的伤害，都只有被秒杀的份。这个技能更让人头疼的是会打断治疗职业释放治疗法术，一旦治疗出现真空期，抗伤害的坦克职业很快就会被击杀，坦克职业一倒，距离团灭就不远了。莫离的应对办法也很简单，自己站远一点，只要超出破胆怒吼的影响范围，就不会受到影响。至于骷髅兵要如何应对，死灵生物对恐惧类效果免疫，这才是莫离敢这么早就来挑战鱼人 BOSS 的原因。砰！鱼人 BOSS 一个顺劈斩，第一排的骷髅兵全部被秒杀。莫离立即开始召唤骷髅兵，补充骷髅兵的数量。这就是一场朴实无华的消耗战。只要鱼人 BOSS 和其他普通鱼人怪物无法突破被骷髅兵堵住的山洞口，这一场战斗的赢家就注定是莫离。负500，莫离头上飘出一个伤害数值，莫离立即使用鲜血穿行拉开距离。4只护卫的骷髅兵拦住了想要继续追击莫离的鱼人刺客，很快就完成了击杀。因为鱼人刺客这个因素的存在，让场面变得稍微有点混乱。还好我拿到了红宝石戒指，才来这里挑战鱼人 BOSS， 现在看来这个选择实在太明智了。莫离给自己点了一个赞。即便莫离高达1060的蓝量，刚才那一下偷袭就扣了一大半的蓝，在战斗中消耗的蓝量不会自动回复，只有喝战斗药剂才能回复很少的一点蓝量。如果没有红宝石提供的回蓝效果，莫离现在就要考虑先战术性撤退的事情了。剩下的蓝根本不够支撑持续不断的召唤骷髅兵。
但是现在不用，高达3、4秒的回蓝，莫离只需要在4只骷髅兵的护卫下原地站一会，很快就可以回满。即便是考虑到一直召唤骷髅兵的消耗，红宝石提供的高回蓝也可以支撑起这场战斗。第一排的骷髅兵不断被鱼人 BOSS 秒杀，莫离在后方新召唤出来的骷髅兵源源不断的补充到战斗第一线。被再次偷袭后，莫离又调了2只骷髅兵，加强身边的护卫。6只骷髅兵把莫离身边围得密不透风。经过一段时间的消耗，鱼人 BOSS 最终发出了一声不甘的声音，倒地不起。莫离又指挥骷髅兵把附近的普通鱼人怪物清扫干净。这场朴实无华的消耗战才总算结束。叮！恭喜玩家首次击杀鱼人精英 BOSS， 即将进行全服通告，请问是否需要隐藏玩家姓名？莫离再次选择了是。现在不是高调的时候。莫离倒不是怕别人找麻烦，主要是被人找麻烦，应对起来会浪费很多时间。毕竟就算是秒杀玩家，也有一个秒杀的过程，就是1万头猪，杀起来也费劲，更别说现在还可以无限复活的玩家了。有这时间，不如多刷怪，多升级。特别是前期碾压优势还不够大的时候，能少点麻烦就少点麻烦，把时间全用在刷怪练级上才是正事。在游戏里争勇斗狠有什么意思？怎么也要等到神颜和现实世界融合之后，到那个时候就是既分高下，也分生死，一次就可以永绝后患。叮！恭喜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完成首次击杀鱼人精英 BOSS 的壮举。莫离看了一眼系统提示，这个隐藏姓名的功能在神颜和现实世界融合之后就会失效，到时候所有在榜单上的玩家姓名都会被公布。如果自己一直这样手杀下去，等到榜单公布那一天，莫离这个名字到时候肯定是霸榜的存在。所以现在暂时隐藏一下自己的名字，能有什么委屈？骷髅兵站成一排，把附近又扫荡了一遍，确认附近没有鱼人刺客之后，莫离才走到鱼人 BOSS 尸体旁边检查爆出来的战利品。地上一堆钱币，有金币，有银币。莫离清点了一下，3金币，2银币。一只鱼人 BOSS 爆出来的钱币比莫离身上的总资产还多。这就是 BOSS 怪物和普通精英怪最大的区别。每一个 BOSS 怪除了爆出战利品外，还会爆出大量的钱币。钱的数量是按多人团队平分来算的，自然不会少。而莫离是一个人击杀的，这笔钱自然也归莫离一个人所有。这就是莫离之前一直不捡垃圾的底气。神颜这么多 BOSS 等着自己去杀，以后会缺钱吗？根本不会。第24章意外触发的隐藏任务。莫离把鱼人 BOSS 爆出来的钱全收进了储物空间，加上原来身上就有的钱，不多不少，正好5个金币。这一次肯定可以一升到20级就骑上坐骑。神颜在20级会解锁初级坐骑，骑上坐骑可以提升 60% 的移动速度，极大的缩短玩家赶路的速度。不过那是一笔非常昂贵的费用，需要足足100金币。这还只是学习骑术的钱，购买坐骑的钱还要另算。就算买最便宜，看起来最寒酸的普通马匹也要10金币。很多玩家一直到25级以后，甚至30级才倾家荡产骑上坐骑。莫离上一世也是到28级才凑够学习骑术的钱，买的也是最便宜的普通马。曾经有那么一个阶段，当大部分人还没有坐骑的时候，少量拥有坐骑的玩家就喜欢骑着坐骑站在暴风城门口，接受路过玩家的瞻仰。这一世，莫离相信只要自己够干，肯定会成为第一个骑上坐骑的玩家。收好金币后，莫离这才开始查看鱼人 BOSS 爆出来的装备。第一件装备就让莫离眼前一亮，名称：鱼人的装饰项链，品质：精良，部位：饰品，精神加15，效果：使你的召唤物技能效果提高 5%， 需求等级10级。这条项链的外观和鱼人 BOSS 身上戴的那条贝壳项链不太一样，看起来更像一个吊坠。神颜里的装备造型设计还是非常讲究的，即便是这些初级装备也不会太难看。甚至在开服1个月之后，因为大量玩家发现神颜的装备设计得很精美，还引发过一场不小的出圈讨论。凭借那一次出圈，吸引了更多平时不玩这类游戏的女性玩家入坑。这条项链男性玩家戴着也不违和，关键是属性确实不错，加15精神属性不说，还提升召唤物技能效果。莫离从项链的属性看得出来，这条项链应该是给其他有召唤技能的职业使用的，反正不是给死灵法师用的。毕竟骷髅兵的初始设定精神属性为0，无法使用技能。只是莫离拥有神级被动属性继承，改变了骷髅兵精神属性为0的情况，让骷髅兵可以学习并使用技能。莫离感觉这条项链的属性对自己来说就是完美的，可惜要10级才能用，这已经是第3件要10级才能用的装备了。莫离默默把项链收到储物空间，然后开始查看第2件装备，名称：鱼皮护手，品质：
精良，部位手部，力量加15，效果使你的近战技能效果提高 5%， 需求等级10级。莫离暗道了一声可惜，这明显是一个近战用的装备，自己用不了，只能默默收到储物空间。最后一件装备，莫离故意把这件装备放在最后查看，因为从外形上就可以判断，这就是自己想要的那把法杖。唯一的悬念是这把法杖到底是精良品质还是稀有品质，悬念自然要留到最后揭晓。莫离捡起法杖看了一眼，名称愚人的嚎叫法杖，品质稀有，部位武器，体力加30，精神加30，效果使你的技能效果提升 15%， 需求等级10级。看到装备品质那一栏时，莫离心里一喜，稀有，全是稀有，今天的运气果然不错。不过精良品质的法杖7级就可以装备，这把稀有品质的居然要10级才能装备。莫离只能再次把无法装备的法杖放到了储物空间，剩下的就是2件白板装备和一些药剂，莫离顺手全都收进了储物空间。有低级空间戒指提供的额外32格储物空间，莫离现在一共有64格储物空间。之前不捡垃圾，只是不想浪费练级时间，现在都弯腰了，顺带捡一捡垃圾也无妨。打扫完战场后，莫离满脑子都在想怎么才能快速到达10级。储物空间里已经有4件装备等着自己去穿，特别是法杖，加了大量属性不说，还有使你的技能效果提升 15% 的效果。莫离怀疑这个效果会提升召唤骷髅兵技能召唤出来的骷髅兵的属性。如果真是这样，骷髅兵的战斗力绝对可以再上一个档次。问题是现在到哪里去练级？莫离自然知道暴风城附近哪里有比较好的刷怪点，可那些刷怪点都是以上一世法师的职业强度找的刷怪点，以现在死灵法师的职业强度去那些刷怪点，就很容易出现一个尴尬的局面。怪物不够骷髅兵杀，需要等怪物刷新，只要一开始等怪物刷新，就相当于变相拖慢了骷髅兵的杀怪速度，白白浪费骷髅兵这么高的强度。做任务呢？莫离略微想了一下，很快就否决了这个办法。接任务、交任务在路上浪费的时间太多了，只有拥有了坐骑之后，移动速度获得大幅度提升，做任务才有性价比。死亡矿井还是不行，死亡矿井副本进入的最低等级要求是10级，真是没想到我莫离有一天居然会因为太强了而烦恼。莫离自嘲了一句，思来想去，还是只能去以前法师刷怪地点先刷着。按照现在的刷怪强度，就算慢一点，4个小时怎么也可以升1级了。只要一升到10级，就立即去死亡矿井。莫离刚走了没几步，一个中年人从湖边的草丛中钻了出来。冒险者，你刚才消灭了山洞里的鱼人。莫离眼皮不受控制的跳了跳。隐藏任务还是隐藏剧情？上一世没听说过鱼人 BOSS 这边有隐藏任务或者隐藏剧情啊？难道是因为自己是第一个击杀鱼人 BOSS， 所以才触发了隐藏任务？你这个位置应该可以看到全部战斗过程吧？战斗才刚结束，你不相信的话，可以去洞口确认一下。不用了，是这样的，看到你这么强大，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忙。我说来听听。莫离一下就来了兴趣。上一世凡是可以被众多玩家津津乐道的隐藏任务，其实都一般。真正会奖励好东西的隐藏任务，没有玩家会说出来。比如莫离前不久完成的清理黑皮运输路线这个任务，莫离可以肯定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眼前这个隐藏任务，莫离发现自己完全没听过。这种没人会说出来、不为人知的隐藏任务，肯定会给不错的奖励。第25章死亡矿井的后门。中年人看到莫离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又往莫离身边凑近了一些，有意压低了说话的声音。我想请你保护我到死亡矿井去一趟。莫离一下乐了，刚才还在想死亡矿井的事情，现在居然就跳一个 NPC 出来，请他去死亡矿井。可惜，死亡矿井最低都要10级才能进去，低于这个等级，从死亡矿井副本入口强行进入，会被直接弹出来。莫离略微思索了一下，虽然现在进不去，不过只要1到10级就可以去死亡矿井，这个任务完全可以先答应下来。这种隐秘的隐藏任务肯定会给好东西，我很乐意帮忙，不过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你要等我1天。1天 ？NPC 皱起了眉头，看起来似乎是连1天都等不了。莫离感觉不对劲了，如果是因为自己等级不够，不能去死亡矿井， NPC 又等不了的话，说明自己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可是，在神眼里，这种情况压根就不会触发任务。NPC 因为自己击杀了鱼人 BOSS， 主动找上自己，就说明自己肯定可以完成这个 NPC 的任务。先接任务，等自己的等级达到了死亡矿井最低要求再去，这是最常见的情况。还有另外一种情况。莫离看了一眼面前的 NPC， 你急着现在就要去吗？
是的，我女儿被死亡矿井的工头抓走了，我必须要马上去救她。果然，很狗血，但是又合情合理的一个任务剧情。因为有了剧情，这种情况下 NPC 通常可以带着玩家从一些密道、暗门之类的直接进入副本，从而绕过副本门口的限制，也就是所谓的走后门。这种任务，玩家等级必须比进入的目标副本要求等级低，才有可能触发相关的隐藏任务。至于在哪触发、怎么触发，神言玩家总结了2个字：缘分。就算是同一个副本，不同玩家在不同的时间触发的 NPC 和地点都有区别。莫离之前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方案。我现在就可以和你一起去死亡矿井，不过我认为我必须事先知道你可以为了提供什么报酬。当然，这是应该的。NPC 取出一把长剑给莫离展示了一下，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剑，也是我们村最好的剑。如果你能和我一起去把我女儿救出来，这把剑就归你了。莫离饶有兴趣地查看了一下长剑的属性面板，名称：白银之手，品质：稀有，部位：武器，体力加30，精神加30，效果：使你的召唤物造成的伤害提高 10%， 需求等级：无。看到品质那一栏时，莫离心里一惊，居然是稀有。属性比鱼人 BOSS 爆出的那把法杖稍微差了一点，重点在于这把武器没有等级要求，一旦拿到手立即就可以装备。不愧是让神言玩家趋之若鹜的隐藏任务类型。神言的副本难度很高，玩家在10级时组队去挑战10级的副本都很困难，更别说越级提前去挑战副本了，难度不知道翻了多少倍。可即便是这样，中后期的神言玩家对这种可以走后门的任务有着极高的热情。关于这些任务的讨论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触发的隐藏任务给的奖励非常丰厚，丰厚到玩家情愿团灭一个通宵，也不惜要完成这种任务，拿到任务奖励。莫离上一世作为神言里的一个搬砖工，时间都消耗在游戏里搬砖上了，一次也没有完成过这种任务，甚至一次都没有触发过。只是在神言官方看过一些讨论，万万没想到这种好事如今会直接砸到自己头上。我们现在就出发。求之不得，请跟我来，我知道一条密道，可以直接绕过死亡矿井前半部分，直达第2区。叮！恭喜玩家触发隐藏任务，拯救死亡矿井里的女孩。任务目标：救出死亡矿井的女孩。莫离跟着 NPC 很快来到暴风城东北方向的一座矿山，这边是东区矿山，我们从这里进去，有一条井道可以直通是死亡矿井的第2区。进入之前 NPC 还特意给莫离解释了一下，莫离点了点头，跟着 NPC 进入矿井。东区矿山是一座废弃的矿山，很少有玩家愿意来这里刷怪。一是这里地形复杂，容易迷路；二是这里有不少8级的左右的怪物。因为是矿井，地形狭小，玩家和怪物战斗的过程中容易引到旁边的怪物，最后落得一个被多只怪物围殴而死的结局。莫离完全没想到，在这种地方居然藏着进入死亡矿井的后门。这种后门可不是一次性的，只要完成了任务就可以一直使用，这也是这种任务的另外一个价值所在。即便等级再高一些，也可以利用这个后门绕过死亡矿井的第1区，直接从第2区开始，可以为玩家省下击杀第1区怪物的时间，让玩家可以尽快见到副本关底 BOSS。 毕竟副本里只有最后的关底 BOSS 才会出好装备。莫离跟在 NPC 身后一言不发，努力地记忆着整个行进路线。神言有地图面板，不过山洞、副本这类的地方地图是不显示的，只能靠玩家记忆。莫离要争取一次记下路线，下次再来才不至于迷路。大约走了15分钟， NPC 停在了矿井通道的一处铁门前。冒险者，就是这里了，进去之后你一定要保护好我。你放心，进去之后你和我站一起，我可以保证你的生命安全。铁门被 NPC 打开，莫离穿过铁门后，发现自己已经身处熟悉的死亡矿井第2区。不远处就有狗头人矿工在叮叮当当的挖矿。 NPC 看了莫离一眼，那眼神分明在说该你表演了。莫离示意 NPC 往后退一些，为自己腾开空间，然后立即开始召唤骷髅兵。很快32只骷髅兵出现在莫离身边。因为地形狭小，导致有的骷髅兵距离挖矿的狗头人太近，直接吸引到了狗头人的仇恨。轰轰！骷髅兵很快就把附近的10几只狗头人击杀。这 NPC 被眼前的阵势吓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有些语无伦次。第26章，不如你把白银之手先借给我。对于 NPC 的反应，莫离有些奇怪。按理说 NPC 应该是全程偷看了自己击杀鱼人 BOSS， 看到了自己强大之处，所以才要求自己来死亡矿井。现在为什么会表现得如此震惊？你怎么了？之前在鱼人 BOSS 那里，你不是看到这些骷髅兵了吗？不是的，我没想到有这么多，抱歉，是我失态了。
召唤物少了，我也不敢和你来这里，你说对吧？冒险者，你比我想象中还要强大，看来这次我找对人了。NPC 立即又称赞了莫离一句。莫离点头示意后，转身指挥骷髅兵大军开始在死亡矿井第2区扫荡。死亡矿井第2区的狗头人比第1区的要难对付一些，这里的怪物不仅有近战，还有法系，甚至还有治疗。而骷髅兵现在没有打断技能，莫离需要指挥骷髅兵优先集火治疗。前排抗住，最后3个骷髅兵给前排加血，其他骷髅兵先集火治疗。骷髅兵忠实地执行着莫离的指令，快速清理着死亡矿井里的狗头人。死亡矿井是5人副本，副本里的怪物血量比野外的怪物血量高出不少，攻击也高很多。玩家挑战5人副本的一般配置是一个坦克职业抗伤害，一个治疗职业负责治疗小队成员，其他3个位置配置输出职业。不过莫离的情况不太一样，骷髅兵高额的属性让骷髅兵既可以抗伤害，又可以打输出，还可以负责治疗。32只骷髅兵可以组成6支和玩家同样配置的队伍，甚至还可以剩下2只骷髅兵留在莫离身边护卫安全。现在相当于有6支队伍在同一个5人副本进行挑战，清理怪物的速度可以说是碾压普通玩家队伍。死亡矿井里的狗人头血量大约在2000左右，近战会血量会多一些，法系和治疗血量会少一点。骷髅兵的火球术可以造成300左右的伤害，大约要7发火球术集火才能击杀一个狗头人。可惜如果能拿上武器的话，6发火球术就可以击杀一个狗头人。莫离在心里暗道了一声可惜，拿上武器，6发火球术，3个骷髅兵2轮齐射就可以解决一个狗头人。现在没有武器，3个骷髅兵2轮齐射后，狗头人还有残余血量，需要再补1发。两者之间看似只差了1发火球术的时间，实际整个杀怪效率差很多。储物空间的鱼人的嚎叫法杖要10级才能装备， NPC 那把白银之手要任务完成之后才能获取，武器暂时是指望不上了。莫离看了一眼自己的经验条，还差1/2升7级，现在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升级后获得属性提升，从而提升骷髅兵的伤害。等一下，莫离突然想起自己也有攻击能力的，真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当了一晚上大爷，都快忘了自己也可以打怪。莫离自嘲了一句，然后立即对一个残血的狗头人释放了骨毛，负280，伤害数值从狗头人头上冒出，狗头人倒地。莫离立即调整骷髅兵的行动方案，狗头人最后那一刀由莫离亲自动手，杀怪效率瞬间提升了不少。大约5分钟后，莫离带着骷髅兵和 NPC 一起来到了第2区的 BOSS 房间。一会你记得和我站一起，小心箭射伤害。莫离有些不放心地叮嘱了一句。莫离不太清楚这个 NPC 多少级，不过大概率等级不高，不然也不用找自己来帮忙了。等级不高就意味着容易被秒杀，一旦 NPC 死亡就代表任务失败，任务失败就拿不到任务奖励。那把白银之手的属性莫离还是很眼馋的，到手之后可以用到10级，可以极大的缩短自己达到10级的时间。当然如果任务真的失败了，莫离可以回到鱼人 BOSS 那里重新触发任务，不过中途跑路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失败一次得不偿失。冒险者，你放心，我自己会小心的。 NPC 回了莫离一句，然后很听话的躲到了莫离身后。布置好骷髅兵的位置后，莫离一声令下，战斗正式打响。随着发起冲锋的骷髅兵斧子砍在 BOSS 身上， BOSS 的血条出现。狗头人矿工组长精英 BOSS， 生命值9990-10000，精神值5000。骷髅兵的一刀平砍指对 BOSS 造成了10点伤害。轰！火球术砸到 BOSS 身上， BOSS 头上飘出了一个数字，负20。莫离对这个伤害早有预期，这毕竟是副本里的 BOSS， 生命值、防御力、魔抗都远比野外的精英 BOSS 高。骷髅兵对狗头人 BOSS 造成的伤害肯定比鱼人 BOSS 低。不过在莫离的记忆中，这里的小怪比鱼人 BOSS 那个山洞里少，死亡矿井里也没有刺客类型的怪物。对莫离来说，这里的 BOSS 比鱼人 BOSS 更好对付一些，只不过 BOSS 的生命值更多，骷髅兵造成的伤害更低，击杀时间会更长一些。砰！2只骷髅兵被 BOSS 秒杀，莫离立即又召唤了2只补充上，一场朴实无华的消耗战再次打响。因为骷髅兵都是被秒杀，根本不用治疗，除了几只在前排吃伤害的骷髅兵，剩下的骷髅兵都切换到了输出位，用火球术攻击 BOSS。 天哪，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壮观的场面。 NPC 看到20多个火球的一轮齐射，在一旁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感叹。莫离瞥了一眼 NPC， 打算做一个尝试，如果你愿意把那把白银之手先借给我，我就可以更快的击杀这个狗头人。召唤物造成的伤害提升 10%， 那就是朴实无华的提升。如果装备上那把武器，骷髅兵造成的伤害
立即就可以获得提升，这是毫无悬念的事。在上一世，神岩和现实世界融合后，那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玩家自然可以和神岩大陆的原住民讨价还价，甚至尔虞我诈。可是，在融合之前呢？神岩大陆的原住民真的只是 NPC 吗？真的不能提前借用任务物品吗？莫离认为试一试也没有什么损失，为什么不试一试？ NPC 听到莫离的话，低着头考虑了一下，然后抬头看了莫离一眼。莫离敏锐地捕捉到了 NPC 表现出来的犹豫。有戏！第27章，提前拿到手的任务奖励物品。莫离一边使用技能补充被 BOSS 秒杀的骷髅兵，一边考虑要怎么说服眼前这个 NPC， 让他心甘情愿地把任务奖励物品提前给自己。难道你对我击杀第3区的 BOSS 还有疑问吗？那只是时间问题。冒险者，你不要误会，只是我提前把报酬给你，有违祖训。莫离有点无力吐槽。什么祖训？不就是不想给吗？提前给个任务物品，难道还是一个让你做出违背祖宗的决定？不行，必须再给他加把火。你不是说要去救你女儿吗？这里都是怪物，早一秒把她救出来，她就少受1秒折磨。你是不是担心我拿到东西之后不帮你了？没有，绝对没有。没有，那就是有了。莫离瞬间明白要从哪个方向下手来说服 NPC 了。不瞒你说，就算不救你女儿，我也要清理死亡矿井。你应该知道，这里的怪物对我们冒险者来说很有价值。真的？附近还有比死亡矿井更厉害的怪物吗？莫离说是事实。死亡矿井里怪物密集，怪物提供的经验是5人分享的经验，现在由莫离一个人独享。每一区还有一个 BOSS 会爆出不少金币和装备，并且通关副本后，只需要跑出副本就可以进行重置。一旦重置，副本里面的怪物就会重新刷新。对于莫离来说，这里就是最好的刷怪地点。NPC 又看莫离一眼，最后很艰难地下定了决心，把白银之手交到了莫离手上。冒险者，现在我相信你了，这把武器可以先借给你，等救出我女儿之后，她就属于你了。你放心，我们很快就能见到你女儿了。莫离接过白银之手后，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就装备上。白银之手提供30体质、30精神，让莫离的召唤物数量上限从32提高了35。另外，因为精神提高了30点，骷髅兵的属性也从320提升到了350，再加上召唤物造成的伤害提高 10%， 整体伤害提升超过 20%， 提升非常明显。莫离可以明显感受到 BOSS 生命值下降的速度比装备白银之手前快了不少。在30几只骷髅兵轮番轰炸下，死亡矿井2区 BOSS 的生命值很快就被清空。同时，一个让人喜悦的系统提示弹出：叮！恭喜玩家等级达到7级，升级了。莫离立即把巅峰等级提供的额外40点属性值全加到了精神属性上，然后非常满意的看了一眼属性面板，等级7，巅峰等级7，力量24，敏捷24，体质63，精神450，生命值红163，精神值蓝1450，召唤物数量1/45，召唤物数量等于精神10。装备效果：每秒恢复精神属性数字1/8的精神值，使你的召唤物造成的伤害提高 10%。仅仅7级，精神属性已经高达450。还有最关键的一点，等级一旦达到7级，和死亡矿井里的怪物等级差就只有3级。这里的怪物再也无法对骷髅兵造成额外的碾压伤害。骷髅兵高达450的全属性，即便是 BOSS 恐怕都无法秒杀骷髅兵。从现在开始，局面即将发生逆转。45只全属性高达450的骷髅兵可以直接反过来直接碾压死亡矿井，包括死亡矿井的 BOSS。骷髅兵甚至可以顶着怪物的攻击释放火球术。莫离走到 BOSS 身边，快速拾取了地上爆出来的物品和金币。走吧，我们去第3区。第3区是死亡矿井最后一个区域，也是关底 BOSS 所在的区域。这里的怪物更密集一些，每一组至少都有7、8个狗头人。随意攻击其中一个狗头人，7、8个狗头人全都会进入战斗。一个5人小队一次性要处理这么多怪物，难度非常大。对坦克的坦度、治疗职业抬血能力以及输出职业的输出能力都是极大的挑战。当初很多初次挑战死亡矿井的队伍都被挡在第3区。很快，大家就发现无论玩家有多风骚的操作都没用，怪物太多了，一个不注意，坦克职业就会被怪物打死，治疗压力非常大，必须不停的使用治疗术，代价就是治疗的蓝量很快就会消耗完。在治疗空蓝之前，输出职业没有办法完全消灭一组怪物的话，就会团灭。大部分玩家要等到15级左右，属性数值上去了，加上一些装备基础，才有机会通关死亡矿井。
莫离带着一个 NPC 很快抵达第3区，骷髅兵在莫离的指令下开始清剿第3区的怪物，同样是数值碾压，不过是骷髅兵碾压死亡矿井的狗头人。趁着骷髅兵杀怪的时间，莫离查看了一下第2区 BOSS 爆出来的东西。首先是金币，3金58银，比鱼人 BOSS 爆出的金币还多一些。金币之外还有3件装备，其中2件是近战职业的装备，莫离大概看了一眼就扔到了一边，没什么价值。神岩里的装备分2种，装备绑定和拾取绑定，而副本 BOSS 爆出的装备100%是拾取绑定，一旦拾取就和人物绑定，无法交易。那2件近战职业的装备只有等回头到暴风城卖给装备店的 NPC。 剩下1件装备，名称狗头人矿工靴子，品质精良，部位脚，体质加15，精神加15，需求等级10。这件装备只能说中规中矩，说不上有多好，不过在前期大家都缺装备的情况下，能弄到1件这样的装备也算不错了。可惜还是要等到10级。莫离发现自己明明还没到10级，都已经快凑到半套10级的装备了。按现在这种进度，升到10级时，只要运气不太差，肯定可以凑齐一整套装备。一旦升到10级，绝对是鸟枪换炮。随着骷髅兵一轮又一轮的火球术齐射，莫离和 NPC 很快来到了关底 BOSS 面前。冒险者，我女孩就在工头后面那个房间，我们需要先杀死工头。等一下，你站远一点。莫离有些不放心的又叮嘱了一句。死亡矿井关底 BOSS 有一个很让人头疼的技能，战争践踏，会对近战范围内的所有目标造成大量伤害，受到伤害后就会陷入昏迷。这个伤害还需要小队里的5个人站到一起来分担伤害，坦克职业才不会被秒杀。而 BOSS 的普通攻击又会造成建设伤害，在 BOSS 没有释放战争践踏技能时，玩家需要远离。这是神眼里第一个需要跑位玩家跑位的技能，玩家需要在集中分散2种站位不断转换。不过莫离有骷髅兵，开战之后等一下有骷髅兵吃伤害就够了， NPC 只要站远一点不被秒杀就算成功。 NPC 很配合地点了点头，退到了一边。45只骷髅兵开始快速列阵，现在是时候检验一下在没有额外碾压伤害后，骷髅兵面对 BOSS 是什么战斗力了。第28章，居然还有后续任务。骷髅兵列阵完成后，在莫离的指令下，3只骷髅兵充当前排，对 BOSS 发起了冲锋。-5，-5，-5。BOSS 头上冒出3个数字，是骷髅兵近战造成的伤害。要知道，骷髅兵现在的力量属性高达450点，对死亡矿井的普通小怪可以造成300点左右的伤害，到了 BOSS 身上，居然只能造成区5点伤害。不过莫离一点都不慌，他知道这是因为 BOSS 自身的物理防御高到离谱，加上骷髅兵没有误穿属性，才会出现这种低到离谱的伤害。当然，这和莫离等级低也有关系。等级这个概念在神眼里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因为升级后可以获得属性提升，玩家的等级如果比精英怪低，怪物除了会造成碾压伤害外，还会有额外的伤害减免。碾压伤害需要等级差大于3级，而额外的伤害减免高1级就会存在。轰 ！BOSS 对前排的骷髅兵发动了攻击。-239，莫离一下乐了。BOSS 失去了额外的碾压伤害后，面对骷髅兵高额的属性带来的高额防御，简直就是在给骷髅兵刮痧。要知道，骷髅兵现在全属性450，变态的体质属性让骷髅兵的生命值也达到了一个非常变态的地步。骷髅兵的生命值高达4500，BOSS 对骷髅兵造成的这点伤害，在骷髅兵超高的生命值面前根本不够看。而且骷髅兵一个初级治疗术就能加450的血，BOSS 打2下，骷髅兵一个初级治疗术就加回来了。说 BOSS 在给骷髅兵刮痧一点都不夸张。莫离看了一眼 BOSS 的血条，死亡矿井矿工工长，生命值14985-15000，精神值5000。莫离知道死亡矿井关底 BOSS 靠近战是不行的，这个 BOSS 物防高，魔抗低，想成功击杀这个 BOSS 必须要靠法系。神眼里高贵的法爷这个称呼就是从这个 BOSS 开始慢慢传开的。轰！42只骷髅兵进行了一轮火球术齐射。-50，-50，BOSS 的血量瞬间就减少了2250点。确认了 BOSS 强度之后，莫离立即下达指令，只留下1只骷髅兵作为治疗，保证前排抗伤害的骷髅兵的血量健康，以免被战争践踏秒掉。剩下的骷髅兵全力释放火球术，对 BOSS 进行轮番轰炸。BOSS 的血量以一个惊人的速度快速减少。很快，在后方 NPC 目瞪口呆的表情下， BOSS 被无情击杀。首次通关5人副本死亡矿井即将全服通告，请问是否需要隐藏玩家姓名？莫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是。
叮！恭喜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首次通关5人副本死亡矿井。首次通关副本和在野外击杀精英怪不太一样，神颜直接给玩家把牌面拉满，连续进行了3次全服通关。以前莫离只能一边在神颜里搬砖赚钱，一边羡慕地看着那些大佬玩家的通关刷屏。这是莫离第一次在神颜享受到这种待遇，感觉好像也不怎么样。莫离撇了撇嘴，心里毫无波动。现在他只想升级。NPC 很合时宜地跑了上来，冒险者，感谢你，我的女儿有救了。道了一声谢后，直接跑向 BOSS 后方的房间。可是他很快就发现房间门是锁着的。莫离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上一世所有通关死亡矿井的玩家心里都有一个疑问，关底 BOSS 必出一把钥匙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玩家们讨论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答案。现在答案揭晓了，这说明上一世恐怕真的没有玩家触发过这个任务，并且自己的运气不错，刚好知道 BOSS 会必出一把钥匙，不然这个任务搞不好还会出什么波折。你不要着急，钥匙应该在工长身上。莫离在地上找了一下，很快就找到了那把钥匙，交给了 NPC。NPC 拿着钥匙非常激动地打开了房间门。莫离趁着 NPC 进去救他女儿的时间，快速检查了一下 BOSS 爆出来的战利品。很遗憾，3件装备都不是法系职业的装备。不过莫离丝毫没有失望的情绪，这毕竟是多人副本，出其他职业的装备很正常。完成了眼前这个 NPC 的任务之后，马上就要开始在死亡矿井反复刷怪，到时候还怕 BOSS 不出死灵法师能用的装备吗？反正现在就算出了，也只能放到储物空间里占据一个格子而已。众所周知，10级的装备要10级才能穿，现在拿了也没用，根本不用急。几分钟后， NPC 抱着一个18、19岁处于昏迷状态的少女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少女一头散乱的黑发挡住了她的脸，完全看不清面容。冒险者，非常感谢你的帮助，那把白银之手从现在开始是你的了。 NPC 话音一落，莫离就收到任务完成的提示。莫离看了一眼经验条，击杀第3区的怪物和 BOSS 涨了差不多1/5的经验，这个任务给的经验直接让经验条涨到了1/3的位置，可以说非常可观了。莫离看了一眼 NPC 和处于昏迷的女孩，准备试探一下还有没有后续任务。你需要帮助，我拿好处办事，大家合作愉快，以后如果有需要还可以找我。你是一位实力强大而且讲信誉的冒险者，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有戏。莫离知道只有在有后续任务的情况下 NPC 才会这样说，如果没有后续任务 NPC 只会道谢之后直接离开，根本不会问玩家的名字。莫离，我记下了，以后有需要的话我一定优先找你。 NPC 说完后顿了一下，看了一眼他昏迷的女儿。我家就在暴风城西边的闪光镇，我叫王德发，有空的话欢迎到我家来坐坐，我想我女儿也肯定想见一见她的救命恩人。莫离眼皮跳了跳，这恐怕才是后续任务，而不是什么等着这个 NPC 来找自己。当然没问题，有时间的话我去闪光镇找你。 NPC 和莫离又简单的交谈了几句后，带着他的女儿就离开了。莫离把地上 BOSS 爆出来的4金89银拾取到储物空间，站在原地分析了一下目前的局面。现在有2个选择，一个是等一会就去找刚才那个 NPC 继续做后续的任务，另外一个就是按原计划在死亡矿井副本里升到10级，然后回暴风城学技能，最后再去找那个 NPC 做后续的任务。不，应该还有第3个选择。第29章副本首杀通告。莫离仔细回忆了一下在暴风城酒馆交任务的情况，任务的奖励本来应该是一个精良品质的红宝石戒指，最后自己拿到的却是稀有品质的红宝石戒指。稀有品质的装备比精良品质的装备属性高一大截，当时满脑子都在想击杀鱼人 BOSS 和练级的事，也就没多想。不过完成了死亡矿井后门任务，莫离意识到即便是神颜还没有和现实融合，神颜里的这些 NPC 也不是像传统游戏里的 NPC 那样死板，他们是会变通的。暴风城酒馆里的那个酒保把任务的奖励物品从精良品质换成了稀有品质，肯定不是什么心血来潮。如果再去一趟酒馆的话，大概率会触发隐藏任务，这就是眼前第3个选项。莫离权衡了几分钟，最后还是选择了先在死亡矿井升到10级。任务给的经验高是高，但做任务跑路这个过程实在太费时间了。死亡矿井后门任务从接到任务到完成任务花了接近1个小时，在副本里杀怪的时间加起来不过20分钟左右，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赶路。这也是为什么神颜的玩家不惜倾家荡产都要弄一个坐骑来提升移动速度。除了确实帅这个原因外，60%的移动速度提升可以为玩家节省大量赶路的时间。早上8点，第一梯队的玩家开始陆续出现在暴风城城门外。
这座城也太壮观了！我玩了那么多游戏，这绝对是我见过最雄伟的城市。熬了一个通宵才从新手村出来，现在突然感觉值了。雄伟的暴风城通过全拟真的游戏方式展现在玩家面前，对玩家造成了非常大的视觉和心理冲击。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站在暴风城城门前，欣赏这座城市雄伟的大门和城墙。突然，所有玩家都收到了一条全服公告：叮！恭喜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首次通关5人副本死亡矿井。同一条公告连续通告了3次，暴风城城门口很快就爆发出一阵骚动。离谱！逆天！我特么没看错吧？怎么就通关5人副本了？现在到底有多少人从新手村出来了？我特么一直以为我是第一梯队的玩家，这不对吧？死亡矿井是多少等级的副本来着？官方资料说是10级，换句话说，最低等级要10级才能进入死亡矿井。我特么一个通宵没敢休息，好不容易干到5级，从新手村出来，怎么就有人已经10级了？不对，王朝工会挑战过新手村那只5级的古地虎精英怪，那特么就不是5级能杀的。你什么意思啊？10级的玩家杀不了10级的精英怪，很难理解吗？你翻译这条全服首杀的通告是怎么回事？难道是 BOSS 自己上吊自杀的吗？短暂的震惊后，暴风城门口的玩家逐渐冷静下来。到这个时候，才有玩家注意到通告里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几个字。你们说，这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会不会和击杀精英古地虎的那个是同一个人？这不是废话吗？肯定是。不是，难道你们都没注意到，这次和首杀精英狗头人的通告不一样，他是一个人。到底怎么做到的？这个家伙不会是神颜官方的拖吧？5人副本他居然一个人就通关了？拖不拖的我不关心，我更关心他到底怎么升级的。我也想知道。我在暴风城外面杀了一些怪，比新手村难杀多了，同时引到2个怪物，差点被打死。我也试过了，5级之后升级需要的经验大幅度提升，比新手村难多了。就算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强度逆天，一刀秒杀一个怪，也不可能这么快。除了那几个拔尖的，我们这批人怎么也算第一批离开新手村的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之前我不信他是拖，我现在有点信了。新手村升到5级离开新手村的玩家，在玩家群体里只占了非常小的一部分，绝大部分玩家经过一个通宵的奋战，也才堪堪升到4级而已。而4级是无法离开新手村的。大量玩家在经过了一个通宵的奋战后，都回到了新手村，准备下线休息，等睡醒后再战，争取尽快离开新手村。可是，一条全服通告让整个新手村沸腾起来。叮！恭喜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首次通关5人副本死亡矿井。到底有完没完啊？怎么又首杀了？仔细看，这次是5人副本首通，简直离大谱！我他妈还在新手村杀鸡，别人都5人副本首杀了。我以为我全身上下都是肝了一个通宵够厉害了。这位大佬是肝上长了一个人吗？都是一个通宵，差距怎么就这么大？这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应该和之前通告里的是同一个人吧？不用想，肯定是同一个人，一步先，步步先，他已经是遥遥领先了。我他妈一个农夫干了一个通宵才3级，这位大佬现在恐怕已经10级了吧？我看不止，10级只是进入死亡矿井副本的最低要求。想想王朝工会挑战过的精英古的虎吧，我猜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肯定有15级了。我赌5毛，18级了。大胆一点，我猜20级。怎么越说越离谱了？神颜的练级难度，你们玩了个通宵，心里还没数吗？10级单人通关10级的5人副本，这是有多恐怖？你心里没数吗？所以说20级通关更好接受一些哥，我就不一样了，我只想让这位大佬带带我。快拉倒吧，没看到通告里已经没有苏尔了吗？估计是被踢了。不可能，天下第一美女怎么可能被踢出队伍？肯定是苏尔把他踢了，对，肯定是这样。所以说拿了首杀又怎么样？还不是被天下第一美女踢出队伍了？兄弟，别酸了，骗别人就算了，别把自己也骗了。承认大佬很厉害很难吗？第30章，氪金会变强吗？神颜官方论坛，大量昨晚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进入游戏的玩家早早聚在论坛，大多都是打算在论坛先学习一下昨晚通宵玩家的开荒经验，做好充分的准备再进入游戏，这样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可是其中有3个最热门的帖子是每一个来论坛学习开荒经验的萌新都无法忽视的。一个帖子是精英古地虎被首杀，寻找骷髅兵主人；一个帖子是王朝工会尝试击杀，惨遭团灭；还有一个帖子是精英古地虎尸体的现场照片。3个帖子都指向了同一个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还未进入游戏实际体验过的萌新玩家。光是看到这3个帖子里的热烈讨论，
都感觉有些热血沸腾。毕竟，全服通告这种荣誉，谁不想要呢？流量为王的年代，每一次全服通告都是在给个人做推广，这就是一条通往明星玩家的康庄大道。一旦成为明星玩家，很快就可以过上数钱数到手抽筋的生活，豪车、豪宅都会从梦想走进现实，更别说还有无数的粉丝小迷妹投怀送抱。对一个普通人来说，说是走上人生巅峰都不为过。如果是我肯定不会选择隐藏姓名，多好的宣传机会啊！就是苏尔就没有隐藏名字，有没有一种可能，人家大佬实力够强，根本不在乎这点宣传机会？那更应该露名字，这么难得的装逼机会，怎么能放过呢？就是玩游戏不装逼，还玩什么？要我说，这位大佬可能是抽到了什么逆天的天赋，可能看起来只是初期强，后期不太行的那种。对，80%是这样。现在露了名字，等大部队追上来，以后连一个榜单都上不了，多丢人！萌新们还在围绕着之前已经发生的事情讨论。突然，一个全新的帖子出现在神颜的官方论坛，神秘玩家再次手通死亡矿井，求大佬现身。这个帖子一出现，立即就吸引到了萌新玩家的注意。卧槽，这一次我居然真的在现场！是刚通关的吗？系统刚全服通告，死亡矿井是10级的副本吧？神颜练级这么快的？快不快？你进游戏体验一下不就知道了。我只能说我战士一个通宵现在4级，会不会是因为你太菜了？不会说话就别说话，看我 ID， 我是星辰公会的主力战士。卧槽，是在天下里一直和王朝公会打得有来有回的那个星辰公会。王朝公会来了，星辰也来了，不止，很多其他游戏的公会都来了。全拟真游戏才是未来啊，大家都不傻。你们有人出新手村了吗？有几个刚出新手村，真是搞不懂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是怎么练级的，感觉就不是一个次元的。妈的，我怎么听着感觉有一种压迫感？会不会是你们没充钱？人家大佬充钱了。对啊，这种可以氪金的游戏，不充钱能变强吗？不可能，我们虽然只是先头部队过来考察的，几个号加起来也氪了好几万，试试运气。氪几万也好意思说氪金？那只能叫微氪。新游戏总要先试一试吧。不得不说，这个神颜的品质确实碾压其他游戏。等公会的财务上班，我们星辰肯定会加大力度氪金。星辰公会主力战士的发言很快就把王朝公会的人吸引来了。虽然是竞争对手，我还是奉劝你们一句，别抱太大希望。你们有这么好心？不怕告诉你，收到死亡矿井首次通关的全服通告之后，我们立即调集资金氪了20万，毛都没一根。卧槽，大公会就是大公会，一受刺激就氪20万。所以说，首次通关死亡矿井的那位大佬到底是怎么通关的？现在是开荒阶段，有秘密的人谁会拿出来说？现在这局面，氪金好像也不太行，想在神颜坐稳第一公会的位置，怕是要花大价钱拉拢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了。马德，我现在终于知道人家为什么隐藏姓名了，不隐藏姓名，一天天的肯定要被私信烦死。对，指不定就是人家有实力，根本不屑加入这些大公会，不想受打扰。还是大佬深思熟虑啊！大佬牛逼！王朝公会的主力已经陆续抵达5级，来到暴风城。收到那条全服提示之后，大家都怀疑昨晚进入游戏时氪金的数额太少了。原计划是等公会确认要整体迁移到神颜来，再开始正式氪金。昨晚只是随便试试水，每个号才氪了几千块。对于天下第一公会来说，这点钱不值一提。现在大家突然意识到，公会主力会被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拉开这么大的差距，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没氪金。会长曹志紧急调拨了一笔资金，当场开启了氪金大佬的道路。可惜，抽奖抽到的几乎全是道具物品，整整20万，只抽到了一个普通天赋，2个普通被动。不能说没有，只能说有提升，但提升不大。曹志仔细研究了抽到的天赋和被动后，完全不认为自己有单挑精英怪的能力。会长，有普通天赋和被动，说明就有更好的天赋和被动。对，可能有神级之类的天赋和被动。可是这抽奖的概率也太坑了吧，20万就出点东西。如果真有神级，要氪多少钱？也不能这么说，天下的一个极品号价值好几百万，神颜这边看起来更有前途，更有投资价值。会长曹志点了点头，表示认同这个说法。要打造一个极品号，特别是需要遥遥领先其他玩家的极品号，花上几百万很正常。对比起来，20万的投入就显得有些寒酸了。其实我更想知道，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到底氪了多少钱，我们也好有个心理预期。会长，之前苏尔和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组过队，他们可能认识。对，不如让苏尔牵个线吧。
如果能把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邀请到我们公会呢，再好不过了。第31章，完美错过全服通告的苏尔。暴风城外的另一个刷怪点，星辰的人看到王朝公会的人在论坛上的发言后，暂时停下刷怪，聚到一起开临时会议。会长，王朝公会的人肯定在放烟雾弹，我们不能受他们影响。我们昨晚试水氪金也出了一些普通天赋和被动，说明肯定有更好的天赋和被动。从我们抽到的那些天赋和被动来看，这些天赋可以直接影响一个号的强度。对，即便是普通天赋或者被动，只要获得其中一种，都有肉眼可见的提升。星辰公会会长叶星听着公会核心成员的劝说，心里非常欣慰，忍不住嘴角上扬。至少自家公会的核心成员没有被王朝公会的说法蛊惑。王朝公会氪了20万，也好意思拿出来说？按照天下里的价值来算，20万最多也就打造一个极品小号而已，根本不够看。20万连天下里的一把顶级武器都买不到。而神岩的前途，经过一个通宵的体验，叶星心里已经有数了。最多1个月，神岩这款游戏就会超过天下，成为蓝星第一 MMORPG。全拟真的游戏方式是其他游戏根本无法碰瓷的，以后的前途绝对是一片广阔。现在在神岩里投资，那就是投资未来。20万，叶星的打算是等公会财务上班，直接就划拨100万先氪金一波，后续再根据具体情况来规划。叶星轻咳了一声，场面瞬间安静下来。大家不要担心，氪金肯定是一氪的，不氪金怎么能变强？会长说的对，必须氪金一波。那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应该就是抽了很逆天的天赋或者被动，肯定是了，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氪了多少。不过我估计几十万是跑不了的。神岩天下还不太一样，天下主要靠的是装备，版本一更新，装备就废了。没错，神岩的天赋和被动可以一直生效，几十万氪到厉害的天赋，性价比不是一般的高。要我说，我们应该按照天下极品号的标准来。我同意，有了好的天赋，就等于有了一个极品号。星辰公会的核心成员得知自家会长没有被王朝不会动摇，纷纷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叶星边听边点头，最后见大家意见都说的差不多了，我还有一个想法，试着找苏尔联系一下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恐怕没那么容易吧。那个神秘玩家应该就是不想有人打扰，才故意隐藏了姓名。会长，你是想招揽他？招揽？在天下，我可能还有这个底气，在神岩哪来的底气招揽人家？人家招揽我差不多。这倒也是，那位神秘玩家已经可以独自通关10级的死亡矿井，和我们就不在一个次元。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他只是暂时领先而已。等我们氪金度上来了，肯定可以追赶上。不要否认事实，那位神秘玩家现在确实遥遥领先了。等哪一天我们追上了再说这话。叶星见大家的态度都还是很积极，没有被眼下的情况打击到，心里还是很安慰。不愧是久经战场磨练的核心成员。叶星也直接把话挑明了，我想让苏尔帮忙联系一下这位神秘玩家，主要是想问一下他到底氪了多少钱，我们也好有个心理预期。会长，这种事情恐怕不太好问出口吧？那位神秘玩家也未必会透露。尝试，只是一个尝试而已。诗涵，你不是和苏尔关系不错吗？你试着联系一下。会长，在神岩，我可没有苏尔的好友位，我得下线用手机和他联系。行，大家通宵了一晚上，也差不多该下线休息了。下线之后，你记得联系一下苏尔。下河市的一间独栋别墅的卧室里，苏尔升到6级后，就心满意足的从神岩下线。他完美的错过了莫里首次通关死亡矿井的全服通告。苏尔简单吃了一点东西后，准备先睡一觉，等睡醒之后再上线继续战斗。经过了一晚上的亲身体验，苏尔已经决定从天下转移到神岩。全拟真带来的游戏体验确实不一样，尽管神岩的游戏难度高了一些，但不妨碍神岩的品质吊打现在市面上的所有游戏。而且苏尔还在神岩里认识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玩家，这是苏尔第一次遇到只想着玩游戏练级，完全不想和他套近乎的男性玩家。最离谱的是，莫离完事之后立马就把苏尔从队伍里踢了，简直无情，把女人只会影响我的拔刀速度体现得淋漓尽致。可是莫离越是这样，苏尔对莫离就越有兴趣，毕竟强大神秘又有个性的男人，谁不想结交呢？莫离是吧？本小姐已经6级了，不知道你现在多少级了？苏尔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嘴里嘀咕了一句，很快就进入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状态。迷迷糊糊中，感觉眼前又出现了莫离那张帅气的脸，以及他那让人印象深刻的骷髅兵大军。突然，苏尔的手机响了。苏尔有些不快地皱了皱眉头，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林诗涵。
这个时间他找我做什么？尽管因为被打扰，心里有些不满，苏尔还是接通了电话。喂，苏尔吗？是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不帮，你先听我说完嘛，还是不是好闺蜜了？我们就是普通交情而已，哪来的闺蜜？真是无情。算了，说正事，我们会长想让你帮忙联系一下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你们星辰工会找他做什么？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下，似乎在考虑措辞。苏尔，你什么时候下线的？我都吃过东西，洗过澡，准备睡觉了。你说呢？那你肯定错过了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首次通关死亡矿井的全服通告。什么？苏尔来了个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因为动作太突然，动作又大，直接导致了春光外泄。不过苏尔现在的注意力根本不在这上面，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莫离那个家伙到底是怎么升到10级的？第32章，有人让我帮忙带个话，我就知道你肯定错过这个消息了，不然你那么好强，不可能这么淡定。手机传来的声音把苏尔从震惊拉回现实，苏尔这才注意到自己刚才动作太大，导致春光外泄。苏尔吐了吐舌头，随意整理了一下睡衣，也不太在意，反正卧室只有一个人。首次通关死亡矿井是什么时候的事？没多久，你和那位神秘玩家一起击杀过精英狗头人，应该知道一些他的事吧？能不能透露一点？不能。你是了解我的，怎么问这种问题？好吧，当我没问。我们会长的意思是想让你帮忙联系一下那位神秘玩家。干嘛？你们想招揽他？我劝你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苏尔脑子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莫离召唤的骷髅兵大军。在那支大军里，哪一支骷髅兵不是吊打同等级的玩家？杀10级的普通怪物就像砍瓜切菜、吃饭喝水那么简单，而如此厉害的骷髅兵，莫离有整整25只。是的，苏尔悄悄地仔细数过莫离的那支骷髅大军的数量。死亡矿井是5人副本，莫离带着那支骷髅兵大军，就相当于5支5人队伍在同一个副本里横扫死亡矿井，有什么奇怪的？简直就是一人成军，根本没有必要加入其他势力。话说难听一点，莫离不管加入哪个势力，那个势力都会成为拖后腿的存在，而莫离绝对会成为那个势力最粗的一条大腿。苏尔震惊的点是，莫离为什么升级那么快？这才多长时间，居然就10级了。手机里很快又传来了林诗涵非常御姐的声音：不是，你误会了，我们会长也说了，那位神秘玩家招揽他还差不多。那你们什么意思？不招揽人家，联系人家做什么？会长的意思是想打听一下那位神秘玩家到底氪了多少钱，才有现在这么强势。对了，你氪了多少？我之前还不确认要不要转到神颜来，小氪怡情也就3000块。3000？这么少？电话那边林诗涵的语气很是惊讶。苏尔可是天下第一美女，光是这个身份就让她年收入超过8位数，标准的富婆，而且还是不好好玩游戏赚钱，就只能被迫回家继承家业的大小姐。因为苏尔家里更有钱，3000相对于苏尔来说实在是寒酸了一些。这个氪金数目基数太小了，不管苏尔抽到了什么，完全不具备参考价值。听到林诗涵的反应，苏尔一直在憋笑。他本来准备先氪10万试试水的，结果3000块就抽了神性天赋。根据他多年的氪金经验来看，再继续抽下去肯定出不了好东西，所以就此打住了。看吧，氪金抽奖这种事哪能做参考？那不行，我们会长给我下任务了，你至少帮我传句话呗。行了，怕了你了，我这就上线帮你问一下，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什么别抱太大希望？天下第一美女的面子还不好使吗？你也说天下第一美女了，现在是神颜的时代了，大人，时代变了。神颜不是更好？游戏里可是真人外表，凭你的魅力还拿不下那位神秘玩家。啪！苏尔把一个枕头扔到了地板上。说起这事，他就来气。击杀了狗头人精英，莫离把那件装备交给他之后，毫不犹豫的就把他踢出了队伍，最后还是自己死皮赖脸的缠了莫离好一阵，才要到一个好友位。整个过程，莫离还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现在苏尔有点明白莫离为什么会不情不愿了。神颜里的好友位会显示游戏中人物的所在位置的。如果苏尔多注意一下好友列表里莫离的名字，很容易就可以发现莫离在攻略死亡矿井。行了，你别问了，我会帮你去问一下，等我消息吧。闲聊了几句后，苏尔挂断了电话，重新躺回床上，盯着天花板。不情不愿又怎么样？反正我现在已经有你的好友位了。刷！苏尔再次来了一个垂死病中惊坐起。不对，莫离那个家伙不会事后悄悄把我从好友列表里删了吧？想到这里，苏尔瞬间坐不住了，也顾不上睡觉的事，立即找出神颜的手环，再次登录游戏。轰轰！
莫离带着骷髅兵大军在死亡矿井里进行军事化刷怪，等级达到7级后，45支全属性450的骷髅兵大军，加上白银之手提供的使你的召唤物造成的伤害提高10%效果，无论是防御力还是攻击力，甚至是生命值、精神值，都对死亡矿井里的怪物形成了数值碾压。整个刷怪的过程可以用摧枯拉朽来形容。莫离只需要跟在骷髅兵大军后面，时不时下达一些指令。叮一声系统提示后，莫离收到了来自苏尔的好友信息。算你这个家伙还有良心，没有把我的好友位删了。莫离一下乐了。在暮色山谷里那次见面，才是莫离和苏尔第一次见面。上一世，苏尔是最顶尖的玩家，一直高高在上。莫离是苦苦挣扎的中底层玩家，两人根本没有交集的机会。莫离也只是偶然看到过几次苏尔而已，而且每一次苏尔都穿着覆盖全身的重型盔甲，把全身遮得严严实实。可以说，上一世莫离对苏尔一无所知。在暮色山谷和苏尔接触后，才发现苏尔这个人真的挺有意思，简直就是直球大师，说话直来直去，完全不带遮掩的。如果再结合他不到1米7的身高，软糯的声音，对比他以后穿超过2米的重型盔甲，反差萌直接拉满。这么有意思的一个人，交个朋友绝对不亏。毕竟美女嘛，还是喜欢主动的美女，谁不喜欢呢？我们都加了好友，怎么会删？那还不如不加，有点道理。不过你也太干了吧，居然还不下线？差不多准备下线休息了，有事吗？苏尔一开始的语气明显是已经下线了，然后因为有什么事又重新上线的，总不可能只是突然想起自己会删他好友，特地跑上来看一眼吧？即便真是这样，看一眼也就明白了，也不用特意联系。之前那么长时间他很有分寸，知道第一个通宵分秒必争，没有打扰过自己。现在突然联系，显然就是有事了。有人让我帮忙带个话，星辰工会的会长想和你接触。星辰工会第33章星辰工会真香模式的第一步。莫离快速在脑子里回忆了一下关于星辰工会的信息。神岩和现实世界融合前，星辰工会和王朝工会一直在竞争神岩第一工会的位置，两个工会打得有来有回。神岩和现实世界融合后，星辰工会核心成员超强的凝聚力，很快就把王朝工会远远甩到了身后，很快就成为蓝星人第一大势力。有了势力范围后，庇护了很多暂时无法适应全民转职的蓝星人。总的来说，风评很好，是一个不错的合作对象。莫离略微考虑了一下，决定尝试和星辰工会接触一下。现在是开荒阶段，大量有财力的工会会把现实世界的钱换成神岩里的各种资源，其中就包括金币。只需要过上一段很短的时间，这些大工会手上就会持有大量的金币，这个数量是个人玩家无论如何都无法企及的。莫离要的就是这些金币。神岩里的金币现在只是游戏币，半年之后那就是真正的财富，并且这些财富在后期会非常有用。星辰工会的人找我想做什么？带死亡矿井。他们现在等级不够吧？他们的视线不及，我现在才发现你居然才7级，你到底怎么进死亡矿井的？我就是好奇问问，不方便说就算了。苏尔最终还是没绷住，把心里的疑问问出了口。如果不问，他怕等一会下线睡不着觉。当然也只是随便问问，莫离回不回答并不重要。我还以为你不好奇呢，不过是隐藏任务，触发之后其他人就做不了，你懂的。那算了，还是说回星辰工会吧。他们想知道你到底氪了多少钱，方便透露吗？抽奖这个东西没什么参考价值吧，不过我可以和他们会长谈谈其他可以合作的事情。其他可以合作的事情，比如等他们可以进死亡矿井副本了，我可以带他们速通，当然收费。你很缺钱？苏尔感到有些疑惑。不是人人抽奖都是欧皇可以一发入魂，他氪了3000块，已经算是欧皇中的欧皇了。莫离的强度明显比他高很多，不知道氪了多少钱，但肯定不是一笔小数目。一个新游戏都还没实际体验过，就敢这样氪金的，怎么看都不是缺钱的主吧？不，我缺的是神岩里的金币，而且收费只收神岩里的金币。行，我帮你转达一下你的意思，如果星辰那边同意，我再给你回话。那麻烦了。好友列表里的苏尔很快变成了离线状态，估计是去传话了。莫离也把注意力重新放到指挥骷髅大军上。刚才虽然和苏尔在聊天，不过一点都没有耽误骷髅大军刷怪。毕竟纯粹的数值碾压其实不需要太多指挥。骷髅大军在死亡矿井横冲直撞，毫无压力，参与指挥只不过是给自己找一点乐子，顺便提前学习一下指挥这门艺术。莫离相信自己以后肯定会拥有一支真正的亡灵大军，必须要从指挥几十支骷髅兵开始，一步一步的把基础打牢。
免得以后搞出什么机枪阵地前移20米的笑话。轰轰！随着一轮火球齐射，死亡矿井3区的 BOSS 倒地。叮！恭喜玩家等级达到8级，终于升级了。莫离立即把巅峰等级提供的额外40点属性值全加到了精神属性上，然后看了一眼属性面板，等级8，巅峰等级8，力量25，敏捷25，体质66，精神505，生命值红166，精神值蓝1615，召唤物数量1/50，召唤物数量等于精神时。装备效果：每秒恢复精神属性数字1/8的精神值，使你的召唤物造成的伤害提高10%。确认了自己的属性面板后，莫离又看了一眼骷髅兵的属性面板。骷髅兵的数量从45只增加到50只，全属性从450提高到505。对骷髅兵来说，自己每一次升级都是巨大的提升。现在在死亡矿井里刷怪就像在滚雪球，每升一级，刷怪的速度都会获得很大的提升。可惜骷髅兵缺少一个 AOE 技能，也就是所谓的范围伤害技能。近战也好，火球术也好，都只对单体目标生效。如果能出一本冲击波的技能书就好了，暴风雪也行。冲击波和暴风雪2个技能是法师职业的 AOE 技能，特别是暴风雪是每一个在神岩、搬砖的法师玩家都需要熟练掌握的技能。神技中的神技，范围伤害，自带减速效果，除了造成的伤害略低一些，这个技能堪称完美。技术过关的搬砖工利用暴风雪，一次可以拉上百只怪物进行 AOE。正是这个技能让法师这个职业真正获得了高贵的法爷称号。可惜技能书不像装备，每次击杀5人副本的 BOSS 都会固定出3件，技能书完全讲究一个随缘，强求不来。莫离快速查看了一下 BOSS 出的装备，1件治疗用的，1件坦克用的，1件近战用的，没有法系可以用的装备。不过这不重要，因为在上一趟死亡矿井，莫离就已经凑齐了死亡矿井能出的法系装备。神岩的装备栏分3类，装备栏是头、肩、手、胸、腿、斜6个部位，对应6个位置。武器分单手武器和双手武器，对应2个位置。饰品栏5个位置，不区分项链和戒指。装备栏5个位置的装备，莫离已经全凑齐了。现在只需要升到10级，就可以穿上一身加属性的装备。到时候战斗力绝对可以再提升一个台阶。要不再刷一会，感觉可以刷到10级再下线。莫离略微犹豫了一下，很快就决定继续。都决定当干弟了，这么早去睡觉，怎么可能睡得着？苏尔从神岩下线后，很快打通了林诗涵的电话。是我帮你问了，人家不肯透露。合理，换了我也不会说，会长他就是有点想当然了。不过他说可以和你们在其他方面合作。其他方面？那么强力的玩家，还需要和其他玩家合作？他可以带你们下副本，当然前提是你们达到进入副本要求的等级。什么？带我们？我们星辰工会还需要人带？苏尔撇了撇嘴，他敢肯定，星辰工会还没有遇到过精英怪，所以对神岩里精英怪的强度一无所知。等星辰工会什么时候遇到精英怪，知道精英怪的强度有多高，恐怕马上就会开启真香模式。第34章，是时候解锁副本速通榜了。苏尔想了一下，感觉还是说清楚比较好。从莫离的态度来看，他可能对神岩里的游戏币有比较大的需求。不管是什么原因，莫离既然信任他，让他当中间人，他就要尽责。而且手机那头的林诗涵和苏尔从小玩到大，是真正的好闺蜜。苏尔也不想看到星辰和莫离关系弄僵了。林诗涵，我说过时代变了，我刚才联系人家的时候，人家还在死亡矿井里呢。什么？他不是已经完成首次通关了吗？为什么还在？手机那边的林诗涵感觉有些无法理解。根据神岩官方的介绍，副本里面的怪物血量更高，防御更高，攻击更高，并且怪物密度远远大于野外，击杀难度可想而知。去死亡矿井肯定都是冲着 BOSS 出的装备去的，一旦拿到了需求的装备，一般人都不会再去了。这个道理和其他游戏都差不多。就练级而言，杀高强度的怪物远远没有杀低强度的怪物效率高。苏尔轻笑了一声，林诗涵，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人家在死亡矿井练级？不太可能吧？什么疯子才会想到在副本里练级？我只能说他的刷怪效率超乎你们的想象，副本对他来说确实是最好的选择。我说苏尔，你和那个神秘玩家没认识多长时间吧？怎么都开始帮他说话了？我呸！我说的是事实，你们有机会看过就明白，也只有亲眼看过才能明白，不带你这样吊人胃口的。对了，他长得帅吗？
苏尔被林诗涵一句话干沉默了。多年好闺蜜，苏尔哪能不知道林诗涵在打什么主意？不过被林诗涵这么一问，苏尔脑子里很快就浮现出了莫离那张脸。怎么说呢？就感觉有一种不符合他年轻外表的沧桑气质，总感觉莫离有什么不得了的经历，才造就出他那份气质。不想说，那就是帅了。手机又传来了林诗涵的声音，把苏尔从短暂的出神中拉了回来。这不是重点，总之凭我们多年的交情，我劝你们星辰工会好好考虑一下。他很缺钱吗？他昨天晚上应该氪了不少钱吧？不，他指明报酬只收神岩里的货币，可能是有什么特殊需求吧。我会转告会长的。总之这次多谢你，下次吃饭我请。结束通话后，苏尔拿起神岩的手环，犹豫了一下，又重新放下。还是等林诗涵有答复了，我再去找莫离吧，不然也显得我太主动了一点，有白给的嫌疑。轰轰！一轮火球齐射后，死亡矿井2区的 BOSS 倒地，莫离心里没有一丝波澜，甚至连检查战利品都显得有些兴趣缺缺。莫离例行公事地查看了一下战利品，很快目光就被地上的一本技能书吸引。这一刻，莫离的心里终于掀起了一丝波澜。会是什么技能书？10级的副本出的自然是10级的技能书。神岩初期的技能玩家大多可以直接在 NPC 那里学，直接爆出来的技能书都是 NPC 那里学不到的，范围一下就缩小了很多。莫离拾取技能书看了一眼，有些不敢相信，又看了一眼，确定了，真的是暴风雪。基础技能书暴风雪，需求精神165，说明每秒对目标区域所有敌人造成精神属性3的伤害，受到暴风雪伤害的敌人移动速度降低 40%， 持续6秒。技能书没有等级需求，不过有精神需求。165的精神属性，10级法师不穿任何装备，只靠自身属性点就可以达到，实际上就是法师10级的技能。这个技能在法师10级的时候显得有些暗淡无光，毕竟10级的法师就是脆皮中的脆皮，谁敢多引怪？怪物少了，这个技能造成的伤害就完全不够看。一直要等到大量法师达到30级左右，装备属性都起来了，技术也娴熟了，才逐渐开发出这个技能的价值。不过莫离的骷髅兵既不缺生命值，又不缺防御力，更不缺伤害，而莫离对这个技能早就运用的炉火纯青了。这个技能只要骷髅兵一学会，马上就可以显示出它的价值。莫离召回一只骷髅兵，对着骷髅兵直接使用了技能书，一道白光闪过，骷髅兵技能栏里多出了一个新技能暴风雪。莫离满怀激动地带着骷髅兵大军来到死亡矿井第3区，准备试一下效果。指令下达后，20只骷髅兵开始在怪物堆里横冲直撞，很快就吸引到了死亡矿井第3区所有小怪的仇恨。骷髅兵在莫离的指挥下，拖着小怪的仇恨开始走位，小怪追在后面给骷髅兵刮痧。不到30秒时间，死亡矿井第3区的所有小怪在骷髅兵的吸引下，集中到了很小的一片区域。剩下的30只骷髅兵开始释放暴风雪。骷髅兵现在高达505的精神属性，暴风雪每秒可以造成168的伤害。30只骷髅兵分成6组，对6个区域释放暴风雪，以便可暴风雪可以覆盖到所有怪物。每一组5个骷髅兵，1秒就可以对暴风雪覆盖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840的伤害。3秒之后，死亡矿井第3区的所有小怪全灭。卧槽，真是震撼人心！莫离看着眼前满地小怪尸体和小怪爆出来的战利品，忍不住感叹了一句。这一次清理死亡矿井第3区的小怪，算上骷髅兵引怪的时间不超过30秒。什么概念？莫离第一次和 NPC 来死亡矿井，清理死亡矿井第3区怪物时是7级，清理时间大约5分钟，也就是300秒时间。后来获得了白银之手，获得了很大的提升。清理第3区的怪物大约要4分钟，也就是240秒。而现在8级，骷髅兵学会了暴风雪之后，只需要30秒，并且这个过程莫离感觉还有优化空间。看来是时候挑战一下副本速通榜了。这次的提升让莫离立即有了一个新想法，既然打算和星辰合作，通过星辰工会尽可能多的弄到神岩的金币，展示一些实力还是很有必要的。副本速通榜就是一个很好的展示机会。莫离之前一直没有去击杀1区的 BOSS， 因为进入副本的位置直接就在第2区，回头去击杀1区的 BOSS 要绕不短的路，浪费时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3个区的 BOSS 都击杀了，会解锁副本速通榜。现在能刷死亡矿井的就只有莫离一个人，无论通关时间是多少，都肯定能上榜。之前是没必要，现在有了新想法之后，莫离感觉有必要给星辰工会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了。第35章，召唤物多，就是可以为所欲为。莫离从死亡矿井副本出来后，没有急着马上开始速通，
刚才一直在刷死亡矿井的2区和3区，算是小小的复健了一下。可是，莫离对死亡矿井的第1区的记忆还完全停留在2年半以前。上一世过了刷死亡矿井的等级后，莫离就再也没有来过死亡矿井。毕竟又不是十里坡战神，正常人玩游戏谁会一直刷一个等级最低的副本？现在准备要刷速通记录，自然需要回忆一下第1区的地形以及最优刷怪路线。莫离花了一点时间回忆起死亡矿井的地形，然后根据总体地形暂时拟定了一条最优路线。一切准备就绪后，莫离再次进入死亡矿井。20只骷髅兵组成的大军直奔死亡矿井第1区，剩下20只骷髅兵开始在死亡矿井第2区聚怪，还有10只骷髅兵留下来，在莫离周围形成了一道护卫墙。在莫离的计划里，第1区小怪和第2区小怪一起击杀才是最优方案。地形狭小是死亡矿井就最大的特点，这个特点和莫离简直完美契合。莫离根本不用担心骷髅兵超出限制范围。死亡矿井1区和2区的矿道弯弯绕绕，但直线距离加起来根本没有超过1公里。矿道内很快就传来了狗头人的怒吼，不过声音大并不意味着厉害。死亡矿井里的狗头人怪物现在只配给骷髅兵刮痧，只用了大约1分钟，1区的怪物就被20只骷髅兵拉到了1区和2区交界的位置，密密麻麻100多只狗头人挤满了矿道，其中还包括了1区的 BOSS。 同时2区的怪物也被骷髅兵拉到了同一个位置，整个矿道被堵得水泄不通。这次莫离对骷髅兵下达的指令是拉怪，只要进入怪物仇恨列表，拉到狗头人的仇恨就好。骷髅兵很多时候只是进入了狗头人的攻击范围，吸引到最弱的仇恨，就开始去拉下一只怪物，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拉怪效率。不过这样带来一个问题，狗头人对骷髅兵的仇恨非常不稳，怪物聚到一起后，因为怪物太密集，攻击不到骷髅兵，有远程攻击力的狗头人开始胡乱攻击目标，其中就有一部分攻击落到了莫离身上。-176，-201。莫离急忙看了一眼自己的精神值，精神值801-1615，一波不明攻击被打掉了一半的精神值，如果不是有神级被动精神成伤，早就被秒杀了。毕竟这一波伤害里，最低的一个伤害都超过了莫离那可怜的166生命值。又一波伤害袭来，莫离命令骷髅兵开始释放暴风雪后，然后果断使用鲜血穿行规避掉这一波伤害。同时，骷髅兵释放的暴风雪砸到了矿道里的狗头人身上，造成伤害后，骷髅兵对狗头人建立起根稳固的仇恨，所有狗头人攻击的目标重新回到骷髅兵身上。3，莫离开始倒数计时，并且随时注意第1区 BOSS 的位置。2，莫离指挥3只骷髅兵提前攻击，对第1区 BOSS 建立仇恨。1，莫离倒数完毕，整个矿道里除了1区 BOSS 外，再也没有一个站着的狗头人。不过现在没有时间为死去的狗头人哀悼，接下来将要遭受集火的是1区 BOSS 狗头人矿工组长。轰轰！除了3只拉仇恨的骷髅兵外，其他骷髅兵开始对 BOSS 发动火球术齐射，一串数值从1区 BOSS 头上冒出。-25，-25。死亡矿井1区 BOSS 血条出现，狗头人矿工组长，生命值79509千，精神值2000。两轮齐射后，莫离立即分出20只骷髅兵去2区 BOSS 房间拉2区 BOSS。理论上是可以同时把2个 BOSS 拉到一起的，不过这里面可能存在一些风险。防备一个 BOSS 比防备2个 BOSS 要简单得多，用鲜血穿行就可以规避掉 BOSS 的攻击，2个 BOSS 就不行，规避掉1次攻击后，鲜血穿行会进入 CD 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莫离没有规避伤害的手段，小怪伤害还能承受一些，如果吃到 BOSS 的伤害可能会被秒杀。毕竟莫离没有骷髅兵那么变态的防御，眼下这个方案是最安全的方案，最多就是副本速通时间会稍微长一点，莫离认为这完全是可以接受的。吼吼吼！矿道内很快传来了2区 BOSS 的吼叫声，那边已经开战了。1区 BOSS 在30只骷髅兵火球术的狂轰滥炸之下，很快就被击杀。莫离立即指挥刚刚结束战斗的20只骷髅兵去支援2区 BOSS 的战斗，剩下的10只骷髅兵则跟着莫离直奔死亡矿井3区。2区的 BOSS 战斗还未结束，10只骷髅兵已经开始拉3区的小怪。2区 BOSS 战结束，3区小怪已经被10只骷髅兵聚到了一起。后续骷髅兵赶到后，拉怪的骷髅兵已经去开3区的 BOSS。一波暴风雪结束后，3区小怪全部倒地，所有骷髅兵都加入了3区 BOSS 的战斗。几轮齐射后，3区 BOSS 倒地。叮！玩家通关死亡矿井时间4点31分秒，小于10分钟，激活死亡矿井速通榜，即将进行全服通告，请问是否需要隐藏玩家姓名？莫离再次选择了是。叮！恭喜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
激活死亡矿井速通榜，等级8级，通关时间4点31分。莫里点看系统界面，在系统界面多出了一个排行榜的标签。目前只有死亡矿井速通榜一个榜单，上面只有一栏，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等级8级，通关时间4点31分。这只是第一次尝试，莫里感觉整个流程还有优化的空间，这个时间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莫里关掉系统界面，看了一眼地上的垃圾，达到这种杀怪效率，捡垃圾就真的是纯粹在浪费时间，连 BOSS 爆出来的金币都没有什么捡的价值。莫离相信速通榜一出来，和星辰工会的合作肯开能成。很快，星辰工会就会用现实中的财富换取大量神岩中的金币，最后转交到莫离手上。现在根本不值得花时间在地上一堆物品中去找那几个金币。莫离转身就往死亡矿井外走，准备重置副本，再来一次，尝试把时间再提升一些。突然，矿道内传来了更狂野的吼叫声。莫离心里一惊，死亡矿井已经干净的不能再干净了，怎么可能还有怪物？不对，难道是隐藏 BOSS？ 第36章隐藏 BOSS 的猫腻。莫离很快就反应过来，矿道里出现的怪物肯定是副本的隐藏 BOSS。野外的怪物是无法进入副本的，副本里的怪物也无法到野外去，只有可能是隐藏 BOSS。神岩里副本隐藏 BOSS 不少，触发方式千奇百怪。莫离上一世没听说过死亡矿井有隐藏 BOSS， 只能说明上一世可能有没人触发过。毕竟是等级最低的一个副本，玩家在拿到了需求的装备后，一般都不会再来死亡矿井。像莫离这样直接把死亡矿井当练级地点的，更是绝无仅有。吼吼吼！随着吼声的出现，一只体型更大一些，拿着火枪的狗头人出现在莫离的视野中。同时，系统弹出一条提示：叮！恭喜玩家15级以下，5分钟之内通关死亡矿井，触发死亡矿井隐藏 BOSS。莫离有些无语的看了一眼提示，简直恶意满满。直到和隐藏 BOSS 面对面，系统才出提示。如果换成普通玩家，现在恐怕已经汗流浃背了。普通玩家击杀死亡矿井第3区 BOSS 后，就算没有出现队员阵亡的情况，小队里的每个人状态肯定都非常糟糕。比如治疗和法系蓝量见底，比如队伍里的坦克职业血量半残。BOSS 死了之后，大家都忙着查看战利品，还没有来得及恢复。在这种情况下，立即开启一场新的 BOSS 战，团灭简直没有悬念。5只骷髅兵在莫离的指挥下，对隐藏 BOSS 发动了冲锋。-30，-30，一串数值从隐藏 BOSS 头上冒了出来。骷髅兵的平砍造成了惊人的30伤害。要知道，面对3区 BOSS， 骷髅兵平砍一刀只能造成区5点伤害。这说明一个问题，这个隐藏 BOSS 的物防很低。轰轰！冲锋的骷髅兵对 BOSS 造成伤害，拉稳仇恨后，剩下的骷髅兵进行了一轮齐射。-10，火球术造成的伤害数值从隐藏 BOSS 头上冒出。逆天，这绝对是火球术造成伤害最低的一次。莫离看了一眼隐藏 BOSS 的血条，狗头人矿老板，生命值11400-12000，精神值6000，还好，血量不算离谱。莫离立即改变指令，命令骷髅兵停止施法，改用近身平砍。可惜，尽管这个隐藏 BOSS 的体型已经很大了，但他的身边只能勉强挤下15只骷髅兵进行近战攻击，剩下的35只骷髅兵只能再次开始读条释放火球术。合理，这个副本本来是5人本，就算是5近战的菜刀队也完全有站位空间，是我的召唤物太多了。莫离默默吐槽了一番。砰！狗头人矿老板释放了一个冻结术，成功控制住了站在后排正在释放治疗术的一个骷髅兵。砰！冻结术之后，又一个冰枪击中了那个骷髅兵。-100！卧槽！莫离惊了，这个伤害看起来不高，毕竟骷髅兵的血量高达离谱的5050，这点伤害只能算刮痧。可这种控制治疗并且优先攻击治疗的行为是团队副本里面的 BOSS 才会有的行为，怎么就出现在5人副本的 BOSS 身上了？如果是普通5人小队面对这个 BOSS， 刚才那一下绝对会让整个小队手忙脚乱，汗流浃背。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最考验队伍的时候，100左右的伤害秒杀不了治疗，只会让治疗血量见底。大多数经验不够的治疗会立即开始读条给自己加血，这个时候 BOSS 就会立即攻击队伍的坦克职业，很容易治疗职业来不及给坦克职业加血，导致坦克职业被击杀。坦克职业一倒，等待队伍的就是团灭。果然，就和莫离预料的一样， BOSS 在攻击了一次后排，立即就把目标换成了前排，和团队 BOSS 的行为模式简直一模一样。莫离顿时内心狂喜，因为这种 BOSS100%会出一件卓越品质的装备，
装备一共6个等级：普通、精良、稀有、卓越、史诗、传说。在前期最高品质就是稀有。在莫离的印象里，上一世第一件卓越品质的装备是星辰公会在30级的副本血色修道院的官邸 BOSS 打到的，没有比30级更低的了。当时玩家们都推测30级可能就是卓越品质装备的最低门槛，现在看来并不是，10级开始就有卓越品质的装备。那么20级呢？20级对应的副本会不会也有？趁着骷髅兵攻击隐藏 BOSS 的时间，莫离陷入了思考。15级以下5分钟之内通关死亡矿井，这个限制条件太苛刻了。莫离可以肯定，上一世肯定没有玩家可以达到。15级是大部分玩家第一次尝试挑战死亡矿井的等级，磕磕绊绊打一下午能通关都算成功。等大家都熟练了之后，大部分玩家可以做到半个小时内通关。要进入速通榜10分钟的限制，要等到玩家等级再高一些。莫离记得上一世死亡矿井的速通榜第1名是19级的一支队伍，通关时间是8点19分秒。不仅等级限制超过了，离5分钟的限制也还差得远。19级就是极限了，玩家一旦到达20级，和副本的等级差达到10级，就无法进入速通榜。这个设置是合理的，否则来个99级的玩家一身神装碾压通关，副本速通榜还有什么意义？莫离摸了下巴，琢磨了一下，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每一个副本都有这样的隐藏 BOSS， 可以看作是对速通的奖励。还可以更大胆一点，其他排行榜是不是也有这种类似的奖励？只不过上一世玩家都太菜了，根本没有触发。又或者是有人达到条件触发了奖励，不过都守口如瓶，根本没有往外透露半点信息，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很有可能，这可以完美解释曾经一直困扰大部分玩家的一个问题：各种排行榜除了带给上榜的玩家名誉、荣耀之外，还能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好处？现在莫离知道好处是什么了，好处就在眼前。这一刻，莫离脑子里闪过了许多念头，最后都归为一个念头：必须把能上的排行榜全上一遍，并且必须要以一个离谱的记录上榜。荣誉名声什么的无所谓，关键是看能不能拿到像眼前这样的奖励。第37章，隐藏 BOSS， 隐藏宝藏罢了。轰轰！莫离思考问题的时候，骷髅兵并没有停下对隐藏 BOSS 的攻击。突然，莫离遭受到了 BOSS 的一次攻击，负200。莫离急忙看了一眼系统提示，造成伤害的是 BOSS 的冲击波技能。莫离感觉有点奇怪，在初期各个职业的保命手段都很少，面对这种范围伤害只能硬吃。300点伤害足以秒杀10几级的法系职业和治疗职业，法系职业和治疗职业一死，队伍很快就会迎来团灭。眼前这只 BOSS 真的是给10几级的队伍杀的。莫离再次确认了一下狗头人矿老板的等级，是10级没错，可是这伤害是不是太离谱了一点？按照系统提示，触发这个 BOSS 需要在15级以下5分钟内通关死亡矿井，也就是说队伍里等级最高玩家只能是14级。14级的法系和治疗绝对会被这一波伤害秒杀。从莫离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个伤害自然是无关紧要。莫离有神级被动精神成伤，受到的伤害都会优先扣除精神值，而莫离现在的精神值高达1615点，吃上5次这样的伤害都绰绰有余。可是莫离准备之后同星辰公会合作，要带星辰的会员来通关死亡矿井，这个 BOSS 自然可以作为额外的收费项目。到时候 BOSS 来一发冲击波，把星辰公会4个人全秒了，那场面可就不太好看了。既然都收钱了，自然要让星辰公会的人站着通关死亡矿井，人躺在地上通关，那不成了砸招牌了？更何况研究如何攻略 BOSS 本来就是神眼里的一大乐趣，这个技能必须弄清楚。想到这里，莫离立即命令一部分骷髅兵停止输出，给 BOSS 留出下一轮释放冲击波的时间，避免冲击波还没等到 BOSS 就已经被击杀了。集中、分散、跑位是神眼里最基础的3种应对办法。在莫离的指挥下，4只骷髅兵很快站到了莫离身边，尝试一下集中站位分摊伤害。 BOSS 攻击了一会近战范围的骷髅兵后，突然一抬手，一道冲击波以 BOSS 为中心快速散开。莫离看了一眼自己受到的伤害提示，负60，看来我猜的没错，果然需要集中站位平摊伤害，这就是经验的重要性。在神眼里，各种各样的 BOSS 见多了，自然会获得很丰富的应对经验。经验丰富的玩家遇到一个没见过的技能，很快就能找到应对办法。找到应对冲击波的办法后，莫离立即下令所有骷髅兵全力攻击 BOSS。BOSS 很快就在50只骷髅兵的狂轰滥炸之下被清空了生命值。叮！恭喜玩家等级达到9级。看到这条系统提示后，莫离心里一喜，
隐藏 BOSS 提供的经验比预想中的要高得多，居然直接升级了。莫里把巅峰等级提供的额外40点属性点全加到精神上，然后看了一眼属性面板，等级9，巅峰等级9，力量26，敏捷26，体质69，精神560，生命值红169，精神值蓝1780，召唤物数量156，召唤物数量等于精神10。装备效果：每秒恢复精神属性数字1%的精神值，使你的召唤物造成的伤害提高10%。精神属性直接来到了恐怖的560点，而9级的普通法系职业只有150点，算上装备加成也很难超过200点精神属性，绝对是遥遥领先。速通记录应该还可以提升一些。看着豪华的属性面板，莫离心里有些小激动，不仅仅是因为只有9级，精神属性就高达560，精神值高达1780。玩家达到10之后，法系职业的精神值就会升级为魔法值。现在每一点精神属性可以提供3点精神值，升级为魔法值后，每一点精神属性可以提供5点魔法值。到时候可以获得一个非常大的提升，魔法值可以超过3000点。而这3000点魔法值对莫离来说又是生命值，不考虑额外的碾压伤害的话，这个血量可以说是一个绝对不会被秒杀的血量。莫离已经在考虑到时候把死亡矿井3个区的所有小怪和 BOSS 拉到一起，直接来一个一波击杀，创造一个其他玩家想都不敢想的速通记录。关闭属性面板后，莫离来到狗头人矿老板尸体旁边清点战利品。第一件装备就让莫离有点激动，名称：矿老板的账本，品质：稀有物品，部位：副手，体质加30，精神加30，需求等级10，效果：使你的技能效果提升10%。法系职业的武器分2种，双手武器和单手武器。装备双手武器时只能装备1把，装备单手武器时还可以装备一个副手物品。不管是白银之手还是10级才能装备的鱼人的嚎叫法杖，都是单手武器。也就是说，莫离还可以装备一个副手物品。在莫离的记忆里，20级之前就没看过谁装备副手物品。玩家比较公认的是20级副本隐牙城堡才会出法系的第一个副手物品。现在看来，不是20级之前没有副手物品，是玩家没有击杀过这个隐藏 BOSS。这个副手物品的属性也非常不错，10级装备上直接用到20级，换隐牙城堡出的那个副手绰绰有余。收好第一件物品后，莫离看了一眼第二件战利品，名称：矿老板金戒指，品质：卓越，部位：饰品，体质：加45，精神：加45，需求等级10，效果：每秒恢复精神属性数字3%的精神值。看着最后那条效果，莫离感觉有些小激动。本来还有点担心升到10级，精神值升级为魔法值，数值暴涨，回蓝有些跟不上。万万没想到，豪爽的矿老板立即就送来了一枚金戒指，而且居然还是卓越品质，效果比红宝石戒指高出一大截，简直堪称及时雨。莫离把戒指收好后，又看了一眼第3件装备，名称：矿老板的火枪，伤害10-21，速度2.0秒每次，品质：稀有，部位：武器，体质加45，敏捷加45，需求等级10，效果：对目标造成伤害时，会对目标造成30%的减速效果。这把武器对于猎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装备。莫离敢肯定，20级之前肯定弄不到比这把猎枪更好的猎人武器了。更重要的是，这个 BOSS 爆出的3件装备居然是2件稀有，1件卓越，简直就是宝藏 BOSS。莫离感觉有必要认真考虑一下击杀这个 BOSS 的价钱了。这个 BOSS 比整个死亡矿井3个 BOSS 的价值还高，并且除了莫离之外，没有人能触发隐藏 BOSS， 这可是独家生意。莫离已经有些迫不及待要狠狠宰上星辰工会一刀了。星辰工会的会长叶星据说为人豪爽，不拘小节，肯定愿意为了这个 BOSS 买单。第38章，打脸往往都来得很快。星辰工会会长叶星看时间差不多了，让工会成员都下线之后，叶星也退出游戏，准备先休息一下，等睡醒了再战。神颜是通过一个特殊手环登录游戏的，官方特别说明了游戏有独家验证方案，杜绝带肝这个让大部分玩家深恶痛绝的现象。星辰工会在游戏开服后不死心的试过一些手段，最后很无奈的发现，无论怎么操作，叶星登录进游戏后就只会是叶星，其他人根本没办法登录叶星的账号，最后也只能无奈放弃。叶星刚洗漱完，还没来得及吃东西，手机就响了起来，是林诗涵打来的，电话很快接通。什么？
那个位神秘玩家说可以带我们星辰公会的人。苏尔是这么说的，他还建议我们好好考虑一下，不要急着拒绝。那位神秘玩家没听说过星辰公会吧？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我和苏尔的关系你也知道一些，他肯定不会坑我。我说诗涵，这不是苏尔有没有坑你的问题，他和那位神秘玩家也谈不上多熟吧？怎么就笃定神秘玩家真的可以带我们星辰公会的人？手机那边的林诗涵沉默了一下，似乎在组织措辞。苏尔说他帮我联系那位神秘玩家的时候，人家还在死亡矿井练级呢。什么？你没开玩笑？这次换叶星沉默了，不过他不是在组织措辞，而是真的被震惊到了。副本练级要什么样的疯子才干得出这种事？不，应该说要什么变态属性的人物才能在副本练级，还他妈是单人，至少也要达到击杀一只副本怪物的时间等于击杀一只野外怪物的时间吧。死亡矿井那可是10级的副本，副本里面的10级怪物比野外的10级怪物血量不知道高了几倍，而且副本怪物还有更高的攻击力和更高的防御力。最大的难度还不是这些，副本怪物和野外的怪物不一样，在野外你打一只怪物一般就只有一只怪物，在副本你打一只怪物最少都会吸引到2、3只怪物进入战斗，多的时候甚至有7、8只怪物加入战斗，难度不知道翻了多少倍。在死亡矿井里练级到底要多变态的属性？叶星突然有点理解那位神秘玩家为什么这么有底气了。如果他真的是在死亡矿井里练级，他确实有这个资本。叶星在心里盘算了一下，感觉这件事多少有一点可行性。不过让一个人带着通关死亡矿井，星辰公会的脸面有些放不下。我们先不急着拒绝，先让我考虑一下。我也是这个意思。苏尔再三强调，就算不合作也不要把关系弄僵了。那是自然，多个朋友多条。咦，王吉的电话，你等一下，先别挂。叶星有些奇怪的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王吉是星辰公会的主力战士，大家下线的时候他还没出新手村，这个时候他应该在新手村练级才对，怎么有空下线打电话？电话接通后立即传来了一个粗狂的声音，会长，出大事了，快叫大家上线，现在还睡什么觉？怎么睡得着觉的？什么事情？咋咋呼呼的？就在刚才，死亡矿井被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速通了。什么？速通？叶星顿时被搞得满头问号。手机那边的王吉直接跳过了其他内容，先说出了重点。那位神秘玩家以4分钟31秒的成绩解锁了死亡矿井速通榜。你确认没看错，把40分钟看成4分钟。会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你登录上来看一眼不就知道了。这一刻，叶星的内心其实是拒绝的。堂堂星辰公会会长，在神眼里和星辰公会的核心成员奋战了一个通宵，好不容易才升到5级，走出新手村。叶星现在5分钟杀10只5级的怪，基本上就是极限了，还必须一只一只的杀。如果是10只怪物一起上，死的就是叶星。刚才叶星还在质疑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怀疑他没有能力带星辰公会的成员通关死亡矿井，万万没想到打脸来的这么快，人家不到5分钟就通关死亡矿井了，带4个在一边喊666的队员，有难度吗？这就是人家底气。不过作为会长，这件事他必须马上要面对，并且马上就要处理。你先别慌，我联系一下其他人，让他们都上线，开个会。叶星说完之后，立即把电话切到林诗涵那边。还在？在的，怎么了？你说那位神秘玩家愿意带我们通关死亡矿井，代价是什么？怎么收费？会长，你怎么突然变脸了？算了，等一下你也上线，我们上线开个会。啊，我都躺床上了。我知道了。林诗涵那边抱怨了一句，不过也知道叶星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弯，肯定是有事发生，也没有推脱，应承了下来。结束和林诗涵的通话后，叶星拿着手机继续联系工会的其他成员。没办法，因为是通宵，考虑到第2天大家都需要休息，核心成员都在各自家里，没有集中到星辰基地，只能一个一个的联系。与此同时，王朝工会的人核心成员在神眼里聚到了一起。会长曹志首先发言，刚才的速通通告都看到了吧，说说你们的想法吧。会长，我有理由怀疑这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是神眼官方的托。我也是这样想的，我认为我们没必要太在意这个官方托。现在我们单人5分钟只能杀10只怪，还要一只一只的杀，3、5只怪物同时上，就要考虑跑路了。糊涂！曹志有些失望的呵斥了一声。他先前已经氪金过了，抽到了一个普通天赋，2个被动天赋。虽然提升是肉眼可见的，那更好的天赋和被动呢？提升肯定会更大。
曹志相信那位神秘玩家就是通过氪金抽到了非常逆天的天赋和被动，所以才有现在如此逆天的表现，根本不存在什么官方托。氪金使人变强，人家氪金了，人家变强了，这件事合理，有什么好奇怪的？第39章，速通记录再次刷新，天下第一公会开始慌了。曹志看着眼前这些王朝公会的核心成员，心里明白也不能全怪他们。经过了一个通宵的奋战，大家对神岩的难度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知，特别是这个团队亲自挑战过新手村里的精英古地虎，对神岩里的精英怪到底是个什么强度，比谁都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确实很难想象出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到底是怎么通关10级死亡矿井的，而且还是以一个大家都无法理解的速度速通了10级副本死亡矿井。要知道，王朝公会的核心成员现在杀一个普通的5级怪物都没那么利索，对比之下，大家确实很难接受这个事实。王朝公会的核心成员面对一次又一次全服通告，早就没有了昨天晚上的锐气。曹志感觉这样下去不行，必须要让大家重拾信心。大家也不要泄气，昨晚开服本来只是试水氪金，氪金度不够是事实，人家氪的比我们多，强是正常的。会长说的有理，现在玩游戏哪有不氪金的？不氪金怎么变强？对，现在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领先只是暂时的，我们一定可以反超他。会长，我有小道消息，听说星辰公会的已经在调集资金，准备先氪100万，我们也不能落后。对，既然已经决定从天下那边迁移过来，我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曹志看到公会成员纷纷重新燃起了斗志，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我会尽快抽调资金，加大氪金力度，我们王朝公会这点钱还是能拿出来的。就在曹志和公会成员一起畅想未来的时候，又一条全服公告弹出：叮！恭喜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速通死亡矿井等级9级，通关时间3点41分。这一次连曹志都有点绷不住了，这才多长时间，怎么记录又刷新了？而且通关时间一次性就缩短了50秒时间，实在是太夸张了。会长，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等级又提升了1级，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通关副本，升级快也正常。他这是完全把死亡矿井副本当成练级刷怪的点了呀！会长，我提议我们应该赶紧想办法和他取得联系，请他带我们下死亡矿井。之前不是说找苏尔帮忙联系吗？问题是我们没有苏尔的线下联系方式，只能在天下里给他发消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不好，我记得星辰公会里的那个林诗涵和苏尔是闺蜜来着，星辰那边会不会已经联系上这位神秘玩家了？很有可能，他现在刷记录，搞不好就是在给星辰秀肌肉。空气顿时安静下来，气氛又变得有些压抑。都是大公会的人，对大公会里的各种手段自然清楚，都不提星辰公会能不能招揽到这位神秘玩家，只需要请到这位玩家当大腿，在前期一路带着星辰公会的人飞，最多10天半个月，星辰公会的人就可以把王朝公会的人远远甩到身后。到时候拿什么去和星辰竞争？氪金。星辰公会作为天下里数1数2的公会，和王朝公会一样财大气粗，在氪金这方面2个公会处于同一起跑线。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现在反而成为了影响前期竞争的关键。可是现在星辰公会的人很有可能通过苏尔联系到了这位神秘玩家，王朝公会可能已经落后了。曹志本来不慌，现在开始慌了。你们不要急，我马上就下线去找关系，想办法联系苏尔。新手村昨晚奋战了一个通宵的玩家大部分都已经下线睡觉去了，现在在新手村的玩家大部分还是早上刚上线的萌新。叮！恭喜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速通死亡矿井等级9级，通关时间3点41分。看到这条全服通告后，萌新都是一脸懵逼，什么玩意？3分41秒，我特么杀只1级的鸡都要2分钟。死亡矿井里是只有1只怪吗？不是说10级才能进死亡矿井吗？怎么9级就速通了？系统出 bug 了？面对萌新的一脸懵逼，有少量还没下线的通宵玩家终于找到了一点优越感。你们就是太年轻，没有经历过昨晚上全服通告的洗礼，就是没有感受过被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支配的恐惧。大佬，求解释！首杀新手村5级精英古地虎，首杀精英狗人头，首杀精英鱼人 BOSS， 首次通关死亡矿井副本，速通死亡矿井，都是他！卧槽，离谱！大佬，我看通告里都是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怎么就确定是同一个人了？只有他击杀过新手村里那只精英古地虎，王朝公会听过吧？当然，天下第一公会吗？玩过，
天下的都知道，王朝工会的10几个人被精英古地虎团灭，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啊，怪物强度这么离谱的吗？你要不信，等4级的时候可以去尝试摸一下精英古地虎的屁股。信，当然信。就是说，除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之外，没有人有能力击杀5级的精英怪，至少现在没有。所以更高级别的精英只有可能是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击杀的，明白？不会是官方的托吧？用来刺激我们的？不可能！你见过哪家官方托稿这么离谱吗？这以我看，就是哪位重度氪金玩家氪了上百万，抽到什么好东西了？不像重度氪金玩家，怎么可能会放弃这么好的装逼机会，把名字隐藏了？对，人家苏尔就没隐藏名字。什么？是我知道的那个天下第一美女苏尔吗？怎么还有她的事？哦，你们来的迟，没看到狗头人精英首杀的全服通告，那次就有苏尔。卧槽！我一时之间居然不知道该羡慕谁。马德，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是吧？夺妻之恨，不共戴天。做什么白日梦呢？来个尿黄的滋醒他。第40章，2大工会的抢人大战开始了。叶星花了一些时间，逐一联系刚下线的工会核心成员。星辰工会的所有成员终于在神岩重新聚集到一起。会长也不是这么折腾人的吧？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不能等下午大家睡醒了再说吗？是啊，我刚梦到我在死亡矿井杀到最后一个 BOSS， 就被手机吵醒了。行了，大家都别抱怨了，确实有重要的事，必须现在商议。叶星摆了摆手，打断了工会成员的抱怨，直接切入正题。你们先看一看系统的全服通告，有人上线要晚一些，应该错过了。什么？又有全服通告？那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又整什么新活了？不是已经通关死亡矿井了吗？难不成他通关了20级的隐牙城堡？我不信！就在星辰工会成员半信半疑的时候，一条全服通关很合时宜的弹了出来。叮！恭喜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速通死亡矿井，等级9级，通关时间3点41分。这条通告一出来，立即引起了大家的一阵惊呼。会长，你让我们上线，不会就是为了让我们看这个的吧？昨天晚上已经受了一晚上刺激了，何必还要把大家聚一起再受一次刺激？我没看错吧？死亡矿井3分41秒速通，这比我杀几只普通怪还快。得，会长本来是让你们看上一条通告的，现在有新的通告了，上一条也不用看了。上一条是8级死亡矿井速通4分31秒。卧槽！我怎么感觉8级这个记录还要恐怖一点？叶星轻咳了一声，打断了工会成员的讨论。我推测这还不是这位神秘玩家的极限，毕竟才尝试了2次而已。这就是我让你们都上线的主要原因。会长，这个速通记录除了打击一下我们的自信心，也没什么用吧？苏尔那边回话了，这位神秘玩家愿意和我们合作，带我们星辰的人下死亡矿井。什么？还有这种好事？怎么收费的？会长，我愿意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先给你们排排雷。工会成员的反应基本在叶星的预料之中。大工会里的成员看重的是后期的各种资源争夺以及各种排行榜和记录，至于前期快速过渡期，自然是怎么快怎么来。唯一有点拉不下这个脸的，可能就只有身为星辰工会会长的叶星。不过事情都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了，拉不下脸也必须要拉下脸。现在旁边有一个虎视眈眈的王朝工会，星辰工会借着林诗涵的面子，提前和那位神秘玩家搭上线了。不赶快做决定，万一被王朝工会截胡了，到时候恐怕就要追悔莫及。你们的心思我都明白，那位神秘玩家的意思是酬劳只收神岩的游戏币，这要求有点古怪啊。现在是初期，我们到哪去弄那么多神岩的游戏币？具体的收费标准还没谈，不过肯定不便宜，所以我才召大家来商议一下这件事。会长，你是想说找那些工作室买金吧？意思就是要削减氪金额度，拿一部分钱去收购金币。没错，我们星辰自己的工作室人数有限，前期肯定供应不上。讨论一下陷入了沉默，大家都在权衡其中的利弊。叶星也不急，星辰工会虽然财大气粗，不过也不能乱来，这件事必须要经过大家的商议。游戏初期的开荒阶段，游戏币的价钱非常高，上线之前叶星找几个熟悉的工作室问过，现在找他们买神岩的金币价格是10块钱1金币，第一天的兑换率就是这么离谱，可能等到第2天会降一些，第3天又降一些。不过根据经验来看，在未来几个月里，神岩的金币兑换率都不会低于2块钱1金币。这种情况下，叶星情愿那位神秘玩家收现金，可以省很多麻烦的环节。可惜那位星辰工会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星辰工会想要合作，就必须按照要求来。几分钟后，会长，
我认为你说的方案可行，氪金抽奖这种事的概率大家都清楚，把钱花在实打实的提升上更靠谱。我也同意，听说王朝的曹植氪了20万，只有普通天赋和被动，提升一般般。这事我也听说了，反正氪金抽奖一直有，可是神秘玩家的合作错过了就没有了。神秘玩家特别要求只收神岩里的金币，搞不好和他的天赋有关系。如果我们没和他合作，他跑去和王朝工会合作，我们损失更大。有道理，我就听说过不少游戏，人物强度和人物背包里的钱有直接关系的，我们不能把机会让给王朝工会的人。我也同意。参与这次会议的星辰工会成员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叶星有些抱歉地看了一眼林诗涵，恐怕又要麻烦你去联系一下了。自家工会的事，我麻烦什么？关键是人家苏尔，就不能等下午的时候再去联系吗？不行，等这么久，万一王朝工会的人和神秘玩家搭上线了呢？叶星确实有点急。带人下副本这件事，同一时间段带了星辰工会的人就没办法带王朝工会的人，带了王朝工会的人自然也就没办法带星辰工会的人。这就是很纯粹的有你没我的竞争关系，随便哪一方和神秘玩家达成合作关系，另一方就只能干瞪眼，眼睁睁地看着被遥遥领先，所以绝对不能让王朝工会的人捷足先登。林诗涵扫视了一圈工会的核心成员，发现他们一个个的都眼神真切地看着自己。这一刻，他似乎成了全村不全工会的希望。行了行了，真是怕了你们了，我这就去联系，行了吧？林诗涵有些无奈地嘟囔了一句，然后退出了游戏。第41章，来自星辰工会的见面请求。苏尔做了一个梦，他梦到莫离被精英狗头人追得满地跑，然后他闪亮登场，一举击杀了精英狗头人，把莫离从精英狗头人的追杀中救了出来，上演了一段美女救英雄的戏码。就在莫离要向苏尔表白的时候，苏尔被万恶的手机铃声吵醒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苏尔撇了撇嘴，气鼓鼓地抱怨了一句，这才拿起手机看了一眼，然后接通了电话。林诗涵，你知不知道扰人清梦是什么性质的事情？10万火急，我也不想的。什么事？尽管苏尔心里有怨气，不过还是打算先听一听林诗涵到底有什么10万火急的事。如果不是说的那么严重的话，再好好和林诗涵算账。那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刚才刷新了死亡矿井速通记录，9级3分41秒。什么？苏尔再次来了个垂死病中惊坐起，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他明明记得之前帮林诗涵去联系莫离时，莫离才7级，怎么就9级了？还有速通死亡矿井是怎么回事？3分41秒又是怎么回事？这一刻，苏尔甚至有点怀疑自己不是睡了一小会然后做了个美梦，而是直接睡死了，睡了几天几夜。什么什么的，就是字面意思。哦，对了，你没睡死，现在才9点多。林诗涵非常善解人意地提醒了一下苏尔。两人都沉默了一会，苏尔睡意全无，可整个人有些懵，缓了好一会才从震惊中缓过来。林诗涵，你不会特意为了刺激我才打电话的吧？说吧，到底有什么事？星辰工会决定和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合作，要麻烦你联系一下。就这点破事，不能等我睡醒了再说吗？我看你就是为了来刺激我的。不是还有一个王朝工会吗？会长怕被王朝工会捷足先登了。苏尔差点被气笑了。他是机缘巧合之下，通过 NPC 指引才找到莫离的。后来莫离一直在死亡矿井里，其他玩家现在的等级根本进不去。现在神眼里和莫离有接触的就只有他一个人。王朝工会的人想找莫离，肯定要先找他。星辰工会这一次真是关心则乱。林诗涵，你平时挺聪明的，怎么今天突然变笨了？王朝工会想联系人家，不还得找我吗？哎呀，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大家都快被一次又一次的全服通道打击懵了。你醒都醒了，就帮帮忙吧。行了，怕了你了，我这就上线帮你看看人还在不在。苏尔最后还是应承了下来，决定上线看一眼，因为他心里对莫离也好奇的要死。别人练级都是越来越慢，这莫离练级怎么越来越快了？居然还速通了死亡矿井！轰！在莫离的指挥下，骷髅兵对隐藏 BOSS 发动了又一轮齐射，清空了隐藏 BOSS 的生命值。莫离快速查看了一下隐藏 BOSS 爆出的战利品，可惜没有法系能用的东西，看来是我过分贪心了。莫离自嘲了一句，在10级 BOSS 身上弄到一件卓越品质的装备，已经是上一世闻所未闻的事情了，还指望隐藏 BOSS 出第2件法系的卓越品质装备，确实不太现实。几轮刷下来，莫离对死亡矿井的隐藏 BOSS 的掉落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隐藏 BOSS 一共出4件卓越品质的装备，分别对应坦克、近战、法系、物理远程。
稀有品质的装备也是这个情况。也就是说，每个职业可以在这个隐藏 BOSS 身上搞到2件装备，一件卓越品质，一件稀有品质。相对于死亡矿井的其他3个 BOSS， 已经算非常丰厚的奖励了。莫离看了一眼自己的经验条，还差一半就可以升到10级，差不多就是再刷5次死亡矿井2、3区。死亡矿井1区，在刷新了速通记录之后，莫离就暂时放弃了。只刷2、3区的效率比1、2、3区通刷的效率更高，而且不刷1区就不会触发速通记录，免得一直出现在全服通告里。3分41秒已经足够傲视群雄了，没必要一直去刷新自己的记录。叮！就在莫离准备退出死亡矿井重置副本时，收到了苏尔发来的私信：你真的不用睡觉的吗？怎么就9级了？你可以叫我干弟，不干到10级不下线。什么？你快10级了？马马虎虎差不多吧？你不是下线睡觉去了？怎么又上线了？莫离多少还是有点奇怪的。苏尔下线上线已经是梅开2度了，用得着这样折腾吗？不过让莫离感觉很舒服的是，苏尔2次上线都没有开口提过让莫离带他，看得出来他确实是一位很会把握分寸的聪明人，不会引起人的反感。和那些在游戏里仗着自己是女玩家就各种作妖的妖艳贱货不一样。还不是你的事，星辰那边答应和你合作了，就按你的条件来，你要不要和他们见一面？现在吗？如果能现在见面最好。好，你告诉他们到暴风城北面的云天湖，那里是10级的怪物，入口外围等就行了。莫离考虑了一下，立即又加了一句：你也一起来吧。我去干嘛？我又不收中介费，林诗涵是我好姐妹，我才帮忙的。那里有一个精英 BOSS， 如果出了你能用的装备，算是我的一点谢意吧。莫离需要从现在开始就囤积大量的神岩、金币，让自己直接赢在起跑线。这一步肯定绕不过入驻神岩的各大公会。现在起手就和星辰公会联系上，苏尔功不可没，送点装备合情合理。现在把关系搞好了，指不定以后他还能多帮忙联系几家大公会。毕竟苏尔可是鼎鼎大名的天下第一美女，人脉关系那是非常恐怖的。苏尔也不扭捏，痛快地答应了下来。两人很快就商议好见面的一些细节。和苏尔商议好后，莫离收回了一部分骷髅兵。这次赴会，莫离准备隐藏一部分实力，只带30只骷髅兵，来一个单刀赴会，然后当着星辰公会的面击杀一次鱼人 BOSS， 让星辰公会的人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强大。完成了这些之后，再来谈具体合作事宜，有了足够的威慑力，才能长久愉快地合作下去。第42章，给星辰公会一点小小的震撼。13个5级玩家战战兢兢地出现在云天湖外围的入口，他们正是星辰公会的核心成员。因为周围都是10级的怪物，他们连说话都不敢太大声，唯恐吸引到怪物的仇恨。苏尔他没搞错吧？和那位神秘玩家见面，怎么会选这种地方？周围全是10级的怪物，引到1只，我们这些人还能尝试杀一下；引到2只，恐怕得团灭。林诗涵大小姐，是不是你听错了？我呸！我才18，你当我耳聋吗？暴风城北面云天湖入口就这么一个位置，指路牌还在那呢。林诗涵指了指旁边的指路牌，上面赫然写着云天湖入口。来之前，星辰公会的成员在暴风城找 NPC 打听过了，暴风城北面确实只有一个云天湖，并且入口只有一个，从其他方向进入就需要穿过危险的森林，应该就是这里，不会出错。叶星打量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他也很疑惑，在暴风城见面不好吗？为什么偏偏要选这里？太危险了。虽然说神岩里玩家死亡不会掉经验或者装备之类的，可是复活跑路也要花时间的。不过现在是星辰公会求着人家合作的时候，根本没有说不的权利，叶星也只能忍了。对了，你不是说苏尔也会过来吗？他人呢？应该快了。林诗涵刚说完，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视野中。如果在别的游戏里，他可能没办法一眼认出来，可在神岩里，游戏里的人物是根据玩家的外表生成的。林诗涵一眼就认出那是苏尔。很快，苏尔来到了星辰公会的位置，简单的和公会成员打过招呼后，被林诗涵拉到了一边。我说苏尔，你看看这里像是见面商量事情的地方吗？怎么，你有意见？有意见你也憋着。你到底站哪边的？林诗涵挑了挑眉，瞪了苏尔一眼。苏尔也不甘示弱的回瞪了一眼。我实话告诉你吧，你们有福了，这里面有一只鱼人 BOSS。 鱼人 BOSS 关我们什么？等一下，那位神秘玩家要带着我们击杀鱼人 BOSS， 你说呢？合作之前先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这不是常规操作。不是，我们这么多人，这里怪物等级又高，很容易引到怪的，死人了怎么办？
你就放心吧，肯定不会死人的。苏尔想起莫离那支骷髅兵大军，忍不住嘴角上扬。25支骷髅兵完全可以快速把附近离一遍，清理出一个安全区域，然后星辰工会的人就可以待在安全区域里喊666了。哪来的危险？苏尔已经开始期待等一会林诗涵看到那支骷髅兵大军出现，目瞪口呆的样子了。星辰工会的人在云天湖等了大约10几分钟，突然，远处传来了沉重脚步声。从脚步声的数量来看，至少也是20-30人的规模。叶星顿时紧张起来，工会成员的反应也很快，大家都立即进入了警戒状态。很快，一支由30支骷髅兵组成的部队出现在星辰工会成员的视野中。苏尔立即拍了拍手，都放下武器，是正主来了。这支骷髅兵部队停在了星辰工会成员的位置附近。莫离从骷髅兵部队的后方走了出来。抱歉，安全起见，我先清理一下附近的怪物。随着莫离话音一落，30支骷髅兵像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开始分头行头，击杀附近的怪物。9级的骷髅兵全属性已经达到了560，不管是近战还是火球术，已经可以秒杀10级的普通怪物了。林诗涵看着刚才还危机四伏的云天湖入口位置，眨眼之间清理出了一片安全区域，一时之间居然不知道说什么好。展示实力，下马威，人还挺帅的。不，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些骷髅兵到底是什么情况？明明是10级的怪物，甚至比9级的骷髅兵还要高一级，可是这些怪物在面对这些骷髅兵时，为什么只有被秒杀的份？这些召唤物的属性到底有多变态？林诗涵突然有点理解莫离为什么可以速通死亡矿井了。有这样一支亡灵大军，凭什么不能速通？在苏尔的介绍下，莫离来到星辰工会会长叶星面前。我叫莫离，其他的我们先不谈，这里有一只鱼人 BOSS， 我们先击杀了再说。就是之前你手杀的那只鱼人 BOSS。 没错，就是那一只。在我们谈合作之前，我认为你们有必要先知道神眼里精英怪物的强度，有理，不然很难达成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叶星点了点头。一个精英或者 BOSS 怪物，它的击杀难度自然和价格成正比，这个道理在哪个游戏里都一样。莫离这个做法还是很公道的，至少没有因为垄断就闭眼乱开价。莫离通过组队系统很快就把所有人都拉进了同一个团队，紧接着就更改了战利品分配方式。战利品分配方式被设定为队长分配。我答应苏尔，如果鱼人 BOSS 出了他可以用的装备，就送给他作为这次前线的报酬，你们没意见吧？当然，我们这一次主要是观战吧，所有物品的处置权都归你，合理。也不能这么说，经验你们还是能分不少的，就当是见面礼了。那我们就却之不恭了。叶星也很爽快，有了这次见面，即便是买卖不成，大家也算是交了个朋友。现在欠了莫离的，以后才更有借口和莫离联系，还他人情。人情这东西不外乎就是你来我往，来往的次数多了，自然就熟络起来了。我只强调一点，等一下出发，都站在我的后方，不要乱跑，我保证你们不会出事。你放心，在场的都是天下的老玩家了，这点意识还是有的。那好，我们出发。在莫离的指挥下，30支骷髅兵，4支留在人群中充当护卫，剩下的26支开始在前方清理10级的鱼人怪物。这就是大佬带飞的感觉吗？林诗涵在莫离身后小声嘀咕了一句，现在经验上涨的速度明显比他自己杀怪来得快。要知道，这可是15个人平分经验，林诗涵都不敢想，如果是一个人独享，经验的上涨速度有多快。第43章，所有人就位，准备开杀。苏尔在林诗涵身边撇了撇嘴，他怀疑莫离在藏拙。之前在暮色山谷击杀精英狗头人时，莫离就有25支骷髅兵了。要知道，莫离那个时候才5级而已，现在莫离已经9级了，怎么可能才30支骷髅兵？不说翻倍吧，40支骷髅兵应该有了吧？而且苏尔很敏锐地注意到，现在这些骷髅兵杀10级的普通鱼人几乎都是秒杀，在暮色山谷杀狗头人的时候可没这么利索。这说明什么？莫离这些骷髅兵不仅数量多了，属性也提高了。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等一会有你惊讶的。苏尔在林诗涵身边小声提醒了一句，现在撑死了也就是个开胃菜，等一会鱼人 BOSS 才是正餐。苏尔在暮色山谷沾了莫离的光，摸过几下10级的精英，对10级精英怪物的强度心里有数。可是星辰工会的人还没有遇到过精英，只知道莫离可以击杀精英，他们对神眼里的精英怪物强度一无所知。苏尔猜测莫离等一会肯定会让星辰工会的人摸一下鱼人 BOSS， 让他们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有多大。莫离走在前面，听到苏尔的话挑了挑眉，真是聪慧的女子，居然就看穿自己的想法了。莫离回头给苏尔使了一个眼色，
苏尔很快领会到莫离的意思，加快脚步走到莫离身边。有事？你猜到我一会要让他们摸鱼人 boss 了？不难猜吧？不然你把他们叫来这里做什么？对了，你还认识其他工会的人吧？帮我介绍一下。星辰，工会还不够，我需要神岩里的金币，很多金币。现在是游戏初期，很显然，星辰工会一家不够。我估计王朝工会的人也会找你，我到时候帮你联系一下。那我就先谢过了。15个人又走了一段距离，莫离停下了脚步。各位，这里开始就有鱼人刺客，发动攻击前是隐身状态，我会让骷髅兵下暴风雪，各位集中一些，一定要走在暴风雪的范围里。莫离交代了一句后，立即指挥护卫骷髅兵开始轮流释放暴风雪，掩护队伍前进。鱼人刺客的隐身状态只要受到伤害就会失效，用暴风雪可以有效解决鱼人刺客的威胁。叶星在队伍后面看得实在有些绷不住了。莫离召唤的这个骷髅兵、坦克、近战、法系样样精通，还有什么不行的？大概治疗不行吧？没看到骷髅兵放治疗术。不是，我感觉这里10级的怪物都打不动这些骷髅兵，有必要治疗吗？他这一支骷髅兵部队顶得上一支大公会的精锐部队了。不止，这些骷髅兵令行禁止，除了没玩家的灵性，大部分时间比玩家好使，玩家里犯蠢可不少。星辰工会的人围绕着莫离的骷髅兵展开各种讨论。苏尔和星辰工会的人想的不太一样，毕竟这支骷髅兵大军他早在暮色山谷就见过了，也早就震惊过了。让苏尔有点在意的是，莫离怎么知道这里有鱼人刺客的？如果说一般的怪物可以直接用眼睛看到，这种自带隐身的怪物不被先偷袭一下，要怎么提前发现？问题是莫离是死灵法师，是标准的法系职业，法系职业是出了名的脆皮职业。莫离上次来这里也就6级或者7级，才多少生命值，怎么可能吃一击10级鱼人刺客的偷袭而不死？苏尔目光最后落到了在轮流释放暴风雪的骷髅兵身上，难道是鱼人刺客不长眼，偷袭骷髅兵，没有偷袭莫离？苏尔犹豫了一会，最后还是放弃了去打探莫离秘密的想法。队伍又前进了一段距离，途中有不少鱼人刺客被骷髅兵释放的暴风雪从隐身状态砸出来，然后被其他骷髅兵火球术秒杀。看的星辰工会成员一阵冷汗，这种叫鱼人刺客的怪物，既然带着刺客的名字，偷袭这种攻击肯定有伤害加成。如果10级来这里练级的玩家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被偷袭一下，那画面实在太美，不敢想。偷袭之下，即便不死，恐怕都要丢半条命，然后就是手忙脚乱的被怪物击杀。莫离现在等于免费送了星辰工会一个情报，不止这一个情报，鱼人 BOSS 的位置以及要怎么击杀鱼人 BOSS， 这2个情报等一会星辰工会都会知道，相当于免费送了3个情报。叶星在队伍后方看了看莫离的背影，心里有些感慨，真是非同寻常的气度。唯一让叶星有点奇怪的是，为什么以前在其他游戏里没有听说过莫离？突然林诗涵很兴奋地说了一句我6级了。到这个时候，星辰工会的成员才注意到经验条上涨的速度远远比他们想象中快。叶星心里都有些佩服莫离，莫离实在太舍得下诱饵了，体验了大佬带飞的感觉，谁还能忍受得了一只杀怪的速度？就连叶星自己心里已经在盘算怎么收购金币，和莫离达成合作的事了。对于莫离这一招，叶星只能说高，实在是高。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路，队伍总算来到鱼人 BOSS 所在的山洞。莫离指挥骷髅兵排布好阵型后，转身面对星辰工会的成员。山洞里就是鱼人 BOSS， 攻击山洞里的任意一只鱼人怪物，山洞里的所有怪物都会进入战斗。这叶星惊了，他想了很多种可能，可这里的怪物毕竟只有10级，他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种可能，这击杀难度未免太大了一些。那么问题来了，莫离之前到底是怎么击杀的？苏尔和林诗涵有些好奇地往山洞里看了一眼，山洞深处的情况看不清楚，不过山洞口能看到的怪物加起来都超过10只了，里面的怪物肯定更多。在场的人脑子里都升起了一个念头，同时和几10只怪物作战，其中还有一只精英 BOSS， 这到底要怎么杀？果然只看全服通告只能看个大概，其中的难度不自己试一次根本不可能了解。莫离把众人的反应尽收眼底，很好，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你们放心，等一下战斗开始，你们还是和我站一起，等小怪都清理掉后，你们可以上去打 BOSS。 什么？我们也要参加战斗的吗？林诗涵惊呼了一声，说好的大佬带飞呢？怎么突然变卦了？第44章，叶星，我感觉我们又行了。苏尔有些无语的拉了一下林诗涵，她这个闺蜜什么都好，就是有时候一惊一乍的。来都来了，见到鱼人 BOSS， 怎么可能不让星辰工会的人上去摸一下？不摸一下
怎么知道鱼人 BOSS 的强度到底有多高？莫离已经很有厚道了，至少没有提出让星辰公会的人上去抗一下 BOSS 的伤害。据说王朝公会的血牛战士去抗5级精英古地虎，上去就被秒杀，没有任何花里胡哨，完全的伤害碾压。莫离扫视了一眼众人，除了林诗涵之外，其他人的表情都很平静，应该是接受了这个方案。在场的都是星辰公会的核心成员，甚至还有会长，一个个的肯定都是心高气傲的人，他们应该也想借这个机会掂量一下神岩里精英怪物的强度。放心，我的骷髅兵仇恨很稳，我让动手的时候，你们可以放心输出， BOSS 绝对不会转目标攻击你们的。莫离交代了一句后，也不再多言，直接指挥1支骷髅兵进山洞开怪。剩下的29只骷髅兵，4只留在原地，对队伍所在的位置轮流释放暴风雪，预防鱼人刺客偷袭。另外25只骷髅兵快速堵住了山洞口。哇啦哇啦，鱼人的吼叫声在山洞里回荡，山洞里的鱼人很快就被聚到了山洞口。在莫离的指挥下，骷髅兵一轮暴风雪瞬间就解决了山洞的普通鱼人。这个时候，山洞里的鱼人 BOSS 甚至还没有跑到山洞口，比上一次击杀时快了不知道多少，整个过程看起来冲击力十足。叶星悄悄抹了一把不存在的冷汗，恐怖，实在是太恐怖了。莫离9级，山洞里的怪物10级，如果忽略这1级等级差，按同等级杀怪效率来看，莫离几乎已经可以和他在天下里的那个极品号比拼一下了。要知道，那可是星辰公会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巨资打造出来的极品号，那可是星辰公会的门面。星辰公会的其他成员也是目瞪口呆，看到莫离的骷髅兵释放暴风雪时，他们有想过把怪物这样拉到一起，用暴风雪击杀，可前提是这些骷髅兵要扛得住怪物的伤害，怪物数量越多，对骷髅兵造成的伤害自然也就越高。他们没想到的是，莫离召唤的骷髅兵居然这么能扛。可惜莫离并没有对他们开放召唤物面板，骷髅兵到底是什么属性，他们只能靠猜。另一边，林诗涵鬼鬼祟祟地把苏尔拉到一边。我说苏大小姐，这位杀怪这么利索，之前怎么不让他带你？你也不想想，非亲非故的，人家凭什么带？难道要我用美人计吗？美人计有什么不能用的？你要不出手，我可要出手了。苏尔突然想起之前莫离击杀完狗头人 BOSS， 果断把他踢出队伍的事，嘴角忍不住上扬，有些玩味地看着林诗涵。你如果想出手，大可以去试试。你等着，一会杀完 BOSS， 我就去要联系方式。我林诗涵出手，还怕他不上钩？哇啦啦，哇啦啦！一个和其他鱼人有些不同的吼叫声从山洞里传来，打断了苏尔和林诗涵的闲聊。在场的所有人都进入了战斗状态。虽然刚看过了莫离是怎么击杀普通鱼人之后，大家都不认为有他们出手的机会。不过，莫离既然说了他们一会可以上去摸 BOSS， 现在自然就要做好准备。轰！一个火球术砸到了还没跑到洞口的鱼人 BOSS 身上，负150。紧接着，鱼人 BOSS 的血条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鱼人 BOSS 生命值68507千，精神值1000。叶星看到这个血条和伤害，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鱼人 BOSS 好像也没那么难杀吧？莫离的骷髅兵属性变态，一下可以造成150的伤害，自己这些人伤害往低了算，一次造成30伤害，耗死鱼人 BOSS 也就是迟早的事情。有了这个念头后，叶星开始重点关注鱼人 BOSS 对骷髅兵造成的伤害，负190。叶星很快就注意到这个数值，好像也不算不高，只要治疗和坦克职业配合好，击杀鱼人 BOSS 也不是不可能。当然，那些鱼人小怪叶星暂时没想到解决办法。几只骷髅兵砸过火球术后，莫离看了一眼鱼人 BOSS 的血条。鱼人 BOSS 生命值56007千，精神值1000。这是莫离刻意控制过的结果，否则25只骷髅兵一轮火球术齐射就可以打掉鱼人 BOSS 过半的生命值。第二轮齐射，鱼人 BOSS 就死了，哪还有机会给星辰公会摸 BOSS 的机会？好了，你们可以打 BOSS 了。得到莫离的允许后，早就跃跃欲试的星辰公会成员立即加入战斗。很快 ，BOSS 头上出现了星辰公会成员对 BOSS 造成的伤害数值：负1、负2、负3、负6。几轮攻击下来，造成的最高伤害就是6点。这下星辰公会的成员彻底绷不住了。怎么可能？差距真的这么大吗？我不信，我打5级的怪物明明可以打100多的，怎么可能才3点伤害？不行，我要再试试，刚才肯定出 bug 了。一阵骚动之后，星辰公会的成员对着鱼人 BOSS 又是一顿狂轰滥炸。鱼人 BOSS 加起来掉了21点生命值。空气突然安静了，
只剩下鱼人 BOSS 给抗伤害的骷髅兵刮痧的动静。莫离走到苏尔身边，指了指鱼人 BOSS：“ 你要不要上去试试？”之前那次苏尔一刀对精英狗头人造成400加的伤害，让莫离记忆犹新。当时他只有5级，现在他已经6级了，应该又有提升才对。而且莫离突然想起苏尔当时直接把10才能装备的狗头人战靴装备上了，这恐怕和他的神性天赋也有关系。这样看来，他的神性天赋也是很变态的，只不过现在初期暂时还没有发挥出最大的效果。莫离很想看看他现在能打出多少伤害。苏尔白了莫离一眼：“你就这么想看我丢人吗？你伤害不是挺高的吗？有什么丢人不丢人的？之前击杀精英狗人头吃了加属性的食物，你又不是不知道。”莫离估摸着法师塔里的食物能让属性翻倍就已经非常变态了，如果去掉食物加的属性，一刀对精英造成200加的伤害，哪里丢人了？如果这还丢人，星辰工会这些人还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苏尔的自尊心有这么强吗？第45章，真正的赢在起跑线上。莫离见苏尔不为所动，也不强求，立即指挥骷髅兵对鱼人 BOSS 发动了火球术齐射。2轮火球术齐射后，鱼人 BOSS 发出一声凄惨的叫声后倒地不起。骷髅兵2轮火球术齐射，算上火球术在空中飞行的时间，一共才用16秒。这对星辰工会的成员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毕竟他们上去一顿输出猛如虎，对 BOSS 造成的伤害全是个位数，差距实在太大了。莫离看了一眼星辰工会的人后，跑到鱼人 BOSS 身边检查战利品。名称：鱼人的装饰项链，品质：精良，部位：饰品，精神加15，效果：使你的召唤物技能效果提高 5%， 需求等级10级。这件装备莫离第一次击杀鱼人 BOSS 时就已经出过了，这是第2次出。莫离直接把这件装备的属性发到了团队聊天框里，展示给星辰工会的成员看。有没有需求的？叶星顿时坐不住了。这次的装备我们也有分。叶会长，大家都是明白人，经验我可以白送你们，装备不可能白送你们的，你说对吧？那是当然，你开个价吧。叶星也很豪爽，看鱼人 BOSS 有多难杀，就知道前期想要弄到这样的装备有多难。如果不是机缘巧合之下和莫离搭上了线，这种装备在前期那真是有钱也买不到的。50G 一件怎么样？叶会长，这个价格很实惠了。不，我不是嫌贵，现在我们身上没有那么多金币，能直接用现金支付吗？好说，星辰工会的信誉我还是信得过的，你们可以先赊账。换了其他人，莫离可能还要多考虑一下。不过在上一世，星辰工会的信誉极好，莫离根本不担心叶星赖账。话再说难听点，按1金币10块钱，50金币就是500块钱。对叶星这种土豪来说，说他会赖这笔账，简直就是在侮辱他。叶星一听，顿时眼睛一亮，想不想莫离兄弟这么爽快？好，50金币就50金币，你放心，最多明天我一定把这笔钱交到你手上。莫离也不多言，点了点头，通过队长分配，直接把装备分配到叶星手上。同一个团队，只要参加了这场战斗的成员，在2个小时内是可以交易拾取绑定类型装备的。至于他们团队里具体要交给谁，那是叶星的事。莫离拿起第2件装备看了一眼，名称：鱼皮护手，品质：精良，部位：手部，力量加15，效果：使你的近战技能效果提高 5%， 需求等级10级。居然又是之前出过的装备，不过这一次有苏尔在，也不算用不上。莫离把装备属性通过私信聊天框发给苏尔，怎么样，用得上吗？我刚才拒绝了你上去砍一刀的要求，你还愿意分装备给我？你以为拼夕夕呢，还砍一刀？事先说好有你用得上的就给你，不影响。好，那我也不矫情，算我欠你的。莫离通过队长分配，直接把装备分配都了苏尔手上。苏尔拿到装备之后，直接就装备上了，手上出现了一副造型别致的护手。你一点都不掩饰吗？之前在暮色山谷也是，这可是10级的装备，一点小天赋而已，没什么好掩饰的。莫离有点无语，苏尔可能现在还不清楚这种可以降低装备需求等级的天赋有多逆天，但莫离心里可清楚得很。神言前期练级都这么困难，后期练级的难度可想而知。在后期如果能提前几级穿上更高等级的装备，那提升可是相当逆天的。特别是传说级别的装备会附加大量的属性和效果，装备一件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不过莫离推测苏尔肯定还抽到了其他更厉害的天赋或者被动，不然单凭这个天赋或者被动，不足以让他在上一世成为第一个走出新手村的玩家，更不足以支撑他成为神岩里的最强火力。好一个欧皇体质！莫离在心里
默默吐槽了一句，然后拿起第3件装备看了一眼，名称：鱼人的护腿，品质：稀有，部位：腿部，力量加30，体质加30，效果：使你的近战技能效果提高 5%， 需求等级10级。卧槽，真是欧皇吗？莫离看到最后一件装备居然又是近战装备，而且还是一件稀有品质的装备，实在是无力吐槽。搞了半天，这一次最大的赢家居然是全程没有出过手的苏尔。莫离把装备属性发给苏尔，你还真是欧皇体质啊，我运气一向不错。苏尔对莫离笑了笑，债多不愁，反正都欠莫离人情了，拿1件装备也是拿，拿2件装备也是拿。装备很快分配完毕，莫离带着一行人又回到云天湖入口位置。好了，叶会长这里比较安全，现在我们可以谈一谈了。秀肌肉也秀了，诱饵也已经抛出去让星辰工会的人吃了，现在该是上肉戏的时候了。莫离兄弟对死亡矿井比较熟悉，相信你心里已经有具体想法了吧？死亡矿井有3个 BOSS， 一共出9件装备，装备按照鱼人 BOSS 装备的价格算就是450金币，我打个折算400金币，太贵了，而且可能几趟下来，我们需求的装备就都到手了。叶会长，这可一点都不贵，我一次可以带4个人，平摊下来一个人才100金币而已，而且死亡矿井还有大量的经验，能让我和工会成员商议一下吗？当然，莫离欣然同意。450金币看着不算什么天文数字，可是莫离一趟死亡矿井才不到5分钟，1个小时刷10趟，甚至还有休息时间，10次死亡矿井4500金币就很可观了。星辰工会想要赢在起跑线上，这一次少不得要大出血，光是这一笔，莫离就可以把氪金抽奖的钱从星辰工会身上赚回来。可惜神言在半年后就会和现实世界融合，现在收现金没有意义。莫离只要金币，金币才是以后真正有用的货币，现在开始敛财才是真正的赢在起跑线上。第46章，师姐，我来学技能了。最终星辰工会经过商议后还是同意了莫离的条件，不过因为现在是游戏初期，金币紧张，星辰工会财力再雄厚也不可能弄到非常多的金币，定下来的方案是成员达到10级可以进入死亡矿井后以获取装备为主，初步目标是让工会成员在10级时都能穿上死亡矿井出的装备。莫离估算了一下，这一次的合作应该可以给自己带来1万金币左右的收入，这就是独家垄断生意的魅力。星辰工会的人离开后，苏尔跑到莫离身边，有些好奇地看了莫离一眼，你还不下线？我还差一点10级，10级再说吧。你这人真是杆上长了个人吗？一直在线不累吗？好说，我刷怪大部分时间不用亲自动手。苏尔一下被莫离干沉默了，他差点忘了莫离刷怪只需要站在后方当指挥官，根本不用自己动手，这样玩一个通宵确实不太费神。苏尔对莫离甩了一个白眼，王朝工会那边估计也通过我找你，你放心，拿了你的好处，我会尽力把事情办好的。那就多谢苏大小姐费心了，条件还是和星辰一样。我知道了，应该问题不大。苏尔下线后，莫离独自返回死亡矿井，几次速刷后顺利的升到了10级。叮，恭喜玩家等级达到10级。叮，神性天赋巅峰等级终极解锁。神性天赋终极，召唤物数量获得巅峰等级时的倍数增幅。莫离揉了揉眼睛，反复确认了一下系统提示，没有看错，是神性天赋终极解锁。这是在保留神性天赋初级效果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条新的属性。莫离甚至来不及把巅峰等级提供的额外属性加到精神属性上，直接就把所有注意力放到了研究这条新效果上。从字面意思理解，巅峰等级时的倍数增幅，比如现在巅峰等级是10级，除以10之后等于1，也就是召唤物数量增幅1倍。如果把巅峰等级提供的额外属性点加上后，10级的精神属性是615，召唤物数量是61只，获得这个增幅后就是122只，应该不会错。莫离有些激动地把额外属性点全加到精神属性上，然后把之前那些因为等级不够一直躺在储物空间的装备全装备上，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装备栏，武器鱼人的嚎叫法杖，副手矿老板的账本，装备狗头人头套、狗头人矿工护肩、狗头人矿工护手、狗头人矿工胸甲、狗头人矿工护腿、狗头人矿工靴子。饰品鱼人的装饰项链、红宝石戒指、矿老板金戒指、狗头人矿工戒指、低级空间戒指。每一个装备格都穿上了对应的装备，在上一世这是莫离想都不敢想的事。要知道大部分玩家要到15级才有机会通关死亡矿井，10级哪来的死亡矿井出的装备？
星辰，这么厉害的工会，前不久不还哭着喊着求莫离带死亡矿井？大部分玩家在10级这个等级时都是一身破烂，身上能有1、2件精良装备都算相当不错了。而莫离一身装备最低品质都是精良，还有不少稀有，甚至还有一件卓越品质的装备。穿着这身装备往暴风城一站，莫离就是整个暴风城最亮的那个仔。查看完装备栏后，莫离又查看了一下属性栏，等级10，巅峰等级10，力量27，敏捷27，体质132，精神815，生命值红232，魔法值蓝4075，召唤物数量56162，装备效果每秒恢复精神属性数字1/4的精神值，使你的召唤物造成的伤害提高 10%， 使你的召唤物技能效果提高 30%。 等级达到10级，穿上装备之后，属性获得了大幅度提升，精神属性直接从9级的560点提升到了815点，精神值升级为魔法值，提升更加巨大，来到了恐怖的4075点。莫离有些不放心地看了一眼神级被动精神成伤。精神成伤，所有受到的伤害都由魔法值承担，魔法值不足再由生命值承担。果然，神级被动的说明也随着精神值升级为魔法值发生了改变。最让莫离兴奋的还是召唤物数量，因为神性天赋解锁终极效果加上精神属性的提升，召唤物上限直接从9级的56只增加到162只。莫离脑子现在只剩下一个词：恐怖如斯。莫离开打骷髅兵的属性面板看了一眼，骷髅兵的全属性也达到了恐怖的815。莫离利用高达203秒的回蓝效果，直接在原地把骷髅兵召唤到上限。连续不断的使用召唤骷髅兵，把骷髅兵数量召唤到上限之后，莫离甚至还是满蓝。162只骷髅兵把死亡矿井的矿道挤得满满当当，数量暴增的骷髅兵现在看起来更像一支骷髅兵大军。也不知道死灵法师10级的新技能是什么。莫离看了一眼刚解锁的第4个技能栏，心里有些期待。现在这支骷髅兵大军有一个问题，缺乏远程物理攻击手段，这一点在死亡矿井隐藏 BOSS 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因为 BOSS 体型限制，能进行近战攻击的骷髅兵数量有限，远程攻击只能使用火球术。火球术在面对高魔抗的 BOSS 时表现就有些乏力。莫离现在急需一种可以有效削弱怪物魔抗的技能，或者获得一种可以进行远程物理攻击的死灵召唤物。暴风城法师塔9层，齐之礼趴在大厅的沙发上，一边看书一边晃荡着双腿。突然，一个声音在大厅响起：“师姐，我来学技能了。”啪！齐之礼手上的书掉了地上。法师塔9层，除了齐之礼和他老师血影大人之外，只有莫离和苏尔可以进入。没有特殊情况的话，莫离和苏尔需要达到10级才能到法师塔9层学技能。齐之礼听声音就知道是莫离。问题是，这才长时间，怎么就10级了？怎么可能？齐之礼有些呆滞的回头看了莫离一眼。没错了，是莫离，而且他真的已经10级了。你到底是什么变态？师姐这样说不太好吧，容易引起人误会。我可是老师。我呸！还敢调戏我？不敢，我真的是来学技能的。齐之礼从沙发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然后穿好小拖鞋，走到莫离身边，仔细打量了一下莫离。很快，齐之礼脸上就出现震惊的表情。你才10级，为什么有这么庞大的魔力？第47章，10级技能居然还可以选。莫离心里一惊，不愧是高级 NPC。齐之礼甚至都没有用探查类的法术，居然就直接看到了自己庞大的魔法值。师姐，我要没点本事，也没资格成为老师的学生。你的师弟，你说对吧？算了，我也没打探你秘密的意思。不过你现在的情况学技能可以多一个选择。什么选择？莫离一下来了兴趣。神眼里，前期找 NPC 学技能都是很固定的。10级解锁第4个技能栏，学习一个10级技能；20级解锁第5个技能栏，学习一个20级技能，一直持续到40级，一共学习4个固定技能，解锁3个技能栏位置，技能栏位置达到6个。其他技能需要玩家自行通过技能书学习。理论上，玩家可以学习技能的数量没有上限，只要达到技能书上的要求就可以学习，但技能栏的数量有限制。这一场战斗开始之前，玩家需要根据实际要面对的情况灵活搭配技能。现在齐之礼居然说莫离学习技能可以多一个选择，这和找 NPC 学习技能的流程不一样。莫离瞬间就明白，恐怕是因为自己魔法值够高，达到了触发隐藏剧情的要求。齐之礼指了指沙发，示意莫离坐下说话。现在你有2个发展路线，第一条是强化自身战斗力，第2条是强化死灵法师召唤物。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想全都要，也不是不行，不过要等到你更强大才能全都要，现在只能2选1。我选强化死灵法师召唤物。莫离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就做出了选择。自己现在才10级，召唤物的上限已经达到了恐怖的162只，以后达到20级呢？30级呢？有巅峰等级初级和终极效果加持，每跨过一个10级的门槛，召唤物的数量都会得到1个质的飞跃。至于自身战斗力，莫离也不担心，前期只要自己了魔法值够多，保证不死就够了。齐之里也说了，等以后更强大了，可以选择全都要。在神颜和现实融合之前，击杀玩家可以复活。在游戏里杀人没什么意义，这阶段应该以提升练级效率为主。自身战斗力可以等神颜和现实世界融合之后再来考虑。到那个时候，自己肯定已经把所有玩家远远甩到身后了。即便自身战斗力差一点，靠死灵法师的召唤物和等级碾压，也可以继续保持领先。齐之里很欣慰地对莫离笑了笑，我就知道你会这样选，不过选这条路需要你先去做一件事。师姐请说，我一定把事情办好。标准的任务触发，莫离自然不会有半点推脱。我需要你独自去死亡矿井，把狗头人矿老板杀了，把他的账本带回来。什么啊？这算是对你的一次小考验，以你现在的水平，应该没什么问题。师姐，你说的该不会是这个吧？莫离把矿老板的账本递给齐之里，齐之里接过账本看了一眼，噌的一下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有些震惊地看着莫离。你已经杀过死亡矿井里的狗头人矿老板了？这个账本就是在狗头人矿老板身上找到的，这做不了假吧？齐之里脸上的神情显得有些古怪。他让莫离10级独自去死亡矿井，已经算不小的挑战了。估摸着莫离需要在里面熬上不少时间，最终能见到狗头人矿老板，估计要11级甚至12级。这也算是对莫离战斗技巧的磨练。可是莫离现在拿出这个账本，说明莫离早就击杀过狗头人矿老板了。是多少级的事？9级还是8级？这未免有些太逆天了。这一刻，齐之里感觉他也在莫离身上看到了希望，那是莫离成长起来之后让他走出暴风城法师塔9层的希望。平复了一下情绪后，齐之里把账本交换给莫离。既然你已经击杀过了，我就算你过关，我现在就教你10级的技能。唰，一道紫光在莫离身上亮起，很快又熄灭下去。莫离立即看了一眼自己的技能栏，第4个技能栏位置已经解锁，上面放着刚刚学会的技能召唤骷髅战士，施法时间1秒，技能 CD 5，消耗蓝量500，说明这是一个进阶的召唤物，可以装备一件武器。看到技能说明，莫离有点小激动，真是瞌睡来了就送枕头。之前还在头疼骷髅兵缺乏远程物理攻击手段，这不就来了？只要给骷髅战士装备一把弓箭或者火枪之类的远程物理武器，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且这个技能的提升可远远不止这一点，可以装备一把武器，就意味着释放火球术和治疗术的骷髅战士可以装备法系的武器，抗伤害的骷髅战士可以装备一面盾牌。这样一来，自己的死灵大军看起来就更像专业团队了。师姐，介意我召唤一个出来看看吗？当然，我也想看看你召唤出来的骷髅战士是什么样的。征得齐之里同意后，莫离立即使用技能召唤骷髅战士。法师塔9层大厅里出现了一道裂缝，一个体型比骷髅兵更魁梧的骷髅战士从裂缝里走了出来。莫离看了一眼骷髅战士的属性面板，骷髅战士等级10，力量120，敏捷120，体质120，精神120，生命值1200，魔法值3600。这是一种进阶死灵召唤物，可以装备一件武器。这是骷髅战士原生属性，非常均衡，应该就是为了让骷髅战士在装备不同武器时都能发挥出很强的战斗力。可是这对莫离来说，这个属性太弱了。叮，神级天赋属性继承已生效，召唤物属性已提升。收到系统提示后，莫离又看了一眼骷髅战士的属性面板，全属性815，很好，很强大，这才是死灵大军该有的样子。不对劲，齐之里围着莫离召唤出来的骷髅战士转了一圈，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其他问题他看不太出来，但眼前这个骷髅战士的魔力实在太强大了，根本就不是10级骷髅战士能拥有的魔力。第48章，货不对版。不，太对版了。莫离感觉自己有点得意忘形了。站在自己面前的齐之里可是暴风城城主血影大人的学生，他的等级肯定也低不了。根据他的说法，他可以教自己70级的高级技能。刚才还一眼看穿了自己魔法值很高，齐之里的等级至少也在70级以上。这个召唤出来的骷髅战士发生的变异，
恐怕很难瞒过他。莫离急忙把刚召唤出来的骷髅战士收回了宠物空间。不过莫离也感觉有点不对劲，召唤一个骷髅战士的耗蓝高达500，10级的法系职业不算装备，精神属性165点，魔法值才925，算上一些装备加成，释放2次召唤骷髅战士技能，蓝量就见底了。乍一看，这个隐藏剧情要求有极高的魔法值才能触发，好像合情合理。可是骷髅战士的原生属性和高达500的耗蓝对比起来，明显有点货不对版的感觉。齐之礼见莫离把骷髅战士收了回去，本来有点不高兴，突然发现莫离一脸疑惑，嘴角上扬，露出了小恶魔般的笑容。是不是有疑问？不如我们来玩一问一答吧。师姐，你想知道什么？你召唤出来的骷髅战士为什么有那么高的魔力？我的一点小天赋可以让骷髅战士享受到我的魔力。小天赋？算了，既然是你的秘密，我就不打听了。你想知道什么？这个技能对魔法值的消耗是不是太高了一点？啪！齐之礼打了一个响指，法师塔9层的大厅出现了一道裂缝，从裂缝中走出来一个和莫离刚才召唤的骷髅战士体型大小差不多的骷髅战士，两者之间也就体型差不多，其他方面的区别就太大了。齐之礼召唤出来的这个骷髅战士全身都穿着装备，你的等级每提升5级就可以解锁骷髅战士身上的一个装备栏位，直到……齐之礼掰着手指数了一下，然后很认真地对莫离说道：到你70级的时候就可以完全解锁剩下的12个装备栏。莫离差点没控制住，把一句卧槽直接说出口。这是什么逆天技能？居然可以像玩家一样，一共装备13件装备。这样一看500的蓝耗简直太值了。师姐，装备有什么限制吗？想什么呢？没限制，我早无敌了，最高只能装备卓越品质的装备，而且每解锁一个装备栏，召唤的时候蓝耗就会加500。这也太强力了。莫离本来还以为有什么大的限制，结果就这。卓越品质的装备很差吗？上一世到死的那一刻，自己甚至都没有捞到一件史诗装备。身上最好的装备就是卓越品质，史诗级别的装备有多难搞，可见一斑。就算骷髅战士没有这个限制，也没有那么多史诗装备给骷髅战士穿。召唤物的装备和技能不一样，一只召唤物学习了技能后，所有的召唤物都会立即学会技能，装备则需要单独装备。10只骷髅战士就需要10把武器，10套装备。这种对装备的巨量需求有限制反而是好事。齐之礼收回了他召唤出来的骷髅战士，白了莫离一眼。很强力吗？一般般吧。你有现在这样的基础和天赋，以后我会教你更强力的技能。我很期待。莫离知道，因为自己巨量的魔法值触发了齐之礼的特殊剧情，从现在开始，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和其他死灵法师完全不一样的道路。莫离从法师塔离开后，齐之礼立即使用通讯魔法和他的老师联系。老师，师弟刚才到我这里学技能了。什么？这才几个小时而已，就10级了。因为血影大人听到这个消息，情绪比较激动，引起了强烈的魔法波动，干扰了魔法通讯。血影大人在法师塔9层大厅里的投影出现了波动，而齐之礼此刻正在因为他的老师震惊的表现而偷笑。齐之礼的想法也很简单，总不能让我一个人震惊吧？震惊之余，还要随时注意压制自己的情绪，不能在莫离面前表现得太失态。别提有多辛苦了，怎么也要让老师震惊一下。片刻之后，血影大人的投影重新恢复稳定。你教他什么技能了？我发现他的魔力非常高，我传授了老师的招牌技能召唤骷髅战士给他，那可是高耗蓝技能，他的魔力到底有多少？具体的可能涉及莫离的秘密，我没多打听。我估计他的魔力比同等级的要高5、6倍吧。5、6倍？血影大人的投影再次产生了一些波动，几分钟后才重新稳定下来。你没看错？我怎么可能看错？不止他本人的魔力非常高，连他召唤出来的骷髅战士魔力都很高。真的？我怎么感觉你这妮子在忽悠我回暴风城呢？真的？难道老师你就不想赶快回来看看你的好学生吗？暂时还不行，黑石山有一些异动，我要和法师协会的高层一起去看看。真是无趣。齐之礼撇了撇嘴，显得有些索然无味。不过他也知道轻重，黑石山如果真的出什么事，第一个遭殃的就是暴风城。老师谨慎一些是对的。按照莫离现在的升级速度，我回暴风城之前，他可能已经到20级了。差不多吧。老师，你想说什么？如果莫离到20级，我还没回来，你就传授他召唤死灵魔像。那是40级的技能啊，而且是你的招牌技能，现在交给他会不会太早了一点？你是我的亲传弟子，莫离也是我的亲传弟子，我相信我的眼光不会看错人的。我知道了。魔法通讯结束后，齐之礼显得有些愤愤不平。我都30级才学的召唤死灵魔像，
老师居然让莫离20级就学，不行，我一定要好好想一个任务，为难一下莫离这个家伙，不然这样下去，迟早我会师姐变小师妹。隐牙城堡怎么样？不过普通死亡矿井都难不住那个家伙，普通隐牙城堡估计也不行。齐之礼盯着自己的小拖鞋，一顿自言自语，很快就想到了办法。既然普通的不行，那就噩梦模式。正好那个家伙学会了召唤骷髅战士，肯定会为召唤物的装备发愁。噩梦模式隐牙城堡可以给他补上这部分。第49章，炼金术。双职业居然可以这么早。下午4点，当莫离再次进入神岩时，发现暴风城的街道上出现了不少穿的破破烂烂的玩家。这是大量玩家达到5级，从新手村来到暴风城，他们正在感受来自全拟真暴风城的震撼。莫离早上下线时就做好了后续的计划，上线之后直奔暴风城酒馆。刚进酒馆，莫离立即就被酒保认了出来。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回来，喝什么？我请。不用了，我想知道你为什么给我这个红宝石戒指，任务奖励不是这个吧？我不给你这个，你怎么会回来呢？我要是不回来呢？那就当我看错人了。莫离感觉这个酒保有点意思，稀有品质的装备就只是用来测试人品的。不，恐怕是因为接下来的任务更有价值，价值高到错过了后续的任务会让人抱憾终生那种。我现在回来了，说吧，有什么想让我做的？冒险者，你听说过黑石山的封印吗？听到黑石山3个字，莫离心里一惊。神岩开服的第7天，暴风城北面的黑石山封印松动，大量怪物从黑石山涌了出来。暴风城动员所有力量进入黑石山，加固封印。到时候，玩家可以以冒险者的身份加入这场战斗，体验神岩以神话为背景的大型战争。莫离一直以为黑石山异动是等到第7天突然发生的，完全没想到暴风城酒馆的酒保居然这么早就知道了。听过一些，那里封印了很多上古怪物，不过我们插不上手吧。莫离现在才10级，10级的骷髅大军属性再变态，在黑石山那些高达60级的史诗级怪物和史诗级 BOSS 面前都不够看。7天后，玩家要参与的也只是绞杀那些暴风城卫队有意从黑石山放出来的低级怪物而已，大致就是10级到20级这个等级的怪物。莫离原计划是争取在7天后达到20级以上，到时候可以到黑石山前线去击杀等级更高一些的怪物。那些怪物难杀是难杀了一些，不过给的经验比同等级的怪物高，爆率也非常不错，会出一些精良品质的装备，正好可以用来武装骷髅战士。更重要的是，击杀那些怪物还可以提高暴风城的声望。声望在前期用处不大，可是中后期用处非常大。提前刷一刷，在暴风城的声望高了，指不定还有什么意外惊喜。这种一举多得的事，莫离怎么可能错过？酒保私下观察了一下，故意压低了声音。据说黑石山的封印已经开始松动了，在黑石山附近催生出一种魔黄花，我希望你能带一朵回来。魔黄花？莫离在上一世根本没听过有这种花，估计是上一世根本没人触发这个任务。具体你不用知道，我也不会说，你就直接说愿不愿意去吧。如果我把东西带回来了，我能得到什么？酒馆取出一个卷轴给莫离展示了一下，莫离差点激动地从位置上站起来。炼金术，居然是炼金术！正常情况下，有一部分玩家进入游戏的职业就是炼金师，天生掌握炼金术，通过学习后可以炼制各类药品。炼金师和莫离的亡灵法师一样，是一个职业。正常情况下，其他职业很难通过其他渠道可以学会炼金术。在莫离的记忆里，双职业要到神岩和现实融合之后才会出现，居然这么早就可以了。现在这个酒保居然告诉莫离，有卷轴，现在就可以让莫离直接学会炼金术，居然还有这种好事，这是不是太逆天了一点？莫离按耐住自己内心的激动，问出了自己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我是死灵法师，学会炼金术会影响我现在的职业吗？当然不会，我如果有让人转职的能力，也不会在这里开酒馆了。那你这个卷轴，废话少说，你就说你接不接这个任务吧。叮，触发隐藏任务黑石山的魔黄花。暴风城酒馆的酒保要你去黑石山带一朵魔黄花交给他，任务奖励炼金术学习卷轴，是否接受任务？莫离看了一眼系统提示，这一次的任务提示倒是明明白白的，看起来没有什么猫腻。莫离很果断地点了接受任务。从暴风城酒馆出来后，莫离就直接赶往暴风城北面的黑石山，差不多花了快1个小时才抵达黑石山山脉脚下，附近都是15到20级的怪物。莫离直接召唤出了数量高达162只的骷髅兵，开始排兵布阵。骷髅兵现在可以使用火球术、暴风雪、治疗术3个法术。骷髅战士在装备上武器，学会这些法术之前，暂时还是不如骷髅兵的。不过莫离一点也不急，黑石山这边的怪物出法系技能树的概率非常高。莫离相信，要不了多长时间
就可以让骷髅战士学满3个技能栏位。162只骷髅兵，除了10只留下护卫莫离，其余的很快就开始对附近的怪物展开屠杀。莫离看了一眼经验条，这里和死亡矿井比起来，练级效率低太多了。想要超过死亡矿井的效率，要等到开服第7天黑石山异动，大量的怪物从黑石山涌出来。如果不是触发了9宝的任务，莫离是不会现在就来这里的。但是，就在这个但是，炼金术对莫离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莫离1秒都不想多等，力求尽快完成这个任务。炼金师10级时会产出一种非常有名的药水，这种药水可以使玩家获得的经验提高 20%， 一瓶药水持续1个小时。上一世这种药水几乎是所有高端玩家的标配。可是，莫离现在已经10级了，等级早遥遥领先，不可能停下来等炼金师职业的玩家到10级。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自己学会炼金术，然后自己炼制这种药水。一旦磕上这种药水，炼级速度可以得到大幅度提升。至于成本，有星辰工会这个冤大头在，莫离可以完全不考虑成本。到时候卖一些经验药水给星辰工会，都不是回不回本的问题了，绝对可以大赚一笔。-2000，莫离突然注意到一条骷髅兵的伤害提示。骷髅兵变态的属性提供了超高防御，可以对骷髅兵造成这种伤害的只有一种怪物——精英怪，而且等级肯定比骷髅兵高不少。莫离快速巡视了一圈，很快就找到了精英怪的位置，几个骷髅兵正在围着精英怪攻击。莫离看了一眼怪物的血条，火元素领主，等级10级，生命值29880-30000，魔法值6000，史诗级，全是史诗级怪物。第50章，史诗级怪物的含金量。莫离在记忆里快速翻找了一下，很快就发现自己对这个火元素领主一点印象都没有，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换句话说，上一世恐怕根本没人遇到过。免疫，骷髅兵的火球术砸到火元素领主身上，直接出现了免疫提示。火球术在面对火元素领主时，无法造成任何有效伤害。-30，近战骷髅兵对火元素领主造成的伤害勉强能看。-2000，火元素领主对一个骷髅兵释放了一个火球术，被火球术击中的骷髅兵血量瞬间少了一大截。还好是10级的史诗怪物。莫离感慨了一句，如果这只史诗级的火元素领主是14级的怪物，他和骷髅兵的等级差就超过了3级，就会对骷髅兵造成额外的碾压伤害。骷髅兵估计只有被秒杀的份。史诗级的怪物和莫离之前击杀的那些精英怪物不一样，他们会更多的技能，很有可能怪物击杀骷髅兵的速度会超过莫离补充骷髅兵的速度。如果是14级史诗级怪物，莫离第一时间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击杀怪物，而是怎么跑路。不过现在只要火元素领主没办法秒杀骷髅兵，就可以尝试一下击杀眼前这个怪物。莫离快速检查了一下储物空间，在里面翻出了10几把火枪。这些火枪都是死亡矿井 BOSS 出品的，本来是顺手捡来卖钱。在学会了召唤骷髅战士这个技能后，莫离就把死亡矿井出的武器都留下了。储物空间格子多，就是可以为所欲为。莫离指挥骷髅兵继续和火元素领主战斗，然后解散了10几只骷髅兵，腾出召唤物位置。准备工作做好后，莫离立即开始召唤骷髅战士。安全起见，莫离每召唤2只骷髅战士用掉1000点魔力值，就会停下来等魔力值恢复。趁这个时间正好给骷髅战士装备武器。第一批2只骷髅战士装备上火枪后，立即对火元素领主发动了攻击。砰砰，-150，-150，2个3位数的数值从火元素领主头上冒了出来。拿上死亡矿井出品的武器后，骷髅战士对火元素领主造成的伤害高了不止1星半点。莫离感觉有点不对劲，骷髅兵手上也有武器，只不过是自带的白板武器，伤害只有1点。骷髅兵和骷髅战士都是全属性815，他们两者只是差了一把武器而已，造成的物理伤害不应该差这么多才对。莫离暂时按下心里的疑惑，决定等有机会回暴风城法师塔9层找齐之礼再问一问。然后又花了一些时间凑足了13只装备火枪的骷髅战士。13只骷髅战士开始在后排对火元素领主发动远程攻击。莫离又召唤了2只骷髅战士，给他们装备上死亡矿井出产的盾牌，让他们上去抗伤害。-1500，多一个盾牌，受到的伤害居然就降低了500点。看到这个伤害，莫离几乎可以肯定骷髅战士有隐藏属性。轰！火元素领主释放了一个火焰冲击波，以火元素领主为中心开始快速蔓延。莫离心里一惊，立即掉头就跑。这个火元素领主莫离是第一次见，可这种怪物放的火焰冲击波莫离可见得多了。距离怪物越近，受到的伤害就越高，非坦克职业想要不被火焰冲击波秒杀，必须远离。
莫离一边跑一边注意冲击波的位置。不行，来不及了。火焰冲击波这种技能，玩家一般都是在中期开始才会遇到。40级甚至30级的玩家生命值都不低，跑一段距离开减伤的保命技能，基本上就可以硬吃了。可是莫离现在只有10级，技能也才4个，哪来什么减伤的保命技能？卧槽！莫离暗骂了一句，看着火焰冲击波的位置，卡好时间，直接使用了技能鲜血穿行，规避了这一次伤害，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一次危机。指挥时间长了，战斗方面居然都生疏了。莫离默默吐槽了一句，因为亡灵大军实在太强大了，莫离大部分时间都在扮演指挥者的身份，需要自己动手的情况几乎没有，差点把鲜血穿行这个技能忘了。这可是可以直接规避伤害的神技。度过了眼前的危机后，为了避免夜长梦多，莫离立即指挥其余的骷髅兵对火元素领主释放暴风雪，能多打一点伤害算一点伤害，这样总比因为挤不进近战范围无法进行近战攻击，在后排看着干瞪眼好。负10，火元素领主头上冒出暴风雪造成的伤害很低，基本属于刮痧的水平，这在莫离的预料之中。神言里有一个设定，只要是元素怪物，除了免疫对应元素的伤害外，对其他元素的法系伤害的抗性都非常高。对付这种怪物的最好手段还是物理攻击，当然如果是骷髅战士拿上带法术穿透效果的武器，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轰！火元素领主释放了燃烧术，直接点燃了莫离以及附近的几只骷髅战士。负500，直接越过前排坦克，对后排造成伤害，是每一个史诗怪物都会的招数。不过这个火元素领主对后排的伤害高的有点离谱。莫离看了一眼自己的魔力值，魔力值正在以每秒500的速度减少，同时又以每秒203的速度回复，实际算下来也就是每秒受到297的伤害。火元素领主释放的这个技能持续时间是3秒。莫离站在原地丝毫不慌，这就是高回蓝带来的底气。同时莫离总算知道上一世为什么没有听说过火元素领主这个史诗怪物了。这种伤害放到抗伤害的坦克职业身上还没什么，坦克职业在10多级时，在装备加成下血量通常可以突破1000，还有治疗职业加血，受到501秒的伤害一般不会死。可是10几级的后排血量一般不到200，吃到这个伤害直接就是秒杀。这个怪物出现在这里可能就不是为了给玩家击杀的怪物。砰砰！随着亡灵大军的轮番轰炸，火元素领主的生命值来到了4500-15000。火元素领主发出一声怒吼，体型开始快速膨胀。不好！莫离立即又从储物空间里取出3个死亡矿井出品的盾牌给骷髅战士换上，前排抗伤害的骷髅战士从2只变成了5只。负3000，火元素领主对一个抗伤害的骷髅战士造成了1次伤害，伤害翻倍了。负3000，很快又一个伤害数值，火元素领主的攻击速度也翻倍了。这是不少团队 BOSS 才拥有的低生命值狂暴状态，一旦进入狂暴状态，伤害和攻击速度翻倍。莫离完全想到在野外碰到的怪物居然也有这种特性。第51章，骷髅战士的双倍效果。火元素领主攻击速度翻倍，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对一只抗伤害的骷髅战士发动了3次攻击。骷髅战士高达8150的生命值被迅速清零，散架倒地，手上的盾牌也掉到了地上。莫离来不及多想，立即又召唤了一只骷髅战士上去补位。其余的骷髅战士和骷髅兵继续对火元素领主发动围攻。火元素领主的生命值很快降低到1500。突然，从火元素领主身体里喷射出了大量小火苗，火苗落到骷髅兵和骷髅战士身上，立即就开始剧烈燃烧。亡灵大军很快开始出现大量减员。莫离通过亡灵大军的情况，立即就判断出这种小火苗的伤害非常高。亡灵大军8000加的生命值都扛不住，自己4000多的魔法值肯定承受不住这个伤害。莫离一边注视着天上飞射的火苗，一边利用丰富的经验开始走位。怪物释放的这种技能不是必中技能，只要走位技巧够就可以躲开。随着亡灵大军的大量死亡，特别是后排伤害主力骷髅战士几乎死的一个不剩，火元素领主的血量锁在了1350，不再继续往下降。莫离见状，立即换了一个思路，指挥剩下的亡灵大军集中到身边，组成一道亡灵墙，阻挡飞射而来的火苗。同时立即开始使用技能召唤新的骷髅战士。亡灵大军消耗过半时，新召唤出来的2只骷髅战士终于成功装备上远程武器。砰砰！骷髅战士重新开始发动远程攻击。莫离退了一段距离，开始疯狂召唤骷髅兵，为正在发动攻击的骷髅战士阻挡飞射而来的火苗。阻挡火苗的骷髅兵源源不断的倒下，新的骷髅兵前赴后继的补上。砰！
最终，火元素领主生命值被骷髅战士的远程攻击清空，发生了一场爆炸，热浪扑面来。随着而来的还有系统提示：叮！恭喜玩家首次击杀火元素领主，史诗即将全服通告，请问是否需要隐藏玩家姓名？莫离按惯例选择了是。叮！恭喜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完成首次击杀火元素领主史诗的壮举。不愧是史诗怪，我这么大的优势，杀起来还搞得这么惊心动魄。莫离心有余悸地吐槽了一句，如果不是回蓝高达200多，最后这个阶段恐怕就翻车了。平复了一下情绪后，莫离开始检查战利品。史诗级的怪物，战利品肯定差不了，莫离非常期待。名称：火元素核心，品质：史诗，说明这是一种珍贵的材料，可以找工匠利用其他材料一起打造成魔法武器。莫离心里狂喜，居然是打造魔法武器的材料，用史诗级别的材料打造出来的武器，品质最低都是史诗品质。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材料，还需要其他材料，甚至还需要完成一些繁琐的任务，最后才能打造成功。如果只是卓越品质的武器，莫离可能还要考虑一下花时间打造武器会不会影响自己练级。毕竟现在等级不高，卓越品质的武器属性再好，用一段时间就会跟不上等级，需要更换。可是史诗品质的武器不一样，史诗品质的武器除了非常好的属性外，还会有非常好的效果，一般都可以使用很长时间。对卓越品质的武器来说，简直就是降维打击。莫离把火元素核心收到储物空间，决定等找到魔黄花回去交任务时，顺带到暴风城工匠问一下。莫离又拿起第二件物品看了一眼，名称：元素皇冠，品质：卓越，部位：头，体质：+45，精神：+45，需求等级10，效果：使你的魔法值提高10%。莫离二话不说，直接就换上了这件装备。原来的狗头人头套是不加精神属性的，这件装备不仅加45点精神属性，还可以提升10%的魔法值。穿上这件装备之后，让莫离的魔法值从4075直接提升到4730，提升巨大。毕竟对于莫离来说，魔法值就是生命值，魔法值越高，生命值就越高，容错率就越高，自己就越不容易死，这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事情。确认了一下属性面板后，莫离又看了一眼最后一件装备，名称：灼热弓，伤害 15-20， 攻击速度 2.0， 品质：稀有，部位：武器，体质+45，敏捷+45，需求等级10，效果：每次攻击造成精神属性时的额外火焰魔法伤害。这把弓的效果对一般可以装备弓的物理职业来说，大概率就是一个天头。物理职业的精神属性就和法系职业的力量一样，少的可以忽略不计，撑死了也就能2点或者3点伤害。可是这把弓给骷髅战士装备的话，骷髅战士现在高达860的全属性，仅仅是这个效果就可以提供额外的86点伤害。这个效果可以让骷髅战士在面对高物抗低魔抗的怪物时打出不错的伤害。可惜只有一把。莫离随意挑选了一个骷髅战士，把灼热弓给他装备好，准备等一下就试试效果。现在还需要打扫一下战场，好在骷髅战士和骷髅兵都可以执行这些简单的指令，不用莫离亲自动手去捡装备。莫离只需要重新召唤出亡灵大军下达命令，不用把自己搞得那么狼狈。几分钟后，黑石山脚下的战斗重新打响。莫离特地在附近找了一只10级的黑石山棕熊，让装备了灼热弓的骷髅战士进行攻击。神岩里的熊类怪物是典型的防高邂逅，但没有魔抗。骷髅兵一箭射到黑石山棕熊身上，负836，负172。黑石山棕熊头上冒出了2个数值，直接被秒杀了。莫离立即看了一眼伤害提示，第一个836是弓箭造成的物理伤害，第二个172是灼热弓效果造成的火焰魔法伤害。破案了。从172这个伤害来看，灼热弓在骷髅战士手上发挥出了双倍效果。灼热弓的武器伤害大概率在骷髅战士手上也发挥出了双倍效果，或者可以更大胆一点，穿在骷髅战士身上的装备都可以发挥出双倍效果。这恐怕是召唤一个骷髅战士需要消耗高达500魔法值的原因之一。逆天，这么重要的隐藏属性，旗帜里居然没告诉我。莫离感觉有点无力吐槽，这就是神岩里的 NPC 太人性化的后果吗？居然还会恶作剧。第52章，来自苏尔的暗示。莫离一边指挥亡灵大军继续在附近清理怪物，一边把储物空间里的武器都给骷髅战士试了一遍。从观察到的结果来说，莫离几乎可以肯定骷髅战士可以从装备上获得双倍效果。这个效果包括武器伤害和各种特殊效果。
但不包含装备提供的属性。这不巧了，我的亡灵大军最不缺的就是属性。莫离有些得意地笑了笑。10级的骷髅战士刚召唤出来的时候，全属性是120，只能说还算均衡。穿一件装备的情况下，卓越品质的装备才加某一项属性45点，翻倍也才90点而已。而且莫离的神级被动属性继承，直接就让骷髅战士的属性暴涨到860。还要装备提供的那点属性干嘛？重要的是装备上提供的那些效果，比如莫离手上现在拿的愚人的嚎叫法杖上的效果，使你的技能效果提升 15%。这把法杖到骷髅战士手上，效果就会翻倍，从 15% 变成 30%， 这提升简直可以称为质的飞跃。这才只是一件装备的效果，等以后等级高了，骷髅战士解锁更多的装备栏位，一身装备穿下来，效果绝对爆炸。另一边，苏尔正在暮色山谷刷10级的狗人头。在愚人 BOSS 身上拿到2件装备后，苏尔的练级速度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现在他已经7级了。突然，苏尔注意到一条全服公告：叮！恭喜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完成首次火元素领主史诗的壮举。苏尔揉了揉眼睛，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神言里的怪物分为普通、精英、史诗、传说。苏尔在参与击杀精英狗头人和看过星辰公会打愚人 BOSS 后，对神言里的精英怪强度已经有了一个充分认知。对莫离可以击杀精英怪心服口服，现在他只想奋起直追。史诗级别的怪物是什么情况？怎么大半天没见，莫离都杀上史诗级别的怪物了？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至于那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苏尔直接就默认是莫离了，不可能有第二个人。苏尔实在有些没绷住，打开好友列表看了一眼，莫离亡灵法师10级，位置黑石山。苏尔点开聊天框，给林诗涵发了一条消息：全服通告看到了吗？我抽完奖抽到了一个不错的天赋，还有一个被动，才没高兴多久就看到全服通告了，太打击人了。苏尔嘴角上扬，感觉脑子里已经有画面了。看来受到打击的不止自己一个人，林诗涵也被刺激的不轻。你们星辰公会这次氪了不少钱吧？10几个人加起来100多万呢，如果不是要留一笔钱收神言的金币，可能会多一些。现在有信心去挑战愚人 BOSS 吗？聊天框突然沉默了长达1分钟。别提了，叶星那个家伙抽到了传说天赋，以为自己又行了，带着我们去试过一次了，团灭了。公会里的防战一开始还能抗住愚人 BOSS 的小怪，愚人 BOSS 一出来就给秒了。你们的防战没抽到好天赋吗？抽到了一个传说天赋，看起来就很厉害，谁能想到上去就被秒了，连人家莫离的骷髅兵都比不上。苏尔一下被干沉默了。他是输出型战士，一直都是输出的角度在看问题，没有考虑过抗伤害的问题。他从来没有想过愚人 BOSS 的伤害会这么高。苏尔心里不禁升起一个疑问：莫离的那支亡灵大军到底有多变态？凭什么扛得住愚人 BOSS？ 不，现在已经不是抗愚人 BOSS 的问题了。莫离刚刚击杀了史诗级的怪物，也就是说莫离那支亡灵大军甚至可以抗住史诗级怪物的伤害。就在苏尔胡思乱想时，林诗涵又发来一条消息：我们仔细研究过战士的伤害提示，他受到的伤害有很大一部分是碾压伤害。碾压伤害？那是什么？我也想知道，不如你帮我问问莫离。早上你不是加了莫离的好友吗？想知道自己问去。苏尔撇了撇嘴，如果这个所谓的碾压伤害真的有什么说法，那就是一个重要的情报。这种情报在一个游戏的前期，对大公会来说是很有价值的。林诗涵分明是想白嫖。我也想问啊，可我没有你苏大小姐魅力大，我去问，人家8成不会说。意思就是让我去使美人计喽？林诗涵，你长得挺美的，就别想得太美了。那你帮忙探探口风呗，我们愿意花钱买这个情报。你自己去说不就完了？他其实挺好说话的。算了，一会我自己去问。两人又闲聊了一会，切断了联系。云天湖外围，星辰公会的人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看着林诗涵。叶星第一个没绷住，急忙开口问道：怎么样？苏尔答应帮忙了吗？没有，他让我自己去问。我担心我们去问，莫离不肯透露，毕竟这种情报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苏尔和莫离熟悉一些，机会大一点。林诗涵和苏尔多年闺蜜关系，自然理解到了苏尔的用意。苏尔都帮忙把桥打好了，就不要什么事都通过他那边过一下，有什么事最好是星辰公会直接和莫离联系，否则星辰公会和莫离的关系只会停留在单纯的商业合作上。从苏尔的角度来看，这样不好，至少从莫离现在表现出来的潜力来看，是一个值得星辰公会真心结交的朋友。不一定非要莫离加入星辰公会，只要像苏尔和星辰公会这样保持良好的朋友关系，对星辰来说就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会长，苏尔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他是想让我们星辰工会和莫离成为朋友。这……叶星顿了一下，没有直接回答。星辰工会和王朝工会在天下力争第一工会的名头，可以说打得有来有回。这种体量的工会，对个人玩家来说就是庞然大物。叶星一开始找莫离，也只是当做星辰工会花钱请打手而已，实际上并没有太过看重莫离。毕竟莫离现在可以遥遥领先，不代表以后也能遥遥领先。想要让一个大工会看重并结交，至少也要是苏尔这种最顶尖的玩家才行。苏尔现在的意思分明在说莫离就是最顶尖的玩家，可问题是现在神颜开服才不到24个小时，苏尔怎么就敢这么笃定的给出判断？第53章，全副武装的人就一定是 NPC。 林诗涵看到叶星沉默不语，知道他在犹豫。叶星会犹豫，全都是因为刚才那一条莫离首次击杀史诗级怪物的全服通告。如果没有那一条全服通告，叶星可能根本不会犹豫。星辰工会这种大工会对个人玩家来说是真正庞然大物，像今天这样直接调集100万资金分配给每一位核心成员氪金，只有大工会才有这个资本。这还只是第一波氪金而已，之后还会持续追加。更别说星辰工会还有自己的工作室，为核心成员提供各种后勤支持。个人玩家除非是像苏尔那种既有实力又不差钱的主，否则很难有资格和大工会保持平等关系。但是问题就在这个但是，刚才莫离击杀史诗级怪物的全服通告，让叶星不得不慎重考虑。精英怪的强度，星辰工会已经实打实的体验过了，根本就不是他们现在可以挑战的。而莫离呢，杀精英怪甚至还可以带着星辰工会这个观光团，并且还可以保证观光团的人员不会出现危险。现在莫离又击杀了史诗级的怪物，说明莫离的实力远远不止击杀鱼人 BOSS 展现出来的那一点。林诗涵犹豫了一下，最后决定相信苏尔的判断。会长，我相信苏尔的判断，我们星辰工会结交这样一个朋友绝不会亏。叶星点点了头，心里也做出了决定。不过在正式宣布之前，叶星还需要听一听核心成员的意见。情况你们都知道了，说一说你们的想法吧。会长，我没意见，就凭莫离刚才杀了史诗级的怪物，他确实有和星辰交朋友的资本。我估计莫离的情况应该和苏尔差不多，对游戏理解深，有实力，又是不差钱的主。没错，早上击杀鱼人 BOSS， 莫离对其中的各种注意事项简直了若指掌，对游戏理解肯定不一般。官方公布过，史诗级除了各项属性都比精英怪物高之外，比精英怪物会更多的技能。鱼人 BOSS 都这么难对付了，史诗级怪物的强度可想而知。莫离的亡灵大军数量再多，恐怕也架不住史诗级怪物的范围伤害，个人硬实力不够，绝对杀不了。我同意，如果莫离都算不上顶尖玩家，那还有谁能算顶尖玩家？叶星听了一阵核心成员的意见，发现他们的观点都出奇的一致。核心成员都同意把莫离放到和星辰工会对等的关系上，大家以平等的关系相处，而不是像早上那样抱着找个打手的心态。叶星心里也清楚，大家的意见能达成如此一致，那一条首次击杀火元素领主的全服通告功不可没。全服首杀4个字就是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认证。暴风城，一条全服公告瞬间让暴风城的气氛热烈起来。什么？史诗级怪物？那是什么怪物？怪物4个等级：普通、精英、史诗、传说，强度依次递增。你都不看官方资料的吗？官方资料说什么做你从未做过的事，什么资料都遮遮掩掩的，懒得看。这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还是之前那个吧？肯定是，除了他还能有谁？如果是我完成击杀，我肯定不会隐藏姓名。你也就只能想想了，史诗级怪物到底什么强度？谁有概念吗？现在对精英级怪物强度有概念的恐怕都没几个人。也对，除了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好像没人击杀过精英级的怪物。要我说，这事就离谱。神颜还宣传说这游戏主打真实，毫无平衡可言，怎么不真实了？有的人出生家里一贫如洗，负债累累，有的人一出生家里家财万贯，你说哪里不真实了？卧槽，你说的好有道理的样子。你们说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这么厉害，会不会有大公会招揽他？皇帝用金锄头挖地了，不是他还用得着大公会招揽？也不能这么说吧，大公会的人力财力不是个人玩家能比的。对，他一个人迟早会被大公会追上，甚至反超，一个人怎么对抗成百上千的人？如果我有这实力，我肯定选择大公会。那些大公会还不把我当大爷供着？肤浅，加入大公会不成打工人了？不如一个人自在些。据说星辰工会核心成员今天每人氪了10几万，工会出钱，这样的工作麻烦给我来一份。大公会真的是财大气粗，
你们思路没打开。如果我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这种实力，我肯定趁现在的优势狠狠宰一笔大公会。宰？怎么宰？大公会有那么好说话？你早上没在线吧？你翻翻速通榜，死亡矿井3分41秒速通，带4个人一起有影响吗？不少上线晚的玩家错过了莫离速通死亡矿井的全服通告，也没有注意到速通榜。经过提醒，这才注意到这个有些离谱的记录。这可不是什么吃瓜群众乱吹的，是经过神颜系统认证的记录，绝对真实。如果没有人能破这个记录，这个记录将一直保持在速通榜上。卧槽！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这速通记录是不是太离谱了一点？马德，3分41秒，我大概能杀5、6只普通怪物，到底怎么做到的？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死亡矿井里只有4只怪？你自己信吗？ BOSS 总有1、2只吧，至少精英级别起步吧。当我没说太离谱了，实在太离谱了。难怪人家现在可以击杀史诗级的怪物，这战斗力和我们就不在一个次元。话说，你们有谁见过这位大佬吗？是不是穿着一身极品装备？卧槽！我想起来了，前不久我在暴风城街道上遇到过一个全副武装的人，我特么当时以为是 NPC。我好像也遇到过，我一身破烂，人家一身精致的装备，我也以为是 NPC。我也想起来了，他最后好像进暴风城酒馆了，会不会就是这位大佬？快去暴风城酒馆打听一下。第54章，炼金术学习卷到手。王朝工会会长曹志看到那条首杀史诗级怪物的全服公告后，立即召集工会核心成员开会。我已经在想办法找关系联系苏尔了，大家稍安勿躁。会长，我打听到星辰工会已经联系了好几家大型工作室，说是要收神岩的金币。神岩的金币？游戏前期对金币需求没那么大吧？星辰还有自己的工作室，怎么会缺？具体原因不清楚，不过星辰工会是大量收购，肯定是要做什么。会长，我们要不要也收一点？曹志想了一下，认为可以跟王朝工会和星辰工会是对手。虽然现在不清楚星辰工会为什么有大量收购金币，不过星辰工会既然开始行动了，说明这里面肯定有什么猫腻，否则没人头这么铁，在游戏初期付出高额的溢价去收购游戏里的货币。既然对手开始行动了，王朝工会也不能视而不见，跟一跟总归没有坏处。回头我让人安排一下，现在还是先说说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击杀史诗级怪物的事吧。会长，老实说，我一开始看到全服通告，以为他又击杀什么精英怪了，都没太在意。我也是，都快被他的全服通告轰炸麻木了。现在呢，精英级的怪物和普通怪物的差距，我们算是深有体会。那史诗级的怪物是什么概念？会长，不瞒你说，我真想站在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旁边，看他杀一次怪。我也想，我愿意给他喊666，不为别的，就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杀怪的，学习一下也好。行了，曹志有些失望地摆了摆手，打断了工会成员的发言，因为他发现工会成员关注的都是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的战斗力，都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精英古地虎还可以说是运气好，无意间碰到的。精英狗头人、精英鱼人 BOSS 的位置又是怎么找到的？王朝工会10几个人在暴风城所在地图晃荡了这么久，一只精英怪都没碰到。曹志现在非常怀疑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拥有非常高的幸运值，所以不管走到哪里都很容易就能碰到精英怪物。神岩的人物属性面板里没有幸运值，可曹志是老玩家了，隐藏属性在各个游戏里都是很常见的，属性栏不显示不代表没有。曹志现在满脑子都在想怎么提升自身幸运值的事。会长，你是不是有什么想说的？你们难道不觉得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能碰到这么精英怪物，甚至史诗怪物，他的幸运值肯定很高吗？就算神岩里有隐藏幸运属性，想要提升这种隐藏属性肯定很难吧？是啊，天下里的幸运值要到大后期才能提升。会长，恕我直言，幸运值是一回事，遇到怪物之后能不能击杀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当然，我没有否定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的实力，他现在确实很强，我们要正视和他的差距。击杀史诗级怪物的狠人啊，我们现在拿精英都没办法，现在只希望能尽快联系到他，和他达成合作关系吧。如果能见到他，至少可以知道他到底强在哪里。曹志点了点头，表示认可。人很难想象出超出自己认知范围的事情，而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弄出来的每一条全服通告都超出了大家的认知范围，不亲眼看一看，确实很难想象出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莫离在黑石山找到任务需要的魔黄花，返回暴风城时已经是19点20分，这一趟任务花了差不多3个小时，光是来回的路程就花了快2个小时。莫离有些无奈的看一眼经验条，经验条只涨了1/10，
这里面还包含了击杀史诗级怪物火元素领主给的大量经验。经验涨这么慢，不仅仅是因为在黑石山刷怪效率不如死亡矿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10级之后升级对经验的需求又有了大幅度提升，玩家会明显感觉到升级变得非常缓慢。这样也好，升级太快，搞不好我20级了，星辰工会的人还没10级，到时候怎么带他们？莫离找了个理由进行了一番自我安慰。进入副本的队伍里，只要有一个玩家的等级超过副本等级10级，整个队伍都不会获得经验。这个设定主要是为了杜绝高等级玩家回来带低等级玩家刷副本。10级以后升级变慢，也算勉强契合莫离打算要做的事。莫离从暴风城城门进入后，直奔酒馆。酒保第一时间就认出了莫离，把莫离请到了一个单独的包间。找到魔黄花了。莫离从储物空间取出魔黄花，交给酒保。酒保快速确认了一下，脸上很快露出惊喜的表情。没错，就是这个，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快就找到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是你应得的东西。酒保快速收好魔黄花，然后取出卷轴交给莫离。叮！恭喜你完成任务黑石山的魔黄花，获得任务奖励炼金术学习卷轴。系统弹出提示的同时，莫离的经验条也涨了一点。莫离简单估算了一下，这个任务给的经验奖励抵得上自己杀上100只黑石山的怪物了。可惜做任务赶路实在太费时间了，更适合那些杀怪慢的玩家。对莫离来说，总体效率还是没办法和直接刷怪比。莫离看了酒保一眼，发现他没有立即离开，不禁心里一喜，这是还有后续的表现。第一步奖励红宝石戒指，第二步奖励炼金术学习卷轴，那么第三步呢？奖励的东西肯定会更好。你还需要什么帮助吗？我的实力你应该有所了解了，相信我一定可以帮到你。既然可能还有后续，那就必须先把任务接下来，至于什么时候去做任务，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现在不把任务接下来，错过了这一次机会，很有可能以后就再也接不到这个任务了。酒保盯着莫离，显得有些犹豫。第55章隐居的传奇工匠。莫离从酒保的反应就知道，这个任务肯定还有后续。不过可能是因为第3步任务要去的地区等级更高，以莫离现在的等级去很危险，所以酒保才会犹豫。你在怀疑我的实力吗？冒险者，请不要误会，只是以你现在的等级，恐怕没办法去隐牙城堡吧？哦，你说的是银松森林的隐牙城堡？银松森林的隐牙城堡是20级副本，莫离现在确实还进不去。是的，以你现在的等级来说，那里对你来说还太早了，你恐怕找不到比我等级更高的冒险者了。不如把任务交给我，我会尽快完成。这你说的也有道理，好吧，我需要你到隐牙城堡里拿一颗阿鲁高的牙齿。事成之后，我能得到什么？你可以在这3个卷轴里选一个。酒保取出卷轴给莫离展示了一下。初级技能书瞄准射击，技能 CD 5秒，说明经过精心瞄准之后射击造成双倍伤害。初级技能书致命打击，技能 CD 5秒，说明全力挥动手中的武器造成双倍伤害。技能 CD 5秒。初级技能书魔力炸弹，说明经过压缩后的魔力炸弹造成双倍伤害。莫离把3个卷轴的说明快速浏览了一下，一本远程物理职业的技能书，一本近战职业的技能书，一本法系职业的技能书。3本技能书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可以造成双倍伤害，都是非常好用的输出技能。3个技能对莫离都很有吸引力，因为骷髅战士都可以学。莫离没有急着做选择，隐牙城堡需要20级才能进入，而莫离现在只有10级，中间还有很长一段练级时间，可以等任务完成之后，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再来做决定。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完成这个任务。叮！触发隐藏任务阿鲁高的牙齿。暴风城酒馆的酒保要你去隐牙城堡，把阿鲁高的牙齿带回来。任务奖励瞄准射击、致命打击、魔力炸弹3选1。从暴风城酒馆离开后，莫离直接来到暴风城一家很小的铁匠铺。暴风城里有不少铁匠铺，不过莫离知道传奇工匠薛柱就隐居在这一家小铁匠铺里。薛柱是暴风城里唯一可以打造传奇级别的工匠，铸造水平远超其他工匠。既然要打造装备，当然要找最厉害的工匠。莫离进入铁匠铺后，发现有2个穿得破破烂烂的玩家正在查看铁匠铺里出售的武器装备。这也太贵了吧，一把5级的长剑居然要10个金币。不过属性确实比我们手上的破烂好太多了。哎，我现在全身上下都没有1个金币，也只能看看了。很快，铁匠铺里的2个玩家发现了莫离。我去，这游戏也太真实了吧 ！NPC 也会到铁匠铺里来买装备？不对，好像是玩家。卧槽！看看人家穿的，再看看我们穿的，我们玩的是一个游戏吗？
两人意识到莫离也是玩家后，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直接不说话了，改为发信息私聊。莫离看两人一眼，也没工夫搭理他们，直接来到柜台。老板，我找到一点好东西，帮我看看可以打造出什么东西。私人定制，一般的活我可不接，先看看东西，我保证你肯定会有兴趣。莫离把火元素核心交给薛柱，薛柱只看了一眼，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等级这么低的好东西，你是在哪里弄到的？我运气比较好，在黑石山那边弄到的，用这个材料可以打造什么？薛柱会选择隐居在这里，就是因为工匠的最高峰他早就攀登过了，平时普通的凡物不值得他出手，想要这位传奇工匠出手，拿出来的东西必须要他感兴趣。想要薛柱感兴趣的东西，不一定要多贵重，但必须要有趣，比如火元素核心这种只有10级的史诗级材料。我想想，薛柱说着看了莫离一眼，你是法系职业吧？需求法系装备，武器怎么样？当然可以，不过打造武器肯定还需要很多其他材料吧？看你想要什么品质的武器。史诗级的材料经过您的手打造出来，至少也该是史诗品质吧？哦，小子，你认识我？听说过一些，不然我也不会直接来找您。那我的规矩你应该懂，一切材料自备，加工费根据最后出品的东西的价值来算。明白。不过，莫离看了一眼还在铁匠铺里吃瓜的2个玩家，刻意压低了音量。我是亡灵法师，我希望属性尽量往强化召唤物的方向靠。哦，薛柱挑了挑眉，又看了莫离一眼。刚才他只是粗略观察了一下莫离，没有对莫离释放探查术。毕竟对一个上门光顾的顾客释放探查术，那未免也太失礼了一些。现在突然知道莫离居然是非常罕见的亡灵法师，不禁有些惊讶。更不巧的是，薛柱作为隐藏在暴风城的传奇工匠，恰好知道暴风城城主也是一位伟大的亡灵法师。年轻人，你是不是和血影大人有什么关系？因为有所怀疑，薛柱对莫离的称呼都瞬间从小子升级为年轻人。莫离又看了一眼2个还在铁匠铺吃瓜的玩家，薛柱秒懂，你们2个就是你们2个，不买东西就赶紧走，有什么好看的？2个吃瓜玩家瞬间懵了，玩了这么多游戏就没听说过还有开门做生意的 NPC 让玩家滚出去的。更怪异的是 NPC 的这个举动完全是因为另外一个玩家，这都什么跟什么？这个玩家到底什么来路？尽快2位吃瓜玩家好奇的要死，可最终还是被薛柱赶出了铁匠铺。好了，现在可以说了吧？实不相瞒，我是血影大人的新收的学生，有什么证明吗？冒充城主大人的学生可是死罪。莫离心里一紧，卧槽，怎么一直没想起来找齐之礼要一个身份证明？不对，齐之礼教的技能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莫离立即放出了一只骷髅战士。薛大师，您看这个怎么样？薛柱看到骷髅战士，下意识的后退了2步，直接退到了柜台后面的墙壁上。你不是城主大人的学生？你是？第56章，从未设想过的被迫曝光方式。莫离眼皮不受控制的跳了跳。召唤骷髅战士这个技能是齐之礼传授的，并且是特殊技能。齐之礼本人也会这个技能，并且特别强调过，这是血影大人的独家技能。会这个技能，怎么可能不是暴风城撑住血影大人的学生？薛大师，这里面恐怕有什么误会。绝对不会有误会，你是城主大人的亲传弟子。卧槽，莫离差点没绷住。有像你这样说话大喘气的吗？刚才就差一点，莫离就准备再召唤几只骷髅战士出来殿后，然后自己战术性撤退了。莫离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数的，能打造传奇装备的传奇工匠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他真动杀心了，莫离除了战术性撤退，根本没有第2个选择。就这，还要看薛柱会不会追。如果他追起来，莫离恐怕很难跑到法师塔寻求避难。毕竟薛柱以击杀冒充城主大人弟子的罪人这个理由太正当了，突然暴起攻击玩家也不是不可能。既然薛大师确认我的身份了，我们还是接着说打造武器的事吧。不用了，既然你是城主大人的亲传弟子，其他材料我帮你出了。真的？莫离心一喜，万万没想到城主大人亲传弟子的身份居然还可以带来这种好处。那些材料就是繁琐了一些，都不是什么值钱货。明天这个时候你来取武器，记得带上100金币的加工费。那就有劳薛大师了。莫离并没有纠结100金币的加工费，刚才还说要根据最后的出品算加工费，现在直接就变100金币。这100金币大概率也是友情价。实际上莫离现在身上的金币早就超过100金币了。那么多趟死亡矿井不是白刷的， BOSS 爆出来的金币都是莫离一个人独享。莫离又没什么特别需要花钱的地方，甚至因为不用动手打怪，连装备耐久都没怎么掉，钱自然会越来越多。现在已经捞到了好处，不用准备其他材料，不知道给莫离省了多少时间。省出来的时间
可能都够莫离去死亡矿井再刷100金币了。而且这位薛柱可是传奇工匠，以后找他办事的时候还有很多。现在见好就收，给他留个好印象才是明智的选择。莫离从铁匠铺出来后，发现铁匠铺外面挤满了人，不用猜，肯定是刚才那2个吃瓜群众吃瓜不成，跑去当大喇叭，把更多的玩家吸引到这里来了。出来了，出来了，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人，居然可以让 NPC 赶玩家。卧槽，怎么回事？他这一身装备有点帅气啊。不对劲，这不会是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吧？你别说，现在除了那位大佬，还有第2个人能弄齐一整套装备的。莫离听着周围吃瓜群众的讨论，皱了皱眉。从铁匠铺出来时，没有套可以遮挡容貌的头套，万万没想到，居然来这一处，就这样被吃瓜群众无情围观了。真是从未设想过的被迫曝光方式。神颜自带拍照系统，拍照发帖子，在游戏完全可以一气呵成。恐怕就这1分钟不到的时间，神颜论坛上已经有莫离的照片了。吃瓜群众把眼前的莫离强行和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联系起来后，立即就有人直入主题：高手能不能给我传授一点经验？求大佬带带我。大佬，我也想练级，像你这么快，教教我吧。小小的铁匠铺外面围满了吃瓜群众，让莫离想直接离开都有些困难。现在召唤骷髅兵吓一下玩家，现在也肯定不管用。能走出新手村的玩家都不知道杀了多少怪物，早就适应全拟真的游戏方式了。骷髅兵现在吓不到他们。莫离默默打开虚空仓库翻找了一下，很快就找到了一张抽奖抽到的回城卷轴。一道金光闪过，莫离被回城卷轴从铁匠铺门口传送走。卧槽，怎么人没了？傻了吧？那是抽奖送出的回城卷轴小道具而已。看来真的是氪金大佬啊。废话，可以氪金的游戏，不氪金能变强吗？氪金和氪金之间也有区别，我听说星辰公会和王朝公会都氪了上百万。我也听说了，这种事人家从来不藏着掖着，都当做宣传来着。所以呢，你们到底想说什么？你是不是傻？那2个公会财大气粗，氪了那么多钱，怎么没见他们刷个全服通告？我懂了，你的意思是说，这位大佬不仅氪金，实力还强，对吧？不好说，搞不好人家是欧皇呢。小氪怡情，结果直接就出好东西了。莫离使用回城卷轴后，直接被传送了到法师塔1层。卧槽，真是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在暴风城里使用回城卷轴回暴风城。莫离在虚空仓库里翻找了一下，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抽奖送的鸟头头套，名称鸟头头套，品质普通，说明时装佩戴时不会影响你装备的头部装备，佩戴后可以完全遮挡你的外貌。就这个了。莫离很果断的就戴上了这个鸟头。兔子头在新手村也被曝光过了，现在估计会被重点盯防。没办法，刚才在铁匠铺，外貌肯定被曝光到论坛上了。接下来莫离准备去死亡矿井刷怪，从这里走到暴风城大门有一段不短的距离，万一又被吃瓜群众围观了呢？暴风城里是安全区，就算莫离想杀出一条血路也是有心无力，到时候只有再次使用回城卷轴回来。这次是运气好，在法师塔没有遇到其他玩家，下一次可就不好说了。万一被堵在法师塔，莫离恐怕就只能先下线，否则只能和吃瓜玩家干瞪眼，白白浪费时间。莫离想了一下，又把身上的装备脱了几件，这下应该没人认出我了吧？话音刚落，一个声音在法师塔里响起：莫离，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你认错人了。莫离先来了个否认3连，立即就回过神，这不对啊，吃瓜群众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名字？第57章奢华的经验药水。很快莫离找到了说话的人，苏尔。难怪可以直接叫出莫离的名字，他不仅知道莫离的名字，还可以通过好友列表的位置显示知道莫离现在就在法师塔。别装了，你忘了我们有好友了吗？这里就我和你2个人，我刚才被吃瓜群众曝光了，被堵在铁匠铺门口，差点没跑掉，不装不行。现在大家也就是图个新鲜，等过一段时间就好了。苏尔身为天下第一美女，被围观的经验可以说相当丰富，立即向莫离传授起经验。莫离点了点头，正常情况确实会像苏尔说的那样，等大家新鲜感过去了，就不会有人围观了。问题就在于不正常的情况怎么办？比如未来一段时间神颜里的各大榜单肯定会被莫离刷榜，比如未来一段时间各个精英怪、史诗怪甚至传奇怪肯定会被莫离手杀。在一次又一次的全服通告刺激下，吃瓜群众的热情哪有那么好消散的？比起被吃瓜群众围追堵截，白白浪费练级时间，莫离情愿隐藏一下自己。那等过一段时间再说吧，现在还是闷声发大财的好。你高兴就好。对了，星辰公会联系你了吗？
他们没这么快到10级吧？不好说，他们今天氪了不少钱，提升应该挺大的。不过不是这事，是另外的事情。还有其他事？算了，他们既然还没联系你，我也不好在这嚼舌根。苏尔摇了摇头，感觉有一点点失望。毕竟他对林诗涵已经不是暗示了，几乎是明示。星辰，工会居然还想不明白吗？叮！莫离突然收到一条来自林诗涵的私信，莫离差点没绷住。真是白天不能说人，晚上不能说鬼。你一说，林诗涵的私信就来了。那行，你们聊，我先上去了。苏尔给莫离打了一个招呼，直奔法师塔9层。莫离看着苏尔的背影，咂了咂嘴。暴风城法师塔9层，没有特殊情况的话，需要到10级学习新技能才能上去。换句话说，苏尔现在已经10级了。他的练级速度怎么突然变这么快了？还是说又有什么奇遇？真不愧是欧皇体质，羡慕不来。莫离心里一下升起一股紧迫感，不知不觉苏尔的等级就追上来了，自己必须要抓紧时间练级。想到这里，莫离立即动身往药剂店赶路，顺便看了一眼林诗涵发来的私信。我们尝试过击杀鱼人 BOSS， 发现鱼人 BOSS 给我们的坦克职业造成了大量的碾压伤害。你知道碾压伤害是什么意思吗？星辰愿意花钱买这个情报。莫离感觉星辰工会不愧是天下里数一数二的工会，工会成员确实都很有心气，在明知道神岩精英怪物强度非常高的情况下，居然勇于去挑战鱼人 BOSS， 而且他们还不是纯莽夫。看林诗涵话里的意思，他们应该已经有办法解决鱼人 BOSS 的那些小怪了，只不过倒在了碾压伤害这种无解的伤害面前。如果没有碾压伤害存在，搞不好还真给他们挑战成功了。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星辰工会的战术配合都相当厉害。当然，对于莫离来说，现在和星辰工会是合作关系。星辰工会越厉害，莫离就可以从星辰身上捞到越多的好处，这是好事。这个情报免费啊，那多不好意思啊。反正要不了多长时间，你们自己也会发现。我们今天氪金之后，成员都有很大的提升，最迟明天就可以去死亡矿井，我们之间的合作肯定会很愉快的。鱼人 BOSS 是10级，你们坦克职业应该没有7级吧？6级，还差一点经验才到7级。精英怪物等级高过玩家3级，就会对玩家造成额外的碾压伤害，这个伤害量一般足以秒杀玩家。莫离愿意把这个情报免费告诉星辰工会，主要也是因为以星辰工会表现出来的水平来说，很快就会发现这一点。在这件事上敲星辰工会一笔，实属不太厚道，会影响以后的合作。结束了和林诗涵的私聊后，莫离找了一个没人的小巷子，拿出炼金学习卷轴，直接对自己使用。一道金光快速闪过，在莫离的人物面板上多出一栏：初级炼金术，配方：初级经验药剂，初级生命恢复药剂，初级精神值回复药剂，初级行动药剂。莫离看到居然可以炼制4种初级药剂，多少有点意外。这已经和10级炼金师会的配方相当，不用再另外想办法弄炼金师的技能书了。莫离点开初级经验药剂查看了一下，名称：初级经验药剂，效果：使你获得的经验提高 20%， 持续1小时，只对20级以下的人物有效。炼制所需材料：银叶草 X3， 地根草 X3， 和记忆中的初级经验药剂一模一样。上一世，莫离从始至终都没有用过一次初级经验药剂，因为这2种草药商店里出售价格分别是银叶草2金币珠，地根草1金币珠。换句话说，一瓶初级经验药剂的材料钱就要9金币。在游戏初期，9金币就是90块钱。上一世莫离作为一名在神岩搬砖为生的搬砖工，怎么可能用得起这么奢华的药剂？不过这一世就不一样了。莫离走进药剂店，直接购买了10组初级经验药剂的材料，共计90金币，然后直接在药剂店开始炼制初级经验药剂。神岩里初级和中级的药剂没有失败一说，100%成功。很快，莫离就得到了10瓶初级经验药水。可惜，如果能搞到几件炼金师的装备就好了。莫离稍微感觉有点可惜。炼金师是神岩里的正经职业，自然也有对应的装备。比如，有的装备可以让炼金师在炼制药剂时出现暴击，一次炼制得到2瓶药水；还有的装备可以使炼制的药剂效果提升。不过，因为炼金师不是战斗职业，所以炼金师的装备大多都是出自任务奖励，特别是前期的副本几乎不出炼金师的装备。获得炼金师装备和炼级计划有冲突，现在也只能暂时凑合了。第58章，星辰工会感觉自己又行了。1天后，死亡矿井，在初级经验药水的加成下，升级速度比莫离预计的快了不少。随着隐藏 BOSS 应声倒下，莫离终于升到12级。
莫离把巅峰等级提供的额外属性点全加到精神属性，然后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属性面板。等级12，巅峰等级12，力量29，敏捷29，体质183，精神970，生命值红283，魔法值蓝5335，召唤物数量162198，装备效果每秒恢复精神属性数字1/4的精神值，使你的召唤物造成的伤害提高 10%， 使你的召唤物技能效果提高 30%， 使你的魔法值提高 10%。 因为死亡矿井出品的装备，莫离1到10级就已经穿上了，这2级的提升完全来自巅峰等级给的额外属性点，相对来说提升没有那么大。不过骷髅战士的提升非常大，已经有100多个骷髅战士拿上了武器。不仅如此，莫离还在死亡矿井里打到了基本技能书，骷髅战士学会了暴风雪和火球术。莫离等级达到10级以后，骷髅兵和骷髅战士解锁了第4个技能栏位。现在骷髅兵有1个空着的技能栏位，骷髅战士有2个空着的技能栏位，这是莫离刻意留着的，万一中途出了什么厉害的技能书，亡灵大军可以立即学习。并且暴风城9宝任务奖励的双倍伤害技能，要选哪个技能，莫离也差不多心里有数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选致命射击，进一步强化骷髅战士远程物理攻击。经过莫离的规划，其中有10只骷髅战士拿盾，剩下的骷髅战士分成3个部分：魔法小队、近战小队、远程小队。原来的骷髅兵充当治疗部队，现在这支接近200数量的召唤物部队看起来越发像一支亡灵大军了。莫离看了一眼时间，14点。莫离已经把时差调整过来了。神眼里的时间和现实是同步的，特别是 NPC 的活动时间大多都集中在白天，通宵熬夜练级在神眼里绝对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前2天不过是为了和大部队把时间错开。莫离打开好友列表看了一眼，苏尔战士11级，位置云天湖，搞得我都有些好奇他到底怎么杀怪的，一个战士怎么就这么快？毫无疑问，应该苏尔的神性天赋开始发挥作用了，所以练级速度开始暴涨。莫离好奇的是，神眼里的战士练级速度是出了名的慢，苏尔他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么快的？昨天之前他才7级，那个时候莫离是10级，后来苏尔到法师塔9层学技能，那个时候他应该已经10级了。从那个时间节点算，差不多的时间里，莫离升2级，苏尔升了1级。要知道，莫离可是全程挂着提升经验获取 20% 的 buff， 还带着100多个亡灵大军当打手，在死亡矿井里疯狂刷怪。以上这些苏尔都没有，所以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莫离正准备给苏尔发个私信打探一下口风，突然收到了来自林诗涵的私信：多谢你的情报，我们成功击杀了鱼人 BOSS， 不愧是星辰工会，果然厉害。只有碾压伤害的情报肯定不足以让星辰工会的人击杀鱼人 BOSS。星辰工会肯定进行过多次尝试，摸清楚了鱼人 BOSS 的技能和套路，最终制定出战术，在默契的配合下才成功击杀鱼人 BOSS。过奖了，我们差不多有一半人到10级了，会长的意思的可以开始之前谈好的合作了。1天时间，你们就凑够金币了？别提了，这次我们可是大出血，希望死亡矿井里的装备对得起我们的付出吧。放心，包你们满意。莫离一直没给星辰工会提过死亡矿井里有隐藏 BOSS 的事，现在提了效果也没那么好。等星辰工会的人穿上了死亡矿井里的装备，感受到了10打10的提升，到那个时候再告诉他们死亡矿井里还有一个可以出卓越装备的隐藏 BOSS， 意外之喜才好另外谈价钱的事。短暂的交流后，莫离把死亡矿井入口的位置给林诗涵详细说明了一下，约定好1个小时后在死亡矿井副本门口见。那个秘密入口莫离并不打算告诉星辰工会。70级以后会解锁史诗级难度，所有副本都会增加1个史诗级难度，到时候那个秘密入口的真正价值才会体现出来。当然，莫离在上一世也只是听说过而已。实际上，莫离上一世的等级还没到70级就已经死了，对史诗级难度的副本也只停留在听说。可不管怎么说，史诗级难度的副本难度肯定是难到爆炸那种。一个可以绕过1区，直接从2区开始的，可以为团队节省大量时间。那个入口的价值难以估量，这个情报现在必须保密。死亡矿井副本门口不远处，星辰工会的11个人聚在一起。林诗涵有些不解地看着叶星，我说会长大人，你们怎么就想起来要自己到死亡矿井里试一试？来都来了，你不想先自己试一试？行吧，你们高兴就好。林诗涵扫视了工会成员一圈，发现他们个个都跃跃欲试，看来是顺利击杀鱼人 BOSS 后
让大家信心暴涨，忍不住想要挑战一下死亡矿井。毕竟氪金抽到的天赋，被动带来的提升是肉眼可见的。怪物没有了碾压伤害后，感觉也没有那么可怕。而且大家心里都清楚，要论杀怪速度的话，10几个人加起来都不如莫离一个人效率。就算可以自己通关死亡矿井，最后还是要找莫离带着速通死亡矿井，节省时间。毕竟刷装备讲的就是一个效率，不能耽误练级时间。所以这次也只是尝试一下而已。我就不去了，莫离有我的好友位，万一发现我这个时候在死亡矿井，大家都尴尬。有道理，那你自己在外面玩吧。叶星快速分好队伍，星辰工会这次一共来了11个人，除开林诗涵，刚好2个队伍。配置也很好，每个队伍都有一个坦克职业，3个输出职业，1个治疗职业。这是星辰工会在天下里学到的经验，可以算是5人小队最优配置。第59章死亡矿井2区，一点小小的震撼。叶星是输出战士，在他的队伍里还有一个法师，一个术士，组成1物理2法系的输出配置。治疗由一位牧师担任，坦克职业是德鲁伊雄坦。这名德鲁伊雄坦就是星辰工会击杀鱼人 BOSS 的主力坦克。他运气不错，是星辰工会少数几个抽到了传奇级别天赋的成员。用星辰自己人的说法，就是已经肉得无法直视。除了德鲁伊之外，叶星也抽到了传奇天赋，另外3个人抽到了史诗级天赋。这一组5个人可以说是星辰工会目前最强的几个人。叶星5人进入死亡矿井后，没有立即开始战斗，按照他们在天下里的经验，先观察了一下副本里的怪物情况。方块组、大饼组，叶星结合自己多年游戏的经验，给附近的怪物进行了快速分组，并进行了标记。很快就发现入口处的怪物最少都是3个狗头人一组，还不算来回巡逻的狗头人。先开方块那组怪，小心点，别引到其他怪物。我们还不清楚这里怪物的强度。在叶星的指挥下，小队里的术士向方块分组的怪物扔了一个诅咒，立即吸引到了怪物仇恨。另外2个没有被诅咒攻击的狗头人也立即进入了战斗。术士诅咒技能是持续伤害，不是爆发伤害，每次造成的伤害并不高，是一个非常好的开怪技能，不会出现一次性造成过高的伤害，让坦克职业抢不到怪物的仇恨的糟糕局面。队伍的德鲁伊变成熊形态，一个横扫攻击非常娴熟的接过了3只狗头人的仇恨。叶星看到自家熊坦掉血还算平稳，终于松了一口气。还好，死亡矿井虽然是副本，不过里面的小怪还没有变态到让自家熊坦完全扛不住伤害的地步。全力输出，确认了怪物强度后，在叶星的指挥下，队伍开始全力输出。会长，这里的狗头人怪物血也太厚了。队伍的法师抱怨了一句。队伍里有人攻击后，大家都能看到狗头人的血条，一只狗头人居然有足足2000出头的生命值。法师一个火球术砸到狗头人身上才100多的伤害，队伍里的术士的暗影剑也差不多是100多伤害。叶星的伤害稍微高一些，也才不到200。3个人一轮输出加起来还不到500伤害。最恶心的是狗头人有2000出头的生命值，4轮输出还打不死一个狗头人，必须还要补伤害打掉狗头人剩下生命值。简单一算就明白，差不多要5轮输出的时间才能击杀一个狗头人。法系职业施法有读条时间，近战攻击要看武器速度，5轮输出最快也要10秒才能完成。一组3只狗头人要半分多钟才能全部击杀。叶星也被干沉默了。在击杀了鱼人 BOSS 后，整个星辰工会总算找回了一点自信，否则也不会想着特地来先挑战一下死亡矿井。但是现实实在是太残酷了，整个死亡矿井里有多少组这样的狗头人？这个答案叶星现在是第一次进入死亡矿井，自然不清楚。不过莫离的在死亡矿井速通榜上的速通记录是3分41秒，在3分41秒这个时间内，自己这个小队可以击杀多少怪物？哪怕不考虑队伍恢复、无限续航，不考虑所有意外因素，就按10秒1只怪算，最多也只能击杀22只怪。从现在所在的位置看，光是视野里的怪物都不止22只了。也就是说，自己这个队伍清理副本入口这些怪物的时间，已经够莫离速通一次死亡矿井了。会长，你别说，我现在真的有点迫不及待的想看一看莫离到底是怎么在死亡矿井里杀怪的了。队伍里的术士也有点绷不住了，本来信心满满的进入死亡矿井，结果第一组怪物就给他来了一个当头棒喝。只有亲自来死亡矿井里摸一下怪物，才知道莫离那个速通记录到底有多离谱。这就是所谓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叶星在心里叹了一口气，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不过考虑到队伍士气问题，叶星还是要安慰一下队伍里的成员，别灰心，现在至少证明我们可以对付死亡矿井里的怪物，这里的怪物强度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也对，
我一开始还担心熊坦被秒杀呢，而且我们和莫离装备差距确实也不小。小队成员一边互相安慰，一边配合杀怪推进进度。大家杀怪速度是慢了一点，不过胜在配合默契，一路有惊无险的成功击杀了一区的 BOSS。运气不错的是，一区 BOSS 出了3件装备都能用上。队伍的成员换上装备之后，感觉提升不小，顿时又重拾了一点信心。如果死亡矿井只是这样的难度，我认为我们找莫离带死亡矿井的次数可以减少一些。我也是这样想的，只要弄到一些死亡矿井的装备，我们对付起来应该会更轻松一些。是啊，现在游戏初期金币比例1.10分，实在太贵了。叶星点点头，也同意这个观点。找莫离带副本弄装备，那是肯定要的，至少在一开始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不过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不用像之前计划的那样，让所有核心成员都拿到死亡矿井的装备，只需要弄到一部分装备，人物强度提起来了，完全可以自己刷死亡矿井，这样至少可以为星辰工会节省1半的开支。大家并不是对莫离有什么意见，只是在为星辰工会的利益考虑。暂短的休息后恢复后，叶星的队伍拉到死亡矿井第2区第1组怪物的仇恨。看到狗头人的血条后，队伍里5个人心里都一阵窃喜。2区狗头人怪物的强度和1区差不多，生命值也差不多，唯一的差别是这里的怪物少则4只狗头人一组，多则6个狗头人一组。好在队伍里的熊坦很肉，多抗2只怪影响不大，只是治疗辛苦一些。小队里的成员瞬间感觉通关2区不在话下。就在叶星小队成员正兴奋时，突然一个狗头人怪物对另外一个残血的狗头人怪物释放了治疗术，那个残血的狗头人生命值直接恢复到了1半的位置。卧槽，这怎么玩？这也太离谱了吧！第60章，林队队在线对会长，不要慌，先转火，击杀那个会治疗术的狗头人。叶星不仅是星辰工会的会长，还是星辰工会的团队指挥，面对这种情况时，比其他成员要冷静很多，立即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指挥队伍做出改变，应对意外情况。队伍里的成员也很快反应过来，立即锁定了新的目标。经过一番努力，总算是有惊无险的击杀了这一组4只狗头人，度过了这一次意外。可是5个人没有1个人高兴，全是一脸担忧。法师第一个说出了自己的担忧：队长，这一组才4只狗头人，如果是6只狗头人的，你说会不会有2个会治疗术的？不好说，要打过才知道。叶星心里也没底。听到叶星的话，队伍里的牧师绷不住了。我刚才蓝量都快见底了，如果有2个治疗，战斗时间肯定会更长，我看没戏。牧师的话已经说得很直白了。队伍里的熊坦虽然可以扛得住狗头人的伤害，可并不意味着熊坦不会掉血。给熊坦加血是要消耗牧师蓝量的，更何况2区的狗头人不只会治疗术，还有狗头人会释放法系范围伤害的技能。这个技能伤害虽然不算高，但会对所有人都造成伤害。牧师需要给每一个人加血，治疗压力简直拉满。狗头人里出现一个治疗，就差点让他的蓝量见底。如果出现2个会治疗术的狗头人，恐怕就会团灭。真是活见鬼了！10级的副本，怎么说都是低级副本了吧？怎么怪物就会治疗术了？最离谱的是，我们5个职业就没一个会打断技能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怪物释放治疗术。这副本真的是给10级的玩家准备的？叶星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没有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死亡矿井速通榜上的记录明明白白的标着莫离当时刷出这个记录是9级，只要稍微动动脑子就可以知道，在这之前莫离肯定已经在死亡矿井里刷了很长时间了，否则对一个副本没有足够的熟练度，哪来速通的可能？不过现在说这种话，无疑是给队伍成员泼冷水，叶星也只能把话憋了回去。会长，我们还是试一下6只狗头人一组的怪物吧，如果有2个治疗，我们直接往副本门口跑。就是这里比我想象的要小，应该能跑出副本脱离战斗，不至于团灭。我同意，来都来了，不试一试怎么能甘心？很快叶星的队伍就达成了一致，决定再尝试一下。如果狗头人一组怪物里真的出现2个会治疗术的，那就直接放弃，不用想，在获得更大的提升之前没戏，还是老老实实的去找莫离带刷副本，刷到大家全穿上死亡矿井的装备为止。10几分钟后，死亡矿井门口出现了5个略显狼狈的身影，正是叶星和他的小队成员。真是邪了门了，万万没想到居然不是有2个会治疗术的。我特么6只狗头人，3只会治疗术，还玩个屁！你们说莫离是怎么处理的？你是不是对莫离的伤害没什么概念？我想起来了，那天莫离带我们杀鱼人 BOSS 的时候，你没在现场。队伍里的牧师那天因为临时有事提前下线了，错过了莫离带星辰工会击杀鱼人 BOSS 的机会。换句话说，牧师并没有亲眼见过莫离到底是怎么击杀鱼人 BOSS 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听工会其他人说的。
牧师有些不满地哼了一声。叶星摆了摆手，他怕他再不阻止，这里很快就会变成一场吹捧莫离的盛会。先通知另外一队出来吧，他们那队的天赋被动比我们差，一区恐怕都有些勉强，2区肯定没戏。我马上给他们发私信，安排好眼下最紧要的时候。叶星给林诗涵发了一条私信，让他速度来死亡矿井副本门口。几分钟后，林诗涵出现在死亡矿井副本门口。会长，你们居然不到1个小时就通关了？叶星瞪了林诗涵一眼，不会说话就别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林诗涵甩了叶星一个白眼，人家莫离30只骷髅兵，个个能打能抗能加血，单拎出来都比我们强，你们还真以为杀个鱼人 BOSS 就又行了？真是氪点金就飘了，不知道姓什么了。好歹也要先追上莫离单个骷髅兵的强度再说吧。林诗涵一个人在外面无聊的要死，这次终于算逮住机会，对着叶星就是一顿无情输出。在林诗涵看来，这是非常必要的。玩游戏最忌讳的就是得到一点提升就飘了，如果不及时批判一下，很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好了，我的林大小姐，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这次确实是我们飘了。叶星没有推卸责任，直接把责任全揽到了自己身上。击杀了鱼人 BOSS 后，大家都飘了，这是事实，有错就要认。林诗涵也见好就收，看到大家都意识到问题了，立即换了一个态度。行了，这事就算过了。刚才莫离给我发消息，问我们到了没，我现在可以回他了吧？行，你回吧。说实话，我现在有点期待见识一下莫离到底是怎么刷死亡矿井的。我估计你是看不到了，等一下他不是要带我们吗？怎么就看不到了？林诗涵翻了翻白眼。我说会长大人，是不是最近氪金把你脑子氪得不好用了？你10级了学新技能了吧？啪！叶星拍了一下脑门，从莫离横空出现在神岩，自己被刺激的都有些神志不清了。莫离早就到10级了，到10级就可以学习10级的新技能，并且解锁一个技能栏。也就是说，现在莫离杀怪的方式可能和10级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在死亡矿井里杀怪，大概率会出现更加碾压的局面。至于莫离10级以前到底是怎么刷死亡矿井的，恐怕会远远成为一个谜了。叶星之前还一直想着能不能从莫离身上偷学点经验，特别是现在只有1区 BOSS 的击杀经验，死亡矿井后面的 BOSS 是什么样的，在战斗中需要注意些什么，一点情报都没有。本来打算从莫离身上偷师的，现在这个计划恐怕要落空了。行了，一会看吧，实在不行找莫离买情报吧，我感觉他人还怪好的。林诗涵嘴角上扬，露出了一个迷人的微笑。第61章，收了钱，捡东西都不会让你们多走一步。莫离收到林诗涵的私信后，把亡灵大军收到了宠物空间，往副本门口赶。这次带星辰工会的人，莫离准备把骷髅战士的数量定在30只，这个数量和上一次击杀鱼人 BOSS 时给星辰工会展示的骷髅兵数量一致。现在和星辰工会只是初步合作，凡事留一手还是很有必要的。莫离出现在死亡矿井副本门口时，星辰工会的11个人已经眼巴巴的在副本入口等着了。叶会长，一次4个人，先从哪些人开始？莫离也不废话，直接切入主题。现在是下午3点多，等到傍晚时还要赶回暴风城，到薛柱那里去拿打造的武器，加起来也没几个小时，多带一次就是400金币的收入，是真正的时间就是金钱。好说，我林诗涵你都认识了，这位熊坦刘峰，还有这位法师韩瑞。叶星指了指另外2个人，莫离直接对叶星指定的4个人发起了组队邀请。战利品分配方式更改为自由拾取，进去之后东西你们自己拿。莫离都不知道刷了多少次死亡矿井了，现在只对死亡矿井里的经验有需求。星辰相当于是花钱包团，出的东西自然全归星辰工会。叶星向你发起交易申请。莫离点了接受后，面前出现了一个系统交易栏，叶星直接在交易栏里放上了2000金币。我先付5次的钱，5次之后再付。叶会长果然爽快，代副本这种事在很多游戏里都有，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潜规则就是付1次钱带1次，及时结算，这样操作大家都放心。这种方式不管哪一方有什么不满意，或者发生了什么矛盾，都可以直接离队，双方都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叶星甚至都还没有见识过莫离到底是怎么在死亡矿井杀怪的，起手就先预付5次钱。神言，现在的金币价格差不多是1点10分，2000金币就是2万块，怎么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可以说是相当的豪爽和财大气粗了。莫离收下金币后，率先进入了副本，开始召唤骷髅战士。很快30只高大威猛、手持武器的骷髅战士出现在死亡矿井入口。30只骷髅战士手上都拿着法杖，一看就是法系召唤物。林诗涵有些好奇的仔细观察了一下莫离的骷髅战士。莫离，我怎么感觉这个骷髅兵和我们上次看到的有点不一样？
这是10级的新技能，当然不一样。哇，是不是更厉害了？不仅是林诗涵，旁边的叶星以及另外2位星辰公会的成员也有些好奇地看着骷髅战士。莫离和上次一样，没有对星辰公会的人开放属性面板，在不使用探查术的情况下，他们都看不到莫离和骷髅战士的属性，都期望着从莫离口中可以得到答案。是更厉害了，不过对于杀死亡矿井里的怪没什么差别。好了，你们都待在这里，别乱跑。莫离叮嘱了一下星辰公会的人后，立即开始指挥骷髅战士开始引怪。30只骷髅战士开始在死亡矿井里狂奔。骷髅战士变态的属性带来的变态防御和超高血量，完全无视狗头人造成的伤害。叶星眼皮跳了跳，因为骷髅战士已经跑出了几个人的视野，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骷髅战士了。此前他设想过很多种可能，比如莫离利用亡灵大军带着他们一路快速碾压过去，比如莫离利用亡灵大军一次性拉很多组怪物，然后直接进行 AOE， 用范围伤害击杀死亡矿井的怪物。不管哪种可能，在叶星的预想中，总能看到一些莫离亡灵大军击杀怪物的画面。可是叶星完全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战斗还没开始，他们4个人就已经看不到莫离亡灵大军的影子了。莫离兄弟，是不是等一会我们直接进去捡装备物品，然后杀 BOSS？ 不是，叶会长，你不要着急。莫离摇了摇头，否认了叶星的猜测。叶星不禁松了一口气。莫离这样说，很有可能就是他之前预想过的一次性拉很多组怪一起击杀，可能一共要分多批次击杀，中途小队需要多次移动，最后才能见到1区的 BOSS。 这种杀怪方式总算还在可以理解的范围。我经验怎么没见长呢？林诗涵盯着矿洞通道看了2分钟，有些不解。按照他对莫离亡灵大军强度的估算，这么长时间怎么也该杀一些怪了，怎么一点经验都没长？莫离心里一乐，亡灵大军现在把怪物拉在2区玩，都没开始杀怪，经验当然不涨。时间是必须要卡的，不然5分钟内把怪物全杀了，就会触发隐藏 BOSS。 现在还不是时候，不要急，还没到时候。莫离糊弄了一句，然后专心计算时间。又过了一会，轰轰轰，矿道深处传来了一阵阵嘈杂的动静。很快，有骷髅战士重新出现在小队的视野里。啊，怎么又跑回来了？林诗涵一脸疑惑地看着骷髅战士。莫离也没有解释，因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会告诉他答案。最早抵达死亡矿井副本门口位置的骷髅战士站好位置后开始释放暴风雪，后续抵达副本门口位置的骷髅战士也开始释放暴风雪。3秒之后，原本因为怪物嚎叫的矿道突然安静下来，矿道里全是狗头人的尸体，整个矿道里只剩下3只狗头人没有死亡，分别是1、2、3区的 BOSS。 不过这3只 BOSS 在骷髅战士的火球术齐射下也没有坚持太久，很快就倒下了。叶会长，抓紧时间捡东西吧，捡完东西我们开始下一波。啊，这就完了？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一时之间叶星还没有反应过来，整个人还有些懵逼。林诗涵诱人的小嘴动了动，最终也没有说出一句话。1、2、3区的所有小怪3只 BOSS 都在这里了，一只不少，如果叶会长不信，可以到里面去看看。放心，现在里面一只怪都没有，很安全。不用了，我们相信莫离兄弟。叶星不蠢，光看矿道里密密麻麻的狗头人尸体和刚才暴涨了一大截的经验条，就知道莫离没有忽悠他。况且还有3只 BOSS 出品的装备，只要捡一下装备，马上就可以验证。3只 BOSS 我是特意分开杀的，小怪的垃圾就别捡了，不值几个钱，浪费时间。我收了你们的钱，服务自然要到位，捡装备也不会让你们多走一步。莫离指了指 BOSS 尸体的位置。第62章，真相往往很伤人。叶星很快从震惊中回过神，急忙应了一声，然后立即招呼着其他3个人到莫离指出的 BOSS 尸体位置拾取装备。趁着叶星他们捡东西的时间，莫离也看了一眼经验条，5个人平分经验，相当于只有单刷时的1/5，而且带星辰工会的人还要很刻意的把时间控制在5分钟出头，就像刚才那一波通关时间是5分35秒，比起之前单刷时绕过死亡矿井1区，只刷2区和3区，平均一次2分钟左右的时间又要慢上不少。可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只有现在和星辰工会的人把关系打好，后面才会有更多的合作。莫离想在神岩里弄到大笔的金币，唯一的办法就是和星辰这样的大工会合作。都不说其他的，星辰工会才用了多长时间，叶星就可以眼睛都不眨一下，直接掏出2000金币，而且这还只是第一笔预付款。叶星身上的金币现在绝对超过5位数，要知道现在很多玩家身上甚至凑不出来1个金币，好不容易弄点银币，
最后都变成装备修理费交到了 NPC 手上。大量玩家都是穷得叮当响的状态，这就是个人玩家和大公会的差距。就算有少数有一定财力的个人玩家，比如苏尔这种愿意花一些钱，也很难在游戏初期弄到这么多金币。毕竟靠谱的工作室不是想找就能找到的，只有星辰这样的大公会不仅养着自己的工作室，手上还有合作多年的其他工作室的人脉关系，才有可能在游戏初期弄到这么多金币。莫离很快开启了第二轮。林诗涵看着有些悠闲的莫离，犹豫要不要上去交流一下。他现在总算明白苏尔为什么会直接明示他让星辰工会平等对待莫离这个个人玩家了。如果莫离带着星辰观光团击杀鱼人 BOSS 还只是有些震撼，现在莫离把整个副本小怪 BOSS 拉一起 A 了的杀怪方式，简直就是离谱到家了。并且林诗涵100%的可以肯定莫离隐藏了实力，毕竟死亡矿井的速通记录在那放着呢，3分41秒，还是莫离9级时刷出来的记录。现在莫离现在已经12级了，刷一趟死亡矿井怎么可能要5分多钟？这中间不只是3级那么简单。刚才拾取了死亡矿井 BOSS 出的装备后，林诗涵发现死亡矿井里 BOSS 出品的装备提升相当大，一件装备甚至可以加30的主属性，有些装备还会加不错的效果。林诗涵很清楚的记得，莫离在带星辰工会击杀鱼人 BOSS 时，身上的装备可以用破烂来形容。那时候莫离肯定还没有穿上死亡矿井出品的10级装备，现在莫离已经12级了，全身上下可以说是全副武装，甚至连戒指都很骚包的戴了4个，加上一个项链，连5个饰品位都是满配。现在的莫离比起他9级时不知道提升了多少。林诗涵很怀疑，如果莫离愿意的话，搞不好还可以刷新死亡矿井的速通记录。纠结了差不多1分钟后，林诗涵终于做出决定，几步走到莫离旁边。你是不是在有意控制通关时间？肯定要控制啊，你们想上速通榜的话也不是不行，不过得加钱。再说现在这速度差不多了，速度再快我怕你们受不了。林诗涵甩了莫离一个白眼，什么叫速度再快我们受不了？怀疑我们星辰工会的财力吗？我们会长这次准备了不少钱，要不你速度再快一点，外面还有其他人等着呢。不行，莫离无情地拒绝了林诗涵的请求。再加速，隐藏 BOSS 就要出来了。还是那句话，现在还不是时候。林诗涵本来还想再和莫离说一说，工会频道突然热闹了起来。那算了，当我没说过。林诗涵再次甩了莫离一个白眼，退到一边翻看起工会频道。怎么回事？刚才出来怎么话都没说几句，又开始了。莫离他到底是怎么杀怪的？是啊，他既然收钱代刷，应该不用你们动手打怪吧？肯定不用，人家早就速通过了，怎么可能需要帮忙？早一些的聊天记录是等在副本门口的工会成员发的，他们对莫离到底是怎么杀怪的非常好奇。可惜莫离根本没有给大家交流时间，出了副本之后立即重置副本，然后开始新一轮刷怪。我只能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们知道莫离是怎么杀怪的吗？这不废话吗？我要知道，我还在这里问。他的亡灵大军把死亡矿井里所有小怪连带3只 BOSS 一起拉到副本门口，一轮暴风雪下去，小怪就全没了。卧槽，不可能吧？他亡灵大军这么能抗？我是法师，也学暴风雪，我怎么感觉暴风雪这技能很弱？你想象一下，30个你一起下暴风雪，还弱吗？马德，别说了，我已经有画面了，肯定弱不了。这不对吧？会放暴风雪的不是法系吗？怎么抗住怪物伤害的？你们忘了莫离的亡灵大军怎么抗鱼人 BOSS 了吗？卧槽，求别说了，又让我意识到我一个坦克职业还没有人家召唤物能抗。会长在吗？怎么不见你说话？会长在捡装备呢。什么？又杀完了？林诗涵看着聊天记录，感觉有些担忧。星辰工会这些核心成员，因为以前在天下取得的那些成绩，一个个都是心高气傲的主。之前在鱼人 BOSS 那里被莫离打击了一次，不过好在星辰工会很快就凭自己的实力成功击杀了鱼人 BOSS， 不仅重拾了信心，甚至大部分人都有些飘了。现在他们不得不再次面对残酷的事实。是的，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比人和狗之间的差距还大。这一次无疑是对星辰工会成员的一次残酷的打击和考验。林诗涵担心有部分成员会被打击得道心破碎，毕竟现在5分多钟一趟的死亡矿井速刷，只要人不蠢都能猜到莫离是在故意压时间，只不过没人愿意说出来而已，实在是太伤人了。第63章，把隐藏 BOSS 卖个好价钱。代刷的过程对莫离来说，除了收获金币的快乐，剩下的都是无聊。在一段漫长的无聊时光后，莫离看了一眼自己的储物空间的金币，8132金币。除开之前拥有的金币，有足足8000金币是从星辰
工会叶星手上获取的。简单换算一下，就是已经带着星辰工会的人刷了20趟死亡矿井。星辰工会的人身上的装备也弄得七七八八了。莫离感觉火候差不多了。叶会长，不知道你们对卓越品质的装备有没有兴趣？莫离兄弟，你的意思是说死亡矿井有卓越品质的装备？莫离把手上戴着的矿老板金戒指的属性发到了小队聊天频道。小队里的林诗涵第一个绷不住，哇，属性居然这么好！同时，小队里的法师嘴角流下了羡慕的泪水。叶星面色古怪，心里升起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刷了这么多次死亡矿井，如果死亡矿井里的3个 BOSS 会出卓越品质的装备，早就出了。可是到现在根本没见过，说明什么问题？卓越品质的装备根本不是那3只 BOSS 出的，是另外的 BOSS 出的。叶会长，明人不说暗话，你们应该也发现我一直在控时间吧？我认为就这个速度挺好的，再快我的钱包也承受不住。叶星打了个哈哈，现在这个效率远远高于去野外去杀怪练级。在场的除了莫离，没有一个人会嫌经验来得慢。不，更准确的说是大家都有一种大佬带我飞，真的飞一般的感觉。我实话说吧，死亡矿井15级以下，5分钟内通关就会触发一个隐藏 BOSS。莫离兄弟，你的意思是卓越品质的装备是隐藏 BOSS 出的？当然，那个 BOSS 稳定出1件卓越品质，2件稀有品质。杀这个隐藏 BOSS 要加多少钱？叶星比莫离想象的还要耿直一些，直接就开口问价。莫离又把储物空间里的其他几件卓越品质装备的属性在小队聊天窗口发了一下。坦克、近战、法系、物理远程各有1件，稀有品质装备覆盖全值，一次加300金币怎么样？原来400金币一趟，这个价钱里面包含了死亡矿井里所有怪物提供的经验，以及3只 BOSS 出的装备。隐藏 BOSS 就只有 BOSS 出的装备和 BOSS 提供的经验。莫离认为这个报价是很合理的。叶星显得有些为难。莫离兄弟，不是我嫌贵，只是我身上的金币不多了，700金币一次全刷，恐怕支撑不到我们全员都拿上隐藏 BOSS 出的装备。好说，我们按这个价钱直接开刷，如果后面钱不够了，可以先在我这里赊账。哦，这可不是什么小数目，莫离兄弟这么信任我。叶星听到莫离的话，感觉有些意外。之前在愚人 BOSS 那里，50金币1件的装备确实是先赊账了，可那毕竟不是什么大数目。现在700金币一趟，随便刷几趟都是几千金币，按现在神颜金币的兑换比例就是好几万。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在于现在刚开服没几天，金币1.10分这个兑换比例是有不少水分的。叶星心里清楚这一点，所以这次只准备了15000金币。如果还要更多金币，星辰工会也不是弄不到，只是不划算，没必要而已。几千上万金币，如果用赊账的方式，等到金币兑换比例降到1比5，再把金币付给莫离，对星辰工会来说可以省不少钱，而对莫离来说肯定是亏的。叶星不相信莫离不知道这一点。叶会长，星辰工会的名誉可不只值这点钱吧？神颜里有录像功能，我们录个像就行了。好，这份人情算我们星辰欠你的，以后叫我叶星吧，什么会长不会长的，多见外。看到叶星点头同意，莫离也松了一口气，错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这个道理对星辰工会的人适用，对莫离也适用。一旦莫离的等级到达15级，就无法满足15级以下这个条件，就无法触发隐藏 BOSS。莫离不可能为了赚击杀隐藏 BOSS 的钱，一直去压自己的等级。今天这一波把星辰工会的钱赚到手，就可以抓紧时间升级，早日练到20级，进入隐牙城堡副本，争取赶在黑石山异变事件之前穿上隐牙城堡出品的装备。只有这样才能在黑石山异变事件里捞到最大的好处。莫离和叶星进行了简单的协商之后，决定先来10次包括击杀隐藏 BOSS 的通刷。叶星很豪爽的一次性付了7000金币给莫离。这一次进入死亡矿井后，叶星、林诗涵以及星辰工会的其他2个成员都显得有些激动，他们都认为这一次终于要见到莫离的真正实力了。莫离指挥骷髅战士开怪之后，让星辰工会的人跟在自己身后，开始往第3区移动。一会杀完副本里的怪物后，隐藏 BOSS 马上就会出来，你们只需要注意一点。莫离趁着赶路的时间，给星辰工会的人交代面对隐藏 BOSS 时需要注意的点。应对方案也很简单，莫离会让亡灵大军集中站位，星辰工会的4个人和亡灵大军站在一起，分摊隐藏 BOSS 的冲击波伤害。为此，莫离还特意把5只骷髅战士换成了骷髅兵。骷髅兵会治疗术，可以为星辰工会的人加血，让他们在受到伤害后尽快恢复满血状态，提高容错率。没办法，莫离早就试过了，不管怎么拉，隐藏 BOSS 只在第3区活动，只要一超出第3区的范围，立即就会脱离战斗状态，血量瞬间回满。这是一直有领地意识的 BOSS，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案，就是让星辰工会的人在副本门口等到隐藏 BOSS 被击杀了，他们再到隐藏 BOSS 的位置捡装备。但这个方案不保险，因为很有可能在副本门口的人不会被判定为进入战斗状态，到时候他们就无法拾取装备。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那未免也太尴尬了一些。最终莫离选了一个相对折中的办法。莫离带着星辰工会的4个人走进第3区时，亡灵大军正好击杀完死亡矿井里怪物，时间4分45秒，算不上快，但足够触发隐藏 BOSS 了。第64章，林诗涵，莫离好像也有不足。隐藏 BOSS 一出现，莫离立即就指挥亡灵大军开怪，然后带着星辰工会的人直接来到预定位置，和亡灵大军集中站位，做好随时应对隐藏 BOSS 冲击波的准备。队伍里的法师看得有些跃跃欲试。莫离，我能试着攻击一下隐藏 BOSS 吗？可以，位置别动就行，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这个 BOSS 法抗非常高。没关系，就是随便试试。队伍里的法师征得了莫离的同意后，对 BOSS 释放了一个火球术。-1，隐藏 BOSS 头上冒出了一个数值。这没看到亡灵大军全都换成拿火枪的物理远程了吗？你非得头铁上去试一试？林诗涵在一旁对了法师一句。法师有些尴尬的笑了笑，不着痕迹的把自己的法杖收了起来。轰！一道冲击波以隐藏 BOSS 为中心快速散开。都别动，就按现在这样集中站位。莫离担心有人看到这种阵仗会下意识的想跑位躲伤害，立即又提醒了一句。-30，冲击波的伤害分摊到了莫离小队5个人和5个骷髅兵身上，对这一小片区域的每一个目标只造成了30伤害。冲击波刚结束，骷髅兵的治疗术就已经扔到星辰工会4个人身上，加1261，一人一个治疗术，星辰工会的4个人血量瞬间被刷满。这林诗涵看着骷髅兵治疗术造成的治疗数值，目瞪口呆。不止林诗涵，叶星和另外2个星辰工会的成员也被震惊的说不出话。他们一直都知道莫离的亡灵大军很变态，可是当他们看到治疗术的数值时，才知道他们还是低估了莫离的亡灵大军。1261的治疗量是什么概念？这一个治疗术可以把星辰工会的熊坦从1点生命值的丝血状态直接加到满血，实在是过于离谱了。林诗涵作为星辰工会的主力牧师治疗，抽到了传奇天赋，现在穿着一身死亡矿井出品的装备，一个治疗术也才加300左右的生命值，差不多就是骷髅兵释放的治疗术的零头。莫离笑了笑，在定下计划让骷髅兵给星辰工会的人加血时，莫离就知道会暴露一部分自己的秘密。不过那不重要，他们只看到骷髅兵会治疗术，但不知道骷髅兵的治疗术到底是怎么计算数据的，更加没有可能根据一个治疗术就反推出骷髅兵的属性。退一万步说，即便推测出来了又怎么样？最多也就是知道骷髅兵的精神属性而已。骷髅兵的全属性，莫离自身的属性，他们不可能知道，影响不大。况且只要星辰工会一直合作下去，时间长了，他们多多少少都会发现一些秘密，不如趁现在主动暴露一点秘密给他们，看看他们会不会泄露，也算是一个试探。希望你们为我保密。莫离兄弟放心，我们一定会保密的。叶星立即反应过来，二话不说给了莫离一个保证。时间很快来到19点30分，莫离说有其他事要办，已经从死亡矿井离开。和莫离一起离开的还有星辰工会会长叶星一开始带来的15000金币。星辰工会的人聚在死亡矿井副本门口。会长，下午这么一会，大伙基本都11级了，而且都穿上了死亡矿井的装备，我们要不要再尝试一下死亡矿井？这个先不急，我必须要再强调一遍，关于莫离的所有情报必须保密，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会长放心，我们知道轻重，就是以后还指望着莫离呢，又不是只合作这一次。这一次的代价是大了一些，不过平摊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还好。莫离只收神岩里的金币，现在是有点贵，不过金币兑换率迟早会掉下来，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好事。不错，这一次相当于敲门砖，王朝工会那些王八蛋估计连门在哪还没找到呢。这次多亏了有我们的林大小姐。工会成员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林诗涵。如果是往常，以林诗涵活泼的性子，多数会跳出来邀功。可是这一次林诗涵显得有些魂不守舍。我说林大小姐，人都走了，你的魂该不会跟着人家一起走了吧？我呸，不会说话就别说话。我在想莫离那个骷髅兵的治疗术为什么可以加那么多血量？能不能别提这一茬了，太打击人了。我一个治疗术才加200多，他那骷髅兵加1200多，我愿称之为史前巨奶一口奶满那种。你们说会不会是莫离的骷髅兵有额外加成，比如效果翻倍什么的？我看80%是莫离的骷髅兵和骷髅战
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对，骷髅战士手上拿的武器，你们不觉得和我们手上拿的一样吗？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搞不好真是死亡矿井 BOSS 出品的武器。打鱼人 BOSS 的时候，莫离的骷髅兵拿的就是小斧头，应该是默认武器。治疗术肯定是和骷髅兵自身挂钩的。我看也是，放治疗术的都是骷髅兵，就没见过骷髅战士放治疗术。林诗涵点了点头，经过大家一顿讨论，他的思路也打开了。如果不是骷髅兵有特殊加成，莫离为什么不用骷髅战士释放治疗术？林诗涵现在手上拿的武器就是死亡矿井出品的武器，属性先不论，有一条效果是使你的治疗效果提升 10%， 只是这一条效果提升就非常巨大。莫离的亡灵大军手上拿了那么多死亡矿井出品的武器，林诗涵不信莫离没有这把死亡矿井出品的治疗武器，唯一的解释恐怕就是莫离的骷髅兵有特殊加成，比如治疗效果翻几倍这种逆天天赋或者被动，而骷髅战士没有，所以莫离没有用骷髅战士来释放治疗术。想到这里，林诗涵笑了，他感觉总算发现了一点莫离的不足。骷髅兵这个技能，莫离在新手村时就展示过了。换句话说，这个技能大概率是初始技能，更直白点说，是低级技能。在任何游戏里，低级技能被更高级的技能取代，那是迟早的事。到时候莫离骷髅兵这个优势还能不能派上用场都是问题。莫离有不足，不管是对林诗涵来说，还是对星辰工会来说都是好事。有不足，自然就需要帮助，而星辰工会愿意为莫离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帮助。大家互惠互利，才更利于长久平等的合作下去。否则按照现在这种情况下去，星辰工会迟早变成莫离的跟班。第65章史诗级武器领主法杖。莫离抵达暴风城时，时间已经来到了20点45分。神岩的地图实在是太大了，前期在没有坐骑的情况下，赶路太费时间了。也正因为这样，死亡矿井后续的那个任务，莫离一直没有去做。对莫离来说，至少也要等到20级，学习骑术，拥有坐骑之后，做任务才勉强显得有那么一丝性价比。莫离打算等20级，有坐骑后再去看一眼那个任务，反正任务已经触发了。那个 NPC 并没有限制时间，20级去做那个任务，最多也就是损失一点任务经验而已。任务给的物品奖励一点都不会少。这次回到暴风城，莫离多长了一个心眼，提前在城外很远的地方就提前戴上了那个可以遮挡容貌的鸟头。这个时间点差不多是晚上的高峰期，有大量玩家聚在暴风城交流心得。莫离走在去薛柱铁匠铺的路上，饶有兴趣地听着玩家们聊的八卦。你们说那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这么几天都没动静了，是不是不行了？不好说，据说好几个大公会都行动起来了，氪了不少钱也没见有什么动静。那些大公会能有什么动静？前期能抢的首杀都给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拿完了。我就不信哪个公会还能刷新死亡矿井3分41秒的速通记录。你们说有没有可能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在憋大招？要我看，他肯定是抽到了什么前期逆天的天赋，那个天赋现在开始疲软了。有道理，不然这么好的装逼机会，隐藏姓名干嘛？听着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的猜测，莫离也只是笑而不语。穿过几条街道后，莫离来到薛柱的铁匠铺。莫离观察了一下铁匠铺里的情况，店里的只有薛柱一个人，今天不营业，想买东西明天请早。薛柱看到一个戴着鸟头头套的人进来，立即开口赶人。莫离瞬间就弄明白了为什么店里没有其他人，直接把鸟头套取了下来。薛大师，是我。原来是你，藏头露尾的做什么？我有苦衷，算了，不说这个了。武器打造好了吗？当然，我今天特地歇业，就是为了等你来，把武器交给你。薛柱从柜台后方取出一个盒子递给莫离，看看吧，保你满意。莫离接过盒子后，打开看了一眼法杖的属性，名称领主法杖，品质史诗，部位武器，体质+60，精神+60，效果使你的召唤物造成的伤害提高 20%， 效果你的召唤物每次攻击可以使你恢复一点魔法值，效果你的召唤物每次攻击都会额外造成召唤物精神属性 10% 的额外火焰伤害，需求等级10。不愧是传奇工匠薛柱，这把武器不仅是史诗品质，还带着3条特殊效果，而且每一条特殊效果都非常不错。要知道工匠等级不够的话，很有可能用史诗品质的材料打造出卓越品质的装备，甚至还有运气不好的连材料带炉子一起炸了的。更别说在保证史诗品质的同时，还要弄出3条这么实用的特殊效果。在莫离的记忆里，20级副本隐牙城堡出品的武器远远比不上这把史诗品质的武器。不出意外的话，这把法杖恐怕可以一直用到30级。不愧是薛大师出手，这是加工费。
莫离按照之前约定好价格，把100金币交给薛柱。薛柱把莫离的金币放进柜台抽屉后，看了莫离一眼。以后如果有什么有趣的材料，记得拿到我这里来。薛大师放心，以后肯定还会来麻烦你的。离开铁匠铺后，莫离装备上领主法杖，然后看了一眼属性面板，等级13，巅峰等级13，力量30，敏捷30，体质216，精神1055，生命值红316，魔法值蓝5802，召唤物数量198210。装备效果：每秒恢复精神属性数字1/4的精神值，使你的召唤物造成的伤害提高20%，使你的召唤物技能效果提高30%，使你的魔法值提高10%。效果：你的召唤物每次攻击可以使你恢复1点魔法值。效果：你的召唤物每次攻击都会额外造成召唤物精神属性10%的额外火焰伤害。带星辰工会的人虽然经验来得慢了一点，不过星辰工会的人要轮换，莫离则是一直在吃经验，所以莫离的等级也很顺利的升到了13级。除了属性提升外，这次最主要的提升还是来自领主法杖的3条特殊效果。召唤物伤害提高非常简单粗暴，不用多说。第2条效果开始就很有说法，在神级被动的加持下，莫离受到的所有伤害都会先由魔法值承担。对莫离来说，回蓝等于回血。10级后，因为精神值升级为魔法值，从1点精神属性增加3点精神值，升级为1点精神属性增加5点魔法值，让莫离的魔法值暴涨了一大截。原来每秒恢复精神属性数字1/4的精神值，现在每秒回蓝只有260，对于5800的蓝量来说，实在有些不够看。现在有了领主法杖的特殊效果，每只召唤物攻击回1点蓝，210只召唤物一轮攻击下来就可以回210点蓝。这条属性算是暂时解决了回蓝的问题。第3条特殊效果就更有意思了，这条效果应该和灼热弓那条效果差不多，本身算是一个天头。即便是10多级的法系职业，算上装备加成，精神属性也不过200-300，召唤物一般会更低一些。这条效果在正常情况下造成不了多少伤害，可是在神级被动属性继承的加持下，莫离的召唤物全属性现在高达1055。这条效果可以让召唤物直接造成额外的105火焰伤害。火焰伤害属于法术伤害，对物抗高的怪物有奇效。一把史诗级武器直接让莫离获得了全方位的提升。很快，莫离来到药剂店，准备再采购一批经验药水的材料。刚从星辰工会那里薅了15000金币，还有7000金币的欠条。这是莫离在神岩里的第1桶金，有了这笔钱就可以展开钱生钱计划。第66章，翻译什么叫暴风城藏龙卧虎？药剂店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清。这里出售的草药、药材以及一些成品药剂，在初期对于玩家来说还是太贵了。对普通玩家来说，路边摊卖出售劣质生命药水和劣质精神值药水更加实惠一些。而大公会来，他们都是组队练级，更不缺炼金师，完全可以自给自足。NPC 看到莫离走进药剂店，不咸不淡地招呼了莫离一句：“冒险者，需要什么？我要银叶草、地根草各300株。这个量太大了，小店暂时没那么多货。”莫离皱了皱眉。一瓶初级经验药水需要银叶草 X3、地根草 X3， 2种草药各300株，就是100组初级经验药水的量。一瓶经验药水持续1个小时，就算是莫离自用，这个量也不算大。这家店是暴风城里最大的药剂店，居然连这点量都没有。我听说你这里是暴风城里最大的药剂店，怎么这点量都没有？本来前些天就应该有一大批草药到店的，可是发生了一些意外，让货物暂时没办法送过来。莫离眼皮一跳，隐藏任务，不管现在做不做，先接了再说。能详细说说吗？你知道的，我们冒险者就是干这些的，说不定可以帮上忙。黑石山燃风小径你听说过吗？当然听说过，你们的运输队在那里遇到麻烦了。你猜的没错，黑石山封印异动，本来还算安全的燃风小径里出现了大量怪物。这么大的药剂店，运输队应该有护卫队吧？护卫队都不能解决，不行，怪物实在太多了，杀不完，怎么都杀不完。听到 NPC 的话，莫离心里一喜。燃风小径是暴风城穿越黑石山脉前往燃烧平原的必经之路，在里面有一些零散的15级左右的怪物，相对比较安全。在黑石山异动事件开始后，有玩家发现那里会出现大量15级到20级的怪物，怪物密度非常夸张，堪称组团刷怪的圣地。莫离一直以为那里的怪物要在黑石山异动事件开始后才会出现怪物，居然这么早就出现了。如果燃风小径可以刷怪，那就根本没必要去死亡矿井了。
那里的怪物等级更高，越级杀怪有额外的经验奖励，效率绝对比死亡矿井高。莫离在药剂店召唤出一个手拿法杖的骷髅战士。我是亡灵法师，我想我可以帮上忙。什么？居然是召唤骷髅战士，城主大人的独门绝技。NPC 有些激动地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围着骷髅战士仔细打量。没错，是城主大人的绝技，没想到居然是城主大人的亲传弟子。这下幻莫离有点疑惑了。传奇工匠薛柱认识城主，知道城主的独门技能，不奇怪。怎么药剂店里的一个守柜台的 NPC 也认识？这不科学。莫离感觉这里面怕有什么隐情。难道眼前这个 NPC 是什么隐居在暴风城的高级药剂师？你知道这是城主大人的独门技能？年轻人，你应该刚成为城主大人的亲传弟子吧？好说也就是前几天的事。那你不知道我很正常，老夫人送外号药老。NPC 捋着胡子，一脸骄傲地看着莫离。莫离一脸懵逼地看着 NPC， 药老，没听过，不知道是谁。不过从这个 NPC 的表现来看，这个 NPC 大概率和城主认识。药老这个外号也是听起来就很厉害的样子，搞不好眼前这个 NPC 还真是隐居在暴风城里的高级药剂师。抱歉，我是异乡人，前几天刚来这里。莫离有些为难地看着药老，希望他来一个自我介绍。药老也有些为难，平常有需要的时候，只要报出药老这个名号，懂的都懂，不懂的也就不用懂了，无需解释。可是眼前这个年轻人，他不懂，偏偏又是城主大人的亲传弟子，必须要解释。问题是，这要怎么解释？就算实事求是的收着点说，在不懂的人听来，恐怕也有吹嘘的嫌疑。突然，药老注意到了莫离手上拿着的法杖，那造型审美，那制作工艺，处处都透着薛柱的风格。药老心里顿时有了主意。年轻人，你手上这把法杖是薛柱那个老匹夫给你打造的吧？这药老好眼力，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老夫和薛柱是同一类人。莫离差点一句卧槽直接说出口。什么叫同一类人？薛柱是工匠，药老是卖药的，职业不一样，相同的地方就只有在暴风城隐居。薛柱是传奇工匠，眼前这位药老正大光明的叫薛柱老匹夫，不是传奇药剂师，估计也差不远了。可是上一世也没听说暴风城有这么厉害的药剂师。莫离顿时有一种错觉，暴风城难道真的是藏龙卧虎，有很多传奇职业的大人物隐居在这里，所以随便逛一逛就能遇到一个传奇药剂师。同时莫离也有点小兴奋。药剂师是炼金师后续的一个专精分支，主攻炼制各种药剂，后期很多效果非常逆天的药剂只有传奇药剂师才能炼制，比如提高经验获取 200% 的传奇经验药剂，再比如使伤害提高 200%， 持续15秒的传奇爆发药水。而且搞不好自己半罐水的炼金术还可以从他这里学到点什么配方。药老您放心，你隐居的事我会帮你保密的，我们还是来说说燃风小径的事吧。也对，既然你是城主大人的亲传弟子，应该有能力解决那里的问题。我看你好像也学了炼金术，如果你顺利解决了，这个配方就是你的。莫离接过药老递过来的卷轴看了一眼，名称初级经验药水增强版，效果使你获得的经验提高 30%， 持续1小时。配方银叶草 X3， 地根草 X3。 叮！恭喜冒险者触发隐藏任务，清理燃风小径的怪物0200。任务奖励初级经验药水增强版。是否接受任务？莫离看了一眼系统提示，直接点了是，接受了这个任务。这个任务的奖励实在是太诱人了。同样的材料消耗，炼制出来的初级经验药水，经验提高效果居然可以达到 30%。 30级的终极经验药水，也就是提升 30% 而已，并且用的材料非常昂贵。不愧是传奇药剂师，一出手就非同凡响。这个任务值得马上去做。第67章王朝工会感觉自己又行了。燃风小径一处山谷，王朝工会15个人正在这里组队杀怪。曹志托关系联系莫离，一直没有联系上，一气之下就先调集了一笔资金进行氪金。一轮氪金下来，工会的核心成员都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曹志也如愿以偿的抽到了传奇天赋。又有工会成员意外触发了一个隐藏任务，发现了燃风小径这个刷怪圣地。曹志直接放弃了找莫离带副本的打算，带着工会15名核心成员转战燃风小径。山谷里都是15级的普通怪物，击杀15级的怪物比击杀10级的怪物慢很多，可越级杀怪带来的额外经验奖励非常可观，整体升级速度比击杀10级怪物快不少。王朝工会的核心成员基本都升到了11级。会长，不如明天我们去挑战一下死亡矿井吧？我感觉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如果能穿上死亡矿井出品的10级装备，在这里刷怪应该会更快。
我认为我们还是在这里继续刷怪最好，我们就发现这里其他玩家也可能发现这里。对，现在是我们独享时刻，这么好的机会不能白白浪费。没错，总不能现在浪费时间去和别的玩家 PK 吧？现在还是升级要紧，这一点还是副本好，一个小队一个独立进程。你放心，现在去副本效率肯定没这里高。现在看来，我们一直没有联系上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也算是因祸得福了。我听说星辰那边找个大工作室收了不少金币，我们算是把这笔钱省下来了。曹志听着工会成员的讨论，心里也很欣慰。大家一开始对于一直没有联系到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心里多少是有些怨气的。为了安抚人心，曹志才紧急调集了资金进行进一步氪金。王朝工会从各大工作室手上收金币时，也从工作室那里听说了星辰工会的事。星辰工会居然一口气买了15000金币，在一个游戏初期来说，这绝对算得上大手笔。毕竟只要再过一段时间，收购同样数量的金币可能只需要花费一半的钱。如果不是急需，没人愿意当这个冤大头。曹志怀疑星辰工会被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狠狠宰了一刀，而王朝工会机缘巧合之下，暂时节省下了这笔开销。曹志相信工会成员在得到巨大提升后，现在根本不需要找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代刷死亡矿井了。这样，我们派5个人组成小队，现在就去死亡矿井试一试副本的强度。工会成员都默不作声。相对于在这里刷怪，现在去死亡矿井肯定是吃亏的。能不能通关死亡矿井另说，升级效率肯定没这里快。毕竟死亡矿井里的怪物是10级的，而这里的怪物是15级的，等级差在这里放着。更别说神岩官方有特别说明，副本里的小怪虽然是普通怪物，可血量、防御、攻击力都比野外的怪物高。这意味着副本里的怪物更难杀。至少从神岩官方公布的那些非常有限的资料中，可以判断出神岩的副本主要获取是 BOSS 出的装备，而不是为了副本里那些怪物的经验。除非某位玩家有非常变态的属性或者手段，可以快速击杀副本里的怪物。曹志扫视了一圈工会里的成员，有些不满。工会出钱氪金的时候，一个个比谁都积极，现在让吃点亏，去死亡矿井副本尝试一下，一个个都当起了缩头乌龟。曹志很强硬地点了5个人，这5个人职业配置是防战、格斗家、法师、弓箭手、治疗骑士，很标准的一个坦克职业、3输出职业、1奶妈的5人小队。你们5个用回城卷轴回城，然后去死亡矿井试一试强度。氪金抽了那么多奖，回城卷轴不缺吧？曹志特别点了一句抽了那么多奖，就差把别老想着占工会便宜，不愿意为工会吃亏付出挑明了。被点名的5个人本来还想抱怨一下，听到曹志的话，也只能把抱怨的话吞回了肚子里。我明白了，会长放心，我们争取通关死亡矿井。10级的副本，我们11级去，应该没什么难度。现在我们装备虽然差了一点，好在有等级碾压。会长，你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也好，我们去把死亡矿井通关了，也好给星辰工会一点颜色看看。我猜星辰工会的人现在恐怕还没到10级，还没进过死亡矿井呢。这一次我们领先一步。5个人纷纷表态后，使用了回城卷轴，从山谷里消失。死亡矿井副本入口，星辰工会会长叶星和小队的其他4个成员从副本里传送出来，大口喘着气。卧槽！之前看莫离杀怪的时候，没感觉这么难啊。是啊，我以为我们都死亡矿井毕业了，应该可以打通死亡矿井了。林诗涵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心里已经有数了。3区的治疗压力太大了，我的蓝量根本不够用。叶星眼皮跳了跳，林诗涵哪里是在说治疗的蓝量不够，分明是在说队伍输出不行。如果队伍输出杀怪够快，比如强如莫离那样，直接秒杀怪物，哪来的治疗压力？我说林大小姐，说话不要阴阳怪气。我呸，谁阴阳你？你知道我想说什么？找苏尔来帮忙。会长大人果然聪明。叶星想了一下，感觉这个办法确实可行。星辰工会现在有死亡矿井的开荒经验，可第3区明显缺输出。如果再升2-3级，每个人的属性再成长一些，应该就可以通关死亡矿井了。不过这个升级过程实在太漫长了，星辰工会等不了，花了这么大的代价，自然要抢在王朝工会之前拿到死亡矿井的工会首杀。把击杀截图发到神岩官方论坛上。之前有莫离带那种被大佬带着全程不出力的击杀，星辰工会也没脸发到论坛上说是自己杀的。如果找苏尔帮忙就不一样了，星辰工会可以正大光明的拿下工会首杀。第68章，刷怪圣地被人捷足先登了。苏尔接到林诗涵的消息，瞬间就来了兴趣。等他赶到死亡矿井副本入口时，发现星辰工会在和另外一拨人对峙。
苏尔仔细辨认了一下，发现几个人居然是王朝工会的人。哟，你们还真是闲，居然有时间在这玩干瞪眼。苏尔，苏大小姐，你终于到了，我们直接进副本吧。叶星立即招呼了一句，并且给苏尔发出了组队邀请。苏尔直接加入了叶星的队伍，有些好奇的在小队聊天频道问道：怎么回事？神岩的副本进去了，每个小队都是独立进城，又不用抢怪，你们怎么还对峙上了？只能说冤家路窄吧。一时之间，叶星也没想好要从哪里说起。林诗涵在一边显得有些愤愤不平。王朝工会的人也太气人了，居然嘲笑我们当冤大头，花大价钱找莫离代刷副本，人家不就是说了一个事实吗？你那是没体验过被大佬带飞的感觉，而且王朝工会的人自我感觉也太好了。林诗涵说着，似乎想到什么开心的事，突然大笑起来。好好说话，你笑什么？不是，我突然想到，等一下王朝工会的人进入副本了，脸上的表情肯定很精彩。苏尔瞬间就明白林诗涵在笑什么了。星辰工会4个人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身上的装备不简单，估计已经是死亡矿井装备毕业的水平了，全身上下的装备肯定加了不少属性，并且星辰工会的人在莫离的代刷下多少也有了一些开荒的经验。就这样，林诗涵还说缺输出要找人帮忙，王朝工会的人没有星辰工会这样的机会，又是让莫离带着鲨鱼人 BOSS， 又是带着刷副本，自然是弄不到什么像样的装备，一眼看去全身破烂，就没一件像样的装备。也不知道是谁给了他们勇气来挑战死亡矿井。苏尔突然想起之前莫离让他帮忙联系各大工会的事，走到王朝工会所在的位置。你们会长的 ID 是多少？我加他一个好友。曹志，你不是认识吗？你确认曹志这个名字不重名？我问的是名字后面那串数字，隐藏数字。麻烦你等一下。王朝工会的人很快通过私聊频道给苏尔发了一串带名字和数字的 ID。行了，看在大家都是老熟人的份上，我还是劝你们别试了，浪费时间。苏尔，话不能这么说，我们氪金之后提升很大。你以为星辰工会的人没氪金吗？知道我来这里干嘛来了？行了，看你们这样子就劝不住，好自为之吧。简单的交流后，苏尔和星辰工会的人先进入副本。王朝工会的人互相看了看，我们还去吗？去，肯定要去。可是看叶星他们几个人穿的装备都很精致，恐怕都是死亡矿井出品的，那我们更要去了。那种装备你不想要吗？能不能动动脑子，他们那么好的装备还要找苏尔过来帮忙，说明他们靠自己还打不过。也许星辰的人穿的是时装呢，抽奖那些时装就只是好看，屁用没有。废话少说，我们也进去，先试试再说。莫离从暴风城接了传奇药剂师药老的任务后，一路紧赶慢赶，终于在22点10分赶到燃风小径，并且根据记忆中的位置，很快来到了燃风小径一个山谷的入口。这个山谷在上一世被称为刷怪圣地，不仅怪物密集，地形还好，可以利用地形规避掉很多怪物的伤害。上一世在黑石山异变事件那段时间，这里可以说是兵家必争之地，经常会有大公会为了争夺这里的所有权大打出手，最后都会迅速发展成几十上百人的大规模 PK 事件。莫离刚靠近山谷入口，就听到了山谷内部传来的各种法术爆炸声、怪物的嚎叫声。听到这些动静，莫离立即就明白，这里恐怕被人捷足先登了。看来有奇遇的不止我一个人啊。莫离吐槽了一句，实际上这也是神岩的魅力所在，奇遇终究不会只归一个人所有。比如法师塔9层的奇遇，不止莫离遇到了，苏尔也遇到了。燃风小径受黑石山异动影响，提前出现怪物的消息，获取这个消息某种意义上也算奇遇。莫离既然遇到了，有其他人遇到也很正常。算了，还是换个地方。莫离只犹豫了1秒，就放弃了这个山谷。这是一个简单的判断题。莫离现在13级，他有信心确认这个等级绝对是神岩里最高的等级。山谷里的人等级应该只有10级，11级应该不会超过12级。毕竟苏尔也才11级而已。在这个等级下，想要击杀山谷里15级的怪物，还要保证升级效率比杀10级的怪物效率高，就只有一个选择：团队作战。所以山谷里面的人肯定不少，如果现在进去和对方抢怪，毫无效率可言。除非进去把对方全杀了，直接来个清场，但那也只是暂时的，对方很快就可以复活，重新赶到山谷位置。反复纠缠，除非白白浪费练级时间外，还会让莫离的邪恶值增加。邪恶值高了，变成红名，到时候连暴风城的城门都进不去，还要耽误任务完成后交任务的时间。这笔买卖怎么算都是血亏，不如干脆点，换一个地方刷怪。
燃风小径不止这一个刷怪的地点，莫离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和这里差不多，只不过那里的怪物比这个山谷里的怪物等级高一点，是18级的怪物。不过对莫离来说，15级的普通怪物和18级的普通怪物区别不大，可以选择的情况下，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在抢地盘这种很无聊的事情上。山谷里的怪物密度很高，不排除里面的怪物会跑出来几只。莫离放了2只骷髅战士断后，以防万一，自己默默退出山谷。断后的骷髅战士只要等到超出召唤物最远距离，就会自动回到召唤物空间，不要另外费心。突然，莫离注意到一条伤害提示：良民的火球术对你的召唤物骷髅战士造成了1点伤害。莫离一下乐了。第69章被王朝公会当怪物刷了。山谷内，王朝公会的法师良民突然大吼起来：我发现了一只大家伙！良民的大吼瞬间吸引了王朝公会其他人的注意力。怎么回事？什么大家伙？你们看山谷外面有一个亡灵怪。良民指了指山谷口，王朝公会的人顺着良民指的方向看去，发现在山谷口站着一个2米高的骷髅战士，手上拿着一把火枪。因为良民已经攻击过了，同在一个团队的其他成员可以直接看到骷髅战士的血条。骷髅战士生命值10549，魔法值5275。王朝公会的人看清楚骷髅战士的生命值后，纷纷惊呼起来：卧槽，这么长的血条，是精英怪吗？应该不是吧，血条上都没有标注是精英怪。你们快看等级，才13级，这么长的生命值，就算不是精英怪，估计也肯定是什么特殊怪。短暂的震惊后，很快就有人回过神来。这不对吧，良民，你刚才攻击过这个怪物了？刚才我放火球术的时候，天赋生效，额外发射了一颗火球术。你们都知道，我那天赋额外的火球术是随机目标，直接就砸到这个怪物身上了。这怪物怎么不攻击你？我也想知道。曹志发现这边情况不对后，立即结束了战斗，暂停刷怪，赶了过来。怎么回事？那边在刷怪，你们在这摸鱼？不是的，会长，你看那个怪物。良民立即给曹志指了指山谷外面的骷髅战士，挑着重点把事情又说了遍。曹志调出伤害窗口，翻了一下队伍里的伤害记录，很快就找到了良民的火球术对骷髅战士造成1点伤害的那条记录。1点伤害，看着这条记录，瞬间就让曹志想起了在新手村那个山谷里被精英古地虎支配的恐惧。王朝公会经过进一步氪金后，成员都有了较大的提升，不然也没资格跑到燃风小径来越级刷15级的怪物。怎么又出现这种只能打1点伤害的怪物？会长，要不我们试试？这怪物看起来就不简单，肯定能爆好东西。我不信现在的怪物还可以秒杀我们的坦克职业，只要不被秒杀，我们治疗职业就有信心把坦克的血加起来。会长，别犹豫了，机会难得，正好也检验一下我们现在的强度。曹志看着一众跃跃欲试的工会成员，很快就点头同意。王朝工会在场的10个人很快就分配好任务，防战冲锋上去开怪。-1，又是熟悉的1点伤害从骷髅战士头上冒了出来。在曹志的指挥下，防战对着骷髅战士输出了大约10秒时间来建立仇恨。会长，我怎么感觉有点怪？这怪物怎么不还手？我们先输出1轮看看。在曹志的指挥下，近战开始向骷髅战士快速靠近，法系也开始读条。-1、-5、-20、-30。随着输出职业开始输出，骷髅战士头上不断冒出伤害数值。这个骷髅战士物抗和魔抗应该都非常高，有加双穿属性的职业加大输出。从伤害记录里，曹志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没有双穿的输出只配打出1点伤害，有双穿的输出最高可以打出30点伤害。而在场的好几个成员抽到的被动就有加双穿属性的，1轮输出下来可以打掉骷髅战士好几百的血量。从输出上来说，曹志感觉看到了击杀的希望。现在唯一的悬念是这个骷髅战士到底会不会攻击，攻击到底有多高。在山谷的另一边，莫离站在山谷口的一个小山坡上，看着骷髅战士挨打。伤害记录里显示有10个人参与了攻击骷髅战士，这里面包含了3个治疗职业，因为给其他人员加血也被视作攻击骷髅战士。莫离又稍微等了一下，参与攻击的人员没有再增加，基本可以确认山谷里应该就这么多人。莫离立即对骷髅战士下达了反击命令。骷髅战士举起火枪对防战开了一枪，-578。不得不说，王朝公会的防战很能抗，骷髅战士造成的伤害被减免了差不多一半。山谷里很快传来一阵喜悦的声音。会长，这个怪物的攻击力一般，我们完全有机会拿下。没错，只要防战和防气不倒，我们肯定可以击杀这只怪物。大家都集中主力，这个骷髅战士将是我们王朝
工会拿下的第一个特殊怪物。莫离感觉有点不对劲，王朝工会怎么说也是天下里的第一工会，怎么也不至于蠢到家把玩家的召唤物当作怪物杀吧？看一眼伤害提示，很难吗？莫离调出伤害提示看了一眼，骷髅战士使用普通攻击对苏丽造成578伤害，有古怪。在莫离的记忆里，玩家的召唤物对其他玩家造成伤害后不是这样显示的，玩家某某的召唤物骷髅战士使用某某攻击对某某造成某某伤害，这才是正常的伤害提示，一眼就可以看出是谁在攻击谁。莫离可以肯定自己在法师塔9层旗帜里那里学到的这个召唤骷髅战士有古怪，系统甚至都没有把自己召唤出来的骷髅战士判定为自己的召唤物，还是单纯的视作骷髅战士。旗帜里不仅仅隐藏了骷髅战士可以从装备上获取双倍效果，还隐藏了骷髅战士不会是做玩家的召唤物。召唤骷髅战士这个技能到底还隐藏了多少东西？不过现在暂时没有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因为骷髅战士在王朝工会的狂轰滥炸之下，生命值只剩下5000不到。骷髅战士如果被杀死了，手上拿的武器会被爆出去，万一被王朝工会的人捡走了，那就亏大发了。莫离到现在还没凑够所有骷髅战士的武器，乃能白白送王朝工会一把。很快又有99只骷髅战士出现在山谷口。莫离弄这么大阵仗，不为别的，就为了让王朝工会短时间内不敢再来这里。既然是王朝工会先动手的，莫离自然也不会客气，可以正大光明的把山谷的刷怪全从王朝工会手上拿过来，并且这还是正当防卫，不会增加邪恶值。第70章，你们把我当怪杀，那我也把你们当怪刷。就在王朝工会的人都感觉绝对可以击杀骷髅战士时，山谷外传来了一阵整齐的脚步声，轰轰轰！王朝工会的人没有疑惑太久，很快就看到山谷外面密密麻麻的骷髅战士。不可能，哪来的这么骷髅战士？不要慌张，有可能是怪物的技能召唤出来的小怪，那些骷髅战士数值应该很低。房琪去接一下怪，看一下数值，其他职业准备进行 AOE， 先把小怪杀了。曹志凭借着在天下里丰富的指挥经验，快速调整战术。房琪听到曹志的指令后，立即一阵小跑，从残血的骷髅战身边跑到了新出现的骷髅战士面前。-1，房琪释放奉献技能，直接攻击了附近一片区域的所有骷髅战士。骷髅战士的血条出现了，生命值10549，魔法值5275。看到密密麻麻的骷髅战士血条都是这个数值，山谷内的空气突然安静了。砰！15个骷髅战士的火球术砸到了王朝工会防战身上。15个火球术的理论伤害已经超过15000，即便防战可以减免一半伤害，也扛不住。实际上，防战的伤害减免也只是针对物理伤害，它并没有那么高的魔抗。-990，防战头上冒出一串火球术砸出的数值，造成的总伤害远远超过了防战1000出头的血量。防战被集火秒杀了。曹志第一个反应过来，一边取出回城卷轴，一边提醒其他人也使用回城卷轴。隐藏在骷髅战士身后的莫离早就防着这一手了，立即命令骷髅战士开始释放暴风雪。火球术需要独条，目标单一。相比起来，暴风雪这种立即生效的引导性范围伤害技能更适合用来打断别人使用回城卷轴。王朝工会只有10个人，暴风雪不仅打断了他们使用回城卷轴，同一个位置多个骷髅战士释放的暴风雪伤害已经足够秒杀在场所有王朝工会的人。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没有什么一波三折，王朝工会甚至没有掀起一丝波澜，这就是一场最纯粹的碾压。战斗结束后，莫离立即指挥骷髅战士把整个山谷清扫了一遍，确认没有漏网之鱼。至于王朝工会那些人死亡后留下的尸体，没有打扫的价值。想要爆玩家的装备，要等到神岩和现实世界融合，成为一个真实的世界之后。现阶段，玩家死亡后不会爆装备，死亡后他们有2个选择：以灵魂状态跑回死亡地点进行复活，也就是玩家口中的跑尸体；还有一个选择是在复活点原地复活。玩家一般都会选择跑尸体，因为选择在原地复活会有长达半个小时的所有属性减 30% 的虚弱状态。不过在这些骷髅战士的威慑下，莫离相信只要王朝工会的人不太蠢，应该不会选择跑尸体。现在开始，这个山谷的刷怪权正式归莫离所有。留下10只骷髅战士守卫山谷入口后，莫离开始指挥骷髅战士刷怪。200只骷髅战士在山谷里横冲直撞。-1450，莫离特意留意了一下骷髅战士打出的伤害，
高达1055的全属性和莫离一身装备效果的加持下，这个伤害数值已经非常离谱了。不过，这个伤害还不足以秒杀山谷里15级的怪物。这里的怪物是黑石山异动事件出现的怪物，血量比普通15级怪物稍微高一些，血量大约在1500到1600。都不知道该说我伤害太高，让骷髅战士差一点秒杀怪物，还是说我伤害太低，不足以秒杀怪物。莫离吐槽了一句，伤害再高，只要一击不能秒杀怪物，就需要补刀，相当于打2下才能完成击杀。1刀秒和2刀秒是有本质区别的，击杀效率差了整整1倍。山谷地域开阔，并不适合像死亡矿井那样先把怪物集中到一起，然后使用暴风雪击杀。把怪物集中到一起太费时间了。莫离想了一会，把200只骷髅战士每2只分成1组，一共100组，2只骷髅战士一起出手，就可以实现对怪物的秒杀。现在也只能暂时这样了，先刷一刷，等升级。另一边，燃风小径复活点，王朝工会的人还处于灵魂状态，没有复活。会长，原地复活吧，现在就算跑回那个山谷复活了，还是死。是啊，不过就半个小时的虚弱状态而已，一直死拖尸体出来，恐怕浪费的时间更多。会长，别犹豫了，遇到那种怪物群，只能说算我们倒霉。曹志有些不耐烦地摆了摆手，你们先别吵，这是有问题。曹志被骷髅战士击杀后，第一时间就注意到战斗记录里的一条提示：莫离对你团队的正当防卫已结束。这是一条玩家之间 PK 的提示。从这条记录上来看，是自己这边的人先攻击了这个叫莫离的玩家，然后对方反击，属于正当防卫。曹志顿时感觉有点无语，好一个正当防卫，这特么到底是谁欺负谁？你们看看战斗记录最后一条提示。曹志提醒了工会成员一句，顿时整个复活点的空气都凝重起来。我们刚才在和一个玩家战斗，怎么可能？我不信，怎么可能有这么变态的玩家？会不会是有路过的玩家正好被牵扯进这场战斗了？这个说法还比较符合逻辑，会长，你觉得呢？曹志是更倾向于刚才大家确实是在和这个叫莫离的玩家战斗，而那些骷髅战士很有可能就是这莫离的召唤物，不过是 1vs10而已，这不算什么。曹志在天下里的那个人物，城战的时候对付杂鱼玩家以1敌100，就像吃饭喝水那么简单。在场的这些工会成员在天下里的人物对付杂鱼，哪个不是可以以1敌几十？只不过现在换到神颜，大家相当于重头来过，巨大的落差让他们暂时无法接受，都学会自己骗自己了。曹志略微犹豫了下，还是决定不戳穿他们了。算了，这个现在不重要，先原地复活吧，然后问一下死亡矿井那边的情况，我们正好可以趁着虚弱状态的时间赶路去死亡矿井。会长英明。对，这样也不会浪费时间，山谷刷不了，我们就去刷死亡矿井。第71章，还没撒饵，怎么鱼就主动上钩了？王朝工会的10个人在曹志的指挥下选择了原地复活。复活后，曹志很快收到了王朝工会在死亡矿井成员的消息。会长，死亡矿井的难度太大了，目前只攻略了第1区，第2区是什么情况？怎么会过不去？第2区小怪会治疗术，我们没有打断技能，输出不够，没办法完成击杀。什么？那不是10级的副本吗？小怪就会治疗术了？对于自己工会成员是什么水平，曹志心里还是清楚的，配合上肯定不会出问题。现在的情况恐怕就是人物数值不够，被怪物碾压了。这种是最无解的局面，只有等人物属性提升之后，才有可能完成击杀。曹志很快想起了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死亡矿井速通记录3分41秒，这要多变态的人物属性才能做到？突然，曹志想到了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答案。就在刚才，王朝工会10个人在燃风小径里被一个叫莫离的玩家轻松击杀，密密麻麻几十只召唤物，属性高到变态。而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据说就是一位亡灵法师。莫离和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2个人在曹志脑子里逐渐重合，最后成了一个人。你们刚才有谁看到在那群骷髅战士里面有玩家了吗？太多了，骷髅战士实在太多了，根本没看到其他人。会长怎么了？是准备记下这个人，以后找他算账吗？虽然没人看到他长什么样，不过他的 ID 暴露了，以后有的是机会。众人七嘴八舌地回应着曹志，可惜没有一个是曹志想要的答案。我怀疑那个叫莫离的玩家就是那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不会吧？我们的人不是在死亡矿井遇到星辰工会的人了吗？他不是应该在那边带星辰工会的人吗？不好说，我们的人也只遇到了5个星辰工会的人而已。会长，我感觉很有可能有那样一支亡灵大军，死亡矿井推起来简直就是碾压。有道理，也只有那样一支亡灵大军
才有可能在死亡矿井里刷出那么变态的记录。我们要不要现在回去和他认识一下？正所谓不打不相识嘛。曹志也觉得可以趁这个机会认识一下。本来攻击莫离也不是故意的，只是把他的召唤物误认为是特殊怪物了，并且莫离也把王朝工会的人杀了一次，即便有什么恩怨，现在大家也算扯平了。趁这个机会把误会解开，多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强。王朝工会作为大工会，就要有大工会的气度。燃风小径山谷中，经过一番战斗，莫离刷够了任务要求的200只怪，准备使用回城卷轴返回暴风城交任务。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莫离准备交了任务拿到奖励，磕上经验药水增强版，再回来这里继续刷怪。突然，山谷外面传来了一阵呼喊的声音：“朋友，我是王朝工会会长曹志，之前一场误会，能进去说话吗？”莫离瞬间明白，骷髅战士特殊归特殊，但还是没有跳出限制，应该是最后的系统提示暴露了自己，让对方抓到了蛛丝马迹，知道他们遇到的不是一群怪物，而是一名玩家，所以对方又找了回来。莫离没想到的是，刚才在山谷杀的一批人，居然是王朝工会的人。他们不仅凭自己的能力找到了这块刷怪圣地，而且还有能力在这里刷怪，说明他们的实力远远高于普通玩家。果然，还是不能小看了大工会。不用了，我出去说话。莫离没有请王朝工会的人进山谷说话的意思。山谷里现在有整整200只骷髅战士在杀怪，莫离可不想暴露自己的秘密。比起浪费时间收一部分亡灵大军，不如自己走几步出去说话。很快，莫离来到山谷入口，这里有10只骷髅战士一直守着入口。王朝工会的人吃了骷髅战士的大亏，知道骷髅战士到底有多变态，也不敢靠得太近。你们回来有什么事？还想进山谷？王朝工会有人咽不下这口气，刚才出言不逊，立即就被曹志打断了。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曹志阻止自己人说话后，转头对莫离递了一个抱歉的眼神。莫离兄弟是吧？抱歉，他们还不太成熟。小事，你们回来这里到底想做什么？先说好，之前是你们先动手的，我不可能让出这里。是，之前是我们不对，过去的事就过去了，这次回来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莫离一下乐了，在莫离的记忆里，王朝工会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看刚才曹志训斥那个想说话的工会成员的态度，就可见一斑。工会内等级森严，工会对外更是霸道无比，怎么突然客气起来了？这居然还是他们在被杀了一次之后的态度。很快，莫离悟了，王朝工会行事霸道，那是建立在实力上的，那是以后的事。现在的王朝工会还是一个小虾米，前不久才被自己拉一起 A 了，他们想嚣张也嚣张不起来。山谷口站岗的这10只骷髅战士，就可以再次把他们全部送回复活点。好说，我这个人就喜欢交曹会长这样的朋友。莫离也不含糊，曹志人品是不怎么行，不过也是个财大气粗的主。之前赚星辰的钱，那都是良心钱，赚曹志的钱可就没那么多讲究了，必须狠狠宰上一刀。莫离瞬间就已经想好了，如果曹志请自己带王朝工会的成员刷死亡矿井，价钱翻倍，并且他们永远别想见到死亡矿井里的隐藏 BOSS。 曹志见莫离这么好说话，立即提出了加个好友的请求，莫离也爽快同意了。莫离兄弟，你就是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吧？哦，曹会长居然猜到了。不瞒你说，我们的人已经去尝试死亡矿井了，只能过1区，2区过不去。我想只有莫离兄弟这样的才能速刷死亡矿井。曹会长的意思是，我想出钱请莫离兄弟带我们的人刷死亡矿井拿装备，价钱好商量。莫离嘴角上扬，这还没撒饵呢，鱼怎么就上钩了？第72章，什么样的人最好宰？莫离强行压制住自己上扬的嘴角。就在曹志一帮人来之前，苏尔给莫离发了一条消息，说是和星辰工会的人一起通关了死亡矿井，并且提了一嘴在死亡矿井入口碰到了王朝工会的人。这不就巧了？什么样的人最好宰？当他有竞争对手时，为了不落后竞争对手太多，他就愿意付出大代价。曹会长莫不是从哪里听说了什么消息？我们王朝工会和各大工作室都有合作，听说最近星辰在大量收购金币，我猜最后都到你手上了吧？大工会果然消息灵通，不错，星辰工会的那些金币现在都到我手上了，而且还打了欠条。曹志皱了皱眉头，有些不解。根据他得到的消息，星辰工会这次收购了超过6位数的金币，这还不够，还打欠条？刷死亡矿井这么费钱？不知道死亡矿井怎么收钱的？800金币一次，算包场，里面出的所有东西都归你们。这会不会太贵了一点？曹会长一次可以带4个人，一点都不贵。当然，
如果你觉得不划算，你们可以自己去刷。曹志突然有点后悔，在大家氪金获得提升后，以为可以不用找人代刷副本，就叫停了收购金币的计划。现在王朝公会手上一共只有5000金币，本来以为这个决定没什么问题，可是，在死亡矿井那边的队伍已经明确反馈过了，现阶段连死亡矿井第2区都打不过，想要靠王朝公会自己的实力通关死亡矿井，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反观星辰公会，上万金币砸下去，搞不好所有主力都已经穿上了死亡矿井里出品的装备。对了，曹志突然想起公会成员的报告，说是在死亡矿井副本入口遇到了星辰公会的人，原来以为是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在带星辰公会的人刷副本，现在莫离就站在眼前，说明星辰公会的人在自己刷死亡矿井。王朝公会的进度恐怕已经远远落后星辰公会的进度了。大家都是专业的大公会，一步先，步步先，现在才刚开始，如果被星辰公会拉开的距离过大，以后想要追上就很难了。莫离兄弟，现在是游戏初期，我们上手没那么多金币，现金你收吗？抱歉，我只收金币。这……曹志有点头大，之前各大工作室已经被星辰公会搜刮过一遍了，现在哪还有什么金币？就算有，价格肯定很感人，绝对比星辰公会收购价高一大截。可是曹志知道自己这一方现在没有议价权，要么接受莫离的条件，要么大家好聚好散，日后有机会再合作。曹志咬了咬牙，后牙槽都快咬碎了。没办法，为了继续保持第一公会的名头，这笔钱必须花。好，最迟明天我拿到足够的金币再联系你。好说。莫离又和曹志客套了几句，然后把王朝公会的人晾在了山谷外面，独自返回山谷。王朝公会的人看着莫离离开的背影，有人实在绷不住了。会长，这个叫莫离的也太嚣张了，他以为他在和谁说话？就是我们天下第一公会找他，他居然还这么傲，也不知道在装什么。我们找他是给他机会，他还可以蹭一波我们的热度，真是不知好歹。会长，依我看还是别便宜这个莫离了，一趟800金币，10趟就是8000金币，8万块呢。他那记录几分钟一趟，简直就是抢钱。住嘴，都别说了。曹志打断了工会成员的抱怨，你们现在谁有本事去把死亡矿井通了，我都不要求他带人，只要通关，我就把这笔钱当做奖金发给通关的小队。山谷入口的空气瞬间沉默了。死亡矿井的难度，之前王朝公会的人不了解，都以为在大家获得提升后可以轻松通关，现在已经有一个5人小队在那里磨了半天了，只能通关第1区，第2区入口的小怪就没办法解决，更别说见2区的 BOSS 了。后面还有第3区呢。按照游戏的正常思路来看，一个副本一般都是越到后面越难。以现在已知的情报来看，现在怎么可能通关？现在的问题是输出不够，不能在治疗空蓝之前结束战斗，这是什么操作都无解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用装备来提升输出，而装备提升前期就只有死亡矿井副本，其他地方都是些破烂，这有点死亡矿井装备毕业打死亡矿井的意思。当然还有另外一条路，等级提升。可是神岩里升级实在太慢了，等到再升级几级，输出够过死亡矿井2区了，人家星辰的人都不知道领先多少进度了。道理王朝公会的人都懂，他们只不过感觉堂堂天下第一公会要这样求着人去给人送钱，一点还价的权利都没有，实在太憋屈了，咽不下这口气而已。突然，会长，不好了，星辰公会的人在官方论坛发帖子说他们通关死亡矿井了。什么？我们的人还卡在2区入口，他们怎么就通关了？他们不会发的是莫离代刷的截图吧？通关时间就在刚才，莫离在山谷里，怎么带？曹志急忙调出官方论坛界面，点开帖子查看了一下，截图里包含了5人小队所有人的 ID， 确实没有莫离，只有苏尔的 ID 有点扎眼。不过苏尔和星辰公会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在天下时就经常在一起下副本，没什么好说的。换句话说，星辰公会靠自己的实力通关了死亡矿井，王朝公会和星辰公会是老对手了，对方什么水平，曹志心里也有数。2个公会的水平都差不多。说过星辰公会能通关死亡矿井，而王朝公会不能通关死亡矿井，这里面就只有一个可能，星辰公会的人因为之前被莫离带着刷了不知道多少趟死亡矿井，早就全穿上死亡矿井出品的装备了，这就是双方唯一的差距。从截图上的任务也可以看出来，星辰公会的人全副武装，一看就知道身上的装备都是好装备。而王朝公会的人呢，因为氪金提升后
很快就发现了燃风小径这个山谷，大家直接就来这边刷怪了。这里怪物出的装备又都是15左右的，现在根本穿不上，全都是一身破烂。曹志心里瞬间有了决断，刷，再贵也得刷。第73章，经验药水上市。和王朝工会的一段小插曲之后，等莫离返回暴风城时，时间已经是晚上23点。莫离直达药老的药水店，运气不错，药水店还没有关门。药老，我已经清理了燃风小径的怪物。我前不久收到了运输小队的消息，说是燃风小径里的怪物减少了，我就猜是你的功劳。老药也没有含糊，直接就把初级经验药水增强版的配方交给了莫离。莫离拿到配方的一瞬间，就收到了系统提示：叮，清理燃风小径的怪物200-200已完成，获得初级经验药水增强版。同时，莫离的经验条也涨了一截，直接来到了1/3的位置，距离升14级还有2/3。药老，我还想买一些药材炼制药水，地根草和银叶草对吧？现在店里的这些药材只够炼制50组，50组就50组，我先用着。运输队什么时候能到？最迟明天早上。莫离从储物空间取出455金币交给药老，其中5个金币是要药瓶的，麻烦药老一起把东西给我。你这就见外了，药瓶就当是我送你的。莫离心里一喜，莫离知道药老突然变大方了，不仅仅因为自己是暴风城城主的亲传弟子，光一个名头是唬不了这些传奇般的存在的，最多只能让对方稍微客气一点。恐怕最主要的原因是自己这么就完成了清扫燃风小径的任务，特别是自己还是以13级的等级去的，让药老刮目相看了。多谢药老美意，那我就收下了，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找我。从药水店出来后，莫离直接来到暴风城拍卖行。这是系统拍卖行，玩家只需要把要拍卖的东西通过拍卖行的 NPC 标号价格直接挂上去就可以进行拍卖。有需要的玩家可以在这里通过拍卖行的 NPC 直接购买玩家出售的东西。莫离先看了一眼拍卖行里面的东西，目前拍卖行里除了一些垃圾装备外，就是一些基础矿石、草药之类可以从野外直接获取的材料。看了一会后，莫离开始炼制初级经验药水。50组材料，莫离准备炼制20瓶初级经验药水增强版，其中10瓶留着自己用，另外10瓶以100金币1瓶的价格挂在拍卖行。剩下30组材料，炼制30瓶初级经验药水，以50金币一组的价格挂到拍卖行。上一世莫离没有当炼金师卖药水的经验，这次算试水。大部分玩家自然没金币买如此奢华的经验药水，不过总归有少数玩家可以买得起。挂到拍卖行，今天卖不出去，明天也肯定有人凑够金币来买，只是卖多卖少的问题。这组药材的成本是450金币，如果经验药水全部卖出去，可以得到2500金币，净赚2050金币。莫离要付出的只是稍微花一点时间来炼制药水而已。如果药水的销路好，药剂店材料供应稳定的话，这个数值可以乘以10，甚至乘以20。这是真正的生财之道，而且还不耽误莫离炼级。莫离按照计划把经验药水挂到拍卖行之后，就果断下线了。为了和神岩的 NPC 作息时间同步，通宵是万万不能的。死亡矿井副本入口，星辰工会的小队第2次通关死亡矿井，从副本里出来。林诗涵正准备和苏尔说话，突然看到王朝工会的人有些狼狈的从副本里出来。哟，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王朝工会的，怎么通关了？林诗涵，说话别阴阳怪气的，我们如果有你们那么好的装备，我们也能通关。那你们去弄啊，是不想吗？林诗涵，别以为就你们星辰工会找到人带死亡矿井了，我们王朝工会也找到人了，最多明天我们也能通关死亡矿井。听到对方的话，林诗涵愣了一下，有些抱怨的回头瞪了一眼苏尔。在林诗涵看来，现在有能力带人下死亡矿井的只有莫离。王朝工会的人要联系莫离，肯定要通过苏尔。苏尔明明知道星辰工会和王朝工会是对头，居然还帮忙牵线搭桥，这不是存心气他吗？苏尔不甘示弱的回瞪了林诗涵一眼，看我干嘛？他是有让我帮忙联系，不过王朝工会的人一直没联系上我。啊？林诗涵有点懵，不是苏尔帮忙，那会是谁？王朝工会的人显得有些得意。林诗涵，别以为就你们星辰工会神通广大，我们王朝工会就没点机缘。就是我们会长在野外巧遇莫离，不打不相识，现在也算是朋友了。苏尔听到不打不相识4个字时，眼皮有些不受控制的跳了跳。还打伤了？你王朝核心成员撑死了10几个人，够莫离的亡灵大军塞牙缝吗？林诗涵也有些绷不住了，他又不是没见过莫离的亡灵大军。打什么打？人家把你们王朝
工会的人拉一起当怪 A 了，恐怕比 A 死亡矿井里的怪物还简单。你们也配？我说你们王朝工会的人怎么就这么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呢？贴金？贴什么金？我们会长已经和莫离谈好价钱了，明天就让莫离带我刷死亡矿井。我是说不打不相识的事，就你们王朝工会那几个人也配合莫离打？哼，你不信算了，我们走。王朝工会的人不想和林诗涵继续争执下去。星辰工会这边算上苏尔一共有6个人，王朝工会只有5个人。真打起来了，吃亏的还是王朝工会。好汉不吃眼前亏，开溜才是上策。看着王朝工会的人走远之后，林诗涵嘴角上扬。我真有点期待这几个人明天看到莫离的亡灵大军是什么表情，还不打不相识。叶星本来在浏览之前他发的死亡矿井通关的帖子，听到林诗涵的话，想叮嘱一下林诗涵不要大嘴巴泄露莫离的信息。突然看到有一个玩家发的帖子，说是拍卖行有少量经验药水出售，一种是提升 20% 经验50金币一瓶，一种是提升 30% 经验100金币一瓶，效果都是持续1小时。有了之前被莫离几分钟赚走700金币的经历，叶星突然感觉这种经验药水还挺便宜的。第74章打工卖苦力是没有前途的。叶星看了林诗涵一眼，行了，林大小姐，这是王朝工会和莫离之间的事，和我们没关系。我知道和莫离有关的事要保密吗？不说这个了，你们看看论坛上那个说经验药水的帖子。经验药水？林诗涵一下就来了兴趣。经验药水这种东西，越是升级困难的游戏就越有价值。神言恰恰就是升级相当困难的游戏。几个人纷纷打开那个帖子看了一下，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还是林诗涵第一个开口说话。最便宜的50金币，按现在的金价算500块一瓶了，够我买支口红了，这人怎么不去抢？林大小姐，你说的是人话吗？正常人哪有买500块一支口红的？叶星扶额，有些无语。在叶星看来，花500买口红，还不如买这经验药水呢。林诗涵撇了撇嘴，表示不想和叶星说话。苏尔，你怎么看？叶星，你们之前买金币的渠道，现在还有金币吗？帮我买5000金币，我转钱给你。苏尔，你没吃错药吧？你要这么多金币做什么？买这个经验药水？是啊，怎么了？有了这个，指不定我就能追上莫离了。苏大小姐，你便宜这个匿名的家伙，不如直接便宜莫离，出钱让他带你刷死亡矿井得了。你们4个人一趟400金币，我一个人一趟400金币，太亏了，不如买经验药水划算。莫离不是挺好说话的吗？人少了，他分到的经验也就高了，价钱可以商量吗？苏尔摇了摇头，否决了林诗涵的提议。晚上他给莫离发消息的时候，发现莫离在燃风小径，很有可能那里就是莫离新的刷怪地点。换句话说，刷死亡矿井现在对莫离来说已经没有效率而言了，所以莫离选择换地方。如果他找莫离代刷死亡矿井，还不愿意把钱给够，那实在是太不知好歹了一些。行了，这经验药水就挺好的，我看叶星不是也挺心动的吗？叶星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我是心动，不过我现在身上也没金币了，我尽量想办法吧。林诗涵在一边看了看苏尔，又看了看叶星，感觉他们两人应该也有些猜测。林诗涵有一个感觉，这个出售经验药水的匿名玩家，搞不好还是莫离。经验药水的等级是10级，现在所有神言玩家能达到10级的玩家才多少？不仅如此，一次性出售这么多药水，炼制药水时购买材料不要钱的吗？能拿出这笔钱来买药材的玩家又有多少？仅仅这2个条件就已经排除了绝大部分玩家，莫离的嫌疑绝对是最大的。不过林诗涵又有些无法确定，炼金术明明是炼金师这个职业专属的，而莫离是亡灵法师，他什么时候学会炼金术？还是说这个经验药水只是某个玩家碰巧做了隐藏任务获得的奖励？大家都是自己人，就别藏着掖着了。你们是不是都怀疑出售经验药水的是莫离？是，除了他，我想不到还有谁。突然3个人都笑了起来。林诗涵指了指苏尔，你逃过了死亡矿井被莫离宰的这一刀，现在看来是逃不过经验药水被宰的这一刀了。宰就宰吧，谁让他是独家生意呢？苏尔撇了撇嘴，也不怎么在意，就当作是把氪金抽奖省下来的钱重新花出去了。最肉痛的还要数叶星，这种经验药水要么没有，要么就要大量配备，至少工会的核心成员都要氪上。今天不能搞什么区别对待。星辰工会10几名核心成员加起来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第二天早上7点，莫离起床简单洗漱，吃了一点东西后立即就上线。上线第一件事就是查看了一下邮箱。好家伙，昨天挂在拍卖行的所有经验药水都被人买走了。
莫离立即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那批经验药水恐怕卖便宜了。可惜，拍卖行不仅卖家是自动匿名，连买家都是自动匿名的。莫离也无从得知到底是谁把经验药水买走了。别管是哪个冤大头，总之必须涨价。心里有了决断后，莫离一路来到药剂店。药老，材料到了吗？你来的正好，材料刚到。这次你要多少？初级经验药水500组，够吗？老药看了莫离一眼，眉头微皱。你自己用不了这么多吧？你想倒卖药水，赚点吗？你也知道我们冒险者就缺钱。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炼金术上。你可是高贵的亡灵法师，不要让城主大人失望。药老放心，重点我还是拎得清，这只是我的一点副业。药老听到莫离的话后，也不再多说，收了莫离4500金币后，递给莫离一个口袋。你一次性买这么，我估计你的储物空间也装不下。这个药材袋算我送你的。这怎么好意思啊？莫离嘴上说着不好意思，手上一点没闲着，直接接过药材袋看了一眼。名称：初级药材口袋，品质：精良，效果：最多可以存放20组草药。说明：这是药剂师和草药商人常用的一种空间魔法口袋，只能用于存放药材。神言：草药、药材这一类材料200铢一组，一组占一个储物空间格子。莫离这次购买500组初级经验药水的材料，共计3000株草药，15组，占15个储物空间格子。莫离的储物空间在戒指的加持下有64个，要放下这些草药绰绰有余。不过，白捡的便宜，谁不喜欢呢？关键这是口袋，不用像空间戒指那样占用饰品的位置，相当于额外提供了20个存放草药的空间。这东西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恐怕就是以前大家说的和 NPC 搞好关系，总能获得一些意外惊喜。莫离拿好东西，跑到拍卖行，直接开始炼制经验药水。这一次，莫离决定全部炼制初级经验药水增强版，并且统一涨价到200金币一瓶。500瓶经验药水，如果全部售出，可以得到10万金币，扣除买药材的成本，可以净赚95500金币。莫离悟了，果然，打工卖苦力代刷副本是没有前途的。掌握了垄断生意，控制市场，当资本家才是真正的快乐。第75章，机智杀，那只能坑到新手。莫离把炼制的初级经验药水增强版全挂到拍卖行后，再次来到燃风小径的刷怪圣地，开始刷怪。和昨天一样，莫离留了10只骷髅战士在山谷入口守卫，其他骷髅战士每2只一组，在山谷里展开杀戮。早上9点多，莫离看到了一眼经验条，大约还差1/3升级。不出意外的话，中午之前就可以升到14级，今天晚上下线之前就可以升到15级，升级速度略高于莫离原来的预期。突然，莫离注意到一条伤害提示：土元素领主对你的骷髅战士造成3000魔法伤害，一次攻击居然可以对骷髅战士造成这么高的伤害。莫离立即就意识到，绝对是一个大家伙，至少也是精英怪物。莫离的视线在山谷里快速巡视了一遍，可是并没有发现有哪只怪物可以在2只骷髅战士的攻击下坚持到第2轮。在外面，莫离立即召回10只骷髅战士，带着这些骷髅战士来到山谷入口。原本在山谷入口充当守卫的骷髅战士已经有一只被击杀了，手上的武器也掉在地上。一只3米多高，浑身缠绕着沙尘和泥块的圆形怪物正在攻击其他骷髅战士。莫离看了一眼怪物的血条，土元素领主，精英野外 BOSS， 等级17级，生命值48800-50000，魔法值18000-20000。看到怪物等级时，莫离瞬间明白了为什么骷髅战士会受到那么高的伤害，绝大部分应该都是等级差带来的额外碾压伤害。也多亏了骷髅战士现在防高血厚，才没有在高额碾压伤害下直接被秒杀。莫离立即给山谷入口的骷髅战士下达指令，让骷髅战士把土元素领主拉进山谷，同时抽调100只还在山谷里刷怪的骷髅战士前来加入战斗。-230，-210，骷髅战士的火球术和远程射击打在土元素领主身上出现了很低的数值，这个伤害数值也就比之前对10级的史诗级怪物火元素领主的伤害高一点点。不是骷髅战士不行，而是土元素领主的双抗实在太高了，一个精英怪物的双抗已经接近史诗级怪物了。不愧是以皮糙肉厚著称的土系元素。-1000，-1000，-1000。突然，在土元素领主附近一小片区域的骷髅战士头上都开始冒出伤害数值。范围伤害，这个伤害数值看着不算特别离谱，可是频率非常高。一开始和土元素领主发生战斗的骷髅战士，血量本来就算不上健康，在高频率 AOE 伤害下，很快就被清空了血条。土元素领主立即把目标转向另外的10只骷髅战士。
莫离回头看了一眼山谷内部，抽调的100只骷髅战士暂时还没有赶过来。为了以防万一，莫离立即更改了对山谷口骷髅战士的指令，命令他们拖着土元素领主继续往山谷里走。莫离自己更是一路后退，远离第一线，避免死于不明。AOE 没办法，莫离13级，土元素领主17级，足足4级的等级差。骷髅战士那么变态的防御都被干掉了，如果莫离不谨慎一些的话，很有可能翻车。骷髅战士和土元素领主持续拉扯，一直到骷髅战士只剩下2只时，山谷内部的骷髅战士终于赶到，并且在莫离的指挥下立即加入战斗。100只骷髅战士的加入，局面瞬间发生了大逆转。一轮火球术和火枪的齐射之后，土元素领主的生命值直接降到了2万出头。莫离立即命令骷髅战士停手。土元素领主是精英野外 BOSS， 可是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野外 BOSS 战需要处理的小怪。这个土元素领主莫离没有什么印象，但野外 BOSS 肯定会召唤小怪。野外 BOSS 战要处理的小怪分2种情况，一种是和鱼人野外 BOSS 一样，小怪一开始就在野外 BOSS 附近，另外一种就是由野外 BOSS 直接召唤出来。在野外 BOSS 的战斗里，小怪是必须优先处理的，如果不管小怪，直接把野外 BOSS 击杀了，战斗直接不会结束。没有出现的小怪会突然出现，已经出现的小怪也不会自动消失，并且小怪会在野外 BOSS 倒下后获得大幅度提升，很容易让玩家瞬间团灭，也就是玩家戏称的机制杀。上一世有不少大公会在击杀野外 BOSS 时采取过优先击杀 BOSS 的战术，让一小组人把 BOSS 小怪拉到一边，剩下的人专心击杀 BOSS。BOSS 死了，小怪还在，这些活着的小怪瞬间获得大幅度增强，最终导致团灭。很多公会都是吃过闷亏后才逐渐摸清楚这个机制。莫离召唤出5只骷髅兵，指挥骷髅兵给抗伤害的骷髅战士加血。土元素领主双抗高，会极大的削减骷髅战士造成的伤害。不过骷髅兵给骷髅战士释放治疗术并不受影响，全属性高达1055的骷髅兵，配合莫离身上装备加持的效果，一个治疗术就可以加1371。土元素领主一下对骷髅战士造成3000左右的伤害，5只骷髅兵的治疗术完全可以覆盖掉土元素领主对骷髅战士造成的伤害。暂时稳住局面后，莫离分出20只骷髅兵，开始搜索附近的区域。经过一番搜索后，莫离很快就排除了第一种可能，现在只剩下第2种可能。现在要做的就是等 BOSS 召唤小怪，然后先把小怪处理掉，再击杀 BOSS。大约过了30秒，莫离感觉脚下的大地开始震动，很快从地上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小型土元素，一眼望去，数量超过了山谷口骷髅战士的数量。莫离立即命令骷髅战士转火小怪。第一波暴风雪的伤害砸到小怪身上，莫离看了一眼小怪的血条，遁地土元素，等级17级，生命值02300，魔法值01000。好险，还好我够谨慎。莫离嘀咕了一句。 BOSS 召唤出来的都是普通怪物，血量也很正常，只是数量比较多。骷髅战士一波暴风雪就完成了击杀。可是如果不知道那个机制杀，先把土元素领主击杀了，这些小怪全都会获得大幅度增强，自身属性会无限接近精英怪物。100多只17级的精英怪物，莫离只是想想都感觉头皮发麻。第76章，有时候需要转换一下思路。顺利解决了 BOSS 战必须要处理的小怪后，莫离指挥骷髅战士激活土元素领主。在骷髅战士一轮齐射下，土元素领主被清空了血条。叮！恭喜玩家首次击杀土元素领主，精英 BOSS 即将全服通告，请问是否需要隐藏玩家姓名？莫离按惯例选择了是。叮！恭喜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完成首次击杀土元素领主精英 BOSS 的壮举。莫离扫了一眼系统提示，心里没有一丝波澜。随着自身等级的提升，属性不断增加，现在击杀精英这个级别的怪物，甚至都不需要出全力。刚才和土元素领主这场战斗中，还有接近100只骷髅战士在山谷里刷怪，这就是传说中的我还没出力呢，你怎么就倒下了？莫离走到 BOSS 尸体旁边，说尸体也不准确，元素类型的怪物被击杀后，只会剩下一个破碎的核心，在破碎的核心旁有3件土元素领主爆出来的装备。莫离快速打扫了一下战场，给刚才阵亡的骷髅战士重新穿上装备，命令骷髅战士去山谷杀怪。都安排好之后，莫离才开始查看土元素领主爆出来的装备。名称：土元素的守护盾牌，品质：稀有，部位：盾牌，格挡500，体质+60，需求等级15，效果：使用盾牌进行格挡时，减少你受到的伤害，减少的伤害等于你的体质值。莫离看着属性栏最后一条效果，心里一乐。20级隐牙城堡开始，
几乎所有精良品质以上的盾牌都会有一条类似这样的效果。坦克职业主属性都是体质，一个20级的坦克职业，算上装备加的属性，体质大约在500-700不等，减伤还是很可观的。对坦克职业来说，从20级开始，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减伤效果。这种减伤效果主要是为了应对20级开始精英级等级和精英等级以上的怪物。莫离乐的是自己的骷髅战士现在就有1055的体质，到15级，骷髅战士可以装备这个盾牌时，就算不换任何装备，骷髅战士的体质都可以达到1160，一个盾牌就可以提供1160的减伤，减伤效果简直爆炸。骷髅战士拿上这个盾牌，配合上骷髅战士自身超高的防御力，到时候恐怕普通怪物都破不了骷髅战士的防。打一下骷髅战士，也就是强制扣一点血。莫离把盾牌收到储物空间后，开始查看第2件装备，名称：土元素守护胸甲，品质：精良，部位：胸，护甲120，力量+35，体质+35，需求等级15，效果：使用你受到的物理伤害降低5%。莫离有些无语地看着装备的属性面板，居然又是一件防御装备，真就是土元素皮糙肉厚，连出的装备都是偏防御的吗？算了，等骷髅战士15级解锁第2个装备栏，拿上那个盾牌，再穿上这件胸甲，怎么着也是肉上加肉了。莫离把第2件装备收进储物空间，然后看了一眼第3件装备，名称：元素穿透法杖，品质：稀有，部位：武器，精神+35，体质+35，需求等级15，效果：获得10%的法术穿透效果。看来我有必要优先打造一支精英小队了。莫离嘀咕了一句。不仅仅是土元素领主爆了几件骷髅战士可以用的装备，在刚才的战斗中，骷髅战士的一些缺点暴露的也很明显。骷髅战士现在主要靠的是超高的全属性和数量碾压，特别是在面对精英等级的怪物时，超高全属性带来的优势基本都被抹平了，只剩下数量碾压。可是当骷髅战士过于分散，来不及集中时，数量碾压的优势也荡然无存。在刚才的战斗中，从山谷里抽调的骷髅战士没加入战斗时，20只骷髅战士面对土元素领主时就显得有些吃力，甚至被土元素领主杀的只剩下最后2只。莫离当时都已经在准备就地召唤新的骷髅战士了。会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骷髅战士空有超高属性，但没有天赋被动加持，装备也只有一件死亡矿井出的武器。天赋、被动这2样提升非常大，越到后期越明显。想要尽量弥补骷髅战士这个缺点，只有靠装备。10级的装备很多都没有特殊效果，不过15级的装备基本上都带特殊效果，提升不是一星半点。等级和品质越高的装备，特殊效果就越好。骷髅战士刚好又非常特殊，等级越高，可以穿的装备就越多，并且可以从装备中获取双倍效果。论收益的话，骷髅战士穿更好的装备肯定收益最高。莫离认为现在必须调整一下思路，把骷髅战士的装备需求放到第1位，自身对装备的需求可以稍微靠后，放在第2位，至少也要先打造出一支由少量骷髅战士组成的精英小队出来。毕竟亡灵法师出来混，靠的就是召唤物。暴风城拍卖行，因为昨天官方论坛的一个帖子，大量玩家聚集到拍卖行吃瓜。卧槽，看拍卖时间，现在这些初级经验药水增强版是早上新挂上的呀，昨天那么多货都被人扫了。马德，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昨天得有多少金币了？2500金币了吧？真是，那可是25000块钱啊！真是家里有矿。我看你们就抓错了重点，你们怎么不想卖这个药水的玩家？对啊，现在拍卖行里的这些货加起来10万金币了。卧槽，这如果全卖出去了，真的是一夜暴富啊！这简直比抢钱还效率，就特么没人管吗？人家不偷不抢，凭本事赚钱，管什么？有什么好管的？你们说这个匿名卖家会不会就是那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不可能，那个神秘玩家都消停了这么久了，估计是爆发期过了。对，而且他是亡灵法师，什么时候成炼金师了？其他炼金师还活不活了？肯定不是他，他这么长时间没动静了，估计现在正躲在哪里悄悄练级，害怕被人发现丢脸吧。要我说，还是这个卖药水的厉害，一夜发家致富啊！那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比不了。就在吃瓜群众热烈讨论时，突然一条全服公告出现在每一个玩家的提示中。叮！恭喜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完成首次击杀土元素领主精英 BOSS 的壮举。第77章，王朝工会忍气吞声。聚集在拍卖行吃瓜的玩家看清楚全服公告的内容后，拍卖行瞬间炸锅了。卧槽！
刚才谁说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不行了？出来说话！居然又是首杀！我怎么感觉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越战越勇了？首杀都被个人玩家拿了，那些大公会的脸往哪搁呀？我听说好几个游戏的大公会都入驻神颜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还不如一个个人玩家。据说各个大公会都氪了不少钱，怕不是让公会的财物吃了回扣。也不好说，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上一次首杀我记得击杀的是史诗级的怪物，现在只是精英而已，搞不好是真不行了。智商不够就不要出现丢人现眼。史诗级的怪物是想遇到就能遇到的吗？就是别说史诗级的怪物，你们到现在有谁遇到精英级的怪物了吗？昨天星辰公会刚在论坛发了通关死亡矿井的帖子，这下风头怕是要被全盖过去了。一个人盖过星辰公会，真是不可思议。就在吃瓜群众热烈讨论时，在拍卖行稍远一点的地方，王朝公会的人正聚在一些。曹志本来是准备到拍卖行买一点经验药水，准备等莫离带死亡矿井时使用，这样可以最大化经验药水的收益。可是听到拍卖行附近吃瓜群众的讨论，让曹志突然有点不好意思露面。星辰公会昨晚通关了死亡矿井，最明显的效果就是在这些吃瓜群众讨论时还会提到星辰公会。而作为天下第一公会的王朝公会，至今为止还没有在神颜里取得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吃瓜群众讨论的时候，连提都不带提王朝公会，这让曹志感觉实在是有些丢脸。曹志身为王朝公会的会长，又是名人，以前参加过很多天下的线下活动，如果他现在走进拍卖行，绝对会被认出来，到时候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只是想想就让曹志感觉有些头皮发麻。王朝公会的成员也有些绷不住了。你们说这个土元素领主会不会就是我们之前刷怪的地方刷新出来的？依我看肯定是，那个山谷就是刷怪圣地，在那里杀怪经验涨得飞快，莫离应该不会换地方的。没错，肯定是他在那里刷怪，正好遇到了土元素领主。可恶，如果是我们还在那里刷怪，首杀土元素领主的就该是我们了。我真是咽不下这口气，被莫离抢了练级的好地方，还要去给他送钱，只是想想就让我觉得浑身难受。曹志的眼皮跳了跳，要说浑身难受，他比公会成员更难受。可是曹志也没有办法，星辰公会现在已经遥遥领先了，如果不找莫离带死亡矿井追赶星辰公会的进度，王朝公会恐怕就会被一直领先下去，这就是标准的输在了起跑线。以后还怎么和星辰公会竞争第一公会？不止这些，曹志在找各大工作室购买金币时，还得到一个消息，不仅仅的天下里的几个大公会集体迁移到神颜来了，还有其他游戏的大公会也入驻了神颜，都找工作室咨询过购买金币的情况，为以后做准备。这一次想在神颜里竞争第一公会的难度，恐怕要远远超过以前在天下的难度。现在起手就输在起跑线上，还谈什么第一公会？行了，都别抱怨了，你们还想不想竞争第一公会了？会长，我们不是那意思，只是觉得因为这个莫离让我们错过了首杀土元素领主的机会，有点可惜。我看你们也是氪金之后膨胀了，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山谷里是多少级的怪物没点数吗？不就是15级吗？我们不是杀的挺顺利的，能杀15级的普通怪就能杀15级的精英 BOSS 了。这王朝公会当然没人能确定，他们和精英怪物唯一的交手经验就是新手村那只谷地精英虎，当时他们大部分人4级，少数人3级，精英谷地虎5级，坦克职业上去就被秒了。精英怪物强度非常高，就是王朝公会唯一可以得到的一点信息。至于精英 BOSS 是什么强度，王朝公会里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所以别说什么莫离抢了本该是我们的土元素领主首杀，如果还是我们在那里，搞不好就是团灭，还谈什么首杀？在场的都是体验过被莫离当怪物拉一起 A 了是什么感觉，对莫离的人物强度都有认识。莫离可以击杀的怪物，不代表王朝公会也可以击杀。曹志这么说也不算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实话实说罢了。况且接下来还要和莫离合作，不管曹志愿不愿意，都不能让公会成员对莫离有太大的意见。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请莫离带我们过死亡矿井，弄到装备，赶上星辰公会的进度，明白吗？明白，会长。不如我去拍卖行看一下那个经验药水吧。行，快去快回，价格合适的话我们就买一点，也好最大化下死亡矿井的收益。苏尔拿到托叶星购买的金币后，跑到拍卖行准备购买一些经验药水。打开拍卖行界面一看，苏尔顿时傻眼了。昨天明明是100金币，今天怎么就变200金币了？什么奸商行为？倒不是苏尔花不起这个钱，只是这样被人当猪仔，心里实在是有些不爽。哪怕你一开始就卖200金币呢，
贵就贵点，物有所值嘛。可是昨天的经验药水被一扫而光，看到销路好，立即就坐地起价，这种行为实在是过于奸商了。这么做难道真良心不会痛吗？苏尔打开好友列表，气鼓鼓的看着莫离的名字，要不要给他发个私信？昨天和星辰工会的人讨论之后，大家都认为拍卖行里的经验药水9成9就是莫离弄出来的。大家都这么熟了，要个友情价不过分吧？可是苏尔又觉得这样不太好，在商言商嘛。莫离既然在拍卖行挂了这个价，有人愿意买单，他跑去要友情价，不就是明摆着让莫离亏钱吗？就在苏尔犹豫时，一声惊呼在排行响起：卧槽，价格怎么翻倍了？200金币一瓶，怎么不去抢？第78章，经验药水成了抢手货。苏尔顺着声音转头看去，一眼就认出发出惊呼的是王朝工会的人。不只是苏尔，拍卖行的其他人也被这声惊呼吸引了注意力。那不是王朝工会的人吗？应该是，看来200金币一瓶的经验药水，大工会都觉得贵。大工会少说也有10几个核心成员，要用就得全用，概念不一样。说的也对，这点个人玩家就好多了。苏尔很快就发现有不少人把目光转到了他身上，很明显，应该是有玩家认出他了。苏尔也不管玩家的目光，直接通过拍卖行的界面买了5瓶。刚到手的5000金币，瞬间花掉了1000金币。拍卖行本来显示的剩余数量500瓶，一下就变成了495瓶。数量减少，似乎是让某些玩家想起了昨晚抢购经验药水的情景。一些本来因为突然涨价还在观望犹豫的玩家也开始纷纷出手。剩余数量450，剩余数量400，剩余数量0。1分钟之内，500瓶经验药水就被抢购一空。通过拍卖行购买，玩家会打开一个单独的拍卖行界面，所以尽管拍卖行里有很多玩家，没有人知道500瓶经验药水到底是被哪些玩家买走了，只知道这位出售经验药水的匿名玩家在1分钟之内入账10万金币。拍卖行的气氛瞬间爆炸。卧槽，这绝对可以在神言游戏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1分钟销售10万金币的货物，不知道的还以为在看大直播带货呢，太尼玛离谱了！都说一夜暴富，这是1分钟暴富啊！逆天，太逆天！我看现在还有谁提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就是杀怪厉害又怎么样？赚钱这么离谱，只要钱够多，什么样的打手请不到？苏尔听着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的讨论，嘴角微微上扬。他现在突然有点想好奇，如果这些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知道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和出售经验药水的玩家是同一个人，会是什么反应？突然，一个很不和谐的声音在拍卖行响起：卧槽，怎么一下全没了？苏尔顺着声音看了一眼，是刚才那个王朝工会的人。很快，有一个人走到了王朝工会那个人身边。兄弟，我看你是王朝工会的吧？要经验药水吗？300金币一瓶，我可以转让你们一点。王朝工会的人懵了，听过有人当倒爷，也见过这样当倒爷的。苏尔也懵了，莫离弄出来的经验药水真就这么抢手，居然还可以现场从拍卖行里买出来，转身就当倒爷卖出去。而且看王朝工会的人那表情，似乎也不是没得商量。换句话说，莫离这经验药水还是卖便宜了。苏尔感觉很有必要把这事给莫离说一声，可是苏尔又有点纠结。如果把这件事告诉莫离了，经验药水涨价之后，他购买经验药水时也需要付出更多的金币。现在的金币都是找工作室买来的，那可都是实打实的钱。不过苏尔很快就想通了，这是必须要告诉莫离。神言开服短短几天，在线人数的最高纪录不断刷新纪录，现在已经成为了在线人数最多的游戏。这个庞大的在线人数里，就包含了大量的大公会入驻，还有大量家里有矿的个人玩家入驻。200金币一瓶的经验药水，贵吗？当然很贵。可是对大公会或者家里有矿的玩家来说，这点钱算什么？只要可以在游戏初期拿到优势，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这部分玩家有多少呢？反正肯定比这区500瓶经验药水的数量要多得多。经验药水还是消耗品，效果只能持续1个小时，被一些有眼光的道爷看中，直接开导也就不奇怪了。苏尔又看了看王朝工会的那个人，果然他带着倒爷离开了拍卖行，估计是带去和王朝工会的会长商量价格去了。到这时，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终于反应过来，卧槽，我错过了发财的机会啊！谁说不是呢？从拍卖行买出来，转手就能赚100金币，那可是1000块钱啊！马德，我刚才怎么就傻不拉几的看着拍卖行没下手呢？快醒醒，说的好像你们谁包里有200金币一样。哎，
卖经验药水的这个玩家，1分钟赚收入10万金币，我他妈现在身上一个金币都凑不出来，真是人比人气死人。谁又不是呢？马德，我要发愤图强练级，我也要一夜暴富。苏尔正想给莫离发私聊信息，把拍卖行发生的事情告诉莫离，被刚赶到的叶星打断了。苏尔，发生什么事了？怎么拍卖行里的经验药水没有了？倒爷，这玩意也有人倒？供不应求，不就这样了？我刚看到王朝工会的人了，他们应该准备加价买倒爷手上的，一个个真是疯了。叶星感觉有些头大。经验药水，星辰工会一样有需求，或者说只要准备练级的玩家都需求经验药水，只是看价格合不合适，能不能接受而已。很显然，目前这个价格不管是对星辰工会来说，还是对王朝工会来说，都还在勉强可以接受的范围里。对其他同水平的大工会来说，情况应该也差不多。如果有某一家大工会加价买了经验药水，拿到了这方面的优势，其他大工会就不得不跟进，否则很容易被拉开差距。到时候一瓶经验药水肯定会被炒到一个非常离谱的价格。苏尔撇了撇嘴，加入大工会带来很多便利的同时，也会带来不少的约束。一旦加入大工会，整个账号都是工会的，更别说用账号上的钱买的东西了。就像他现在身上的5瓶经验药水，如果他在星辰工会里的话，这个时候就需要上交，由工会统一安排分配，而他独立在星辰之外，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苏尔想了一下，给叶星发了一条私信：你是不是忘了，卖经验药水的人大概率就是莫离，找他问一问不就行了？叶星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没错，找倒爷买高价，便宜倒爷，还不如直接找莫离，这笔钱让莫离赚。第79章，莫离，我好穷啊！莫离在燃风小径哼着小曲，指挥着骷髅战士刷怪，心里盘算着，如果那批经验药水卖出去了之后，到手的钱要怎么花。10万金币在神岩游戏初期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这笔钱到手之后，必须要想办法尽快让这笔钱转化成实际收益，否则放在储物空间里，连利息都不涨，没有任何意义。建一个工会驻地怎么样？莫离嘀咕了一句。神岩里成立工会很简单，只需要在工会 NPC 那里花1金币进行注册就可以成立工会。不过，成立工会只是刚开始而已，工会驻地才是每一个大工会要面对的第一步难题。仅仅是购买工会驻地的费用就需要10万金币，还需要完成一系列相关的任务，最后才能得到一块工会驻地。工会驻地有很多好处，比如整个工会驻地的所有权都属于工会所有，工会可以制定一系列规定，甚至还可以雇佣和定制各种高级 NPC。 莫离没有拉帮结派建立势力的打算，最看重的还是拥有工会驻地之后可以提供的一些增益 buff， 以及工会驻地提供的各种便利，比如加 5% 经验获取的 buff， 比如加 10% 人物移动速度，加 20% 坐骑移动速度的 buff， 再比如可以使用工会传送券直接传送到工会标记的位置，诸如此类。根据工会驻地等级不同，工会驻地可以为工会成员提供很多不同的增益 buff 和便利。到中后期，神岩的金币价格降下来之后，每一个大工会都拥有自己的工会驻地。莫离上一世是独狼，根本没有机会享受到工会驻地带来的好处，一直都很羡慕工会驻地提供的那些增益 buff 和便利。考虑了一会之后，莫离就决定在神岩里赚到的第1桶金就花在工会驻地上。莫离看了一眼自己的经验条，距离14级应该还要一些时间。没办法，这里已经是附近刷怪最效率的地方了。莫离知道的另外一个地方，怪物等级虽然高一些，但怪物密度比不上这里，地形也没这里好，整体刷怪效率肯定比这里低。也不知道拍卖行那些经验药水卖的怎么样了。莫离有信心，就算经验药水价格翻倍了，也肯定可以卖出去。只不过没办法，肯定需要多长时间才可以全部卖出去。现在已经决定了要用这笔钱购买工会驻地，自然是越快越好。可惜，物品出售后，拍卖行会以邮件的形式把金币直接寄到玩家邮箱，在野外没有邮箱，自然没办法查看。莫离突然感觉有必要尽快搞钱，买一只带拍卖行 NPC、修理和出售装备 NPC 以及邮箱的雷龙坐骑才行。雷龙坐骑搭载的这些功能，可以为玩家在野外提供极大的便利，到后期几乎是每一位奸商的必备之物。之所以是每一位奸商的必备之物，不是每一位玩家的必备之物，原因就在雷龙的价格高达500万金币，即便是在游戏中后期神岩里的金币降到100:1的稳定价格，折算下来也是5万块钱，是绝大部分玩家望尘莫及的价格。虽然在未来很短一段时间内就可以入账10万金币，可是莫离突然感觉自己好穷，真就是只要想花钱，钱再多也不够花。突然，莫离收到了一条来自苏尔的私信：
拍卖行里那个经验药水是你挂的吧？恭喜，已经被抢购一空了。啊，大家都这么熟了，就别装傻了吧？不是，我是没想到我卖那么贵，居然这么快就卖完了。莫离感觉心在滴血，还是卖便宜了。贫穷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有钱人远远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多，还要富有。心里甚至升起了暂停练级，马上回去炼制新一批经验药水的冲动。不过，莫离很快压制住了这股冲动。现在以最快的速度再出一批经验药水，恐怕销售效果就没这么好了。游戏工作室产出金币每天是有限的，500瓶经验药水总价值10万金币，恐怕已经把工作室最近产出的金币掏得差不多了。换句话说，神岩最近几天产出的金币，绝大部分都已经到自己手上。市面上即便还有一些金币，也消化不了下一批经验药水。况且，吊一吊胃口，明天也好再涨价。苏尔又发了一条私信，有个事情我必须告诉你，经验药水在拍卖行被抢购一场空，立马就有倒爷开始加价出售了。有人接招吗？我帮你看过了，有，但不多。不过如果你还要出售经验药水的话，可以适当涨价，别便宜了倒爷。这个情报对我很重要，多谢了。回头你的经验药水我包了。一瓶经验药水成本才9个金币而已，1个小时一瓶，一天24个小时算满，才几个钱。苏尔提供的这个情报值多少钱？有了这个情报，下一批经验药水直接坐地起价，涨到300金币一瓶，500瓶经验药水就可以多赚5万金币。苏尔他就不需要经验药水吗？肯定需要，所以他大可以不告诉莫离这个消息，以更便宜的价格购买到经验药水，或者干脆开口让莫离给一个友情价。但他没有那样做。莫离认为，既然苏尔是真的把自己当朋友，自己还吝啬这点经验药水算什么事？苏尔沉默了一下，很快就发来一条私信：那多不好意思，不如你给我一个友情价吧。你提供的这个消息已经远超那点成本钱了，就这样，我觉得欠你人情呢。那我就厚着脸皮答应了，我确实也需要经验药水炼解。有了苏尔的提供的消息，莫离感觉自己似乎离购买雷龙又近了一步，搞不好真的可以1到20级就骑上雷龙。很快，莫离又收到了叶星的私信：莫离兄弟，拍卖行那个经验药水是你出售的吧？其实挺好猜的，确实是我出售的。你们星辰工会没抢到？别提了，我到拍卖行的时候已经被抢购一空了。叶星也没有隐瞒这个信息，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叶星的星辰工会很显然对经验药水有需求，他还愿意把事情说出来。很显然，他已经做好了高价购买的准备，并没有让莫离给一个友情价。第80章，该给骷髅战士学习新术技能了。莫离不得不承认，叶星这个人确实很有人格魅力，难怪上一世的星辰凝聚力超强，并且在他的领导下，成为蓝星在神岩的第1大势力。这个朋友确实值得交。星辰工会对经验药水的需求有多少？现在有15位核心成员，每天在线至少10个小时，全程覆盖的话，消耗太大了。每人1天2瓶吧，一天30瓶。莫离知道，叶星是在以市场价估算这笔消耗，就算按200金币一瓶，30瓶经验药水价值6000金。现在金币的价格应该暂时没什么波动，比例在1.10分。每天这样消耗，也只有星辰这样的大工会才能勉强承受得起。叶会长，你可以大胆一点，我给你们一个友情价。莫离也不墨迹，投资嘛，讲的就是一个雪中送炭。现在星辰工会刚入驻神岩，什么都缺，在这个时候对星辰工会投资绝对是最划算的。等以后星辰工会壮大起来，再去做一些锦上添花的事情，根本没有意义。叶星明显愣了一下，间隔了长达1分钟才发来一条私信：这多余的话我叶星就不说了，莫离兄弟这份人情，我叶星和星辰工会不会忘记的。50金币一瓶，不过每一瓶经验药水你们要提供地根草 X9、银叶草 X9。莫离很爽快的给叶星开了一个价，对比拍卖行高达200金币一瓶的经验药水，这个价格绝对充满了诱惑力。唯一麻烦一点的是地根草和银叶草，除了在 NPC 那里直接购买之外，只能派农夫到野外去采集。对莫离来说，自己去采草药是不现实的。NPC 那里出售的东西又有上限，比如莫离第一次到药剂店去购买炼制经验药水的材料时，就碰到了缺货，还因此触发了一个隐藏任务。如果后续还像今天这样大量购买材料， NPC 那里的货物数量也撑不了多久。一旦 NPC 出现缺货的情况，很难说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补充上，中间耽误的时间全都是赚钱的时间。星辰工会有自己的工作室，就算运气倒霉到家，这次开服一个农夫职业都没出，现在去招聘农夫职业的玩家也完全来得及。况且星辰工会还可以找其他工作室收购材料，比直接买金币便宜多了。让星辰工会提供材料
3组草药草料就算在 NPC 那里直接买，也不过27金币，整个费用还不到100金币。如果是农夫到野外去采药，或者找工作室收购草药，这个费用只会更低。对星辰工会来说，是实打实的拿到了优惠。莫离相信叶星肯定会同意这个条件。果然，叶星那边很快就发来一条私信：莫离兄弟实在太爽快了，就这么说定了，我这就抓紧时间去筹备。莫离和叶星谈好之后，看了一眼山谷里的情况，200只骷髅战士1秒不停的在山谷里刷怪，莫离的经验上涨自然也是1秒都没有停过。恐怕也就只有我这种亡灵法师才能在聊天的同时一点都不耽误刷怪练级。莫离和叶星谈好这次合作后，心情大好，忍不住自卖自夸了一番。星辰工会可以看作是一个稳定长久的客户，自然不是拍卖行那些不知道是谁的客户可以比的。更何况这次合作借助星辰工会的势力影响，可以完全解决草药材料不足的问题。帮星辰工会炼制1瓶经验药水，就可以获得额外的2份炼制材料。只能说这次合作到最后算下来是绝对的血赚，不仅赚金币，还赚了星辰工会的人情。时间很快来到下午5点，随着一声系统提示，莫离总算升到14级。老规矩，莫离直接把巅峰等级提供的额外属性点加到了精神属性上，然后满意的看了一眼属性面板，等级14，巅峰等级14，力量31，敏捷31，体质219，精神1100，生命值红319，魔法值蓝6105，召唤物数量210220，装备效果每秒恢复精神属性数字1/4的精神值，使你的召唤物造成的伤害提高 20%， 使你的召唤物技能效果提高 30%， 使你的魔法值提高 10%。 效果，你的召唤物每次攻击可以使你恢复1点魔法值。效果，你的召唤物每次攻击都会额外造成召唤物精神属性 10% 的额外火焰伤害。随着精神属性的提升，召唤物的上限略微增加了一些，召唤物的全属性也来到了1100。莫离连续使用召唤骷髅战士技能，把召唤物上限拉满，然后指挥一只骷髅战士单独击杀一只怪物。很可惜，仅仅是升级带来的这点属性提升，即便是有巅峰等级额外属性点的加持，也不足以让骷髅战士一击秒杀山谷里的怪物，还是吃了只能装备一把武器的亏。莫离吐槽了一句，如果骷髅战士可以像玩家一样穿上一身死亡矿井的装备，再把5个饰品栏位置也全装备上，带来的提升绝对可以一击秒杀这里的怪物。不，我应该转换一下思路。莫离猛然想在上一世法系职业有一个很出名的诅咒技能脆弱诅咒，效果是立即消灭生命低于 10% 的目标，不限职业，精神属性达到要求就可以学习。这个技能只对普通怪物生效，对玩家、精英以及精英以上的怪物无法生效。这个技能出名的原因也很简单，上一世早期的时候，很多玩家都吐槽过神岩里怪物的血量设置，看起来就像是特意恶心人的。玩家在杀怪时，怪物总会剩一个很低的残血，让玩家多砍一刀或者多读一个攻击法术，直到脆弱诅咒这个技能出现，瞬发、低消耗，持续时间很长，还是大范围生效。法系职业学会了这个技能后，起手就用脆弱诅咒开怪，把怪物血量达到低于 10%， 怪物就会立即死亡。不知道为法系玩家省了多少事。不过这个技能无法从训练师那里学到，只能通过技能书学习，技能书的爆率只能看缘分或者花金币去收购，导致莫离一直没想起这个技能。这不巧了，我现在好像不怎么缺钱，即便扣除购买工会驻地需要的10万金币，莫离身上还有接近2万金币，一本初级技能书能贵到哪去？至于到哪里去买，当然是拍卖行。经过了经验药水风波之后，莫离相信绝大部分玩家应该都知道拍卖行的存在了。有拍卖行这么好的地方，谁还摆摊啊？第81章工会驻地系列任务激活。有了具体计划后，莫离立即联系了一下叶星，让他帮忙到拍卖行看一下有没有人出售初级技能书脆弱诅咒。莫离很快就得到了一个意外的答复，星辰工会有人打到这本技能书，拍卖行出售的价格是10金币，不值什么钱，就当送给莫离了。莫离也不和叶星客气，前期玩家普遍没什么钱，这种相对好出的初级技能书确实不卖不上什么好价钱。约定好见面地点后，莫离立即使用了回城卷轴返回暴风城，顺利的从叶星手上拿到了初级技能书脆弱诅咒。至于和星辰工会的交易，叶星还需要时间准备，现在暂时无法进行。叶星离开后，莫离把自身情况快速分析了一下，以便确认到底谁来学这个技能。莫离和召唤物都有4个技能栏位，
第5个技能栏位需要等到20级才能解锁。茉莉自身现在有4个技能：骨矛、鲜血穿行、召唤骷髅兵、召唤骷髅战士。骷髅兵会3个技能：火球术、治疗术、暴风雪。骷髅战士会2个技能：火球术、暴风雪。骷髅战士要预留1个技能栏位，未来学习暴风城酒馆任务奖励的那个双倍伤害技能。脆弱诅咒这个技能学习之后，肯定需要常驻在技能栏位，会长期占据一个技能栏位置。骷髅战士还有富余的技能栏位学习，给骷髅战士学习就是最好的选择。莫里找了个偏僻的地方，召唤出一只骷髅战士，直接对这只骷髅战士使用了初级技能书脆弱诅咒。骷髅战士高达1100的全属性，早就远超脆弱诅咒要求的300精神属性。一道微光闪过，至此骷髅战士正式拥有了斩杀技能脆弱诅咒。办完学技能加强战斗力的这件事后，莫离来到工会管理 NPC 所在的工会联盟所在地。NPC 看到莫离进门，热情地迎了上来。冒险者，有什么可以帮你？我需要注册自己的工会。这很简单，请跟我来。莫离跟着 NPC 一路来到柜台， NPC 递给莫离一张表格，你只需要填上工会名字、会长名字和职业，然后交1个金币的手续费，注册就完成了。莫离在工会名字上填上天灾军团，这是莫离在路上想到的名字，中二是中二了一点，可很符合莫离亡灵法师的身份。莫离那一群随着等级越来越高，数量也会越来越多的亡灵大军，也完全可以支撑起天灾军团4个字。天灾军团绝对不会是什么绣花枕头。工会会长自然是莫离。暴风城是中立城市，并没有太多的管制，即便是天灾军团这种听起来就有些邪恶的名字，也很顺利的就注册成功。莫离调出系统界面看了一眼，系统界面多出一个工会界面，因为莫离是会长，还多出了一个工会管理界面。不过这些功能莫离暂时都用不上。我想购买工会驻地。莫离发现 NPC 听到自己的话后，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加热情，心里一下乐了。这是10万金币的大买卖， NPC 如果办好了，抽成少不了。果然，神眼里的 NPC 也是很现实的。NPC 也不墨迹，直接取出一张地图，在柜台摊开，对莫离说道：工会驻地价格都是一样的，10万金币，并且只有1块地皮，唯一的区别就是地皮的大小。说着 NPC 快速在地图上指了几个位置，地图上有不少地方是用红圈标注出来的，只要有红圈的地方都可以购买。 NPC 只指出了其中几个，我推荐您购买这几个其中之一。莫离看了一下 NPC 指出来的那几个候选位置，都还不错，至少这个 NPC 没有坑人的嫌疑。不过莫离心里早就已经想好要买哪块地了。我要这里。莫离指了指地图上尸渊谷的位置，那个位置并不在 NPC 的推荐范围以内。NPC 抬头看了一眼莫离，冒险者，尸渊谷已经荒废好多年了，不瞒你说，那里是这张地图上价值最低的地皮。没关系，我喜欢清静，就要是渊谷。我明白了，自由选择是你的权利。购买工会驻地之前，你需要先证明你工会的实力。需要我做些什么？ NPC 又从柜台取出一张清单交给莫离，都在清单上，你自己看吧，我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完成任务之后回来交钱就可以了。莫离接过清单，立即就收到了系统提示：叮，激活工会驻地系列任务。任务1，清扫死亡矿井的怪物零3000。任务2，清扫暴风城东部的东谷伐木场的怪物零2000，并击杀东谷伐木场精英零1。任务3，清扫西部荒野金海岸矿洞的怪物零3000。任务4，清扫西部荒野月溪镇上的怪物零3000。任务5，清扫隐牙城堡里的怪物零3000。任务6，清扫石渊谷里的怪物零4000。任务说明：该任务是工会任务，可以由工会成员共同完成。莫离扫了一眼之后，心里已经有数了。工会驻地的任务是根据工会所有成员的整体情况生成的一系列任务。天灾军团只有莫离一个人，莫离也只有14级，所以整个系列任务要求击杀的怪物等级都不算高，等级最高的就是噬渊谷的怪物，等级在22级左右。任务要求的击杀怪物数量看着有些夸张，那是因为这是工会任务，所有工会成员都可以参与，人一多，数量一平摊，这个击杀数量也就平平无奇了。6个任务适时开始，没有完成顺序要求。莫离琢磨了一下，从哪任务开始比较好，很快心里就有了答案，自然是死亡矿井。这不是还有一个冤大头等着自己去宰吗？在尝到倒卖初级经验药水增强版的甜头后，莫离本来都准备推了和王朝工会那笔生意，现在为了做任务还要去刷死亡矿井，不如顺便再赚点金币。莫离对6个任务提到的位置会刷新什么怪物都有印象，从任务1到任务6，怪物等级是依次增加的。死亡矿井的怪物是10级怪物，
莫离的等级现在已经高过了死亡矿井里怪物的等级，等级越高，刷死亡矿井获得的经验就越少，肯定是越吃亏。必须抓紧时间，争取今天就完成。第82章，只谈生意，不谈感情。莫离打开好友列表，准备联系一下王朝工会的曹志，突然注意到好友列表里的苏尔居然已经12级了。不得不说，苏尔的练级速度已经相当快了，练级的位置也从暮色山谷换到了东谷伐木场，那里的怪物等级是12级到15级，并且很多怪物是2、3只一组，打其中任何一只，一组怪物全都会进战斗，战斗难度比其他地方一只一只的杀要难不少。当然，如果有能力同时击杀几只怪物，那里练级效率也比其他地方高。莫里感觉苏尔的人物强度随着等级提高也在不断提高，否则谁给他的勇气去挑战东谷伐木场的怪物？莫里想了一下，正好完成了任务1清扫死亡矿井后，就要去东谷伐木场，到时候说不定可以见识一下苏尔的强度。工会驻地这一系列任务，莫里准备花一些时间一口气做完，早日把工会增益 buff 和各种便利拿到手，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好处。现在耽误这点时间去做任务，总的来说肯定是划算的。工会驻地任务里唯一麻烦一点的是清扫隐牙城堡，隐牙城堡有等级限制，需要20级才能进去，到时候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触发隐牙城堡后门的隐藏任务。莫离记得那个隐藏任务的 NPC 应该是在银松森林里大范围游荡，到时候可能需要一点运气，运气好的话很快就能遇到，如果运气不好可能要花上不少时间。莫离给曹志发了一条私信，曹会长，待刷死亡矿井的事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开始？我正想联系你，现在你有时间吗？可以的话马上就可以开始。那好，我死亡矿井副本门口见。莫离赶到死亡矿井副本门口时，王朝工会15个人已经全在死亡矿井副本门口等着了。曹志直接上来点开了交易界面，放上了800金币。莫离兄弟，大家第一次合作就按江湖规矩来，我付一次钱刷一次，没问题吧？没问题。莫离也不在意，和王朝工会就是最单纯的商业合作，这还是建立在自己把他们拉一起当怪 A 了的前提下。曹志小心一点也没什么毛病。不过莫离也在心里给曹志默默判了一个死刑。曹志和叶星比起来，心胸、气度、待人都差得太远了。他可能是一个好的工会会长，一个好的老板，但肯定不会是一个好的朋友。以后最多也就停留在单纯的商业合作这个层面上。进入副本后，莫离看到曹志几个人取出了一瓶药水，通过瓶子和瓶子里药水的颜色，莫离很快就判断出他们手上拿的就是初级经验药水增强版。莫离心里一下乐了，王朝工会最终还是没有被自己打韭菜的命运，这恐怕就是传说中的就是喜欢看你们看不惯我，又不得不给我送钱的样子。莫离身上的初级经验药水增强版早就是常驻 buff， 根本不用卡着时间等进副本了再喝。趁着王朝工会嗑药准备的时间，莫离开始召唤骷髅战士。很快100只骷髅战士出现在死亡矿井的矿道内，把整个入口挤得满满当当，甚至还有一部分骷髅战士已经被挤到了矿道内部，引到了死亡矿井小怪的仇恨，直接进入战斗。不用惊慌，你们什么都不用做，在这里等就行了。莫离叮嘱了一句。王朝工会的人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骷髅战士有些傻眼，眼前这种情况和在燃风小径那个山谷里看到的情况造成的冲击力完全不一样。燃风小径那个山谷比较宽敞，骷髅战士有很充裕的位置站位，可是在这条矿道里空间实在太小了，根本谈不上什么站位，就是单纯的挤在一起。轰轰轰，骷髅战士在莫离的指挥下陆续跑进了矿洞深处。曹志感觉有点傻眼，他本来还想趁着这个机会熟悉一下死亡矿井内部道路，方便王朝工会拿到了死亡矿井的装备后自己开荒。可是莫离居然只让他们待在副本门口，这还认什么路？连门口几个怪物都被莫离召唤出来的骷髅战士一起拉走了，想摸一下死亡矿井的怪物，了解一下怪物强度都不行。王朝工会的工会频道很快就有成员发信息，会长，这不对吧？这样我们连怪物都摸不到一下。不急，一会 BOSS 总能让我们摸一下吧。不好说，你们想想莫离在山谷表现出来的强度，这里的 BOSS 恐怕翻不起什么浪花，先看看再说吧。曹志一锤定音，暂时压制住了成员的不满。轰轰轰，很快矿道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死亡矿井的小怪和 BOSS 被骷髅战士拉到了副本门口不远的位置。在莫离的指挥下，有单独的一只骷髅战士把3只 BOSS 拉到角落，方便一会捡东西。怪物聚好后，骷髅战士释放了一轮暴风雪，暴风雪还没下完，所有怪物就已经倒下。好了，曹会长，小怪出的垃圾就别捡了，
不值钱。死亡矿井的3只都 BOSS 在那边，东西都是你们的。好的，把所有怪物拉到一起，然后一波暴风雪完成击杀，实在太有视觉冲击力了。曹植愣了一下，才意识到一次死亡矿井就这样刷完了，800金币没了。曹植看了一眼时间，整个过程用时5分30秒。曹植看了一眼另外3个工会成员，发现他们目光有些呆滞，明显还处于震惊当中。行了，都别愣着，快看看有没有自己能用的装备。曹植一边说着，一边走到 BOSS 尸体旁边，把东西捡了起来，把属性直接发到了小队聊天频道。3个工会成员在曹植的招呼下，这才从震惊中醒悟过来。曹会长，分装备的事不用急，这一会我一会还有其他事，我们抓紧时间先出去重置副本，就按你说的办。曹植应了一句，然后招呼着另外3个工会成员一起出副本。第83章，王朝工会的刺杀计划。王朝工会的人都体验过一次莫离到底是怎么刷死亡矿井之后，工会频道一下热闹了起来。这个刷怪速度也太离谱了！不，我怀疑这个莫离还隐藏了实力。你们也不想想他刷出3分41秒的记录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换了我能这么轻松刷怪的话，我也摸鱼，那么尽力做什么？这倒也是人之常情嘛。不过怪都不让我们摸一下，也说不过去吧。就是刷了半天，就只看到了一个死亡矿井门口，里面长什么样完全没看到。BOSS 有什么技能也不知道，全被莫离拉一块 A 了。我怀疑他就是故意的。想什么呢？肯定是故意的。这些情报可都是钱，想知道的话，估计要另外花钱买。也不知道星辰工会花了多大代价。我听工作室的人说，叶星收了1万多金币，估计现在全在莫离手上了。我看差不多5分钟多一点就可以刷一次，1个小时就能刷10次，甚至还能休息几分钟。这莫离真是赶上好时候了，直接靠神颜发家致富了。我看未必，他如果真的想赚钱，也不会只收金币了，直接收钱不好吗？我也是这样想的，搞不好他现在强度这么高，就是因为要消耗大量的金币。随着王朝工会频道里的不断讨论和猜测，很快2个小时就过去了。曹植筹备的16000金币，经过一次次800金币的交易，最后全部转移到了莫离手上。死亡矿井副本入口，曹植有些为难的看了莫离一眼。莫离兄弟，实在抱歉，因为时间紧迫，我暂时只弄到这么多金币。莫离看了一眼了一下时间，感觉也差不多了。那今天就到这里吧，正好我还有事要去办。那明天，曹会长，我现在等级高了，刷死亡矿井收益低，我涨价的话，你们恐怕也受不了。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吧。莫离说完，也不等曹植回话，直接就使用了回城卷轴，很快就从死亡矿井副本入口消失，留下一众愤愤不平的王朝工会成员。卧槽，什么东西？赚完钱直接翻脸不认人了？马德，话都不让人说完就直接跑路，也太离谱了。王朝工会找他代刷副本，还给钱，是他的福报，真是不知好歹。会长，现在我们有经验药水，死亡矿井的装备也拿得差不多了，我看用不着找他了。有道理，不就是游戏初期人物强度高一些吗？也不知道傲什么，个人玩家还能和我们王朝工会一较高下不成？曹植心里也很是不爽，16000金币，那可是他好不容易才弄到的，2个小时不到就被莫离给掏空了。莫离一听王朝工会金币花完了，立马就跑路，实在有些太不讲情面了。你们大家别这么激动，刚开始刷副本的时候，莫离就说过他之后还有事要办，现在估计赶时间吧。不管怎么说，死亡矿井的装备是他带我们拿的，死亡矿井只是开始而已。下一个副本是20级的隐牙城堡，现在把关系搞僵了，到时候万一还得找他呢。王朝工会里有相对冷静一些的成员开始出来劝说其他人。没办法，星辰工会的人和莫离肯定是搭上线了，这是无需质疑的事。这次花了这笔钱，王朝工会算是勉强赶上星辰工会的进度。可是等20级的隐牙城堡副本呢？如果莫离的人物强度继续提升，是不是意味着星辰工会的人1到20级就可以由莫离带着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隐牙城堡的装备？不，劝说的一些人甚至怀疑，凭莫离现在的强度，现在就可以去通关隐牙城堡。他现在不去，只不过是因为有等级限制，进不去副本而已。20级副本里的怪物再强，还能强过莫离那支亡灵大军强？凭着亡灵大军的数量，都可以形成碾压之势。王朝工会现在万万不能和莫离把关系搞僵了，至少在确认莫离的人物强度降下来之前，必须要保持一个还可以合作的关系。会长，你也说几句吧，相信你心里比谁明白。是啊，会长，说几句吧。曹植心里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曹植也不蠢，他大约猜到一些原因。星辰工会会长叶星那个人出了名的豪爽，再加上还有苏尔这个中间人，
莫离带星辰工会刷死亡矿井时，叶星和莫离交易肯定不会给一次钱，刷一次副本，搞不好就是直接给5次甚至10次的钱。有叶星这个珠玉在前，曹植之前一次一次的给钱，未免显得有些小家子气了。可是曹植身为王朝工会的会长，绝对不会承认问题出在他身上，这口锅必须要甩给莫离。同时另外几个工会成员说的也很有道理，接下来的隐牙城堡副本恐怕还是离不开莫离代刷。曹植想了一会，行了，都别说了，莫离拿钱办事，办完事当然要离开，我们王朝工会和他互不亏欠。对，还得是会长，一句话就把这事理清楚了。我们和莫离就是很单纯的金主找打手代刷的关系，代刷的时候他尽职了，其他的我们也管不着。我就是看不惯莫离那副嚣张的样子，这口气我咽不下去。不服你去找他单挑呗，再当键盘侠，嚼舌根很有意思吗？死亡矿井副本入口的空气瞬间安静了下来。单挑？王朝工会的所有核心成员一起上，还不是被莫离拉到一起当怪 A 了的水平？送死差不多，至少目前这个阶段，两边的战斗力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马德，我还是咽不下这口气。莫离的人物强度全在召唤物上，我就不信我一个死亡矿井装备满配的刺客秒不掉一个脆皮法系。一个叫秦阳武的刺客一边说着一边站了出来。会长，要不我去试试？曹植心里也有刺，考虑了一下之后很快就点头同意。你刚才一直处于前行状态，他应该对你没什么印象，老规矩，你先退出工会。很快一个针对莫离的刺杀计划在众人的商讨之下被制定出来。第84章毫无人性。莫离使用回城卷轴返回暴风城之后，直接赶往东古伐木场。工会驻地系列任务1清扫死亡矿井的怪物，在带王朝工会刷死亡矿井时就完成了。莫离现在准备去做第2个任务，清扫暴风城东部的东古伐木场的怪物零2000，并击杀东古伐木场精英零1。这种系列任务会在所有任务完成后统一结算经验奖励，6个任务加起来具体会奖励多少经验，莫离上一世没做过这个系列的任务，不太清楚。莫离只听说过工会驻地系列任务的经验奖励会平摊到所有工会成员身上，每一位工会成员都可以获得不少的经验奖励。天灾军团现在就只有莫离一个人，所有的经验会有莫离一个人独享，这笔经验肯定少不了，搞不好这些经验加起来够自己直接升1级甚至2级。莫离打开好友列表看了一眼，苏尔还在线，位置依然是东古伐木场，很好。做任务的同时还可以见识一下苏尔现在的人物强度。半个小时后，莫离总算赶到了东古伐木场。这片伐木场是12级到15级的地精怪物，主要特点是攻击力很高，防御力低，血量低。莫离没有急着把骷髅战士从召唤物空间里放出来，先观察了一下附近的情况，很快就发现了在左边的树林里有打斗的声音。现阶段等级能达到10级以上的玩家基本都是大公会的人，大公会自然会选择团队作战，不会只有这点动静。个人玩家有能力到这里来练级的简直就是凤毛麟角。莫离估计这个动静应该就是苏尔弄出来的。上次你悄悄咪咪的偷看我刷怪，老底都差点给你看完了，这次我也偷看你一次，很合理吧？莫离轻手轻脚的摸了的那片小树林，很快就发现了苏尔的身影。苏尔不到1.7米的身高，拿着一把2米长的双手巨剑不断舞动，整个画面看起来违和感拉满。更离谱的是，只要是被苏尔手上那把双手巨剑碰到的怪物，全都会被秒杀，这伤害够离谱。东古伐木场的地精怪物虽然防滴血少，是标准的脆皮，可那是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怪物而言，这里的怪物血量依然有1200到1400左右。一个普通的11级近战穿上死亡矿井的装备，主属性大约在400左右，算上武器的伤害，一刀平砍大约可以造成不到500伤害。这个伤害还要经过怪物防御力的削弱，最终伤害大约会在400左右。使用技能的话会高一些，不过10级的技能加成一般，伤害最终也很难超过600。这是有死亡矿井的装备加持的情况，如果没有死亡矿井的装备，11级的主属性只有180，再穿点破烂装备，主属性也就200出头，伤害差不多要减半。可是苏尔现在打出来的伤害就有些夸张了，别管是1200血的地精，还是1400血的地精，别管是穿着布衣，防御像一层纸的地精，还是穿着板甲，防御力是布甲好几倍的地精，统统只要一刀，他实际打出来的伤害肯定远高于1400，并且看他出手的频率和招式，应该全都是平砍，根本没使用技能。最强火力的前置展现的淋漓尽致。看了一会之后，莫离干咳了几声，试图引起苏尔的注意。可是苏尔似乎太过投入战斗，完全没有注意到莫离这边的情况。一时之间空气有些安静，
气氛有些尴尬。骨毛-1001。莫离对苏尔面前的一个地精怪物使用了骨毛技能，地精头上冒出一个伤害数字键。这只地精有1350的血量，1001这个伤害数值还不足以秒杀这只地精。地精怪物立即放弃了攻击苏尔，向莫离所在的方向跑来。骨毛-1001。莫离又补了一击，击杀了这只残血的地精怪物。抢怪的动静终于吸引到苏尔的注意，苏尔快速击杀掉身边的地精怪物后，来到莫离面前。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苏尔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这个地方是他费了不少力气才找到的一个不错的刷怪地点，怪物特性完美契合他的特点，可以实现对这里所有怪物一刀秒，刷怪效率极高。问题是，如果莫离来这里刷怪，那就全毁了。莫离的那支亡灵大军，苏尔光是想想都感觉头皮发麻。数量那么庞大的亡灵大军，一旦开始在这里扫荡，他恐怕连一口汤都喝不上。你那是什么眼神？我就不能来这里吗？我做工会驻地任务。工会驻地任务？什么？你加入工会了？苏尔脑子里瞬间闪过许多念头。没工会，做什么工会驻地任务？只有加入工会才会有工会驻地任务。难不成莫离是哪个大工会的骨干力量？所以从游戏一开服就表现得非常强势。苏尔也听说过了，有很多其他游戏的大工会选择入驻神岩，这种猜测也不是不可能。莫离看到苏尔绝美的脸上变幻不定的表情，知道他恐怕想歪了。天灾军团，我刚成立的工会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也不准备招人，我怕管理起来麻烦。你一个人弄个工会干嘛？闲得慌吗？我打听到工会驻地有很多不错的增益 buff 和各种便利功能。真的？任务麻烦吗？多少金币？我也去弄一个。莫离翻了翻白眼，这就是富婆的脑回路吗？听到有好处直接就弄一个，就像和看到有好看的包包直接就买一样随意。10万金币在工会管理 NPC 那里也可以问到，任务比较麻烦。什么？苏尔瞪大了眼睛盯着莫离。10万金币按照现在的兑换比例就是100万，即便是苏尔平时大手大脚的花钱惯了，听到这个数心里也是咯噔一下，这是让他都要有点肉疼的数值了。莫离居然为了他自己获取一些好处，就把这笔钱花出去了，到底是什么富家子弟，毫无人性。第85章互报秘密，关系更进一步。莫离发现苏尔看自己的眼神有些奇怪，突然意识到神岩里的10万金币在以后可能算不上一笔天文数字，可是放在现在，那可是实打实的100万，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我之前卖经验药水不是赚了一笔吗？神岩赚钱，神岩花，没毛病吧？你说的好有道理的样子。苏尔翻了翻白眼，不知道该从哪里吐槽好，决定跳过钱这个话题。你说工会驻地的任务很麻烦，该不会是要杀很多怪吧？差不多吧，比如要来这里杀2000只普通地精怪物，还有一只精英怪物。你如果在这里刷怪，我恐怕一个怪物的经验都抢不到，有没有其他好地方介绍一下？我换个地方。不用那么麻烦。莫离说着，直接对苏尔发起了组队申请。不认识、不相干的人，练级地点抢了就抢了。可是苏尔现在怎么也算朋友了，直接把人家赶走，那也太不厚道了。接到组队邀请后，苏尔也不扭捏，直接就加入了莫离的队伍。莫离也没闲着，陆续放出了所有骷髅战士。东谷伐木场很大，只放100只骷髅战士，杀怪的效率肯定没有220只骷髅战士高。一只骷髅战士在莫离的指挥下，提出手上的武器，找了一只穿板甲的15级地精怪物。骷髅战士手起刀落，穿板甲的15级地精怪物直接被一刀秒杀。这种怪物已经是东谷伐木场地精怪物防御最高、血量最多的怪物了。骷髅战士可以秒杀它，就说明可以秒杀这里除了那只精英怪之外的所有怪物。在莫离的命令下，骷髅战士迅速分散开来，单独找地精怪物击杀。苏尔看到莫离的骷髅战士宛如一支真正的亡灵大军在伐木场展开杀戮，有些傻眼。之前明明没这么多召唤物，怎么突然变成一支亡灵大军了？你是第一个看到我所有召唤物的，能帮我保密吗？原来你之前一直都在隐藏实力，放心吧，我嘴巴严得很，也不算故意隐藏吧，很多时候用不上这么多骷髅战士。苏尔有些无语的看了莫离一眼，这发言实在是太凡尔赛了。可是苏尔知道莫离并没有凡尔赛，说的就是事实而已。就像刚才莫离抢怪，苏尔可以说经历了一场大起大落。一开始发现怪物被人抢了，自然是有点生气，然后发现怪物一下就被打成残血，攻击力都快和他差不多了，心里震惊，非常震惊。他自身是有神性天赋和神级被动加持，才可以打出那么高的伤害。换句话说，抢怪这个人可能也有神性天赋和神级被动，并且和他不会差太多，可能只是有没有死亡矿井
装备的差距。等苏尔发现抢怪的人是莫离时，心里一下乐了，心里冒出一种莫离是不是没吃饭，怎么连这种15级的脆皮怪物都秒不掉？是的，在苏尔心里，莫离可以秒杀这里的怪物，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秒杀不掉才让人奇怪。莫离的这支亡灵大军的伤害恐怕早就溢出了。对于杀单只怪物或者几只怪物来说，一次性全召唤出来，大部分骷髅战士也只有在旁边喊666都没出手的机会。也只有这种需要大范围杀怪的情况下，把骷髅战士全召唤出来才有实际意义。骷髅战士清理怪物的速度极快，很快就把整个东谷伐木场离了一遍，并且找到了那只精英怪。莫离和苏尔直接赶到精英怪物的位置，因为骷髅战士是分散杀怪，这个位置只有一只骷髅战士在和精英怪战斗。莫离看了一眼精英怪物的血条，伐木场公头精英，等级15，生命值6532-10000，魔法值4500。东谷伐木场不仅普通怪的血量低，连精英怪的血量都低。这只精英怪在上一世非常出名，是大部分玩家击杀的第一只精英怪物，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因为血量低，玩家战斗时间短，更不容易出错。负560，骷髅战士抡起手上的武器，一刀砍在伐木场公头身上，冒出一个伤害数值。精英怪的减伤还是一如既往的夸张。苏尔取出他的双手大剑，我想上去试试。这个怪物有一个横扫攻击，伤害很高，不过会停下来读条，你注意一下，其他没什么威胁。我知道了。苏尔也虽然很好奇莫离到底是从什么渠道知道怪物这些信息的，不过那可能是莫离的秘密，他自然不会蠢到去打探莫离的秘密。负510，苏尔一刀砍在伐木场公头身上，冒出一个伤害数值，紧接着又是一刀。负610，莫离看了一眼战斗记录，第一刀是普通攻击，也就是平砍，第二刀是英勇打击，是近战技能。苏尔的平砍伤害看起来比骷髅战士的平砍伤害高低，可是他只有12级，骷髅战士是14级，而精英怪是15级，等级压制的减伤数值不同。骷髅战士如果只有12级，造成的伤害应该没有苏尔造成的伤害高。莫离知道苏尔应该是认为看到了自己的亡灵大军，知道了自己的一些秘密，所以他也故意暴露了一些他的秘密，让自己知道，用实际行动告诉莫离，大家现在是朋友，可以互相信任。莫离感觉自己还是很吃苏尔这一套，这可比只在嘴上说说强多了，对苏尔的好感瞬间又上升了不少。伐木场公头在骷髅战士和苏尔的围攻下，血量下降非常快，战斗没有意外，很快就结束了。叮！恭喜玩家首次击杀伐木场公头精英，即将全服通告，请问是否需要隐藏玩家姓名？莫离按照管理选择了是。叮！恭喜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和苏尔完成首次击杀伐木场公头精英的壮举。苏尔也不是第一次上全服通告了，显得比较淡定。这个精英也太简单了一点，你走位太好了，躲开横扫攻击自然就没什么难度了。苏尔白了莫离一眼，刚才他牢记莫离的叮嘱，看到精英怪物立即就开始走位，等远离精英怪，回头一看，好家伙，莫离的骷髅战士还扛着伐木场公头在输出，就这么一会时间就把他刚才领先的输出部分追了上来，甚至实现了反超，简直就赖皮。你那骷髅战士直接硬吃也没见掉多少血，那只是你看着血条感觉没掉多少血，你知道我那骷髅战士多少血量多少防御吗？第86章天灾军团第2位成员。苏尔本来还想和莫离的骷髅战士争一下谁的输出高，听到莫离主动说这个话题，注意力一下就被转移了。能透露？没什么好不好透露的。苏尔对莫离从来不遮遮掩掩，莫离也没那么小家子气，又不是什么惊天大秘密。莫离很快给苏尔发了一条私信，防止隔墙有耳，骷髅战士有11000的生命值，超过2000的防御力。苏尔看着莫离发来的私信，瞪大了眼睛，怀疑自己是不是数错零了，反复数了3遍，最后才确认自己还没有老眼昏花，没有看错。苏尔又抬头看了看莫离，心里震惊不已，这是什么变态属性？苏尔自身在神级天赋和神级被动的加持下，现在生命值1500出头，防御力也是1500出头，骷髅战士造成的伤害比苏尔低。苏尔一直以为骷髅战士的属性应该和自己差不多，他就占了一个穿装备的优势罢了，万万没想到差的不是一星半点，简直就不在一个次元。苏尔一下明白过来，按这个数值算，刚才打掉骷髅战士一小段血条的横扫攻击，确实有可能会秒杀他。毕竟重装战士不是坦克职业，除了防御力提供的减伤之外，没有其他更多的减伤手段。让苏尔最受打击的还是这么变态的骷髅战士，莫离居然有220只，简直离谱。
这一刻，苏尔总算明白莫离练级为什么那么快，自己怎么都追不上。明白了这一点之后，苏尔也不准备和莫离继续较劲下去了，没有意义。一个人怎么可能赶得上200多只属性这么变态的骷髅战士的杀怪效率？苏尔脑子里闪过很多念头，最后做出了一个决定：既然打不过，那就加入。你那工会还收人吗？莫离听到苏尔的话，心里一惊，什么玩意？苏尔居然想加入工会？他不是一直都是独狼玩家吗？最多偶尔和星辰工会合作一下，怎么突然转性了？你想加入我的工会？我这就是独狼工会，不会发展势力的。我之前不想加入工会的原因，就是受不了工会的那些条条框框。你这独狼工会总不会有那么多规矩吧？莫离只犹豫了1秒，就决定答应下来。不为别的，多个人帮忙跑工会驻地的任务也好。以苏尔表现出来的战斗力，除了隐牙城堡之外，他完全有能力独自去清理一个任务。有了苏尔的加入，工会驻地任务的效率直接翻倍。我都不准备发展势力，要那些规矩做什么？就当大家一起玩吧。莫离直接给苏尔发出了加入工会的邀请。玩家苏尔已加入天灾军团。一个系统提示之后，苏尔正式成为天灾军团第2名成员。先看看这个精英怪出了什么东西吧。莫离走到伐木场工头尸体旁，拾取了精英怪物爆出来的金币后，把3件装备捡起来逐一查看。很遗憾，3件都是近战装备。莫离抬头看了看苏尔，莫非他真的是传说中的欧皇体质？不行，隐牙城堡后门那个隐藏任务必须带他一起去。这种欧皇体质，搞不好一进银松森林，很快就可以找到触发隐藏任务的那个 NPC。这3件装备你都能用，拿着吧。那多谢会长大人慷慨了。苏尔也不客气，有些俏皮的谢了一句，收下了3件装备。只要没有提前协商分配方式，默认的规矩就是一起杀了怪物，出的装备谁能用就谁拿。同时几个人都能用，就这头子，谁点数大谁拿。更别说现在苏尔已经是莫离工会的人，还假装推脱一下，反而显得扭捏。清扫完战场之后，莫离看了一眼任务列表。任务2：清扫暴风城东部的东谷伐木场的怪物975-2000，并击杀东谷伐木场精英1。骷髅大军击杀怪物的效率非常高，如果不是这里怪物的刷新速度赶不上骷髅战士的杀怪速度，这个任务现在恐怕都已经完成了。你还差多少经验到13级？1/5吧，和你组队的效率比我自己一个人快多了。苏尔嘴角上扬，之前他也只是听林诗涵说过莫离带星辰工会的人刷死亡矿井的事，用林诗涵的话说，就是大佬带飞的感觉。现在苏尔总算体验到这种感觉了。就算他现在站在这里和莫离在说话，经验条上涨1秒都没有停过，而且这个上涨速度比他自己一个人杀怪快了不知道多少倍。等你13级了，我想让你帮忙做工会驻地任务，耽误的时间我会帮你把经验补回来的。为什么要等13级？我现在就可以去，我现在是工会的一份子，为工会出力，天经地义嘛。不行，那里的怪物最高等级有16级的，你现在去会对你造成额外的碾压伤害，可能会秒杀你。莫离解释了一句，顺便在心里给星辰工会又点了一个赞。叶星的人品确实可靠，即便是苏尔，星辰工会也没有向他透露碾压伤害这个概念。苏尔有些疑惑地看着莫离，碾压伤害？你是说等级超过3级就会有碾压伤害？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省事，你升到13级再去，就不会有碾压伤害了。我现在总算知道星辰工会之前挑战鱼人 BOSS 为什么坦克会被秒杀了。莫离和苏尔一边说着话，一边回到了之前位置。苏尔闲不住，没等多长时间就提着他的双手大剑跑去砍怪。莫离则开始考虑接下来的计划。现在工会多了一个苏尔，等完成这里的任务，他升到13级后，任务3：清扫西部荒野金海岸矿洞的怪物03000，可以交给他去做。自己可以去完成任务4：清扫西部荒野月溪镇上的怪物03000。这个2个任务最迟明天应该就可以完成，到时候2人再会合，一起到银松森林去找隐牙城堡后门那个隐藏任务的 NPC。 带着苏尔这位欧皇体质，应该不会花太多时间就可以找到。不出意外的话，明天之内应该就可以完成整个工会驻地系列任务。突然，莫离头上冒出了一个数值-698。莫离立即使用鲜血穿行拉开距离，一个声音从莫离身后传来：不可能，我先天刺客圣体，这么高的伤害，为什么没秒杀掉你？第87章起手宣战，以示重视。莫离一开始以为是被附近刷新的怪物偷袭了，听到了声音后才意识到是被玩家偷袭。用鲜血穿行拉开足够的距离后，莫离看了一眼对方，没什么具体印象。不过这不重要。莫离一抬手，一只古矛虚空出现，直接把对方射了一个对穿。-980。
对方的生命值直接被清空，倒地不起。使用骨毛技能攻击时，莫离召唤回了2只距离最近的骷髅战士，命令他们用暴风雪覆盖自身所处的区域，避免还有其他可以前行的职业再次偷袭。确认安全后，莫离走到尸体旁，仔细观察了一下，可以前行，并且偷袭时打出高额伤害，大概率是一名刺客。至于他自称的什么先天刺客圣体，可能是他的天赋或者被动，看起来确实不弱。莫离现在14级，生命值只有319，刚才那一下偷袭打出698的伤害，如果没有神级被动精神成伤，恐怕早就阴沟翻船了。当然，没有如果，莫离就是因为有神级被动精神成伤，才完全放弃了增加生命值的手段。法系职业是出了名的脆皮，很多法系玩家在前期会优先选择加很高体质或者生命值的装备来增加容错，否则玩家之间的较量很多时候就会变成秒杀游戏。莫离有神级被动精神成伤，超过6000的蓝量就是容错的保证，根本不需要那些单独加几百生命值的装备。这名刺客玩家现在有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以灵魂状态跑到尸体的位置复活，第二个选择是直接在复活点以虚弱状态原地复活。莫离让一只骷髅战士守在刺客尸体旁，他如果敢跑回来复活，莫离不介意再杀他一次。安排好之后，莫离看了一眼战斗记录，秦阳武的被刺对你造成698点伤害。莫离仔细回想了一下，发现对这个名字完全没有印象。不过，莫离有一个怀疑对象，那就是王朝工会。在神眼里和莫离有交集的玩家，一共就这么点人。苏尔现在已经是工会成员了，自己人。星辰工会现在关系良好，后面还会展开很多合作。只剩下王朝工会有嫌疑。在代刷死亡矿井时，莫离没有对王朝工会的人开放自身和召唤物的属性面板。王朝工会的人甚至连姓名面板都没有对莫离开放，除了会长曹志，全都是匿名状态。莫离也就认识一个会长曹志，其他成员的姓名一概不知。再加上王朝工会有好几名刺客玩家，即便是在刷死亡矿井时都处于前行状态，莫离甚至连面都没见过，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现在怀疑这名刺客是王朝工会的人，也算有理有据。莫离很快想到了一个更简单的办法来确认刺客的身份，直接给苏尔发了一条私信：你认识一个叫秦阳武的人吗？秦阳武，我记得是王朝工会的核心成员，怎么了？刚才想偷袭我，被我反手杀了，尸体现在就在我的位置。苏尔没有立即回私信，不过很快就出现在了莫离身边，看了一下地上的尸体。真是秦阳武，王朝怎么会派人来杀你？估计是之前合作双方都不怎么愉快，他们咽不下这口气吧。莫离倒说不上有多生气，指责王朝工会忘恩负义之类的。现在神言只是一款游戏，玩家之间的杀伐很正常。之前在燃风小径，莫离还把王朝工会的人拉一当怪 A 了。王朝工会的人还不是转头就拿着金币请莫离代刷死亡矿井。莫离现在也不可能直接扔下手上的任务不管，跑去找王朝工会的人算账。不过有一件事莫离马上就可以做，把王朝工会拉上天灾军团工会的敌对势力名单，让2个工会处于工会战争状态，见面直接就可以开杀，不用考虑邪恶值增加的问题。苏尔看到莫离很平静，一点生气的苗头都没有，感觉有点奇怪。你现在准备怎么办？找王朝工会的人算账吗？那太费时间了。工会战争有听说过吗？了解一些。你想和王朝工会开战，我总不能吃个哑巴亏吧？为了不影响你练级，你现在退会吧。这是莫离和王朝工会之间的过节，莫离不准备把苏尔卷进来，莫必要。况且也不差苏尔这一个战力。苏尔白了莫离一眼：你当我什么人？开战就开战，其实我不爽他们很久了。哦，你们在天下里不是熟人吗？能有多熟？熟到王朝工会的人想找我，还要层层托关系。以前他们在天下势大，我不好翻脸而已。莫离认为苏尔这样说也确实有他的底气。他现在的战斗力，神眼里没几个玩家有资格和他比，他确实不需要认怂。好，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这个会长也没有赶人的道理。说着，莫离点开了工会管理界面，一顿操作之后，弹出一条系统提示：天灾军团工会正式对王朝工会宣战，战争将一直持续到一方主动投降，并且另一方接受投降。30秒后，宣战通告将发送给王朝工会。苏尔用他的双手大剑扒拉了一下地上的刺客尸体，给莫离发了一条私聊：有你这哼哈二将在这守着，
他灵魂状态跑回来看到这阵仗，估计也不会复活了。你想守尸体，再杀他一次。莫离挑了挑眉，苏尔进入状态未免太快了一点，刚开战就想着把人骗复活，再杀一次，直接就打算用实际行动先交一个投名状。确实是个狠人，你都动手杀了一次，我不杀一次说不过去吧？我们先离远一点。苏尔给莫离发了私聊，又对莫离使了一个眼色，两人一起退到了小树林里。莫离观察了一下距离，苏尔是近战，这个距离早就超出近战攻击范围了。对方复活之后就可以直接进入前行状态，直接开溜，苏尔根本没办法打断对方。苏尔的算计恐怕是要落空。就在莫离准备提醒苏尔一下时，看到苏尔收起了他那把双手大剑，然后很麻利的取了一把火枪，对准了刺客尸体的方向。第88章，苏尔的投名状。苏尔有些俏皮，对莫离做了个鬼脸。我一个重装战士，出门带一把火枪，很合理吧？合理，当然合理。神岩里的武器很少有职业限制，大部分只要达到装备武器的条件都可以使用，只不过没有对应属性和技能来放大伤害，打出来的伤害过于感人，最多也就当做一种娱乐手段，类似于莫离拿着一把近战武器去敲人。能不能敲？当然能敲，只不过一次也就几十点伤害，除了娱乐一下没有太大的意思。不过苏尔这么做突然就变得有意义起来了，用火枪远程攻击，不求造成多高的伤害，只为了把对方拉进战斗。刺客一旦进入战斗就没办法进入前行状态，这些应对手段莫离作为过来人自然是知道的，而苏尔应该是根据眼下的情况临时想到的办法，真是突出一个冰雪聪明。这些玩每一款游戏都能成名的玩家果然没有一个是简单的。莫离有一种捡到宝的感觉。砰！苏尔看到尸体复活后果断开了一枪。莫离和苏尔在同一个队伍中也瞬间进入战斗。你千万别出手，让我来。苏尔扔下一句话，直接冲向秦阳武。秦阳武发现情况不对，立即掉头就跑。莫离在后方惊讶地发现苏尔的移动速度比秦阳武快，秦阳武已经在尽力逃跑了，可是他和苏尔之间的距离肉眼可见的在缩短。经过一段短暂的追逐后，苏尔进入了攻击范围。秦阳武大急：苏尔，大家都是天下里的老熟人了，无冤无仇的，你追杀我做什么？你刚才偷袭我的会长，我杀你一次很合理吧？什么？什么会长？你不是一直不加工会的吗？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受死吧！苏尔使用了一个冲锋技能，直接冲到了秦阳武面前，然后一刀平砍。负1430，秦舞阳再次被秒杀。苏尔嘴角上扬，露出了一个迷人的微笑。想真正加入莫离，光靠嘴说是不够的，不如直接拿出实际行动。现在投名状到手。死亡矿井副本入口，曹志有些懵逼的看着系统提示：天灾军团工会正式对王朝工会宣战。天灾军团工会哪里冒出来的？听都没听过这个工会，肯定不会是哪个游戏入驻神岩的大工会。事情蹊跷就蹊跷在这里，这种不知道哪个旮旯的小工会，怎么突然就对王朝工会宣战了？怎么敢的？谁给这个工会的勇气？会长，会不会是这个小工会的会长手滑点错了？不应该，宣战操作要手动输入对方工会名字。该不会是星辰工会弄出来的，故意恶心我们的吧？曹志想了一下，感觉有这个可能。在天下时，王朝工会为了抢资源干过同样的事，不排除这个可能，先看看再说。对了，秦阳武呢？还没找到莫离吗？秦阳武暂时没动静。曹志有些不耐烦的在好友列表里找到秦阳武，发了一条私信：怎么回事？不是给你说了莫离在东谷伐木场，你还没找到吗？不是的，会长，我偷袭没能秒掉莫离，反而被他秒杀了。什么？他的人物强度不是都在召唤物身上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偷袭打了他一下，明明显示了伤害数值，可他的血条一点都没掉。计划不成功，你怎么都不给个回话？怎么搞的？我本来准备复活离开之后就回话的，可刚复活又被苏尔秒杀了。什么？怎么又和苏尔扯上关系了？曹志听到苏尔的名字，顿时感觉有些头皮发麻。这一瞬间，脑子里闪过了不知道多少念头，突然就想明白了，天灾军团工会是怎么回事？苏尔是认识秦阳武的，只要一眼就可以确定秦阳武是王朝工会的核心成员。这和系统显示秦阳武有没有在王朝工会没有半毛钱关系。他只要一口咬死秦阳武就是王朝工会的人，这件事王朝工会就脱不了干系。曹志推测，天灾军团工会多半就是莫离的工会。莫离知道秦阳武是王朝工会的人，根本不给解释的机会，直接就对王朝工会宣战。
事情就都对上了。这里面最让曹志吃惊的，还不是莫离直接宣战，而是王朝工会最强刺客秦阳武偷袭成功，居然没有秒杀掉莫离，反而被莫离和苏尔分别秒杀了一次，让曹志一时之间有些迷惑，到底谁是刺客？会长，苏尔秒杀我之前，亲口对我说他加入莫离的工会了。什么？马德，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一次把话说完？曹志还没从刚才的震惊中缓过劲，猝不及防的又被狠狠震惊了一下。苏尔，天下第一美女，出了名的独狼，在天下里，即便是她的好闺蜜在星辰工会，她也没有加入星辰工会。王朝工会也3番5次的邀请过她，开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每次都被苏尔拒绝了。怎么，神颜才开服几天就加入了莫离的工会？难道就是因为莫离够强？不，肯定不是这样的。要说强，王朝工会可是天下里的第一工会，不够强吗？苏尔还不是一样拒绝了？肯定还有其他原因。就在曹志冥思苦想时，有工会成员提醒道：会长，之前大家都在副本里专注杀怪，没太注意那条全服通知，我刚又看了一下，通知里有苏尔、秦阳武会不会被认出来？曹志一下就火冒三丈，死亡矿井里的人专注打副本，有全服通告没注意到很正常。秦阳武去偷袭刺杀，难道还注意不到那条全服公告？意识不到苏尔和莫离在一起吗？曹志越想越气，立即又给秦阳武发了一条私聊：你干什么吃的？全服公告没注意到吗？居然还动手？不是的，我是特地等到苏尔离开了之后才动手的，我想着秒杀了莫离就直接前行离开。第89章，不信？那我们来决定一场。曹志不管秦阳武的解释，劈头盖脸的又把秦阳武臭骂了一顿，释放了胸中的怒气后，这才转头把具体情况对工会成员简单说了一遍。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天灾军团应该就是莫离的工会，宣战就是他的报复手段。会长，我觉得这是还有斡旋的余地，毕竟秦阳武偷袭时没有顶着我们王朝工会的名头。会长，现在绝对不是和莫离撕破脸的时候。会长，当初让秦阳武先退会再去刺杀，不就是为了万一事情败露有斡旋的余地吗？王朝工会成员纷纷劝说起来，如果他们没有被莫离拉一起当怪 A 了的经历，如果他们没有被莫离带过死亡矿井，真正见识过莫离的强度，这口气王朝工会的成员是怎么都咽不下去的。可是站在这里的人都是经历过被莫离亡灵大军支配的恐惧，现在要他们和莫离开战，怎么开？拿什么开？又或者藏头露尾，整个王朝工会都刻意去避开莫离，不如趁现在还没真正打起来，先想办法化解这个矛盾。正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又所谓莫欺少年穷。王朝整个工会加起来都不是莫离的对手，那就先认个怂，等以后王朝工会发育起来再去找莫离算账。曹志皱着眉头考虑了一会，秦阳武先退会才去刺杀，本来就是王朝工会规避风险一种手段。如果不是那么巧，苏尔也在场，导致秦阳武被认出来了，莫离应该很难猜到秦阳武的身份。即便是被认出来了，秦阳武没有王朝工会的名头，正常来说也有回旋的余地。曹志没想到的是，莫离居然做事这么绝，直接就选择开战。当然，曹志也必须要承认莫离有开战的底气，只是这样做未免也太不圆滑了。这相当于把天下第一工会往死里得罪。游戏而已，就算真的被杀一次又怎么样？王朝工会的人也被莫离杀过一次，后来还不是选择和气生财。现在秦阳武都没成功击杀莫离，莫离居然直接就选择开战。曹志很怀疑是不是苏尔在莫离旁边煽风点火，所以才造成现在这样的结局。如果是，那这件事可能就还有回旋的余地；如果不是，这件事单纯就是莫离的意思，那这件事就难办了。至少现在这个阶段，以莫离的实力根本不惧王朝工会，反而是王朝工会还有很多需要莫离的地方。曹志摆了摆手，好了，你们都别说了，这件事让我再考虑一下要怎么处理，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会长，如果真选择开战，恐怕我们的人见到莫离就要有多远躲多远了。是啊，他抬手一击就能秒杀秦阳武，工会里除了高简商的坦克职业，恐怕没人能吃下他一击。这还没算莫离的亡灵大军。提到莫离的亡灵大军，死亡矿井副本入口的空气突然又安静了下来，整个空气里充斥着绝望。曹志也感觉呼吸有点困难，心里不由更加责怪秦阳武办事不力，把王朝工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东谷伐木场发生了莫离被偷袭的事情后，苏尔也收起了玩闹的心思，一直守在莫离身边，充当起了护卫的角色。他这举动反而让莫离有些不适应。
我说苏大小姐，你不是让我折寿吗？我可请不起你这样的护卫，我又不要你付工资，你怕什么？苏尔白了莫离一眼。莫离的亡灵大军刷怪效率在那放着，即便苏尔守在莫离身边，完全不动手，都比他自己单独刷怪来的效率。之前是闲不住才跑去刷怪，莫离被偷袭之后，苏尔哪还有心思去刷怪？万一莫离又被偷袭呢？万一被击杀了呢？身为天灾军团唯二的成员，现在守在莫离身边提供保护，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且莫离一旦死亡，那些亡灵大军作为召唤物会直接消失，飞速上涨的经验立即就会停止上涨。苏尔只是想想就感觉无法接受。你放心，现在应该没有玩家可以秒杀我。真的？苏尔有些狐疑地看着莫离。法系职业是出了名的脆皮，神言里的法系职业更是把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除了人物出生自带的100生命值外，近战职业1点体质加3点生命值，法系职业1点体质加1点生命值。就算莫离现在等级稍微高一些，有14级，再加上一身极品装备，莫离的生命值撑死了也不会超过400点，还不够苏尔砍一刀的。更别说偷袭伤害更高的刺客职业。苏尔一直认为秦阳武偷袭没成功，是因为秦阳武的天赋和被动不够强力，一击没杀掉莫离，导致被莫离拉开了距离。这就是传说中的你只有一次偷袭的机会，一旦偷袭被没有一击秒杀莫离，被莫离拉开距离，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莫离的亡灵大军。有几个玩家吃得起骷髅战士的伤害？被骷髅战士乱刀砍死，根本就是毫无悬念的事情。莫离感觉苏尔看自己的眼神有点古怪，不由撇了撇嘴。当时苏尔返回时，秦阳武已经被秒杀了，又有骷髅战士在自己身边，恐怕他以为秦阳武是被骷髅战士杀的。这种事放在以前无所谓，现在苏尔已经是自己人，投名状也交了，怎么能让他小瞧了他的会长？你那是什么眼神？不信我们来决斗一次。我呸！你要我单挑你200多只骷髅战士吗？你自己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苏尔翻了翻白眼，有些无语地吐槽了一句：我不用召唤物怎么样？真的？那你就别怪我欺负人了。苏尔立即向莫离发出了决斗申请。神言的决斗是一种友好交流方式，双方进入决斗后可以放开手脚交手。生命值被清空时，玩家不会死亡，会被系统把生命值强行锁在1点生命值，同时结束决斗。等一下，我招几个骷髅战士回来，这里毕竟是野外，别剩1滴生命值，被人捡了便宜。莫离一边说着，一边召了10几只骷髅战士回来，并且收回2只骷髅战士，更换成可以释放治疗术的骷髅兵。3、2、1，决斗开始。第90章15级骷髅战士解锁第2个装备栏位，倒计时结束，决斗正式开始。可是苏尔和莫离都没有先动手，两人大眼瞪小眼，互相看着对方，气氛略微有点怪异。苏尔有点绷不住了，他是近战，莫离是法系，按照其他游戏友好决斗的惯例，法系对近战，决斗开始之前，法系会先拉开距离，近战也不会故意上去黏着，这是决斗礼仪。现在莫离就在苏尔的近战攻击范围，只要苏尔愿意抬手就可以攻击莫离，一旦攻击到莫离，决斗恐怕就结束了。你怎么不拉开距离？不用，这不是为了证明我不会被秒杀吗？莫离对苏尔的输出能力心里早就有数了，他伤害高是高，足以秒杀东古伐木场的普通怪物，甚至可以秒杀秦阳武那个刺客，但想要秒杀莫离远远不够。莫离有信心吃下苏尔起手的伤害，然后再拉开距离，让他输得心服口服。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苏尔舞动手中的双手大剑，直接砍向莫离。负1760，莫离头上冒出了一个数值。同样的攻击打在高护甲的怪物身上，一般护甲的刺客身上和打在莫离这种脆皮法系身上完全不同，高出了一大截。负1560，就在莫离使用鲜血穿行前的一瞬间，头上又冒出了一个数值。鲜血穿行，莫离拉开距离后向苏尔释放了骨矛。负1050，苏尔顶着莫离的攻击，使用了冲锋，快速拉近和莫离的距离。莫离再次释放了骨矛。负1050，此时苏尔还在冲锋的路上。决斗结束，骷髅兵立即开始对苏尔释放治疗术，把苏尔的生命值加满。莫离受到伤害，扣的是魔法值，根本不需要恢复，只需要原地站一会，自身的回蓝效果和亡灵大军攻击时带来的回蓝效果，很快就可以把魔法值回满。苏尔则是瞪大了眼睛盯着小队面板里莫离的生命条，他刚才用了一个技能攻击，并且用了一点技巧卡了一个平砍攻击，2个伤害几乎是同时打出来的，造成的伤害加起来都超过3000了。而小队面板里
莫离的生命条居然一点都没掉，他甚至都不需要接受治疗术，就算是骷髅战士11000的生命值，也该掉1/4了。莫离到底是什么变态属性？还有，莫离的骨毛技能居然是瞬发技能，难怪之前没有一击把这里的怪物秒掉。法系的瞬发技能和需要战力独条的技能比起来，伤害要低一大截。刷怪时，只要有独条时间，法系一般都会使用独条技能。苏尔之前完全把这件事忽略了，天真的以为莫离自身伤害不行，居然都秒不到东古伐木场的怪物。你这个技能也太赖皮了，瞬发伤害还这么高。苏尔直接跳过了很多他本身很好奇的点，比如莫离身为一个脆皮法师，为什么可以吃下3000加的伤害？比如明明吃下了伤害，为什么血条没有掉血？莫离没有开放魔法条，苏尔猜测猫腻可能就在莫离的魔法值上。不过这些都是莫离的秘密，苏尔并没有随意去打探莫离秘密的想法。苏尔相信，随着他和莫离相处的时间长了，更加信任之后，莫离会主动告诉他更多事情，就像现在这样主动告诉他一部分秘密一样。现在随便挑一个不太重要的点，只是为了让话题继续下去。听到苏尔的话，莫离心里多少有些吃惊。本来以为苏尔会问自己为什么不掉血，或者问为什么没有被秒杀掉。不过这种秘密，莫离怎么可能现在就泄露给苏尔？莫离早就想好了怎么糊弄，万万没想到他居然直接就跳过了这个话题。这分寸简直把握得太好了，让莫离产生了一种苏尔居然这么善解人意的感觉。那不是重点，就是出生自带的技能，也不是什么强力技能，瞬发很合理嘛。不服不行，不愧是会长大人。苏尔冲莫离做了一个鬼脸，一番决斗下来，让苏尔彻底心服口服。刚才莫离还是让着他的，如果按照惯例先拉开距离，他恐怕连近身的机会都没有。2下瞬发的骨毛就可以让他死在冲锋的路上，摸都摸不着莫离。莫离给苏尔露了一点底，让他放心后，看了一眼任务面板。任务2：清扫暴风城东部的东古伐木场的怪物2000-2000，并击杀东古伐木场精英1。工会驻地任务2已经完成，现在就看苏尔什么时候可以升到13级。你还差多少经验升13级？1/10都不到，应该很快了。搞不好我们会同时升级。那我先给你说一下西部荒野金海岸矿洞的情况吧。什么？你又要升级了？这不奇怪吧？我来这里的时候，本来距离升级就没差多少经验了。好吧，当我没说，你继续。莫离用尽量简洁的语言，把西部荒野金海岸矿洞的情况给苏尔介绍了一遍。总之，那里唯一要注意的是，残血怪物要尽快击杀，否则怪物会逃跑，并呼叫其他怪物。我知道了，不过我的杀怪效率肯定不如你，到时候你可别嫌我慢。放心，我那边完事了，我就过去找你。2个任务都在西部荒野，离得不远。说话间，莫离收到了一条系统提示。叮！恭喜玩家等级达到15级。莫离打开属性面板，把巅峰属性提供的额外40点属性全加到精神属性上，然后检查了一下属性面板。等级15，巅峰等级15，力量32，敏捷32，体质212，精神1165，生命值红322，魔法值蓝6407，召唤物数量210232，装备效果每秒恢复精神属性数字1/4的精神值，使你的召唤物造成的伤害提高 20%， 使你的召唤物技能效果提高 30%， 使你的魔法值提高 10%。 效果：你的召唤物每次攻击可以使你恢复1点魔法值。效果：你的召唤物每次攻击都会额外造成召唤物精神属性 10% 的额外火焰伤害。朴实无华的属性提升。和之前不同的是，骷髅战士每提升5级就可以解锁一个新的装备栏位，15级正好可以解锁骷髅战士解锁第2个装备栏位。只要莫离能提供足够的装备，所有的骷髅战士都可以装备上第2件装备，并且从装备上获取到双倍效果的加持。就在莫离盘算怎么安排骷髅战士装备时，苏尔很开心地惊呼了一声：“我也13级了！”第91章欧皇体质的含金量。轰轰！随着骷髅战士在西部荒野月溪镇上一顿狂轰滥炸，莫离打开任务面板看了一眼。工会驻地任务4：清扫西部荒野月溪镇上的怪物3000-3000，任务完成。同时，任务3：清扫西部荒野金海岸矿洞的怪物2850300，也已经接近完成。任务3是由苏尔单独前往金海岸矿洞去完成，不是苏尔杀怪效率突然提高，可以赶上莫离的进度，而是昨晚在东古伐木场升到13级后，苏尔提前到金海岸矿洞杀怪做任务。不仅如此，莫离早上上线时，苏尔也已经在金海岸矿洞杀怪了，这才勉强赶上莫离的杀怪进度。
莫离打开好友列表，给苏尔发了一条消息，约好在银松森林见面，使用回程券返回暴风城。趁着还有时间，莫离直接到药剂店购买了150份炼制初级经验药水增强版的药材。炼制完成后，莫离把100瓶初级经验药水增强版以300金币每瓶的价格挂到了拍卖行。不是莫离不想多卖点，多赚钱。经过昨天的洗劫，莫离估摸着市面上很大一部分流通的金币都流到了自己手上。如果还像昨天那样挂500瓶，肯定会出现滞销的情况。提前进行人为缩减产量，给市场制造一点紧张感，才能更好的保持初级经验药水增强版是紧俏货的市场定位。随着大量炼金师等级达到10级，市面上很快就会出现买都买不完的初级经验药水。只有把初级经验药水增强版的市场定位保住，才能更好的迎接这一波冲击，以便继续收割土豪玩家，让初级经验药水增强版继续赚取丰厚的利润。剩下的50瓶是莫离留给自己和苏尔用的。这一趟到银松森林，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多做一些准备总是好的。银松森林位于暴风城东边，有一条狭窄的山谷口作为入口。整个地图以原始森林地貌为主，怪物等级14到22级。当然，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在银松森林深处有一座隐牙城堡，这是神岩的第2个副本，20级才能进入。莫离和苏尔一起来银松森林，就是希望借助苏尔的欧皇体质，在最短的时间内碰到隐藏任务 NPC。只要碰到那个 NPC， 就可以触发隐牙城堡后门的隐藏任务，实现提前进入隐牙城堡的目的。4只骷髅战士在莫离和苏尔前方开路，4只骷髅战士在后方殿后。同时，在莫离和苏尔左右两边还各有4只骷髅战士护卫。苏尔看到莫离一次招这么多骷髅战士出来当护卫，心里也有些惊讶。要知道，即便是在东谷伐木场遭遇刺杀，莫离都没摆出这种阵仗。我的会长大人，这阵仗是闹哪样？设计师的恶意听说过吗？不管哪个游戏都有吧，想不听说也难。那就好解释了，银松森林里有一个叫阿鲁高之子的精英怪物，等级22，警戒范围是一般怪物的3倍大。你让我捋一捋。苏尔歪着头想了一下，等级22，这个等级可以对莫离和他都造成碾压伤害。警戒范围是一般怪物的3倍大，说明这个怪物可以在玩家发现他之前，先一步发现玩家，并且攻击玩家。精英等级的怪物，强度无需多说。破案了，有这种怪物存在，一个不小心2个人都有可能被秒杀。莫离摆这么大阵仗出来，也就说得过去了。这个阿鲁高之子是远程吗？近战，不过有一个冲锋技能，在很远的距离就可以发动，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我知道了，那我们小心一点。苏尔说着，往莫离身边又靠近了一些。他是近战，莫离是法系，如果阿鲁高之子真的出现了，位置近一些，他有把握可以拦截下怪物的冲锋。面对高等级的精英怪，保下莫离，2人才有存活下来的希望。莫离大致猜到苏尔的用意。苏大小姐，你站这么近，是有把握拦下怪物冲锋？会长大人就是聪明，我有一个震荡波技能，可以强制让怪物在原地昏迷3秒，不过攻击距离有限，我得站近一点。莫离一下就想到了战士20级可以在职业训练师学习的技能，震荡波，强力群体控制技能，堪称战士神技。唯一的缺点是这个技能属于近战技能，影响的范围很小。问题是苏尔现在才13级，怎么就学会20级的技能了？莫离有些好奇的看了苏尔一眼，难道他的天赋或者被动不只可以降低装备要求的等级，还可以降低学习技能的等级要求？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隐牙城堡出的20级的装备，苏尔拿到手就可以穿？如果现在给你20级的装备，你能穿吗？啊，我没有打听你秘密的意思，不过我们应该很快就可以拿到隐牙城堡的装备了。那我的小秘密岂不是瞒不住了？苏尔冲莫离做了一个俏皮的鬼脸，根本就没有一点要瞒的意思。答案已经很明显了，20级的装备他现在就可以穿，只不过他一直弄不到而已，所以才一直穿着现在身上的装备。苏尔的人物强度本来就蛮离谱了。莫离突然很好奇，如果苏尔在13级或者14级时，直接穿上一身20级隐牙城堡出品的装备，会离谱成什么样？自己人嘛，当然是越强越好。咦，那边是不是有个人？就在莫离盘算着要如何武装苏尔时，苏尔拉了一下莫离，指了指左前方。莫离顺着苏尔指的方向看了一眼 NPC。 从 NPC 的穿着造型来看，莫离几乎可以断定这就是要找的那个隐牙城堡后门任务 NPC。 苏尔不愧是欧皇体质，进入银松森林才不到半个小时，一共也没走多远，居然这么快就遇到了。在莫离的记忆里，遇到这个 NPC 的平均时长是2个小时。上一世莫离脸比较黑，足足花了4个小时。这一次莫离预计的是1个小时左右，能遇到 NPC 就可以看作苏尔欧皇体质生效。以后要多多和他一起行动，
说不定就有奇效。第92章，隐牙城堡后门任务开启。在骷髅战士的护卫下，莫离和苏尔来到 NPC 身边。NPC 并没有因为看到骷髅战士表现出受到惊吓的反应，反而有些好奇的看了莫离和苏尔一眼。亡灵法师，太好了 ！NPC 眉头末尾的说了一句。莫离撇了撇嘴，如果来的是法师、战士或者其他什么职业， NPC 就会把亡灵法师4个字换成对应的职业。标准的隐藏任务触发流程。你好，我的确是亡灵法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冒险者，你愿意和我去一趟隐牙城堡，一起斩杀阿鲁高吗？当然可以，不过我需要知道我们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报酬。 NPC 从空间袋取出一件法袍，给莫离展示了一下属性。名称：阿鲁高法袍，品质：稀有，部位：胸甲，体力+60，精神+60，效果：使你的魔法值提升10%，效果：每秒恢复精神属性1/4数值的魔法值。这件法袍对应的是20级装备的属性，和隐牙城堡里出的装备属性差不多，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不过这件装备最有价值的是没有等级要求，装备一旦到手立即就可以用。 NPC 又看了苏尔一眼，这位冒险者，你是战士吧？我这里还有一枚戒指，你应该会感兴趣。说着 NPC 掏出一个戒指给苏尔展示了一下。莫里也凑热闹看了一眼。名称：阿鲁高战剑，品质：稀有，部位：首饰，力量+60，体力+60，效果：生命值上限提高500，效果：每秒恢复力量属性1/4数字的生命值。同样没有等级要求，不过这一点对苏尔来说意义不大。可是苏尔看到装备属性后显得非常激动，给莫离悄悄发了一条私聊信息。这任务奖励未免也太好了吧！啊，居然有2条特殊效果，而且回血的属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隐牙城堡的装备属性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属性。真的？那等我穿上隐牙城堡的装备，到时候我的强度肯定可以让你大吃一惊。苏尔对莫离挑了挑眉。莫离有点怀疑苏尔有类似骷髅战士那种可以从装备上获取双倍效果或者更多效果的天赋或被动，所以看到装备属性比死亡矿井的装备高出这么多，才突然感觉他又行了。不过那是苏尔的秘密，莫离也无意打听，转头接下了 NPC 的任务。叮！恭喜玩家触发隐藏任务，击杀隐牙城堡城主阿鲁高。任务目标：击杀阿鲁高。接下来的流程就很简单，和 NPC 交流了几句之后， NPC 就让莫离和苏尔跟在他身后。3个人很快就来到了隐牙城堡外。冒险者，密道就在护城河下面的一个洞口里，我们从这里游进去，你们跟景点。没问题，你带路。隐牙城堡的后门位置，莫离自然是知道的。不过这个位置有一道锁着的门，不做这个任务根本进不去。这点和死亡矿井后门稍微有点区别，只有完成这个隐藏任务，获得这道门的钥匙，以后才可以畅通无阻。在 NPC 带领下，莫离和苏尔在水里游了一段距离。等再次离开水面时，已经来到了一个洞窟，洞窟的另一头有一道锁着的门。冒险者，就是这里了，当初我费了不少功夫才找到这条密道，从隐牙城堡里逃出来。 NPC 一边说着，一边用钥匙打开了那道锁着的门。此时莫离的目光根本就没有在 NPC 的位置。苏尔穿的是一套设计精致的长裙套装，长裙套装属于时装，并不会影响他的属性，更不会影响他战斗，反而可以隐藏他身上穿的装备。因为在水里游了一段距离，苏尔浑身上下都被水浸透了，长裙套装几乎是贴在他身上，长裙套装下的肌肤若隐若现，优美的身体曲线也凸显得更加淋漓尽致，诱惑力拉满。莫离的注意力此时已经完全被眼前的风光吸引住了。不过莫离很快反应过来，立即从虚空仓库里翻了一件时装长袍交易给苏尔。抱歉，是我欠考虑了。苏尔接过莫离交易过来的长袍，很快就把优美的身体曲线隐藏在长袍之下。我还以为你会多看几眼呢。是我不好看吗？好看是好看，可万一多看几眼，你让我娶你怎么办？莫离糊弄了一句，没有和苏尔纠缠这道送命题的打算，直接来到 NPC 身边。老哥，这个门的钥匙能不能多给我2把？这其他钥匙都在阿鲁高那个混蛋的寝室里，要先杀了他才能拿到。 NPC 说完，莫离立即就收到系统提示。叮！恭喜玩家触发隐藏任务隐牙城堡后门的钥匙。任务目标：击杀阿鲁高并获取隐牙城堡后门的钥匙。苏尔有些惊讶地跑到莫离身边，也顾不上莫离刚才糊弄他的事，在私聊里问道：刚才那个任务不是你说的后门任务？是也不是，只有先来到这里看到 NPC 开门才能触发到钥匙任务。
这也太坑了吧！看到 NPC 开门要一把钥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那如果不要呢？那就只能多来几次了，总有一次能意识到问题。莫离可以正确触发任务，那是因为上一世有大量玩家喜欢研究和讨论各个副本的后门任务，这些都是经过大量经验总结出来的结论。上一世莫离就在这里吃过亏，翻阅了大量的讨论帖子后，才找到正确的解法。莫离三人穿过密道，直接来到隐崖城堡下区。隐崖城堡一共3个区：前庭区、城堡下区以及城堡上区。城堡下区是第2区，这里的怪物全是20级的狼人和幽灵，平均5个怪物一组。冒险者，我是治疗牧师，现在让我看看你们的实力吧。NPC 说完，直接站到了莫离和苏尔身后的位置。治疗站最后面，没毛病。莫离开始释放召唤物空间里的骷髅战士，很快城堡下区就挤满了骷髅战士，甚至有一些因为位置关系和怪物离得太近，吸引到了怪物仇恨，直接进入战斗。负2150，骷髅战士头上冒出了一个数值。20级的怪物对15级的骷髅战士高达5级的等级差，让怪物对骷髅战士造成了大量的碾压伤害。普通怪物造成的伤害超越了史诗级怪物火元素领主对骷髅战士造成的伤害，等级压制，恐怖如斯。第93章装备对骷髅战士带来的质变。莫离立即下令，让骷髅战士先把附近清理出一片安全区域。在战斗过程中，因为怪物有碾压伤害，不少骷髅战士阵亡，骷髅战士手上的武器掉落在地上。莫离花了一点时间，给那只装备了土元素的守护盾牌、土元素守护胸甲2件防御装备的骷髅战士头上标记了一个方块，让这只骷髅战士作为主坦，然后又补充了30只可以释放治疗术的骷髅兵，给亡灵大军进行治疗。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亡灵大军重新展开战斗。负1，土元素守护胸甲效果，使用受到的物理伤害降低 5%。土元素的守护盾牌效果，使用盾牌进行格挡时，减少你受到的伤害，减少的伤害等于你的体质值。2条减伤效果双重加持下，让骷髅战士受到的伤害从2150直接降到了1。其中最主要的减少效果还是来自土元素的守护盾牌。骷髅战士在神级被动属性继承影响下，拥有高达1165的体质。土元素的守护盾牌的减伤效果，骷髅战士可以获得双倍效果，可以提供2330的减伤，直接覆盖掉了怪物的伤害，强制扣除1点血。天呐，冒险者，你的召唤物实在太厉害了。NPC 看到骷髅战士承受了怪物的伤害后，生命值居然只减少了1点，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呼。莫离没有理会来自 NPC 的马屁，指挥亡灵大军开始清理隐崖城堡下区，因为这里怪物的碾压伤害实在太高了。死亡矿井那种先把所有怪物拉到一起的战术不太适用，只让主坦骷髅战士去拉怪，效率太低，让其他骷髅战士去拉怪，可能会被怪物击杀。为了不让骷髅战士被击杀，让骷髅兵释放治疗术的话，又可能会吸引到怪物的仇恨。莫离只能把亡灵大军分成几个小队，就地击杀怪物。附近区域安全下来，莫离总算时间关注骷髅战士的战斗细节。骷髅战士的火球术可以对怪物造成550的伤害，拿上元素穿透法杖的那个骷髅战士，火球术的伤害稍微高一些，一个火球术可以造成605的伤害。使用近战平砍和物理远程攻击的骷髅战士造成的伤害最低，大约只有300左右。一个是因为这里的怪物物理防御高，一个是因为近战平砍和物理远程攻击都没有技能放大伤害。总之，用火球术效率最高。观察完亡灵大军的情况后，莫离又确认了一下怪物的血条。堕落地狼人，生命值23006300，魔法值2300300，嚎叫地怨灵，生命值23005500，魔法值3300。狼人是近战型怪物，怨灵是法系怪物。莫离趁着亡灵大军战斗的空隙，让苏尔帮忙一起捡地上掉落的武器。苏尔捡了一把武器看了一眼，面色有点古怪。这些是死亡矿井出品的武器，是死亡矿井的武器，怎么了？你的亡灵大军还可以穿装备？也太离谱了吧！离谱什么？你怎么不想想，要给这支亡灵大军弄装备有多费劲？苏尔翻了翻白眼。什么凡尔赛发言？苏尔很想说，这种痛苦麻烦也给我来一份。花了一点时间，回收完地上的装备后，莫离直接反客为主，开始带路。沿着骷髅战士清理出来的路线，带着苏尔和 NPC 开始向下区餐厅进发。中途根据实际地形和战况，对骷髅战士的战斗方式进行了一些调整。现在骷髅战士20个为一组，被分成10组，有一组在莫离附近进行护卫，剩下的9组去前方战斗。剩余的32个召唤物名额都被莫离替换成了可以释放治疗术的骷髅兵。每个战斗小组配3名骷髅兵，
剩下5个骷髅兵作为应急支援小组。有了治疗加入，亡灵大军再也没有出现减员的情况，一路上的战斗都很顺利。莫离带着苏尔和 NPC 很快就来到了隐牙城堡下区餐厅后厨。隐牙城堡2区的 BOSS 就在后厨里。这个 BOSS 比阿鲁高还要麻烦一点，战斗中会点名小队里的非第一仇恨目标，然后进行攻击。我们2个岂不是都有被秒杀的风险？不 ，BOSS 的攻击会让玩家的生命值强制掉到1，不会死亡。待会你多注意一下，被点名之后不要踩到地上的腐肉之类的。我明白了 ，BOSS 不会秒杀人，配合其他伤害就会杀死玩家，对吧？不愧是冰雪聪明苏尔，反正你被点名的话，就站原地别动，等待治疗。放心，怎么说我也是天下的骨灰级玩家了，基本的战斗素养还是有的。苏尔拍了拍饱满的胸脯，让莫离放心。战斗很快打响，头上顶着方块标记，穿着2件防御装备的骷髅战士在后方待命。一只没有穿任何装备的骷髅战士向 BOSS 冲了上去。莫离必须要先确定这个 BOSS 的碾压伤害到底有多高，穿着2件防御装备的骷髅战士能不能顶得住。-12200，骷髅战士毫无悬念的被秒杀。精英 BOSS 怪物的碾压伤害恐怖如斯。另一只没有穿装备的骷髅战士在莫离的指挥下立即补位。看到伤害数值后，莫离在心里快速算了一下，土元素守护胸甲减 5% 物理伤害，这个伤害会被削减到11590。土元素的守护盾牌的效果，骷髅战士是双倍效果，可以提供2330的减伤，最终伤害会被削减到9260。有2件防御装备加持后的骷髅战士完全扛得住这个伤害，只要不被秒杀，30只骷髅兵可以很轻易的把骷髅战士的血量刷起来。-12200，补位的骷髅战士再次被秒杀。莫离立即指挥穿着2件防御装备，头上顶着方块的骷髅战士上去接 BOSS 仇恨。后排的骷髅兵在莫离的指挥下立即开始分批预读治疗术。-9260，这个伤害和莫离推算的一样，在神级天赋属性继承影响下，骷髅战士体质高达1165，生命值11650。吃下 BOSS 一击的伤害后，生命值还剩下2390。骷髅战士剩下多少血不是关键，关键的是这一次骷髅战士确实没有被秒杀。加1514，加1514，10个治疗术同时加到骷髅战士身上，瞬间就把骷髅战士的生命值加满。-9260， BOSS 又是一击，骷髅战士刚被加满的生命值再次被打成残血。加1514，加1514，第2波预读的治疗术立即加到骷髅战士身上，骷髅战士的生命值再次被加满。BOSS 2轮攻击下来，时间已经过去了5秒。第94章，欧皇体质的含金量还在增加。莫离看了一眼 BOSS 的生命条，隐牙城堡的主厨狼人精英 BOSS， 生命值64800-65000，魔法值12000-12000。莫离心里清楚，现在不能急，还需要再等一等。这个 BOSS 的仇恨出了名的乱，正经的坦克直接拉这个 BOSS， 小队都容易有人 OT， 也就是所谓的仇恨失控，最后导致团灭。骷髅战士是客串坦克，没有坦克职业专用的制造大量仇恨的技能，必须让骷髅战士先多建立一回仇恨。大约又过了10秒钟，莫离判断现在仇恨应该很稳定了，这才下令亡灵大军开始攻击 BOSS。-210，亡灵大军一轮火球术齐射， BOSS 头上冒出了一串伤害数值。一轮齐射后， BOSS 直接被打掉了大半管血，生命值只剩下23430。突然 BOSS 停下攻击动作，很快从餐厅消失。几秒之后出现在莫离身后，同时对莫离发动了一次攻击。 BOSS 点名，莫离的魔法值和生命值瞬间蒸发，只剩下1点生命值。下一秒自身高额的回蓝属性让魔法值立即又恢复了一些，不过生命值依然只有1点。苏尔有些惊讶地看着莫离，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莫离掉血。之前那次决斗3000加的伤害打在莫离身上，莫离的血条都没有动一下。 BOSS 机制恐怖如斯，连莫离这么变态的属性都没办法避免。苏尔想起莫离之前的话，不由有些紧张起来，立即检查了一下周围有没有腐肉之类的东西，确认附近很安全，这才松了一口气。 BOSS 攻击完莫离后立即又从大厅消失，甚至通过消失这个技能让亡灵大军的一轮齐射落空了，巧妙地规避了亡灵大军这一轮伤害。这也是莫离之前费那么大功夫对 BOSS 进行试探的原因。这个 BOSS 在一次战斗中至少会发动2次这样的点名，曾经有高等级玩家回来试图秒杀这个 BOSS， 差点阴沟翻船。即便有能力一次性打出超过65000点伤害的能力，也无法直接秒杀 BOSS。BOSS 的生命值会被强制锁定在1点生命值，然后快速发动2次点名，这是机制，无法跳过。
BOSS 很快又出现在 NPC 身后，对 NPC 发动了一次攻击。NPC 的生命值瞬间被清空，只剩下1点生命值。对此，莫离早有准备，立即指挥骷髅兵把一个治疗术扔到了 NPC 身上，保证他不会因为只有1点生命值死于莫名其妙的伤害就行。NPC 本身是治疗职业，剩下的血量他自己会加。同时，莫离也不得不感叹苏尔的欧皇体质。这里一共就莫离、苏尔、NPC 3个人 ，BOSS 一共会点名2次，相当于3抽2，这样居然都抽不中苏尔。欧皇体质的含金量还在增加。轰轰 ，BOSS 完成了2次点名后，重新被顶着方块标记的骷髅战士拉了回去。在亡灵大军的又一轮火球术齐射下 ，BOSS 的生命值被清空。看到 BOSS 被击杀，莫离才有时间让骷髅兵对自己释放了一个治疗术，把生命值加满。苏尔眼皮跳了跳，有点绷不住。会长大人，你的心也太大了吧？现在才加血，也不怕死于不明 AOE？ 刚才都快急死我了。苏尔是真的急。这一次 BOSS 战，他是半点都插不上手，只有在一边喊666分。万一莫离死于不明 AOE， 那就只剩下速度灭，重新来了。莫离看了一眼自己的魔法值，魔法值41006407，在高回蓝的加持下，现在已经回复了大半。有神级天赋精神成伤的加持，这就是4100的生命值。这不是心大，是有信心。只要不吃到 BOSS 带碾压伤害的攻击，其他伤害不可能秒杀自己。你现在砍我一刀，我也未必会死，就不能对你的会长大人有点信心吗？莫离一边说着，一边开始检查 BOSS 出的装备。名称：狼人厨师的锅盖，品质：稀有，部位：盾牌，格挡：加600，体质：加60，需求等级20，效果：使用盾牌进行格挡时，减少你受到的伤害，减少的伤害等于你的体质值 1.1 倍。属性和土元素领主出的那个盾牌差不多，格挡值高一点，可惜骷髅战士没格挡技能，用不上。不过盾牌上的这条减伤效果不错，多了 0.1， 给骷髅战士装备上就是多了 0.2。很多时候就差这一点减伤，就是被秒杀和不能会被秒杀的区别。这个盾牌我要了。莫离回头给苏尔说了一句，苏尔点了点头。别说是苏尔用不上的盾牌，在知道了莫离的亡灵大军可以穿装备之后，哪怕是苏尔有需求的装备，他也会让莫离先拿。装备不装备的无所无，苏尔相信迟早会有。而且现在光是分隐牙城堡的经验都已经值回票价了，一分力没出，苏尔不认为自己有脸有要求优先分装备。莫离收好盾牌后，看了一下第2件装备，名称：狼人厨师的剔骨刀，品质：精良，部位：武器，伤害35-45，攻击速度 1.6， 力量加60，体质加60，需求等级20，效果使你有 5% 的几率发现目标的弱点，对目标造成1次额外伤害，伤害值等同于你的普通攻击。苏尔杀怪几乎都是秒杀，这条效果对他应该用处不大。不过这把武器的伤害肯定高于他那把双手大剑，毕竟装备的等级在这放着。单手武器的伤害高于双手武器的伤害，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苏尔拿上之后多少都会有提升，反而是莫离的亡灵大军多这一把武器不多，少这一把武器不少，不会有什么质的提升。不如先武装苏尔。莫离把装备属性给苏尔展示了一下，单手武器，不过武器等级够高，伤害应该比你手上的高一些，有不小的提升，多谢会长大人慷慨。莫离把武器交到苏尔手上后，有些好奇的看了他一眼。你装备上了？装备上了呀。哦，你说这把双手大剑吧？这是时装来着。莫离差点没绷住。时装只有外观，没有属性，同时也不会影响真正的装备。也就是说，苏尔之前打那么高伤害，不一定是用双手大剑打出来的，有可能他装备的是2把单手武器。对近战来说，双手武器的攻击速度比单手武器慢，不过伤害要高出一大截。莫离突然感觉自己之前还是小看了苏尔。第95章最强火力养成计划启动。在莫离的记忆里，苏尔上一世开始名声大噪就是20多级的时候，从时间上看，应该就是穿上了隐牙城堡出品的装备，让他的单次伤害达到了变态的5000点，直接解锁了单次伤害榜。从此苏尔就一骑绝尘，一直稳坐单次伤害榜的头把交椅，遥遥领先榜单上的第2名。莫离突然很好奇，现在苏尔13级，只要脸不是太黑，在14级之前应该就可以拿起隐牙城堡出品的装备，到时候他的等级和上一世相差了接近10级，还能不能打出超过5000点的单次伤害，解锁单次伤害榜？如果能，就意味着一个新的传奇将在莫离的影响下诞生。莫离只是想想就有一种当幕后大佬的兴奋感。
会长大人，你一个人在那傻笑什么呢？快看看第3件装备啊！苏尔把莫离从畅想中拉回现实。莫离拿起第3件装备看了一眼后，直接就把装备交给了苏尔。欧皇体质惹不起，又是一件苏尔用的近战装备。这次苏尔是真的有点不好意思了。莫离的骷髅战士可以穿装备，3件装备莫离都可以拿，苏尔能分到1件已经很开心了。做人嘛，不能太贪心，不然就成厚颜无耻之人了。拿着吧，我的骷髅战士优先需求防御装备，其他装备可以慢慢刷，反正输出是溢出的。莫离的目标很明确，超过200只骷髅战士，多1件输出装备还是少1件输出装备，影响不大。况且就算现在拿了装备，也不能像苏尔那样无视装备要求的等级直接穿上，不如先把苏尔武装起来。打扫完战场之后，亡灵大军在莫离的指挥下开始向隐牙城堡上区，也就是隐牙城堡第3区进发。苏尔换了2件装备之后，显得有些跃跃欲试。会长大人，我想上去砍一下怪，出意外你会被秒杀的。放心，我找残血的砍，就是想试一下新装备。那你小心一点。莫离也不好多说，苏尔性格如此，就是闲不住的主。也亏了他是重装战士，如果是召唤类的职业，怕不是要把他无聊死。苏尔只要去打被骷髅战士拉住仇恨的怪物，怪物就不会转头打他，也没什么危险。这一点甚至无需莫离过多叮嘱。苏尔作为一名老玩家，这些对他来说都属于常识，莫离相信他不会乱来。获得莫离的准许后，苏尔使用了冲锋技能，快速接近一个被骷髅战士拉住仇恨的怪物。砰！苏尔踩了一下地板，一道冲击波出现，直接让一小片区域的怪物强制进入了昏迷状态。-120，-350，-560，怪物头上一瞬间冒出3个数字。莫离看了一眼战斗记录，120是震荡波造成的伤害，这是控制技能，伤害偏低。另外2个伤害，一刀平砍，一刀英勇打击技能。苏尔在获得了2件隐牙城堡的装备后，提升非常明显。在东古伐木场时，他的伤害比骷髅战士的近战伤害稍微低一点。隐牙城堡2件装备的提升，让他的伤害直接超过了骷髅战士的近战伤害。苏尔完成了一场战斗后，并没有继续加入下一场战斗，而是返回了莫离身边。莫离感觉有些奇怪，这么快就没兴趣了？苏尔撇了撇嘴，有些不开心地说道：“这里的怪物护甲也太厚了吧？有等级压制的原因，不过2件装备而已，你的提升就这么大？我的会长大人，能不能别凡尔赛了？你的骷髅战士能打600多呢？那不一样，火球术要独调的。”莫离也不是谦虚，苏尔的技巧很好，总能让平砍伤害和技能伤害一起打出来。真要算起来，他刚才那一下相当于一刀砍了910的伤害。他手上的武器现在已经换成了刚出的狼人厨师的剔骨刀，攻击速度 1.6。骷髅战士的火球术需要独调2秒，苏尔的实际伤害已经超过骷髅战士了。就事论事嘛，毕竟苏尔只有1个，骷髅战士有200多只。莫离认为没必要通过那种很低级的手段去贬低苏尔，抬高自己。在骷髅战士的扫荡下，莫离3人很快来到了3区 BOSS 房间。阿鲁高会随机点名控制非第一仇恨的目标，被点名的人会进入发狂状态，攻击其他人。按照惯例，莫离先给苏尔说明了一下 BOSS 战需要注意的事情。苏尔瞄了一眼附近的骷髅战士，召唤物也在点名范围内吗？召唤物不会受影响，只会点名我们2人的其中一个。苏尔想起了在东古伐木场被莫离2发骨矛秒杀的情景，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事实就是莫离可以轻易秒杀他，而他砍不掉莫离的生命值。苏尔很怀疑莫离如果有独调的法术，一击就能秒杀他。万一莫离被点名，他恐怕难逃一死。不用担心，只要不是一击秒杀，我的骷髅兵就可以把生命值加上来。我只是提醒你，到时候别对着我一顿疯狂输出。呸，把我当什么人了？又不是那种多少包含点私人恩怨。苏尔白了莫离一眼，本来以为事情会很严重，结果白担心一场。不过苏尔必须要承认，对一般玩家来说，如果不知道这种机制，确实很容易乱阵脚，导致团灭。这种时候，法师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小队里如果有一位法师，其他人被点名控制之后，第一时间对被控制的人使用变羊术，把被控制的玩家变成人畜无害的小绵羊，强行控制住，就可以安全度过一次点名，并且是无损。可惜莫离的召唤物都是2把刀，只会放火球术，队伍里没有类似的强控。震荡波也不过是控3秒而已，和变羊术的1分钟强控比起来，根本没有可比性。到时候局面可能出现一点点混乱，莫离提前提醒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一切交代清楚，安排好战术之后，莫离的亡灵大军开始有序进场。隐牙城堡最终 BOSS
大法师阿鲁高就在 BOSS 房间2楼，从1楼就可以直接看到阿鲁高。战斗即将开始。第96章，是否隐藏姓名？否。莫离让头上顶着方块标记的主坦骷髅战士在一旁待命，现在暂时不需要他，他要在最后阶段才会派上用场。命令另外一只骷髅战士向 BOSS 阿鲁高扔了一发火球术。负150。BOSS 的血条出现。大法师阿鲁高，精英 BOSS， 生命值59850600000，魔法值30000300000。隐牙城堡最终 BOSS 大法师阿鲁高是法系怪物，法抗高的离谱，法术伤害也高的离谱，当然对应的就是护甲淬的像一层纸。骷髅战士拉到 BOSS 仇恨后，没有直接上2楼接 BOSS， 而是在莫离的命令下卡了 BOSS 视野，打断了 BOSS 法术读条，然后在1楼等 BOSS 下来。对这个 BOSS， 物理输出才是最有效的。装备远程武器可以进行远程物理输出的骷髅战士数量有限，2楼的位置太狭小了，不利于其他近战输出的骷髅战士站位，把 BOSS 拉到1楼来才是最好的选择。莫离指挥着骷髅战士灵活走位，连续卡了阿鲁高几次视野，打断阿鲁高读条后，阿鲁高最终来到了1楼。骷髅战士立即接住了 BOSS。负350。骷髅战士拿着武器瓶砍了一刀，阿鲁高头上冒出一个伤害数值，这个伤害甚至比骷髅战士砍普通小怪还要高一点。要知道，这可是20级的精英 BOSS， 数值属性和普通怪根本不是一个概念。不愧是出了名的脆皮法师。砰！一个火球术砸到骷髅战士身上。负13500。骷髅战士直接被秒杀，这是开战之前莫离就已经预料到的结果，所以才让主坦骷髅战士在一旁待命，让另外的骷髅战士上去开 BOSS。 主坦骷髅战士2件防御装备都无法减免法系伤害，换主坦骷髅战士上去一样会被秒杀。一只骷髅战士倒下，马上就有20只手持近战武器的骷髅战士围了上去，开始在前排输出，同时起到拖住 BOSS 的目的。后排60只手持远程武器的骷髅战士展开了一轮齐射。负340。阿鲁高头上冒出了一串伤害数值，剩下没有装备远程武器的骷髅战士此时也读条完毕，超过100个火球术同时砸到了阿鲁高身上。一轮攻击下来，阿鲁高直接被打掉了1半生命值。烦人，你也要听从我的意思！阿鲁高大喊了一句。 BOSS 点名。莫离立即就发现自己对自身失去了控制权，并且对苏瓦尔释放了一个骨毛。负998。因为莫离事先交代过，苏瓦尔站在原地丝毫不慌。加1514。一个治疗术立即释放到苏瓦尔身上，把苏瓦尔的生命值直接加满。莫离虽然失去了对自身的控制权，但意识还是清晰的，立即就注意到骨毛技能只对苏瓦尔造成了998的伤害，这个伤害低于之前在东古伐木场2人决斗时的1050，说明苏瓦尔的人物法术抗性提高了。苏瓦尔在这段时间应该只更换了隐牙城堡出品的那2件装备，那2件装备并没有加法术抗性，也就是说苏瓦尔甚至可以从没有加抗性的装备上获取抗性。离谱！更离谱的是，这次点名居然又点名莫离，没有点苏瓦尔。欧皇体质的含金量还在增加，莫离现在突然有点怀疑神颜是不是真的有隐藏幸运值。一个人运气再好也不至于这么好吧。最好的解释就是神颜真的有隐藏幸运值，并且苏瓦尔的人物隐藏幸运值非常高，真是捡到宝了。莫离在心里吐槽了一句，然后看着被阿鲁高控制的身体和苏瓦尔反复拉扯了几个回合。5秒之后，控制效果结束，莫离重新获得了身体的掌控权，而阿鲁高的生命值已经被亡灵大军打到了只剩下1万。不是亡灵大军输出不给力，奈何 BOSS 有机制，阿鲁高的生命值一旦掉到1万这个数值，就会原地读条10秒切换模式，在读条的过程中阿鲁高是无敌的，同时这个时间也是给玩家一个喘息的时间。烦人，见识一下真正的力量吧。阿鲁高读条完毕，大喊了一句。主坦骷髅战士在莫离的指挥下早就站在了阿鲁高面前。负10100。阿鲁高举起法杖，对着主坦骷髅战士敲了一下。大法师阿鲁高切换模式之后变成了近战，而且近战攻击高的离谱，也只有主坦骷髅战士在2件防御装备的加持下才吃得下这个伤害，其他骷髅战士只有被秒杀的份。看到主坦骷髅战士没有被秒杀，莫离也松了一口气，因为接下来还没完， BOSS 还有3阶段，现在想要用亡灵大军的伤害直接把 BOSS 灌死是不可能的事情。 BOSS 的血量会强制所在一点生命值转入3阶段，主坦骷髅战士不会被秒杀，可以省下不少功夫。主坦骷髅战士吃下 BOSS 伤害的时，亡灵大军也对阿鲁高发动了一轮攻击。
阿鲁高的生命值所在一点，然后开始疯狂挥动手中的法杖。-9000，负9000。主坦骷髅战士头上连续冒出了一串伤害数值。不过，有骷髅兵的治疗术，主坦骷髅战士并没有死亡，每次被打成残血，生命值立即就会被加满。最后这个阶段，正常来说是需要队伍的坦克职业开保命技能才能抗住，比如防战的盾墙、防骑的圣佑术这类可以在几秒内提供50%减伤的技能，这些都是坦克职业20级学习的技能。这个 BOSS 相当于是教玩家如何正确使用保命技能的老师。骷髅战士没有减伤技能，只能硬吃伤害，然后靠骷髅兵的饱和式治疗术硬加起来。如果主坦骷髅战士吃不住这个伤害被秒杀了，就只能用以前的战术让其他骷髅战士去排队被秒杀，硬拖过最后这个阶段。终于 BOSS 所写时间结束。-350。主坦骷髅战士一刀砍在阿鲁高身上，阿鲁高的无敌时间已过，被主坦骷髅战士击杀。首次通关5人副本隐牙城堡即将全服通告，请问是否需要隐藏玩家姓名？莫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否。这一次，莫离做出了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选择。不是莫离突然转性了，而是莫离知道，王朝、工会既然已经派人来刺杀，双方已经开战，隐藏身份的事恐怕也隐藏不了太长时间了。王朝、工会迟早把这件事捅出去。莫离索性选择主动出击，断了王朝、工会的龌龊心思。第97章，每一个法系都有一个近战梦。叮！恭喜玩家莫离，玩家苏尔。首次通关5人副本隐牙城堡，副本首通的公告，按照惯例是连续通告3次。苏尔看到公告的具体内容后，一脸惊讶地看着莫离。会长大人怎么突然想通了，不隐藏姓名了？以前隐藏姓名只是为了避免一些麻烦，现在麻烦都找上门了。你是说王朝、工会？就是他们，不说这个了，先完成任务。莫离冲躲在后方的 NPC 招了招手。大法师阿鲁高已经死了。冒险者，我都看到了。你们实在太厉害了。NPC 把任务奖励交给莫离和苏尔。叮！恭喜玩家完成任务，击杀隐牙城堡城主阿鲁高。莫离看了一眼系统弹出来的提示，现在只完成了一个任务，隐牙城堡后门的钥匙任务还没有完成。莫离按照记忆里的位置，很快在 BOSS 房间找到一个没有上锁的箱子，箱子里放着的正是密道后门的钥匙。钥匙只有一把，不过只有和 NPC 对话完成任务后，队伍中接到任务的成员都可以获得一把钥匙。你说的密道后门的钥匙就是这一把吗？莫离把钥匙交给 NPC 确认， NPC 拿出他那一把钥匙确认了一下，是的，就是这把钥匙，现在它是你的了。叮！恭喜玩家完成任务，隐牙城堡后门的钥匙。恭喜玩家获得隐牙城堡后门钥匙。莫离立即查看了一下储物空间，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放在其中一个空格里。确认完成任务后，莫离又看了一眼经验条，2个任务奖励了不少经验，加上刚才在隐牙城堡击杀怪物获取的经验，经验条已经来到了15级3/4的位置。冒险者，非常感谢你们帮我报仇。NPC 郑重道谢之后，很快从 BOSS 房间离开。莫离这才招呼苏尔一起查看大法师阿鲁高到底出了些什么装备。对于阿鲁高出品的装备，有一件莫离非常想要，阿鲁高法杖。这把法杖被玩家戏称为开启了每一个法系的近战梦。唯一的问题就是法杖的爆率感人，成为了很多法系职业的怨念。很多法系职业在后期等级高了之后，不惜回来单刷隐牙城堡，也要弄一把玩完。莫离在地上扫了一眼，发现有一把法杖，心里不禁有点小激动。难道是沾到欧皇苏尔的光了？爆率这么低的法杖，居然一次就出了。不急，先看看其他装备。名称：阿鲁高的水晶项链，品质：精良，部位：饰品，力量+60，体质+60，需求等级20，效果：你的物理攻击可以无视目标5%的防御，效果：使你的力量提升5%。莫离直接把项链交到苏尔手上。苏尔看了一眼项链的属性后，脸上的笑意比 AK 的后坐力还难压。多谢会长大人栽培。苏尔很俏皮地对莫离谢了一句。第2件装备，名称：狼王护肩，品质：精良，部位：肩部，敏捷+60，体质+60，需求等级20，效果：使你的攻击速度提高5%，效果：你的物理攻击可以无视目标5%的防御。理论上加敏捷的装备就给盗贼、弓箭手、猎人这些主属性是敏捷的职业用的装备。不过莫离之前发现苏尔可以通过不加魔法抗性的装备获得魔法抗性，说不定这件装备他能用上。这件装备你能用上吗？莫离把装备交到苏尔手上，让他看一下装备属性。
能用是能用，不过我已经拿了一件了。你的骷髅战士也能用吧？能用你就拿着，骷髅战士不缺这一件装备。莫离不由分说的就把第2件装备交到了苏尔手里，然后有些小激动的拿起了第3件装备，查看属性。名称：阿鲁高的法杖，品质：稀有，部位：武器，攻击速度 3.0， 精神加60，体质加60，需求等级20。效果：当你使用法杖进行近战攻击时，可以对目标造成精神属性 X2 的物理伤害。效果：使你的精神值提高 5%。这就是莫里想要的那把法杖。20级的法系职业，自身有315的精神属性。如果隐牙城堡装备毕业，通过装备还可以获得600左右的精神属性，精神属性大约在900出头。拿着这把法杖去敲人，可以造成1800左右的物理伤害，这个伤害已经非常可观了。造成2倍精神属性伤害的法术也不是没有，不过都是需要原地站立独调3秒时间的法术。而提着法杖使用普通攻击，不需要独调，更不需要罚站。法系拿着这把法杖敲人，不仅好玩，实用性还拉满了。这把法杖到莫离手上效果就更好了。莫离到20级时，精神属性可以达到1440，再加上隐牙城堡的装备提供的属性，精神属性最后可以超过2000点。拿上这把法杖，一法杖下去就是4000加的物理伤害，大概率可以敲爆任何人的狗头，直接把莫离自身的战斗力提升了好几个档次。毕竟10级的时候，在法师塔9层面对旗帜里给出的选择，莫离选择了先走召唤物路线。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自身战斗力会成为短板。有了这把法杖，就可以弥补上这个短板。会长大人，你对着一把法杖笑这么猥琐，真的好吗？嗨嗨，莫离干咳了一声，然后把法杖的属性给苏尔展示了一下。苏尔秒懂，每一个法系都有一个近战梦，这把法杖无疑是提供了这个可能性。虽然以莫离的情况，根本就没什么机会让他提着法杖上去敲怪，但是梦想嘛，能实现总是好的。难怪莫离会那么开心。莫离把法杖收到储物空间，我们先出去，然后继续刷隐牙城堡，先把工会驻地任务完成了。小女子就先谢过会长大人，带我飞了。苏尔已经真正体验过被莫离带着刷副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和林诗涵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大佬带我飞，我在旁边给大佬喊666。最关键的还是苏尔加入了莫离的工会，现在是自己人，莫离带他飞还不收金币，白嫖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之前加班加点到西部荒野金海岸矿洞杀怪做任务的付出，现在获得了超值的回报。第98章，曹志，我们要避一避莫离，就去尸源谷练级吧。暴风城有不少之前倒卖经验药水小赚了一笔的奸商蹲守在拍卖行，希望拍卖行下一秒就可以刷新出新一批经验药水，也有不少在拍卖行进行正常买卖的玩家。总之，拍卖行现在绝对是暴风城聚集玩家最多的地方。叮！恭喜玩家莫离，玩家苏尔首次通关5人副本隐牙城堡，一条连续刷新3次的全服公告，让拍卖行一下热闹起来。卧槽，苏尔通关隐牙城堡了？莫离是谁？之前没听说过这名字。隐牙城堡又是哪里的副本？求大佬解释。银松森林20级的副本？不会吧，我一天累死累活的练级，才9级，这怎么就有人通关20级的副本了？谁说不是呢？我他妈还没见过10级的死亡矿井长什么样子呢。你们说莫离会不会就是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不好说，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一直都是匿名，应该不会突然公开名字吧？也对，那就是又出现了一名强力玩家了。要我说，搞不好是苏尔够强力，带着这个莫离通关的呢。我看也是，苏尔之前就有实力和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组队击杀精英怪物，后来又和星辰的人通关了死亡矿井，他的强力已经无需多说。不愧是天下第一美女，即便是转到神颜，也是光芒四射呀。我说你们这些舔狗能不能别舔了？要我说，搞不好是莫离带着苏尔通关的呢。放屁！怎么可能？谁听说过莫离这个名字？有什么战绩？很快，拍卖行就为到底是谁带谁通关副本吵了起来。不过，这个情况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我敢肯定，莫离就是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承认别人强就这么难吗？肯定？你拿什么肯定？我之前在野外远远看到过2个人在一起，其中一个就是苏尔，另外一个人带着骷髅兵。真的？在哪里看到的？靠近银松森林的方向，现在看来他们应该去隐牙城堡副本。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是亡灵法师，带着骷髅兵的也肯定是亡灵法师，那就是同一个人了。废话，至今就只听说过这一位亡灵法师，你们难道还听说过其他的吗？破案了，肯定是莫离带着苏尔通关的隐牙城堡，
苏尔只负责喊666，不至于吧？苏尔怎么也是强力玩家了？星辰工会不也说了吗？通关死亡矿井，多亏了苏尔帮忙。你也说了是帮忙，你要不再想想莫离是怎么通关死亡矿井的？拍卖行的空气突然安静下来。速通榜解锁之后，每一个位玩家都可以查看死亡矿井3分41秒的记录就在那里放着，而且是单人通关。这个记录和苏尔帮、星辰工会通关根本不是一个概念。苏尔在天下出了名的要强，苏尔要有那本事，早就去刷新这个记录了。是他不想吗？不，肯定是他不能。大佬牛逼！一声感叹打破了拍卖行安静的空气。我们还在苦逼兮兮的打几级的普通怪物，人家大佬已经在带妹刷20级的隐牙城堡副本了。大佬就是大佬，羡慕不来啊，那可是天下第一美女啊！如果换成我肯定24小时高强度带妹都不带下线的，那可是天下第一美女啊！玩家们在确认了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就是莫离，莫离就是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后，理所当然的就默认通关隐牙城堡，莫离才是主角，肯定是他带着苏尔通关的。即便苏尔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那作用也肯定算不上大，大致就是有他没他都没什么区别的程度。没办法，莫离之前的战绩实在太过于离谱和耀眼了。目前每一条全服通告都和莫离有关系，一条条经过系统认证的战绩，通过全服通告的方式让神颜的每一位玩家知晓，都快把玩家的眼睛闪瞎了。现在谁还说是苏尔带莫离通关隐牙城堡，恐怕当场就会被人怀疑是弱智。死亡矿井副本门口，王朝工会经过多次尝试，终于通关了死亡矿井1区、2区，目前被卡在3区小怪过不去。工会成员都是经验丰富的老人了，经过一番总结，最后得出输出不够的原因。曹志把工会成员召集到一级，准备安排一下接下来的行动。突然，叮！恭喜玩家莫离、玩家苏尔首次通关5人副本隐牙城堡，全服公告连续刷屏3次。死亡矿井副本门口的气氛瞬间变得让人窒息起来，所有人沉默了足足2分钟，曹志才开口打破了让人窒息的气氛。死亡矿井3区只能等我们等级再提升一些才能过，现在换地方练级吧。会长，莫离那里。我说换地方练级，你们想想还有哪里适合我们练级的？燃风小径不行？曹志直接打断了工会成员的发言，避免话题转移到莫离身上。莫离的问题暂时无解，曹志的接受不了，自己低声下气的去给莫离道歉，求莫离结束工会战争。空气再次陷入了安静。燃风小径为什么不行？因为莫离知道燃风小径，万一在那里碰到莫离，恐怕就又是一次团灭。有之前被莫离拉一起 A 了的经历，在场的所有人都相信这是毫无悬念的事，所以必须避开那个位置。好在神颜的地图很大，只要换另外一个位置练级，大概率不会碰到莫离。会长，我从一个 NPC 那里得知，噬渊谷外面的怪物是16级到18级的怪物，怪物很密集，噬渊谷里面是20级出头的怪物。我也听说过噬渊谷，现在我们有了死亡矿井的装备，应该可以击杀噬渊谷外面的怪物。我也听说过，等我们等级提升了，还可以到噬渊谷里面刷怪。好，我们现在就去噬渊谷。曹志一听，认为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立即做出了决定。第99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戏？对王朝工会的人来说，噬渊谷外面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为了通关死亡矿井，王朝工会最近的时间几乎都消耗在死亡矿井。现在工会的核心成员的等级都停留在11级，和1天前比几乎没有提升。噬渊谷外面的怪物等级虽然高了一些，不过王朝工会原来就能对付15级左右的普通怪物，现在又有了死亡矿井的装备加持，曹志认为对付16级到18级的怪物应该问题不大。王朝工会的成员也纷纷表示赞成曹志的决定，队伍开始向噬渊谷外面转移。唯一的问题是整个队伍的气氛非常压抑，队伍中所有人心里都感觉很憋屈。堂堂王朝工会，天下第一工会，怎么就落到了要刻意躲着莫离的地步？秦阳武的在队伍中的处境就更艰难了，大部分人都对秦阳武产生了不小的怨气，他们都认为是秦阳武办事不力，让莫离抓到了把柄。如果秦阳武能一刀把莫离秒了，哪来这么多破事？王朝工会的人以前在天下里霸道惯了，根本没有人去想他们让秦阳武去刺杀莫离这件事有什么不妥，只会怪秦阳武没有秒杀掉莫离，露了马脚。不过有一个事实，王朝工会的人不得不承认，至少现在这个阶段，王朝工会加起在一起都不是莫离的对手。接下来如果要对付莫离，至少也要好几个刺客一起动手偷袭才有希望得手，正面碰撞的话恐怕没有一丝胜算。东谷伐木场，叶星正带着星辰工会的人在伐木场里刷怪。
看到那条隐牙城堡的全服通告后，林诗涵第一个惊呼起来：“咦，莫离什么情况？怎么突然不隐藏姓名了？”叶星实在有些无语，林诗涵的关注点总是这么奇怪。是否隐藏姓名，那是莫离自己的选择，想怎么选就怎么选。看到全服通告时，叶星第一时间就打开了好友列表确认了一下，莫离15级，苏尔13级，明明是20级才能进入的副本，为什么他们就通关了？这才是重点，这两人简直不要太离谱。星辰工会的核心成员因为之前被莫离带过一段时间死亡矿井，节约了大量练级时间，现在核心成员基本都在12级左右。经过了艰难的自主开荒死亡矿井后，现在只能说勉强可以通关死亡矿井。按照估算，达到15级才可以比较流畅的通关死亡矿井。而莫离和苏尔呢？人家15级已经通关隐牙城堡了，真是人比人，气死人！星辰工会的人也暂时停下了刷怪，聚到一起。林诗涵第一个发话：“你们看，苏尔当初够意思吧？早早就提醒我们要平等对待莫离，大家交个朋友。这也多亏了你林大小姐的面子。会长，你说莫离是不是有神妖办法可以提前进入副本，无视等级限制？都是老手了，这个不难猜吧？肯定是隐藏任务之类的。要我说，就算我们知道了也没用，进副本又打不过。”叶星皱着眉头考虑了一下，也感觉有点别扭。15级的莫离可以带着13级的苏尔通关隐牙城堡，说明肯定有隐藏任务或者隐藏剧情，可以让玩家无视副本等级，提前进入副本。问题是，神言副本难度实在太高了。星辰的人死亡矿井毕业，全员11级的情况下，首通10级的死亡矿井，还要找了苏尔这个强力外援才打得过。即便是现在有了通关经验，打死亡矿井都还有些磕磕绊绊。除了莫离这种强到离谱的玩家，其他人玩家提前进入副本的意义在哪里？进去送死吗？林诗涵看了一眼工会成员，感觉这些人是不是最近被莫离刺激的麻木了？怎么脑子都不好使了？我看未必没用。叶星转头看了一眼林诗涵，突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星辰工会大部分人的天赋被动都还是很初级的阶段，根本就没到发力的时候，再加上初级装备，即便是死亡矿井的装备属性都好不到哪里去，才会出现刷死亡矿井副本都吃力的情况。等到大家等级都起来了，天赋被动开始发力，装备属性也起来了，提前进入副本进行挑战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莫离是一个人单刷，星辰工会5人小队总该有一战之力吧？20级的隐牙城堡可能不行，那30级的血色修道院呢？如果血色修道院还不行，40级的黑暗深渊呢？总归有行的时候吧？那这个情报就相当值钱了。叶星把自己的推测给工会成员简单说了一下，很快就获得了大家的认可。会长，不如找莫离买一下情报吧。对，隐牙城堡的隐藏任务，先不管我们到底行不行，至少先确定到底怎么回事。真是不知道莫离是怎么干出这些情报的。是啊，我们的人一天到晚也没少找 NPC 聊天打听情报，10几个人的情报部门还比不上莫离一个人的效率。没办法，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就在大家讨论的火热时，林诗涵收到了苏尔的一条私信。私信的内容是隐牙城堡出品的几件装备的属性。苏尔把装备属性发到了工会聊天频道。你们看看，刚才苏尔给的发的装备属性，他让我发给大家都看看。按死亡矿井的装备算，20级的坦克职业也有超过500的体质了吧？一个盾牌就可以提供500加的减伤，都不说装备上加的属性，一条特殊效果就和死亡矿井的装备拉开差距了。会长，现在看来你的推测是对的，有隐牙城堡的这种装备，27级我们的天赋被动也差不多该发力了，搞不好到时候真的可以提前进入血色修道院。会长，别犹豫了，找莫离买情报吧，这种事得趁早。林诗涵拉了拉叶星，苏尔做事一直很有分寸，给我发装备属性，8成是莫离的意思。我知道，恐怕又是莫离在下诱饵了，想让我们花钱请他带。我感觉不像，我们现在离20级还远着呢。算了，我直接问吧。林诗涵想来想去都没想通莫离这是唱的哪一出戏，最后干脆不猜了，准备直接问。第100章，冤家路窄，不只是路窄而已。莫离和苏尔在隐牙城堡刷够工会驻地任务要求的怪物数目后，又多刷了一回，直到莫离升到16级，苏尔升到14级，两人才一起使用回程卷轴返回暴风城，准备从暴风城直接前往尸渊谷，完成工会驻地任务最后一步。林诗涵问我们想做什么了，我要怎么说？苏尔看了莫离一眼，征询莫离的意见。苏尔自然没有那么八婆，拿了装备还特地给林诗涵炫耀，这些都是莫离的意思，他只不过是照做而已。问他们想不想知道怎么提前进隐牙城堡，要不要我代刷，加量不加价400金币一次。啊，
我听说死亡矿井就是400金币一次了。苏尔有些疑惑地看着莫离，有点想不通。莫离现在有经验药水的收入，拍卖行每天挂100瓶，300金币一瓶，轻轻松松就是3万金币入账。实际上根本没必要再去干带人的苦力活，累死累活才几个钱，居然还加量不加价，图什么？我准备给王朝工会培养个对手出来，压着他们打，免得王朝工会的人来烦我。这个办法是莫离之前和苏尔一起刷隐牙城堡时，听苏尔说王朝工会和星辰工会的恩怨想到的。2个工会在天下里竞争了很多年，谁也不服谁。特别是王朝工会在竞争中用了不少不光彩的手段，最后才拿下了天下第1工会的名头。星辰工会的人对王朝工会的人怨气不是一般的大。莫离准备使点力，让星辰工会在和王朝工会的竞争中取得绝对优势，这样就可以把王朝工会压得喘不过气来，王朝工会自然就没时间来找莫离的麻烦。苏尔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按照莫离的意思给林诗涵发了消息，很快就得到了回复。林诗涵说，星辰工会当然愿意，不过需要一点时间筹备金币。没关系，可以先赊账，你给他们说，就明天。莫离心里早就有盘算好了，今天就可以完成工会驻地系列任务。这一系列任务的经验奖励很高，即便是和苏尔平分，应该也足够升到17级。到时候隐牙城堡20级的怪物就无法对亡灵大军造成碾压伤害，刷隐牙城堡的效率会成倍提升。到时候带不带星辰工会的人，莫离都要刷隐牙城堡，不如带着星辰工会的人一起刷，一来顺手赚点金币，二来尽快把星辰工会的等级拉起来，以便对王朝工会形成绝对优势。莫离和苏尔距离噬渊谷还有一段距离，就听到了噬渊谷入口附近有战斗的动静。这里是16级到18级的怪物，应该不会有人来这里吧？苏尔探了探头，试图看一看到底谁在前方练级。可惜噬渊谷外面笼罩着一片很浓的迷雾，根本看不清5米之外的情况。莫离看了一眼好友列表，曹志的位置显示在噬渊谷，我大概知道是谁了，王朝工会的人。这算不算冤家路窄？冤家算不上，路窄是真的，去哪里不好，非要跑噬渊谷来。莫离一边说着，一边开始释放召唤物空间里的骷髅战士。莫离从来就没有把王朝工会当作对手，在莫离的记忆里，神炎降临现实世界后，这个号称天下第1工会的王朝工会很快就因为凝聚力不够分崩离析，甚至还不如一些小工会坚持的时间长。莫离现在都不用刻意去针对王朝工会，这个工会也蹦跶不了多长时间。现在培养星辰工会和王朝工会打擂台，只是为了在王朝工会分崩离析之前这段时间可以清静一点，不然随时防着刺客职业前行偷袭一条龙也是一件麻烦事情。莫离的亡灵大军很快准备完毕，在莫离的指挥下，尽量不发出声响，缓慢向噬渊谷外靠近。先不说和王朝工会的那些恩怨，在工会驻地任务完成之后，噬渊谷就会成为天灾军团工会的驻地，这里早就被莫离视为私人领地了。即便是换了其他人在这里练级，莫离一样会命令亡灵大军进行清扫，哪有让别人在自己家门口舞刀弄枪的道理？之前在东谷伐木场，王朝工会的人偷袭了莫离一次，莫离这次也准备给王朝工会的人来一个偷袭，争取把王朝工会的人全歼在这里，一个也不放过。为此，莫离还特地留了100只骷髅战士，在外围形成一道严密的包围网，免得有漏网之鱼。不知道的还以为怪物潮来了。苏尔跟在莫离身边，有些绷不住吐槽了一句：王朝工会核心成员撑死了也就10几个人，绝对不会超过20个。莫离这支亡灵大军拥有超过200只骷髅战士，简直就是火箭炮打蚊子。实不相瞒，我生平只打碾压局，真是稳健的会长大人。苏尔翻了翻白眼，他本来是计划参加战斗的，既然是工会的一份子，工会战争自然要出一份力。结果莫离直接摆出这么大的阵仗，哪还用得上苏尔出手？这边莫离和苏尔谈笑风生，那边骷髅战士和王朝工会的战斗已经打响，隐约之间还能听到不远处传来的呼喊：莫离，我们王朝工会到底哪里得罪你了？事情不用做这么绝吧？有什么事就不能大家坐下来谈一谈吗？和气生财，玩游戏而已，不用把人往死里得罪吧？苏尔听着不远处的喊话，有些疑惑地看了莫离一眼。本尊还在这里呢，里面的人怎么就确定是莫离了？会长大人，你和王朝在东谷伐木场之前是不是就交过手了？在燃风小径，他们把我的骷髅战士当怪物打，我就杀了他们一次。难怪骷髅战士恐怕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现在一眼就认出来了。不远处迷雾中的呼喊声很快就消失了。战斗结束，在亡灵大军面前，王朝工会掀不起一丝波澜。第101章，莫离，我预判了你的预判。迷雾中的战斗结束后，莫离和苏尔一起来到战斗发生的位置。十几具王朝工会成员的尸体横七八竖地躺在地上。莫离相信，只要王朝工会的人不蠢，应该不会选择灵魂状态跑回来捡尸体复活。跑回来复活，也只不过是在让骷髅战士多杀一次而已。在复活点原地复活，享受长达半个小时的虚弱状态才是最好的选择。当然，这些都不是重点。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活人被骷髅战士团团围住。这个人就是王朝工会的会长曹志，他才是重点。曹会长，真是巧啊！在莫离的指挥下，骷髅战士为莫离让开了一条道路。莫离走上去打了个招呼。莫离刻意留下曹志不杀，不是为了跑来装逼，留一个活口才能有当面谈一谈的机会。再次给王朝工会展示武力，造成了足够的威慑力之后，莫离需要和曹志谈谈，至少要让王朝工会先老实一段时间。等星辰工会的优势建立起来之后，再由星辰工会去牵扯王朝工会的精力。也只有这样，莫离才能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练级和搞装备上。毕竟现在的神炎还只是一款游戏，把对方杀了，对方还可以复活，只要对方不死心，就会陷入无尽的纠缠。其他的莫离都不怕，唯一担心的就是刺客的偷袭。一个刺客秒杀不了莫离，2个呢？3个呢？甚至更多呢？刺客的前行技能实在让人防不胜防。莫离不想干千日防贼的蠢事。曹志看到莫离一点都不惊讶。骷髅战士出现时，所有王朝工会的人都猜到这就是莫离的召唤物，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反抗，直接站在原地等死。在燃风小径和莫离的亡灵大军交过手之后，王朝工会的人都知道反抗是没有意义的。现在这个阶段，莫离的亡灵大军根本不是区区10几个玩家可以对付的，玩家的数量至少要是亡灵大军的几倍，才有那么一丝对抗的可能。还不如干脆点，速度死，结束这场噩梦。曹志本来也做好了速度死，然后带着工会成员转移地方的念头，可是到最后他发现他居然还活得好好的。曹志自己都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愤怒。莫离兄弟，我们王朝工会没得罪你吧？用得着这样赶尽杀绝？曹会长，明人不说暗话，你们让人来偷袭我一次，我偷袭你们一次，大家算扯平了。听到莫离的话，曹志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上百只骷髅战士直接杀进来，一顿狂轰滥炸，你把这叫偷袭？尽管曹志都快被气炸了，但他必须按下胸中的怒火。曹志明白，莫离唯独留下他没杀，肯定是打算在展示了足够的武力威慑后，大家坐下来谈一谈。不然留着他做什么？留着过年吗？曹志努力压下胸中的怒火，平复情绪。莫离兄弟，现在应该叫莫离会长。既然你说扯平了，能不能结束我们之间的工会战争？当然，我就是来谈这个的。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曹志也不傻，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是王朝工会先动手的。王朝工会不可能什么代价都不付出就让莫离结束战争。曹志也下定了决心，只要这个代价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他都同意。不同意不行，只要持续工会战争，莫离杀王朝的成员就像在新手村杀鸡那么简单。关键这种击杀还不会增加邪恶值，莫离杀起来一点负担都没有。如果像现在这样来多来几次团灭，王朝工会的心气都被莫离杀没了。同时曹志也在给莫离下套，只要莫离开口要赔偿金，他就立即答应下来，给多一些，争取凑够可以定敲诈罪的数额，用盘外招把莫离送去踩缝纫机。苏尔站在莫离身边，一会看一眼莫离，一会看一眼曹志，心里别提多新鲜了。王朝工会在天下成为第一工会已经有好几年了，一直都是以霸道的行事风格出名，整个工会的名声最多算得上毁誉参半。曹志身为王朝工会的会长就更别提了，一天天的鼻孔都快朝到天上去了。什么时候见过他这样低声下气的样子？苏尔不禁又想起了那句名言大人，时代变了。好说，你们别再来找我麻烦就行，如果再有下次就没这么简单了。莫离的回答出乎曹志的预料，让曹志的算计一下子就落空了。不过曹志的反应也很快，一口就答应下来。你放心，我保证王朝工会不会再来找你麻烦。曹志的脑子还是很清晰的，反正只是口头协议，现在王朝工会不是莫离的对手，那就先隐忍，30年河东30年河西，等王朝发展起来了，再回头来找莫离慢慢算账。曹志相信凭莫离一个人的力量，
终究是无法对抗王朝工会这个庞然大物的。即便现在再加一个苏尔也不行。那好，就这么说定了，我这就送曹会长去见你工会成员。莫离说完，一声令下，骷髅战士10几个火球术扔到了曹志身上，把曹志烧成了一片灰烬。苏尔撇了撇嘴，这个结局是他完全没想到的。我说会长大人，你不会真信了曹志的鬼话吧？怎么也要敲他一笔赔偿金吧？只要他们短时间内不来找我麻烦就行了，以后他们也没精力来找我麻烦。那怎么赔偿金都不要了？苏大小姐，现在神盐金币这么贵，你猜他会不会报警说我敲诈？以莫离对王朝工会的了解，这个工会什么盘外招都用得出来。现在敲一笔赔偿金，虽然不一定会被定罪，可是一旦被传唤到治安署去配合调查，不知道要浪费多少时间。莫离现在浪费不起这些时间。苏尔吐了吐舌头，冲莫离做了一个俏皮的鬼脸。这一点刚才他确实没想到，不过以他对曹志的了解，恐怕曹志还真干得出来这种卑鄙无耻的事情。还是会长大人神机妙算，我们快去完成最后一个工会驻地任务吧。第102章，工会驻地到手。和王朝工会在世渊谷外面相遇，对莫离来说只能算一个小插曲。暂时解决了王朝工会的问题后，莫离带着苏尔开始在世渊谷刷怪。工会驻地系列任务最后一个任务，任务6，清扫世渊谷里的怪物04000。世渊谷里的怪物等级虽然超过了20级，不过都是一些普通怪物罢了。对莫离现在的亡灵大军来说，击杀起来没有什么难度。世渊谷的怪物血量不到3000，骷髅战士的脆弱诅咒可以秒杀生命值低于 10% 的怪物，相当于变相减少了怪物 10% 的生命值。世渊谷里最抗揍的怪物，骷髅战士也只需要打3下就可以完成击杀，刷怪效率非常高，很多时候骷髅战士都需要停下来等怪物刷新。莫离最后花费了差不多1个小时才完成任务。任务一完成，莫离就迫不及待地和苏尔返回暴风城，直奔工会联盟所在地。NPC 还是上次接待莫离的那个 NPC， 一眼就认出莫离，热情地迎了上来。冒险者，你完成工会驻地系列任务了，这是任务清单。莫离把任务清单交给 NPC 进行确认。真是不可思议，才不到1天时间，这就是亡灵法师吗？ NPC 有些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感叹，很快引来了其他 NPC 的注意。什么？不到1天完成工会驻地系列任务？是不是哪里搞错了？怎么可能？工会驻地系列任务是根据工会成员等级生成的，后面几个任务要求击杀的怪物等级肯定是高过工会成员很多的。接待莫离的 NPC 有些神气地甩了甩手上的任务清单。对 NPC 来说，任务清单是魔法物品，对玩家说来，任务清单相当于系统认证，做不得假。只要这上面记录完成了，那就是真的完成了。任务清单都交到我手上了，难不成还能有假？一帮没见识的家伙！我不信，给我看看！我也要看看！其他 NPC 很快围了过来。莫离眼皮跳了跳，交任务之前也没想到这帮 NPC 这么八卦，一下闹得整个工会联盟大厅里的人都知道了。很不巧的是，在工会联盟大厅里还有一些玩家。任务清单在多个 NPC 手上快速传递，同时在工会联盟大厅里的其他玩家也开始小声讨论起来。工会驻地任务，那是什么？注册工会不是只需要1个金币吗？没听说过，可能我们等级还不够吧。真是蠢，找 NPC 问不就行了？你觉得 NPC 现在有空理你？大厅的空气突然安静了一下。这就是神颜与其他游戏很不同的一点。前有装备店的 NPC 让玩家滚蛋，现在有办事的 NPC 把前来办事的玩家扔在大厅，跑去看热闹。这就是神颜的 NPC， 他们一点都不像 NPC， 反而像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每一个 NPC 似乎都有自己的想法。不对，我看那个人好像是苏尔。什么？苏尔？应该没错，我以前在线下活动见过苏尔一次。那旁边那个不就是不愿透露姓名的神秘玩家莫离？工会联盟大厅里的玩家一下激动起来，纷纷靠近了一些，试图听一些八卦。卧槽，我没听错吧？10万金币？马德，什么无情土豪？这笔钱就买一块地？就是之前说的工会驻地？无情，太无情了！听到交易金额，大部分玩家都被这个离谱的交易金额震惊得有些晕头转向。不过，还是有少部分聪明的玩家立即就意识到要先有工会，然后才有工会驻地。也就是说，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莫离，现在是工会的会长。如此强力的会长，工会肯定也很强力。抱大腿的机会就在眼前，为什么不立即加入？很快就有玩家开始行动。莫离会长，我可以加入你的工会吗？我坦克职业
抗怪贼6，只要被我摸到的怪物，永远不会被 OT。我是法师，暴力输出，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我是农夫，采药一流，可以为工会炼金师提供源源不断的草药材料。反应快的玩家先一步做起了自我介绍，反应慢半拍的玩家看到之后也开始自我介绍，请求加入莫离的工会。一堆玩家把莫离和苏尔围在工会联盟大厅。莫离感觉有点头大，这次完全是意外，事先也没想到 NPC 会这么八卦。交任务，然后交钱购买工会驻地的金币，一件很简单的事。可负责接待的 NPC 好死不死，故意把交易的数额报了出来，向其他 NPC 炫耀他即将拿到一笔丰厚的提成，这才最终导致了这场骚动。莫离给苏尔发了一条私聊，现在知道我之前为什么总是戴头套了吧？玩游戏大家就是喜欢凑热闹。了解，我以前也没少被围观。苏尔回了一条私聊后，冲莫离笑了笑，大有接下来就看会长大人表演的意思。各位，实在抱歉，我的工会就是自己弄着玩的，现在不打算收人。莫离知道，大部分玩家也就是凑个热闹而已，即便现在接纳了他们，时间一长，他们发现捞不到什么好处，自然就会退会，搞不好到时候还会反过来骂莫离。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莫离根本没兴趣。至于发现人才之类的，只能说有机会，但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莫离恰恰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去管理工会，甄别人才。再说了，有亡灵大军就够了，要什么人才啊？莫离会长，玩游戏嘛，就是图个热闹，何必呢？就是大家在这里相遇，怎么也算缘分一场。莫离不想继续纠缠，接下来还要对工会驻地进行一系列的设置，索性给苏尔发了一条私聊。两人一起使用刚才交任务时 NPC 给的工会传送卷轴，直接从工会联盟大厅传送离开。大厅里的玩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卧槽，真走了？不就是加个工会吗？至于这样，算了，只能说恨自己不是苏尔，不是天下第一美女。人都走了，还说什么？你们有谁知道莫离的工会叫什么名字的？天灾军团吧，刚才 NPC 不是叫过这个名字。莫离好像是亡灵法师来着，再配合上他那些战绩，这名字有点贴切啊。马德，我也想加入天灾军团。第103章，工会驻地，神言梦开始的地方。莫离和苏尔使用工会传送卷轴，直接出现在噬渊谷。噬渊谷在莫离交完任务那一刻起，已经从一块无主之地变成了天灾军团工会驻地。从现在开始，想进入噬渊谷必须是天灾军团的成员，又或者向莫离申请之后获得进入许可，其他任何形式进入都会直接被标记为入侵行为。现在除了谷内的怪物被全部清除，其他没有太大的变化。工会驻地的所有配置需要莫离花费一定的金币自行配置，其中就包括了雇佣 NPC 卫兵守卫工会驻地，驱逐或者击杀擅自闯入的人。一级工会驻地基础配置需要花费5万金币。莫离看了一眼储物空间里的金币数量，在工会联盟缴纳了购买工会驻地的10万金币后，现在还剩下9万多金币。这些都是卖经验药水和代刷死亡矿井赚到的金币，购买一级工会驻地基础配置绰绰有余。莫离打开工会驻地的设置界面，直接购买了一级工会驻地基础配置。噬渊谷爆发出一阵阵金光，几秒之后出现了10几个简易建筑物，这些建筑物涵盖装备店、药剂店、旅馆之类常用的功能。工会成员在这些店里消费可以享受9折优惠，这个折扣看着不高，主打一个细水长流，日积月累下来还是非常可观的。当然，这些商店现在都还很基础，以后会随着工会驻地等级升级而升级。莫离心里已经盘算好了，等以后工会驻地的等级达到可以容纳高级 NPC， 就到藏龙卧虎的暴风城去忽悠一些 NPC 到工会驻地来。想来自己的老师暴风城城主血影大人应该不会有什么意见。除了这些基础建筑外，在噬渊谷入口还有一段高度超过20米的城墙和一道看起来不怎么牢靠的木质城门。这道大门现在是整个工会驻地的唯一入口。大门虽然看起来是木质的，不怎么牢靠的样子，不过如果真的这样认为，那就被大门的外表骗了。这道大门一旦关起来，想要攻破这道大门，就需要打掉大门足足50万的生命值。莫离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放弃了加钱把大门升级成更高级的样子。在游戏前期，这门看起来有点破的木质大门已经完全够用了。另外，在城墙上还有20名巡逻的 NPC 卫兵。工会驻地里的 NPC 卫兵等级由工会会长的等级决定，数量由愿意花多少钱决定。20名卫兵是基础配置赠送的。莫离同样放弃了加钱雇佣更多的 NPC 卫兵的想法。工会驻地系列任务奖励的经验比莫离预计的高非常多。莫离在交完任务后直接升到了18级，卫兵等级跟随工会会长，所以也是18级。
莫离认为20个18级的卫兵现在完全够用了。如果真有不长眼的玩家要强攻噬渊谷，这些卫兵配合城门，足够拖到莫离带着亡灵大军赶回工会驻地。刚才差点被毒死在工会联盟大厅里。莫离设置好工会驻地后，终于有时间打开属性面板，把巅峰等级提供的属性点全加到精神属性上。加完点后，莫离看了一眼属性面板，等级18，巅峰等级18，力量35，敏捷35，体质232，精神1330，生命值红331，魔法值蓝7315，召唤物数量266。装备效果：每秒恢复精神属性数字1/4的精神值，使你的召唤物造成的伤害提高 20%， 使你的召唤物技能效果提高 30%， 使你的魔法值提高 10%。效果：你的召唤物每次攻击可以使你恢复1点魔法值。效果：你的召唤物每次攻击都会额外造成召唤物精神属性 10% 的额外火焰伤害。隐牙城堡出的装备暂时穿不上，等级提升也只是简单粗暴的属性提升。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天赋每10级就会解锁一个全新的效果。神性天赋巅峰等级在10级解锁了召唤物数量获得巅峰等级时的倍数增幅。莫离很期待等级达到20级时解锁的全新效果会是什么样的。不仅如此，因为神言很多系统计算是去零取整，召唤物数量获得巅峰等级时的倍数增幅从10级解锁到现在一直是1倍增幅，小数点后面的数值被直接忽略了。一旦等级达到20级，这个增幅倍数将会变成2倍，亡灵大军的数量会再次暴涨。最后，莫离把目光落到了整个工会驻地最大的一个建筑物上——工会大厅。在工会大厅里，可以对工会驻地进行更加详细的设定，其中就包含了工会驻地的增益 buff 和一些便捷功能。莫离心里明白，只要设置好这些东西，就可以让自己更快的达到20级。我们到工会大厅去。莫离给苏尔招呼了一声，两人一起进入工会大厅。工会大厅虽然已经是整个工会驻地最大的建筑物了，不过也就是矮子里面找高个的水平。整个工会大厅都很简陋，在大厅中央有一个操作台，通过操作台就可以对工会驻地进行进一步的设置。苏尔跟在莫离身后看了半天，最后走进工会大厅，实在有些绷不住了。我说会长大人，这是不是太寒酸了一点？要不要我添点砖，加点瓦？现在工会驻地等级低是这样，以后等级高了就好了。怎么提高工会等级呢？我现在是工会的一员，也想出点力，和我们之前做的那些任务差不多，做升级工会驻地的任务。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任务等级很高，我们之前做的任务已经到隐牙城堡了。工会驻地升2级的任务，最少也会有一个任务要求杀血色修道院副本里的怪物。莫离一边和苏尔聊着，一边开启了操作台界面。1级工会驻地有2种增益 buff 可选：1工会成员获得的经验提高 5%，2工会成员伤害提高 5%。莫离想都没想，直接选择了第一个增益 buff。 设置好增益 buff 后，莫离又通过操作台打开地图。操作台上的地图会显示所有工会成员探索过的地方，相当于是一个汇总地图。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1级工会可以在地图上设置一个传送点，工会成员可以通过工会驻地里的传送阵直接传送到事先设置好的传送点位置。神言地图大到令人发指，很多时候赶路动不动就是1个小时起步。比如莫离现在从工会驻地出现，一路直奔隐牙城堡，整个路程差不多就要1个小时。有了这个功能，莫离只需要把传送点设置在隐牙城堡，通过传送阵就可以瞬间到达。在隐牙城堡需要返回清理背包进行补给，可以直接使用工会传送卷轴直接返回工会驻地，在2点之间往返，可以瞬间完成，效率不知道提高了多少倍。以后还会有更强大的增益 buff 和更多便捷功能。只要一想到这些，莫离就感觉花了这么多时间和金币弄一个工会驻地，绝对是值得的。这里将是神言真正梦开始的地方。第104章，师姐能不能等我先换一身装备？隐牙城堡，莫离带着星辰工会的人花了一些时间完成了隐藏任务，然后直接开始在隐牙城堡刷怪。叶星的目的也很简单，有莫离代刷，即便是5个人平分隐牙城堡的经验获取速度也远远快过自己刷怪，可以为星辰工会的成员节省大量的练级时间，同时还可以提前拿到隐牙城堡出品的装备，让星辰工会的成员更有动力努力练级。莫离的目的也很简单，带不带星辰工会的人自己都要刷隐牙城堡。为了给王朝工会尽快培养出一个可以压制他们的对手出来，莫离选择暂时牺牲一部分练级的效率，把星辰工会成员的等级拉上去。
再说也不是白忙活，代刷还可以从叶星手上赚一些金币，继续为工会筑地添砖加瓦，怎么算也不亏。不管是对莫离来说，还是对星辰工会来说，这就是一拍即合、双赢的事。这一场代刷随着莫离升20级即将结束，莫离需要为即将来到的黑石山异变事件提前做一些准备。叶星，刷完这一趟，今天就到这里吧。再刷下去，我都快破产了，我看行。叶星打趣了一句，破产自然是不会破产的。不过这次刷隐牙城堡，因为时间仓促，星辰工会来不及弄到足够多的金币，就按照之前莫离的提议，直接打的欠条，400金币一趟，现在已经足足欠了莫离12000金币。当然，星辰工会付出了12000金币，得到的回报还是很可观的。10几位核心成员都升到14级，并且基本拿齐了隐牙城堡出品的装备，比死亡矿井装备高出一大截的属性，把星辰工会成员一个个看得两眼放光，一个个都干劲十足，恨不得马上升到20级，穿上隐牙城堡的装备。莫离和叶星商议好一些后续事宜后，这才有些兴奋的又确认了一眼系统提示。叮！恭喜玩家等级达到20级。叮！神性天赋巅峰等级高级解锁。神性天赋高级，每秒回复等同于精神属性1/2的魔法值。巅峰等级20级解锁的全新效果，居然是回蓝效果，而且效果堪称爆炸。莫离只是想想都感觉有点逆天。可惜，现在骷髅战士正在清理隐牙城堡的怪物，莫离整个小队的人都处于战斗状态。战斗状态只能更换武器，无法更换其他装备。莫离无法马上换上隐牙城堡出品的装备，试一下具体效果。升到20级，不止这一点提升，还有其他提升，还可以回暴风城学习新技能。莫离按下激动的心情，专心指挥骷髅战士杀怪，打算等回去学了新技能，再来隐牙城堡单独试一试。而且，隐牙城堡是时候该出一个速通记录了。如果参照死亡矿井的经验来看，20级速通隐牙城堡，只要速度够快，搞不好还是可以触发隐牙城堡的隐藏 BOSS。轰轰！随着骷髅战士的一顿狂轰滥炸，隐牙城堡的最终 BOSS 阿鲁高被清空了生命值，倒地不起。叶星，装备你们自己捡吧，我有急事要先回暴风城。莫离一边说着，一边拿了回城卷轴，随着回城卷轴读条完成，很快就从 BOSS 房间传送离开。林诗涵冲莫离消失的位置做了一个鬼脸，这莫离也真是的，明明是我们欠他钱，结果他跑路比谁都快，应该是急着回去学技能吧，真是没想到他居然就20级了。是啊，按道理来说等级越高，要求的升级经验就越高，怎么感觉他升级比我们还快呢？说不定他开始带我们的时候就已经快19级了，看起来升了2级，实际也就1级多一点。叶星认为这大概是最合理的解释，毕竟星辰工会的大部分成员也只升了2级而已，12级到14级。不过这不是叶星在意的重点，叶星更在意的是在整个代刷过程中，莫离是不是又隐藏了实力。每一次通关时间都在6分钟到7分钟，通关时间在这么小一个范围反复横跳，叶星有理由怀疑莫离是有意在控制时间。如果参照死亡矿井的经验，叶星很怀疑隐牙城堡有隐藏 BOSS。 莫离回到暴风城后，直接来到法师塔9层。齐之礼正趴在大厅的沙发上看书，2只没穿鞋的小脚无意识地摆动着。师姐，我来学技能了。齐之礼起身看了莫离一眼，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困惑。这才几天，怎么又来了？这人平时都不睡觉，只会没日没夜的杀怪练级的吗？你20级了，快过来让我看看。齐之礼冲莫离招了招手，示意莫离到沙发边上。莫离走近之后，齐之礼盯着莫离看了一会。你现在可以同时召唤多少只骷髅战士？有200只吗？我也是亡灵法师，我还不知道召唤物数量上限和魔法力有关吗？你这么庞大的魔法力还能少了？齐之礼瞪了莫离一眼，表示对莫离的遮遮掩掩很不满。莫离只好赔了个笑。师姐，你误会了，我刚才只是没想到你会突然问这个问题，没反应过来。老实回答，这和你等一下要学的技能有很大关系。我现在的召唤物上限是432只。莫离如实回答，没有半点隐瞒的意思。齐之礼这样问是尊重莫离，否则以他的等级，一个高级鉴定术扔到莫离身上，什么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根本用不着问。什么？齐之礼一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对于一个20级的亡灵法师来说，这个数量实在太离谱了。齐之礼刚才估算的200只骷髅战士，已经是在尽量把莫离往高了估算了。现在他发现他还是小看了莫离。齐之礼本身就是死灵法师，并且见多识广，在他的判断标准里，20级普通死灵法师召唤物数量一般在60只左右。即便是在一身极品装备的加持下，
召唤物上限都很难超过100只。只要召唤物超过100只，就已经进入天才的门槛。200只已经是天才中的天才了。莫离现在可以召唤432只骷髅战士算什么？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天才可以定义的范围。齐之礼一脸严肃地盯着莫离，这事太过重要，我必须要对你探查一下。放心，我不会偷看你其他秘密。莫离眼皮跳了跳，这种事万万马虎不得，搞不好会直接影响接下来的发展路线。师姐，能不能等一下？等我换一身装备，我来得及，新装备还没换上。第105章，装备大换血，质的飞跃。齐之礼听到莫离的话，挑了挑眉。在强力装备加持下，死灵法师的魔法值会得到不小的提升，相应的召唤物数量上限也会获得不小的提升。莫离话里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432召唤物还不是莫离的极限。好，你抓紧时间。齐之礼故作镇定地对莫离说了一句。得到许可后，莫离从储物空间里快速翻出隐牙城堡的装备。莫离在完成了隐牙城堡的隐藏任务后，连任务奖励的阿鲁高法袍都一直没有穿，就是想体验一下一次性装备全换带来的提升。阿鲁高帽兜、狼王披肩、阿鲁高法袍、幻影护腿、流星战靴，5件装备被莫离快速换上。紧接着是流星碎片、巫术戒指、阿鲁高的图章、指挥官印记戒指、1条项链、3个戒指、4个饰品栏位的装备。这一次，莫离身上只有增加储物空间的戒指和领主法杖2件装备没有更换，其他装备全换。装备都穿戴好之后，莫离看了一眼属性面板，等级20，巅峰等级20，力量37，敏捷37，体质672，精神2227，生命值红772，魔法值蓝11237，召唤物数量412666。装备效果，你的召唤物造成的伤害提高 40%， 你的召唤物每次攻击可以使你恢复1点魔法值，你的召唤物每次攻击都会额外造成召唤物精神属性 10% 的额外火焰伤害，你的召唤物获得 10% 的法术穿透效果，你的召唤物获得 10% 的物理穿透效果，你的精神属性提高 10%。 因为装备大换血，除了属性大幅度提升外，装备附加的特殊效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莫离在挑选装备时几乎放弃了其他属性，尽量往强化召唤物的方向靠拢，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莫离又特别看了一下属性面板第2页的数据，防御310，魔抗0，法穿0%，物穿0%，生命值回复0秒，魔法值回复1113秒。随着装备更换，之前装备上附加的回蓝属性没有了，不过因为解锁了巅峰等级高级，每秒回复等同于精神属性1/2的魔法值，直接获得了高达1113每秒的回蓝属性，回蓝速度反而比以前还要高。再配合上领主法杖上的特殊效果，你的召唤物每次攻击可以使你恢复1点魔法值，600多只召唤物攻击1轮可以回复600加的蓝量，回蓝速度堪称恐怖。另外还有一把阿鲁高的法杖，也就是那把近战法杖，莫离放在储物空间，只要有需要随时都可以掏出来砸人。好了，师姐，我准备好了。检查完自身属性后，莫离给齐之礼招呼了一声。齐之礼抬起手指了一下莫离，一个鉴定术落到莫离身上，很快就发出了一声惊呼。什么？刚才不还是432只召唤物吗？怎么突然变666只了？我刚才不是还穿着死亡矿井的装备吗？现在这一身是隐牙城堡的装备，那也不能提升这么多吧？齐之礼盯着莫离，目光闪烁，想了片刻，不过很快就想通了。算了，反正你是我师弟，你越强我越开心，这是自然，我们是相亲相爱一家人嘛。师姐，现在可以告诉我20级的技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吧？老师之前有特别吩咐过，等你到20级就教你召唤死灵魔像。齐之礼一伸手，一道空间裂缝出现，他的手直接伸进了那道空间裂缝。莫离眼皮跳了跳，齐之礼现在展示是真正的储物空间，空间裂缝那边连接的是他的储物空间，一片真正的独立空间。这个独立空间和玩家的储物空间根本不是一回事，玩家的储物空间会受到储物格数量限制，而真正的储物空间只要空间放得下，想放多少东西就放多少东西，不受储物格数量限制。传说这种空间甚至可以装人，不过这种传说中的神技不是谁都可以学的，学习这种神技的门槛是等级达到90级。换句话说，齐之礼至少也是90级的 NPC。 莫离突然感觉自己之前还是有点小看齐之礼了，他说他教不了80级以上的神技，恐怕就是在忽悠自己而已。90级的 NPC 凭什么教不了80级的神技？而且莫离感觉这位师姐就还挺可爱的，之前见面
他拿东西都是直接从身上取出来的，这一次直接使用储物空间，分明就是刚才被自己的召唤物数量刺激到了，故意露一手，用这种方式告诉自己我是师姐，你是师弟，是有原因的。齐之礼从储物空间取出一个小匣子，一个羊皮卷交给莫离。羊皮卷是任务清单，就是之前在工会联盟交给 NPC 的那种任务清单。至于小匣子，莫离甚至无法确定是什么材质做的，更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从任务清单来看，莫离猜测学习召唤死灵魔像技能可能需要先完成任务，不过那个小匣子实在是猜不出来有什么用。师姐，这是什么意思啊？需要我先完成任务，然后才能学技能？你拿着这个魂匣去收集噩梦难度隐牙城堡里怪物的灵魂。噩梦难度？莫离有点懵，上一世根本没听说过副本有噩梦难度，只知道玩家等级达到70级副本会开启史诗难度。很快莫离反应过来，有2种可能。第一种，上一世根本没有玩家触发副本的噩梦难度；第二种，上一世只有极少数顶尖玩家触发了噩梦难度，不过都3缄其口，所以一般玩家根本没听说过副本有噩梦难度。只是看噩梦这2个字，莫离就知道这个副本难度肯定不一般。齐之礼看到莫离的反应，嘴角上扬，没听说过，那就对了，那就不是一般人能去的。好师姐，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吗？噩梦难度，副本里的怪物等级不会发生变化，不过所有的小怪都会升级为精英怪物， BOSS 会升级为史诗怪物。什么？莫离一下激动起来，精英怪物意味着什么？更难杀吗？不，对莫离来说，精英怪物意味着会出装备，成堆的精英怪物，那就是成堆的装备，可以快速把亡灵大军武装起来。如果不是怕被齐之礼当场打死，莫离现在恨不得抱着齐之礼亲一口。太及时了，这任务简直来得太及时了。第106章，每一个副本都有噩梦难度。齐之礼不等莫离说话，又交给莫离一本终极技能书，等你用魂匣把灵魂收集够了，就可以用这本技能书直接学习召唤死灵魔像。莫离接过终极技能书看了一眼，终极技能书召唤死灵魔像，需求等级无，需求精神1000，说明这是一种精巧的终极法术，使用10只召唤物合成一只死灵魔像，死灵魔像会继承这些召唤物的所有属性，并且拥有更多的自主行动能力，占据10个召唤物数量上限。该技能书处于被封印状态，需要完成指定任务才能解除封印，进行学习。莫离眼皮跳了跳，如果猜的没错的话，这个技能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召唤系法术。神言里的召唤系法术召唤出来的召唤物都是直接虚空生成，或者可以理解为由魔法值生成，而这个技能需要死灵法师的其他召唤物作为基础进行合成，还特别说明了这是一种精巧的终极法术，而不是终极召唤法术。这个技能弄出来的死灵魔像应该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召唤物，不会像普通召唤物那样受到属性继承的影响。不过这只是莫离的猜测而已。莫离略微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先问清楚。自己现在2227的精神属性，骷髅战士就是2227的全属性，万一死灵魔像会受到属性继承的影响，10只骷髅战士合成一只死灵魔像，在属性继承的影响下，结果全属性还是2227，那这个技能就没有任何意义。不如现在就请齐之礼教自己另外的技能，搞不好还能抢救一下。师姐，我有一个问题，这个技能是老师独创的，我就猜到你会有疑问，你问吧。我有一些特殊能力，导致召唤物它有自己的想法，属性是固定的。你担心10只召唤物合成一只死灵魔像后，受到你能力的影响，还是一只召唤物的属性？我确实担心这个，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技能对我来说就不是提升，是削弱。齐之礼甩了莫离一个白眼，那你也太小看老师的能力了，死灵魔像严格来说并不是召唤物，而是死灵系法术。得到齐之礼的确认，莫离知道自己的推测还是靠谱的。死灵魔像不是召唤物，就不会受到属性继承的影响。10只骷髅战士合成一只死灵魔像，死灵魔像的属性会按照技能说明那样，等于10只骷髅战士属性的总和。这样一来，召唤死灵魔像技能就非常有意义。强大的个体和靠数量取胜的普通个体都有不同的应用场景。莫离之前缺的就是强大的个体。骷髅战士通过装备获得的那一点提升，和死灵魔像直接获得10倍属性，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完全可以把死灵魔像看着是召唤物里的精英召唤物。莫离现在总算明白齐之礼之前为什么要确认自己召唤物的数量了。一般的20级法系职业只有315的精神属性，就算是穿上和莫离一样的隐牙城堡装备，精神属性也只有900左右。按照死灵法师召唤物的计算标准，召唤物数量只有90只左右。如果拿不起隐牙城堡的装备，召唤物的数量只会更低。
死灵魔像强大是强大，可是一个死灵法师只有9只召唤物，像什么话？恐怕出门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的话，就赶紧去做任务吧。随着旗帜里的话音一落，莫离立即就收到了系统提示：叮，触发隐藏任务，收集噩梦模式隐牙城堡里的怪物灵魂01000，任务奖励终极技能书，召唤死灵魔像。是否接受任务？莫离接下任务后，有些殷勤地看着旗帜里。师姐，能不能告诉我要怎么做才能进入噩梦模式副本？这是隐牙城堡噩梦模式的钥匙，在副本门口的集合时使用这把钥匙就可以了。这是借给你用的，限时7天，完成任务之后，这把钥匙才属于你。莫离心里一惊，这个办法居然和开启副本史诗难度的方法一模一样。有没有一种可能，噩梦模式不是隐牙城堡独有的，而是每一个副本都有的难度？每一个副本的史诗难度都需要对应的钥匙开启，每一个副本的噩梦难度也需要对应的钥匙才能开启。莫离脑子里快速闪过很多猜测，很快把目光重新落到了旗帜里身上。旗帜里的等级在90级以上，身为暴风城城主的学生，自己的师姐，不说白给钥匙吧，指点一下总行吧。师姐，其他副本是不是也有噩梦难度？开启的钥匙要怎么获取？你急什么？先把眼前的任务完成再说。莫离眼皮跳了跳，有戏，搞不好后面那些副本开启噩梦难度的钥匙他这里都有。想要获得这些钥匙，就需要像这次一样，从实力上获得他的认可，然后完成他交代的任务。毕竟实力不够，进入一个小怪全是精英级别 BOSS 是史诗级别的副本，纯粹就是找死。师姐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莫离从离开法师塔之后，直接来到暴风城坐骑店。坐骑店不仅是购买坐骑的地方，还是学习骑术的地方。玩家达到20级就可以学习初级骑术，学会骑术后，就可以在坐骑店购买一只拉风的坐骑。在野外使用坐骑可以提升60%的移动速度，极大的提高玩家赶路的效率。学习骑术的费用是100金币，这个数目在对上一世的莫离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不过，对现在身上还有超过9万金币，另外还有星辰工会12000金币的未收款项的莫离来说，100金币不值一提。卖一瓶初级经验药水增强版的收入都远不止这个数。在骑术训练师那里学会骑术后，莫离来到出售坐骑的柜台前查看坐骑的价格。死灵法师自然要有一头符合死灵法师身份的坐骑，至于要选什么，莫离早就已经想好了。第107章，被震惊到模糊的血影大人。莫离很快找到了紫色亡灵战马，售价100金币。坐骑店里最便宜的坐骑只需要5金币。紫色亡灵战马属于史诗品质的坐骑，售价是普通坐骑的20倍。神岩的坐骑除了提升移动速度外，不加其他属性。不过，这不是重点。NPC 出售的坐骑只遵循一个原则：强弱只是一时的事情，帅才是一辈子的事。造型越好越精致，骑起来越拉风的坐骑售价就越高。莫离直接全款从 NPC 处购买了一匹紫色亡灵战马。NPC 很热情地给莫离奉上召唤缰绳。冒险者，用这条紫色亡灵战马的缰绳就可以随时召唤你的坐骑了。还有什么需要的吗？无意之间，莫离的目光落到了坐骑雷龙上。我当初还是有些高看自己了。看着雷龙高达500万的售价，莫离忍不住自嘲了一句。总之20级骑上雷龙的目标算是失败了。莫离再能赚钱，也要玩家上手有那么多金币让莫离去赚。现在把星辰工会都炸得打欠条了，星辰工会真的是一滴都不剩了。这种大工会都如此，就更别说其他玩家了。今天的100瓶初级经验药水增强版，也不像最开始那样上架就售空，说明即便是土豪玩家手上也没有太多金币了。这种局面，莫离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等玩家的大部队等级起来，市面上才可能有更多的金币。算了，重新定一个小目标吧，争取30级骑上雷龙。莫离根据实际情况略微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计划，然后去了一趟暴风城酒馆交任务，很顺利的拿到了初级技能书瞄准射击，最后使用工会传送卷轴返回工会驻地。接下来的行动计划，莫离心里已经盘算好了，先完成旗帜里的任务，尽快学习技能召唤魔像，顺便还可以在噩梦难度的隐牙城堡给骷髅战士弄一些装备，进一步把亡灵大军武装起来。完成任务后，可以尝试一下隐牙城堡普通难度速通，把速通记录拿下。最后可以去闪光镇看一看死亡矿井后门任务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后续。现在有了坐骑，赶路的效率大大提升。莫离选择去做任务升级，效率也不会比刷隐牙城堡低。在做任务的过程中，运气好的话还有可能触发更多隐藏任务。莫离对自己有很清晰的认知，上一世自己不过是中底层玩家其中的一员，只知道神岩的大体发展脉络，
但这些只能算神岩的冰山一角，中底层玩家能够接触到的信息实在太少。如果完全按照自己上一世的记忆去行动，搞不好最后又把自己玩成了中底层玩家，那就真成了天胡开局中途血崩的笑话了。现在有了实力，越是未知的事情就越需要去探明。法师塔9层，齐之礼送莫离后，立即使用了通讯魔法和他的老师血影大人进行联系。血影大人的投影很快出现在法师塔9层大厅。黑石山的情况不太稳定，我最近很忙，有什么重要的事吗？老师，我知道你很忙，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认为必须马上要向你汇报。什么事？血影大人的投影皱了皱眉头，脸上充满了疑惑。暴风城目前最大的威胁就来自黑石山，一旦黑石山的封印失效，暴风城就会直面冲出封印的上古怪物，到时候一个不慎，可能就会让暴风城变成一片废墟。所以血影大人最近坐镇黑石山，一直在想办法加固封印，解决这个威胁。除此之外，血影大人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事情够得上很重要，必须马上向你汇报。师弟他，你说莫离，他怎么了？齐之礼撇了撇嘴，老师的紧张是肉眼可见的，说明老师对莫离确实很看重。虽然还没有正式和莫离见过面，但这份紧张是做不得假的。不过关心则乱，以莫离那支亡灵大军的数量来说，就算有不长眼的怪物去找他麻烦，那也是怪物找死。只要莫离自己不主动跑到高级地区去作死，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危险。老师即便不知道莫离的召唤物数量如此夸张，可是莫离是老师当初亲自挑选的学生，难道这点信心都没有吗？老师，莫离他能有什么危险？我要说的是另外的事情。你这丫头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故意让我着急是吧？那你也要给我把话说完的机会啊。你说吧，莫离到底怎么了？师弟20级回来学技能了。什么？血影大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因为情绪波动过大，引起魔法波动，干扰了魔法通讯，让血影大人在大厅里的投影出现了短暂的模糊。齐之礼捂嘴偷笑，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震惊到模糊？前几天莫离才10级，仅仅过了几天时间就已经20级了，即便是见多识广的老师也无法避免被震惊。不过这还没完，我按照老师的吩咐传授莫离召唤死灵魔像，顺便确认了一下他的召唤物数量，是有必要确认一下，不然出门只能带几个死灵魔像，怎么好意思出门？不如学其他技能。老师，你知道莫离召唤物数量是多少吗？20级，200左右吧，毕竟是我看中的很有潜力的天才。齐之礼感觉憋笑实在有点辛苦，这不是老师第一次看走眼了。事实证明，即便强如老师也不是全知全能，遇到莫离也得吃瘪。老师还是小看师弟了。什么？不止200？难道说和你一样，20级召唤物数量就有400了？666。说正事呢，你夸我猜得准，拍我马屁做什么？齐之礼差点没绷住，在离谱的事实面前，就连老师也不能免俗，居然没反应过来。老师，不是的，我是说莫离的召唤物数量是666只。什么？大厅里的投影再次模糊，这一次模糊的时间超过了1分钟。1分钟后，血影大人的投影才再次清晰起来。你没弄错？怎么可能弄错？我特意用鉴定术看过了，不会错的。现在看来，莫离拥有的潜力比我预计的还要大，这不是显得老师你看人准吗？血影大人的投影没有立即接话，沉默了片刻。如果莫离到30级，我还没有回来，你就教他支配王者。老师和我想到一块去了，这个技能实在太适合莫离了。第108章，不如来一场学生之间的较量。血影大人结束和齐之礼的通讯后，回到营地。营地里的其他几位老者有些好奇地看着返回的血影。血影，有什么事吗？说话的人是法师协会的战斗法师李云素，是血影以前的老师，和血影关系比较亲近。同时，营地里还有另外4位来自法师协会的法系职业，每一位在法师协会里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黑石山封印异动，如果封印被彻底冲破，对整个神岩大陆都是威胁，法师协会不能坐视不理。他们都是来协助血影加固黑石山封印，解决黑石山威胁的。没什么，齐之礼找我说一些我新收的那个学生的情况。新收的学生？是从异乡来的那些冒险者里收的。李云素一下来了兴趣，正好他也从异乡来的冒险者当中收了一位新学生。血影的实力早就已经超过了李云素，血影的优秀对李云素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此，李云素一直都感到很自豪，这已经没什么好比较的了。不过现在可以和血影比一比谁的学生更出色。我也从那些异乡来的冒险者里收了一位学生，不如我们比一比谁的学生更优秀。哦，老师，这位学生是什么职业？
现在是元素法师，之后应该会转战斗法师。我新收的那位学生天赋极佳，潜力极大，恐怕老师那位学生不是他的对手。血影说的是实话。刚才齐之礼向血影说明莫离的情况时，血影自己都被震惊到了。莫离现在的实力早就已经超出了天才这2个字可以形容的范围。一般的人再有天赋，再有潜力，怎么和莫离比？李云素对新收的学生非常满意，同时也充满了信心。听到血影这样说，哪里肯就这样直接认输？我说东方岩，我那位学生只是来神岩大陆晚了一些，论天赋潜力，可一点都不输当年的你。东方岩，也就是暴风城城主血影大人的名字。只不过以东方岩如今的地位，整个神岩大陆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有资格直呼他的名字。李云素身为东方岩的老师，即便现在实力不如东方岩，仍然是东方岩的老师，自然有资格直呼血影大人的名字。东方岩毕竟是李云素的学生，对于自己老师的性格还是很了解的，知道话说到这个份上，肯定是推脱不了，怎么也要让2个后辈碰一碰。不过有些话还是事先说清楚比较好。老师，我那位学生叫莫离，和我一样是亡灵法师，现在已经20级了。什么？怎么这么快啊？怎么可能？这才几天，你那个学生都不用睡觉休息的吗？就算一天24小时不休息，也不应该这么快就到20级。不止李云素，另外4位大佬听到东方岩的话，一下子也没绷住，纷纷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脸上写满了震惊。看到几个平时天塌下来都不会皱一下眉头的法师协会大佬表现得如此震惊，东方岩一下乐了。原来不止自己听到莫离的情况会震惊，这些法师协会大佬也不能免俗。是真的，我骗你们做什么？李云素干咳了一声，我那个学生来得晚一些，现在才15级，不过影响不大。老师，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想加固黑石山的封印，就必须要把里面的怪物放一些出来，到时候可以让他们比一比谁在黑石山杀怪多，杀怪快。这……东方岩脑子里突然想起齐之礼刚才的话，莫离的召唤物数量有666只，一般人怎么和莫离比杀怪速度？根本就不在一个次元上，到时候李云素那位学生恐怕会输得很难看。可是还不等东方岩开口说话，其他4位大佬也来了兴趣。不止你们收了学生，我也收了学生，我也收了一位学生，这不是巧了，我也收了一位学生。看来大家都一样，都在为以后做打算，我自然也不能免俗，我也收了一位学生。李云素看了看众人，一下乐了。相请不如偶遇，正好大家都有学生，不如就来一场比试吧。有意思，我同意。我也同意。我也同意。不过来点实际的吧，奖品总要弄一点吧。东方岩看到众人兴致这么高，也不好扫了大家的兴致。反正不管怎么比，东方岩都对莫离有十足的信心。现在这几位法师协会的大佬不仅想比，还准备拿点奖品出来奖励优胜者。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给莫离捞点好处？毕竟暴风城家底薄，比不得眼前这几位法师协会大佬多年来的累积。他们随便拿点对他们来说是小玩具的东西出来，对莫离来说可能都有大用处。好，既然各位这么有兴致，我也不好再推辞，不如我们一人出1件奖品。我看行，6件奖品，第1名拿3件，第2名拿2件，第3名拿1件，怎么样？为了排除等级影响，就指定他们到符合他们等级范围的地区清理怪物。这个主意不错，反正之后我们也要组织人理清黑石山封印里跑出来的怪物，学生们也算出一份力。就以3000只普通怪物，5只精英怪物为标准，看谁用时最短。我同意，具体细则我们可以再商议商议。在场的大佬都对自己的眼光有信心，相信自己挑选的学生是最强的。至于东方岩的学生莫离，等级高又怎么样？现在等级高，也只能说明莫离进入神岩大陆的时间比较早，击杀普通怪物比较快，又或者有什么特别的升级手段。等级高就去杀等级高的怪，这样一来，所有学生就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黑石山封印里面的怪物，可不是现在野外那些歪瓜裂枣的怪物能比的。对于低等级的冒险者来说，黑石山封印里的怪物等级越高，就越难对付。更高的攻击力、更高的防御力以及更高的生命值，对冒险者来说都是考验。除非冒险者的自身强度远超自身等级该有的实力。在这些大佬看来，莫离这么快就达到了20级，怎么可能还有时间去弄一身极品装备？没有极品装备，莫离就很难有超越自身等级的实力。第109章，只要数量够多，刮痧伤害也可以秒怪。莫离使用工会驻地传送阵，直接传送到隐牙城堡副本入口。在副本副入口的集合时，用噩梦难度钥匙开启隐牙城堡噩梦难度。整个流程和莫离记忆中开启副本史诗难度一模一样，让莫离更加确定每一个副本都有噩梦难度。从隐牙城堡正门进入副本后，莫离立即开始把骷髅战士从召唤物空间里陆续放出来。很快，
在副本门口就挤满了骷髅战士。负850，负850，负1。一部分骷髅战士因为被挤到了怪物面前，吸引到了怪物的仇恨，直接进入了战斗。不过，隐牙城堡的怪物失去了等级压制带来的碾压伤害，即便是噩梦难度，普通怪物升级为20级的精英怪物，对骷髅战士也只能造成刮痧伤害。其中有一点伤害是怪物打在了拿盾牌的骷髅战士身上，盾牌带来的伤害减免远远高于怪物造成的伤害，只有1点强制扣血。对于现在拥有22270生命值的骷髅战士来说，连刮痧伤害都算不上。很快，莫离就发现无法继续召唤骷髅战士，不是骷髅战士的数量达到上限，而是隐牙城堡门口的大厅空间只能容纳下大约400只骷髅战士。如果要继续召唤骷髅战士，就需要指挥一部分骷髅战士离开门厅，腾出空间。算了，400只就400只吧，先打一打再说。莫离也懒得麻烦，400只左右的骷髅战士肯定够用。这一趟的主要目的还是先看看噩梦模式隐牙城堡的强度。在莫离的指挥下，骷髅战士对附近的怪物发起了攻击。怪物血条出现，堕落地狼人精英，生命值15000 18500，魔法值1000，嚎叫地怨灵精英，生命值12000 16500，魔法值9000。怪物的种类和普通难度一样，还是狼人和怨灵2种，不过和旗帜里说的一样，都升级成精英级别的怪物，生命值差不多翻了3倍。砰！后排拿火枪的骷髅战士使用了技能瞄准射击，这是莫离完成了暴风城酒馆酒保的任务后获得的奖励。这个技能可以造成双倍伤害，负6323。一个伤害数值从堕落的狼人精英怪物头上冒了出来。瞄准射击可以造成双倍伤害，再加上莫离一身装备提供的召唤物造成的伤害提高 40% 效果，让骷髅战士这一击的伤害达到了一个非常离谱的数值。唯一可惜的是，瞄准射击有5秒技能 CD， 使用之后需要等技能转 CD， 无法立即再次使用。在技能处于 CD 时间，拿火枪的骷髅战士只能使用普通射击。砰！负3161。堕落的狼人精英头上冒了出了普通射击造成的伤害数值。轰！一个火球术砸到了堕落的狼人精英身上。负3268。因为狼人物理防御高的关系，火球术造成的伤害略高于普通射击。大多数怪物的物理防御都高于法术抗性。理论上，在暴风城酒馆交任务时，莫离如果选择同样可以造成双倍伤害的魔力炸弹，可以造成的伤害更高。当然，这只是理论上。魔力炸弹有一个大部分法系技能都有的缺陷，需要读条，也就是玩家戏称的罚站。在实际使用中，魔力炸弹需要发展，肯定没有瞄准射击用起来灵活。使用灵活和高一点点伤害，莫离最终选择了前者。现在用隐牙城堡精英怪物验证骷髅战士的伤害能力，自然不是为了击杀这些怪物，只是为了对骷髅战士的伤害有一个具体概念。大量击杀这里的怪物，莫离有更好的选择。10几只拿盾牌的骷髅战士在莫离的指挥下开始在隐牙城堡奔跑起来，快速吸引怪物仇恨。负1，盾牌带来的高额减伤让这里的精英怪物都无法对骷髅战士造成真正的伤害，只有每次受到攻击强制扣除1点生命值。骷髅战士很快就把隐牙城堡一区的所有怪物聚集到了门厅外的城堡院子里。等待在这里的接近400只骷髅战士，不管是拿火枪的也好，拿近战武器的也好，还是拿法杖的也好，在莫离的指挥下同时抬起手开始释放技能暴风雪。暴风雪每秒对目标区域所有敌人造成精神属性3的伤害，受到暴风雪伤害的敌人移动速度降低 40%， 持续6秒。在莫离的神级被动属性继承影响下，骷髅战士现在全属性2227，暴风雪每秒可以造成742的 AOE 伤害。这个伤害在莫离一身装备的加持下直接被提升到1142。暴风雪落到怪物身上，负1056。受到怪物法术抗性的影响，暴风雪每秒对怪物造成了1056的伤害。这个伤害和精英怪物高达18500的生命值比起来，也是刮痧伤害。不过，当接近400只骷髅战士同时释放暴风雪，这个伤害就从刮痧伤害升级为核爆伤害。即便为了让暴风雪完全覆盖所有怪物，400只骷髅战士的暴风雪不会释放在同一区域，也只需要20只骷髅战士的暴风雪覆盖都同一片区域，就可以瞬间秒杀这片区域的怪物。骷髅战士只释放了1秒的暴风雪，隐牙城堡一区的所有怪物就被全部秒杀。这就是标准的量变引起质变，只要骷髅战士扛得住，可以把怪物聚到一起。除非有特殊机制的 BOSS， 一般的怪物，即便是精英怪物，都经不起这样的核弹轰炸。莫离看着满地的尸体，
面露难色。秒怪一时爽，捡装备火葬场。一只怪一只怪的捡，要浪费不知道多少时间。不捡装备吧，这些都是精英怪物，和普通怪物只出垃圾不一样，搞不好就会出点什么好东西。纠结了几秒之后，莫离还是决定老老实实捡装备，至少也要先把一半亡灵大军武装起来。莫离等级达到20级后，骷髅战士解锁了第3个装备栏位，对装备有着巨大的需求。如果不捡装备，靠 BOSS 一次出3件装备，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一半亡灵大军武装起来。至于剩下的一半亡灵大军，莫离准备等学会召唤死灵魔像后，把这些骷髅战士都合成死灵魔像。莫离捡了一会装备，很快就发现噩梦难度的精英怪物爆率不如野外的精英怪物。野外精英怪物或者副本里的精英 BOSS 一只至少会出3件装备，可是眼前这些精英怪物，好几只怪物才会有一件精良或者稀有装备。神岩的装备获取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突出一个高难度。莫离一边吐槽，一边来到一区 BOSS 房间门口。现在只能希望 BOSS 能出点好东西了。第110章噩梦难度一区 BOSS 的花活。在莫离的记忆里，隐牙城堡一区 BOSS 的房间比副本门口的大厅还要狭窄。在进入 BOSS 房间之前，莫离就先把一部分骷髅战士收回了召唤空间。莫离当然可以尝试把 BOSS 拉出房间，通过亡灵大军的数量碾压，直接把 BOSS 碾压过去。不过这可是史诗级别的 BOSS， 是上一世莫离完全没有见过，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的 BOSS。 第一次和这个 BOSS 战斗，多少也要给一点尊重。莫离准备走正常的战斗流程，见识一下史诗级 BOSS 和精英 BOSS 有什么区别，为以后挑战其他噩梦难度副本收集信息。200只骷髅战士和20只可以使用治疗术的骷髅兵，在莫离的指挥下有序进入 BOSS 房间。在莫离的指挥下，他们紧贴房间墙壁，和 BOSS 保持安全距离，以免距离过近吸引到 BOSS 仇恨，直接进入战斗。很快，亡灵大军就位，战斗开始。一只拿着盾牌，头上有方块标记的骷髅战士冲到 BOSS 面前，用盾牌敲了一下 BOSS。-2057。BOSS 头上冒出一个伤害数值，同时 BOSS 的生命条出现。堕落的狼王，史诗 BOSS， 生命值192943195000，魔法值1000001000。莫离在看到 BOSS 生命值接近20万时，第一反应就是离谱，离大谱。莫离突然想起旗帜里的那句话，噩梦难度的副本，那就不是一般人能去的。从 BOSS 离谱的生命值来看，旗帜里话里每一个字都是真的，连标点符号都没有说谎。狼王 BOSS 进入战斗后，立即对骷髅战士进行了一次攻击。-2100。骷髅战士头上冒出了一个有些离谱的伤害。狼王 BOSS 是20级，骷髅战士也是20级，两者等级相同，已经不存在碾压伤害这种无解的伤害机制。骷髅战士手上还拿着盾牌，狼人厨师的锅盖这个盾牌有一条特殊属性，使用盾牌进行格挡时，减少你受到的伤害，减少的伤害等于你的体质值 1.1 倍。而骷髅战士可以从这条属性上获取双倍效果。骷髅战士现在全属性2227，使用这个盾牌一次可以格挡4899点伤害，相当于狼王 BOSS 一次攻击，实际给骷髅战士造成了7000加的伤害。这个7000加的伤害还是经过了骷髅战士自身防御削减之后的伤害。狼王的伤害比他的生命值更离谱。不过趁着骷髅兵给骷髅战士释放治疗术的空档，莫离略微想了一下，很快就想通了，把自己排除在外。有5个苏尔那种拥有神性天赋、神级被动的玩家组队来，也不是打不过。骷髅战士一下被 BOSS 打这么多生命值，主要还是吃了没有坦克职业伤害减免的亏。神岩的坦克职业起步就自带 30% 的伤害减免，这个伤害减免数值还可以通过天赋被动提升，甚至还有一些极品装备也可以提升这个数值。不仅如此，坦克职业还有减伤技能，只要天赋被动强度高一些，开技能的情况下，吃下 BOSS 这一击受到的伤害只会更低。可惜这些骷髅战士通通都没有，骷髅战士只能靠变态的属性硬吃伤害，相当于一般职业拿了一个盾牌在抗 BOSS， 被 BOSS 打出如此离谱的伤害也算合理。10只骷髅兵的治疗术释放到方块标记的骷髅战士身上，直接把骷髅战士的生命值拉满。莫离没有急着让亡灵大军展开攻击，让方块标记的骷髅战士单独和 BOSS 拉扯了一会，主要是想看看史诗级 BOSS 会不会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技能或者机制。技能还好说，亡灵大军拥有非常变态的属性，大概率可以硬吃，就算被 BOSS 击杀一些也不会影响大局。怕的是 BOSS 的一些特殊机制，第一次见面还是摸清楚比较好，之后才好判断下次能不能把 BOSS 和小怪拉一起 A 了。骷髅战士和 BOSS 拉扯了足足1分钟，茉莉在旁边观察了1分钟。BOSS 除了使用常规的普通攻击外，只使用过类似瞬劈斩的技能，
莫离猜测这只 BOSS 的机制可能要生命值低于某一个数值才会触发。莫离一抬手，30只手持远程武器的骷髅战士举起手中的武器瞄准 BOSS。砰！30只骷髅战士使用了瞄准射击进行攻击。-4115，一串伤害数值从 BOSS 头上冒了出来。BOSS 的生命值一下降到10万以下。陌生人，隐牙城堡不欢迎你 ！BOSS 大喊了句，直接从莫离的视野中消失。很快出现了10个一模一样的 BOSS。莫离非常确认，隐牙城堡普通难度的一区 BOSS 是没有这个技能的。果然，面对未知的 BOSS 时，谨慎一些永远不会算错。莫离立即指挥骷髅战士对出现的10只 BOSS 进行攻击。BOSS 的血条很快出现：堕落地狼王分身，生命值9423300000，魔法值10000010000，离谱！10个分身的生命值加起来都30万了，比 BOSS 自身的血量还高。不过，莫离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砰！骷髅战士使用技能瞄准射击。-13718。BOSS 分身头上冒出了一个非常离谱的伤害数值，这些分身都有一伤 buff。骷髅战士的瞄准射击打在 BOSS 分身上，可以造成3倍伤害。这么一看，感觉又好像合理起来了。莫离很快就想明白了 ，BOSS 的这个阶段考验的不是队伍的输出能力，考验的是队伍坦克的坦度和队伍的治疗能力。因为分身造成的伤害几乎和 BOSS 一样。头上顶着方块，手持盾牌的骷髅战士拉住所有分身的仇恨后，生命值就像在坐电梯。被好几个 BOSS 分身同时攻击，生命值瞬间见底。下一秒又被骷髅兵的治疗术把生命值加满。如果骷髅战士手上没有盾牌提供的减伤，早就被 BOSS 分身打死了。莫离观察了一会，判断这个阶段 BOSS 应该没什么花活了，立即让亡灵大军清理 BOSS 分身。10个 BOSS 分身很快就被亡灵大军清理掉。陌生人，尝尝这个吧。BOSS 本体再次出现，大喊了一声，开始继续攻击负责抗怪的骷髅战士。莫离很快就发现 BOSS 的血条不对劲。堕落的狼王史诗 BOSS， 生命值1195000，魔法值10000010000。那些分身受到的伤害应该是按照一定比例最后传到了 BOSS 身上，让 BOSS 的生命值几乎清空了。合理。可惜 BOSS 很赖皮的锁血了。莫离知道 BOSS 接下来肯定还有大招要放，如果是一开始就想着靠伤害碾压把 BOSS 秒了，面对接下来 BOSS 的未知大招，搞不好就会吃大亏。第111章，解锁单次伤害榜的机会。狼人 BOSS 生命值强制所在一点，大喊之后开始发出刺耳的嚎叫，伴随着嚎叫，狼人 BOSS 的身体也从灰黑色变成了血红色。莫离瞬间就发现了异常，有2只骷髅战士进入了敌我不分的狂乱状态，并且开始攻击其他骷髅战士。莫离立即指挥一部分骷髅战士直接击杀了进入狂乱状态的骷髅战士。砰！进入狂乱状态的骷髅战士被击杀后，狼人 BOSS 的锁血状态又持续了几秒，整个锁血过程一共持续了10秒。锁血状态结束后，被负责抗 BOSS 的骷髅战士用盾牌拍死在地上。我是不是有点浪费表情了？莫离自嘲了一句。本来以为狼人 BOSS 会有什么大招，万万没想到，就这，锁血是真的锁了。不过最后这个点名技能在莫离面前实在不够看。莫离有很丰富的 BOSS 战经验，刚才 BOSS 的技能看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BOSS 锁血后会随机抽取2个 BOSS 仇恨列表中的非第一仇恨目标，被抽取的2个目标会被强制进入敌我不分的狂乱状态。对于一个一般的5人队伍，排除 BOSS 仇恨列表中的第一仇恨队伍坦克，在剩下的4名玩家里抽取2名玩家进入狂乱状态，对另外2名玩家进行攻击。对5人队伍来说，威胁还是非常大的，毕竟够资格来挑战噩梦难度副本，还可以把 BOSS 打到锁血状态的队伍。队伍成员肯定是个个身怀绝技，没一个是省油的灯。但是莫离的情况不一样，莫离是一个人，其余的都是莫离的亡灵大军。房间里数亡灵大军的数量超过200只。BOSS 随机抽取2个目标，要一下就抽到莫离，概率实在太小了。抽到亡灵大军没有任何威胁，2对198，莫离有绝对的优势。即便是最坏的局面，莫离被抽中了，也只是暂时失去对身体的控制权而已，不会失去对召唤物的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莫离可以随意攻击亡灵大军，亡灵大军不会攻击莫离。所以种种特殊情况加到一起，才让 BOSS 最后的大招看起来有点蠢。算了，小心一点总是好的，不然时间长了容易养成自大的毛病。莫离吐槽了一句后，来到 BOSS 尸体旁查看 BOSS 出的装备。名称：狼王护肩，品质：稀有，部位：肩部，敏捷+75，体质+75，需求等级
20%，效果使你的攻击速度提高 10%， 效果你的物理攻击可以无视目标 10% 的防御。这件装备可以看作精良品质狼王护肩的升级版，加的各项属性都比精良品质的狼王护肩高一些。可惜是件近战装备，莫离直接收到了储物空间，准备一会给骷髅战士用。名称：狼王披肩，品质：稀有，部位：肩部，精神加75，体质加75，需求等级20，效果你的召唤物造成的伤害提高 15%， 效果你的召唤物获得 15% 的法术穿透效果。莫离身上的肩部现在穿的就是狼王披肩，不过是精良品质。这个狼王披肩也可以看作是升级版，各项属性都要高一些。莫离想都没想，直接换上。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件，以莫离的经验来看，最后这一件大概率是卓越品质的装备，毕竟这是史诗级 BOSS， 如果连卓越品质的装备都不出一件，怎么好意思当史诗级 BOSS？ 名称：狼王的利爪，品质：卓越，部位：武器，伤害 90-100， 攻击速度 1.3， 敏捷加90，体质加90，需求等级20，效果获得 10% 的物理穿透效果，效果使你的敏捷提升 10%， 效果每次攻击可以对目标造成敏捷属性 10% 的毒性伤害。莫离看了一眼，就把这把武器默默收进了储物空间。有亡灵大军在，对莫离来说就没有用不上的装备。坦克、近战、法系、物理远程，甚至治疗，亡灵大军涵盖了所有战斗职业。不管什么样的装备，交到骷髅战士手上都有用武之地。打扫完战场后，莫离退出 BOSS 房间，指挥亡灵大军开始清理隐牙城堡第2区的小怪。同时，莫离也趁着这个间隙，想了一下单次最高伤害的问题。莫离上一世是法师，而且是完全靠自己打输出的战斗法师。战斗法师没有召唤物，莫离对召唤物的一些细节了解的也不多，大多都是道听途说。骷髅战士在门厅和怪物战斗时，一次瞄准射击打出了6323的伤害，这个伤害没有解锁单次伤害榜，莫离就初步推测召唤物打出的伤害很有可能无法解锁单次伤害榜。后来在 BOSS 战中，骷髅战士单次伤害更是打出了离谱的13781，如此离谱的单次伤害都没有解锁单次伤害榜，莫离已经可以肯定召唤物打出的伤害无法上榜。现在看来，想要上单次伤害榜，必须要玩家亲自动手。莫离之所以会想这个问题，是因为看到一区 BOSS 出的装备后，让莫离对噩梦难度 BOSS 会出什么装备有了一个推测。噩梦难度 BOSS 出的装备，大概率就是普通难度装备的升级版。莫离猜测噩梦难度的3区 BOSS 大法师阿鲁高应该会出一把卓越品质的阿鲁高的法杖。从1区 BOSS 出的3件装备来看，如果真的有一把卓越品质的阿鲁高的法杖，法杖上那一条特殊属性，当你使用法杖进行近战攻击时，可以对目标造成精神属性 X2 的物理伤害，很有可能从2倍提升到 2.5 倍，甚至3倍。如果把这把法杖拿到手，莫离只需要提起法杖对着怪物敲一下，绝对可以解锁单次伤害榜，搞不好打出来的伤害还能比苏尔高一点。毕竟苏尔当初解锁单次伤害榜打出来的伤害也就5000出头。一想到这里，莫离就感觉有点小兴奋。全方位的强才是真正的强，不然还怎么当苏尔的会长大人？想到这里，莫离整个人都兴奋起来。上一世单次伤害榜这种土豪大佬竞争的榜单，莫离也只有看看的份。榜单上一共100名，莫离作为高贵的法爷，打出来的单次伤害甚至还没有第100名打出来的伤害零头高。而现在，莫离很快就会有机会解锁单次伤害榜，并且霸占第1名的位置。第112章，单人刷本有奇效。莫离按照对待1区狼王 BOSS 一样的态度，谨慎对待2区 BOSS。2区 BOSS 隐牙城堡的主厨狼人和普通模式比起来，除了生命值、攻击力、防御值高一些，在技能和机制上没有太大的差别。莫离猜测可能是 BOSS 的点名机制，从一次点名一个玩家变成一次点名多个玩家，而自己又是一人成军，所以没有体现出来。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击杀2区 BOSS 后，莫离就把2区 BOSS 和1区 BOSS 都划分到可以让亡灵大军拉一起 A 了的名单里。2区 BOSS 出了3件莫离用不上的装备，莫离也直接扔给了骷髅战士用。在莫离的指挥下，亡灵大军很快推进到3区 BOSS， 也就是大法师阿鲁高房间外。200支亡灵大军就位后，战斗很快打响。拿盾牌的骷髅战士接住 BOSS 阿鲁高，莫离照例先看了一眼阿鲁高的血条。大法师阿鲁高，史诗 BOSS， 生命值1800001900000，魔法值30000300000。身为一个副本的最终 BOSS， 一般都是整个副本里生命值最多的怪物。阿鲁高算是勉强满足了这个条件。
不过这个血量比一区 BOSS 高的有限，主要是因为阿鲁高是法师，典型的脆皮怪物类型。如果换成其他类型的怪物 ，BOSS 的生命值至少也要再高几万。-3196，骷髅战士用手上的盾牌又敲了一下阿鲁高，阿鲁高头上冒出了一个伤害数值。物理攻击对付这种脆皮有奇效，用盾牌敲怪，连武器伤害的加成都没有。在莫离一身装备属性的加持下，这个伤害的理论最大值也只有3552。简单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阿鲁高只有 10% 的物理伤害减免。要知道，一区的狼王 BOSS 有 40% 左右的伤害减免。轰！一个火球术砸到阿鲁高身上。-357，一个非常寒酸的伤害数值从阿鲁高头上冒出。法系 BOSS 另外一个特点，具有非常变态的法术抗性。从数值上看，史诗级的阿鲁高法术抗性达到了惊人的 90%。阿鲁高把法系怪物的物理防御和法术抗性特点凸显得淋漓尽致。略作试探后，莫离立即让亡灵大军开始对阿鲁高进行了一轮攻击。一轮瞄准射击后，阿鲁高的血量直接被打掉了一半。凡人，你也要听从我的意思！阿鲁高大喊了一声。BOSS 点名。房间内只有莫离一名玩家，莫离直接就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骨毛，骨毛，召唤骷髅战士，召唤骷髅兵。莫离被 BOSS 控制着一顿乱放技能。10秒之后 ，BOSS 房间里不但没有减员，反而还多了几只骷髅战士和骷髅兵。普通模式控制时间是5秒，噩梦模式控制时间增加到10秒。不过，这对莫离来说没有任何威胁。玩家的召唤物并不会受到阿鲁高的控制，亡灵大军也不会反过来攻击莫离。莫离被控制的时间里，亡灵大军也没有闲着，按照莫离预先规划好的指令，直接把阿鲁高打到了锁血状态。大法师阿鲁高，史诗 BOSS， 生命值1190000。凡人，见识一下真正的力量吧！阿鲁高读条完毕，大喊了一句。主坦骷髅战士在莫离的指挥下，早就站在了阿鲁高面前。-4500，阿鲁高举起法杖，对着主坦骷髅战士敲了一下。整个流程和普通难度的阿鲁高几乎一样，只有阿鲁高对骷髅战士造成的伤害数值不太一样。这个数值比莫离手杀阿鲁高时，阿鲁高打出来的伤害低不少。当然，不是阿鲁高变弱了，眼前的阿鲁高毕竟是史诗级 BOSS， 造成的伤害比普通难度的 BOSS 高太多了。只不过骷髅战士现在和阿鲁高等级一样，阿鲁高失去了额外的碾压伤害，再加上骷髅战士有盾牌提供的免伤，才让史诗级的阿鲁高打出来的伤害看起来有点平平无奇。阿鲁高疯狂挥动手中的法杖。-4500，负责抗怪的骷髅战士硬吃下了阿鲁高的攻击，后排的骷髅兵用治疗术疯狂加血。凡人，再看看这个！阿鲁高又大喊了一句，手中的法杖爆发出耀眼的光芒，紧接着射出了几十个火球。对此莫离早就有准备，毕竟史诗级 BOSS 怎么可能没点花活？20只骷髅战士早就在莫离的命令下，整齐地站在了莫离面前，为莫离抵挡一切可以抵挡的伤害。-1500，被火球砸中的亡灵大军头上整齐划一的冒出伤害数值，飞向莫离的火球被莫离身前的骷髅战士全数挡下。莫离看着阿鲁高火球术造成的伤害，突然感觉很合理。这个伤害不仅队友可以帮忙挡，还可以通过跑位规避，除非有人犯蠢，否则基本不会有人被秒杀。直接秒杀后排治疗，那就不叫技能或者机制了，那叫赖皮。BOSS 起手把队伍里的治疗秒杀了，没治疗玩家还打什么 BOSS？ 终于，阿鲁高锁血时间结束，抗怪的骷髅战士举起盾牌，把阿鲁高砸倒在地。莫离紧盯着系统提示，足足等了2分钟，系统一点公告全服的提示都没有。果然和我猜的差不多。莫离嘀咕了一句，没有全服公告，就意味着除了通关的当事人，其他玩家根本不知道有人通关了噩梦难度的副本。如果再加上当事人口风严一点，一般人确实很难知道神言副本还有一个隐藏的噩梦难度。莫离感觉这样也好，闷声发大财嘛，谁不喜欢呢？莫离扫了一眼地上有史诗级 BOSS 阿鲁高爆出来的装备，目光一下就被地上的一把法杖吸引住了。这把法杖的造型和莫离储物空间放的那把法杖一模一样。莫离按下有些激动的心情，先检查其他2件装备，准备把法杖的悬念留到最后揭晓。名称：阿鲁高收藏的帽兜，品质：稀有，部位：头部，敏捷+75，体质+75，需求等级20，效果：使你的攻击速度提高 10%， 效果：你的物理攻击可以无视目标 10% 的防御。又是一件物理输出装备，莫离随便找了一只骷髅战士直接装备上，然后捡起第2件装备查看属性。名称：阿鲁高的红宝石项链，品质：稀有，
部位饰品，力量加75，体质加75，需求等级20，效果对目标造成伤害时，有 5% 的几率造成暴击伤害。效果使你的精神属性提升 5%。卧槽，不会是和苏尔待的时间长了，沾到了欧皇的欧气吧？暴击伤害是神炎中期开始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暴击伤害意味着攻击可以造成双倍伤害，而且这只是基础暴击伤害，后期还有装备属性可以把暴击伤害提高到3倍，甚至更高。在莫离的记忆里，第一件带暴击属性的装备应该是30级的血色修道院副本出的，万万没想到20级的隐牙城堡就有暴击装备。这个属性不仅对打输出有巨大的提升，对冲击单次伤害榜更有奇效。莫离把项链换上之后，最后把目光落到了地上的法杖上。刚才2件装备都是稀有品质，说明地上的法杖是卓越品质。前面2个 BOSS 都是出1件卓越品质、2件稀有品质的装备，副本最后一个 BOSS 没道理出3件稀有品质。到底属性如何？马上揭晓。第113章，20级就掌握了30级转职后的技能。卧槽！莫离看到法杖的品质，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呼。史诗，全是史诗品质。如果说噩梦难度的隐牙城堡最后一个 BOSS 出卓越品质的装备算是意料之中，那么出史诗品质的装备绝对就是意料之外。噩梦难度的史诗级 BOSS 稳定出1件卓越品质的装备，2件稀有品质的装备，完全对得起史诗级 BOSS 的身份。副本和野外不一样，野外史诗级怪物属于可遇不可求，所以出的装备品质相对好一些。而副本的史诗级 BOSS 就在副本里，只要打得过就可以无限刷。副本里的 BOSS 精英级别也好，史诗级别也好，出的装备一般情况下都没有野外同级别的怪物好。当然，像死亡矿井、隐藏 BOSS 那种带奖励性质的 BOSS 不在这个范畴。总之，大部分情况下，只有40人的大型团队副本里的传说级 BOSS 出的装备才会好过野外传说级 BOSS。原因也很简单，40人的大型团队副本除了难度极高外，还有 CD 时间，1个星期只能刷1次，不能像5人副本这样无限刷。莫离按下激动的心情，仔细查看了一下法杖的属性。名称：阿鲁高的法杖，品质：史诗，部位：武器，攻击速度 3.0， 精神加105，体质加105，需求等级20，效果：当你使用法杖进行近战攻击时，可以对目标造成精神属性 X4 的物理伤害。效果：使你的精神值提高 20%。2条特殊效果可以说朴实无华，可是特殊效果的每一个说明文字都在告诉莫离，这把法杖就是一把最纯粹的数值怪装备。抛开法杖提供的105精神属性和体质来看，这把法杖在大后期掏出来一样可以秒人。莫离手上拿着史诗品质的阿鲁高的法杖，脑子里瞬间就已经有画面了。亡灵法师使用献血穿行，瞬移到目标身边，然后用法杖一杖敲死目标。神炎的很多技能攻击都可以通过合理走位来规避，而普通攻击只要在攻击距离内打出去就是必中。法杖敲人，优雅，太优雅了，优雅永不过时。第一次通关噩梦难度的隐牙城堡后，莫离心里很快就形成了一套如何速刷的方案，没有什么太花里胡哨的东西。确认了噩梦难度下的3只 BOSS 没有太大的威胁后，现在只需要把他们连同小怪拉到一起。亡灵大军用暴风雪打掉小怪，然后再点杀 BOSS。几次速刷下来，莫离又对速刷方案做了一些改进，最终把速刷一次的时间稳定在4分钟左右。具体刷了多少次，莫离也没刻意去数。总之，在经过了一段漫长的速刷后，莫离听到了一个悦耳的系统提示音：叮！恭喜玩家完成收集噩梦模式隐牙城堡里的怪物灵魂。莫离心里一喜，趁着亡灵大军清理怪物的间隙，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了终极技能书召唤死灵魔像。因为任务完成，技能书已经从无法学习的状态变成了正常技能书的状态。莫离直接对着自己使用技能书，一道光芒闪过，莫离的技能栏里多出一个召唤死灵魔像技能。亡灵大军正好在这个时候结束战斗，完成了本次速刷。先看一看新技能怎么样。莫离命令亡灵大军列队，抬手释放了一次召唤死灵魔像，一个灰色光团出现在莫离手中。同时，莫离收到系统提示，请选取合成目标。莫离选取了9只骷髅战士和1只骷髅兵，选1只骷髅兵主要是为了召唤出来的死灵魔像可以使用治疗术。确认好合成目标后，灰色光团化成10个光束飞射而出，精准地落到了被选取的目标身上，并且快速包裹住目标，裹挟着目标聚合到一起。3秒后，一个身高超过3米的死灵魔像出现在莫离面前。死灵魔像看起来像一个臃肿的稻草人，
发光的眼睛，两只看起来就很锋利的利爪，彰显着魔像的不一般。同时，莫离收到了一条系统提示：死灵魔像技能栏不足，请选择需要保留的技能。莫离感觉有点奇怪，自己现在是20级，拥有5个技能栏位，召唤物也拥有5个技能栏位，骷髅兵和骷髅战士的技能有一部分重合，可加起来也只有5个技能：火球术、治疗术、暴风雪、瞄准射击、脆弱诅咒。技能栏应该是刚好够用。莫离急忙看了一眼死灵魔像的技能栏，破案了！不愧是暴风城城主血影大人的独创技能，死灵魔像居然自带一个技能。技能名称：压制。技能说明：死灵魔像对目标发动压制攻击，造成300%武器伤害。技能 CD 8秒，消耗200魔法值。这莫离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在莫离的记忆里，这种技能说明就是标准的物理职业转职后的终极技能效果。这种终极技能，即便有对应的技能书终极技能书，也需要在30级时完成第一次转职任务后才可以学习。有如此严格的限制，最主要的原因是技能伤害的计算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30级之前，不管是物理职业还是法系职业，伤害计算方式都很简单粗暴。比如一个输出战士有1000力量，手上有一把100伤害的武器，这个输出战士拿着武器的平砍伤害，理论值就是1100。近战输出技能一般也是造成力量属性的1x倍或者2倍伤害。在这个阶段，一把武器对近战的提升其实很微弱。法系职业和治疗职业计算方式也类似。玩家在做转职任务时，有 NPC 会告诉玩家，一开始是因为玩家对武器使用还不够熟练，造成伤害主要依赖玩家自身属性。完成转职任务，证明玩家对武器的使用已经非常熟练，武器变得和自身属性一样重要。伤害的计算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中最关键的是武器伤害的计算。30级转职后，武器伤害有一个简单的计算公式：玩家实际武器伤害等于主属性100 x 武器伤害。30级以上的法杖也会多出一个法术伤害属性，效果和近战武器上的武器伤害类似。伤害计算发生变化后，1000力量的输出战士拿着一把100伤害的武器，理论武器伤害就是1000除以100乘以100等于1000。乍一看好像比原来可以打出的伤害低，但是这个伤害没有计算技能放大系数，转职后的终极技能放大系数就没有低于2倍的。在武器伤害的基础上加上2倍的技能放大系数，最终可以打出来的理论伤害就是2000。如果武器更好，技能放大倍数更高，打出来的伤害只会更高。比如死灵魔像这种造成300%的武器伤害的技能，随便拿一把还说得过去的武器就可以打出爆炸伤害。第114章另类的隐藏实力。莫离按下激动的心情，琢磨了一下要放弃哪个技能。死灵魔像自带的压制技能肯定是要保留的，这个技能输出能力可以说是碾压其他几个初级技能。权衡利弊后，莫离决定放弃脆弱诅咒。这个技能是当初亡灵大军刷怪时总是遇到怪物残血，临时起意学习的，用处有但不大。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用骷髅战士来放这个技能，效果和死灵魔像释放完全一样，都是直接秒杀生命值低于10%的普通怪物。死灵魔像作为最纯粹的战斗机器，保留压制、火球术、暴风雪、瞄准射击、治疗术5个技能更合适。至此，死灵魔像合成完成。进行合成的骷髅战士身上的装备掉到了地上，10只骷髅战士，每只3件装备，一共30件装备。莫离快速把地上的装备捡了起来，交给其他骷髅战士穿上。没办法，亡灵大军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到现在距离全军全副武装还有很远的距离。还好现在有死灵魔像，可以为莫离省不少功夫。捡完装备后，莫离打开死灵魔像的属性面板看了一眼。死灵魔像等级20，力量22720，敏捷22720，体质22720，精神22720，生命值22720，精神值22720，技能压制、火球术、暴风雪、瞄准射击、治疗术。装备栏位3。死灵魔像的属性面板让莫离感觉有一种数值碾压的美。强吗？必须强，这可是10只骷髅战士换来的。唯一的缺点是装备栏位只有3格，这3格装备栏位应该是继承了骷髅战士的特性，后续还可以解锁。但是莫离不在乎，在绝对的数值碾压下，只要可以穿上关键的比如武器、盾牌这类装备完全够用了。不对，我之前还一直憋着都没换装备。莫离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装备，除了第一趟出的装备是直接穿在身上，
后续速刷出的装备，莫离都放在储物空间里。为了省事，莫离根本就没换上，甚至连用法杖去敲怪、解锁单次伤害榜的冲动，莫离都暂时按下了。相请不如偶遇，不如就现在吧。莫离心里瞬间有了决断，换上新装备，再刷一次噩梦难度隐牙城堡。一来试一试死灵魔像的强度，二来解锁单次伤害榜。刷完之后，就回去找齐之礼交任务。这个任务看似达成任务条件，马上就可以学习技能。可是莫离根本没有获得任务的经验奖励，说明最后还是要回去交任务的，除非不要任务的经验奖励。这可是噩梦难度的副本任务，任务奖励肯定是非常大一笔经验，不可能不要。莫离退出副本进行重置后，重新进入副本，趁着没有进入战斗，把之前刷到的装备全部换上，然后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等级20，巅峰等级20，力量37，敏捷37，体质837，精神2737，生命值红937，魔法值蓝15056，召唤物数量666819。装备效果：你的召唤物造成的伤害提高 60%， 你的召唤物获得 20% 的法术穿透效果，你的召唤物获得 20% 的物理穿透效果。当你使用法杖进行近战攻击时，可以对目标造成精神属性 X4 的物理伤害，你的精神属性提高 25%。 为了解锁单次伤害榜，莫离特地换下了领主法杖，拿上了阿鲁高的法杖。这次更换装备最主要的提升是史诗品质阿鲁高的法杖带来的，法杖上 20% 的精神属性提升，对于莫离这种本来精神属性就很高的人来说，实在太过于朴实无华了。突出一个简单、粗暴、有效，再加上噩梦难度出品的装备，精神属性从之前在法师塔9层换好装备后的2227点，直接暴涨到2737。召唤物数量得益于神性天赋巅峰等级终极效果的增幅，也获得了极大的提升。换好装备后，莫离在副本门口使用召唤死灵魔像技能，大厅里死灵魔像的数量很快就达到了足足30只。神性天赋巅峰等级高级效果让莫离拥有高达1368秒的回蓝，整个过程中莫离几乎不用发愁蓝量够不够用的问题。莫离用装备快速把死灵魔像武装起来，其中有一只死灵魔像拿着唯一把卓越品质的武器狼王的利爪，武器伤害90-100，武器上有一条特殊效果是使你的敏捷提升 10%。 莫离特别关注了一下这只死灵魔像的敏捷属性，敏捷32844，武器的这一条特殊属性生效了，合理。死灵魔像不属于召唤物，不会受到神级被动属性继承影响，装备直接加的属性虽然对死灵魔像无效，但装备的特殊效果提升的属性对死灵魔像有效。不仅如此，死灵魔像甚至还继承了骷髅战士可以从装备特殊效果中获取双倍加成的特性，很好，好强大。一切准备就绪后，莫离指挥这只死灵魔像开怪。死灵魔像使用压制技能攻击怪物，负131001，一个非常离谱的伤害数值从怪物头上冒了出来，超过13万的伤害，直接把生命值不到19000的怪物秒杀了，堪称火箭炮打蚊子。翻译，什么才叫真正的数值怪？莫离看着死灵魔像吐槽了一句，因为终极技能压制的伤害计算方式不同，让死灵魔像造成了极为震撼的秒杀效果。这种伤害，隐牙城堡的 BOSS 也抗不了几下。莫离又放出一只拿盾牌的骷髅战士，到大厅另外的一处拉了几只怪。没办法，死灵魔像的伤害实在是太高了，抬手就是秒杀。即便不用压制技能，用普通攻击或者火球术攻击怪物，伤害也超过了2万。这里的怪物还是只有被秒杀的结局，只有骷髅战士可以拉住仇恨的同时，怪物不会死亡，莫离才有机会拿法杖上去敲怪。骷髅战士拉好怪物后，莫离走到怪物身后，举起法杖对着一个狼人砸了下去，负10630。怪物的防御抵消了一部分伤害，不过敲出来的伤害还是达到了5位数。叮！玩家造成的单次伤害超过5000，激活单次伤害榜。即将进行全服通告，请问是否需要隐藏玩家姓名？莫离直接选择了否。当初为了防止王朝公会公开自己的信息，莫离在通关隐牙城堡时就选择了主动出击，在通关的全服通告中选择了不再隐藏姓名，现在也没必要继续隐藏了。何况莫离可以打出超过1万的伤害，通过全服公告的方式告诉所有玩家，而死灵魔像可以打出超过10万的伤害，除了莫离，目前没有人知道，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另类的隐藏实力？叮！玩家莫离对怪物造成10630的单次伤害，激活单次伤害榜。第115章隐牙城堡速通记录。全服通告刚结束，
莫离立即就收到了苏尔发来的私聊。会长大人，就不能给一条活路吗？我正在努力呢，怎么你就先解锁了？还是这么离谱的伤害？莫离一下乐了。苏尔拿起隐牙城堡的装备后，莫离给他提过一嘴单次伤害榜的事。不过，苏尔几次尝试单次伤害都在4000出头，距离解锁单次伤害榜始终还差一阶伤害。莫离猜测是因为苏尔等级不够，差的是升级后提供的属性，又或者是等级不到20级，没有获得天赋的新效果。总之，按照之前的分析来看，苏尔想要在20级之前解锁单次伤害榜基本没戏。如果再加上噩梦难度出的装备，这个情况可能发生改变。莫离略微考虑了一下，给苏尔回了一条私聊：你来隐牙城堡，说不定你也能上榜。啊，隐牙城堡的装备我不是都拿齐了吗？我再去蹭经验怎么好意思？你就说来不来吧，不来别后悔，别说我不照顾自己人。说着，莫离把卓越品质狼王的利爪的属性通过私聊发给苏尔。会长大人，我10分钟内一定到。苏尔是天灾军团的成员，可以使用工会传送卷轴直接返回工会驻地，然后在工会驻地使用传送阵直接传送到隐牙城堡副本入口处，理论上1分钟之内就可以轻易赶到。现在居然要10分钟！莫离打开好友列表，有些好奇地看了一眼苏尔的名字。苏尔，等级17，位置死亡矿井。破案了。苏尔早就穿上隐牙城堡的装备了，对死亡矿井还有什么需求？8成是被星辰、工会或者他的其他朋友拉去客串当打手了。莫离瞬间感觉自己看人还是蛮准的。苏尔作为朋友确实能处，有事需要他帮忙的时候，他是真的会上。交朋友就得交苏尔这种，也只有苏尔这种类型的人，在神颜和现实彻底融合后才值得信赖。好，我等你。莫离给苏尔回了一条私聊。不过这10分钟，莫离也不准备闲着。10分钟足够来一次紧张刺激的隐牙城堡速刷，解锁隐牙城堡的速通榜。死亡矿井。苏尔收到莫离的回话后，嘴角上扬。林诗涵，我们时间抓紧一点，速度刷完最后这一点。苏大小姐，就算我把工会里的主坦来过来帮忙了，也不是想快就能快起来的呀。这个队伍里除了苏尔、林诗涵、星辰、工会的主坦外，还有2个10级玩家，吴月剑、秦子苏，他们是苏尔和林诗涵的共同好友。因为进入神颜的时间略迟一些，现在等级只有10级。不过有苏尔和林诗涵在，哪能让自己好友受委屈？他们2人1到10级就被拉来死亡矿井刷装备。苏尔这个超级输出在，他们2人只需要在后排负责为苏尔喊666，这种待遇恐怕整个神颜也没几个。吴月剑撇了撇嘴，我说林大小姐，你要不直接点我和紫苏的名字得了，不就是我们俩拖后腿吗？就是，之前还不是你硬拖着我们来死亡矿井的。秦子苏也在一旁吐槽，4人多年好友，说话自然也没那么多顾虑，直接开启了无情吐槽模式。林诗涵瞪了2人一眼，明明是苏尔说要赶时间，你们真的有做什么？在林诗涵巧妙的引导下，3女瞬间把矛头指向了苏尔。苏尔，老实交代，到底有什么急事？边打边说，我真的赶时间。苏尔示意坦克开怪，队伍再次进入战斗。神颜全拟真游戏方式带来的便捷，在这一刻体现的淋漓极致。像这种无需专注所有精力的战斗，一边战斗一边聊天，两边都不会耽误。苏尔一边输出一边说道：刚才的全服通告都看到了吧？看到了，有关系。吴月剑有些不解地反问了一句。不等苏尔说话，在后排负责治疗的林诗涵直接抢答：关系？那关系可大了。全服公告里的那个莫离，就是我们苏大小姐的会长大人，8成是莫离找他有事呗。什么？那个莫离长什么样？帅吗？吴月剑和秦子苏的八卦之魂瞬间燃烧起来。苏尔是什么人？多年好友自然清楚的不行。玩游戏一直都是独狼，追求一个自由自在。以前在天下，林诗涵加入星辰工会，苏尔都没加入。怎么来神颜没几天，突然加入工会了？不正常，很不正常。居然还叫会长大人，这种称呼要么是尊敬，要么是亲昵的玩笑称呼。苏尔会是哪一种？吴月剑和秦子苏看着苏尔，从他的反应来看，8成是亲昵的玩笑称呼。2人顿时感觉真是活见鬼了。神颜开服才几天，苏尔，苏大小姐怎么就和一个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人打得火热了？林诗涵嘴角上扬，继续爆料。不止刚才的全服公告，你们查一下各种手杀、副本手通，全都是莫离的记录。这么强？真有这么厉害？说的我都想见一见了。苏尔听到林诗涵不断的爆料，有点绷不住了，完全没算到林诗涵这个大嘴巴，把事情全给抖出来了。问题倒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吴月剑和秦子苏不出意外的话，
之后就会加入星辰公会，现在相当于星辰公会内部讨论。而且莫离早就不装了，在全服通告里早就不匿名了，有心的玩家应该都猜到了，之前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就是莫离，怎么也算不上林诗涵对外泄露莫离的信息。苏尔看了看吴月剑和秦子苏，行了，快收起你们的八卦之魂，哪来那么多八卦？就是会长找我有点事。什么事这么重要，还要立即赶过去？我看你就是重色轻友。我呸，我还不是为了弄到更好的装备，好带你们。几人一边拌着嘴，一边杀怪，很快来到死亡矿井最后一个 BOSS 面前。突然，一条全服公告出现，叮！恭喜玩家莫离速通隐牙城堡，等级20级，通关时间3点45分。苏尔，我现在相信你的会长大人很厉害了。苏尔，你的工会还收人吗？我也想让大佬带。第116章，发挥你们的想象力，有多离谱想多离谱。林诗涵听到两位好友的话，瞬间有点绷不住了。可是这也不怪他们，几分钟前刚刚才看了一次单次伤害榜的全服公告，这才几分钟，5人小队刚把10级副本死亡矿井3区的小怪清理完，莫离那边就已经速通20级的隐牙城堡了，3分45秒，这个速度比这边5人小队清理3区小怪的速度还要快一点。毕竟全服公告是有些许延迟的，在公告出来之前，莫离就已经通关隐牙城堡了，对比实在是太惨烈了。你们别太离谱，对得起抗怪的主坦吗？哎呀，都是老熟人了，有什么对不对得起的？吴月剑对抗怪的主坦笑了笑，不是老熟人，也不好意思叫人家来白打工。主坦也表示无所谓，就算不在一个公会，大家也是朋友，一起玩，帮帮忙也不耽误什么事。秦子苏凑到苏尔身边，苏大小姐，你倒是说句话。行了，你们老老实实加入星辰公会吧，我刚才帮你们问过了，天灾军团不收人。不是吧？难道天灾军团就你和你的会长大人2个人？有问题吗？我看官方介绍有工会战争，以后还有各类大型工会活动，就你们2人个能玩得转吗？噗！林诗涵在一旁听到吴月剑的话，一下没绷住，直接笑出了声。你就别瞎操心了，下次星辰找莫离带副本，你去见一见就明白了。什么？哪来这么多问题？赶紧开 BOSS 吧，我们的苏大小姐和急着去见她的会长大人呢。林诗涵调侃了一句，然后示意主坦开 BOSS。苏尔瞪了林诗涵一眼，跟在主坦后面准备打输出。吴月剑和秦子苏在一旁没有喊666，反而小声讨论起来。子苏，我怎么感觉我们的苏大小姐沦陷了呢？别瞎说，小心苏尔撕烂你的嘴。我又没造谣，说事实还不行吗？你什么时候见过苏尔随叫随到了？也许人家是有正事呢，人家工会内部的事我们也不清楚。我刚才翻了一下各个记录和榜单，还真和他说的一样，除了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就是莫离的名字。秦子苏白了吴月剑一眼，还用得着翻以前的记录吗？单次伤害10630还不够说明问题？苏尔输出够强力了吧？在这个5人小队里，实际打输出的只有苏尔一个人，可以说苏尔一个人就顶一队人了。可是输出能力如此强力的苏尔，单次伤害也才4000出头，10630这个离谱的单次伤害，差不多是苏尔的2.5倍了。秦子苏认为，如果这个队伍里有莫离，死亡矿井这个副本刷起来应该会更加轻松愉快。这还没算刚才那个速通隐牙城堡的全服公告。没办法，秦子苏想破脑袋也想象不出莫离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实在太离谱了。吴月剑看到秦子苏一脸不屑的样子，有些不服气。你知道莫离通关死亡矿井的速通时间是多少吗？什么？他还有死亡矿井的速通记录？3分41秒，够离谱吧？我都想象不出来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多少？3分41秒，速通榜上就有，骗你做什么？而且是9级打出来的记录。秦子苏有些不信邪的点开速通榜看了一眼，还真是。这一瞬间，秦子苏感觉自己的认知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他跟着苏尔、林诗涵一起刷了不少趟死亡矿井了。杀完最后一个 BOSS， 从副本最里面跑出副本，重置副本，这个过程差不多就要3分钟。莫离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吴月剑看到秦子苏一脸懵逼的样子，有些小得意。刚才他查看莫离那些浮夸的记录时，也被震惊的不轻。好在林诗涵、苏尔和队伍的主坦都在战斗，秦子苏也不知道想什么，他被震惊到的模样没有被其他人发现。现在也该秦子苏震惊一下了。吴月剑突然有点理解苏尔为什么和莫离走得这么近了。玩游戏吗？交朋友只要人品过关，可以在一起玩得开心，自然是越强越好。鉴于莫离已经过了苏尔人品认可这一关，吴月剑现在也非常想认识一下这位叫莫离的玩家。砰！随着 BOSS 倒地不起，死亡矿井的战斗结束。我先走了，
你们装备也弄得差不多了，抓紧时间练级吧。说着，苏尔取出工会传送卷轴，开始读条，很快就从死亡矿井副本离开。吴月剑和秦子苏立即凑到林诗涵身边。诗涵，苏大小姐刚才用的工会传送卷轴是什么？怎么没见你用过？林诗涵翻了翻白眼。你问我？我问谁？我还想知道呢。这个问题林诗涵早就问过苏尔了。苏尔的回答也很干脆。事关天灾军团，在得到许可前，无可奉告。理是这么个理。苏尔现在是天灾军团工会的一员，为工会保守秘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多年好闺蜜，一点口风都不透露，让林诗涵想起来就有点气。秦子苏拉了一下林诗涵。好了，现在苏尔这个正主走了，快说说那个莫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一个正常人喽，有苏尔在，你们还怕以后见不着本人？没看见苏大小姐都成随传随到的小喽啰了吗？我们这些还有机会见到她的会长大人。你这么说，小心苏尔撕烂你的嘴。我这么说吧，苏尔现在那一身装备强力吧？吴月剑和秦子苏头点的像小鸡啄米一样，必须强力。一个人几乎打出了整个队伍的伤害，能不强力吗？苏尔那一身装备就是他的会长大人帮忙给弄的，说的我又想加入天灾军团了。我也想。林诗涵甩了两人一个白眼。别想了，苏尔早期帮了莫离不少忙，我们星辰也是苏尔牵线搭桥联系的，不然我估计苏尔也没办法加入天灾军团。真的？废话，等以后你们见到莫离就明白了，他那天灾军团工会有他一个人就够了，其他人都是凑数的。有这么离谱？你可以用你最大的想象力去想，有多离谱，想多离谱就完事了。第117章，两条全服公告带来的冲击。东谷伐木场，王朝工会在看到莫离解锁单次伤害榜后，立即就暂停刷怪，聚到一起进行了一番简单的讨论。王朝工会核心成员经过一番讨论，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大家都比较认可的答案。莫离打出10630这个离谱的单次伤害，肯定不是因为莫离伤害高，而是因为莫离碰到了有一伤 buff 的怪物。玩家对有一伤 buff 的怪物可以轻易造成好几倍甚至10倍伤害。莫离这次解锁单次伤害榜，也只能说莫离运气好，遇到了适合刷单次伤害的怪物罢了。毕竟王朝工会的秦阳武去刺杀莫离时和莫离交过手，虽然秦阳武被莫离一击秒杀了，可秦阳武的战斗记录显示的清清楚楚，莫离的骨矛对秦阳武指造成了980的伤害，这只是几天前的事。现在让王朝工会的人相信莫离一击可以打出超过1万的伤害，还不如让王朝工会的人相信秦阳武就是秦始皇 ，VE 他50，助他复国。会长，大家都认为这个莫离只是运气好，碰到了适合刷单次伤害的怪物，应该没什么。就是一个人这样想可能是不准确，大家都这么想，事实应该就是这样。会长，这是好事，这说明莫离面对我们王朝工会也有压力。对，莫离压力大，才会急着证明自己，所以才故意去找那种有一伤 buff 的怪物刷榜。曹志看法也差不多，如果莫离真的有本事打出超过1万的单次伤害，整个王朝工会没人能吃得下莫离一击，所有人都是被一击秒杀的份。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如果这个伤害就是莫离的真实伤害水平，那莫离的成长未免太恐怖了一些。毕竟之前秦阳武刺杀莫离时，莫离的伤害水平还不到1000，转眼间就翻了10倍不止，也太让人绝望了。这是王朝工会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一个结果。王朝工会还准备奋起直追，尽快追上莫离，超过莫离，到时候才好对莫离进行清算。曹志心里已经打定主意，这件事不管其中内情，不管真相如何，反正必须是莫离运气好，遇到了有10倍一伤 buff 的怪物，甚至更高倍数一伤 buff 的怪物，所以刷出了这个离谱的伤害。你们说的没错，莫离他现在应该是慌了，不然也用不着这种下作的手段刷榜。曹志直接来了一个一锤定音，他对王朝工会成员隐瞒了在噬渊谷和莫离的谈判的事。堂堂王朝工会对一个个人玩家低头，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曹志以所有工会成员现在以练级为主，争取尽快追上和莫离的差距为借口，又通过好友列表确认莫离的位置不在东谷伐木场，这才带着工会核心成员转移到这里。现在曹志需要在工会成员面前通过语言贬低莫离几句，尽量降低莫离刚才那条全服公告对工会成员带来的影响。曹志话刚说完，又一条全服公告弹了出来。叮！恭喜玩家莫离速通隐牙城堡，等级20级，通关时间3点45分。还聚在一起的王朝工会成员瞬间炸锅了。不可能，
他什么时候20级了？为什么升级这么快啊？凭什么？我们现在打个死亡矿井都还磕磕绊绊，他凭什么就可以速通隐牙城堡了？有挂，绝对有挂！我们找 GM 举报有人开挂。之前单次伤害榜还可以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可是副本速通记录虽然不要求击杀副本里的所有小怪，但所有 BOSS 是必须要击杀的。要击杀 BOSS， 去见 BOSS 的那些必经之路上就有大量的小怪需要处理，根本绕不过去。这是真正的硬碰硬，实力不够，别说速通，走正常流程，一组怪一组怪，慢慢杀都够呛。王朝工会的人实在想不到莫离可以用什么取巧的办法实现速通，没有取巧的办法，就说明莫离的实力就是这么强。以前莫离可以单刷10级的死亡矿井副本，现在莫离可以单刷20级的隐牙城堡副本，并且都可以速通。这说明什么？说明莫离一直在成长。莫离的天赋被动完全不像是只有初期优势大，后面就开始疲软的废材天赋被动，这让王朝工会成员的心态瞬间崩了，已经开始不顾事实的胡言乱语起来。曹志看着工会成员的反应，脸上的肌肉不受控制的抽搐了几下。还有一件更恐怖的事，莫离现在可以速通隐牙城堡，说明他真的很强，强到离谱。那么10630这个离谱的单次伤害可能真的是莫离凭实力打出来的，而不是靠什么有一伤 buff 的怪物加持。莫离就是有这么强，根本不需要刻意去找什么有一伤 buff 的怪物。曹志又看了一眼工会成员的反应，这一刻他不知道该说运气好还是运气坏。说运气坏是因为工会成员被隐牙城堡速通公告刺激的不轻，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说运气好是因为工会成员现在只顾得上胡言乱语，已经暂时失去了思考能力。似乎没人意识到10630这个离谱伤害可能真的是莫离凭自己本事打出来的。曹志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立即意识到必须马上找补一下，绝对不能让工会成员继续受到刺激。好了，都别说了。曹志一开口，场面瞬间安静下来，所有工会成员都看着他们的会长。莫离才20级而已，20级算什么？当然是游戏初期，莫离初期强，不会早有定论了吗？曹志说完后，很快就有人接话。对，会长说的没错，往往初期越强的玩家，到中后期就越疲软，大家不用过分担心。没错，莫离怕是风光不了多长时间了，大家不要被刚才的全服公告影响了。有道理，现在他恐怕已经是在做最后的挣扎了。现在强有什么用？玩游戏要一直强才有意义。现在让莫离暂时领先，无伤大雅，区区一个个人玩家，迟早会被我们王朝工会追上。就是个人玩家哪来的勇气和我们王朝工会较劲？曹志看着工会成员重拾信心，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同时心里也开始盘算找外援共同对抗莫离的事情。至于找谁，曹志心里已经有人选了。从剑侠那款游戏集体转移过来的游龙工会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游龙工会的会长张良是曹志的朋友，曹志相信张良肯定愿意帮忙。第118章，有实力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叶星带着星辰工会核心成员在哨兵岭刷怪，看到第一条隐牙城堡速通的公告后，大家都很有默契的快速结束战斗，聚到一起。莫离这伤害也太离谱了吧？不是，我怎么感觉我从来没有看过莫离亲自动手呢？这伤害是他亲自打出来的吗？废话，我要有他那样一支亡灵大军，我也不动手。就是都开挂了，谁他妈还亲自动手刷怪啊？你们都认为这伤害是莫离的召唤物打出来的，难道不是吗？召唤物怎么了？那也是莫离实力的一部分，没毛病吧？星辰工会的成员和莫离经过几次合作，关系比较融洽。现在星辰工会的成员还磕着莫离提供的远低于市场价的初级经验药水增强版，大家进行讨论时，态度自然也是向着莫离的。叶星在一旁略微想了一下，我感觉这个伤害应该就是莫离亲自打出来的。哦，莫非是会长知道什么内情？你们好歹也动动脑子行吗？莫离的亡灵大军数量那么离谱，如果还能打出这么离谱的伤害，这合理吗？还是会长够睿智？滚蛋！别以为我不知道睿智是什么意思。讨论的气氛很和谐，随着叶星的吐槽，大家爆发出一阵笑声。认真说，莫离的亡灵大军应该走的是数量强化路线，打出这么高的伤害确实不合理。快醒醒，难道你们认为莫离的亡灵大军那伤害很合理吗？怕不是看多了，把自己都骗过去了。空气陷入了短暂的安静。合理？合理才有鬼了！明明有那么离谱的数量，伤害还高的不行，简直不给人活路。莫离带星辰工会的人刷隐牙城堡时，星辰工会的人仔细观察过莫离的亡灵大军。
亡灵大军的暴风雪每一跳的伤害都是700多，单看数值，这个伤害还不到4位数，好像不高的样子。可是，如果用星辰公会第一主力法师来做一个对比，瞬间就可以明白这里面的差距有多大。星辰公会第一主力法师现在15级，身上穿着死亡矿井出品的装备，精神属性550，同样使用暴风雪技能，每一跳的伤害是183。这个伤害在经过传奇级天赋放大，最终伤害在300左右，整整差了400的伤害。当初莫离带星辰公会的人刷隐牙城堡时，星辰公会的人在一旁给莫离喊666，闲着无聊，早就已经对比过了。最让星辰公会成员服气的是，这样的骷髅战士莫离有200多只。不，星辰公会的人不傻，所有人都相信莫离的召唤物应该不止这些，只不过刷隐牙城堡用不着那么多，200只都已经是完全碾压了。大家都认为莫离根本没有把所有亡灵大军都召唤出来。叶星拍了拍了手，行了，你们应该庆幸这个伤害大概率不是莫离的亡灵大军打出来的。会长说的没错，至少我们还有追赶的机会。对，隐牙城堡出品的装备是真不错，等我们20级穿上这些装备，属性能提升一大截。快别说了，提前拿到隐牙城堡的装备又穿不上，只能天天对着装备流口水。叶星干咳了一声，准备来一个总结，然后让大家继续刷怪练级。但是又一条全服公告弹了出来，打断了叶星的发言。叮！恭喜玩家莫离速通隐牙城堡，等级20级，通关时间3点45分。叶星看了一眼公告，瞬间意识到恐怕暂时练不了级了。大家怎么也得再讨论一会。星辰公会成员就和叶星预料的一样，看到了一眼全服公告后，立即又讨论起来。我还一直奇怪莫离怎么不刷隐牙城堡的速通记录，之前他带我们的时候，我就感觉他在故意控制时间。你们说会不会隐牙城堡也有隐藏 BOSS？ 想什么呢？莫离本来就收的友情价，就算真的有隐藏 BOSS， 那也得加钱。也对，莫离已经够意思了，我们星辰公会也不能得寸进尺。你们说这个速通时间是不是莫离的极限？应该是了吧。之前莫离刷了那么长时间隐牙城堡，对隐牙城堡已经滚瓜烂熟了，我也感觉差不多是极限了，这个时间已经够离谱了，估计想再提升1秒都很困难。叶星又干咳了一声，打断了工会成员的讨论。我说你们不要小看了莫离，这个记录肯定不是他的极限。会长，上次死亡矿井的时候你也是这样说的，看那记录到现在还是3分41秒呢。叶星瞪了说这话的成员一眼，你摸着你的良心说，莫离在隐牙城堡带我们的时候18级，回去刷死亡矿井，能不能提升那个记录？这当然呢，隐牙城堡是20级的副本，莫离刷起来都是轻松写意，还可以故意控制时间，更别说回头去刷10级的死亡矿井副本。星辰公会跟着莫离刷副本，好歹也是见过世面的，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只不过大家都无法确认一件事，莫离如果18级或者19级卡着限制回去刷死亡矿井，到底能把死亡矿井的速通记录提升多少？毕竟莫离后来再也没有去提升过那个记录，大家也只能凭空猜测。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隐牙城堡。隐牙城堡是20级的副本，莫离现在也才20级，撑死了也只能说这个速通记录是莫离20级的极限。可是莫离是会升级的，莫离21级呢？22级呢？甚至等29级时，等提升最大的时候再去挑战速通记录，那又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叶星扫视了一圈工会成员，然后拍了拍手，把大家叫回神。莫离这个速通记录大家就当看个乐，明白吗？啊，会长不至于吧，这么离谱的记录难道不值得我们去学习挑战一下吗？你们没明白我的意思，莫离的速通记录大概率就是他顺手为之，根本没尽全力。空气瞬间安静下来，大家都回过味来了。叶星说的没错，莫离如果真的想尽全力，在19级时完全可以去把死亡矿井把速通记录再刷一遍，直接弄一个其他人望尘莫及甚至绝望的记录出来。可是莫离没有那样做，所以想通过速通记录来判断莫离的真实实力，恐怕会直接被带到沟里去，这恐怕也是莫离的目的之一。星辰公会的成员不约而同地想起一句话，有实力真的可以为所欲为。第119章预定公会驻地第一个特殊 NPC。 砰！噩梦难度隐牙城堡最终 BOSS 大法师阿鲁高生命值被清空，倒地不起。苏尔立即跑上去检查 BOSS 出的装备，这是莫离带着苏尔第 N 次通关噩梦难度隐牙城堡。同时苏尔欧皇的含金量还在持续上升，第一次苏尔就拿到了大法师阿鲁高出的史诗品质近战武器，同时还拿到了另外3件装备。第二次苏尔就拿到了剩下部位的装备。仅仅2次通关，
苏尔就拿齐了他需求的装备。穿上这些装备后，以5100加的单次伤害成功登上了单次伤害榜第2名。现在单次伤害榜上一共有2个人，第1名莫离，单次伤害10630；第2名苏尔，单次伤害5145。天灾军团仅有的2个成员霸占了单次伤害榜，再往后继续刷隐牙城堡，纯粹是莫离秉着来都来了，不能让苏尔这么快就回去，带着苏尔一起刷经验。现在莫离升到了21级，苏尔升到了18级，是时候回暴风城了，交任务了。我准备回去交任务，然后去做之前的一个后续任务。你准备去哪？我现在这个等级，不知道会长大人有没有什么推荐练级的地方？去黑石山边缘吧。莫离想都没想，就给苏尔指了一个方向。黑石山边缘的怪物等级跨度很大，从10几级到20几级的怪物都有。苏尔肯定可以找到适合他练级的地方。最关键的是明天，也就是开服后的第7天，黑石山异变事件即将在旧会开启。事件开启后，整个黑石山地图会涌出大量怪物。这些怪物等级和黑石山原来的野外怪物差不多，但有更高的生命值、防御力、攻击力。当然，对应的是击杀这些怪物可以获得更高的经验。黑石山异变事件会持续1周，在这段时间里，黑石山会有大量相关任务刷新。完成这些任务不仅可以获得经验奖励，还可以提升暴风城声望。今晚先去熟悉一下黑石山的环境和地形，明天黑石山异变事件一开启，直接就可以在那里刷怪做任务。毕竟从暴风城赶到黑石山边缘地带差不多要1个小时的路程，大部分玩家收到系统公告后立即往那里黑石山边缘地带赶，到达黑石山边缘地带也是1个小时之后了。1个小时时间足够苏尔把任务进度推进一大截，让他和玩家大部队错开，不用和玩家大部队抢怪。苏尔掏出回城卷轴，好，既然会长大人说黑石山，那就去黑石山。苏尔相信莫离不会坑他，想都没想就准备去莫离指点的地方。莫离突然想起这位大小姐早上有睡懒觉的习惯，除了之前做工会驻地任务一大早上线做任务，其他时候上线时间都比较晚。今天晚上你别太迟下线，明天早上7点之前上线。啊，明天有什么特别的事吗？我从一个 NPC 那里听说明天早上7点黑石山会有特别的事发生。会长大人放心，明天早上我一定早早的就上线。两人又说了几句之后，一起使用回城卷轴返回暴风城。苏尔按照莫离的指点直接去黑石山了，莫离则带着齐之里给的魂匣来到法师塔9层。刚进入大厅，莫离就看到一个巨大的魔法阵漂浮在大厅。师姐，莫离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难道是噩梦难度的隐牙城堡打不过？齐之里有些疑惑地看了莫离一眼。莫离从法师塔9层离开到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刚好够在暴风城和银松森林之间往返一次，哪来的时间杀怪？所以齐之里猜测莫离到噩梦难度隐牙城堡里尝试了一下，发现打不过里面的怪物，直接就回来了。可是这不应该，莫离有666只召唤物，靠召唤物数量也能磨死隐牙城堡里的怪物。齐之里感觉有点想不通。莫离有些好奇地看了一眼大厅里漂浮的魔法阵，完全看不懂，最后把目光落到了看起来有些懵逼的齐之里身上。任务我已经完成了，我想着这个魂匣应该要回来交还给你。什么？完成了？师姐，你就对我这么没信心吗？齐之里一挥手，大厅里漂浮的魔法阵瞬间消失，然后甩了莫离一个白眼。莫离直接无视齐之里的白眼，把魂匣交给齐之里。任务交接完成，莫离立即就收到系统提示，同时经验条上涨了不少。齐之里把魂匣放回他的储物空间后，有些好奇地看着莫离，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快的？暴风城离隐牙城堡的距离可不近，赶路都要不少时间。不瞒师姐说，我有一个工会驻地，我可以通过工会驻地里的传送阵直接传送到隐牙城堡。工会驻地在哪里？莫离看着满脸都写着我很有兴趣的齐之里，脑子里瞬间闪过一个念头，能不能把这位等级至少在90级以上的师姐忽悠到工会驻地去当一个魔法顾问？他看起来对工会驻地很有兴趣的样子。在尸渊谷，师姐有没有兴趣到我那里去玩玩，给我当个魔法顾问？我倒是想去，不过前提是你的工会驻地必须有9层的法师塔，现在有吗？莫离一下激动起来，9层法师塔现在肯定是没有的。可是这不代表以后没有，工会驻地达到3级就可以拥有一个特殊建筑，可以为工会驻地提供特殊增益 buff。 9层法师塔就是这些特殊建筑中的一个。法师塔提供什么样的增益 buff， 完全取决于法师塔里坐镇的 NPC。 换句话说，只要把工会驻地等级升到3级，就可以把齐之里请过去。齐之里至少是90级以上的死灵法师，有他坐镇工会驻地的法师塔肯定可以提供非常强大的法师塔增益 buff。
莫离有些兴奋地搓了搓手。师姐，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我的工会驻地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拥有9层法师塔，那就是现在没有了。那等有了再说吧。对了，老师让你到黑石山去，他要见你。啊！莫离心里一惊。现在这个时间点，血影大人这种大佬肯定在忙着处理黑石山封印的事情，大佬的精力自然要放在处理封印里跑出来的大家伙。在这种关键时间点上，血影大人怎么有功夫见自己？第120章，召唤物数量上限666，那已经是老黄历了。莫离早上6点就起床，洗漱吃饭之后，早早就上线。昨晚从旗之里那里得知自己的老师暴风城城主血影大人要见自己，莫离准备在黑石山刷了一会怪，然后就按照旗之里给的地图去血影大人营地所在的位置。和这种大佬见面，早到和迟到都不好，时间必须要把握好。让莫离感到很幸运的是，血影大人很宽容，规定的见面时间没有那么死，只要在早上8点到9点这个时间都可以。这个时间还是很好把握的。莫离以前听说过有些有怪癖的大佬，甚至会把时间精确到秒，早1秒不行，迟1秒也不行。只是想想就让莫离感觉有些窒息，因为和血影大人见面的突发事件，让莫离不得不再次推后到闪光镇去找死亡矿井后门任务那个 NPC。一边是普通 NPC 下死亡矿井还要找玩家帮忙，另一边是莫离的老师暴风城城主血影大人，高贵的死灵法师。最关键的是死亡矿井那个后续任务没有限制时间，而血影大人这边的见面任务有时间限制，错过了就没有了。哪边优先根本不需要过多纠结。莫离打开好友列表看了一眼，不错，苏尔果然听劝，这么早就已经在线，位置在黑石山。莫离带着亡灵大军在黑石山刷了一会怪，然后按照旗之里给的地图赶到血影大人营地所在的位置。从外面看，营地内部很简单，只有10几个简易帐篷，在营地门口有2个穿着覆盖全身重盔的士兵站岗，除此之外看不出有什么特殊。如果没有人告知，没有地图，莫离估计自己从这里路过也不会想到血影大人就住在里面。站住！莫离刚一靠近，立即就被营地门口站岗的士兵拦了下来。我是血影大人的学生莫离，老师让我到这里来找他。你是莫离？请出示你的身份证明。莫离取出昨晚旗之里给的魔法徽章，徽章上有魔力不断流动，形成暴风城的标志图案。按照旗之里的说法，这个魔法徽章就代表着暴风城城主，让莫离有一种御赐金牌的感觉。请您跟我来，血影大人在里面等您。士兵看到魔法徽章后，立即取下头盔，对莫离敬了一个礼，甚至连称呼都用上了敬语。在士兵的带领下，莫离很快来到血影大人的帐篷。走进帐篷，莫离才发现自己还是小看了神岩里这些大佬。从外面看，帐篷就只是一顶简单的帐篷，进入帐篷内部才发现帐篷里面是一个庄园。是的，帐篷里完全是另外一片空间，帐篷只是作为一个入口而已。这些大佬把空间魔法都玩出花了。在士兵的带领下，莫离很快来到一个大厅。大厅中央有一个长方形桌，桌子上摆放着一些食物，在桌子的一旁坐着一位女子，看起来27、8岁的样子，全身上下都透露着一股浓浓的御姐范，只是坐在那里散发出的魅力差点让莫离挪不开自己的目光。但是莫离必须要挪开。莫离知道，不出意外的话，这位应该就是自己那位素未谋面的老师，暴风城城主血影大人，真正的高贵的死灵法师，和自己这个菜鸡死灵法师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坐。血影大人指了指他对面的位置，示意莫离坐下说。整个场景让莫离一下就想起当初第一次在法师塔9层和旗之里见面的情况，一样的没什么架子，甚至为了不显得有距离感，他们都没有坐长方形桌子一头的主位，而是坐在桌子的长边。给莫离指的位置也是他们坐的位置的对面。莫离坐下之后，2个人基本就是面对面，无形之中就拉近了距离，不像很多高等级 NPC 动不动就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老师不知道找我有什么事要吩咐？莫离坐下后也不兜圈子，直接来了个开门见山。血影大人放下手上的刀叉，营地里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4位法师协会的大法师，你知道吧？我听师姐提过。那就好，他们4个和我一样，这一次也收了学生。莫离眼皮跳了跳，感觉这句话信息量有点大。和我一样，这一次也收了学生，说明这些学生和自己一样，都是神岩开服后进入的玩家。另外4位法师协会的大法师，他们的实力以及在神岩的地位应该和血影大人差不多，他们收学生的标准应该和血影大人的标准也差不多。莫离根据自己和苏尔的情况，可以简单推断出一个结论：要成为这些大佬 NPC 的学生，拥有神性天赋是基础，没有神性天赋，恐怕很难获得这些大佬 NPC 的看重。老师的意思是要来一场学生间的较量。
莫离试探性地说出了自己的猜测。这不难猜，按照神岩的背景设定来说，这些大佬 NPC 都是站在神岩最顶端的人物，一个个的都不知道活了多少年了，斗来斗去，最终也就是争一口气，赢个面子。既然现在都收了学生，自然要争一争谁的学生更厉害。血影大人点了点头，你很聪明，这一次确实是要比一下我们谁收的学生更厉害。老师放心，我一定尽力。其他4位的学生至少都有神性天赋，有没有神级被动还不好说。神性天赋和神级被动会不会有奇妙的联动也不好说。比赛的具体规则也不清楚，比赛规则是大佬们商议出来的，万一比赛规则对莫离不利呢？莫离现在也不敢夸海口说一定能赢，具体等看看情况再说。血影大人听到莫离的话，嘴角上扬，你没有因为现在的强大骄傲自大，反而行事谨慎，很好。血影大人顿了一下，似乎想起了什么事情，又看了莫离一眼。我听说你的召唤物数量是666，那您这场比试应该没什么问题。老师，那个……莫离有些腼腆的看了血影大人一眼。召唤物数量上限666，那已经是老黄历了。穿上噩梦难度隐牙城堡的装备，升到21级后，莫离的召唤物数量上限已经来到了837只。第121章，要扮猪吃老虎，这我熟啊。血影大人看到莫离欲言又止，不禁感到有些奇怪。666这个数值是旗帜里亲自确认过的，难道还能有错？怎么了？难道是出了什么问题，导致召唤物数量降低了？不是，我最近又有些成长，召唤物数量上限已经到837只。砰！血影大人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因为动作过大，身后的椅子直接被掀翻在地，发出一声椅子砸到地上的声音。血影大人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莫离。多少？837只，老师如果不信的话，可以对我使用探查术。莫离很有底气地对血影大人发出了邀请，说1000到1万，不如让血影大人来一发探查术来得实在。机会都是靠自己争取来的，在自己老师面前充分展现自身的实力，赢得重视，才能捞到足够多的好处。血影大人盯着莫离看了几秒，我不是不相信你，事关重大，我必须要亲自确认。你放心，我不会探查你其他秘密。看到莫离点头后，血影大人对莫离释放了一个探查术，很快就确认了莫离召唤物数量。好，好，好！血影大人非常高兴的连说了3声好，然后有些激动的看着莫离，你一定要尽快到达80级，我的独门秘技万物归我一定可以由你发扬光大。莫离差点没绷住，21级距离80级差多远？上一世神岩和现实世界融合后，莫离苦苦挣扎了2年半，才堪堪升到81级。从这个时间长度就知道这当中有多艰难。不过莫离很快就反应过来，心里激动无比。80级的技能是神级技能，21级就获得 NPC 传授神级技能的许诺，在整个神岩里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事。星辰公会在上一世是神岩里蓝星最强大的势力。身为星辰公会会长的叶星，据说到89级才弄到第1本神级技能书，也是蓝星人类弄到的第1本神级技能书。神级技能的获取难度可想而知。现在莫离21级就得到了一个白嫖神级技能的机会，而且还是血影大人的独门秘籍。至于血影大人独门秘籍是什么水平，完全可以参考一下莫离已经学会的2个技能：召唤骷髅战士、召唤死灵魔像。这2个技能完全打破了死灵法师召唤物的固有形象，充分说明血影大人是一位创造力非凡的死灵法师。由他创造出来的神级技能会简单吗？肯定非常厉害。老师放心，我一定会尽快达到80级。莫离一口答应下来，然后悄悄看了一眼任务面板。恭喜玩家触发隐藏任务血影大人的承诺。任务说明，血影大人需要你尽快达到80级，以便传授你神级技能万物归我。任务奖励：神级技能万物归我。神级，果然是神级。有任务面板确认，绝对不会错。这个任务完全是莫离凭自己本事出发的。如果之前想着隐藏实力，没有对血影大人实话实说，根本不会触发这个任务。痛失一个白嫖神级技能的机会。看着任务面板，莫离略微有一点感悟。血影大人这一系，不管是旗帜里也好，还是眼前的老师血影大人也好，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实。对他们遮遮掩掩，恐怕捞不到任何好处。听到莫离的回答，血影大人很欣慰的点了点头。很好，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先不说这个了，现在你需要把你的魔力隐藏起来。隐藏？莫离有些疑惑的看着血影大人。玩家之间只有当面释放探查术，才可以看到对方的属性。而释放探查术相当于在探查别人的秘密，系统会自动触发正当防卫。比正当防卫更严重的是，一个探查术下去，
只有天赋和被动看不到，玩家属性面板上的其他数据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这种行为很容易结下死仇，毕竟这种行为相当于直接把一个人的老底扒光了。对于有秘密的人来说，这是绝对无法原谅的事情。这个道理在很多游戏里都是通用的。莫离之前和王朝、工会打来打去，王朝、工会都没有对莫离放过一个探查术，就是不愿意和莫离结下死仇。在这种共识下，玩家相当于变相获得了隐藏属性，根本不需要再刻意去隐藏属性。血影大人取出一个戒指交给莫离，在不使用探查术的情况下，我虽然无法得知你的具体情况，但也能感知到你庞大的魔法力。这个戒指可以把你的魔法力隐藏起来。莫离秒懂，心里一乐，这不就是扮猪吃老虎？血影大人可以感知到莫离庞大的魔法力，营地里另外几位法师协会的大法师也可以感知到。到时候4位法师协会的大法师甚至可以临时修改比赛规则，限制莫离的发挥。毕竟4对1，对面人多，在不撕破脸的情况下，血影大人恐怕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不过，只要把魔法力，也就是玩家的魔法值隐藏起来，就不一样了。死灵法师召唤物数量上限和死灵法师本人的魔法力成正相关，这个知识点对玩家来说可能是盲点，对这些大佬来说肯定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到时候另外地位大佬应该也不会专门针对莫离来制定规则。莫离看了一眼戒指的属性，名称：魔法伪装戒指，品质：卓越，部位：饰品，需求等级：无，效果：隐藏你的真实属性，让你看起来更像一个正常人。该效果对高级及以上的探查术无效。效果：增加储物空间64格。多谢老师。莫离话音刚落，立即就收到了系统提示。叮！恭喜玩家完成和暴风城城主血影大人见面任务，获得任务奖励魔法伪装戒指。这一刻，莫离感觉自己嘴角的笑意比 AK 后坐力还难压。和这些大佬打交道就是不一样。昨天晚上在暴风城旗帜里那里接到任务，今天早上到营地来见血影大人。这种任务被玩家戏称为跑腿任务。一个跑腿任务奖励居然给一个卓越品质的戒指，而且还是极为稀有的带其他属性的储物戒指，效果也拉满了。高级探查术属于高级技能，玩家要50级才能学。换句话说，这个戒指至少可以用到50级，逼格拉满。血影大人真是毫无人性。第122章，莫离2个字也有含金量了。莫离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血影大人刚才说会有一场比赛，既然是比赛，奖品呢？想到这里，莫离有些殷勤地看着血影大人。老师，你说的比赛，它是正经比赛吗？什么意思啊？正经比赛该有奖品吧？当然有，所以这次比赛，为了你自己拿奖品也好，为了给老师我挣面子也好，你必须要拿第1名。老师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血影大人虽然没有说奖品到底是什么，不过只要有奖品，那就肯定差不了。身为大佬，拿出来作为奖品的东西，不管属性如何，品质至少也要卓越起步吧？不，跑腿任务就是卓越品质的储物戒指。作为一场比赛的大奖，怎么也得有1-2件史诗品质的东西吧？不然怎么对得起这些大佬的身份？血影大人又给莫离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带着莫离从帐篷内部的庄园来到营地。莫离发现，在营地空地上坐着4位深不可测的法师，这4位应该就是法师协会的4位大佬。在4位大佬身边分别站着一个人，身上的装备看起来花里胡哨，一看就是玩家专属的时装。这4位应该都是玩家，是4位大佬的学生。李云素看到血影大人和莫离出来，有些好奇地凑了过来，仔细看了莫离一眼。我说东方，这就是你之前大吹特吹的那个学生，看起来平平无奇吗？老师是不是平平无奇，一会就知道了。血影大人嘴角上扬，轻飘飘地回了一句。莫离在一边偷着乐。莫离现在戴着魔法伪装戒指，伪装之后的精神属性只有330，魔法值只有1650，这就是21级死灵法师的自身属性。魔法伪装戒指甚至把装备提供的属性一并隐藏起来了，效果简直爆炸。血影大人的老师，法师协会的大佬李云素，在不使用高级探查术的情况下，感知都被误导了。李云素若有所思地捋了捋胡子，你说的没错，还是直接进入正题吧，先自己报个姓名吧，免得不知道谁是谁。李云素也不过多纠结，反正实力到底如何还得看实战。很快莫离就通过自报姓名知道了4人的名字。李云素的学生江木槿，费修能的学生苏星河，陆离的学生李福光，江伯庸的学生张良。其中莫离只听说过江木槿这个名字，原因也很简单，上一世江木槿和苏尔一样出名。至于其他3个，莫离就没什么特别的印象了。毕竟按照莫离的推测，
眼前这些人至少都是拥有神性天赋的玩家，属于神颜最顶层的玩家。上一世，莫离压根就接触不到这些人。之所以听说过江木槿这个名字，也是因为大部分玩家对于强力的女性玩家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和喜欢，动不动就喜欢编排他们的八卦。莫离道听途说，听说过不少关于江木槿的八卦。四人报完姓名后，目光都落到了莫离身上。现在，只有莫离还没有做自我介绍。这个自我介绍，在李云素的要求下，只报姓名、职业、等级，统统不用报，根本没办法获得更多的情报，基本上属于无用介绍。不过，流程总是要走一下的。所有玩家从新手村出来的第一站都是暴风城。经过这段时间的了解，对暴风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存在也有所了解。四人也很好奇，可以成为暴风城城主学生的幸运儿到底是谁？莫离。莫离报出自己的名字，简简单单2个字，就像扔下一个重磅炸弹。什么？你真的是莫离？就是那个死亡矿井速通记录3分41秒，隐牙城堡速通记录3分45秒的莫离，单次伤害榜第一的那个莫离。看着三人的反应，莫离都忍不住老脸一红。也用不着把我的光辉战绩背一遍吧，都快把人老底接完了。不过，莫离很快注意到有一个人反应不太正常，张良。他的反应和其他3个人完全不一样，看起来就像他早就知道莫离在这里，一点也不吃惊。张良又仔细看了莫离一眼，然后转身对他的老师江伯庸说道：“老师，莫离肯定隐藏了实力，我担心会影响到你们制定的规则。”隐藏实力？江伯庸看了血影大人一眼。血影大人，你看。血影大人有些无奈的看了莫离一眼，他完全没想到莫离在冒险者里居然这么出名，只是报了一个名字，其他几个人立即就把莫离那些光辉战绩报了出来，这还怎么隐藏实力？莫离，你把戒指取下来让他们看看吧。好的。莫离也知道被人揭了老底，扮猪吃老虎的计划怕是要落空了，索性一口答应下来。反正有血影大人在场的几位大佬也不会使用探查术进行探查，也就是让他们大致感知一下而已。随着莫离取下戒指，庞大的魔法值立即展现在4位大佬面前。不可能，你为什么有这么庞大的魔法力？你真的只有21级？血影大人，你该不会是给他吃了什么魔法食物吧？到底怎么回事？4位大佬有些不顾形象的围着莫离看了又看。4位玩家艰难的压制住对莫离扔一个探查术的冲动，用好奇的目光远远看着莫离。莫离有一种变成了动物园猴子被人参观的错觉，看了血影大人一眼，得到默许后，重新把魔法伪装戒指戴上。随着莫离庞大的魔法力消失，4位大佬也很快恢复正常。江伯庸第一个说话：“我认为既然是比赛，自然要有限制。”陆离也在一旁点头：“有道理，可以找帮手，毕竟要挑战精英怪物，不过连同参赛选手在内，最多5个。”我也同意，当然，这个限制也适用于召唤物。费修能看了一眼江伯庸和陆离，很有默契的补充了一句，然后3人一起看向李云素。李云素有些抱歉的看了血影大人一眼，他必须赞成，不然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死灵法师的召唤物数量和魔法力成正相关，莫离如此庞大的魔法力，召唤物数量肯定达到了一个很夸张的数值，不限制根本没得比。第123章不急，先搞点情报。血影大人没有立即表示反对，也没有立即表示同意，而是看向莫离。莫离，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大家都受限制，也算公平。莫离心里有数，这条限制就是几位大佬感知到他庞大的魔法值后，冲着限制死灵法师召唤物来的。大佬阵营现在是4个对血影大人1个，除非莫离放弃这场比赛，否则必须接受，不如表现的大度一点。如果莫离没有学会召唤死灵魔像，这个限制对莫离还有一些用。学会召唤死灵魔像技能后，这个限制根本限制不住莫离。一只死灵魔像的属性等于10只骷髅战士的属性总和，算上死灵魔像的技能，一只死灵魔像的强度远远高于10只骷髅战士。死灵魔像个个都可以独当一面，同时拉上几十上百只怪物来杀。其他人找的队友大概率是没这种本事的。莫离判断自己还是有绝对的优势，这条限制对莫离来说只能说是限制了个寂寞。血影大人见莫离同意，他也就很爽快的点头同意了。召唤死灵魔像是他特地交代齐之礼传授给莫离的技能，这个技能是他创造出来的死灵系法术，里面门道他比谁都清楚，自然一点都不为莫离担心。4位大佬看到血影大人点头同意，心里都松了一口气。李云素开始公布具体的规则和比赛内容，同时张良也松了一口气。昨天晚上，张良收到了好友曹志的信息，请张良帮忙一起对付莫离。张良也从曹志那里得知了很多莫离的情报。
莫离被描绘成一个为了抢练级地点杀人不眨眼的 PK 狂魔，也是多亏了曹志的情报，张良才知道莫离这个亡灵法师居然有超过100只召唤物，堪称一支亡灵大军。今天早上张良刚上线，曹志就告诉张良莫离也在黑石山，要张良小心一些。当时张良就留了一个心眼，在莫离报出名字的那一刻，张良的第一反应就是要限制莫离的召唤物，否则根本没得玩。现在张良认为因为莫离的自大，让自己的算计非常轻易的就成功了。死灵法师靠的就是召唤物，召唤物数量被限制，莫离拿什么和他斗？从这一刻开始，张良已经把莫离从竞争名单里排除了。在张良眼里，只剩下另外3位竞争者。莫离总感觉张良不对劲，明明没见过面，根本不认识，可是这个张良表现出来的态度，给莫离一种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感觉。莫离想了一会也没什么头绪，最后决定找人脉关系广阔的苏尔问一问，顺便也打听一下其他几位玩家的情况。趁着李云素宣布规则的时间，莫离给苏尔发了一条私聊：江木槿、苏星河、李福光、张良这4个人有认识的吗？江木槿和张良这个2个名字我知道，另外2个没听过，不过不确认是不是我认识的那2个人。没关系，就照你知道的说，我做一个参考。会长大人，你说的这个江木槿是不是美的冒泡？莫离转头又看了一眼，刚才心思都在另外几位大佬身上，也没怎么仔细看。细看之下，果然是美的冒泡。是，我们说的应该是同一个人。神言里的人物形象是根据玩家真实形象生成的，甚至连化妆术的加成都没有，突出一个纯天然原生态。这种天生丽质的大美女可不多见。莫离认为眼前这位江木槿和苏尔知道的那位江木槿大概率就是同一个人。他在圈子里风评不错，游戏理解、技术水平都很高，是剑侠那款游戏里的第1女玩家，不是剑侠里的天下第1美女。会长大人皮一下就很开心吗？我才是天下第1美女。莫离心里一乐，按照苏尔的说法，江木槿和苏尔搞不好在游戏圈子里是同一条赛道的竞争对手，标签都是美女、强力女玩家。面对竞争对手，苏尔自然是一点都不肯谦让。很快，苏尔又发来一条私聊：不开玩笑了，那个张良，如果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人，你要小心一点。有什么说法？曹植有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是剑侠第1公会游龙公会的会长，就叫张良。破案了。看到苏尔发过来的私聊，莫离瞬间就想通了，眼前这个张良为什么对自己有敌意？搞了半天是王朝公会的曹植在搞鬼。曹植通过好友列表看到自己的位置，给张良通风报信，所以张良听到自己的名字一点都不惊讶，反而像早就知道自己在这里。后续那些看起来有些针对自己的嫌疑的行为也都解释得通了。莫离默默给苏尔点了一个赞。搞情报还得看苏尔，靠谱。莫离又和苏尔聊了几句。李云素总算宣布完比赛规则，莫离立即就收到了系统提示：任务：清理黑石山巨锤石的怪物03000，击杀巨锤石的食人魔头目01。任务说明：该任务小队人数上限不得超过5人，召唤物、宠物也包含在限制内。该任务为计时任务，计时从离开营地开始计算，任务完成后返回营地计时结束。任务奖励：根据任务完成时间决定任务具体奖励，任务完成前不予展示。莫离把任务提示看了一遍，系统已经自动把李云素刚才的讲解精炼成任务说明，简单明了。唯独任务奖励还笼罩着一层神秘面纱。不过这样也好，任务奖励就是比赛的奖品，如果什么有意思的奖品，没人愿意让其他人知道奖品的具体情况，同时也防止了没拿到奖品的人眼红。唯一让莫离有点不爽的是，巨锤石这个位置距离有些远，不准确的说，巨锤石是这次比赛当中距离营地最远的位置。莫离心里也明白，因为等级的关系，只有巨锤石才有符合自己等级的怪物，如果把坐骑的因素算进去，也大差不大。只能说这些 NPC 大佬考虑得很周到。第124章死灵魔像的暴风雪。张良有些幸灾乐祸地看着莫离，阴阳怪气地说道：莫离是吧？希望你能顺利完成任务。这几乎就是跳脸嘲讽了。莫离分配到的位置是巨锤石，是5个位置当中距离营地最远的一个位置，只是赶路过去都要消耗不少时间，无形之中给莫离增加了不少难度。张良甚至认为在种种限制之下，莫离很难完成任务，现在不过是打肿脸充胖子而已。莫离没有理会张良的嘲讽，收好任务清单，给血影大人招呼了一声，直接走出了营地。计时开始，0.0分01秒。很快，张良脸上的笑容就僵住了。一匹高大的紫色亡灵战马被莫离召唤出来，莫离骑上亡灵战马，很快消失在营地。20级的坐骑这么帅的吗？
不行，我也尽快搞一个。营地里的李福光有些羡慕的惊呼了一声。张良这才反应过来，20级可以学习骑术，有了坐骑之后，那点赶路时间根本不是问题。江木槿有些厌恶的看了张良一眼，你和莫离有仇？看来我得给莫离帮帮场子了。江木槿和张良以前都是剑侠玩家，作为竞争对手过节不少。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种时候帮一帮莫离，给张良添点堵，江木槿还是很乐意的。张良冷哼了一声，江木槿，我的事你少掺和，别以为现在还在剑侠，时代变了。张良，我原话奉还，你也不是第一公会的会长了，时代变了。两人针锋相对，互对了几句，匆匆离开营地。巨锤石实际是一块大的可以称作山的巨石，在这里盘踞着从黑石山封印里跑出来的食人魔，等级在20到23级，怪物类型也很丰富，近战、远程、法系、治疗应有尽有。莫离骑着紫色亡灵战马一路狂奔，根本不需要看地图，直接就来到了其中最大的一个食人魔营地。在大营地附近还有几个稍小一些的食人魔营地，这里就是莫离选定的战场。莫离对这里可太熟了，上一世巨锤石在很长一段时间被称为刷怪圣地，长期被工作室和各路搬专攻霸占，莫离就是其中一员。原因也很简单，巨锤石的食人魔除了会爆钱币之外，还会爆出一些毛料。毛料是裁缝职业需求量很大的一种材料，可以卖出不错的价格，比一般怪物爆出来的垃圾东西值钱太多了。莫离在40级时，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就是住在这里打钱。巨锤石哪个位置会刷新几只怪，分别是什么类型的怪，怎样走位才能最效率的完成一次刷怪，都熟的不能再熟。上一世莫离靠着接近20级的等级差，都刷得有些惊心动魄，一个失误就可能被聚到一起的怪物光速秒杀。这一世莫离算是故地重游，但情况已经完全不同。莫离在营地外放出了4只拿盾牌的死灵魔像，死灵魔像在莫离的指挥下，其中1只直接冲进了最大的那个营地，另外3只奔向附近的3个小营地。死灵魔像数值碾压，根本不需要像上一世那样依靠风骚的走位来规避伤害。4只死灵魔像在4个营地里横冲直闯，很快就把怪物聚集拉到一起。-1，-1，死灵魔像头上不断的冒出伤害数值，这个伤害是食人魔怪物无法破开死灵魔像的防御，强制扣1点生命值。在莫离的指挥下，死灵魔像直接顶着食人魔的伤害开始释放暴风雪。神言里读条释放法术时，如果受到伤害会增加读条时间，比如法师再释放一个读条2秒的法术，在读条时受到伤害会增加 0.5 秒的读条时间，整个施法的读条时间会被延长到 2.5 秒。在读条过程中多次受到伤害，读条时间最长会被增加到翻倍。暴风雪是引导性法术，从开始引导法术的第1秒就会出现伤害，伤害是分段出现。暴风雪的引导过程持续6秒，也就是6段伤害。在引导过程中，施法者受到伤害就会减少1段伤害，最高会被减少到只有第1秒的1段伤害。这些机制莫离之前并不是太在意，因为有足够多的亡灵大军可以让莫离为所欲为，随便折腾。现在只有4只死灵魔像，他们既要负责抗怪，又要负责输出，甚至有可能还要负责滞留。莫离不得不回忆一下神言里的这些法系机制。-14801，-14801，密密麻麻的伤害从食人魔头上冒了出来，都是暴风雪的第1段伤害。食人魔的攻击对死灵魔像来说，虽然连刮痧伤害都算不上，可是怪物数量够多，形成了高频攻击，让死灵魔像只能放出暴风雪的第1段伤害。暴风雪第1段伤害跳出来，整个暴风雪技能就结束了。随着暴风雪技能结束，食人魔营地也瞬间安静下来。是的，即便暴风雪只能打出第1段伤害，死灵魔像高达27370的全属性，再加上装备提供的 60% 增伤，让暴风雪第1段的伤害就已经超过了食人魔的生命值，毫无悬念的秒杀。真是上辈子小心谨慎惯了，明知道死灵魔像的伤害可以秒杀这里的怪物，我还是这么小心。莫离自我吐槽了一句，然后直接带着死灵魔像，按照记忆中已经优化过无数次的刷怪路线，开始在附近的食人魔营地刷怪。一圈营地刷下来，任务进度很快就来到了3153000。真是尴尬，怪物还是不够杀，又要等怪物刷新。莫离吐槽了一句，上一世在这里刷怪，基本上刷一圈就要等怪物刷新，现在的刷怪效率比上一世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等怪物刷新的时间只会更长。这一世制约莫离刷怪效率的，从来都不是杀怪效率，而是怪物刷新的效率。毕竟把怪物杀完了，无怪可杀，莫离也没办法。莫离带着死灵魔像重新回到最初那个营地，为了最大限度节约时间，
莫离这一次直接命令死灵魔像站到了食人魔营地最里面，只要怪物刷新，死灵魔像就可以把食人魔怪物从营地里全拉出来。突然，在营地外面，距离莫离很近的位置刷新了几只食人魔，因为和莫离距离太近，怪物一刷新，立即就进入战斗状态，开始攻击莫离。莫离也懒得让死灵魔像回来护驾，直接抄起阿鲁高的法杖敲向怪物。负9853，食人魔怪物头上冒出一个伤害数值，一杖秒杀。这玩意比独条施法好使，不对，我好像还没学过要独条的攻击法术。第125章，遥遥领先的击杀数量。营地，血影大人和4位法师协会的大佬坐在一起。李云素抬手释放了一个法术，营地中间出现了一个由魔法形成的投影大屏幕。学生们差不多该开始杀怪了，我们也一起看一看吧。随着李云素的操控，莫离第一个出现在大屏幕中。可是，大屏幕里莫离的行为，瞬间就让在座的几位大佬有点绷不住了。礼乐崩坏，世风日下，成何体统？李云素看了血影大人一眼，眼里的意思分明是在询问：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学生？血影大人撇了撇嘴，有些不满地说道：各位，莫离是亡灵法师，你们限制他召唤数量，难不成还不允许他亲自杀怪吗？血影，你知道我们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亡灵法师也是高贵的法师，拿着法杖去敲怪，成何体统？明明是高贵的法师，现在看起来却像一个近战，太不像话了。大屏幕里，莫离拿着法杖，一杖一个食人魔，很快就把附近几个怪物清理干净。如此干净利落的杀怪，让血影大人对莫离的表现非常满意，忍不住嘴角上扬。少废话，又没规定不准用近战，你们就说莫离他杀没杀怪吧。李云素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这场比赛并没有规定禁止参赛者使用物理攻击，问题是事先也没人想到一个高贵的死灵法师会用物理攻击这种粗鄙的方式。现在比赛已经开始，说什么都晚了。不对，就莫离这杀怪效率，他还有心思站在营地门口休息？他的帮手呢？没找帮手，召唤物呢？有古怪。李云素，快看看莫离的击杀数量。李云素动了动手指，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数值，击杀怪物3243千。看到数值后，4位大佬瞬间就绷不住了。什么？不可能，不是限制了他召唤物数量吗？这么短的时间击杀数怎么就300多了？就算莫离用法杖一下一个食人魔，这点时间不可能击杀这么多。4位大佬震惊之余，纷纷把目光落到了血影大人身上，希望他能给一个解释。血影大人有些不屑地冷哼了一声：当初是你们提议要比赛的，比赛要开始了，你们又临时修改规则，现在总不会想反悔吧？李云素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种时候也只有他才适合站出来当和事佬。东方，我们不是这意思，就是好奇莫离他一个人到底怎么做到的。老师，莫离现在应该在等下一波怪物出现，我们再看看不就知道了。李云素感觉也有道理，解释来解释去，不如亲眼看一次。大屏幕中的莫离并没有让在场的几位大佬等太久，几分钟后就有4只死灵魔像把4个食人魔营地里的怪物拖到了营地外面，超过300只怪物密密麻麻的挤在食人魔营地门口，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攻击死灵魔像。4只死灵魔像举起双手，开始释放暴风雪。暴风雪打出第一段伤害后，食人魔营地外就只剩下莫离和他的4只召唤物还站着。投影大屏幕前，空气突然变得很安静。4位大佬都被莫离这种杀怪方式惊到了。这种杀怪方式不仅要求召唤物伤害足够高，还要求召唤物扛得住大量怪物攻击的伤害。李云素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实在是想不起哪一个召唤法术可以召唤出强度如此之高的召唤物，有些疑惑的看了血影大人一眼。东方，莫离用的这个召唤物法术是你自创的？是我前些年琢磨出来的？失算，失算。李云素苦笑了一下，这场比赛从临时改规则限制莫离，其实就已经输了一截了。4个法师协会的大佬厚着脸皮改了规则之后，本来以为5位学生应该在同一起跑线，现在看了莫离的杀怪方式，李云素才明白，限制了个寂寞。莫离现在的杀怪进度马上就要超过500了，遥遥领先，绝对的遥遥领先。不过李云素心里还抱着最后一丝侥幸，江木槿的杀怪方式比较特别，杀怪效率也不低。李云素动了动手指，大屏幕上出现了江木槿的画面。比起莫离那边的气定神闲、轻松写意，江木槿这边的杀怪就略显混乱。大屏幕里，江木槿在前面跑，一堆怪物在他身后追，追击的怪物一直在持续不断的掉血，偶尔有一些怪物的伤害打在江木槿身上，造成一些伤害，他损失的生命值很快就会恢复满。跑着跑着，就有怪物的生命值就被清空了，不断有怪物死亡，又不断有新的怪物被江木槿拖入战斗。
李云素调出击杀数量看了一眼，击杀怪物2243000，没戏，差得太远了。李云素，别只顾着看你的学生，也看看我的学生，肯定比你的学生杀怪多。看我的学生，他杀怪效率很高，现在肯定是最多的。都别吵了，我的学生肯定才是现在杀怪最多的。先看我的学生。三位大佬看到江木槿的画面后，强烈要求看自家学生的情况。李云素差点被眼前几个人气笑了。什么杀怪最多？是他们眼瞎，看不到莫离的杀怪进度已经遥遥领先了吗？不，这几个人已经很有默契的把莫离排除在外，已经默认莫离拿第1名了。身为法师协会的大佬，如果连这点眼力劲都没有，还当什么大佬？先前临时改规则限制莫离，是为了让这场比赛有进行下去的价值，否则以莫离庞大的魔法力，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现在发现根本就没限制住莫离，输了就得认。现在他们竞争的是第2名。李云素想了一下，决定干脆把话挑明。你们都想竞争第2名是吧？别想了，第2名肯定是我的学生。少废话，你学生这不是才200多击杀吗？比莫离差远了，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在3位大佬的强烈要求下，李云素又在大屏幕上分别展示了另外3名参赛选手的情况。苏星河击杀怪物数量201，李福光击杀怪物数量198，张良击杀怪物数量191，差不多都是半斤8两的水平。莫离在清理完第2波刷新的怪物后，击杀怪物数量来到了641，击杀数量显得尤为刺眼。第126章突变，神级被动精神成伤的价值。灰烬之柱，张良一边杀怪进行任务，一边和队伍里的人商议事情。队伍里其中一个人收到张良消息赶来的曹志。曹志，你放心，这次是高级 NPC 定下的比赛规则，莫离只能带4只召唤物。有没有系统限制？我没有召唤物，不清楚有没有系统限制。不过我可以肯定，莫离如果召唤出4只以上的召唤物，肯定会被取消资格。曹志没有立即回话，低着头想了一下。他收到张良的消息后，立即就带着人赶过来。可以说，现在绝对是击杀莫离的好机会。以前莫离动不动就带着几十上百只召唤物，根本就没有下手的机会。现在莫离的召唤物被限制到了4只。王朝和游龙2个公会的核心成员加起来超过30人，都有比较不错的战斗力。莫离拿什么和2个公会斗？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也要击杀莫离一次，也好出一口胸中的恶气。就算击杀不成功，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干扰莫离的任务进度，给莫离添点堵。很快，曹志心里就有了一个行动方案。王朝公会这边脸生一些的人先退会，然后加入到游龙公会，然后和游龙公会的人一起行动，这样也好把张良的游龙公会彻底拖下水，一起对抗莫离。击杀成功，干扰到莫离做任务的进度，可以帮助张良赢得这场比赛。击杀不成功，只要逼得莫离召唤出第5只召唤物，莫离就会被取消比赛资格。最后的好处都会归到张良一个人身上。从曹志的角度来看，这口锅本来就该他张良来背。2人又商议了一会，很快拟定出一个详细的行动方案。砰！随着食人魔营地门口一群怪物倒下，莫离总算完成了击杀3000只普通怪物。接下来就是任务要求击杀的巨锤石食人魔头目。这只精英怪不在这个位置，在巨锤石另外一个位置，距离莫离现在所处的位置稍远。那个位置只有巨锤石食人魔头目一只精英怪物，放在最后击杀比较好。击杀精英怪物后，就可以直接返回营地。莫离把死灵魔像收回召唤物空间，骑上紫色亡灵战马，一路狂奔，直接往食人魔头目所在的位置赶去。刚跑了一段距离，突然莫离连人带马被定在了原地，系统提示处于昏迷状态，无法进行任何动作。莫离瞬间反应过来，是刺客的偷袭。-710，-756，-789。莫离头上冒出了大量伤害数值，莫离盯着自己的魔法值，13000，11000，神级被动精神成伤的价值在这一刻展现的淋漓尽致。短短3秒控制时间，莫离受到了超过8000点伤害。在精神成伤的影响下，这些伤害全部由莫离的魔法值承担，这才让莫离在这一波凶猛的偷袭中存活下来。3秒昏迷时间一到，莫离立即使用鲜血穿行，离开偷袭刺客的近战攻击范围，同时规避掉一波远程伤害。不可能，这么多人一起攻击，这么高的伤害，你凭什么不死？大家不要停，他肯定只剩下一个残血，马上就死了。莫离身后爆发出一阵骚动，鲜血穿行效果结束后，莫离立即放出死灵魔像，从召唤物空间放出4只死灵魔像，比放几百只骷髅战士省事太多了。在远程法术攻击还没有飞到时，4只死灵魔像就已经挡在莫离身前，为莫离形成了一道安全屏障。
负450，负480，负490，十几个火球术砸到了死灵魔像身上，死灵魔像头上冒出一串伤害数值，所有的飞行法术都被死灵魔像挡了下来。确认了对方攻击无法击穿死灵魔像组成的防御屏障后，莫离这才快速看了一下具体情况。自身魔法值在高回蓝属性支撑下，已经恢复到1万以上，很快就可以恢复到满蓝状态。另外，附近有超过30位玩家，刚才那一波偷袭的伤害，应该就是这些玩家造成的。至于这些人到底是谁，莫离暂时没时间去翻看战斗记录。先杀人！骨矛！莫离一抬手，一只骨矛飞射而出，直接贯穿了最近的一名玩家。负2702，秒杀！同时，在莫离的命令下，死灵魔像开始对几个玩家聚集的地方释放暴风雪。负14801，负14801，被暴风雪覆盖的几位玩家头上跳出了暴风雪第一段伤害。死灵魔像在释放暴风雪时，莫离也没闲着，骨矛不断的飞射而出，每飞射出一只骨矛都会秒杀一位玩家。死灵魔像释放第一波暴风雪后，对方的反应也很快，立即就分散站位，让暴风雪一次最多只能覆盖到一位玩家。突然，莫离再次被偷袭昏迷，负750，负510，又是一串伤害数值从莫离头上冒了出来。莫离立即反应过来，之前的那一波袭击还有没有现身的刺客？不过没有其他玩家的支援，这个刺客的伤害就太刮痧了，对莫离造成的伤害还没有莫离回蓝回得快。莫离硬顶着3秒昏迷，吃下了刺客所有伤害。昏迷时间一过，莫离抬手就是一发骨矛，近战范围，距离够近，瞬间就命中。负2702，偷袭的刺客被骨矛秒杀。对方趁着莫离昏迷的空档，快速调整了位置，绕开了死灵魔像的阻挡。又一波远程攻击砸到了莫离身上，莫离的魔法值瞬间掉了一大截。这对莫离来说影响不大，只要拖上几秒，魔法值很快就可以恢复。不过，让莫离万万没想到的是，对方在这一波攻击后，发现莫离还好好的站在原地。对方先崩溃了，不可能，这到底是什么怪物？硬吃那么多伤害，凭什么还可以站着？你们快看，他的血条甚至都没动一下，现在还是满血，他到底有多少生命值？我们是不是开到精英怪了？这根本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4只死灵魔像用火球术点杀了2轮后，再加上之前的减员，对方现在只剩下不到10个人。绝望的情绪在对方队伍里快速蔓延开，甚至已经有人开始默默后撤。莫离看到有人后撤，冷哼了一声：“现在是我的回合，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那么容易？”莫离直接一个鲜血穿行，来到后撤的那名玩家面前，举起了手上的法杖。负11060，法杖砸下去，一个伤害数值冒了出来。被砸中的那名玩家被莫离一法杖无情秒杀。第127章，一计不成，再生一计。莫离收起法杖，看了一眼剩下的袭击者，现在对方一共还有7个人。轰！死灵魔像一轮火球术点杀，对方又有4个人被秒杀。现在对方还剩下3个人。莫离一抬手，死灵魔像打断了火球术读条，快速跑到剩下的3个人身边，把这3个人围了起来。你们是游龙公会的人？知道莫离在做特殊任务，召唤物数量受到限制是刺杀莫离的绝佳机会，同时会抓住这个机会付诸行动的势力肯定就是张良的游龙公会，不，有可能是王朝公会和游龙公会的联合行动。毕竟王朝公会的人暂时加入到游龙公会掩人耳目也不是什么难事，这也多亏了苏尔的提供的情报，否则莫离很难把怀疑目标直接锁定到张良的游龙公会。莫离盯着剩下的3个袭击者，仔细观察着他们脸上的反应。得益于神颜全拟真的游戏方式，人物脸上反应、表情都是最真实的反应，很有参考价值，这一点非常重要。可惜在游戏初期，大部分玩家都没有意识到，3个袭击者没有说话，但他们的反应已经出卖了他们。真的是游龙公会，玩游戏还开挂，无耻弱智，玩个游戏还想逼宫，要杀就快点。这次是我们栽了，以后一个人走路小心一点。3个人骂的骂，嘴硬的嘴硬，还有一个不忘威胁莫离一句，反正就是避开了莫离的问题。他们不知道莫离已经从他们的反应得到了答案，他们怎么回答已经不重要了。莫离举起手上的法杖，准备先用法杖敲死一个，同时心里默念：如果还有刺客，快来偷袭我。果不其然，就在莫离举起法杖时，突然被强制进入了昏迷状态。负1200，负900，果然还有高手。这次刺客偷袭
对莫离造成的伤害明显高于之前其他刺客造成的伤害。其他3个人看到莫离昏迷，也立即对莫离发起攻击。可惜30几个人都奈何不了莫离，更别说眼前剩下的这几个人了。4个人一起上，第一波爆发伤害打完后，后续也就是刮痧伤害的水平。3秒昏迷时间到，莫离一转身，手上的法杖直接敲到了偷袭的刺客身上，负11065秒杀。同时另外3个人也被死灵魔像用火球术点杀，现在应该没有漏网之鱼了吧？莫离在心里嘀咕了一句。在之前的战斗中出现过刺客的第2次偷袭，莫离就一直怀疑还有人藏在暗处。没办法，神岩的刺客只要进入前行状态，除非主动现身，否则根本看不见。莫离只能来一个人体打窝，肉身钓鱼，不然哪来闲工夫特地留下3个人不杀，和他们废话这么长时间？从他们的反应确认答案之后，就可以动手杀人了，根本没必要给他们说话的时间。没有立即击杀，就是为了钓鱼。复活点。最后被莫离击杀的4个人想都没想，直接选择了原地复活，享受长达半个小时的虚弱状态。除了这4个人以外，复活点还有之前被莫离和莫离的死灵魔像击杀的人，整整齐齐一共32个人都在这里了。怎么样，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那个莫离受到伤害不是不掉生命值，是掉魔法值。我刚才仔细看过了，他的魔法值恢复速度堪称变态。你一个人攻击他，打的还没他回得快。他的魔法值也有问题，你第1次偷袭造成了1200的伤害，他的魔法值只掉了一点点，而且马上就回满了。马德，这次算是踢到铁板了。换个角度想，这个莫离以后肯定是我们游龙公会的大敌，这次行动弄到这些情报也不亏。可惜战斗时间太短了，很难影响到莫离的任务进度。我提议2队的人立即赶往精英怪物所在的位置，等莫离动精英怪物时再打一次埋伏。我看行，2队距离那个位置不远，神岩的精英怪物强度很高，肯定有机会。还是先向会长汇报一下吧。灰烬之柱，张良在4位队友的帮助下，任务进度来到了6123000。当然组队杀怪并不耽误张良和队友聊天。你们说莫离现在死了吗？32个人起手偷袭，莫离凭什么不死？对这次行动，曹志充满了信心。王朝公会和游龙公会2个公会，整整32个人组成的精英团队，只要偷袭得手，把莫离控制住，足足3秒的控制时间，用伤害硬灌也该把莫离灌死了。莫离那个位置离复活点很远，只要死1次，基本就失去竞争第1的资格了。张良的心情大好，不管怎么看，莫离这次都死定了，他和莫离无仇无怨。可是这次比赛，莫离直接成了他的竞争对手，产生了最直接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比仇怨更直接，张良现在恨不得莫离被人直接手尸，守到比赛结束。突然曹志的脸色变了，紧接着张良的脸色也变了。他们收到了工会成员的汇报，偷袭刺杀莫离的行动失败了。怎么可能？32个人的伤害都没把莫离灌死。张良惊呼了一声，然后盯着曹志质问道：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你是不是对我隐瞒了什么事？没有，绝对没有。我要知道这样都杀不死他，我又何必让我的人也一起行动？我的人最后用死1次的代价确认了莫离受到伤害会扣除魔法值，你不知道？曹志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知道？知道个屁！以前莫离一出现就是上百只召唤物，压迫感拉满。唯一1次摸到莫离本人的机会，就是秦阳武那次偷袭，秦阳武反手就被莫离给秒杀了。秦阳武当场整个人都被震惊傻了，哪里还能注意到这些细节？曹志急忙解释了几句，这才让张良的怒火暂时平息下来。张良想了一下，对曹志说道：我的人建议等莫离和精英怪物战斗时，利用精英怪物再刺杀1次，你认为如何？我看行，神岩的精英强度很高，莫离又自大，没有找帮手，只要想办法让精英怪物打到莫离，莫离就死定了。第128章，在神岩利用信息差也可以干掉敌人。任务还在进行中。莫离击杀完所有袭击者后，没有浪费时间去守尸。战斗结束后，骑着紫色亡灵战马很快就赶到了食人魔头目所在的位置。到达位置后，莫离并没有立即开怪。王朝公会和游龙公会都是大公会，肯定不止刚才参与袭击的那点人，搞不好这里已经有不少刺客在守着了，在一些隐蔽的角落里，搞不好也藏着不少人。莫离摸了摸下巴，琢磨了一下，只要开战，死灵魔像的伤害足以一击秒杀掉精英怪物。问题是对方有刺客，只要有5名刺客，就可以把自己和4只死灵魔像暂时控制住。莫离心里清楚，之前的战斗属于遭遇战，对方大概率是按照曹志的情报推断自己和死灵魔像的强度。
所以发生了严重的误判。一开始根本没有用控制技能强行控制死灵魔像，甚至都没有用强控技能形成控制链对自己进行强控。神言里的控制技能分两种，强控和弱控。强控技能指的是目标被控制时受到伤害不会打断控制效果的技能，最典型的就是刚才的昏迷效果。弱控技能指的是目标被控制时受到伤害，控制效果立即就会失效，最典型的技能就是法师的变阳术。刺客职业一个偷袭昏迷技能，可以让目标强行昏迷3秒，昏迷效果时间快结束时马上再接一个偷袭昏迷，控制效果衰减一半，昏迷 1.5 秒。第二个昏迷效果时间快结束时再接上第3个昏迷，控制效果再衰减一半，昏迷 0.75 秒。3次昏迷效果后，目标会产生昏迷免疫，昏迷免疫效果会持续1分钟，1分钟之后才能再次被昏迷。神言里的控制技能大抵遵循这个原则，强控和弱控属于不同类型，互不干扰。莫离估计之前的战斗对方信心满满，准备一波伤害直接把他灌死，所以根本没考虑接控制链的问题。可是如果接下来再和对方发生战斗就不好说了，莫离必须要考虑对方突然变聪明的可能，不能排除对方会把自己和死灵魔像全控住，然后引精英怪物来打自己的情况。死灵魔像生命值够多，防御够高，当然可以轻易吃下精英怪物的伤害。身为脆皮法师的莫离就不好说了，20级的精英怪物伤害招呼到20级的脆皮法师身上，莫离也没信心能硬吃下来，这就是人少对人多的劣势啊。莫离在心里吐槽了一句。莫离不得不承认对方选择的这一次袭击时机很好，因为任务限制的问题，莫离只能召唤4只死灵魔像，称得上势单力薄。而对方呢，第一次偷袭就出动了32个人，现在这里有没有埋伏人，埋伏了多少人还不清楚。如果没有任务限制，莫离大可以召唤出一支亡灵大军出来，用暴风雪技能覆盖全场，很快就可以完成一次清场。可是现在只有区4只死灵魔像，暴风雪技能的覆盖面积有限，根本达不到清场的目的。差点忘了，莫离拍了一下脑门，意识到一个问题，刚才袭击自己的那一队人等级达到15级的玩家加起来也没几个，大部分人的等级也就13级、14级，他们凭什么能把食人魔头目引来攻击自己？超过3级的等级差，怪物就会对目标造成碾压伤害。不巧的是，这个食人魔头目是法系怪物，有不少远程攻击手段，对方想靠远程通过放风筝的方式把食人魔头目拉来攻击自己行不通，他们敢去摸食人魔头目，食人魔头目就敢带着碾压伤害，一刀一个小朋友。只要自己站得稍微远一点，对方把食人魔头目引到自己身边之前，就会被食人魔头目杀光。莫离心里很快就有了一套行动方案，准备再来一次人体打窝，肉身钓鱼。莫离根据记忆找了一个上好的风水位，然后命令一只死灵魔像往食人魔头目所在的房间跑去。死灵魔像还没到房间门口，就被昏迷效果定在了原地。同时，莫离和另外3只死灵魔像也被昏迷效果定在了原地。一套强控下来，莫离和死灵魔像被足足控制了 5.25 秒。就在莫离和死灵魔像产生昏迷免疫时，赶来的法师刚好完成了变阳术读条，莫离和死灵魔像被变成了阳，继续被控制在原地。变阳术属于弱控，和昏迷效果没有冲突，在控制效果持续时间内，只要不受到伤害，这个控制效果可以达到1分钟。3次连续变阳术衔接下来，控制时间可以长达105秒，也就是玩家俗称的3阳罚站。被变样后，莫离完全失去了自主行动能力，眼睁睁地看着一群人冒出来，冲进了食人魔头目的房间。快把精英怪拉出来，我就不信精英怪还杀不死莫离。小心一点，近战别上，让远程开怪，风筝出来，治疗随时准备加血。突然冒出来的这群人一看就是配合默契的队伍，在一条条简洁明了的指令下快速行动。很快，食人魔房间里就传来食人魔头目的声音：这有活人，今天晚上可以加餐了。莫离心里一下乐了，一群13级、14级的玩家居然真敢去摸20级的精英怪物，到底是谁给他们的勇气？真是无知者无畏。莫离心里一点都不慌，这个位置是刚才特别挑选过的，看起来和食人魔头房间所在的位置在同一个空地上。但是莫离所在的位置是一个台阶，这个台阶不高，不到半米，看起来不怎么起眼。关键就在这个台阶上，食人魔头目如果要攻击莫离，不会在台阶下直接攻击莫离，会先绕一大圈路，从另外一头的斜坡走上台阶。上一世，数不清的玩家在巨锤石刷怪打前，把巨锤石的地形开发的淋漓尽致，而莫离正好是其中的一员，对这里的地形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哪个台阶可以卡住怪物，让怪物绕路，莫离比谁都清楚。接下来是对方的表演时间，而莫离
只需要暂时安静的当一只羊，看对方表演。不，准确的说是安静的看对方怎么被食人魔头目团灭。碾压伤害和地形两个信息差，让莫离甚至不需要亲自动手。第129章，总不能直接掉头跑路吧？食人魔头目很快就被游龙公会的人通过卡视野拉到房间外，没有房间和房间大门卡住食人魔头目的视野。食人魔头目一出房间，立即就开始独条释放法术，准备接受怪物第一波伤害。坦克准备接怪，治疗注意加血，其余人注意走位，规避伤害。游龙的人在一道道指令下，做好了承受精英怪物的第一波伤害。游龙公会有资格参与对莫离的袭击的人，至少都是精英天赋，主力成员都有史诗级天赋，甚至还有一个传说级天赋的玩家。经过一段游玩时间，游龙公会大致总结出了玩家天赋的种类：普通、精英、史诗、传说以及神性天赋。普通天赋，即便玩家1分钱不氪，等级升到10级，系统也会免费送一个。不过，普通天赋平平无奇，精英天赋就可以和普通天赋拉开不小的差距。这次游龙公会负责抗怪的是公会的主力坦克防御骑士，拥有史诗天赋。用游龙公会自己的话说，他们的主力坦克早就已经肉到无法直视了，并且游龙公会的防御骑士在拍卖行购买并学习了初级技能书保护祝福。保护祝福可以对自己释放，也可以对其他人释放。保护祝福可以使目标获得免疫物理攻击10秒，并清除怪物的仇恨。当然，如此强力的祝福效果肯定有副作用。保护祝福的副作用是在效果持续时间内受到保护祝福的影响，人物无法发动攻击。这个技能一般是防御骑士用来保护队友的。现在，游龙公会的防御骑士准备把精英怪物拉到莫离面前，然后对自己释放保护祝福。保护祝福可以立即清除仇恨。防御骑士受到保护祝福的影响，会直接从精英怪物仇恨列表里消失。精英怪物自然也不会再攻击防御骑士。治疗职业因为释放治疗术造成的仇恨，会有其他防御骑士对治疗释放保护祝福。到时候精英怪物的仇恨列表会被瞬间清空，而距离精英怪物最近的莫离立即就会成为精英怪物的攻击目标。这是游龙公会和王朝公会凑到一起商议出来的计划。无论怎么推敲计划都非常完美。经过上一次对莫离的偷袭，两个公会的人都非常肯定一件事：莫离的防御力符合脆皮法师的范畴。只是莫离受到伤害不会先扣生命值，而是先扣魔法值，而莫离的魔法值恰好有那么一点长，才让莫离给人一种打不死的感觉。两个公会的人一合计，很快得到一个结论：玩家打不动莫离。难道20级的精英怪物还打不动莫离吗？不，肯定可以打死莫离。游龙公会的防御骑士第一时间冲上去，准备接住食人魔头目的仇恨，然后按照计划把食人魔头目拉到莫离面前。噗！食人魔头目的寒冰剑击中了防御骑士，负9800，防御骑士被无情秒杀。什么？不可能！这个怪物的伤害为什么这么高？也太变态了！我们不来，那个莫离准备单挑这个怪物，他怎么敢的？游龙公会看到自家肉到无法直视的竹坦居然被食人魔头目秒杀，瞬间绷不住了。不过游龙公会负责指挥的人还在，很快反应过来。快！副坦开减伤技能接上，这么高的伤害，只要按照计划把怪物拖到莫离面前，他死定了。莫离此时还是一只羊的状态，第一次变羊效果才过去20秒，距离1分钟还有很久。前期没有解控手段，变羊术这种持续时间长的弱控就是无解。暴风城声望达到友善，才能在暴风城的军需官 NPC 那里购买到最低级的暴风城徽记。暴风城徽记属于饰品，什么属性都不加，只有一条特殊效果：驱散所有移动限制效果，以及所有会导致你不受控制的效果。因为莫离任务做的很少，在暴风城的声望暂时是中立，自然没有暴风城徽记。不过莫离一点都不慌，变羊术如此逆天的弱控技能，自然也有它的缺陷。一旦被变羊术变成一只羊，生命值和魔法值就会急速恢复，不管生命值和魔法值是多少，必定1秒回满。换句话说，莫离一直是满状态。食人魔头目要攻击莫离，必须要绕路，短时间内莫离不会受到来自食人魔头目的伤害。参与袭击的这些人，如果转头攻击莫离，不仅会直接打断变羊术的控制效果，对莫离造成的伤害也都是刮痧伤害。一旦让莫离站起来了，他们会让他们死得更快。莫离现在只需要安心的当一只羊，安静的看着这群人上蹿下跳的作死。游龙公会副坦听从指挥命令，立即补位，同时开启了坦克专有的减伤技能。
食人魔头目一抬手对傅坦释放了寒冰剑，负4850。得益于傅坦提前开启了减伤技能，这次受到的伤害降低很多了。可是傅坦根本没有这么多生命值，让他可以吃下这个伤害。游龙、工会、傅坦被秒杀，工会2个坦克没有一点挣扎的余地都没有，直接被秒杀。游龙、工会终于开始慌了，2个最弱的坦克都吃不住食人魔头目的伤害，剩下的非坦克职业更加没戏。针对莫离的袭击计划在这一刻破产了，除了刚才开怪的法师外，所有人转移目标，直接对莫离全力输出。有控制技能的准备上去接控制链，注意不要攻击到莫离被控制的召唤物。开怪的法师想办法尽量保命，把精英怪物拉远一点。游龙、工会的指挥非常果断地放弃了原计划，2个坦克职业被秒杀，让治疗都没有机会释放出预毒的治疗术，没有发生实际的治疗行为，自然也不会进入食人魔头目的仇恨列表。现在在食人魔头目的仇恨列表里，只有最早负责开怪那个法师。食人魔头目会优先攻击那个法师，不会攻击其他人，其他人可以放心对莫离进行输出。游龙、工会的指挥也知道，之前那一次偷袭没有成功击杀莫离，现在想用伤害直接灌死莫离机会很小。可是这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怎么也要尝试一下，总不能直接掉头跑路吧。第130章，想极限1换1，想和我比数量。莫离听到游龙、工会指挥喊话，感觉这个指挥还是有点东西，对局势的判断还是很准确的，不愧是大公会出身的指挥。2个坦克扛不住精英怪物的伤害，其他人就更别想抗住。远程上去吸引精英怪物的仇恨，充其量也就是和精英怪物魔法对轰而已。精英怪物甚至都不会多往前走一步。拉精英怪物去攻击莫离的计划，在2个坦克职业倒下时就已经破产了。现在游龙、工会只能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尝试击杀莫离，或者直接放弃跑路。指挥的决断没有什么大问题。轰！一个火球术砸到了莫离身上，负650。一个伤害数值从莫离头上冒出来，莫离受到伤害，变阳术效果结束，恢复自由行动能力。骨毛，鲜血穿行，近战攻击。莫离一套丝滑小连招，直接秒杀掉游龙、工会的指挥，以及另外一个被骨毛随机抽取的幸运玩家。莫离刚才当一只羊不是白当的，早就锁定了游龙、工会指挥的位置。游龙、工会的指挥有点东西，莫离认为还是让他早死早超生的好。完成了一次双杀后，莫离回头瞥了一眼还处于阳状态的死灵魔像，没办法，这是召唤物的一大缺陷。召唤物对主人是友善目标，莫离无法攻击自己的召唤物，除非拥有一些特殊手段，否则正常情况下，莫离无法用自身的伤害去打断召唤物受到的弱控。不过，莫离有另外的解决办法。吃下了游龙、工会的又一波伤害后，莫离大手一挥，4只死灵魔像从战场消失。紧接着，4只正常状态的死灵魔像出现在战场。任务规则只允许莫离最多召唤4只召唤物，但规则并没有禁止莫离中途更换召唤物。死灵魔像一出现，莫离立即开始观察战场里到底哪些人在读变阳术，很快就锁定了4个法师目标：骨毛、骨毛、骨毛、鲜血穿行、普通攻击。锁定目标后，又是一套丝滑小连招，直接点杀了4个读变阳术的法师。不过，游龙工会毕竟是剑侠的第一公会，成员可以说得上身经百战。正常状态的死灵魔像出现的一瞬间，不止4名法师再读变阳术，4只死灵魔像用暴风雪技能刚击杀了几个人，很快又被变阳术变成了羊。4只死灵魔像换对方4名法师，极限1换1。好，看看是你们法师多，还是我的死灵魔像多。在莫离的召唤物空间有40只死灵魔像，除去已经被变样控制的8只，还有32只。莫离可以肯定，游龙工会这群人里绝对没有32位法师，就算有，那又怎么样？在莫离的召唤物空间里，还有超过400只骷髅战士，比队伍数量，莫离有碾压优势。骷髅战士也不是不能打。突然，食人魔头目解决了他仇恨列表里的唯一一位法师玩家后，开始随机挑选附近的幸运玩家进行攻击。整个战场很快形成了3方势力混战，莫离和他的召唤物，游龙工会成员，食人魔头目。莫离和他的召唤物，食人魔头目都在秀，只有游龙工会的成员被莫离和食人魔头目一刀一个小朋友。营地里，几位大佬通过李云素法术投影出来的大屏幕看了一会几位学生击杀怪物的情况，心里对谁是这次比赛的第2名已经基本有数了。李云素有些得意地捋了捋胡子，怎么样，
还得是老夫的学生吧？现在击杀怪物数量已经快到1500了，遥遥领先。李云素，你当着血影的面用“遥遥领先”这个词合适吗？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看过莫离一眼，真当莫离不存在吗？按之前莫离的杀怪速度，这回应该在返回营地的路上了吧？快看看他到哪了！莫离之前表现出惊人的能力和潜力，特别是加上其他几位学生的表现，把莫离承托的仿佛像一位法神转世，让法师协会的几位大佬都起了爱才之心，让几位大佬感觉当初真是被鬼迷了眼，才错过了莫离这样一位优秀的学生。现在他们只是想想都追悔莫及，恨不得拍断大腿。莫离现在是血影的学生，想抢夺自己门下，那肯定是没戏。但是多看几眼，过过眼瘾总行吧。李云素之前没有展示莫离杀怪的情况，不是因为他对莫离有什么意见，恰恰相反，李云素一想起莫离这么优秀的人才，居然不是他的学生，他就感觉心里在滴血。看到莫离干净利落的杀怪，李云素甚至感觉难受的呼吸都有点困难。李云素不想再受刺激了，可惜李云素还是架不住另外几位大佬的劝说，最终把画面切换到了莫离身上。莫离一出现在大屏幕里，瞬间就把几位大佬看得有点懵。什么情况？这个位置有人形怪物吗？应该都是食人魔，没有人形怪物。莫离这是他在击杀冒险者。法师协会的4位大佬并没有对莫离击杀冒险者发表更多的看法，冒险者之间的厮杀太正常了。唯一让他们有些奇怪的是，莫离所在的巨锤石怪物等级相对现在的冒险者来说有些高，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有冒险者到巨锤石去。法师协会的4位大佬齐刷刷地看着谢影，大家都是精明人，这种情况很容易就可以猜到是有人在针对莫离，干扰莫离比赛。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很有必要听一听莫离的老师血影大人的意见。血影大人沉默了几秒，我相信莫离可以自己解决，不过计时规则需要改一改，让莫离有时间去解决。通过大屏幕还可以看到食人魔头目，说明莫离还没有真正完成任务。当然，几位大佬都相信莫离在解决了那些冒险者之后，击杀精英怪物也就是顺手的事。接下来就是赶回营地，任务完成，计时结束。就算把时间往长了算，莫离也是遥遥领先另外几位参赛者，其他参赛者没有一丝机会。改计时规则没什么太大的意义。李云素有些疑惑地看着谢影，你想怎么改？莫离只要成功击杀食人魔头目，就算任务完成，计时结束，你们认为怎么样？我看行。莫离有坐骑，从巨锤石跑回来也要不了多少时间，这些袭击者拖延的时间肯定远远超过返回需要的时间。李云素毕竟是血影大人的老师，对血影大人比较了解，他已经猜到了血影为什么要这样提议，让莫离有时间去解决。解决什么？当然是让莫离去解决干扰他比赛的人。任务完成，无需返回，直接去找人算账，这非常符合血影的风格。第131章，莫离汗流浃背了。近战攻击，随着莫离手中的法杖砸到游龙公会最后一位玩家身上，游龙公会再次被莫离团灭。同时，在莫离的命令下，一只处于正常状态的死灵魔像冲到食人魔头目面前，使用了压制技能-133891。一个高达6位数的伤害数值从食人魔头目脑袋上冒了出来，食人魔头目被毫无悬念的秒杀。战斗结束。就在莫离准备看一下食人魔头目出了什么装备时，血影大人突然出现在莫离面前。老师，因为出现的实在是太突然，莫离第一反应以为游龙公会还有高手，差点就条件反射似的用手上的法杖直接砸过去。还好及时认出来突然出现的这位是自己老师血影大人，控制住了自己的双手。可是莫离的死灵魔像拥有一定的自主行动能力，又不太聪明的样子。在刚才的战斗中，莫离给死灵魔像的命令是清扫战场上的所有敌人，赋予了死灵魔像最大限度的自主行动权。在血影大人突然出现的一瞬间，死灵魔像就判断敌人出现，主动发起了攻击。一只死灵魔像冲向血影大人，3只死灵魔像开始赌火球术，冲向血影大人的那只死灵魔像进入了近战范围。压制-1，一个伤害数值从血影大人头上冒了出来。莫离很快反应过来，顿时感觉汗流浃背，立即让另外3只还在赌火球术的死灵魔像打断了毒条。老师，你没事吧？莫离有些腼腆又有些故作紧张地问了一句。血影大人伸出手指对着刚才攻击他那只死灵魔像弹了一下，砰！死灵魔像如同被一股巨力击中，直接飞了出去，在飞行的过程中顺带完成了解体。秒杀！死灵魔像变态的防御加上超过20万的生命值，被血影大人动手指就秒杀了。看到死灵魔像被秒杀，莫离更加汗流浃背了，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血影大人秒杀了死灵魔像后，看着莫离，这种不太聪明的召唤物，留着过年吗？老师，你听我狡辩，不是，你听我解释。莫离有点慌，刚才那一幕把什么叫等级碾压，什么叫实力差距展现得淋漓尽致。死灵魔像那么高的伤害打在血影大人身上，高情商说法是只能打出一点伤害，低情商说法就是根本破不了血影大人的防御，只能打出强制扣一点生命值的伤害。而血影大人呢，轻飘飘的动了动手指，就直接秒杀死灵魔像，战斗力根本就不在一个次元。莫离也不等血影大人说话，一口气把之前发生的事解释了遍，反复强调因为刚才在战斗，血影大人出现的太突然了，才被死灵魔像误判成敌人。最后莫离来了一个总结，老师，总之就是一场误会，我没有半点不尊敬老师的意思。我还什么都没说，你就把话说完了，用得着这么慌？莫离有点绷不住了，你动了动手指，就把生命值超过20万的死灵魔像秒杀了，我这小身板可经不住你折腾，被你弹一下，那还不原地升天，能不慌吗？血影大人嘴角上扬，对莫离招了招手，你过来。老师，你不会弹我一下吧？少废话，快过来，有事和你说。莫离偷偷摸摸地看了一下周围的逃跑路线，因为对这里地形非常熟悉，一瞬间就找到了10几条逃跑路线，又一瞬间，这些逃跑路线就都被莫离否决了。血影大人是突然出现在这里的，大概率使用的瞬移技能，在一个会瞬移的人面前想要提桶跑路，和做白日梦没什么差别，最后只能硬着头皮走到了血影大人面前。老师，你下手能不能轻点？我还年轻，不想死。说什么混话呢？我来是告诉你，这次比赛你已经完成了。啊？你这里发生的事情，我们通过高级追踪术看到了一些，你应该很需要时间去找人算账吧？那刚才我不展示一下力量，你怎么确认我是不是真的是你老师？莫离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确实，从血影大人抬手秒杀死灵魔像的那一秒开始，莫离根本就没有怀疑过眼前的血影大人会不会是什么人冒充的。有这种实力的 NPC 不会那么无聊，更不会冒着得罪血影大人的风险干这种几乎没收益的事。玩家就算弄到了什么特殊道具，可以伪装成血影大人，也没有实力秒杀死灵魔像。所以，眼前这位血影大人1000%是真的血影大人。莫离顿时感觉自己的老师行事风格还真是有些别致。老师的意思是我现在可以不用回营地，直接去找干扰我做任务的正主了。你说的没错，解决恩怨之后，记得回营地拿比赛奖励。血影大人又交代了莫离几句后，使用瞬移离开。莫离看着因为血影大人离开后重新空出来的位置，咂了咂嘴，神言这些大佬级的 NPC 实力实在太离谱了。上一世莫离混迹于中下层，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大佬级的存在，对大佬级的 NPC 所有的认知都来自道听途说。这一世莫离有神性天赋和2个神级被动，已经属于满配标准，特别是在学会召唤死灵魔像后，战斗力发生了质变。莫离一度以为以他现在的实力，已经可以在这些大佬级 NPC 面前蹦跶一下了，直到刚才血影大人出手，莫离才知道是自己飘了。事实是，以莫离现在的实力，在这些大佬级 NPC 面前蹦跶不了一点。真就是你老师还是你老师系列？莫离吐槽了一句，快速走到食人魔头目尸体旁检查战利品：1件近战装备，2件法系装备，精良品质，属性只能说对得起20级精英怪物的逼格。可惜莫离穿上了噩梦难度隐牙城堡出品的装备后，一般精英怪物出的精良品质装备都不太瞧得上眼，顺手就把3件装备直接扔给了骷髅战士。打扫完战场后，莫离召唤出紫色亡灵战马，准备赶往灰烬之柱。游龙工会会长张良知道莫离的任务位置在巨锤石，所以才可以安排人手来狙击莫离。莫离自然也知道张良的任务位置在灰烬之柱。这一次参加比赛的5位玩家的任务位置本来就是公开的，并不是什么秘密。现在莫离的任务已经完成，召唤物数量不再受到限制，是时候让张良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人多打人少了。第132章灰烬之柱的脚步声。灰烬之柱，张良打开任务面板看了一眼，击杀怪物数量10233千，目前为止只完成了1/3，距离杀够3000只怪物还有很远的距离。不过张良多少还是有一些信心，这个击杀数量应该和其他几个竞争对手差不多，并且绝对遥遥领先莫离的怪物击杀数量。毕竟莫离这一次被游龙工会和王朝工会针对，2个工会加起来出动了超过80位工会成员去狙击莫离。莫离受到比赛规则限制，最多只能同时召唤4只召唤物，再加上袭击莫离的工会成员汇报，莫离没有找帮手，只有1个人。无论从哪个角度去分析，
张良最终得到的答案都是莫离现在的怪物击杀数量不会超过500只。曹志，你说第2次袭击莫离的计划能成功吗？肯定行。你还没打过神岩的精英怪物吧？没有，这不是一直忙着练级吗？强度很高。王朝，工会在新手村打过一次，我只能说强度超乎想象。只要按照计划让精英怪物摸到莫离，莫离就死定了。也对，说到底，莫离是脆皮法师，不是坦克职业，不可能抗住精英怪物的伤害。两人说着说着，脑子里不约而同地浮现出莫离被精英怪物一巴掌拍死的画面，忍不住大笑了起来。然而，笑声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3秒之后，两人的大笑就戛然而止。曹志和张良都收到了自家工会成员的消息，第2次袭击莫离的计划又失败了。2个工会参加袭击的工会成员团灭，张良脸上的肌肉不受控制地跳了跳。前一秒，他还在畅想莫离被精英怪物一巴掌拍死，后一秒，残酷的事实把他重新拉回了现实。曹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说精英怪物肯定能拍死那个莫离吗？我的人说精英怪物直接把坦克秒杀了，根本没办法把精英怪物拉到莫离面前。不应该啊，我工会的坦克在死亡矿井随便抗，即便20级的精英怪物伤害高一点，也不至于秒杀吧？具体的等他们回来再问问吧，他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通过聊天频道用文字描述，一时之间也说不清楚。曹志认为还是等人回来了，当面问清楚比较好。张良和曹志带着人一边继续杀怪，一边等2个工会去狙击莫离的工会成员回来。轰轰轰！很快，在灰烬之柱外围传来的一阵脚步声。一听这个脚步声，就知道肯定是一大队人在行进，不然发不出这种动静。曹志和张良都判断是去聚集莫离的人回来了。张良立即停止杀怪，指了指队伍的另外3个：“你们继续在这里杀怪，我和曹志出去看看。”知道了，会长。会长放心。会长，你的任务进度会一直涨的。3人各自应了一句。灰烬之柱范围不大，同一个队伍的人在这个范围里杀怪，会自动记入任务进度。早在任务刚开始时，张良就已经测试过了。现在他去找返回的人弄清楚情况，基本不会耽误任务进度。轰轰轰！脚步声听起来更近了，可是密集的脚步声听起来一点减速的意思都没有，这让张良和曹志同时皱起了眉头，心里产生了一些疑惑。2个工会去狙击莫离的人数加起来超过80人，这些人都清楚灰烬之柱这个位置空间不大，如果全都冲进来会变得很拥挤。正常情况下，他们应该停在外面等曹志和张良出去才对。很快，曹志率先反应过来，不好，恐怕是莫离的亡灵大军。曹志也是被莫离的亡灵大军杀过2次的人了，多少被杀出了一些经验。心里有疑惑后，仔细分析了一下，很快就从整齐划一的脚步声里听出了一点端倪，瞬间想起了被莫离亡灵大军支配的恐惧，顿时有点汗流浃背。不可能吧？莫离这次比赛召唤物数量被严格限制，4只召唤物怎么可能弄出这么大动静？张良有点难以置信。莫离如果在任务中召唤出超过4只召唤物，会立即失去比赛资格。外面的脚步声怎么听也不像4只召唤物能弄出来的动静。难道莫离已经放弃这次比赛了？很快，张良想到一个可能。曹志，你说会不会是莫离被第2次狙击，恼羞成怒，所以直接放弃比赛找我们算账来了？有可能。不行，我不能被他看到，我要先走一步。曹志不管不顾的直接取出回城卷轴开始读条。张良一下急了，卧槽，有你这么办事的吗？曹志可以跑，但是张良不能跑。一旦张良用回城卷轴回到暴风城，想要从暴风城赶路重新回到这里，至少要1个小时，浪费这么多时间，等于变相放弃了这次比赛。曹志有点抱歉地看着张良。王朝，工会和莫离本来就有恩怨，被他看到我在这里，事情会变得很严重。你和他没什么恩怨，最多就杀你1次，下次我请你吃饭，算是道歉了。随着曹志话音一落，回城卷轴读条完成，曹志传送离开。卧槽，曹志，你等着，下次肯定要好好宰你一顿。对于曹志的卖队友行为，张良非常不爽地骂了一句。同时，张良也知道现在就不是计较这件事的时候，立即招呼另外3个在杀怪的工会成员集合，并且在工会聊天频道里催促其他成员尽快赶来支援。灰烬之柱是一个山谷地形，出口只有1个，现在外面明显被堵了，跑肯定是跑不掉了。张良只能召集人手做最后一搏。唯一让张良感觉幸运的是，因为之前氪金抽奖抽到了不少道具，其中就有一个可以让队伍隐身的一次性道具。队伍成员处于隐身状态时不可移动，不可攻击，大抵就是一个玩具性质的道具。张良打算用这个道具先躲起来，
撑到工会的大部队赶来。轰轰轰！随着脚步声，亡灵大军的先头部队进入了灰烬之柱，密密麻麻的骷髅战士很快就占据了灰烬之柱。轰轰轰！死灵魔像迈着更沉重的脚步进入灰烬之柱。这是一支由死灵魔像和骷髅战士混编的亡灵大军，整支亡灵大军的数量超过了300支，把灰烬之柱这个小山谷塞得满满当当。第133章新概念围点打援。张良和游龙工会另外2个成员利用隐身道具躲在灰烬之柱一个角落里，看到亡灵大军把灰烬之柱塞得满满当当，不禁有点头皮发麻。直到这一刻，张良才意识到自己到底招惹到一个什么样的怪物。可是现在已经没有后悔药给张良吃了，惹都惹到了，张良也只能选择头铁到底。不过游龙的3个成员似乎有自己的想法。会长，你说会不会是怪物巢？根本不是莫离。我也这么想的，莫离哪来这么多召唤物？有道理，我听曹会长说莫离的召唤物在100只左右，这里保守估计都有200多只怪物。张良也一下反应过来，从发现脚步声有问题开始，一直都是听曹志在说。曹志说是莫离的亡灵大军，就真的是莫离的亡灵大军？折腾了半天也没见到莫离本人，难道不能是曹志那个王八蛋被莫离吓破胆了，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立即提桶跑路？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莫离的亡灵大军，就是运气不好遇到怪物巢。我觉得你们说的有道理，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怪物巢。会长英明，还是会长判断靠谱？会长，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张良琢磨了一下，如果要在怪物巢和莫离之间选一个当对手，张良当然愿意选怪物巢。PVP 和 PVE 也就是玩家 vs 玩家，玩家 vs 游戏中程序控制的角色，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莫离一个人团灭2大工会去狙击他的人，过去没多长时间。不论莫离是怎么做到的，莫离的战斗力肯定是无需质疑的。即便是游龙工会的其他成员从外面赶过来，也不过是制造混乱局面，给张良争取一个跑路的机会，避免出现游龙工会会长被击杀的局面。否则工会会长被击杀实在太掉逼格了，游龙工会以后注定会在神岩名声大噪，到时候很容易被人把这件事翻出来，成为游龙工会避不开的黑历史。可是如果眼前这些怪物真的只是怪物巢，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不过是怪物数量多一些，怪物等级稍微高一些罢了。这次为了对付莫离，游龙工会是主力，调集了核心成员和主力成员超过60人，60多名玩家联手对付不了莫离，难道还不对付不了眼前这200多只普通怪物吗？怪物太多了，只有我们4个人不够看，先等一等，等我们的人赶到再动手。灰烬之柱外面，在张良一队人视野无法看到的地方，莫离正在排兵布阵。进入灰烬之柱山谷的亡灵大军总数量是300只，这支亡灵大军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进去击杀张良，要击杀张良，一只死灵魔像就够了。300只亡灵大军进入灰烬之柱，最主要的目的是把张良困在灰烬之柱山谷里，阻止张良杀怪。有亡灵大军在灰烬之柱，张良一只怪物都别想抢到。莫离给亡灵大军下了2条命令，把灰烬之柱山谷入口堵死，绝不能放山谷里的任何一个玩家离开，不攻击山谷里的玩家，即便是玩家攻击亡灵大军，亡灵大军也不还击，只需要使用脆弱诅咒一直打断张良使用回传卷轴之类的传送卷轴即可。脆弱诅咒不会直接造成伤害，不会担心亡灵大军一个不小心把张良玩死了。如果让死灵魔像直接一刀把张良秒了，张良转头就复活，那样多无趣。莫离要的是让张良眼睁睁地看着他的任务怪被亡灵大军抢。如果张良召集游龙工会的成员来支援，灰烬之柱外面同样有一支由骷髅战士和死灵魔像组成的亡灵大军，还可以来一波新概念围点打援。莫离现在有的是时间陪张良慢慢玩。灰烬之柱的怪物等级低是低了一点，怪物等级在14到16级。对莫离来说，在这里杀怪又不是没经验，只不过经验少了一点而已。折磨张良的同时，还不怎么耽误练级的时间。等时间差不多了，最后再进去用手上的法杖送张良上路，这才是莫离的报复计划。布置好亡灵大军的站位后，莫离打开工会面板，一顿操作。天灾军团工会正式对游龙工会宣战，战争将一直持续到一方主动投降，并且另一方接受投降。30秒后，宣战通告将发送给游龙工会，这就是有工会的方便之处。只要宣战，对宣战工会的成员发起攻击，就不会被判定为恶意 PK， 不会增加邪恶值。现在一切准备就绪，就看鱼儿会不会上钩了。张良没有让莫离失望，很快一队人就出现在莫离的视野内。莫离粗略扫了一眼，
对方大概有50-60个人，都是熟面孔，就是之前和莫离战斗过的那些人。一队暴风雪覆盖，二队注意用火球术点杀幸存下来的目标。在莫离的指挥下，山谷外的亡灵大军直接发动了攻击。玩家和怪物不一样，玩家发现情况不对，立即就会通过各种手段走位，开减伤技能，试图规避伤害，不会像怪物那样傻不拉几的站在原地挨打。火球术点杀幸存下来的目标是必要的手段。第一波暴风雪砸下去后，对方的队伍只剩下10几个人存活。这些幸存下来的人板命的同时爆发出一阵惊呼：什么情况？哪里来的怪物？警戒范围为什么这么大？这伤害也太离谱了！糟了，会长该不会就是被这些怪物堵在山谷里了吧？卧槽！你们快看前面，这怪物也太密集了吧！你们快看，那群怪物里是不是站着一个人？当初在燃风小径时，莫离就发现骷髅战士比较特别，很容易被玩家误判为普通怪物，而不是像一般召唤物那样一眼就可以看出是玩家的召唤物。现在天灾军团和游龙处于战争状态，系统甚至都不会有 PVP 相关的提示。当然，莫离并不打算让这些人死得不明不白。在亡灵大军发起攻击时，莫离就已经站到了亡灵大军的最前方。对方经过第一波暴风雪洗礼后，有远程攻击能力的脆皮法系职业和远程物理职业都已经被击杀了，现在剩下的都是皮糙肉厚的坦克职业和近战职业，他们也就只能看莫离一眼而已，甚至都没有谁想起来换一把远程武器打莫离一下。卧槽，是莫离，是那个莫离！马德，我们到底招惹到一个什么怪物？随着对方一阵阵绝望的哀嚎，幸存下来的人被亡灵大军的火球术一一点杀。游龙工会又一次被莫离团灭。第134章，张良唯一的一点点安慰。灰烬之柱外面的战斗没有任何悬念，很快就结束了。莫离感觉现在唯一的悬念是对方会不会为了救他们游龙工会的会长再来送一次。游龙工会是大工会，这种有名气的大工会，300-500工会成员还是有的。这次出现在灰烬之柱的这些人应该只是游龙工会的核心成员，一团主力成员。对方会不会为了救他们会长调集更多的人挑战一下自我？对此莫离很期待。山谷外的战斗结束后，莫离从山谷入口往山谷内部看了一眼。灰烬之柱山谷内，亡灵大军正在有条不紊地击杀山谷内部的怪物。因为亡灵大军的数量高于灰烬之柱山谷内怪物的数量，经过一番清扫后，现在的局面已经是山谷内刷新一只怪物，立即就被亡灵大军击杀。山谷内几乎不会同时出现2只怪物。不过，让莫离有点奇怪的是，山谷内并没有看到张良或者其他人的身影。难道是收到第2次袭击失败的消息后，直接就提桶跑路了？莫离又反复确认了一下山谷内部的情况，并且翻看了一下战斗记录。灰烬之柱内部确实没有张良的身影，战斗记录里也没有张良或者游龙工会其他成员攻击亡灵大军的记录。一时之间，莫离也不知道该说张良胆子小，还是说张良对局势判断准确。总之，灰烬之柱里没有看到张良，那张良大概率就躲过这一波折磨了。不对，莫离很快反应过来，如果游龙工会会长张良不在灰烬之柱山谷里，刚才那一队游龙工会的人赶来灰烬之柱做什么？跑来看风景吗？答案只有一个，张良现在就在灰烬之柱山谷里，只不过他用某种类似于刺客前行的手段，用这种手段隐藏起来了。好，喜欢玩躲猫猫是吧？莫离心里很快有了一个新计划，既然张良喜欢躲，那就一直躲着吧，反正现在他一只怪物也别想摸到。拖延张良比赛进程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只需要多拖一会，把他拖到最后一名，然后再把张良找出来，送他上路就行了。亡灵大军在数量不受限制的情况下，用暴风雪覆盖整个灰烬之柱，就和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莫离在山谷入口看了一会，重新来到山谷外面。张良已经是瓮中捉鳖，只需要等时机一到，就可以送他上路。莫离现在更希望游龙工会后续再调集更多的人来救他们的会长，最大限度的击杀游龙工会成员，给他们造成尽可能多的心理阴影，比起单纯的击杀张良一次更有价值。灰烬之柱山谷内，张良和3名工会成员处于隐身状态，躲在山谷的一个角落。会长，刚才山谷入口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人？是莫离吗？灰烬之柱山谷里的这些怪物都是莫离的召唤物。张良脸上的肌肉不受控制的抽搐了几下，他从曹志那里知道莫离的召唤物很多，用曹志的话来说，简直就是一支亡灵大军。可是曹志也明确说了，数量在100只左右，2个工会加起来也不是不能对付。现在张良怀疑曹志那个王八蛋在忽悠他。灰烬之柱里的怪物数量，用最保守的估计方式估算，也超过了200只。
这个数量和100只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2个工会的主力成员加起来也没200人，比实际战斗力，之前比过了，2次袭击都以失败告终，战斗力莫离是绝对的碾压。现在连比数量都比不过，不，准确的说是2个工会的主力成员加起来都没有200这个数。培养主力需要大量的资源，特别是在游戏初期，大工会也不会同时养很多主力。游戏初期，大部分工会成员的任务还是以后勤保证为主，先集中力量培养出一批精锐出来，然后再通过精锐部队反哺工会，这是所有大工会的通用套路。可是张良现在只恨游龙工会的精锐部队不够多。张良正想安抚一下工会成员，突然收到了工会成员的私聊信息：会长，灰烬之柱外面有大量怪物，疑似莫离的召唤物，我们刚靠近就被团灭了，根本进不去。张良看到私信内容，顿时感觉眼前一黑。什么叫灰烬之柱外面有大量怪物？特么灰烬之柱里面才真的叫有大量怪物。有那么一瞬间，张良甚至有点怀疑工会这些人是不是被莫离击杀了2次。现在看到莫离下意识的有点怕了。灰烬之柱里这么多莫离的召唤物，恐怕莫离的大部分召唤物都在这里了。外面还能有几只？40几个人的团队，连几只召唤物都干不过。张良本来想把发私聊的工会成员臭骂一顿，突然想起第一次袭击莫离，就是32个人组成的团队对付莫离和他的4只召唤物，32对5，惨遭团灭。第2次袭击莫离，人数更是超过了50人，还是打不过，惨遭团灭。现在王朝工会的人跟着曹志那个王八蛋一起跑路了，莫离又不再受比赛规则限制，只能带4只召唤物。游龙工会的人打不过莫离也情有可原。张良快速压下心中的怒火。黑石山附近还有其他工会成员作为预备队，你们等一下，我把人全调集过来。张良也是拼了，无论如何他都不想今天死在这里。工会会长被击杀，到时候莫离只要对着他的尸体来一个合影截图，这张图就会成为游龙工会永远都洗不掉的黑历史。只有拼尽全力制造出混乱，才能博到一丝跑路的机会。张良现在又悔又恨，悔的是之前不想放弃任务，没有和曹志一起直接使用回城卷轴跑路，恨的是曹志那个王八蛋，这次算是把他彻底拖下水了。让张良唯一感到有些安慰的只有一点，莫离被2次袭击搞得失了智，违反了最多只能使用4只召唤物的规则，失去了这次比赛资格。张良认为莫离现在用亡灵大军把灰烬之柱围得水泄不通，亡灵大军即便看不到人，也在疯狂杀怪，恐怕就是莫离恼羞成怒，企图让他也无法完成这次比赛。第135章天灾军团的第3位成员。莫离在灰烬之柱入口处等了大约半个小时，也没有等来游龙工会后续前来支援的人，这让莫离有点怀疑张良是不是放弃治疗了。但是现在还不到击杀张良的时候，把张良堵在灰烬之柱山谷里，让他担惊受怕，承受来自精神上的折磨，区半个小时显然不够，而且半个小时也不足以让其他参赛选手击杀怪物的进度和张良拉开一个明显的差距。说不定张良击杀怪物的效率不错，之前处于领先状态呢。莫离认为很有必要再多折磨张良一段时间，顺便给其他参赛选手制造充足的追赶时间。这次比赛第1名可以拿到3件奖品，第2名2件，第3名1件，第4名开始就没有奖品了，至少也要把张良拖到第4名。当然最好是拖到最后1名，说不定还能让张良的那位老师对张良产生一些不满。想到这里，莫离打开好友列表，快速在好友列表里找到了江木槿的名字。江木槿，元素法师，17级，位置索瑞废墟。在莫离离开营地去做任务之前，江木槿强行拉着莫离互加了好友。莫离也没想到居然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能透露你现在怪物击杀数量吗？莫离给江木槿发了一条私聊，如果知道江木槿的怪物击杀数量，可以多一个参考。很快莫离就收到了江木槿有点答非所问的回话。怎么，你被张良找麻烦了？要我帮忙的话，估计还得等一会。也可以这么说吧，帮忙就不用了，我就是想知道你们现在的进度。你总不能白嫖吧？你现在怪物击杀数量是多少？我任务已经完成了。不想说就算了，用得着这么忽悠我吗？算了，我现在怪物击杀数量是1598。莫离看着聊天窗口咂了咂嘴，怎么说真话就是没人信呢？早知道就胡乱编一个击杀数了。不过莫离感觉江木槿这人能处，自己这边都还没开口就主动说要帮忙，虽然也说了要等一会，可好歹他愿意帮忙，还是很真诚的，没有忽悠人。所以1598这个怪物击杀数大概率也没什么问题。莫离想了一下，又给江木槿发了一条消息，你知道其他几个人的击杀数吗？
莫离很清楚地记得，在营地时，江木槿不仅拉着他加了好友，他和苏星河、李福光也加了好友。通过他，说不定可以打听到更多的情况。莫离很快收到了江木槿的私聊：“你总要告诉我，你打听这些做什么吧？不然我怎么好意思帮你去问？”莫离感觉江木槿说的也有道理。江木槿自己的情况，他自己就可以做主，想说就说。涉及苏星河、李福光2个人的情况，即便他知道，也要经过当事人的同意他才能告知，不然就成了出卖别人信息了。我把张良堵在灰烬之柱山谷里了，我打算把他拖成这次比赛的最后一名。什么？你疯了吗？这次比赛不参加了？居然有时间这样和他玩？我不是说了，我任务已经完成了吗？精英怪物首刷通告之前不是已经出了吗？江木槿那边沉默了长达1分钟。我一直以为你先杀的精英怪，你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完成任务了。我已经在灰烬之柱和张良玩了半个多小时了。不信的话，你可以过来看看，你的位置离灰烬之柱也不远。莫离心里也有数，大家前不久才在营地里有一面之缘，撑死了也就是萍水相逢的交情。光靠发几条消息过去，就想让江木槿相信，那不现实。用事实说话才是最好的办法。为了保证张良这次比赛只能拿到最后1名，耗费这些功夫是绝对值得的。不用了，我相信你。刚才我帮你问了苏星河和李福光，他们没什么意见。苏星河怪物击杀数量1401，李福光怪物击杀数量1459。我再和张良玩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差距，应该能保证你们领先张良的进度了。莫离把私聊消息发过去后，还没等到江木槿的回话，就发现一个几十人组成的团队出现在视野里。这一次出现的人数明显比之前的人数多。看到这些人，莫离一下就想明白了，不是游龙工会的人放弃了他们会长，是游龙工会的人在等更多的援兵赶来，顺便等复活点原地复活的虚弱状态消失。双方距离快速拉近，眼看着就要进入远程和法术的攻击范围。游龙工会的人现在已经知道灰烬之柱山谷入口的怪物是莫离的召唤物。这一次游龙工会的人显然是有备而来，制定了详细的战术，站位特别分散，保证亡灵大军释放的暴风雪一次最多只能覆盖1个人。可是在绝对的力量碾压下，战术再好也只是略微延缓他们死亡的时间而已。面对游龙工会的战术，莫离立即命令亡灵大军主动往前推进一段距离，让亡灵大军进入火球术攻击范围，用火球术进行1对1点杀。莫离在亡灵大军后方，站在一只高大的死灵魔像肩膀上，纵览全局。这个位置超过了玩家可以攻击到的最大范围，对方想要摸到莫离，就必须要先过亡灵大军这一关。摆开阵势，蓄势待发的战斗和突然发生的遭遇战有本质区别。游龙工会在莫离的亡灵大军面前没有一丝胜算。我在好友列表的详细信息里看到你有一个工会，你是会长吗？工会还收人吗？战斗打响的同时，莫离收到了来自江木槿的信息。莫离一下乐了，收？为什么不收？江木槿至少拥有一个神性天赋，未来的强力明星玩家，大佬级 NPC 李云素的学生，这些莫离都不在意。莫离最在意的是江木槿和苏尔是同一条赛道的玩家，2个人针尖对麦芒，如果凑到一块肯定很有意思。我是会长，不过我的工会不发展势力，就是单纯的个人玩家随便玩玩。我也是个人玩家，随便玩玩。好，你等一下，等我把游龙工会的人先送走。第136章。是，你说的都对。灰烬之柱外面的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战斗一结束，莫离立即打开工会面板，给江木槿发了一个加入邀请。玩家江木槿加入天灾军团。至此，江木槿正式成为天灾军团第3名成员。会长大人好。江木槿一加入天灾军团，就在工会频道发了一条消息。莫离还没来得及回话，苏尔抢先一步。江木槿，你怎么来了？苏尔，你怎么在这个工会里？莫离一下乐了。开始了，针尖对麦芒，好戏开场。看2个美女明星玩家斗嘴，这可比指挥亡灵大军把游龙工会的人杀一遍有意思多了。天灾军团刚成立没多久，我就加入工会了，你有意见？神气什么？加入这么久了，不还是普通会员？天灾军团工会设置里只有2个级别，就是系统默认的2个级别，会长、会员。莫离是会长，苏尔和江木槿是会员。莫离懒得像其他大工会那样去设置10几个森严的等级，也没那必要。我说2位，以后大家都是自己人，我们工会人少，要团结一点。江木槿，我给会长大人面子，不和你计较。苏尔，我也给会长大人面子，懒得和你计较。不错。莫离看着工会频道，嘴角上扬，自己的判断是没问题的。苏尔和江木槿是有些不对付，那是因为他们是同一条赛道的竞争对手。
实际上，他们以前一个在天下，一个在剑侠，玩的都不是同一个游戏。真要说有什么仇怨，那肯定谈不上，只不过同行是冤家而已，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现在凑到一块，最多也就斗斗嘴，图一乐。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有分寸，不会出现什么不可控撕破脸的局面。莫离又在灰烬之柱守了半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游龙公会的人不死心的又冲了2次亡灵大军的阵地，当然毫无悬念的又被团灭了2次。莫离看了一眼时间，感觉差不多了，提着法杖走进了灰烬之柱山谷。张良，出来吧，我知道你在这里。如果是莫离刚把张良堵在灰烬之柱，这样喊话无疑会有一些白痴的嫌疑。可是张良已经被堵在灰烬之柱长达1个小时，亡灵大军在莫离的命令下一直没有对灰烬之柱进行暴风雪覆盖，就是为了让张良心存一丝侥幸，让张良以为莫离不知道他在灰烬之柱。人在绝望时总会抓住最后那根救命稻草，莫离给张良的这一丝侥幸，哪怕看起来不那么靠谱，不怎么经得起推敲，可这一丝侥幸是张良唯一的希望。莫离相信张良肯定会抓住这一丝希望。现在莫离直接断了张良最后一丝希望。莫离不信张良在灰烬之柱憋屈了长达1个小时，他还坐得住。果然，灰烬之柱山谷内很快就传来一个声音：莫离，我张良和你到底什么仇什么怨，用得着这样折磨我？莫离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过去，发现在山谷角落的一个大石头后方，很突兀的出现了4个人。张良和他队伍的成员。是你先找我麻烦，你做出1，我做15，我没找其他帮手，够意思了吧？哼，要杀就杀，说这么多废话做什么？张良现在只求一死，游戏而已，在这里被杀了，很快就可以复活。张良之前有很多顾虑，不想死在这里。可是游龙公会的人已经被莫离杀妈了，再加上莫离刚才断绝了他最后的希望，张良现在已经不抱任何存活的希望了，只想莫离快点把他杀了，赶快结束这次憋屈的经历。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次打不过那就发育，等下次再打。而且在张良看来，莫离为了报复他，召唤了数量如此夸张的召唤物，肯定是底牌尽出，所有手段都用上了。这一战，游龙公会虽然损失惨重，但莫离也彻底暴露了他的底牌，还失去了这次比赛的资格。严格说起来，游龙公会也不是一败涂地，一点好处没捞到。这波不亏。莫离看着张良，感觉张良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居然还有点得意。不对劲，很不对劲。这种时候怎么也该是生气、愤怒、憋屈之类的吧。莫离脑子里快速闪过很多可能，很快抓住了其中一个可能。张良这个家伙不会是认为自己为了找他算账，报复他，违反了召唤物限制规则，失去比赛资格了吧？略微一分析，莫离就感觉很有可能。从之前打听到其他人怪物击杀数量来看，自己出现在灰烬之柱时，他们的怪物击杀数量应该在1200-1400左右。张良估计也在这个数，他自然就会下意识地判断自己也没有完成任务，恼羞成怒之下直接放弃任务来找他麻烦。莫离感觉事情突然有意思起来，这次冲突本来以为击杀张良一次就是大结局，这次事件就暂时告一个段落。万万没想到，在送张良上路之前，还可以再给他来一次精神打击。你放心，等一下我肯定会杀你，不过我还有话要说。有什么好说的？还想耀武扬威一下？你是不是以为我放弃比赛来找你麻烦？难道不是吗？你先击杀的精英怪物，小怪都还没开杀吧？使用这么多召唤物，你以为能骗过那些大佬 NPC？ 听到张良的话，莫离突然又不想现在就告诉他了，毕竟人只会相信自己想相信的话。现在即便告诉张良事实，他也不会相信。最好的办法是等一会营地见，到时候他的表情肯定很精彩。对了，据说江木槿和张良以前在剑侠里还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那种。等一会张良在营地里看到自己成了江木槿的会长大人，不知道又会是一番什么样的反应。毕竟双重精神打击最为致命。莫离瞬间就决定再让张良高兴一会，现在越高兴，等一会受到的打击就越重，这可比单纯的把张良杀一次有效果多了。是，你说的都对。鲜血穿行，普通攻击。莫离一套丝滑小连招出现在张良面前，用最朴实无华的普通攻击一法杖敲下去，高达5位数的伤害直接送张良上路。同时灰烬之柱里的亡灵大军使用火球术送张良的3个同伴上路。至此莫离在灰烬之柱的战斗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返回营地拿取本次比赛的奖品。第137章临时换奖品。营地，血影大人和4位法师协会的大佬坐在投影大屏幕前，全程观看了莫离对张良的报复行动。
张良的老师江伯庸脸上的表情不太好。血影，这就是你收的好学生？杀人还要诛心？你是不是搞错了一件事？是你的学生先动手的，莫离他只是正当防卫。你……江伯庸脸色铁青，管这叫正当防卫？那杀人放火是不是都算见义勇为了？江伯庸抬头看了看法师协会其他几个人，发现其他几人都对他摇了摇头，分明在示意这件事就这样接过去算了。江伯庸这才猛然醒悟，他在质问的是暴风城城主血影大人。俗话说，只有取错的名字，没有叫错的外号。心慈手软的人，那是万万不会叫这个名号的。这个名号是东方岩当年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名号。血影二字让神岩大陆的最大势力光明教会都要忌惮几分。东方岩建立中立城市暴风城，接纳了很多被光明教会判定为邪恶势力的人，光明教会也就强烈谴责了几句而已，甚至都没有进一步的实际行动。江伯庸感觉自己平日在法师协百官为百惯了，刚才居然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下意识的就去质问东方岩，这种行为简直蠢到家了。如果真把东方岩惹恼了，东方岩才不会管你是不是法师协会的大佬，分分钟就让你血溅五步，当场重伤。江伯庸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血影大人，抱歉，刚才被我那不成器的学生气昏了头，是我无礼了。算了。血影大人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李云素左看看右看看，发现气氛有些冷场，立即站出来转移话题。东方，莫离这一战指挥的召唤物有600只了吧？我很好奇他到底有多少召唤物。血影大人想起之前和自己学生齐之礼闹的笑话，不禁嘴角上扬。在场的其他人，血影大人都不太在意，但是李云素是血影的老师，是资历非常深的战斗法师，不仅在法师协会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知晓很多心秘，还拥有很多市面上根本不流通的秘法。莫离如果可以获得李云素的看重和青睐，对莫离以后的发展会很有帮助。身为李云素的学生，血影大人自然也清楚怎么做才能让李云素看重莫离。666啊！听到血影大人的话，李云素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明明在问莫离的召唤物数量，怎么突然夸起人来了？老师，我是说莫离他有666只召唤物。血影大人给李云素报了一个已经过时，但又足够引起李云素重视的数。这样一来，既为莫离保守了秘密，又为莫离争取到了李云素的重视。什么？这么多？李云素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莫离才21级而已，在这个等级，100只召唤物就已经到了天才的范畴，200只召唤物就可以称之为天才中的天才。666只是什么概念？李云素记得很清楚，眼前的血影当年还是东方岩那个喜欢到处惹是生非的丫头时，在21级这个等级，召唤物数量就在700左右。后来，东方岩成为了血影大人、暴风城城主货真价实的一方超级霸主，就连神岩最大势力光明教会都要忌惮3分。现在，莫离和东方岩的天赋潜质如此接近，完全可以说莫离已经拥有了成为一方超级霸主的潜力。李云素想了一下，很严肃地看着法师协会的另外3位大佬，关于莫离的情况，我会亲自找会长聊聊，你们今天不能往外透露一点，明白吗？明白。放心，规矩我们懂。放心吧，没人想面对来自你和血影大人的追杀。另外3位大佬连连点头，大佬和大佬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没有什么正经事的时候，大家是朋友，一旦涉及正经事情，李云素和血影2个人的身份地位和法师协会会长李旭炎可以平起平坐。另外3位大佬要低一个级别。莫离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和潜力，李云素直接给莫离定了调子，现在已经不是他们3个可以随便插手的了。李云素又想了一会，感觉还是有点不放心。我要更换一个奖品。血影大人心里一喜，果然，老实护犊子的性格一点没变，奖品是早就准备好的。之前商议学生之间的比赛时，一共是6个人，一人出1件奖品，一共6件奖品。中途有一位大佬因为有其他急事，临时离开，不参与这次比赛。李云素就找法师协会要了1件奖品，算是赞助，凑足了6件奖品。这次比赛的第1名，在莫离击杀精英怪物后，就已经被莫离收入囊中。莫离有优先选择3件奖品的权利。李云素现在更换奖品，自然是想换一件对莫离更有帮助的奖品。李云素不是莫离的老师，可他是莫离老师的老师，给莫离一点实际的好处，合情合理。老师，你准备给莫离什么？血影大人也不装了，连奖品2个字都懒得提。李云素一伸手，取出一个戒指递给血影大人。前2天我不是宰了一头传说级怪物吗？那头传说级怪物正好出了这个。血影大人接过戒指看了一眼，忍不住嘴角上扬，太及时了，真是太及时了。看了这次莫离和其他冒险者之间的冲突，血影大人发现莫离和他的行事风格很相似，
属于我不主动惹事，但如果有人来招惹我，必定是加倍奉还，并且一旦行动起来就异常强势。可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莫离现在毕竟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这种行事风格很容易被其他冒险者联手针对，容易夭折在成长的道路上。血影大人刚才一直在想怎么给莫离提供一些保障，现在李云素拿出这个戒指，瞬间就解决了血影大人的难处。有了这个戒指，只要莫离不主动跑去招惹等级非常高的怪物，绝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保莫离性命无忧。我就先带莫离谢过老师了。血影大人向李云素很郑重地道了一声谢，然后转头对其他3位问道：更换奖品，你们没意见吧？3人有些无奈地笑了笑，没有表示反对。这种时候跳出来反对，不仅要得罪李云素和血影，还要得罪莫离这个潜力股。莫欺少年穷的道理，3位大佬还是明白的。更何况莫离这个少年，还有血影和李云素这2个大靠山，在2位大靠山的庇护下，迟早都会成长起来的。莫离以后的具体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不好说，可是在身份和地位上至少都会和他们平起平坐，不如趁早卖个面子，打好关系。第138章双重精神打击。虽迟但到。江木槿加入天灾军团后，莫离可以随时知晓江木槿怪物击杀数量。鉴于其他几位参赛选手的怪物击杀数量实在有点感人，莫离索性又跑回巨锤石刷了一段时间食人魔，免得独自回营地后在营地傻等。一直到江木槿、苏星河、李福光3人首杀精英的全服通告都出来了，莫离才骑着紫色亡灵战马不紧不慢地赶回营地。莫离进入营地后，发现江木槿、苏星河、李福光都在营地，3个人正聚在一起聊天。当然张良也在，他的任务被莫离彻底搅黄了，早就放弃治疗了，独自一人站在角落，显得非常不合群。看到莫离走进营地，张良一下来了精神。哟，看看谁回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莫大会长吗？怎么最后一个回来？怪杀够了吗？你违反了规则，杀再多怪也没用，你不知道。张良直接来了一个素质3连，言语之间充满了阴阳怪气，顺带揭发了莫离违反规则的事情。张良，你自己废物，别以为其他人和你一样，我们家会长大人是先完成了任务才去找你麻烦的。整个游龙工会的人加起来都没打过我们家会长，你也好意思在这里阴阳怪气？不待莫离说话，江木槿就先站了出来，也来了一个素质3连，攻击性极强。张良看了看江木槿，脸上的神色变得有些难看。他明明在攻击莫离，江木槿跳出来凑什么热闹？什么叫我们家会长大人叫这么亲切？等一下，张良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莫离的确有一个工会。这一点张良发现天灾军团工会向游龙工会宣战，特地找曹志确认过。听江木槿这意思，他加入莫离的工会了。张良越想越气，当初他和江木槿的矛盾就是从邀请江木槿加入游龙工会，被江木槿无情拒绝开始的。江木槿，你吃错药吧？居然加入这种听到没听说过的小工会？小工会又怎么样？还不是一样把你的游龙工会吊起来打？莫离在一旁看了一眼江木槿，在心里默默给江木槿点了一个赞。不错不错，打嘴仗是游戏里很常见的事，像江木槿这种起手就揭短，追着对方痛处骂，绝对是专业的。2人互对了一会，有守卫从一个营帐走了出来。各位冒险者，稍安勿躁，颁奖不在这里进行，请跟我来。江木槿想都没想就跑到莫离身边，小声说道：会长大人，刚才帮你出了一口恶气，怎么样？不错，值得嘉奖。如果没有江木槿，莫离自己是懒得去和张良进行骂战的，难免会让张良产生他又行了的错觉。有江木槿，这一次交锋，张良一点便宜都没占到。卫兵带着莫离5人进入帐篷，很快来到一个大庄园的院子里。在院子中央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摆放着6件物品。莫离简单看了一眼，有戒指、项链、技能书，甚至还有一把法杖。具体属性不详，要等选取奖品时才有机会进行查看。不过莫离相信这些大佬级 NPC 提供的东西差不到哪去。很快，血影大人和几位大佬从院子的一个入口走了进来。李云素走到摆放奖品的桌子旁。这次比赛结束，下面宣布结果：第1名莫离，第2名江木槿，第3名苏星河，第4名李福光，第5名张良。李云素刚宣布完，张良立即就跳了出来：老师，我要举报莫离在任务过程中违反规则，召唤了大量召唤物。闭嘴！江伯庸脸色铁青地看着张良，差点没控制住一巴掌拍死这个混账。你一个冒险者，什么等级，什么身份，有资格跳出来质疑已经定下来的结果？别说莫离根本没违反规则，就算莫离真违反了规则，
只要是大家商议之后定下的结果，就轮不到你张良一个小小的冒险者来质疑。老师，规则是你们定下来的，莫离他违反规则，凭什么可以拿第一名？张良还没有放弃，在他看来，这些就是游戏里的高级 NPC， 别管你高级不高级，只要是 NPC 就要遵守规则。混账！莫离有没有违反规则？你以为我们没你清楚？张良突然感觉有点窒息。事实已经很明显了，莫离确实就如江木槿说的那样，是先做完任务，然后才去找他麻烦的，根本就没有违反规则。这是高级 NPC 的判定，只要下了判定，任张良说出个花来，莫离也是第一名。可是张良想不通，凭什么？莫离的召唤物明明被限制在了4只，在游龙和王朝2大公会联手狙击他的情况下，居然还可以如此神速地完成怪物击杀。莫离的召唤物厉害是厉害，属性堪称变态，可再厉害也不能4只当40只用吧？一招秒杀怪物，打1万伤害和打10万伤害有区别吗？不管怎么样，都要花时间打那一下。莫离到底是怎么做到如此神速的击杀怪物的？张良有些不服气的看了莫离一眼，发现莫离正在和江木槿有说有笑，顿时心里更气了。马德，凭什么？当初在剑侠盛情邀请江木槿，本来以为可以把江木槿拉到游龙公会，等大家关系熟悉了之后，搞不好还有一清方泽的机会，结果被江木槿无情拒绝。凭什么转眼间江木槿就加入了莫离的公会？难道莫离采用了更盛情的邀请办法？还特么我们家会长大人叫这么亲切，到底什么时候勾搭上的？就在张良感觉被气得后牙槽都快咬碎时，李云素指了指桌子上的奖品，第一名可以优先选3件，第2名在剩下的奖品里选2件，剩下1件就是第3名的。莫离，你先上来选。李云素看着莫离，脸上露出了非常满意的表情，就差把满意2个字直接写在脸上了。第139章，这样的失足，麻烦给我再来10个。莫离刚走到摆放奖品的桌子旁，耳边就响起了血影大人的声音，其他2个奖品你随意，混沌之环是特地为你准备的，一定要拿。莫离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桌子上的奖品，每一个奖品旁边有一个小牌子，小牌子上面只写着奖品的名字，但没有具体属性。如果想知道具体属性，就需要拿起奖品进行具体查看。也就是说，这次比赛名次靠前，还有一个隐藏福利。第1名可以把6件奖品的具体属性都查看一遍，第2名可以把剩下的3件奖品的具体属性都查看一遍，而第3名就只知道自己拿到手的那件奖品的具体属性。有一个小牌子上赫然写着混沌之环，且不论看到这些奖品的具体属性到底有多大的用，李福光和王良身为这次比赛的第4名和第5名，甚至只能知道奖品的名字，奖品到底什么属性只能凭自己想象，万事靠对比。这么一对比，莫离瞬间感觉自己这个第1名的价值又提高了不少。有了血影大人的指点后，莫离没有急着去查看混沌之环的属性，先把其他5件奖品的属性查看了一遍，其中2件奖品一下就吸引到莫离的注意力。技能书群体恐惧术，需求等级20，需求精神500，说明以你为中心，半径3米内的敌对目标会因为灵魂深处的恐惧不受控制的4处逃窜，持续5秒，这个逃窜不会被伤害打断。这个技能是术士职业的技能，术士等级达到20级时，可以直接在职业训练师那里学习到，是术士职业的专属强控技能。可是正因为这个技能术士可以在职业训练师那里学习到，怪物根本不会掉落群体恐惧技能书，只有机缘巧合之下，通过做任务才有机会技能获得群体恐惧技能书，并且一般都是时区绑定。换句话说，市面上根本就不会有群体恐惧这个技能的技能书流通，其他职业一般情况下根本学习不到这个技能。当初在法师塔9层，莫离主动选择了先走强化召唤物技能学习路线，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从旗之里那里学习到的技能都是召唤物相关的技能。死灵法师专属的类似于群体恐惧术这种强控技能，短时间内肯定接触不到。现在机会就在眼前，莫离自然不会错过。另外一件是装备，名称战斗法师的法袍，品质史诗，部位胸部，体力加105，精神加105，效果使你的魔法值提高 20%， 效果每次攻击会额外造成魔法值 5% 的魔法伤害。莫离主要看重的是使你的魔法值提高 20% 这条属性，另外一条效果算是赠品，有没有影响不大，毕竟需要莫离亲自动手的机会不多。选定了2件奖品后，莫离这才把目光落到了血影大人特别提醒要选的混沌之环，名称混沌之环，品质传奇，部位饰品，效果
你承受的伤害有 21% 会分摊到你生命值最高的召唤物身上。效果：你的等级每提升1级，分摊效果提升 1%， 最高分摊 90%。传奇，全是传奇品质。莫离感觉嘴角的笑意比 AK 的后坐力还难压。在这次比赛开始前，莫离根据这些大佬级 NPC 的身份，对这次比赛的奖品进行过推测，最后得到的结论是，有装备奖励的话，可能是史诗品质。事实证明，除了那本技能书之外，另外几件奖品也确实是史诗品质。可是，在几件奖品里冒出一件传奇品质的装备，是莫离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传奇品质意味什么？第一点就是装备的可成长性，第二点就是逆天的特效。这两个特质就决定了，只要传奇装备的特效和玩家契合，对玩家来说几乎就是一件毕业装备。就如同眼前这个混沌之环，随着人物等级提升，特效也可以不断提升。莫离有了这个戒指，如果等级达到90级，召唤物可以分摊 90% 的伤害，自身只承受 10% 的伤害，相当于 90% 的全局减伤。这是何等的逆天的效果！死灵魔像现在拥有20几万的全属性，力量和敏捷加起来提供了超过40万的护甲。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护甲减伤是有上限的，把护甲堆上天，最多也只能提供 50% 的物理减伤。而且，死灵魔像的减伤只针对物理减伤，遇到带物理穿透的攻击或者法术攻击，死灵魔像的坦度会大打折扣。现在，莫离只要戴上混沌之环，立即就拥有 21% 的全局减伤。这种全局减伤和坦克职业自带的减伤类似，对任何伤害都生效，并且这种减伤不可削减。离谱！离大谱！莫离选好3件奖品后，由李云素亲自把奖品颁发给莫离。李云素在把混沌之环递给莫离时，脸上带着笑意，对莫离说道：“怎么样，这个戒指还满意吧？我前2天宰的一头传奇怪物刚得到的，还没捂热乎呢。”莫离心里一惊，之前血影大人在莫离选奖品前，特意叮嘱过莫离一定要选混沌之环。莫离一直以为这个戒指是血影大人特地给他准备的，可是现在听李云素的意思，这个戒指分明是他准备的。满意，非常满意。莫离接过奖品，退到血影大人身后。李云素刚才明显在提醒莫离，这个戒指是他特地为莫离准备的。莫离认为有必要找血影大人确认一下。老师，这个戒指是李云素特地给我准备的。什么李云素？他是我的老师，按辈分算，你要叫师祖，明白吗？师祖？莫离有点懵，这辈分怎么莫名其妙的就矮了一大截？血影大人没有理会莫离的懵逼，继续说道：“这次你的表现让他非常满意，他临时更换的奖品。”啊！莫离摸了摸手上的混沌之环，居然是临时更换的，也就是说，之前李云素准备的奖品可能也只是一件史诗级的物品了。说到底还是靠自己本事挣来的。莫离转念一想，师祖就师祖吧，把击杀传奇级怪物说得像杀鸡一样简单。送礼一出手就是传奇品质的物品，这样的师祖，麻烦再给我来10个。第140章，对王朝工会的第2次宣战。颁奖仪式很快结束，随着李云素简单讲了几句勉励的话之后，任务正式结束。莫离收到了这次任务的经验奖励，这次任务的经验奖励给的非常多，让莫离直接升到了22级。莫离直接对自己使用了技能书群体恐惧术，学习群体恐惧术。这种强控技能自己掌握，可以更好的把握释放时机和释放目标位置，比交给召唤物学习更靠谱。莫离现在是20级，一共有5个技能栏位，5个技能栏位里的技能分别是召唤骷髅兵、召唤骷髅战士、骨毛、鲜血穿行、召唤死灵魔像。莫离看着技能栏略微想了一下，很快就决定把骨毛换成群体恐惧术。骨毛技能是出生自带的技能，伤害加成少，现在已经属于可有可无。有亡灵大军在，莫离不缺攻击手段，就算是极限情况下，亡灵大军受到限制无法使用，有阿鲁高的法杖，用法杖砸人伤害也非常可观。配置好技能后，莫离换上新到手的2件装备，又利用储物空间里现有的装备对自身身上的装备略微做了一点调整，然后把巅峰等级提供的额外属性点全加到精神属性上，最后非常满意的看了一眼属性面板，等级22，巅峰等级22，力量39，敏捷39，体质888，精神2856，生命值红988，魔法值蓝14852，召唤物数量654855，装备效果使你的召唤物造成的伤害提高 60%， 使你的召唤物获得 10% 的法术穿透效果，使你的召唤物获得 10% 的物理穿透效果，使你的魔法值提高 20%，
使你的精神属性提高 25%。当你使用法杖进行近战攻击时，可以对目标造成精神属性 X4 的物理伤害。你的每次攻击会额外造成魔法值 5% 的魔法伤害。你承受的伤害有 22% 会分摊到你生命值最高的召唤物身上。你的等级每提升1级，分摊效果提升 1%， 最高分摊 90%。最让莫里满意的还是混沌之环的效果。游戏越到后期，难度越大，越容易暴毙。特别是游戏和现实融合之后，一旦死亡，那就是真正的死亡。而混沌之环的效果，随着人物等级提高，越到后期效果就越逆天。这无疑为莫里多提供了一层安全保障。黑石山任务暂告一个段落。从营地出来后，莫离快速捋了一下接下来要做的事。首先返回暴风城，然后从暴风城赶去闪光镇，看一下死亡矿井后门任务的后续任务。这个任务一直让莫离有点念念不忘，太特殊了。副本的后门任务一般完成之后就结束了，几乎没有后续。隐牙城堡的后续任务就是如此。可是死亡矿井这个神岩里等级最低的副本，它的后门任务居然有后续。之前一直没去是因为没有做齐。莫离担心做这个后续任务会浪费大量时间在赶路上。拥有了坐骑之后，又是隐牙城堡噩梦难度任务，又是黑石山特殊任务，让莫离有点应接不暇。现在总算有时间了，怎么也要去看一看，万一错过了什么重要的奖励，以后想起来都要拍断大腿。如果顺利的话，在完成后续任务后就继续返回黑石山刷怪练级。隐牙城堡的怪物是20级的怪物，莫离现在等级22级，等级高于隐牙城堡的怪物早就没有额外的经验奖励了。反而黑石山这边有很多怪物的等级高于莫离，这些怪物都是黑石山封印里跑出来的怪物，经验比野外同等级的怪物更高。黑石山异变事件这个时间段内还会刷新的大量杀怪任务，配合上任务奖励的经验，在黑石山练级效率不会比噩梦难度隐牙城堡低，而且这些任务还会奖励不少暴风城声望。综合看下来，在黑石山练级肯定优于在噩梦难度隐牙城堡练级。不过现在还有一件事，莫离必须马上做。在灰烬之柱，莫离并没有看到曹志，张良也没有提曹志和曹志的王朝工会。可是莫离几次击杀游龙工会的人，已经把事情弄得非常明白了。那些来灰烬之柱救张良的人里，比起2次狙击自己的人，少了一部分人。少的这部分人到哪去了？首先可以假设这次袭击有王朝工会的人参与。2次狙击失败后，曹志为了避免暴露，让王朝工会的人先行战术撤退，所以最后来灰烬之柱的人就少了一部分人。这样一来就都能解释得通了。真相到底是不是这样，莫离认为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曹志和他的王朝工会有嫌疑，这就够了。莫离打开工会面板，一番操作下来，弹出一条提示：天灾军团工会正式对王朝工会宣战，战争将一直持续到一方主动投降，并且另一方接受投降。30秒后，宣战通告将发送给王朝工会。秉着宁可杀错不可放过的原则，莫离第2次对王朝工会宣战。哇，会长大人，你怎么对王朝工会宣战了？江木槿从莫离身后跑了出来，有些疑惑地看着莫离。王朝工会他有所耳闻，是天下第一工会。天灾军团宣战列表里对游龙工会的战争状态还没有结束，现在列表里又多出一个王朝工会。天灾军团等于同时向天下的第一工会王朝以及剑侠的第一工会游龙2个工会开战，而天灾军团只有莫离、苏尔以及他这个刚加入工会还没弄清楚情况的新成员，一共才3个人。真的要3个人单挑一群人吗？莫离转头看了江木槿一眼，怕了？怕？有什么好怕的？我就是有点好奇。这次狙击我，干扰我做任务的事，我怀疑王朝工会也有份。江木槿取出一把差不多和他一样高的法杖，挥动了几下。会长大人，先说好，不是我怂，我同时打几个还行，对方人太多的话，我就只有跑路了。打不过就跑，又不丢人。再说你还可以使用大召唤术叫我。人太多的话，你也没什么办法吧？我死了就算了，还是别牵连会长大人你陪葬的好。江木槿实在想象不出莫离一个人应对2个工会上百人的画面。当然这不怪他，江木槿压根就没见过莫离真正战斗的场面。莫离也很快反应过来，应该要给自家工会成员一点信心才行。来，我们切磋一下，增加一点你对我的信心。第141章群体恐惧术接朴实无华的近战攻击。江木槿听到莫离的话，心里一惊，他知道莫离很强。死亡矿井和隐牙城堡的副本首通记录、副本速通记录
以及单次最高伤害记录都是莫离。不过这些都是 PVE， 包括莫离这次比赛拿到第1名，同样是击杀怪物，远远快于其他参赛者。同样是 PVE， 可是决斗是 PVP， 两者有本质不同。江木槿只知道莫离之前把张良堵在灰烬之柱，不清楚具体情况。不过莫离在灰烬之柱和他私聊时，中间提了一句先解决游龙公会的人。解决游龙公会的人，这个过程很快就结束了，中间间隔甚至没有超过1分钟。江木槿猜测莫离在灰烬之柱时需要对付的人应该就是张良和张良找来帮忙做任务的几个人，可以同时轻松的对付游龙公会的5个人。这就是江木槿现在对莫离 PVP 实力的判断。但是这样的实力放在江木槿面前还不够看。刚才江木槿对莫离说同时打几个还行，只不过是谦虚的说法。实际上江木槿有信心可以轻松打10个，极限情况下同时应付20个也不是完全没有赢的希望。毕竟江木槿2项神级被动中有一项就是专门针对 PVP 强化的。江木槿判断莫离的 PV 水平应该远远高于他，但是莫离的 PVP 水平应该不如他。江木槿当初决定加入天灾军团，主要也是感觉莫离人还不错，又和张良撕破脸杀开了，秉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就主动请求加入天灾军团。现在才刚加入工会，反手就把会长按在地上摩擦，江木槿感觉不太妥，要放水故意输给莫离，江木槿自己又有点无法接受，最后有些为难的看着莫离。会长大人，我看还是别了吧，我伤害高，变杨树把你杨住之后，一个火球术你就没了。不试试怎么知道？这就是工会成员之间友好切磋，你就当成互相加深一下了解吧。莫离说完后，直接对江木槿发起了决斗申请。江木槿还在犹豫，没有立即接受。正好苏星河和李福光从营地走了出来。苏星河看到莫离和江木槿2个人站在营地外，大眼瞪小眼，感觉有点奇怪。两位这是在干嘛？深情对望吗？能不能体谅一下我们这些单身狗？江木槿转头瞪了苏星河一眼。现在又多出2个观众，他更为难了。突然江木槿灵机一动，我说会长大人，还是改天吧，张良还不知道在哪呢，我们决斗给那个小人捡了便宜可不好。说完江木槿给自己点了一个赞，这个理由实在太完美了。决斗不会导致任何一方死亡，系统最后会强制把玩家生命值锁定在1点，然后自动结束决斗。正常情况下没什么问题，可是如果附近有一个隐藏起来准备捡漏的敌人，只剩1点生命值就会非常危险，甚至都不需要破防，只要被对方的攻击摸到，强制扣除生命值1点，直接就会导致死亡。苏星河一听莫离要和江木槿决斗，一下来了兴趣。莫离和江木槿包揽了这次比赛的1、2名，在 PV 方面能力都高过苏星河，苏星河输的心服口服。苏星河自然想再见识一下莫离和江木槿 PVP 能力。你们放心，刚才张良当着我们的面用回城卷轴回报封城了，没1个小时他赶不过来。江木槿瞪了苏星河一眼，不会说话就别说话。可是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江木槿觉得再推迟就有点不太礼貌了。那好吧，既然会长大人想看一下我的实力，我就献丑了。江木槿接受莫离的决斗申请，倒计时开始，3，莫离放出了一个死灵魔像，2、1，决斗开始。然而莫离和江木槿站在原地，大眼瞪小眼，谁都没有动手。你怎么不动？我的会长大人，你这不是才放了一只召唤物吗？我在等你放召唤物啊。这只召唤物是用来一会我们决斗完加血用的，和自己人玩玩就不用召唤物了。江木槿有些无语，你是死灵法师，不用召唤物用什么？提着你手上的法杖上来砸我吗？不得不说，死灵法师的刻板印象非常深入人心。江木槿甚至认为莫离除了召唤物之外没有其他攻击手段。不过既然决斗已经开始，江木槿也不准备让着莫离。变杨术，莫离被变成了一只羊。瞬发，苏星河在一旁惊呼了一声。变杨术独条时间 2.5 秒，在江木槿手上居然变成了瞬发，这未免也太逆天了。莫离心里也是一惊，瞬发法术这种能力简直就是 PVP 利器。不过莫离一点都不慌，以一只羊的视角看着江木槿，心里吐槽了一句：我1万多蓝量，你还能把我秒了不成？莫离相信秒肯定是秒不掉的，真被秒杀了，单次伤害榜上的第1名就该是江木槿了。轰！一个瞬发火球术飞射而来，直接砸到了莫离身上。-3198。莫离受到伤害，变杨术效果结束，重新恢复自由行动。怎么可能？江木槿本来信心满满，可以一击秒掉莫离，直接结束这场决斗。
把目标控制住，然后依靠自身的高爆发直接秒掉目标，本来就属于赖皮战术。在没有解除控制的手段时，这种战术属于无解战术。可是，如此赖皮的战术在莫离身上失效了。江木槿仔细盯着莫离的血条看了一眼，又揉了揉眼睛，又看了一眼。江木槿突然有点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莫离在硬吃下了一击火球术后，生命值居然还是满的。江木槿第一反应是卡 bug 了，不过他很快就注意到莫离的魔法值掉了差不多1/5，瞬间就明白了，莫离不是不掉血，而是受到伤害先扣魔法值。电光火石之间，江木槿还在思考下一步要怎么办。莫离很突兀出现在他面前，变阳术。江木槿下意识的就想把最后一次瞬发法术的机会再次用在变阳术上。他的神级被动气定神闲，可以让接下来3个法术变为瞬发，并且受影响的法术最多可以对10个目标生效。可是晚了，莫离近身的一瞬间，先一步释放了瞬发的群体恐惧术。江木槿在群体恐惧术的影响下失去了控制。莫离举起手上的法杖，在江木槿跑出近战攻击范围前，敲出了一击朴实无华的近战攻击-11001。一个非常浮夸的伤害数值从江木槿头上冒了出来。决斗结束，加28560。决斗结束后，死灵魔像的治疗术释放到江木槿身上。治疗术的数值比莫离打出来的伤害更离谱，一个治疗术直接把江木槿的生命值重新加满。江木槿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莫离。第142章，莫离，我又捡到宝了。苏星河和李福光在一旁，因为看不到莫离和江木槿的血条，整个过程看得云里雾里的。不过有一点他们可以确认，莫离最后是靠近江木槿，用法杖直接砸下去，用一发朴实无华的近战攻击结束了战斗。离谱！李福光，你有听过神言里有近战法师这一说吗？什么近战法师？莫离不是亡灵法师吗？他还能双职业？那你给翻译翻译，莫离刚才怎么一法杖敲下去，直接清空江木槿的生命值的？兴许江木槿是脆皮法师呢？苏星河甩了李福光一个白眼。我也是脆皮法师，不如你敲我一杖试试。李福光感觉快编不下去了。莫离这个等级撑死了就30几点力量，就算拿一把正经的近战武器，算100伤害好了，一下近战攻击也就能打100出头的伤害，根本不可能秒杀掉10多级的法师。难道莫离真的是双职业？一个职业是广为人知的死灵法师，另外一个职业是隐藏起来的近战法师。很快，苏星河注意到江木槿脸上的表情。都过了快1分钟了，江木槿脸上的表情还有些呆滞，明显处于震惊当中。苏星河不由有点奇怪，刚才那下莫离到底给他造成多大的冲击？苏星河原来是剑侠玩家，自然听说过江木槿。在剑侠里，江木槿是顶尖玩家，什么大场面没见过，怎么会被惊呆了？你说莫离刚才那一下是不是砸出了2000加的伤害，把江木槿都惊呆了？不，我看搞不好是5000伤害，远远高于正经近战职业的伤害。你这就纯属瞎猜了。单次伤害榜上的第2名苏尔，伤害也才5100加，莫离他可是死灵法师。一说单次伤害榜，空气突然安静下来。苏星河和李福光同时想到了单次伤害榜上的第1名就是莫离，而那个伤害记录是离谱的10630。苏星河看着李福光，有些不太确定的说道：“你说会不会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肯定是莫离用高加成法术打在有一伤 buff 的怪物身上打出来的。”李福光直接打断了苏星河的话：“没办法，10630那个伤害实在太让人窒息了，这个数值几乎已经是第2名苏尔打出来的伤害的2倍了。如果，只是如果莫离平常状态就能打出这种离谱的伤害数值，那未免也太让人绝望了。”苏星河和李福光感觉继续待在这里，恐怕会受到更大的打击。两人匆匆和莫离打了一声招呼后，就直接离开了。几分钟后，江木槿总算缓过劲来，小跑到莫离身边：“我说会长大人，你真的是死灵法师，不是近战职业？”莫离指了指死灵魔像：“你说呢？切，搞不好是你为了掩人耳目弄出来的呢。那不如我们互相交换一个秘密，你看了就明白了。”莫离对江木槿瞬发法术的秘密很感兴趣，很想知道到底是他的天赋被动，还是什么特效装备实现的。如果是通过什么特效装备实现的，莫离说什么都要把这件装备弄到手。而且，互相交换一点秘密，也是拉近关系的一个不错的办法。江木槿睁着他的大眼睛看着莫离，只犹豫了1秒。好，你想知道什么？你刚才法术瞬发是怎么做到的？我的一个神级被动。说着，江木槿通过私聊频道把他的神级被动给莫离展示了一下。气定神闲，等级神级，效果使你接下来3个法术变为瞬发，
受气定神闲影响的法术最多可以同时对10个目标生效。注：该效果无需主动开启，自动生效。内置冷却1分钟，冷却时间会根据你的等级提升而减少，最高减少至1秒。莫离直呼好家伙，这都不是法术机关枪了，只要江木槿的等级一高，简直就是一座人形移动法术炮台。法师职业在30级时可以学习到一个招牌技能研爆术，读条时间长达5秒，技能加成高到离谱，被玩家戏称为核弹术。江木槿学会研爆术，直接就是瞬发研爆术，而且一次可以同时砸中10个目标，还可以连续来3次，那画面实在太美。莫离又回忆了一下刚才江木槿一发火球术砸到自己身上的伤害，3198，这个伤害可一点都不低，这可是在混沌之环 22% 的减伤下打出来的。没有混沌之环提供的减伤效果，那一发火球术可以砸出4100的伤害。莫离还在战斗记录中注意到，江木槿那一发火球术的伤害不止击中时那一波伤害，火球术砸完之后还有持续伤害一直在生效，直到决斗结束，持续伤害才被系统自动清除。莫离估计可能和江木槿的神性天赋或者另外一个被动有关系。一番切磋下来，让莫离直呼又捡到宝了。苏尔是重装战士，是近战；江木槿是法师，据说之后会转战斗法师，总之是法系。近战和法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培养起来的成就感也完全不同。莫离也没藏着掖着，直接把阿鲁高的法杖属性通过私聊频道给江木槿发了过去。江木槿张了张嘴巴，不知道说什么好。从法杖的属性上可以推测出不少莫离的信息，比如莫离有如此离谱的近战攻击伤害，靠的就是这把法杖；比如莫离的精神属性恐怕已经接近3000，所以才能砸出这么高的伤害；再比如莫离，他居然拥有史诗品质的装备。每一个信息都让江木槿感觉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莫离冲江木槿眨了眨眼，现在大家是一个公会的，都是自己人，记得帮我保密。会长大人放心，我口风严得很。对了，苏尔他知道这些吗？莫离翻了翻白眼，这该死的胜负欲，这种事也要比较一下的吗？实不相瞒，我其实是端水大师。江木槿脸上的表情有些沮丧。莫离的意思很明显了，苏尔是知道这些事的。在和苏尔的这一场较量中，他又和苏尔打平了。莫离无视江木槿失落的表情，直接换了一个话题。我还有一个任务要做，你先去练级，等你20级了，我带你去隐牙城堡拿装备。听到有大腿带飞，江木槿一下来了精神。莫离 PVP 的实力，江木槿刚才已经领教过了，江木槿只能用震撼人心4个字来形容。而莫离的 PVE 的实力更是无需领教，那些实打实的记录就是最好的说明。那我就先谢过会长大人栽培了。第143章，王德发的请求。莫离给江木槿交代了一些工会驻地的使用方法后，就直接来到闪光镇。死亡矿井后门任务 NPC 王德发似乎是闪光镇的名人。莫离稍微花了一点时间就打听到王德发的住处，很快就找到了王德发。王德发看到莫离，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喜出望外。冒险者，你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已经忘了我们的约定。抱歉，最近事情太多，到现在才有时间过来。重要的是你最终还是来了，我想拜托你到血色修道院去一趟。血色修道院？莫离心里一惊，王德发这个 NPC 恐怕不简单呐。血色修道院是30级的副本，位于提瑞林地。提瑞林地是另外一张大地图，这张大地图距离暴风城所在的大地图很远。暴风城这张大地图上的 NPC 一般不会涉及这么远的任务。王德发见莫离显得有些疑惑，唯恐莫离不愿意去，急忙解释起来。冒险者，实不相瞒，我曾经也是一名冒险者，直到我膝盖中了一箭。莫离差点当场翻了个白眼，什么经典开场，真是点中点。不过莫离最终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打算听一听到底怎么回事，说不定还能挖掘出什么隐藏剧情，中间连带着一堆隐藏任务。毕竟在上一世可没人触发这个隐藏 NPC 相关的剧情和任务。对了，你听说过血色修道院吧？莫离冲王德发点了点头。王德发继续说道，自从我女儿上次被死亡矿井的人掳走，我就在想我应该重拾冒险者的身份，至少要有保护我女儿的力量。这和去血色修道院有什么关系？我的武器就在血色修道院大检察官怀特手上，我想请你帮我把我的武器拿回来。王德发说完后，真诚地看着莫离。莫离想了一下，血色修道院是迟早要去的，顺带就可以把这个任务做了。不过在答应下来之前，莫离还有2件事需要确认。第一，王德发这里是否可以触发血色修道院后门任务，让自己可以提前进入。第二，完成王德发的任务，除了经验奖励外，还可以得到什么奖励？我愿意帮忙，不过我有2个问题。王德发有些激动地看着莫离。冒险者，你不用说了，规矩我懂，
这是血色修道院平面地图，上面有血色修道院密室的位置。密室？莫离心里一惊，血色修道院还有密室？没听过。不过，按照惯例，但凡有密室的地方，里面肯定有不少好东西。王德发下意识地四下看了看，确认周围没有其他人之后，才凑近莫离小声说道：“我打听到血色修道院最近搜刮到一把法杖，可以让法师拥有超强的近战攻击能力，我想你一定会喜欢的。”莫离一下来了兴趣。阿鲁高的法杖让莫离拥有非常离谱的近战攻击能力，可惜这只是一把20级的法杖，特殊效果好是好，但比起30级的法杖，缺失了一个对法系来说非常重要的属性——法术伤害。30级完成第一次转职任务后，人物的伤害计算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到这个时候，拿着一把没有法术伤害的法杖，伤害性法术技能根本打不出伤害。莫离如果想要继续用法杖优雅的敲人，就必须要忍痛放弃法术伤害技能。当然，莫离一早也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大不了多准备几把法杖在储物空间里，根据具体情况临时换武器就行了。反正处于战斗状态时，武器可以任意更换，要付出的代价只是所有技能进入 1.5 秒的冷却时间，莫离完全承受得起这个代价。可是，如果有的选，莫离是成年人了，当然选择全都要。血色修道院是30级的副本，出的装备自然是30级的装备。30级的法系武器必带法术伤害，就和近战武器必带武器伤害一个道理，这一点无需质疑。王德发既然特意提了这把法杖可以让法系拥有超强的近战攻击能力，那肯定不会差。莫离相信这把法杖的特效至少不会比隐牙城堡出品的阿鲁高的法杖差。那还剩下一个问题，我现在暂时无法进入血色修道院，你有办法让我提前进去吗？当然，这是血色修道院后门的钥匙，暂时借给你，等你取回我的武器，这把钥匙就送给你。说着，王德发又在血色修道院的地图上指了2个位置，用这把钥匙可以直接进入这里，密室的位置在这里。莫离看了一眼地图，心里又是一惊。王德发提供的钥匙进入的位置和上一世广为人知的血色修道院后门位置不一样，这个位置直接就在血色修道院教堂不远处，也就是整个血色修道院副本的3区。稍微往前走一段距离，就是副本最终 BOSS 大检察官怀特所在的位置。这个后门的价值现在看起来不怎么样，可是，一旦到了70级，副本解锁史诗难度，这个后门的价值简直难以衡量。70级史诗难度的大检察官怀特会出一个圣使项链，是所有法系职业梦寐以求的东西，掉率极低，需要反复刷才有机会拿到这条项链。没有做血色修道院后门任务的，只能从1区开始把血色修道院通刷一遍。做了那个广为人知的后门任务的，可以跳过1区，从2区开始刷。现在有了王德发这把钥匙，从这个后门进入，可以直接从3区开始刷。要知道，史诗级副本难度高的离谱，可以跳过前面2个区，效率不知道提高了多少倍。莫离又看了一眼密室的位置，就在大检察官怀特房间的书柜后面。猜测要进入这个密室，前提条件应该是触发王德发的任务，否则没道理以前那么多玩家都发现不了。莫离考虑了一下，还是决定等黑石山异常事件结束之后再去血色修道院。错过了黑石山异常事件之后，想要提升暴风城的声望就没那么容易了。我明白了，不过这次可能没那么快。没关系，不急这几天。王德发摆了摆手，话里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这个任务不现实。同时，莫离也收到了系统提示，叮，你已触发隐藏任务王德发的请求。任务目标：从血色修道院大检察官怀特那里取回王德发的武器。任务奖励：获得血色修道院密室里的藏品。第144章，输了就唱，征服，怎么样？黑石山异变事件持续了7天。莫离接到王德发的任务后，一直在黑石山刷怪做任务，直到黑石山异变事件结束。7天时间让莫离的等级来到了28级，基本上就是1天1级的升级速度。没办法，神言每10级都是一道坎，20级之后每1级需求的升级经验暴涨一大截，再加上制约莫离升级效率的永远都是怪物的刷新效率，而不是莫离的亡灵大军的杀怪效率。1天1级看着好像很慢，可是如果加一个对比，这个速度显得就很快了。天灾军团的苏瓦尔和江木槿2人前后缴到的20级，莫离还抽空带江木槿去噩梦难度的隐牙城堡拿了装备。现在7天过去了，他们现在都还卡在21级，其他人就更惨了。在莫离的好友列表里，星辰工会的叶星、林诗涵都还卡在20级，曹志甚至还没有20级。曹志的好友莫离一直没删，通过好友可以快速定位到曹志的位置，赶上哪天无聊还可以来一个千里追杀。莫离相信曹志也没有删好友，不然在黑石山这么多天，不可能一次都没有遇到王朝、
工会的人，甚至连游龙工会的人都没有再遇到过。莫离推测大概率就是曹志通过好友列表一直在观察莫离的位置，然后和张良通气。两大工会在故意避开莫离，以免发生正面冲突，再次被屠杀。莫离感觉这样也行，正所谓眼不见心不烦，碰不到就算了，又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去千里追杀。现在还是练级要紧，万一碰到了就顺手杀了。反正天灾军团和王朝、游龙还处于战争状态，杀起来也没有什么负担。莫离站在暴风城工会联盟门外，看了一眼储物空间里的金币。初级经验药水增强版经历了上架就售空，上架很久才能售空，最后到上架滞销。随着神岩开服时间变长，入驻的玩家和工作室也越来越多，整个游戏的金币产出在增多。初级经验药水增强版现在又变成了供不应求的局面。这段时间，初级经验药水增强版给莫离带来了一笔非常丰厚的收入。现在，莫离储物空间的金币超过60万，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可惜，这笔钱距离莫离想要购买的雷龙坐骑还差得很远。这雷龙恐怕30级还是骑不上啊！莫离默默吐槽了一句。赚1万金币和赚10万金币不是一个概念，赚10万金币和赚500万金币也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莫离感觉以前还是太高估自己了。左思右想之下，莫离还是决定先把这笔钱花在工会驻地上，提升工会等级，只需要完成相关的任务，不需要额外花费金币。不过在工会驻地等级提升之后，增加对应的建筑物，提升工会驻地的功能就需要花钱。每一个建筑物都是一笔巨大的开销。比如工会驻地达到3级，就可以拥有旗帜里提到的9层法师塔。不过，这座法师塔需要花费30万金币。法师塔里面坐镇的特殊 NPC 的雇佣费用另算。莫离准备先到工会联盟接取工会驻地等级提升任务，把工会驻地提升到2级。按照莫离的猜测，工会驻地等级提升任务里大概率会包含一个和血色修道院有关的任务，到时候可以和王德发的任务一起做。至于野外杀怪任务，莫离也有自己的打算。天灾军团现在有苏尔和江木槿2个强力玩家，完全可以让他们去完成。工会驻地的增益 buff 和便利功能，他们是全程享受的。任务完成后，他们也会分到不少的经验，出一点力合情合理。莫离走进工会联盟服务大厅，大厅里很冷清，只有10几个玩家。神岩开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要注册工会的玩家大部分都注册了，大工会也都在等金币兑换比例降下来。除了莫离的天灾军团外，暂时没有哪家工会愿意在这个阶段花重金购买工会驻地，相对的来工会联盟的玩家自然就少了。莫离刚在大厅现身，之前接待莫离的那个 NPC 就立即迎了上来，显得非常热情。冒险者，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我要提升工会驻地等级。这好办，请你跟我来。NPC 把莫离带到办事窗口，然后从桌子的抽屉里取出一张卷轴交给莫离，完成上面要求的任务就可以了。莫离接过卷轴，立即就收到了系统提示。叮！激活工会驻地等级提升系列任务。任务1：清扫赤脊山止水湖边的怪物03000。任务2：清扫赤脊山湖畔镇的怪物03000。任务3：清扫赤脊山石堡高地的怪物03000。任务4：清扫赤脊山伊尔之塔的怪物03000。任务5：清扫血色修道院里的怪物03000。任务6：击杀血色修道院的驯权者洛克01，奥法师杜安01，大检察官怀特01。任务说明：该任务是工会任务，可以由工会成员共同完成。完成该任务后，工会等级提升至2级。莫离收到系统提示的同时，苏尔和江木槿也收到了系统提示。工会聊天频道一下热闹起来。会长大人，我们工会要升级了。苏尔之前可以说是跟着莫离全程参与了工会驻地系列任务，大致了解一些，一下就猜到怎么回事。然而，江木槿对这方面有点懵逼。这段时间，他除了使用了一次工会驻地的传送阵前往隐牙城堡外，其他时间都按照莫离的提示扎在黑石山刷怪，练级的同时提升暴风城声望。什么升级？神岩的工会驻地还可以升级的吗？眼镜不要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这不是任务都出来了吗？苏尔和江木槿2人平时斗得难分高下，这次难得让苏尔抓到了机会，立即吐槽了一句。莫离不给2人继续斗嘴的机会，直接在工会聊天频道里发了一句：血色修道院就交给我，我先去探路，其他的交给你们，没问题吧？会长大人放心，保证完成任务。苏尔，不如我们来一场比赛，1人2个任务，看看谁先完成。来就来，还怕你不成？不过先说好，输了的人要怎么办？当着会长大人和获胜者的面唱，征服怎么样？莫离眼皮有些不受控制的跳了跳，刺激，真是太刺激。第145章。
关门！放狗！莫离使用王德发提供的钥匙，从血色修道院一道后门进入，直接绕过了1区、2区。当然，这只是莫离提前进入血色修道院的手段。工会驻地等级提升系列任务，要求击杀血色修道院的训权者洛克、奥法师杜安、大检察官怀特。这3个击杀目标对应的就是血色修道院的1、2、3区 BOSS。莫离准备先通刷一次完成任务。30只死灵魔像快速就位，死灵魔像在莫离的指挥下开始在血色修道院2区横冲直撞。黑石山异变事件让莫离的等级达到了28级，而血色修道院的怪物等级是30级，等级差不足3级，怪物对死灵魔像没有额外的碾压伤害。-1、-1、-1，怪物的物理攻击打在拿盾牌的死灵魔像身上，只有强制扣除生命值的1点伤害。当然，血色修道院不是只有物理攻击的怪物。-3100、-2950，法系怪物的攻击法术砸到死灵魔像身上，打出了30级副本怪物应该有的伤害。不过，死灵魔像不仅拥有变态的生命值，还有治疗术可以加血，这点伤害根本不够看。很快，2区的怪物就被聚到了一起。-16540、-16540，在莫离的指挥下，死灵魔像释放暴风雪，打出一波伤害。在莫离的记忆里，血色修道院里的怪物生命值比起隐牙城堡的怪物，生命值差不多翻了3倍。主要是因为玩家等级达到30级会迎来第一次转职，转职后玩家的各项能力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所以30级和30级以上的怪物各项属性也相应的有所提升。如果没有被2只死灵魔像的暴风雪同时覆盖到，有一部分怪物甚至有些可以撑到暴风雪的第2段伤害。莫离看了一眼怪物的血条，血色修道院的战士，生命值18000、18000，魔法值1000、血色修道院的牧师，生命值12000、16500，魔法值9000、血色修道院的法师，生命值12000、16500，魔法值9000。除了 BOSS 外，血色修道院一共就只有这3种怪物。能够撑到死灵魔像暴风雪第2段伤害的就是血色修道院战士，差了1500左右的伤害，这个数值不到怪物总生命值的 10%。 莫离略微想了一下，又召唤出一只骷髅战士。这只骷髅战士只需要在怪物聚到一起时对怪物释放脆弱诅咒，怪物被挂上脆弱诅咒，生命值低于 10% 就会被直接秒杀。这样一来，只需要暴风雪第1段伤害就可以一次性击杀所有怪物，不用等待暴风雪第2段伤害。是的，莫离才刚进血色修道院，已经在研究怎么刷副本速通记录了。在血色修道院里正常刷怪，对现在的莫离来说没有任何挑战，就是毫无悬念的碾压。副本速通记录，莫离上一世没资格去挑战，没有任何经验，现在需要从零开始自己研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制定战术。亡灵大军很快推进到血色修道院2区 BOSS 奥法师杜安的房间门外。莫离快速回忆了一下奥法师杜安的一些战斗细节。这个 BOSS 除了要跑位躲一下冲击波之外，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甚至都没有锁血机制，是血色修道院3个 BOSS 中最简单的一个，甚至不如1区的 BOSS 训权者洛克。战斗很快开始，2只死灵魔像上去各放了一个压制， BOSS 直接就倒地不起。莫离快速查看了一下 BOSS 出的3件装备，没有一件能用的，只能留着等亡灵大军等级达到30级后给亡灵大军用。死灵魔像很快从2区推进到1区 BOSS 训权者洛克的房间门前。训权者洛克身为血色修道院1区的 BOSS， 难度比2区 BOSS 高，不仅有锁血机制，在战斗中还会召唤小怪攻击队伍后排成员。召唤出来的小怪需要队伍坦克尽快拉住仇恨，把小怪从队伍后排成员的位置拉走，非常考验队伍坦克处理突然情况的能力。这种第一个 BOSS 难度比第2个 BOSS 难度高的情况，被玩家戏称为守门 BOSS。2个 BOSS 一对比，第2个 BOSS 看起来反而像是奖励。莫离大体回忆了一下训权者洛克的战斗流程，很快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死灵魔像在莫离的指挥下，上去用普通攻击摸了一下 BOSS。战斗开始，莫离看了一眼 BOSS 的血条，训权者洛克精英 BOSS， 生命值17200、19500，魔法值30000、30000。莫离快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站位，紧紧贴住墙壁，然后让8只死灵魔像站在自己身前，封死所有角度。同时拉住训权者洛克的死灵魔像承受了一次来自 BOSS 的攻击。-4500，这只死灵魔像接下来需要对 BOSS 进行输出，手上拿的是武器，而不是盾牌。没有盾牌就没有盾牌格挡提供的伤害减免，只有早就达到伤害减免上限 50% 的护甲伤害减免。
死灵魔像在莫离的命令下立即进行了还击，压制-122342。驯犬者洛克的生命值瞬间见底。不是莫离不想像秒杀2区 BOSS 那样直接秒杀驯犬者洛克，有所写机制的 BOSS 不让 BOSS 把技能放出来 ，BOSS 杀不掉，会强制把生命值锁在一点，然后把该放的技能都放出来，把该走的流程都走一遍。机制不允许，莫离也没办法。关门！放狗！驯犬者洛克大喊了一声。BOSS 房间门打开了一条不宽的缝隙，从这道缝隙里快速跑出15只猎犬。莫离早就已经站好位置，做好准备。猎犬一出现，站在莫离身前的死灵魔像就开始释放暴风雪技能。疯狂地猎犬，生命值08500，魔法值1000。莫离看了一眼地上的尸体，就是这个关门！放狗！上一世让不知道多少玩家在第一次尝试击杀驯犬者洛克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疯狂的猎犬比起血色修道院其他怪物生命值低不少，可架不住有足足15只。最离谱的还是这些猎犬会随机攻击 BOSS 仇恨列表里的非第一仇恨目标，也就是队伍后排成员。刚开始猎犬的伤害不高，攻击脆皮法师这一类职业也就几十点伤害，很多队伍看到这个伤害都会选择无视这些猎犬，直接集火 BOSS。可是只需要短短2-3秒时间，这些猎犬的伤害就会达到一次攻击好几百的伤害。等队伍反应过来时，脆皮后排都已经被这些猎犬咬死了。不过莫离不仅知道要怎么应对这些猎犬，身边还有8大金刚护法，这些猎犬没有一丝咬到莫离的机会。异教徒，你会受到大检察官审判的。随着一声不甘的呼喊，血色修道院一区 BOSS 驯犬者洛克倒地不起。莫离有些激动，搓了搓手。一区 BOSS 莫离只需求1件装备，如果一次出了就可以暂时不用刷一区，专心刷2、3区，省下很多绕路的时间。第146章是 BOSS 机制流程，也是一出好戏。莫离仔细看了一眼地上3件 BOSS 爆出来的装备，其中有一件哨子造型的东西，真出了！莫离有些小激动的捡起3件装备，另外2件是近战职业用的装备，可以留着给亡灵大军用。最让莫离在意的是这个哨子，名称驯犬者哨子，品质稀有，部位饰品，体质+150，需求等级30，效果吹响哨子，召唤一只发狂的猎犬。猎犬会攻击附近的目标，包括召唤者。猎犬持续30秒。这个哨子属性初看很一般，因为加大量的体质，看起来更像一件坦克职业的装备。哨子特效召唤出来的猎犬，甚至还会攻击召唤者，属于垃圾中的垃圾。不过，莫离知道这个哨子有特殊的使用姿势，这是一件 PVP 装备，针对的就是法师变阳术这一类受到伤害就会被打破控制效果的弱控技能。如果之前在巨锤时，莫离有这样一件装备，召唤一只猎犬在身边不断的攻击自身，变阳术把莫离变成一只羊的状态，立即就被会猎犬的攻击打破控制状态。游龙工会的法术根本扬不住莫离，这是在前期为数不多的 PVP 装备。有了这个哨子，莫离相信以后再遇到像巨锤时那样的 PVPPP， 也就是莫离一个人单挑一群人的情况，可以应对的更加从容。当然，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无脑的办法，那就是把等级差拉到10级以上。只要等级差超过10级，低等级对高等级不仅仅是控制技能会被抵抗，所有法术都会被抵抗，所有近战攻击都会变成未击中。等级差一旦超过10级，甚至连强制扣除1点生命值这个概念都没有了，可以实现真正的等级碾压。莫离现在正在努力实现这个目标。不过，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驯犬者洛克出的这个哨子可以暂时用来顶一顶。打扫完战场之后，莫离带着亡灵大军直接来到血色修道院3区，也就是血色教堂。教堂的大门是开着的，从外面可以直接看到内部的情况。教堂内部有很多人形怪物聚集在里面，怪物数量在80只左右。在教堂的神像前站着一位身穿法袍的女性，这就是血色修道院最终 BOSS 大检察官怀特。正常情况下，玩家需要先清理教堂里的小怪，并且大多数时候为了安全起见，玩家甚至会把教堂内部的小怪拉到教堂外面来打。因为教堂里的血色修道院战士比1、2区的血色修道院战士多一个破胆怒吼技能，这个技能会让玩家因为恐惧不受控制的满地乱跑。在和一组怪物战斗时，一旦吃到这个技能，很容易跑到另外一组怪物面前，引到怪物导致团灭。不过这些对莫离来说都不是问题，莫离甚至还知道一个作死小技巧，从教堂中间过道走过去，教堂内部怪物的分布距离刚好不会让玩家进入战斗，玩家可以非常安全地走到大检察官怀特面前。玩家如果在这个时候
直接摸一下大检察官怀特，整个血色修道院3区的怪物就会全部进入战斗，以最快的速度跑来攻击进入战斗的玩家。上一世也不知道是哪个大聪明发现这个作死小技巧的。总之，这个作死小技巧很快就流传的广为人知。现在，这个做死小技巧对莫离来说，无疑可以省下不少拉怪的时间。莫离跨进教堂内部，紧贴教堂大门站位。死灵魔像在莫离的命令下，在莫离身前形成了一道紧密的人墙。同时，一只死灵魔像从中间过道走到了大检察官怀特面前，然后摸了一下 BOSS。战斗开始。异教徒，你居然敢擅闯教堂，接受审判吧！随着大检察官怀特一声大喊，教堂内部的人形怪物开始快速向大检察官怀特集中。进入攻击距离后，开始攻击那只摸过 BOSS 的死灵魔像。-4200。大检察官怀特的法术攻击打在死灵魔像身上，死灵魔像头上冒出了一个伤害数值。死灵魔像对法术伤害几乎没有伤害减免，完全是靠变态的生命值硬吃伤害。除了大检察官怀特对死灵魔像造成伤害之外，还有80只左右的小怪在不断攻击死灵魔像。和之前一样，摸 BOSS 的这只死灵魔像因为要对 BOSS 进行输出，没有拿盾牌，自然就没有盾牌格挡。-1500。-1200。死灵魔像的生命值在快速下降。+31860。+31860。站在莫离身前的4只死灵魔像开始对抗 BOSS 的死灵魔像释放治疗术，同时，另外4只死灵魔像开始释放暴风雪。很快，整个教堂只剩下大检察官怀特。莫离这才看了一眼大检察官怀特的血条。大检察官怀特，精英 BOSS， 生命值1500002050000，魔法值18000021000。要来了吗？莫离嘀咕了一句。死灵魔像拉住仇恨后，莫离就让死灵魔像停手了，并没有继续攻击大检察官怀特。只有一只骷髅战士在旁边用近战攻击刮痧。血色修道院的大检察官怀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战斗流程。BOSS 的血量低于 70% 时，会有另外一个 BOSS 从教堂的一个房间里跑出来。神言，玩家将会在这里第一次面对双 BOSS 的战斗。这是机制，不让 BOSS 把流程走完， BOSS 会锁血走流程。横竖都要走流程，莫离索性就按正常流程走了。异教徒，你居然敢对大检察官不敬！随着大检察官怀特的生命值降到 70% 以下，圣骑士莫格莱尼从房间里冲了出来，一个冲锋来到大检察官怀特身边，开始和大检察官怀特并肩作战。而大检察官怀特直接进入了无敌状态。压制。死灵魔像在莫离的命令下，直接对圣骑士莫格莱尼发动了攻击。-12131。同时，后排的死灵魔像也把火球术砸到了圣骑士莫格莱尼身上。-49500。-49500。一轮输出后，圣骑士莫格莱尼倒地不起。大检察官怀特无敌状态结束，死灵魔像在莫离的指挥下开始集火大检察官怀特。大检察官怀特的生命值瞬间降到最后一点，进入锁血状态。催眠术。莫离和亡灵大军瞬间被 BOSS 释放的催眠术控制住。莫格莱尼倒下了，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复活吧，我的勇士！大检察官怀特大喊了一句，开始读条复活术。当然，这也属于 BOSS 流程，这个控制无解。圣骑士莫格莱尼也必定会被复活。随着一道圣光在莫格莱尼身上闪过，莫格莱尼从地上起身，为你而战，我的女士。第147章，血色修道院首通。莫格莱尼被复活后，生命值只恢复了大约1/5。大检察官怀特立即开始读条治疗术，同时，莫离和亡灵大军的催眠效果结束。正常流程下，在这个时候需要有人使用打断技能去打断大检察官怀特的治疗术，否则就会出现被玩家戏称为一口奶满局面。莫格莱尼的生命值如果被怀特加满，已经经过了大半场战斗的治疗和法系输出，根本没有足够的魔法值支撑到战斗结束。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往往就意味着团灭。但是莫离现在根本就没有有效的打断技能，唯一一个和打断技能沾边的技能，就是在黑石山异变事件获得的群体恐惧术。这个技能属于强控技能，当敌对玩家读条时，对敌对玩家释放群体恐惧术，敌对玩家会因为恐惧四处逃窜，可以勉强算作打断敌对玩家读条。但这个技能对 BOSS 无效， BOSS 对控制技能免疫，强控也好，弱控也好，都无法对 BOSS 生效。这种时候要打断 BOSS 特定的读条技能，需要战士的拳击、刺客的脚踢，又或者是法师法术反制之类的专用打断技能。然而莫离的技能栏里根本没有类似的打断技能。不过莫离有死灵魔像这种最纯粹的数值怪，
压根不需要去打断大检察官怀特的治疗术。死灵魔像在莫离的命令下，同时对大检察官怀特和圣骑士莫格莱尼发动攻击。血色修道院最终 BOSS 大检察官怀特的战斗流程已经走完，接下来只需要用死灵魔像的伤害直接把 BOSS 灌死，战斗就结束了。让大检察官怀特把圣骑士莫格莱尼的生命值加满，也不过是死灵魔像多打一轮输出而已。这场 BOSS 战 BOSS 看起来还活着，可是在莫离眼里 BOSS 已经死了，战斗已经结束了，不会有任何悬念。随着大检察官怀特和圣骑士莫格莱尼生命值被清空，莫离收到系统提示，首次通关5人副本血色修道院即将全服通告，请问是否需要隐藏玩家姓名？莫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否。叮！恭喜玩家莫离首次通关5人副本血色修道院，副本通关的全服公告连续刷屏3次，牌面拉满。莫离内心毫无波澜地带着护法的8大金刚走到 BOSS 尸体旁边检查战利品，名称大检察官的法袍，品质精良，部位胸部，精神加75，体质加75，需求等级30，效果使你造成的法术伤害提高 10%， 效果获得 10% 法术穿透效果。莫离看了一眼，就把这件法袍收到了储物空间。这件法袍只能说中规中矩，没什么惊喜。名称莫格莱尼的力量，品质精良，部位武器双手锤，伤害 87-131， 速度 2.8 秒每次，每秒伤害 38.9， 力量加75，体质加75，需求等级30，效果获得 10% 护甲穿透。这是一把典型的30级武器，和30级之前的武器有不小的区别。武器属性上不仅多了一条每秒伤害，还明确规定了单手双手武器。每秒伤害就是字面意思，每1秒可以造成的伤害。这把武器的每秒伤害是 38.9， 速度是 2.8 秒。用这把武器进行平砍，理论上就可以造成 38.9 乘以 2.8 的伤害，也就是 108.92 的平砍伤害。这个伤害看起来很低，不过配合玩家第一次转职之后自身属性可以放大伤害的特性，这个伤害会变得非常可观。30级的近战，比如战士，自身属性再加上一身装备，力量在1500左右，放大系数就是主属性力量1500100 15倍放大。拿上这把武器平砍伤害就是 108.92 乘以15，伤害计算去零取整，最后伤害等于1633，也就是每 2.8 秒挥动一次武器进行攻击，造成1633的伤害。当然这是理论伤害，实战中还会计算怪物的各种减伤。这个伤害和转职之前那种简单粗暴的计算方式打出来的伤害差不多，不过这只是因为武器等级低，品质低，武器的伤害不太行而已。只要武器伤害再高一些，伤害就可以超过30级之前那种简单粗暴的计算方式。更关键的还是技能伤害，30级开始的技能都是造成几百的武器伤害，再经过主属性一放大，提升更加明显。这就是玩家在做转职任务时 NPC 嘴里说的，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你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技巧，可以更好地发挥出装备和武器的威力。血色修道院这个副本相当于给玩家的一个过渡副本，相对玩家的提升，副本怪物的生命值并没有提升太多，只要坦克扛得住怪物的伤害，玩家几下就可以杀死副本里的怪物，让暂时还没有拿到30级武器的玩家有机会可以通关，拿到对应的装备和武器。40级的副本马拉顿才会让玩家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绝望。莫离把恐怖黎明收进储物空间，最后把目光落到了地上的项链上。大检察官怀特只会出一条项链，那就是圣使项链。当然这30级普通难度的血色修道院出的圣使项链也只是30级的项链，勉强算是70级史诗品质圣使项链的青春版。莫离拿起项链看了一眼，名称圣使项链，品质稀有，部位饰品，精神加75，体质加75，需求等级30，效果使你造成的法术伤害提高 10%， 效果你对敌人造成伤害时有 10% 的几率让敌人陷入虔诚的祈祷，祈祷状态不会被伤害打断，持续2秒，内置冷却时间30秒。这条项链给姜木槿用应该不错。莫离看着第2条特效嘀咕了一句，这条项链只能勉强算青春版，对莫离来说提升一般，只能说可以用。要说和这条项链特效契合度，还得看姜木槿。姜木槿的法术攻击在击中目标造成伤害后，会在目标身上挂上一个 dot， 也就是持续伤害。莫离之前在黑石山和姜木槿决斗时就已经体验过一次，姜木槿后来对莫离透露过，他的 dot 一旦给目标挂上，除非有牧师这种带驱散魔法技能的职业进行驱散，
否则 DOT 会一直持续。DOT 伤害持续对目标造成伤害，每一次造成伤害都有几率触发这条项链的特效。触发频率不是一般的单次伤害法术能比的。这条项链几乎可以让江木槿活生生多出一个强控技能。打扫完战场后，莫离看了一眼时间，8分51秒。第一次挑战，莫离一直都在观察和思考速刷的策略，刷副本的速度自然快不起来。不过，经过了一次实战之后，莫离对如何拿下副本速通记录已经有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应对策略。莫离又看了一眼大检察官怀特的房间，在房间里有一个密室，密室里就放着王德发提到的那把法杖。可是，莫离现在一点都不想进密室拿奖励。莫离有一个猜测，准备做一个尝试。如果猜测正确，可以拿到更好的奖励；如果猜测不正确，大不了再回来拿这个奖励。反正法杖就在密室里，不主动去拿，东西不会消失。第148章，莫离果然还是那个莫离。莫离刚准备退出副本，人还没走出血色教堂，工会频道里就传来了抗议声。我说会长大人，你动作也太快了吧！我才刚到赤脊山止水湖，你把血色修道院都通关了。会长大人，你这也太离谱吧！这次用了几分钟？苏尔和江木槿两个成天斗嘴的，在这一刻非常一致的站到了同一条战线。当然，说是抗议，实则是对莫离这么快就通关血色修道院感到惊讶罢了。两人都想着莫离厉害归厉害，刷一个新副本总要点时间去探索了解吧？怎么会这么快就通关了？莫离也乐了，这两个又不是没看过他刷副本，用得着这么惊讶？这次通关加起来才用了10几只死灵魔像和1只骷髅战士而已，根本没用全力。就现在这反应，等一会副本速通记录出来，你们不得惊掉下巴。这个副本比死亡矿井和隐牙城堡都小，路也不绕，刷起来当然快了。苏尔和江木槿两人都有点无语，莫离这话实在太凡尔赛了。可是这话又确实是实话，他们都明白莫离只不过在说一个事实而已，并不是真的在凡尔赛。他们两人都是和莫离一起刷副本，在旁边喊过666的，当然明白决定莫离刷副本效率的根本不是什么副本难度、怪物多寡，副本的大小决定在副本里赶路的时间。把副本从头到尾跑一趟需要多长时间，才是决定莫离刷副本效率的关键。隐牙城堡，叶星和星辰工会的人正在副本里奋战。星辰工会核心成员的等级起来后，开始反哺工会其他主力成员。核心成员之前有莫离代刷隐牙城堡，早就拿到了隐牙城堡的装备，是标准的隐牙城堡装备。毕业打隐牙城堡，相对来说难度降低了不少。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之后，现在已经可以采取4带1的方式，4个核心成员带一个还没有拿到隐牙城堡装备的主力成员。随着一场战斗结束，隐牙城堡2区 BOSS 倒地不起。叶星还没来得及分配装备，一条全服公告弹出，并且连续3次刷屏。叮！恭喜玩家莫离首次通关5人副本血色修道院。叶星盯着公告有些出神，本来以为随着时间推移，星辰工会和莫离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小，万万没想到这个差距反而越来越大。星辰工会这边还在艰难的4带1打20级的副本，莫离那边居然就通关30级的副本了。这一次和之前不一样，之前总感觉和莫离之间的等级差没差多少，大家都感觉迟早会追上。可是随着星辰工会不少人等级达到20级，大家都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升级速度又一次变慢。到现在，星辰工会里甚至没有一个人达到21级。而莫离呢？叶星从好友列表里可以看到莫离的等级，莫离已经28级了。叶星实在有点想不通莫离到底是怎么做到升级这么快的。叶星当然知道莫离的亡灵大军非常离谱，可是亡灵大军再多再厉害，怪物数量是有限的，杀得快就意味着大部分时间都要停下来等怪物刷新，杀怪效率总归有上限，不可能无限提升。叶星，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林诗涵打开好友列表看了一眼莫离的等级，有些疑惑地说了一句：哪里不对劲了？叶星没感觉哪里不对劲，莫离通关30级的副本不是很正常的事吗？通关不了才不对劲呢。林诗涵靠近叶星小声说道：你看莫离都28级了才通关血色修道院，你说会不会是因为血色修道院太难了，所以他现在才通关？叶星也一下反应过来，莫离通关死亡矿井是多少级？通关隐牙城堡是多少级？现在28级通关血色修道院，和之前对比起来明显就不对劲。按理说莫离在25级之前应该就可以通关血色修道院才对。叶星也听出了林诗涵话里另外一层意思，是不是莫离不太行？大家一直猜测的莫离的天赋被动在初期非常强势，但是这个强势期会随着时间推移，等级提升逐渐疲软。到这种时候，
叶星身为星辰工会的会长，就需要考虑星辰工会对待莫离的态度问题。不等叶星说话，林诗涵又通过私聊频道给叶星发了一条信息：我的意见是，莫离还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星辰工会不能干那种翻脸不认人的事。发私聊信息可以避开在场的其他人。林诗涵是星辰工会的副会长，很多时候他的话甚至比叶星还好使。现在他直接摆明自己的态度，算是给叶星打预防针。叶星几乎没有犹豫，直接就给林诗涵回了一条私信：你放心，我的看法和你一样，现在我们还磕着人家茉莉提供的经验药水呢。那就好，工会成员很快就会发现这个问题，要怎么稳住他们，就看你表演了。是人就会有自己的想法。林诗涵相信，看到这条全服公告，星辰工会成员在经过了短暂的震惊后，很快就会想明白其中的关键。到时候难免会有人对莫离的态度产生变化，这个时候就需要叶星这个议会之长站出来稳住大局。叶星带着队伍，一边清理小怪前往3区 BOSS 阿鲁高的房间，一边头疼接下来要怎么稳住大局。突然，又一条全服通告弹了出来。叮！恭喜玩家莫离速通血色修道院等级28级，通关时间3分15秒。多少？叶星惊呼了一声。3分15秒，这不是写了吗？林诗涵甩了叶星一个白眼。眼睛不用，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叶星对林诗涵摇了摇头。我不问这个，我是问现在离刚才那个首通记录过去了多少时间。林诗涵也一下反应过来，他们这队人才清理了几组怪物而已，撑死了不到5分钟。换句话说，莫离在首通了血色修道院之后，从副本跑出去重置副本，然后就打出了副本速通记录。第一次是首次通关，2次就打出速通记录，是不是太离谱了一点？林诗涵突然想找个地洞钻进去。就在刚才，他还在怀疑莫离是不是进入疲软期了。才过了几分钟，莫离就给他来了一个远程打脸。副本首次通关可能是碾压，也可能是经过一番奋战勉强通关。可是副本速通，那就只可能是碾压局，不然怎么可能做到通关一次副本比这边杀几组小怪的速度还快？莫离果然还是那个莫离。第149章，职业玩家就不用学习了。叶星盯着全服公告一下乐了，给林诗涵发了一条私信。这下不用头疼怎么稳住大家，不让大家起小心思了。看来这次是我们想差了，莫离28级才去血色修道院，不是他之前不能去，只是不想去罢了。对，应该就是这样，只不过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莫离不想去，我暂时还没想明白。林诗涵白了叶星一眼。好好的星辰工会会长，怎么一遇上莫离相关的事情就变蠢了？难道就是来自莫离的远程气场碾压？这还不简单，莫离之前一直在黑石山，说明黑石山有比血色修道院更吸引他的事情。比如说暴风城声望你拿了吧？拿了，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那些在黑石山异变事件期间刷新的任务？林诗涵对叶星点了点头。同时林诗涵突然有点明白莫离这段时间的升级速度，为什么可以把所有人都远远甩在身后。关键就在黑石山异变事件刷新的那些任务，一次接上5个8个任务，每一个任务要求击杀怪物20-30只。莫离只需要带着他的亡灵大军在黑石山区域不断扫荡，就可以快速完成任务。除了获得暴风城声望之外，还可以获得非常丰厚的任务奖励经验。星辰工会前段时间也一直在黑石山刷怪做任务，对黑石山任务的情况还算了解。任务需要击杀的怪物一般都在一个区域会一次性刷新，有50只左右。按照莫离击杀怪物的效率，他一次性就可以把一个小区域的怪物全部击杀。然后就到了最关键的环节，50只怪物对任务要求的击杀怪物数量来说已经绰绰有余。莫离在击杀怪物之后根本不需要停下来等待怪物刷新，而是直接前往第2个任务地点，更换杀怪地点用掉的时间，靠任务奖励的经验完全可以补回来。这样一来一去，莫离相当于直接避开了因为杀怪效率太高需要停下来等怪物刷新的尴尬局面。去血色修道院还要算一下把副本通刷之后从副本跑出来重置副本的时间。可是黑石山异变事件这段时间，可以说莫离只要在线，他的经验条每一秒都在疯狂上涨。林诗涵猜测正因为这样，莫离才一直拖到黑石山异变事件结束，等级都达到28级了，这才不情不愿地离开黑石山去攻略血色修道院。林诗涵盯着血色修道院副本速通记录看了几秒，皱了皱眉头。叶星，你说莫离这个速通记录他尽全力了吗？我说莫离尽全力了，你信吗？叶星没好气地吐槽了一句。在之前的一次讨论中，叶星就提醒过星辰工会的成员，千万不能用副本速通记录去揣测莫离真正的实力，那样只会被莫离带到沟里去。死亡矿井和隐牙城堡的经历告诉叶星，莫离其实并不太在意副本速通记录，不，准确的说是莫离有意弄出这样的局面。
简单点说，就是莫离有意打出一个普通人几乎无法企及的副本速通记录，让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认为莫离打出来的副本速通记录就是他当前全部实力。毕竟不到4分钟的时间，一般人才能杀过多少怪？莫离在这个时间可以通关一次副本。要说莫离没尽全力，一般人也不会信。莫离就是利用这个心理，通过副本速通记录的全服通告，巧妙地把他真正实力隐藏了起来，认为副本速通记录上的那个记录就是莫离的真正实力，那才是真的上了大当。而且叶星一直都有一个怀疑，莫离从来就没有在其他人面前展示过他真正的实力。星辰工会看到的也不过是其中1、2罢了。一来是代刷副本而已，莫离没必要那么卖力，把所有力量都暴露出来；二来是神言这类游戏隐藏自己属于信息战的一部分，本来就是一大玩点，谁也不会傻不拉几的把自己的所有信息直接摆在明面上，隐藏起来的部分越多，越可以在关键时刻给敌人一个惊喜。叶星和林诗涵两人对视了一眼，感觉两人都想到一块去了，忍不住笑了起来。他们两人笑得开心，可是队伍里的其他人绷不住了，特别是队伍里还有一个以前没有参加过莫离代刷副本的成员，他实在有点搞不明白会长和副会长在笑什么。会长，我感觉莫离通关血色修道院给我们的压力也太大了一些。混账！工会上培训课的时候你干什么了？星辰工会的这位成员感觉有点冤，当初选择当职业玩家，以玩游戏为生，就是为了不上课不考试，他千辛万苦才成为星辰的一员，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职业玩家。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在星辰居然还要上培训课。上课时间他自然是昏昏欲睡，本来以为混一混就过去了，不会有什么问题，怎么刚开口就露馅了？叶星很生气。星辰工会的培训课除了讲神言目前已知的一些情报和知识，还重点强调了星辰工会现阶段和莫离是朋友关系，不是竞争关系，反复告诫星辰工会的成员要摆正态度，不要敌视莫离。可是眼前这个家伙上课也不知道摸什么鱼，居然一句没听进去。什么叫压力大？感情这个阶段还想着和莫离去竞争副本首杀、副本速通。莫离已经速通30级的副本了，星辰工会还在20级副本里4带1，拿什么去竞争？拿头去竞争吗？星辰工会的人心态如果不摆正，成天和莫离比来比去，早晚心态失衡。心态一旦失衡，必然和莫离产生间隙，这是叶星绝对无法容忍的事情。这趟刷完，你先下线去补课。会长，工会成员本来还想争辩几句，很快被另外2个人拉住了。他到现在还没意识到他的问题在哪里，只会越描越黑，老老实实去补课就完事了。林诗涵撇了撇嘴，叶星，我看光上课不够，这些家伙一上培训课就摸鱼，上完课还得考试才行，不通过不准参加活动，免得到时候捅出大篓子。有道理，星辰必须要防微杜渐。第150章，天下第一武道会。死亡矿井副本入口。随着时间推移，玩家大部队等级提升，越来越多的玩家开始尝试挑战死亡矿井。在死亡矿井副本入口聚齐的玩家也越来越多，大家挑战之余，玩家聚在一起互相交流挑战经验。这个副本强度也太高了吧，我们在3区又团灭了。马德摸一只狗头人，瞬间7、8只狗头人全境战斗了，坦克根本扛不住。谁也说不是呢，我们队伍全员15级，照样撑不住，这他妈真是10级的副本。是不是10级的副本我不好说，反正速通记录榜上莫离是9级，3分41秒通关的。卧槽，能不能别提那个怪物？在大部分玩家没有真正见识过死亡矿井的强度之前，9级3分41秒的速通记录对大部分玩家来说只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可以说感知不强。现在当大部分玩家真正面对死亡矿井的怪物后，才猛然明白这个速通记录到底有多变态。一个配置还算不错的5人队伍，4分钟击杀4组怪物，已经可以算效率不错了。至于4分钟内通关，聚集在死亡矿井副本门口的玩家体验过死亡矿井副本的强度后，他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出莫离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突然，一条全服公告刷屏，叮！恭喜玩家莫离首次通关5人副本血色修道院。这条公告立即引爆了死亡矿井副本门口的气氛。卧槽，又来了，简直不给人活路啊！马德，我们在10级副本要死要活，莫离这就通关30级副本了，太离谱了！这就是普通玩家和大佬玩家之间的差距吗？不得不说，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比人与狗之间的差距还大。我之前好像听到有人说莫离大佬这么长时间没动静，不行了。对，我也听到了，真是不长脑子，都打过死亡矿井的人了，
心里还没点逼数吗？黑子本来就不长脑子的，只会无脑黑，不然也不会当黑子。黑石山异变事件持续了7天，莫离在黑石山待了7天。在这7天里，除第1天击杀精英怪物的全服通告外，其他时间没有任何动静。再加上那次比赛，江木槿、苏星河、李福光3个人也和队友一起击杀了精英怪物。同一天有4条精英怪物击杀公告，莫离只占了其中1条。全服公告的冲击力自然就没有以前那么强。时间一长，自然就有质疑莫离是不是不行了的玩家急不可耐地跳出来。现在全服公告一出，有些心理不平衡的玩家眼看黑不下去了，立即跳出来转移话题。要我说，我们应该去官方论坛请愿，让莫离和大家分享死亡矿井的攻略。省省吧，人家凭什么给你分享？你不知道这种攻略卖给大公会可以卖不少钱？人家又不是你爹，你又不是莫离大佬的好蛋儿，你打不过死亡矿井关莫离大佬什么事？就想着白嫖是吧？我知道了，你想把莫离大佬架在火上烤，莫非你就是小黑子？找事的见状不妙，立即躲在人群中，找到机会头也不回的跑路了。讨论的焦点重新回到了莫离通关30级血色修道院上。不过讨论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很快又一条全服通告打断了死亡矿井副本门口玩家的讨论。叮！恭喜玩家莫离速通血色修道院，等级28级，通关时间3分15秒。本来很热闹的死亡矿井副本门口，空气突然安静下来，足足持续了几分钟才爆发出惊呼：卧槽！莫离大佬28级了，为什么我天天爆肝才15级？莫离大佬到底是怎么干的等级？难道肝等级也要特殊姿势？3分15秒，居然是3分15秒，比死亡矿井的3分41秒、隐牙城堡的3分45秒都快。马德，3分钟，我们队伍连死亡矿井进门的怪物都清不完，离谱，实在是太离谱了。我他妈刚才还想说大家来一次无奖竞猜，猜猜这次莫离大佬要多长时间出速通记录。只能说莫离大佬通关的速度比你用嘴说话都还快。经过短暂的震惊后，大家也逐渐缓过来，开始正经讨论起来。算算时间，莫离大佬第一次首通血色修道院之后，出副本，重置副本，然后就打出速通记录了，前后加起来不到5分钟，应该是这个流程。换句话说，人家第一次打血色修道院时就在想怎么速通了。马德，这是人干的事吗？那是人家莫离大佬强度高，刷副本像逛街，所以才有时间想速通策略吧。莫离大佬不是死灵法师吗？主要靠召唤物吧。召唤物刷怪，大佬在后面想策略，合理。马德说的好像你在现场一样。我特么倒是想在现场给莫离大佬喊666，问题是实现情况他不允许啊。又经过了一阵讨论后，有一位玩家突然想到了之前和莫离同一天击杀精英怪物的3个人：江木槿、苏星河、李福光。这3位玩家虽然是组队击杀精英怪物，但至少是完成了击杀，让广大普通玩家群体看到了神颜也不是莫离一枝独秀，总算是有人可以勉强拿出来和莫离对比一下。特别是江木槿，以前是剑侠的明星玩家，多少还是有一些人气。你们说后续江木槿会不会也去挑战血色修道院速通记录？你要没下过死亡矿井，我还可以单纯的当你无知，你现在都站在死亡矿井了，你居然还能说出这种话？省省吧，野外击杀精英怪物和速通副本根本不是一个概念。你们还是太年轻，江木槿可是剑侠的明星玩家，就是人家江木槿要实力有实力，要身材有身材，要相貌有相貌，怎么就不能挑战了？苏尔还是天下的第1美女呢，一点不比江木槿差。你看她现在还有声音吗？怎么没声音了？不是在单次伤害榜上吗？比莫离大佬差了快1倍的伤害，你们这些粉丝真好意思提啊？那总比江木槿榜都没上好吧？就是不服你也上一个。你们这些粉丝真是够了，要看我，他们2个加起来还不够莫离大佬塞牙缝的。放屁，绝对不可能，没见识过就不要乱说。死亡矿井副本门口很快就从讨论莫离速通记录变成了争论苏尔和江木槿谁比莫离更强。莫离的支持者、苏尔的支持者、江木槿的支持者分成3个阵营，口水仗打成了一团。你们别吵了，刚才神颜官方在论坛公布了新消息，半个月后官方会举行天下第一武道会。什么？真的？那感情好，到时候这几位肯定会交上手，谁强谁弱，手上见真章。第151章，莫离可能真的不行了。死亡矿井副本门口的讨论焦点从争论莫离、苏尔、江木槿谁强谁弱转移到天下第一武道会。不过很快就有人注意到一个很致命的问题，这不对吧？莫离大佬都28级了，按现在这速度，再过半个月估计得30几级了，已经等级碾压了。有道理，到时候莫离大佬只要往那一站，
玩家伤害打到他身上，不是抵抗就是未击中，根本没得打。你们是不是太小看神颜官方了？我只能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具体的自己到官方论坛看公告。真的？还有这种好事？参与讨论的玩家们立即打开了官方论坛界面查看公告。几分钟后，卧槽！不愧是官方举办的活动，有魄力。这样一来，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这些普通玩家也有机会露一露脸了？搞不好这一次是我们此生唯一的机会，可以正大光明的击败莫离大佬。我说你们不要太离谱，天还没黑，怎么就开始做梦了？马德，参加比赛的等级强制统一到30级，装备强制统一为30级决斗士套装，怎么就做梦了？等级一样，装备一样，怎么就不能挑战一下莫离大佬了？人还是要有点志气。神颜官方公告说得很清楚，天下第一武道会为了公平起见，所有参赛者会由系统强制把等级提升到30级，装备统一更换为30级的决斗士套装。等级和装备对于玩家来说是最难抹平的差距。这次比赛由神颜官方出手，直接抹平了。绝大多数玩家看到公告后，很快就开始幻想起来。不过，总有一些喜欢说实话的玩家，在这个时候跳出来给其他人泼一盆冷水。别做梦了，说的好像在新手村出生时，莫离大佬比你们等级高，装备比你们好一样。都是新手村杀鸡，大家同一起跑线开跑，也没见谁能追上莫离大佬。还是认清现实，把目标定低一点吧。燃风小径，曹志正带着王朝工会的人在刷怪。黑石山一役，曹志本来以为他跑路及时，没有被莫离发现，为此曹志还感到有些庆幸。可惜，曹志前后也就高兴了不到半个小时，就收到了天灾军团对王朝的宣战通知，差点没把曹志气得一口老血直接喷出来。看到宣战通知，曹志才意识到他还是太天真了。莫离根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人，只要他怀疑，根本不需要证据，起手就是宣战，甚至在宣战之前都懒得质问一声，一点都不给人解释的机会。事已至此，曹志也只能带着王朝工会的成员暂时躲着莫离。不止王朝工会的人，张良和游龙工会的成员也在。没办法，经过黑石山一役，游龙工会的成员差点被莫离把心气都杀没了，短时间内根本缓不过劲。这种时候同样只能想办法躲着莫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曹志的好友列表确定莫离的位置。莫离出现在黑石山，两个工会的人就立即转移到燃风小径；莫离出现在暴风城，两个工会的人就立即转移到黑石山。总之，坚决不能和莫离出现在一个大地图上，甚至都不能在太近的地图上。毕竟莫离有坐骑，赶路的速度很快，如果离得太近，稍微不注意，可能就会被莫离打埋伏。通过这种避让的办法，两个工会的人勉强安全度过了这段时间。张良给工会成员分配好杀怪任务后，走到曹志身边。曹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马德太憋屈了，忍忍吧。我们工会好几个成员的天赋，被动要到30级才真正发力。我工会的人也差不多是这情况，那个莫离的强度怎么会一开始就这么高？前期强度高，中后期疲软的天赋被动呗。你没发现这么多天他都没弄出什么动静了？张良被曹志一点，这才意识到莫离这段时间确实没什么动静了，甚至连击杀精英怪物的公告都没弄出一个。你是说他的强度已经开始下降了？只能说不排除这个可能。看来我们两大工会报仇指日可待啊！张良有些激动地搓了搓手，玩了这么多年游戏，一直都是他横行霸道，一个打不过就上10个，10个打不过就上100个，甚至可以整个工会一起上。管你什么逆天个人玩家，在游龙工会这种庞然大物面前都得低头。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可是黑石山一役，莫离狠狠地打了张良的脸，不仅让张良输了比赛，还单枪匹马的在游龙工会的主力团队里杀了个7进7出，把游龙工会的人都给杀骂了。张良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要怎么报仇。现在有了这个发现，张良瞬间心情大好，他甚至已经开始幻想两大工会击杀莫离，然后守莫离尸体的画面了。突然，一条全服公告弹了出来，叮！恭喜玩家莫离首次通关5人副本血色修道院。张良有些难以置信地揉了揉眼睛，说好的强度下降开始疲软了呢？说好的弄不出动静了呢？怎么就通关30级副本了？曹志脸上的肌肉不受控制地抽搐了几下，他也完全没想到打脸会来得如此之快。王朝和游龙两个工会勉强凑出了2个20级的队伍，尝试过20级副本隐牙城堡，不过很快就放弃了。结论只有一个，强度太高了，暂时打不过。他们准备等更多的人等级达到20级后，再组织人去进行尝试。
两大公会20级的隐牙城堡都打不过，莫离那边就通关30级副本了，这合理吗？显然不合理。曹志心里那叫一个恨，为什么莫离这个人看不到一点强度下降的意思？曹志打开好友列表，盯着莫离的名字看了一会。等一下，有猫腻！曹志感觉自己发现了一个大秘密。莫离现在的等级是28级，血色修道院副本是30级副本，这个等级和他之前通关死亡矿井、隐牙城堡副本的情况不一样。王朝公会和游龙公会经过这段时间的研究，已经摸清楚了碾压伤害的原理。28级意味着血色修道院里的怪物不会对莫离和他的召唤物造成碾压伤害，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莫离可能之前就尝试过攻略血色修道院副本，但因为碾压伤害的存在，他那些变态的亡灵大军也扛不住怪物的碾压伤害，所以莫离一直没办法通关血色修道院。直到现在，等级差小于3级，碾压伤害消失，莫离才有机会通关。张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该死的莫离可能真的不行了。什么？你又想忽悠我？张良没好气地吐槽了一句。曹志急忙把他的发现给张良说了一下。说完之后，两人对视了一眼，忍不住大笑了起来。第152章，哪都对莫离不利，这次怎么说？曹志和张良两人以为发现了莫离已经不太行了的事实，瞬间心情大好。两人大笑了一阵，又略微商议了一下，很快就决定把这个事情在公会里公布，提振一下公会士气。方法自然是用公会公告，直接把这件事通知到公会的每一位成员。曹志刚写好公告，准备检查一下有没有错别字之类的，然后就点击确定发布公告。突然，又一条全服公告弹了出来。叮！恭喜玩家莫离速通血色修道院，等级28级，通关时间3分15秒。曹志的手在公会公告确定按钮上来了一个急刹车，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删除了刚写好的公会公告，最后有些不放心的看了张良一眼，发现张良瞪大了眼睛，脸色铁青。曹志，你给翻译什么叫3分15秒速通？第一次是首次通关副本，第二次就打出速通记录，如果没全服公告，这样给你说，你信？马德，莫离那个混蛋不会是在钓我们的鱼吧？还好我没把公告发布出去，我看还不至于，可能就是巧合而已。曹志也有些无奈，如果说莫离是在故意设计他们两人，那也太离谱了一些。巧合是最好的解释，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现在怎么办？两条全服公告，特别是速通副本这条公告出来后，曹志明显感觉现场的气氛有些沉重，公会成员连杀怪的动作、走位都有些变形了。对于一般玩家来说，这种全服公告只会感到震惊、佩服，再负面一点，最多也就是羡慕、嫉妒、恨而已。可是，对于和莫离有过节的玩家来说，这两条全服公告无疑是非常沉重的打击。速通30级的副本，说明莫离变得更加强大了。这还怎么报仇？怎么找回场子？很快，在场的所有人都停下了战斗，聚到了曹志和张良身边。会长，要不我们找官方举报吧？对，就举报莫离开挂，太离谱了。只要举报的人多了，不管莫离是不是真的开挂了，总要封一段时间进行查证。没错，至少给我们争取一点追赶的时间也好。会长，别犹豫了，行动吧。我们两个公会算上后勤人员超过1000人，都到神岩官方论坛去举报，肯定有效果。曹志听到大家的话，一拍脑门，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之前真是被莫离打懵了。群体举报是王朝公会以前常用的手段，怎么一时之间给忘了？想当初在天下和星辰公会抢副本进度时，就是靠着这一手，把星辰公会的主力坦克和主力治疗搞到封号7天调查，这才让王朝公会的副本进度超过星辰公会，彻底坐稳了天下第一公会的宝座。曹志心里也清楚，莫离一个个人玩家，现在给到王朝公会的压力远远超过了当初的星辰公会，所有公会成员才会想到这一招。举报成功，血赚。就算举报不成功，也不会亏什么。为什么不干？曹志和张良略微商议了一下，很快就定下计策。神岩官方论坛用的账号就是神岩的账号，换句话说，官方论坛是实名的。这场举报自然不能由他们两个会长去做，交给公会那些不出名的后勤人员去做，做起来更隐蔽。计划很快安排下去，在场的两个公会成员纷纷打开神岩官方论坛，准备等安排好的自己人一发帖子就去声援。曹志刚打开论坛，就看到一个置顶在最上方的官方公告，关于即将举行天下第一武道会的通知和注意事项。曹志立即点开公告，仔细查看。公告内容让曹志越看越激动，差点没直接大喊一声天助我也。按照现在
王朝工会已经达到20级的成员的升级速度来看，想要升到30级可以说是遥遥无期。偏偏王朝工会有不少成员的天赋被动要30级才到发力阶段，弄得堂堂天下第一工会要主动避开莫离这个个人玩家。王朝工会的成员只能把希望放在30级之后，等到大家的天赋被动开始发力，到时候再去找莫离好好算账。现在官方即将举办的这场天下第一武道会会暂时把参赛者的等级提升到30级。不仅如此，连莫离的装备优势都给抹平了。毕竟莫离现在可以刷血色修道院，穿上一身血色修道院的装备可能就在今天。而王朝工会这边现在连20级的隐牙城堡都打不过，身上还穿着10级死亡矿井出品的装备和几件黑石山任务奖励的装备，堪称一身破烂。天下第一武道会直接把参赛者的装备统一成决斗士套装，让大家都一样。这一次恐怕是比黑石山那次更好的机会。而且如果可以在天下第一武道会的擂台上堂堂正正的击败莫离，简直就是把莫离当成踏脚石，让王朝工会踩着莫离一战成名，绝对可以重铸王朝工会荣光。曹志又把官方公告仔细研究了一遍，很快就找到了他想要找的一条规定。为了保证比赛的观赏性，避免出现擂台过于混乱的场面，有召唤能力的职业召唤物限制1只，请广大召唤职业的玩家注重自身提升，不要把所有希望放在召唤物上。这是非常不讲道理的一条规定。但是这是神岩官方举办的活动，最终解释权归神岩官方所有。不爽可以不参加，当然官方提供的那些诱人的奖品也就和你无缘了。会长，举报帖已经发了，看来对莫离羡慕嫉妒恨的玩家不止我们2个工会的人，很快就得到广大玩家的响应。曹志还沉浸在把莫离按在地上摩擦的美好想象中，突然被一个声音打断。不过曹志一点都没有因为美好的想象被打断而生气，举报莫离也是重中之重。特别是神岩官方马上要举办天下第一武道会，接下来这段时间大部分准备参赛的玩家都会把精力放在决斗切磋上，用突袭训练谋求提升自身 PVP 技巧。只要举报成功，把莫离的账号封一段时间，莫离就根本没有时间做这些事。神岩是一款新游戏，莫离现在等级这么高，说明莫离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升级上，哪来的时间磨练 PVP 技巧？这对莫离来说绝对是致命的。抹平等级差，抹平装备差，只要举报成功，还绝了莫离提升 PVP 技巧的机会。这一刻，曹志感觉这次比赛哪都对莫离不利，他实在想象不出他要怎么输。赢定了！第153章，先定一个小目标，包揽前3名吧。拿到血色修道院速通记录后，莫离直接放弃了血色修道院1区，每次只刷2、3区。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战，终于收到系统提示：叮，清扫血色修道院里的怪物3000-3000，任务已完成。莫离打开工会任务面板看了一眼。任务1：清扫赤脊山止水湖边的怪物8563000。任务2：清扫赤脊山湖畔镇的怪物875300。苏尔的位置在湖畔镇，江木槿的位置在止水湖。从击杀怪物数量上来说，现在苏尔暂时领先。他们的怪物击杀数量看起来还不到莫离的1/3，咋一看似乎杀怪效率不太行。实则不然，苏尔和江木槿没有莫离的亡灵大军，相当于在孤军奋战，杀怪效率可以接近莫离的1/3，其实已经相当逆天了。莫离也只能感慨一句，毕竟都是有神性天赋的人，实属各有各的手段，各显神通。现在莫离有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继续在血色修道院刷怪，等待苏尔和江木槿2人完成另外4个任务，然后回暴风城交任务，把工会驻地等级提升到2级。第二个选择，现在去赤脊山完成剩下的2个任务，到时候可能还有时间帮苏尔和江木槿击杀一些怪物，缩短整个任务需要的时间。莫离只考虑了1秒钟，就决定继续在血色修道院继续刷怪。苏尔和江木槿之前已经说好了，要在这次任务中比一比谁杀怪快，早就分配好了1人2个任务，贸然去打断他们的比赛，实属有些不礼貌。等一下，我是不是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莫离在副本门口重置副本时，小声嘀咕了一句，仔细回忆了一下，才猛然想起，今天是神岩官方公布天下第一武道会的日子。当然，这和莫离记忆好不好没关系。上一世，莫离连天下第一武道会预选阶段都没通过，根本就没有参与正赛的资格，只能当一名吃瓜群众，给台上的大佬喊666。神岩官方提供的缠人的奖品，也只有远距离看看的份。对天下第一武道会的印象确实不太深。重置副本后，莫离再次进入血色修道院，指挥亡灵大军刷怪。同时，
脑子里不断回想天下第一武道会的详细情况。首先，天下第一武道会的奖品非常好，第一名是一件属性必定契合获奖者自身属性的传奇装备，只是这一点就足够莫离去参加这次比赛，并且拿下第一名。第二名和第三名各得一件史诗品质的装备，属性也是必定契合获奖者自身属性的装备。苏尔和江木槿也需要参加，争取拿到第二名和第三名。后面第6至第10名是一件卓越属性的装备，对一般玩家来说也非常有吸引力。除了装备奖励之外，神颜官方还会根据比赛名次给前50名的获得者奖励一笔数量不等的金币。也正是因为这笔金币奖励覆盖范围达到了前50名，让很多玩家都产生了一丝幻想：争第一没戏，争前10也没戏，那争个第50名总该有点机会吧。莫离上一世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跑去参加天下第一武道会。事实证明，神颜因为全拟真游戏方式吸引了大量的强力公会玩家入驻，在天下第一武道会这场比赛中，别说争前50名，想要从预选赛突围都非常困难。不过这一次莫离有十足的信心，天下第一武道会的第一名他拿定了。唯一有一点悬念的是，天灾军团的3个人能不能包揽前3名。神性天赋、神级被动只是莫离信心来源的一部分。上一世神颜和现实融合后，莫离苦苦挣扎了长达2年半的时间，那段经历是现在所有神颜玩家都没有的经历。莫离通过这段经历磨练出来的战斗技巧，积累的战斗经验，是现在的神颜玩家根本不可能拥有的。毕竟在那个环境里，一旦死亡，那就是真的死了。莫离身为中底层玩家，经常都要面对死亡的威胁，这种生存环境是生存在和平年代的玩家根本无法想象的。现在的神颜玩家再怎么磨练 PVP 技巧，那也只是游戏里的 PVP 技巧，说到底在玩家眼里也只是一场娱乐而已。而莫离掌握的是既分高下又决生死的战斗技巧，两者根本不在一个维度上，这是真正的降维打击。莫离努力回忆了一下上一世天下第一武道会的冠军是谁，这个过程花费了不少时间，直到死灵魔像把大检察官击杀，莫离才终于想起那个名字。苏尔，第一名我势在必得，大不了以后再想办法给他找补一下。如果只是路人，莫离自然无所谓，可苏尔现在是天灾军团的一员，怎么也算自己人。这次抢了苏尔的第一名，肯定需要在以后找机会给他找补一下。第二名是谁？莫离一边打扫战场，一边继续回忆，很快就想到第二名的名字，江木槿。卧槽，难道这就是缘分？那就先定一个小目标，包揽这次比赛的前3名吧。天下第一武道会会统一参赛者的等级和参赛者的装备，实际比拼的就2个点，一个是参赛者的天赋被动的强度，一个是参赛者的战斗技巧。这2点在这一场比试中的占比差不多是5-5开，毕竟在逆天的天赋和被动，也要有能力在实战中把能力发挥出来。苏尔和江木槿以前都是出了名的独狼玩家，独狼玩家和习惯了团队合作模式的大公会成员，在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上有本质不同。莫离现在对他们2人的天赋、被动略知一二，现在再仔细想想，他们2个要强度有强度，要技术有技术，再加上常年独狼玩家磨练出来的单人战斗技巧，他们可以在天下第一武道会胜出，简直太合情合理了。莫离打开神颜官方论坛的界面，确认天下第一武道会的公告已经发布，然后在公会频道发了一条消息：天下第一武道会的消息看到了吗？什么？听起来像比武。苏尔和江木槿虽然在比杀怪速度，不过莫离一发消息，2人很快就给予了回复，一句2句说不清楚。神颜官方论坛有公告，你们去看看吧。几分钟后，苏尔在公会频道回话：会长大人，你的意思是我们也参加？参加？为什么不参加？不等苏尔回话，江木槿发了一条消息：我说会长大人，你不是在消遣我们吧？让我们上擂台再让你吊打一次吗？莫离一下乐了。苏尔和江木槿2个人一天到晚在公会频道斗嘴，感情什么时候2人还私下悄悄交流过？不然江木槿怎么知道苏尔也被吊打过？他们2人什么时候感情这么好了，都可以互相交流自己的糗事了。第154章特训开始。短暂的商讨后，莫离用天灾军团要包揽这次比赛的前3名说服了苏尔和江木槿。苏尔和江木槿又一次较上劲了，第1名肯定不用争了，必定是莫离。他们2人都和莫离决斗过，而且都是在没有召唤物参战的情况下和莫离决斗，可以说是输得心服口服，自然清楚莫离的强度到底有多高。更别说这次比赛莫离还可以带一只召唤物，非要去争只会更绝望。2人经过简单的沟通后，很快就定下来争第2名。
莫离只知道上一世的天下第一武道会，最后是苏尔赢了姜木槿，具体是苏尔的强度更高，还是技巧更胜一筹，莫离就不太清楚了。这一世，因为莫离的横插一脚，苏尔和姜木槿都成为了天灾军团的一员。他们的发展路线和上一世都有些不一样，最后鹿死谁手，现在还不好说。莫离惊奇地发现，比起天下第一武道会，他现在更好奇苏尔和姜木槿到底谁能拿到第2名。会长大人，要不等工会任务完成之后，给我们特训一下吧？我觉得也很有必要，万一我们阴沟翻船，中途被淘汰了，那可就不好玩了。苏尔和姜木槿像商量好一样，同时对莫离发起了请求。他们都是和莫离决斗过的，本身也有很高的 PVP 技巧，自然可以发现莫离在决斗中不是单纯的靠强度获胜。莫离的走位、临场应对，绝对是顶尖玩家那个级别的。这种时候，临时抱佛脚找莫离特训一下，可以更好的保证天灾军团包揽比赛前3名。对于两人的请求，莫离也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下来。工会驻地升级任务完成后，莫离返回暴风城交任务。2级工会驻地的特殊建筑里没有莫离急需的建筑物，莫离也就没有花费金币添置，重点还是在3级工会的9层法师塔。一旦工会驻地达到3级，拥有9层法师塔，莫离立即就可以去尝试把齐之礼请到工会驻地，成为天灾军团的第1个特殊 NPC。 以齐之礼展现出来的水准，有他坐镇工会驻地，绝对可以为天灾军团提供一个非常强力的增益 buff。 不过工会驻地等级达到2级，不在工会驻地里添加任务建筑，也不意味着什么提升都没有。随着工会驻地升级，提供的增益 buff 和便利功能都获得了提升，提高工会成员经验获取的增益 buff 从 5% 提升到了 10%， 工会可以设置的传送点从1个增加到2个。总的来说，肯定对得起莫离3人做任务花费的精力和时间。莫离3人在工会驻地碰头，苏尔和姜木槿的特训很快在工会驻地的空地上展开。等一下，姜木槿，你别想混过去。什么？姜木槿一脸懵逼的看着苏尔。这次2个任务我击杀完所有任务怪物，你还差200多只怪物呢，说好的唱征服呢？哼，唱就唱，不过先说好，我五音不全，你们别嫌难听。姜木槿有些不好意思的看了莫离一眼。莫离显得很无所谓，工会成员带娱乐性质的玩玩，互相增进一下感情也不错。苏尔兴致勃勃地站到莫离身边，准备和莫离一起欣赏姜木槿的表演。就这样，征服。姜木槿刚唱了一句，莫离眼皮就不受控制地跳了跳。这一句一共7个字，姜木槿到底是怎么做到7个字全都不在调上的？这哪是什么五音不全，根本就是音痴好吗？莫离万万没想到，堂堂明星玩家姜木槿说话的声音那么好听，唱歌居然堪比大杀器。求求你别唱了，自己人，别开枪。苏尔看到姜木槿还准备唱下一句，实在绷不住了。姜木槿甩了苏尔一个白眼。我说苏大小姐，要我唱的是你，不要我唱的也是你，那我到底还要不要唱了？算了，我们还是来说说天下第一武道会的事吧。行吧，看在会长大人的面子上，我就不和你计较了。苏尔和姜木槿玩闹结束，很快认真起来，纷纷把目光落到了莫离身上。莫离干咳了一声，你们看我干嘛？这样，你们先决斗一下，我看看再说。莫离和苏尔、姜木槿都决斗过，不过战斗开始的快，结束的也快，他们2人的本事根本就没看到多少。来一场旗鼓相当的决斗，才能发现更多的细节。苏尔和姜木槿对视了一眼，按照莫离的意思展开了一场决斗。莫离在一边认真观察，很快就发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他们2人控制技能用的非常少，打来打去都在试图用伤害直接把对方灌死。这场决斗最后苏尔略胜一筹，就没怎么看你们用控制技能，光想着用伤害把对方灌死。既然是特训，莫离发现了问题，自然要直接指出他们的问题。现在距离天下第一武道会还有半个月时间，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做改变。苏尔有些无奈的看了莫离一眼，现在这等级压根就没什么控制技能，控不控可以说毫无区别。姜木槿也有些无奈的看了莫离一眼，他是法师，倒是有一个变阳术，可是变阳术会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把被变成阳的目标的生命值和魔法值恢复满，目标一旦受到伤害，控制效果还会被打断。再加上姜木槿只要对目标造成法术伤害，就会给目标挂上一个 dot， 造成持续伤害。他的变阳术根本阳不住人，只能帮目标恢复生命值和魔法值。姜木槿暂时还没想明白这个技能到底要怎么运用在实战中。我猜你们平时都没怎么逛拍卖行吧？里面有不少控制技能的技能书。真的？不过也没用，那些技能要怎么用，怎么衔接，也不是一时半会能想明白的。苏尔撇了撇嘴，显得有些不开心。之前光顾着练级了，根本没怎么研究神岩的 PVP 内容，对技能的运用
不是莫离随便说几句就能提升的。真这么简单，人人都是 PVP 高手了？这些都需要经过大量的战斗，自己从中体会各个技能的特质，才能最终悟出一套适合自身情况的战斗方式。江木槿就更不开心了，他因为被动的关系，所有弱控技能他用着都不怎么顺手。看到两人的反应，莫离也算是想明白了，现在最需要的不是什么特训，而是需要给他们两个上一节科普课。第155章30级巅峰属性大师级解锁。苏尔和江木槿不是不会用控制技能，他们以前都是各自游戏的明星玩家，而且还是以实力强出名的， PVP 能力肯定不弱。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神颜对他们来说是一款新游戏，对各种控制技能、游戏机制还不够熟悉，暂时对其他职业也不够了解。更直白点说，就是时间太短，还没玩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下意识的就只想着用伤害去灌死对方。这个问题同样也是现在神颜玩家普遍存在的问题。莫离很快想好了从哪里开始。我先给你们说一下神颜的常见控制技能以及这些技能的大致机制。科普总是枯燥的，特别是科普的内容包含大量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信息，这和上一堂课学习新知识没多大区别。不过苏尔和江木槿都是识货的人，很快就听出来莫离讲的这些内容的价值，听得都很认真，甚至还调出了系统的备忘录，开始记笔记。两人越听越震惊，莫离讲的内容信息量实在太大了，几乎涵盖了他们在神颜听说过的所有常见职业相关的信息。莫离把各个职业常见的控制技能介绍了一遍之后，又开始给苏尔和江木槿讲技能的具体运用思路。就用变阳术举例吧。上一世莫离就是法师，法师技能运用自然非常有心得。变阳术是法师的一大招牌技能，绝对不只把目标变成阳控制下来这么一点作用。比如对方在读条时，完全可以把变阳术当成一个打断技能，目标被变成阳，读条自然也就被打断了。至于变阳术的回血效果，只需要在变阳术之后立即跟一个瞬发伤害法术，目标在被阳下去的瞬间就可以打断变阳术的控制效果。这点时间差，目标都还没触发变阳术的回血机制。而且对江木槿来说实际更简单，他的伤害性法术会给目标挂上 dot， 每1秒造成1次持续伤害，只要卡好这个时间差，就可以在目标被阳住的瞬间实现 dot 伤害打破变阳术的效果。最后莫离又给两人传授了一些自己的实战经验，其中甚至包括了常见职业的技能可以组成什么样的有效控制链，这些控制链都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要怎么应对等等。这些知识是上一世经过大量玩家不断研究总结出来的。后来莫离又在长达2年半的扎针中经过实战检验，每一条都真实可靠。最后莫离做了一个总结，总之在神颜你们要换一个思路，要把它当作真正的战斗，而不是一场游戏。战斗中不要求速胜，而是追求10拿9稳的必胜，能用上的手段都要想办法用上，不要总想着直接用伤害去把对方灌死，还要多去了解其他职业都有什么技能，并且想办法应对。下面换我来和你们1对1，说1000到1万也不如实战效果来得好。莫离准备给苏尔和江木槿进行1对1训练，以便最高限度提升他们两人的实战经验。这样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们获得天下第一武道会的名次，还可以提高他们在现实和神颜融合前一次不死的概率。莫离刚说完，就发现苏尔和江木槿两人满眼小星星的看着他。你们看着我干嘛？1对1实战之后就去暴风城拍卖行买技能书，能学的都买吗？苏尔瞪大眼睛看着莫离，莫离现在在他眼里已经化身神颜百科书，直接问莫离相当于直接抄现成的答案。江木槿也在一旁看着莫离，希望莫离直接给他们指出哪些技能是必须的。都买，花不了多少金币，等你们把技能都适应一遍，再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配置技能。血色修道院，随着一批怪物倒下，莫离的等级终于升级到了30级。从28级到30级这个过程花了莫离3天时间。在这3天时间里，莫离除了每天抽一定的时间给苏尔和江木槿特训，其他时间几乎都在血色修道院，总算把等级升到了30级。随着莫离等级达到30级，一条系统提示跳了出来，叮！恭喜玩家等级达到30级。叮！神性天赋巅峰等级大师级解锁。巅峰等级大师级，近战攻击获得巅峰等级 X10的额外法术伤害加成。莫离反复确认了一下系统提示的内容，其中有2个点让莫离非常在意。大师级，明明等级才30级，怎么就大师级？难道是因为巅峰等级提供的额外属性强度已经达到大师级了？莫离在心里快速换算了一下，还真是。如果不算装备提供的属性
99级的法师职业，有1500精神属性。神性天赋巅峰等级在30级时额外提供1160的精神属性，这个数值约等于78级的法师。说是大师级，合情合理。另外一个让莫离很在意的就是神性天赋巅峰等级解锁的这个新效果，近战攻击获得巅峰等级 X10的法术伤害加成，居然是法术伤害加成。莫离一直很想要王德发任务奖励的那把法杖，就是因为现在手上这把阿鲁高的法杖是20级的装备，20级的武器没有法术伤害这条属性。30级开始，玩家完成第一次转职任务，伤害计算方式会迎来一个很大的变化，伤害提高不是一星半点。对法系职业来说，法术伤害这条属性至关重要。如果莫离继续使用阿鲁高的法杖会很吃亏。现在巅峰等级可以直接提供法术伤害，这是何等的逆天。莫离现在是30级，按照字面意思理解，近战攻击可以获得300点法伤伤害加成，看起来好像不多，可是这个数值是会被主属性放大的。有了这条加成，以后就不用像现在这样追求可以提供近战攻击能力的武器，随便一把武器都可以拿来砸人，伤害爆炸的同时还不会影响其他伤害性技能的伤害。莫离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试一试了。第156章，不小心刷新了单次伤害榜。莫离看了一眼血色修道院密室的位置，这段时间莫离一直都没有进血色修道院那间密室拿取王德发的任务奖励，莫离一直在等。根据隐牙城堡的经验来看，同一个副本噩梦难度出品的装备是普通难度的升级版。血色修道院密室里的那把武器，如果在噩梦难度下去拿，很有可能获得一把品质更高的武器，这是莫离一直准备做的尝试。如果猜测正确，至少也可以获得一把卓越品质的武器，甚至获得一把史诗品质的武器，也不是不可能。如果猜测错误，莫离只能返回普通模式，拿一把精良品质或者稀有品质的武器，看起来似乎没什么损失。可如果真的是这样，心里的落差还是很大的。这段时间把莫离都搞得有些患得患失。现在有了神性天赋巅峰等级提供的新效果，莫离瞬间感觉无所谓了，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在新效果的加持下，随便拿一把30级的正常法杖也能打出伤害爆炸的近战攻击。莫离把神性天赋巅峰等级提供的额外属性点全加到精神属性，然后换上了血色修道院出品的30级装备，对身上的装备做了一些调整。最后看了一眼属性面板，等级30，巅峰等级30，力量46，敏捷46，体质672，精神3531，法术伤害300，生命值红1073，魔法值蓝17656，召唤物数量8251059。装备效果，你承受的伤害有 30% 会分摊到你生命值最高的召唤物身上，使你的召唤物造成的伤害提高 60%， 使你的召唤物获得 10% 的法术穿透效果，使你的召唤物获得 10% 的物理穿透效果，使你的精神属性提高 25%， 使你造成的法术伤害提高 10%， 获得 10% 法术穿透效果。吹响哨子，召唤一只发狂的猎犬，猎犬会攻击附近的目标，包括召唤者。猎犬持续30秒。果然，属性面板里面多出了一条法术伤害属性，这个法术伤害就是巅峰等级30级 X10得到的。另外，因为等级达到30级，召唤物数量增幅倍数从2倍变成了3倍，召唤物数量暴涨到1059只。亡灵大军现在是真正意义上的千人成军。传奇装备混沌之环的减伤效果也增加到 30%， 整体提升非常大。当然，让莫离最在意的还是神性天赋巅峰等级的新效果。莫离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试一下。一只骷髅战士在莫离的命令下拉了一组怪物进入战斗。莫离拿着手上的法杖靠近怪物，然后用近战攻击砸了下去。负24084，怪物头上冒出一个非常离谱的伤害，怪物直接被一杖秒杀。卧槽！莫离自己也没绷住，因为打出伤害的同时，一条系统提示也弹了出来。叮！恭喜玩家单次伤害造成22125，进入单次伤害榜，位列第1。即将进行全服通告，请问是否需要隐藏玩家姓名？把这一茬忘了。莫离吐槽了一句，最后默默选择了否。莫离心里明白，有之前的经历，现在选隐藏也没用。大部分玩家会直接默认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就是莫离，隐藏也就是隐藏了个寂寞，自己骗自己罢了。叮！玩家莫离对怪物造成22125的单次伤害，成为单次伤害榜第1名。看了一眼系统公告后，莫离简单分析了一下这个伤害为什么会这么离谱。阿鲁高的法杖这件装备可以提供14084的伤害，300法术伤害，经过3500左右的精神属性放大之后，
可以提供10500伤害，2个伤害加到一起就是24584的伤害。经过怪物伤害减免计算，最后打出22125这个伤害，合理。唯一有些美中不足的是，不小心暴露了一点点自身真实实力。不过这不重要。莫离再次把目光落到了密室的位置，只要拿到密室里那把武器，现在这个伤害很快就会成为老黄历。暴露就暴露吧。进入战斗的怪物很快被亡灵大军清理完毕。莫离脱离战斗状态后，取出回城卷轴，直接开始读条。要解锁噩梦难度血色修道院，机会在齐之礼身上。现在等级达到30级，可以去暴风城法师塔9层找齐之礼学技能。现在不抓紧时间去想办法触发噩梦难度血色修道院的任务，还刷什么挂？各类传送卷轴的读条时间都是10秒。莫离读条才读到一半，就看到苏尔和江木槿在工会频道发消息：会长大人，你这个伤害也太离谱了吧！我要有这伤害，还磨练什么 PVP 技术，直接伤害碾压。一道传送光芒闪过，莫离被直接传送回了暴风城。莫离一边往法师塔赶，一边在工会频道发消息。这次是意外，苏尔和江木槿都有些无语。莫离分明在说，他本来是打算隐藏这个伤害能力的。刷新单次伤害榜完全是意外。苏尔和江木槿心里不禁都升起一个疑问：会长大人到底还藏了多少东西？算了，不说这个了，你们好好熟悉神炎 PVP 要用的控制技能，我还有任务要做。明白了，会长大人。放心，我们可没有摸鱼。莫离简单应付了一下苏尔和江木槿后，直接来到法师塔9层。齐之礼一个人正在大厅里发呆。莫离不禁感到有些奇怪，血影大人之前在黑石山处理黑石山封印问题，不在法师塔还说得过去，现在黑石山异变已经结束了，怎么法师塔里还是只有齐之礼一个人？师姐，我来学技能了。莫离主动招呼了一声，把齐之礼从发呆中拉回现实。齐之礼有些惊讶地看了莫离一眼：你这么快就30级了？马马虎虎吧。齐之礼没好气地瞪了莫离一眼：过分谦虚就是骄傲，小心我抽你！在师姐面前，我怎么敢骄傲？血影大人屈指一弹，直接秒杀生命值高达20万的死灵魔像的场景还历历在目。齐之礼身为血影大人的学生，同样是高级 NPC， 绝对也差不到哪里去。莫离在齐之礼面前确实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至少现在还没有。齐之礼白了莫离一眼：30级，该开启你的第一次转职任务了。师姐，能不能给我弄个简单点的任务？莫离试探性地问了一句。第157章善解人意齐之礼。来法师塔之前，莫离对接下来的事情已经有一个具体规划。第一步，尽快完成第一次转职任务。第二步，想办法触发血色修道院噩梦难度相关任务，并解锁血色修道的噩梦难度。第三步，天下第一武道会开始之前这段时间，就在噩梦难度血色修道院里练级。对莫离来说，转职任务自然是越简单越好，以免在这上面花费太多时间。这段时间，大部分玩家为了提高赢得天下第一武道会奖品和奖金的概率，都会缩短练级时间，把精力投入到磨练 PVP 技术上。莫离准备趁着这个机会，进一步拉开和其他玩家的差距。齐之礼看了莫离一眼，略微想了一下，也对，转职任务是为了证明你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成为终极死灵法师，以你现在的情况，不需要弄那么复杂。那什么呢？流程还是要走的，不能坏了规矩。莫离差点没绷住，这不是说了等于没说吗？还是要做转职任务。不过齐之礼接下来的话很快就让莫离欣喜若狂。按照老师的吩咐，30级教你支配王者。学这个技能之前需要到噩梦难度血色修道院里取一件东西，我就把你的转职任务也放到噩梦难度血色修道院吧。这句话信息量巨大。首先，30级支配王者技能，学习技能的前置任务是到噩梦难度血色修道院取一件东西，可以把这个技能看作是20级技能召唤死灵魔像的翻版，也可以理解为支配王者不会弱于召唤死灵魔像。其次，齐之礼居然主动提到了噩梦难度血色修道院，会不会像之前那样直接提供噩梦难度的钥匙？最后，神言第一次转职任务一般不会很难，大抵就是职业训练师的要求去杀一些野外的普通怪物，只有少数强力职业训练师会要求击杀副本里的怪物，不过那都是普通副本。在莫离的记忆里，转职任务难度越高，说明这个职业的潜力越大，转职之后就越强力。莫离之预计是齐之礼会把转职任务直接放到普通副本，要求击杀副本怪物或者击杀 BOSS， 这种难度符合莫离对死灵法师的认知。莫离本来打算说点好话，尝试把任务锁定到击杀副本 BOSS， 别整那些杀几千只副本怪物的任务，一个副本就那么多怪物，
来来回回跑动重置副本，也要花费不少时间。莫离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转职任务居然直接放到了噩梦难度血色修道院。在30级这个阶段，找不出比噩梦难度血色修道院难度更高的地方了，难度直接拉满。同时，也意味着死灵法师这个职业的潜力绝对是最顶尖的。转职后，死灵法师这个职业的发展也绝对是最强力的几个职业之一，不，搞不好没有之一，就是最强职业。莫离非常殷勤地给齐之礼倒了一杯茶，多谢师姐体谅，不如击杀血色修道院的主要人物，其他小喽啰就免了吧。齐之礼白了莫离一眼，取出一张卷轴交给莫离，2个任务都在这里了，自己看吧。莫离立即收到系统提示，叮，触发隐藏任务，取回噩梦难度血色修道院里的神像灵1。任务奖励，完成任务后可以学习支配王者技能，是否接受任务？叮，触发转职任务，击杀噩梦难度血色修道院的训犬者洛克灵1、奥法师杜安灵1、大检察官怀特灵1。任务奖励，晋升为终极死灵法师，是否接受任务？2个任务同时触发。莫离看了一眼任务详情，心里一喜，不用击杀大量怪物，只需要拿1件物品以及击杀血色修道院的3个 BOSS。2个任务有一定的重合度，可以一次完成，真是善解人意。齐之礼，莫离毫不犹豫地点了是，接取了2个任务。齐之礼等莫离收好卷轴后，又递给莫离一把钥匙，这是开启血色修道院噩梦难度的钥匙，暂时借给你，完成任务之后，这把钥匙就属于你了。多谢师姐。莫离必须要承认，如果说抽到神性天赋和神级被动是进入神岩的最大机缘，成为暴风城城主血影大人的学生，齐之礼的师弟绝对是第2大机缘。在法师塔9层学习的职业技能和在普通职业训练师那里学习的技能根本不是一个概念。普通训练师那里学习技能只需要花一点金币而已，在法师塔9层学习的技能动不动就要先打一遍噩梦难度的副本。神岩遵循一个原则，付出的代价越大，获得的回报就越高。从学习技能需要付出的代价，可以很轻易地判断出技能的强度差距。支配王者技能，现在暂时只知道一个技能名字，不过有前置条件差不多的召唤死灵魔像作为参考。莫离相信这个技能的强度肯定不会让他失望。血色修道院，莫离从法师塔离开后，直接通过工会驻地的传送阵传送到血色修道院，然后利用齐之礼提供的钥匙，开启了副本的噩梦难度。噩梦难度血色修道院和普通难度血色修道院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怪物生命值和攻击力高到离谱。普通难度血色修道院的怪物生命值只有16500，生命值再高一些的怪物也只有18000。这是为了让玩家可以平滑过渡转职这个阶段。对一般玩家来说，30级开始就是终极技能，终极技能无法在普通职业训练师那里进行学习，只能通过终极技能书学习。基础技能书普通小怪都有几率出，可以说随处可见，根本卖不起价。终极技能书就不一样了，只有精英和精英以上怪物才会出，而且爆率感人，每一本都价格不菲。普通玩家想弄到一本终极技能书，可以说是一件相当有难度的事情。很多玩家甚至要到35级左右才能学会第一个终极技能，所以才会有血色修道院这个过渡副本存在，让玩家可以平滑过渡。但是噩梦难度血色修道院的怪物完全没有这个限制，最直观的就是生命值比起普通难度的怪物直接翻了10倍，怪物的生命值直接来到了165000和18万，怪物生命值快赶上40级副本马拉顿里怪物的生命值了。看到怪物生命值后，莫离没绷住，吐槽了一句，马拉顿副本可以说是神岩里最臭名昭著的副本，是玩家在神岩里遇到的第一个超大迷宫副本。副本地形复杂到不少玩家甚至会在里面迷路，最后不得不使用回城卷轴，在副本里直接回城，或者干脆死在副本里，从副本门口复活，重新来过。更让马拉顿副本臭名昭著的是，副本的怪物强度高到离谱，最明显的就是生命值和攻击力暴涨。从马拉顿开始，神岩的副本就开始变得有门槛了，而不是像之前的副本只要等级差不多，人人都可以去挑战。怪物超高的生命值和攻击力，直接把一部分30级之后弄不到后续终极技能书学习终极技能的玩家拒之门外。当然，这些对莫离来说都不是问题。莫离现在的强度完全可以轻松碾压噩梦难度血色修道院，马拉顿将来也不是问题。随着大检察官怀特和圣骑士莫格莱尼倒下，莫离看了一眼地上的战利品和 BOSS 房间，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开盲盒时间。第158章，不小心又露馅了。噩梦难度血色修道院副本出的装备和噩梦难度隐牙城堡一样，都是对应的普通难度副本装备的升级版。前面2个 BOSS 出的品质更高的装备，无非就是多加一些属性。莫离秉着能用就用，
不能用就给亡灵大军用的原则，内心毫无波澜。不过，大检察官怀特不一样，70级史诗难度出品的圣使项链非常有名，和30级普通难度出品的青春版圣使项链根本不是一个概念。按照噩梦难度隐牙城堡的经验，噩梦难度最后一个 BOSS 有可能会出史诗品质的装备。如果30级的圣使项链是史诗品质，同为史诗品质，这条项链会不会出现一条或者2条类似于70级的圣使项链的属性？莫离已经在地上看到了一条 BOSS 爆出来的项链，答案马上揭晓。第一件装备稀有，第二件装备稀有，2件都是近战装备，莫离直接扔给了亡灵大军。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莫离拿起了地上的项链，看了一眼属性，名称圣使项链，品质史诗，部位饰品，精神120，体质120，需求等级30，效果使你获得一个可以吸收伤害的魔法盾，吸收伤害的数值等同于你魔法值的 50%， 该效果每2分钟重置一次，效果使你的魔法值提高 10%。 卧槽，居然真的有！莫离本来也就是抱着随缘的态度，有就有，没有也不强求。真的看到这条属性，莫离还是有些惊喜。70级史诗难度副本出的那条圣使项链，其中一条效果是吸收伤害数值等同于你魔法值 100%， 这条项链的效果是 50%， 硬要比较的话还是弱很多。可是莫离的魔法值够高，哪怕是 10% 的效果也相当于多出1700左右的魔法盾。不，这条项链还有魔法值提升 10% 的效果，这个数值只会更高，等同于魔法值 50% 的魔法盾，对莫离来说是非常逆天的效果，差不多就是每2分钟就有一个吸收1万左右伤害的魔法盾，而且这个数值还会随着莫离等级上涨变得越来越高。收好项链后，莫离又看了一眼 BOSS 房间，这一趟可不止这一个盲盒，在 BOSS 房间里还有一个盲盒。莫离简单打扫了一下战场，然后来到 BOSS 房间。和莫离猜测的一样，普通难度有密室，噩梦难度同样有密室。接下来就看密室里那把法杖到底是什么品质。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莫离打开了密室里的宝箱。名称不稳结杖，品质史诗，部位武器，法术伤害130，攻击速度 1.6 秒每次，精神120，体质120，需求等级30，效果使你的近战攻击造成4倍法术伤害。卧槽！莫离看到法杖的属性后，忍不住惊呼了一句。法杖上只有一条效果，看着有些寡淡。可是这条效果实在有些离谱，就算不计算神性天赋巅峰等级新解锁的大师级效果，只算这把武器上的法术伤害，130乘以4就是520。再经过精神属性放大，莫离现在是3500左右的精神属性，可以放大35倍。这个伤害可以达到离谱的520乘以35等于18200，已经远远高于阿鲁高法杖可以提供的近战伤害了。最离谱的这把武器是单手法杖，使用这把法杖，莫离不仅可以多拿一个副手物品，使用这把武器攻击速度还贼快。阿鲁高的法杖是双手武器，攻击速度 3.0， 也就是3秒才能挥动一下，打出一次普通攻击。而这把武器是单手武器，攻击速度 1.6， 只需要 3.2 秒的时间就可以打出2次伤害，提升不是一点半点，几乎是伤害翻倍。如果计算神性天赋巅峰等级大师级效果带来的法术伤害，这个伤害只会更离谱。王德发果然没有骗人，这才叫超强近战攻击能力。莫离一边吐槽，一边取出回程卷轴开始读条。有工会驻地传送阵在，噩梦难度血色修道院可以随时来刷。现在王德发的任务，旗帜里的任务都已经完成，先回去交任务要紧。王德发那里还有没有后续任务？转职任务完成之后，即将学习的支配王者到底是什么样的技能？两者莫离都有些期待。这血色修道院，莫离现在是1秒都不想多待了。法师塔9层，旗帜里看着莫离，面色有些古怪。从莫离在这里接到任务到完成任务返回，再次站在这里，时间还不到10分钟。如果不是莫离把要求拿的神像交到他手上，他都要怀疑莫离是不是在忽悠他。师姐，难道是我神像拿错了？莫离有点疑惑。任务提示确实显示旗帜里这边2个任务目标都达成了，不可能出错。可是任务物品和记录任务的魔法卷轴都交给旗帜里了，居然还没有提示任务完成。旗帜里又看了莫离一眼，你老实交代，完成这2个任务你到底用了多少时间？旗帜里也算是反应过来了，噩梦难度血色修道院的难度远远超过隐牙城堡，莫离都可以这么快完成。上次噩梦难度的隐牙城堡，莫离任务完成时间恐怕有很大的水分。
实际通关噩梦难度隐牙城堡的时间，恐怕要远远低于他推测的那个时间。听到齐之礼的话，莫离这才意识到，这次因为过于急切，只刷了一次副本就跑回来了，不小心又露馅了。这个具体我也没记，大概5分钟吧。实际上，莫离通关噩梦难度血色修道院的时间，肯定是远远少于这个时间的。不过，噩梦难度没有速通记录，莫离在副本里也没有刻意去记时间，确实不知道具体时间。什么？5分钟？你一路平推的吗？齐之礼一直都在尽可能的去高估莫离，可是现在他发现还是有些低估莫离了。莫离的成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差不多吧，师姐莫不是忘了我有死灵魔像？死灵魔像也没这么高的强。齐之礼话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了。他突然想起莫离曾经对他说过，莫离的骷髅战士可以享受到莫离的魔力，因此莫离召唤出来的骷髅战士强度非常高，最后合成出来的死灵魔像强度自然也就非常高。死灵魔像有足够的强度，平推副本也就说得过去了。之前是我小看你了，这是支配王者。齐之礼手指发出一道白光，白光落到莫离身上，莫离的技能面板多出一个技能支配王者。莫离有些迫不及待地看了一眼技能说明，差点没忍住发出一声惊呼：离谱，实在是太离谱了。第159章永动机启动。莫离本来以为召唤死灵魔像已经够离谱了，在法师塔9层接到转职任务后，莫离就一直在想，可以和召唤死灵魔像强度不相上下的支配王者到底是什么样的。很遗憾，莫离不得不要承认，他的想象力还是匮乏了一些。想了半天，所有的猜测都没有沾到支配王者半点皮毛。如果说召唤死灵魔像有一种强度美，那么支配王者就有一种机制美。支配王者浩然2000，施法时间3秒，说明指定一只亡灵召唤物，将该召唤物转化为厄运战士，并使其获得更高的自主行动能力。厄运战士可以在主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下线不在同一个地图等情况自主击杀怪物。厄运战士会储存击杀怪物得到的经验，当厄运战士和主人在1公里范围内时，厄运战士会把储存的经验全数返还给主人。如果厄运战士死亡，存储的经验会消失，支配效果会一直持续到厄运战士死亡，或者主人主动解除支配效果。每一个支配名额会占据100个召唤物位置。神岩开服以来，莫离每天在线时间基本在12个小时左右。神岩是全拟真游戏模式，长时间游玩比传统游戏用键盘鼠标操作更容易疲劳。每天12个小时的在线时长几乎已经是极限了。可是从一天24个小时的角度来看，即便莫离已经这么干了，每一天还是有一半的时间没有利用上。其实所有神岩的玩家都差不多，再干的玩家就算愿意顶着分分钟猝死的风险，一天干15个小时也就是极限了。一旦在线时长达到15个小时，就会触发防沉迷系统，被系统直接踢下线。现在有了支配王者，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即便莫离下线之后，厄运战士还可以继续刷怪，唯一的缺点是每一个支配名额需要占据100个召唤物的位置，一般人真用不起。即便是莫离现在拥有1059只召唤物上限，也只能使用支配王者支配10只厄运战士。可是别说10只，就算是1只，对莫离来说都是意义非凡。哪怕只有1只厄运战士，在莫离每天不在线的那12个小时里，都可以为莫离提供非常丰厚的经验。莫离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准备去试一下厄运战士的强度了。从法师塔9层离开后，莫离通过工会驻地传送阵来到血色修道院门口，让厄运战士自己刷副本。莫离估计不太行，即便他们凭借着强度可以打通副本，他们也没办法重置副本。厄运战士的最佳归属还是野外。莫离恰好知道血色修道院所在的提瑞林地有几个不错的刷怪地点，这几个刷怪地点的怪物等级从30级一直覆盖到40级。莫离骑着紫色亡灵战马直接来到35级刷怪地点阿加曼磨坊。阿加曼磨坊的怪物涵盖了近战和法系，比较有代表性，怪物密度也不错，并且怪物等级在35级左右，和莫离的等级差超过了3级，会触发碾压伤害。要验证厄运战士的强度，这里最合适不过。莫离解散了800只亡灵大军，腾出召唤物位置，然后从召唤物空间放出一只死灵魔像，对死灵魔像使用了支配王者。刚释放技能，立即就收到了系统提示，该技能只能对召唤物使用。真是长得太帅，就不能想得太美。死灵魔像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召唤物。看到系统提示，莫离忍不住吐槽了一句，紧接着又放出一只骷髅战士，对骷髅战士使用了支配王者。叮，你成功将骷髅战士成功转化为厄运战士。莫离看了一眼系统提示，
然后仔细观察了一下眼前的厄运战士。从外表看，骷髅战士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只有地上的几件装备在提醒莫离，骷髅战士确实产生了一些变化。地上的几件装备原本是骷髅战士身上穿着的，转化为厄运战士后，身上的装备掉到了地上，说明厄运战士不能像骷髅战士那样穿戴多件装备。厄运战士只有手上一把武器。莫离打开厄运战士的属性面板看了一眼，厄运战士等级30，力量3531，敏捷3531，体质3531，精神3531，生命值35310，魔法值17655，技能暴风雪、瞄准射击、脆弱诅咒、火球术、治疗术。厄运战士作为传统召唤物，享受到了神级被动属性继承加成，全属性达到3531。这个情况在莫离的预料当中，让莫离稍微有点意外的是，厄运战士居然完全继承了骷髅战士的技能。确认了厄运战士的情况后，莫离对厄运战士的战斗力心里大致有数了。很快，又有7只骷髅战士被莫离转化成厄运战士，8只厄运战士一共占了莫离800个召唤物位置。不过，莫离相信这一切绝对是值得的。在阿加曼磨坊杀怪，莫离给厄运战士下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命令，厄运战士很快就行动起来，开怪、拉怪、近战输出、远程输出，甚至还有一只厄运战士在负责使用治疗术给骷髅战士加血。战斗完全是厄运战士自主进行，莫离全程都没有进行指挥。击杀了10几组怪物后，莫离对厄运战士所谓的更高的自主行动能力有了一个比较充分的认识，可以把厄运战士简单粗暴地理解为脚本战士。他们可以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使用技能完成最基础的怪物击杀，不会巧妙地走位规避伤害，不会使用拉怪、巨怪、AOE 击杀怪物这套流程，像极了以前一些游戏里工作室用脚本挂机杀怪打钱打材料的样子。单论效率，肯定不如莫离亲自指挥亡灵大军杀怪强。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自主杀怪，而且这种保守的杀怪方式也不是没优点。厄运战士这种杀怪方式不用担心一次性引太多怪被怪物打死。当然，这里说的效率低也只是和莫离亲自指挥比，如果和一般玩家的杀怪效率比，这8只厄运战士的杀怪效率不知道高到哪去了。从这一刻开始，莫离就等于有了一个永动机，即便是莫离躺着睡觉，也会有源源不断的经验进账。第160章，堂下何人状告本官。另一边，在王朝工会和游龙工会有心引导下，神言官方论坛出现了大量举报莫离开挂的帖子。经过一段时间发酵，吸引了大量玩家围观。当然，既然有举报的玩家，自然也有支持莫离的玩家。持2个完全不同观点的玩家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骂战。你们看看，22125的单次伤害，这是人能打出来的吗？居然还敢堂而皇之的霸占单次伤害榜。据说莫离现在已经30级了，恐怕是现在等级最高的玩家，等级第2高的是多少21级还是22级？说了这么多，不就是想说莫离大佬开挂了吗？你们不如直接说，难道不是吗？能不能长点脑子？神言是用手环登录，全封闭系统，怎么开挂？把电脑内存条含嘴里，靠脑补吗？就是如果真有外挂，工作室早用上了，承认别人很强就这么难？这不是强不强的问题，是根本不合理。合理？以前玩其他游戏的时候，那些氪金大佬以1敌万，合理吗？跑到一款可以氪金的游戏里来说合理？马德，智障！要我说，至少也应该像其他游戏那样，先封号一段时间，调查清楚再说。对，先封号，再调查，不然对不起我们这些普通玩家。你算老几？凭你们3言2语，一点证据都没有，就把人家账号先封了？当然，除了毫无营养的骂战之外，王朝工会和游龙工会的人也故意在把舆论导向往神言官方身上引。一直有人在发帖子，要求神言官方给一个说法。玩家在神言官方论坛折腾了半天之后，神言官方这才不紧不慢地发布了一条公告：神言不可能存在外挂，如果有玩家认为可以开外挂，可以尽管尝试。这条公告可以说强硬至极，就差把爱玩玩不玩滚写在明面上了。公告一出，立即在玩家群体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卧槽，这就是官方的态度？是不是也说明了莫离大佬确实没开外挂？这不是废话吗？这次事件我看就是有心人推动的，纯粹在诬陷莫离大佬。也对，连一点证据都没有，全是凭空猜测。放屁！莫离就是开外挂了，不然怎么可能那么强？官方都出通告了，怎么还有人嘴硬？你说开了就开了，我还说你开外挂了呢。
我特么要开外挂了，现在也不至于才12级。那谁说得清楚，万一你智商不够，买到的是便宜外挂，一开就变弱呢？一场新的骂战在神岩官方论坛再次展开。暴风城城主府，血影大人手上拿着一份文件，文件上赫然写着神岩不可能存在外挂，如果有玩家认为可以开外挂，可以尽管尝试。一位官员正在向血影大人汇报工作。血影大人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发布了公告，不过什么？冒险者们当中有很多不相信，现在他们还在神岩的论坛上进行质疑。闹得最凶的那几个以诬陷的理由禁止他们在7天内进入神岩大陆。我明白了，我马上去办。对了，再查一查这次的事情有没有主谋，有主谋的话一并禁止7天内进入神岩大陆。官员应了一声，匆匆离去。神岩官方论坛由光明教会、法师协会共同管理。在神岩和蓝星融合之前，除了维持基本的运转和举办活动之外，一般不会直接插手和玩家相关的事宜。是的，神岩大陆的顶层人物早就知道神岩大陆会和蓝星融合，并且在融合之前，神岩大陆的顶层对2个世界的接口拥有一定的管理权。指控莫离开外挂的帖子在神岩官方论坛一出现，立即就引起了法师协会的重视。但是法师协会重视的不是开挂这个行为，在法师协会眼里，神岩就是神岩大陆，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开什么外挂？真要说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也就是天赋差异而已。法师协会重视的是莫离这个人。黑石山异变事件后，李云素在法师协会每天都要炫耀一下他学生的学生莫离，成天张口闭口就是莫离多么有天赋，多么有潜力，未来可期。莫离这个名字早就在法师协会人人皆知，并且莫离也确实得到了法师协会会长李旭炎的重点关注。法师协会工作人员在看到莫离这个名字后，进行了一番简单的查证，很快就确定了被举报的莫离就是李云素提到的那个莫离。这个莫离背后站着暴风城城主血影大人、法师协会副会长李云素、法师协会会长李旭炎，这3位大佬一个比一个重量级，随便出来一个跺跺脚，神岩大陆都要抖3抖。法师协会哪里敢大意？在请示了李旭炎和李云素之后，最后把处理权交到了血影大人手上。这里说的处理权自然不是怎么处理莫离，而是如何处理故意诬告莫离的人。当然受限于一些限制，血影大人并不能按照他的行事风格直接派一队人去把诬告的人灭了，只能动用他手上现有的权力，对诬告莫离的人进行禁封。这混小子也不知道低调一点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可是蓝星的老话。血影大人嘴上抱怨着对莫离的些许不满，但言语之间充满了骄傲之意。有这样的学生，谁不骄傲呢？在众多冒险者当中找到莫离这样优秀的学生，莫离越出众，就越说明血影大人眼光好。突然，血影大人收到了来自旗帜里的通讯请求。老师，莫离已经30级了，按照你的吩咐，我教了他支配王者。什么？这么快就30级了？血影大人突然有点怀疑莫离是不是真的开挂了。不过血影大人很快就自嘲似的笑了笑。什么叫开挂？像莫离、苏尔这种进入神岩大陆就带着神性天赋，某种意义上就是蓝星人说的开挂。神岩大舞台，有挂你就来，没有那就憋着。世界本来就是这么不公平，当初抽神性天赋、神级被动的机会都是平等的，错过了那就自认倒霉。旗帜里的投影看到血影大人的反应，忍不住偷笑了一下。老师，我是想问40级教莫离什么技能好？他现在有多少召唤物了？啊，我忘问了。再说总是打听人家的秘密也不太好吧。算了，反正他到40级还早，我再多考虑一下。第161章，莫离放弃治疗了。曹志和张良正带着各自工会的成员在燃风小径刷怪。突然，负责盯着论坛动静的成员惊呼了一声，然后小跑到曹志身边。会长，神岩官方发公告表态了。曹志心里顿时一喜，这种事件官方只要表态，至少也要先封个7天吧。距离天下第一武道会一共才半个月时间，现在通过一些小手段让莫离7天不能上线，除了让莫离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磨练 PVP 技术，还有机会把莫离的心态搞崩。如果真的把莫离的心态搞崩溃了，说不定直接就不参加这次天下第一武道会了。官方怎么说？封几天？会长，官方说神岩不可能有外挂。什么？怎么可能？曹志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汇报的工会成员，他是骨灰级玩家，这些年玩了不少游戏，但凡是正常的游戏运营，遇到大量玩家举报的情况，怎么也会把被举报的账号禁封一段时间，平息玩家的怨气。神岩官方还说了。说什么？
官方说如果有玩家认为可以开外挂，可以尽管尝试。真是官方说的？曹志有点没绷住，又惊呼了一声。作为一款游戏的官方，这种说话方式实在是太离谱了。张良站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听到曹志的惊呼，小跑过来，直接来了个灵魂三问。曹志，官方说什么了？是莫离封号的事？封几天？曹志有点无语的看了张良一眼。我们的举报计划失败了，看来要想其他法子了。什么？怎么可能？官方公告就在论坛上，你如果不信，自己去看吧。张良显得有些迟疑。不过很快张良就选择相信曹志的话，在这种事上曹志没必要忽悠他。莫离不封号，这段时间他恐怕会磨练他的 PVP 技术吧，这就难办了。张良显得相当担忧。黑石山一役，莫离凭一己之力单挑了王朝和游龙两个公会的精英。两大公会最后经过一顿猛如虎的分析，认为莫离的人物强度确实高到了可以完全碾压他们一群人。反正短时间内和莫离起正面冲突，两大公会没有任何胜算。可是天下第一武道会是一次绝佳的机会，等级一样，装备一样，甚至还限制只能使用一只召唤物，极大的抹平了双方在人物强度上的差距。在这一场较量中， PVP 技术绝对会占据很大的比重。在张良看来，莫离的等级那么高，肯定所有时间都用来练级了，根本不可能有时间磨练 PVP 技术。实际上在黑石山的那次交手，莫离也确实没有展现出什么高超的 PVP 技术，就是最纯粹的强度碾压。按照张良和曹志原来的计划，只要这次用计把莫离禁封上一段时间，让莫离没有充足的时间去临时抱佛脚提高 PVP 技巧，莫离这一次就输定了。可是现在这个计划失败了，莫离有差不多半个月时间好好磨练 PVP 技术。不巧的是，张良还知道江木槿这个 PVP 狂人现在是天灾军团的一员，有江木槿这个 PVP 狂人在，不管他是给莫离做指导也好，给莫离当陪练也好，半个月时间足以把一个 PVP 小白提升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到时候莫离凭借自身人物强度，加上还说得过去的 PVP 技术，王朝和游龙两大公会很难保证一定能在擂台上击败莫离。张良想了一下，有些急切地对曹志说道：你从好友列表看一看，莫离现在在什么位置？提瑞灵地怎么了？那不是30多级的地图吗？他怎么跑那去了？莫离现在30级，到30多级的地图去练级，不是很正常？曹志刚说完，立即就反应过来，正常？正常个屁！都什么时候了，还练级？这种时候，莫离不应该急着提升他的 PVP 技巧吗？连杀怪都是一路靠强度碾压过来的人，怎么可能有半点 PVP 技巧？现在不抓紧时间打磨 PVP 技巧，等着天下第一武道会丢人现眼吗？曹志突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莫离他是一路靠强度碾压过来的，没有半点技巧可言，直接放弃治疗了？你是说莫离可能放弃天下第一武道会了？你想想他平时是怎么杀怪的？张良随着曹志的话想了一下，脑子里很快就有画面了。一群亡灵大军直接冲进怪物堆里，横冲直撞，靠强度碾压杀死怪物，没有一点技术含量。绝大部分时间莫离可能只需要站在一边给他的召唤物喊666，恐怕都没什么机会自己动手。这种体验就和其他游戏，一个新手上线就有满级大佬直接带飞，新手一路被带到满级，对游戏认知非常浅薄，自己人物有什么技能都捋不清楚，让新手自己去杀个怪都费劲，更别说参加 PVP 了。莫离现在不就是这个情况吗？再加上这次天下第一武道会限制只能使用一只召唤物，把莫离最大的优势都抹掉了。莫离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直接放弃这次比赛合情合理，总比上台去丢人现眼好吧。想到这里，张良眼睛一亮，搞不好还真是这样，看来这次天下第一武道会的前几名都要被我们两个公会包揽了。曹志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也不能这么说，不能小瞧了其他玩家，只能说我们争取包揽靠前3名，多拿前10名的名次。有理有理。张良说完不禁大笑了起来，曹志也跟着笑了起来。突然两人都收到了一条系统提示，笑声戛然而止，因诬陷玩家30秒后强制退出，7天内禁止登录神言。不止曹志和张良收到了系统提示，王朝和游龙两个公会在场100多个成员全都收到了系统提示，现场顿时爆发出一阵骚动。卧槽，为什么会这样？特么开挂的明明是莫离，被封号的为什么是我们？还有没有王法了？马德，莫离难道是神言公司老板的亲儿子吗？现在你说莫离是神言公司的老板我都信。离谱，太离谱了。在一声声抱怨和不满中，王朝、工会
和游龙工会的成员被系统全部踢下线。第162章，天下第一武道会拉开帷幕。莫离没有刷神言官方论坛的习惯，对于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安顿好厄运战士刷怪位置后，莫离又跑了一趟闪光阵，回王德发那里交任务。不出莫离所料，王德发的任务还有后续。冒险者，你的强大超乎我的想象，再过些日子，我想请你去一趟马拉顿。哦，莫离一下来了兴趣。王德发这一系列任务的奖励都非常不错。马拉顿是40级副本，莫离很期待40级副本对应的奖励。可惜，王德发居然说要再过些日子。莫离知道，这里面的潜台词是30级等级太低，去不了马拉顿。即便有通过后门提前进入副本的办法，也无法适用于30级。高达10级的等级差，就算真的有办法现在进入马拉顿，亡灵大军在面对马拉顿的怪物时，也会出现满屏的抵抗，未击中根本无法对马拉顿的怪物造成有效伤害。更别说高达10级的等级差，怪物还有恐怖的碾压伤害。几只怪物一起上，死灵魔像恐怕都扛不住，毫无游戏体验。现在去马拉顿，大可不便。莫离想了一下，感觉还是确定一个大致时间比较好。能给一个大概时间吗？1个月之后吧。莫离快速在心里计算了一下，30级之后升级速度再次变慢。即便现在有厄运战士可以源源不断的提供经验，到半个月后的天下第一武道会这个时间节点，估计等级也只能到35级左右。35级之后，30级的血色修道院怪物提供的经验会更少。这次又没有黑石山异变这种可以提供大量任务经验奖励的事件，再往后半个月时间，估计只能升到37级或者38级。这个等级去马拉顿副本正好无缝衔接。王德发既然选这个时间点，后续任务肯定包含了马拉顿后门任务，光是这一点就值回票价了。时间一晃而过，很快就来到了天下第一武道会开幕。工会驻地升到2级后，传送点增加到2个，在这段时间充分展示了传送点的含金量。莫离把一个传送点设置为血色修道院副本入口位置，一个传送点设置为厄运战士刷怪的位置。每天上线第一件事就是通过工会驻地传送阵传送到厄运战士刷怪的位置，检查厄运战士情况的同时收割一波经验。每天如此，让莫离有一种上线收菜的错觉。收割厄运战士储存的经验后，莫离使用工会传送卷轴返回工会驻地，再通过工会驻地的传送阵直接传送到血色修道院开始刷怪。中间不知道为莫离省下了多少时间。经过半个月的奋战，莫离的等级终于如愿以偿的达到了35级。太难了。莫离走在去天下第一武道会报名点的路上，忍不住吐槽了一句：神言前面30级只能说练级有一定的难度，只要努力，人人都有希望。30级开始就是终极职业，从这里开始就是一道坎，升级会变得更加缓慢。毫无游戏体验而言，从游戏的角度来理解，这当然非常不合理。可是如果从现实世界的角度去理解，这就非常合理了。在神言大陆50级就是高级职业，人人都是高级职业，合理吗？当然不合理。大部分人达不到高级职业，这才是合理的。让大部分人达到终极职业，已经是神言对蓝星人最后的仁慈。很多玩家在30多级时感觉升级明显变慢，就直接摆烂了，只有极少数核心玩家坚持下来。当然后面的事莫离已经知道了，你不玩，神言有办法逼着你玩。神言直接和现实融合，人人都是玩家，玩不玩就由不得玩家自己了。当初坚持下来的那部分玩家可以说得到了非常丰厚的回报，所以我还得加把劲。莫离在心里嘀咕了一句。神言和现实世界融合之前，玩家死亡很快就可以复活，虽然在这个阶段死亡会被标记为复生者，那也比真正死了好不知道多少倍。可以说这是神言给蓝星人最大的优待。可以复活就意味着可以在攻略副本或者野外高级怪物时可以反复尝试，经过大量的尝试，最终总能击杀目标怪物，拿到想要的装备。可是一旦这个优待消失了，很多玩家连主城都不敢出，唯恐在野外被怪物击杀，更别说参与攻略副本、挑战 BOSS 这些死亡率极高的活动。死亡就是真正的死亡，在真正的死亡威胁下，绝大部分人都会变得谨慎。暴风城广场是这次天下第一武道会的报名处，说是报名，其实是进行身份确认，然后传送至比赛场地。真正的报名流程，玩家很早之前就通过系统填报完成。今天是正式开始的时间，玩家早早的就在这里排起了长队。当然，有人的地方就有八卦。你们说这次莫离大佬会参加吗？我听说莫离大佬放弃这次比赛了。不会吧？不可能吧？我想不出莫离大佬放弃比赛的理由。
第1名奖品可是传奇装备，就是我现在全身品质最好的装备，也就是一件稀有品质，那可是传奇装备。稀有上面还有卓越，卓越上面还有史诗，史诗上面才是传奇。这种东西如果能卖的话，恐怕能直接换一套别墅。我他妈也想拿第1名，是我不想吗？没那能力知道吧？放屁！你要不看看单次伤害榜莫离大佬的伤害，再重新组织一下语言。尝尝脑子，那个伤害是莫离等级高，装备好，最后找一伤怪打出来的。这次比赛可没有这些，就是传送到比赛场地，等级就会变成30级，装备统一。他还有什么优势？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莫离是亡灵法师，平时都是召唤物在杀怪，他负责装逼，这次限制召唤物，他还怎么装逼？有小道消息说，最近莫离一直在血色修道院练级，根本没有去磨练 PVP 技术，肯定是放弃了。在王朝公会和游龙公会安排的有心人带节奏之下，排队等待的玩家很快就达成了一个共识，莫离恐怕真的放弃了这次比赛，顺带还通过这次节奏狠狠贬低了莫离一番。突然队伍后方爆发出一阵惊呼，莫离大佬，真的是莫离大佬，肯定是我之前在暴风城见过他，那一身朴实无华的高级装备，比时装看着还有逼格，除了莫离大佬还能有谁？卧槽，我好像看到有人对莫离大佬放鉴定术，想浑水摸鱼，真特么缺德，我是不是产生幻觉了？莫离大佬怎么一点不生气？第163章，会长大人和他的2个小会员。莫离在队伍后方发现有人对他释放鉴定术，第一时间打开战斗记录界面，把释放鉴定术那些人的名字截图保存下来，然后环视了一圈，找到了几个头上露出血条的玩家，通过系统拍照功能保存下他们的样貌。暴风城是安全区，正常情况下无法进行 PVP， 不过鉴定术这种非攻击性法术在安全区是可以生效的，相应的对莫离释放鉴定术，释放者的名字和血条都会对莫离显露出来。这次释放鉴定术的一共有8个人，这8个人的名字莫离都没有听说，8个人的外貌莫离也没什么印象。即便如此，莫离的第一怀疑对象还是王朝公会和游龙公会。说到底，神岩开服这么长时间，莫离也只和这2个公会有过节，他们的嫌疑自然最大。当然在这8个人当中，不排除有手贱的吃瓜群众，毕竟浑水摸鱼嘛，总有人相信可以混过去。不过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既然做出了选择，就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莫离面带微笑的摸了摸手上的戒指，魔法伪装戒指，隐藏你的真实属性，让你看起来更像一个正常人，该效果对高级及以上的探查术无效。这个戒指是当初在黑石山莫离的老师血影大人给的任务奖励，莫离在来之前就分析过报名点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早早的换上了这个戒指，对自己进行伪装。高级探查术、高级鉴定术这一类法术，沾了高级2个字，意味着至少要达到50级才可以学习。至少在神岩玩家这个群体里，现在还没有人可以使用高级法术。不过这个戒指其实是作为最后一道保险，除了这个戒指外，莫离还有另外一道保险。莫离现在的等级是35级，苏尔和江木槿现在是23级，他们和莫离的等级差已经超过了10级，其他玩家的等级只会比苏尔和江木槿低，和莫离的等级差就更大了。等级差超过10级，低等级玩家对高等级玩家释放的法术会被抵抗，根本就不会生效。刚才那8个玩家的鉴定术扔到莫离身上，全部都被抵抗了，他们只看到了莫离的血条，其他什么信息都没捞到，甚至连魔法伪装戒指伪装之后的假信息都没捞到。各位，莫离清了清嗓子，附近还在热烈讨论的人群顿时安静下来。刚才对我释放鉴定术和探查术的8个人，我已经记下了。我这个人比较小心眼，会一直追杀他们。这一次，莫离虽然没什么损失，但态度还是要拿出来，不然以后走在大街上，是人是狗都给莫离来一发鉴定术，那不成了动物园的猴子了？这谁受得了？莫离大佬，我支持你，这种事本来就是不死不休的大仇，就是想浑水摸鱼，哪有那么容易？吃瓜群众一听莫离准备追杀，一个个的看热闹不嫌事大，纷纷站出来支持莫离，恨不得莫离现在就和那些人打起来，他们也好来一个现场吃瓜。暴风城是安全区，打肯定是打不起来。排队等待的队伍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快就重新恢复平静。莫离来得比较晚，队伍靠后的位置随着队伍前进缓慢前进。10几分钟后，在莫离更后方的位置又爆发出一阵骚动。卧槽！我看到了什么？世纪大和解吗？苏尔居然和江木槿一起出现了，看起来关系还很亲密的样子。我怎么记得他们2个是竞争对手，以前不太合的样子？放屁！他们以前玩的都不是同一款游戏，能有什么过节？
这你就不懂了吧？同藏是冤家，他们俩可是同一条赛道的竞争对手，关系能好才怪了。那你给翻译什么叫手拉手一起出现？在一众玩家阵阵惊呼声中，苏尔和江木槿二人来到莫离身边，直接开启了无情吐槽模式。我说会长大人，你也不等我们，怎么就先来了？真是一言不合就放人鸽子的会长大人。两人脸上都带着很容易让人误会的幽怨表情，让人一看还以为莫离干了什么事，然后不负责任的跑路了。莫离实在有些无力吐槽，他敢肯定苏尔和江木槿肯定是故意的，故意在大庭广众之下点出了他们三人的关系是会长大人和他的2个幽怨的小会员。经过长达半个月的训练，苏尔和江木槿两人 PVP 技术有了非常大的提升，他们对包揽天下第一武道会前3名势在必得，把三人的关系公之于众，只是打响天灾军团工会名号的第一步。到时候玩家发现前3名是莫离、苏尔、江木槿，3人都是天灾军团的成员，才足够震撼人心。当然，对于他们2人的举动，莫离也不反对就是了。行了，快到后面排队去，别以为长得漂亮就可以插队。莫离指了指队伍后方的位置，苏尔和江木槿两人点了点头，然后乖巧的到队伍后方排队。2位大名鼎鼎的明星玩家在莫离面前居然乖得像2只小猫咪，让周围的吃瓜群众瞬间坐不住了。卧槽，我产生幻觉了吗？那可是天下第一美女，剑侠第一美女啊，什么时候这么听话了？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就是莫离大佬的个人魅力啊，把2大美女收拾得服服帖帖的，有实力真就可以为所欲为。马德，我还以为他们会插队，正好站我前面，这恐怕是我此生仅有的一次近距离接触他们的机会。排队的队伍在一阵阵讨论声中不断前进，莫离也随着队伍不断前进，最终来到报名点的位置。工作人员抬头看了莫离一眼，姓名莫离。莫离报出姓名后，工作人员快速核对资料。蹭，莫离，您这边请。工作人员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脸上的表情从冷漠瞬间转化为热情，并且主动给莫离带路。莫离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工作人员态度的变化，心里明白，恐怕是血影大人亲传弟子这个身份起作用了。这个身份在其他地方好不好用，莫离不好说，不过在暴风城不是一般的好用。暴风城城主血影大人是暴风城的拥有者，在暴风城的地位自然不用多说。莫离是血影大人的亲传弟子，这个消息已经在暴风城城主府体系内逐渐传开了。莫离猜测，可能是因为在黑石山优异的表现让老师很满意，所以在老师的授意下，这个消息才逐渐传开的。总之，莫离也算体验了一回什么叫朝中有人好办事。第164章，这一波血亏。随着莫离跟随 NPC 离开，排队的队伍又爆发出一阵骚动。卧槽，我没看错吧？ NPC 居然亲自带路，之前那么多玩家，那个 NPC 也就只一下位置而已。马德，到底什么情况？难道真的像论坛上说的那样，莫离大佬开挂了？没脑子就不要乱说话，你家外挂还可以操作 NPC 的？就是没听到吗？刚才那个 NPC 连敬语都用上了。一顿瞎猜之后，很快就有玩家把注意打到了苏尔和江木槿身上。那个什么，二位，刚才听你们叫莫离大佬会长大人，你们是一个工会的天灾军团，听过吗？没听过也没关系，今天开始你们就都听过了。苏尔有些得意地调出操作界面，一顿操作猛如虎之后，他头上出现了天灾军团苏尔的字样，江木槿头上也出现了天灾军团江木槿的字样，这是主动显示工会名称、玩家姓名。这个功能默认是关闭的，除了少数玩家需要炫耀之外，玩家一般不会主动去打开这个功能。卧槽，我想起来了，之前就有传说莫离大佬花了10万金币购买了工会驻地来着，我好像也听说过。当时在工会联盟巧遇莫离大佬的玩家请求加入他的工会，被莫离大佬无情拒绝了。刚才那个 NPC 居然主动给莫离大佬带路，天灾军团这么有排面吗？顿时苏尔和江木槿周围的玩家的眼神都变得热切起来。请问怎么样能加入天灾军团呢？有标准吗？你们还要抗怪的吗？我坦克职业，抗怪贼溜。打杂的要吗？打杂的也行啊。苏尔和江木槿身为明星玩家，对于这种场面早就司空见惯了。两人对视了一眼，决定由苏尔来说。各位，很抱歉，天灾军团收人的标准只有会长大人知道，我只知道会长大人的标准很严格。苏尔言下之意就是让大家别想了。众人不由都有些失望。不过吃瓜群众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发现在苏尔和江木槿这里吃不到什么新鲜瓜，队伍很快就又恢复了平静。到这个时候，苏尔和江木槿总算有时间通过私聊说几句。说到震惊，
他们两人不比这些吃瓜群众小。这段时间，苏尔和江木槿在莫离的要求下，每天都会进行 PVP 训练。两人本来就没什么过节，以前互相看不顺眼，也只不过因为同乡是冤家而已。现在大家都是一个公会的成员，是自己人，关系自然会越来越好。今天出发来报名点之前，苏尔和江木槿两人凑到一块商量了一下。他们都认为莫离平时实在太低调了，对他们两个天灾军团的成员来说，都有点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意思，就更别说一般的普通玩家了。普通玩家恐怕只能通过各种排行榜看到莫离的名字。真正的江湖没有我，但江湖有我的传说系列。苏尔和江木槿都认为以莫离的实力，应该让更多玩家知道，受到更多玩家的敬佩和仰慕。两人一合计，最后决定趁着这次机会给莫离长长脸，这才有了之前跑到队伍去找莫离，然后又乖乖听话到队伍后方排队的戏码，效果也确实爆炸。可是让他们二人万万没想到的是，暴风城的 NPC 在莫离面前居然显得如此恭敬，甚至连敬语都用上了。大庭广众之下， NPC 对莫离的态度就足够让莫离出名了，这让两人都感觉有点浪费表情。苏尔，你知道那个 NPC 到底怎么回事吗？不知道。苏尔脑子里也全是疑惑。他和莫离认识得很早，准确的说，在神岩开服第一天就认识了。除了一些涉及莫离自身情况的秘密，其他事情他大部分都清楚。但 NPC 这一出，他是真没想明白。唯一让他有点怀疑的是，莫离是暴风城城主血影大人的学生这个身份。可是苏尔也是血影大人的学生，他从来就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让苏尔下意识的就否定了这个答案。两人讨论了半天，最后得到一个结论：会长大人真是深不可测。在队伍的另外一个位置，曹志和张良凑到一块，在他们两人周围还有一些人，其中就包括了刚才对莫离释放鉴定术的人。你说什么？鉴定术被抵抗了？曹志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回来汇报情况的工会成员。王朝工会和游龙工会的人被大面积封号7天，封号那段时间把曹志气的饭都快吃饭都不香了。7天封号期一过，曹志上线立即通过好友列表确认莫离的情况，惊喜地发现莫离居然还是在血色修道院，再加上莫离一直在变化的等级，让曹志无比确定莫离一直在练级，根本没有花时间磨练 PVP 技术，这才总算把胸中的闷气勉强疏通了一些。可是就在刚才，莫离突然出现在这里，瞬间就让曹志绷不住了，在心态失衡之下，做出了让人去对莫离释放鉴定术打探莫离虚实的决定。在人派出去之后，曹志就有点后悔了。之前和莫离的那些冲突，说难听点，都是被莫离单方面吊打。真看结果的话，莫离并没有吃什么亏，换句话说，还是有化解恩怨的希望。可是，一旦鉴定术对莫离放出去了，那就真的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看好死不死，双方距离不远。王朝工会又是大工会，人员执行力很强。曹志还没来得及通过工会频道阻止，派出去的人已经把鉴定术扔到了莫离身上。曹志也只能心一横，在心里安慰自己，这次把莫离得罪死了，至少可以得到莫离的情况，总能找不一点回来，搞不好还能打探出什么秘密，拿着莫离的秘密去要挟莫离。让曹志万万没想到的是，派出去的6个人释放了6个鉴定术，居然全被抵抗了。张良在一旁发现曹志脸色铁青，忍不住叹了一口气。现在他和曹志是一条船上的，船翻了，他也别想好过。曹志，剑侠里有一个设定，等级差超过10级，法术就会出现抵抗，你说会不会是？曹志看了一眼好友列表里莫离的等级，35级，那个数字35显得尤为扎眼，让曹志心里直呼被莫离的出现刺激昏了头，居然把这种可能存在的设定都忽略了。这下好了，把人得罪死了不说，半点信息没捞到，这一波简直血亏。曹志越想越气，恨不得自己给自己几巴掌。第165章换装决斗士套装。在 NPC 带领下，莫离通过传送阵直接传送到了天下第一武道会第1轮预选进行的场地。在第1轮中，每一位参赛者需要在一个封闭且独立的空间里击杀一只30级的怪物。这只怪物比野外的普通怪物强很多，已经无限接近精英怪物，只是这一轮就会把绝大多数来凑热闹的玩家筛选掉。天下第一武道会的赛程一共会持续2天。第1天早上进行预选，最终会有1000人左右通过预选赛。下午进行大规模的分组比赛，赛制采用积分制，赢一场得1分，输一场扣1分。最终积分最高的50位参赛者会获得参加第2天比赛的资格。第2天，50位参赛者将会被随机分组进行淘汰赛。为了让天下第一武道会更有含金量，神岩官方还特地设置了复活赛。在淘汰赛输掉的参赛者
还有机会从复活赛里杀回来，最大限度的避免出现强者和强者相遇太早，其中一位强者被提前淘汰的局面。莫离看了一眼附近的情况，这片空间的情况很空旷，整片空间只有莫离一个人。在场地中央有一个大钟，参赛者在这片空间做好准备之后，只需要敲响大钟，战斗在5秒倒计时结束后就会正式开始。上一世，莫离就倒在预选赛。天下第一武道会是一场玩家和玩家之间的 PVP 比赛，在预选赛阶段，用一只怪物来筛选玩家，看起来有些不合理。不过，莫离作为过来人，自然明白这相当合理。能从预选赛脱颖而出的参赛者，一个比一个重量级，比预赛选的怪物很多了，连只有最基本 PVP 技巧的怪物都打不过，哪来的资格去和那些比怪物还狠的玩家交手？那样只会降低天下第一武道会的含金量。先在这片独立空间把凑数的参赛者筛选掉，之后在有观众的正赛里，才会场场比赛都精彩。莫离没有着急敲响场地中央的大钟，打开属性面板看了一眼，等级35，巅峰等级35，力量52，敏捷52，体质2083，精神2500，生命值红4183，魔法值蓝12500，召唤物数量720750，法术伤害450，韧性等级1。进入这片空间后，参赛者身上的装备会根据玩家的职业自动换装为30级的决斗士套装。只有武器，玩家只拥有武器的选择权。玩家可以从决斗士套装的武器中选一把自己喜欢的武器类型。决斗士套装是玩家最早可以接触到的真正的 PVP 取向的套装。30级的决斗士套装，每一件装备都提供高达150的体质，反而对应的主属性只有60点。不仅如此，决斗士套装每一件装备还额外提供200生命值，5件装备、5件饰品一共可以额外提供2000生命值。另外 PVP 套装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属性，韧性。韧性可以降低玩家的受到的伤害，这个效果只对玩家造成的伤害生效。这是一个纯 PVP 属性。莫离属性面板上多出来的韧性等级1，就是这套决斗士装备提供的，意味着莫离在受到来自其他玩家的伤害时，可以获得10%的伤害减免。参加天下第一武道会被降等级、降属性的，恐怕就只有我一个了吧。莫离吐槽了一句，不管是等级，还是人物属性，还是装备带来的特殊效果，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换装决斗士套装对莫离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削弱。神言，官方这样设置也可以理解，一来是最大限度抹平玩家之间的差距，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好的筛选出真正有潜力、有天赋的玩家，方便以后可以进行重点培养。二来是提高比赛的观赏性，通过决斗士套装把玩家的生命值提升上去，可以有效避免出现互相秒杀的局面，最大限度避免出现互相秒杀的局面。三来是20级之后，玩家练级变得异常艰难，让玩家提前体验一下30级的感觉，增加玩家练级的动力，可以说是一箭三雕。只不过天下第一武道会的主办方万万没想到有莫离这个怪胎，不仅等级远远高过30级，还有一身极品装备，加了一堆属性和特殊效果，这才出现了其他参赛者都加强，只有莫离一个人被削弱的局面。莫离又看了一眼召唤物数量，720-750，其中700召唤物数量由7只厄运战士占据，这7只厄运战士还在提瑞林地勤勤恳恳地刷怪。这次比赛持续2天，参赛的玩家会在天下第一武道会比赛场地一直待到比赛结束。在这2天时间里，被淘汰的玩家会自动进入观众席，成为这场比赛的观众，或者选择下线休息，但无法提前离开比赛场地。换句话说，在这2天时间里，所有参赛的玩家经验条不会上涨一丝一毫。这也可以看作神言官方劝退一部分凑热闹玩家的一种手段。想来凑热闹，那就要付出代价。可是莫离有厄运战士，只要天下第一武道会比赛一结束，莫离就可以去厄运战士那里收割经验。莫离站在这里的每一秒，厄运战士都在不停刷怪，相当于莫离的经验条每一秒都在上涨。另外20只召唤物位置是1只死灵魔像和10只骷髅战士，这是莫离用来防身的，如果有需要可以随时把他们从召唤物空间放出来。这个数量是莫离根据决斗士套装可以提供的属性精心计算过之后保留的。另外还特地保留了30个空余位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对召唤物的配置做调整。确认好换装后的自身属性后，莫离又调整了一下技能栏，等级达到30级会解锁一个新的技能栏位。莫离现在一共有6个技能栏位：骨毛、鲜血穿行、群体恐惧术、召唤死灵魔像、死亡之握、法术反制。其中死亡之握和法术反制2个技能
是莫离在拍卖行购买技能书自行学习的。死亡之握运用强大的死亡能量扼住目标的脖子，让目标暂时失去自主行动能力，持续3秒。法术反制，反制敌人的法术，使其在8秒内无法释放同一类型的法术。两个技能都是典型的 PVP 技能，两个技能都有15秒的冷却时间。这次天下第一武道会，莫离对第1名势在必得，对此他也有十足的信心。但是秉着小心谨慎的原则，莫离还是特地多学习了2个 PVP 项的技能，保证万无一失。输出方面，除了骨毛之外，莫离最大的依仗还是神性天赋巅峰等级大师效果。近战攻击获得巅峰等级 X 时的额外法术伤害加成。莫离现在35级，拥有高达350的法术伤害。同时，莫离选择了攻击速度最快的匕首，因为都是决斗士套装，匕首家的法术伤害和攻击速度慢一些的单手剑、单手法杖是一样的，都是100法术伤害。这把匕首让莫离最终拥有450法术伤害的同时，还有拥有 1.2 的攻击速度。高达 1.2 的攻击速度，每次近战攻击都可以附带350法术伤害。这个伤害经过精神属性放大之后，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只能用恐怖2个字来形容。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天和明天2天时间里，会有很多玩家栽在莫离手上的小匕首上。第166章，莫离，我又被针对了。当，随着莫离一切准备就绪，敲响大钟，一只体型3米的牛头人怪物从虚空中出现。死灵魔像在莫离的命令下，上去直接对牛头人怪物发动压制。负73500。牛头人怪物头上冒出一个伤害数值，同时牛头人怪物的血条也显现了出来。牛头人战士，生命值46500-1200000，魔法值10000-1000000。这个生命值已经很接近噩梦难度血色修道院的精英小怪了。因为换上了决斗士套装，莫离现在的精神属性只有2500，死灵魔像的属性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死灵魔像现在全属性只有25000，压制技能打出的伤害低了不少，再加上牛头人战士的高减伤，这个伤害甚至低于20级时在隐牙城堡打出来的伤害。破胆怒吼，牛头人怪物对死灵魔像释放了一个强控技能，死灵魔像开始四处逃窜，牛头人怪物趁机直奔向莫离的位置。这就是预选赛怪物难缠的地方，他们的行为逻辑更贴近玩家的行为模式，或者说更贴近 PVP 模式，不会傻不拉几的和召唤物刚正面。当然，牛头人战士生命值在接近精英怪，他还是普通怪物这个范畴，控制技能对他有效，否则面对这种高强度的怪物，绝大部分玩家都没得玩。死亡之握，莫离对牛头人战士释放了强控技能，牛头人战士瞬间被一股看不见的强大力量掐住脖子，凌空提了起来。鲜血穿行，莫离利用鲜血穿行技能直接拉近了和牛头人战士的距离，进入近战攻击范围。手起，刀落，匕首捅到了牛头人战士身上。负6125，负11250，两个伤害数值从牛头人战士头上冒了出来。6125是经过神性天赋巅峰等级大师效果加持造成的近战伤害，10125就骨毛技能造成的伤害。骨毛是瞬发技能，又是初始技能，即便是30级完成转职任务后，也不享受额外的放大倍数，只有最基础的伤害计算转换。450法术伤害乘以精神属性25倍放大，造成11250的理论伤害。牛头人战士带有 10% 的法术减伤，最终造成10125伤害。莫离一套近战攻击接瞬发技能打完后，牛头人战士的生命值还剩下30250。同时，死亡之握的控制时间即将结束，莫离在死亡之握控制时间结束前释放了群体恐惧，牛头人战士受到恐惧，开始逃窜。又是一套丝滑小连招之后，死灵魔像受到的破胆怒吼效果结束。死灵魔像在莫离的命令下一刀终结的战斗，看来太久没有进行这种战斗，还是有点生疏了。战斗结束，莫离有些绷不住，吐槽了一句：刚才在死亡之握的控制时间内，至少还可以多砍出一刀伤害，然后再接群体恐惧。即便是死亡之握的控制效果结束，怪物开始攻击，怪物的攻击也不是立即落到目标身上，会有一个挥击过程。这个过程被神言玩家称之为攻击前摇，在这个过程中释放群体恐惧完全来得及。怪物一旦被恐惧，攻击动作就会被打断，开始四处逃窜。每一种怪物的攻击前摇时间都不一样，唯一的共同点是这个前摇都很短。只有通过大量的实战经验，才能精准判断怪物的攻击前摇，从而利用攻击前摇时间最大化输出或者接控制链。面对玩家时，其实也一样，每个职业都有对应的抬手动作，
甚至法系职业的很多法术，还有飞行轨迹，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点。不过，莫离也很无奈，自身强度太高了，现阶段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怪物或者玩家来练手。要么怪物强度太低，一下就被秒了；要么怪物强度达到精英级别，强度太高，莫离有被怪物秒杀的风险。总之，像牛头人战士这种强度刚刚好，行为逻辑更接近 PVP 方向的怪物，在野外几乎遇不到。算了，我都当数值怪玩碾压了，就不要纠结这些细节了。莫离又吐槽了一句，决定暂时把这个问题先放一边。生说不代表不会，那些战斗技巧和战斗直觉是经过长达2年半的生死挣扎锻炼出来的，早就已经刻进了莫离的 DNA 里。只要有适当的机会，让莫离多经历几次势均力敌的战斗，总能找回感觉。如果怎么都遇不到势均力敌的战斗，那就更不用在意了，一路碾压过去，岂不是更好？短暂的系统提示之后，莫离被传送到了天下第一武道会的主会场。这是一座超大决斗场，决斗场的观众席至少可以容纳10万人。没有通过第1轮预选赛的参赛者会被直接传送到观众席上，通过预选赛的参赛者会被直接传送到决斗场内部的选手休息区。莫离刚出现在休息区，就听到休息区门外有人在小声讨论：你们说这次谁会第一个从预选赛脱颖而出？那还用说，当然是城主大人的亲传弟子莫离。我看不一定，我没有怀疑城主大人眼光的意思，击杀普通怪物快，不代表击杀牛头人战士快。这么说也有道理，牛头人战士更倾向直接攻击冒险者，而且莫离是死灵法师，这次比赛只能带一只召唤物，我都有点担心他能不能过预选赛。还不是光明教会搞的鬼，也不知道光明教会从哪里得到莫离的消息，故意针对莫离，实际是在故意针对我们城主大人。没办法，谁让这次比赛是法师协会和光明教会共同举办的呢？光明教会提供的奖品也确实好，这也算是一种妥协吧。我要说，应该是城主大人对莫离有信心，所以才点头同意了。莫离听得心里一惊，在看到那条限制一只召唤物的规定后，莫离一直都感觉有点怪异。因为时间久远，再加上莫离当初也不是召唤职业，没有召唤物，对这条规定的记忆很模糊，一直无法确定当初到底有没有这条规定。现在，莫离终于破案了，这条规定居然是为了针对自己特地加上的，自己居然被光明教会针对了，这个消息可不算什么好消息。第167章，难道是毒奶？莫离故意在选手休息区发出了一点动静，提醒外面的 NPC 有人已经来了。果然，门外的讨论瞬间停止，并且很快就有一个 NPC 出现在休息区门口，脸上的神色显得有些慌张。NPC 看清楚休息区是莫离后，脸上的神色从慌张变为放松，最后又变为震惊。莫会长。莫离看了一眼 NPC， 这个 NPC 就是之前带路那个 NPC。 在带路的闲谈中，莫离得知了他的名字，他叫奇瑞。奇瑞给莫离带路时，再怎么称呼莫离这件事上纠结了不少时间。莫离是血影大人的亲传弟子，论身份地位，在暴风城仅次于血影大人。奇瑞身为暴风城管理体系里的一员，直呼莫离的名字肯定不太妥当。可是不直接叫名字，要怎么称呼莫离？最后在奇瑞的坚持下，决定用莫会长这个称呼。你们怎么在外面聊起八卦了？这个我们也没想到，这么快就有玩家出现在这个休息室。莫离瞬间感觉合理了。NPC 也有 NPC 的生活，在没有玩家在场的时候，聊聊八卦太正常了。这个休息室需要1分钟内击杀牛头人战士才会被传送到这里来，这个要求实在是太苛刻了。奇瑞他们估计是以为一时半会不会有人来这个休息室，莫离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在这里，完全是意外。莫离又和奇瑞聊了几句，打发奇瑞后，在休息区随便找了个位置休息等待。莫离在预选赛阶段的战斗很快，快到完全出乎 NPC 的预料，这才听到了一点八卦。不过其他玩家也不会太慢，毕竟只是一只怪物而已，只要输出够，处理办法得当，整个战斗过程不会太长。况且预选赛是有时间限制时间的，超过10分钟就会被判定为失败，直接传送到观众席。这个休息区目前只有莫离一个人，在休息区的一面墙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1分钟内通过预选赛选手休息区。这里不仅仅是挂个牌子，把休息区分为3、6、9等这么简单。预选赛通过时间会直接影响后续积分赛成绩。正因为这个原因，莫离在面对牛头人战士时，没有选择和牛头人战士多玩一会，而是选择了直接火力全开，速战速决。在这个休息区的参赛者，后续积分赛取得的积分有双倍加权。比如莫离如果在积分赛中获得10积分，2倍加权之后会被视作20积分，这样可以有效减少实力强大的参赛者需要参加比赛的场次。因为参赛选手水平参差不齐，
实力强大的参赛者，比赛场次越多，越容易出现鱼塘炸鱼的局面。让实力强大的参赛者快速出现，才是最好选择。休息区房间外，这一次 NPC 特地离房间远了一些，才开始小声讨论起来。真是莫离莫会长？废话，这还能有假？自己看吧。奇瑞说着，掏出一个魔法卷轴。魔法卷轴上面记录着前100名参赛者在预选赛里所用的时间。莫离的名字现在排在第一。击杀用时8秒几个字显得尤为刺眼。我没看错吧？8秒？不会是魔法卷轴出问题了吧？第2名苏星河，击杀用时2分48秒，没问题吧？实力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我实在想象不出莫会长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你这不是废话吗？不然为什么莫离是城主大人的亲传弟子，你只是个跑腿的？我赌5个银币，这次第1名肯定是莫离。光明教会的阴谋要破产。我听说光明教会那边也出了个天才，我们还是不要太乐观。我也听说了，好像是个什么圣女来着。我看你们就是瞎操心，有没有一种可能，光明教会的圣女最后也要被莫会长折服？莫离在休息区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终于等到了第2个1分钟内通关预选赛的参赛者。莫离本来以为会是苏尔或者江木槿，一阵传送的光芒闪过后，莫离发现并不认识出现在休息室的这个人。我是莫离，你是？不管怎么说，有资格出现在这个休息室的选手，硬实力绝对是最顶尖的那一组玩家。不说非要交朋友吧，简单认识一下也不错。对方先是看了莫离一眼，在听到莫离报名字后，眼神明显亮了一下。你就是莫离？你的名字真是如雷贯耳，我叫洛神。莫离直呼内行，这名字也太敢取了，就差一个父字就组成洛神父了。不过凭洛神的外貌身材，莫离觉得他叫洛神好像也挺合理。而且洛神这个名字让莫离总感觉好像在哪里听过。努力回忆了一下后，莫离总算想起来了，这不就是光明教会的圣女，上一世人送外号神颜第一奶妈的神圣牧师洛神。据说洛神是10级时在野外练级，巧遇光明教会外出办事的一位主教，主教一眼就相中了他的天赋，直接把他带回光明教会进修深造。这种奇遇型的隐藏任务那是相当的重量级，羡慕不来。可是莫离又感觉有点不太对劲，神圣牧师明明是治疗职业，是奶妈，怎么在1分钟内宰掉一头生命值高达12万的牛头人？倒不是说神圣牧师就完全没有输出能力，只是治疗职业的输出能力和坦克职业有一拼，用菜的抠脚4个字来形容丝毫不为过，除非他有什么特殊的输出姿势，比如毒奶。这一刻莫离感觉被死去的记忆攻击，突然想起了天下第一武道会的第3名，没错，就是眼前这位叫洛神的绝色美女。这不怪莫离记忆不好，一般来说不管什么比赛，人们往往都只能记住第1名。当初莫离还能想起第2名是江木槿，已经碾压大部分人了，想不起第3名情有可原。不等莫离接话，洛神接着问了一句，你预选赛用了多少时间？要不你先说。苏尔和江木槿天天在莫离面前晃荡，莫离早就有免疫力了。莫离没有因为洛神长得好看就失了智，让他空手套白狼把情报套走。洛神撇了撇嘴，也不知道是对莫离的反应不太满意，还是对他的魅力没有在莫离身上生效不满意。犹豫了几秒后，还是报出了一个数字，我用了45秒。好说，我也就比你快一点点，44秒。说完，两人对视了一眼，都有些心照不宣的意思。莫离可以肯定洛神报的是假数字，洛神也可以肯定莫离报的是假数字。这一回合交手算平手。第168章，天下第一美男子。莫离和洛神言语之间又交锋了几次，互相都没捞到什么便宜，也都确定了对方不好忽悠，最后干脆放弃了互相打探。洛神扫视了一圈空荡荡的休息室，我们还是别互相试探了，不如来猜猜下一个来这里的会是谁。我猜苏尔或者江木槿。莫离想都没想，直接报出了2个名字。每一位参赛者开启第1轮预选赛的时间都会有一些差别。第1轮预选赛的计时是从敲响独立空间那个大钟开始，一直持续到直到玩家击杀牛头人战士，或者玩家被牛头人战士击杀，强制锁一点生命值传送到观众席结束。苏尔和江木槿2个人凭借着他们的天赋和被动，即便是换了决斗士套装，输出也肯定是够的，完全可以在1分钟内击杀牛头人战士。牛头人战士的物理减伤差不多在 30%， 法术减伤只有 10%， 因此江木槿可能比苏尔要稍微快一些。当然具体情况莫离现在也不好说，击杀牛头人战士毕竟不是打木桩，中间需要衔接不少控制技能以及自己走位。洛神听到莫离报出的2个名字，皱了皱眉头，你是说天下第一美女苏尔
剑侠第一美女江木槿。莫离总感觉洛神的语气里有些酸里酸气的意思，这也可以理解。真要莫离来评的话，洛神和苏尔、江木槿在外貌气质上肯定是同一水平线上的。他现在可以出现在这个休息室，也说明了他的实力很强。要外貌气质有外貌气质，要实力有实力，这不就是和苏尔、江木槿同一条赛道的玩家吗？奇怪的是，洛神这个名字一点都不出名。莫离敢肯定，即便是现在神岩里也没有几个玩家听过洛神这个名字。你以前没玩其他游戏吗？莫离又抛出一个问题。洛神以前肯定玩过其他游戏，否则一个非游戏玩家，即便抽到再逆天的天赋和被动，也不可能出现在这个休息室里。如果能旁敲侧击地打听到洛神以前玩过什么游戏，还能趁现在有时间，通过神岩内置的网络功能调查一下他。洛神甩了一个白眼给莫离，不是说了不互相试探了吗？如果你真想知道，等这次比赛结束我再告诉你。行吧，你高兴就好。莫离实在没好意思说这次比赛第一名我拿定了，你透不透露情报无所谓，这种听起来就很狂妄的话。虽然这是实话，但实话不好听。突然休息室又亮起一道传送的光芒，光芒消失后，苏尔出现在休息室。苏尔一出现就快速环视了一圈，目光很快落到了莫离身上。莫离本来以为苏尔会像往常那样快速凑过来，可是这一次莫离失算了。苏尔的目光只在莫离身上停留了几秒钟，就快速落到了洛神身上。哟哟哟，我说谁这么眼熟呢？原来是我们的洛大小姐啊！苏尔，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莫离在一旁眼皮跳了跳。得，搞了半天还是老熟人。苏尔的人脉关系真是深不可测。苏尔和洛神斗了几句嘴，互相都没占到什么便宜，最后又把目光落到了莫离身上。会长大人，你就这么看着你的小会员被欺负吗？看你们斗嘴挺有意思，加入你们就免了。莫离无情拒绝了苏尔的求助，殊不知苏尔一声会长大人，已把莫离拉下水了。洛神的目光一下落到莫离身上。你是苏尔的会长，加个工会一起玩不是挺正常的，有哪里不对吗？苏尔可是出了名的独狼玩家，哪里正常了？洛神的目光在莫离和苏尔两人身上扫来扫去，满脸疑惑。突然又一道传送的光芒亮起，光芒消失后，江木槿出现在休息室。江木槿出现后快速扫视了一遍休息室的情况。这位是莫离、苏尔、江木槿都熟得不能再熟了，问的自然是洛神。苏尔嘴角挂着笑意，主动介绍起来。这是洛神，以前天下的玩家哦，天下第一美男子，平时不参加线下活动。莫离差点没绷住，搞了半天这还是位人妖玩家。一般人妖玩家是男玩家玩女号，这部分人妖玩家数量不少，大家都司空见惯了。女玩家玩男号不是没有，但肯定是少数中的少数。天下不是实名制，人物名字可以自己取，平时又不参加下线活动，洛神这个名字不出名也就合情合理了。唯一让莫离有点奇怪的是，洛神既然都不参加线下活动，天下第一美男子这个名头是怎么弄到的？难道靠美颜相机强行女变男？莫离快速扫了一眼洛神饱满的胸脯，这难度怕是不小啊，真是为难美颜相机了。江木槿也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是洛川吧？我听说过，只是没想到是女玩家。苏尔一句话把洛神的老底揭了，洛神大急。苏尔，你不要太过分，生什么气嘛？这里都是自己人，放心，没人会到处乱说的。自己人？江木槿你应该认识吧？洛神经过苏尔提醒，又仔细看了江木槿一眼。剑侠第一美女江木槿？什么第一美女？那都是好事者瞎取的。我怎么听说你和苏尔有过节？什么时候和他成自己人了？洛神被搞得一脸懵逼。苏尔和江木槿则是同时把目光落到了莫离身上。莫离眼皮跳了跳，这种目光也太容易让人误会了，肯定是故意的，必须反击。他们两个都是天灾军团的成员，我是天灾军团的会长。天灾军团？洛神把莫离公会的名字又念叨了一遍，在脑子里疯狂回忆哪一款游戏有这个公会名字。能同时把苏尔和江木槿纳入旗下的公会，绝对不是省油的灯。可惜洛神想了半天也没有想起来有那个出名的公会叫天灾军团这个名字。洛神，你预选赛花了多少时间？苏尔则是直接转移了话题。洛神显得有些犹豫，看了看莫离，又看了看江木槿，最后还是决定看在苏尔的面子上，实话实说。31秒，你呢？我比你快一点，28秒。苏尔说完，发现洛神的目光落到了莫离身上，轻笑了一声。你别看我们家会长大人了，你肯定不想知道他花了多少时间。什么意思啊？那个答案会让你受打击的。莫离平时刷手刷榜、通关榜
各种排行榜已经够打击人了，放心吧，我承受得起。莫离也算是看出来了，苏尔和洛神的关系不只是认识那么简单，他们的关系肯定很好。既然洛神这么想知道，他也说了他的真实通关时间，莫离也没藏着掖着的理由。8秒，如果系统记录没出错的话。什么？洛神惊呼了一声，发现自己的反应有些失态，快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状态。反而苏尔和江木槿都是一脸理所当然的表情，大有一种我们家会长大人就该这么强的意思，和洛神的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169章天灾军团第4位成员。洛神看到苏尔和江木槿一副理所当然的反应，猜测莫离这次应该没有忽悠人。可是无论洛神从哪个角度去想，都感觉太离谱了一些。牛头人战士生命值有12万，8秒干掉是什么概念？只需要简单的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莫离的 DPS 也就是每秒伤害高达15000。洛神击杀牛头人战士的时间是31秒， DPS 是3870左右，这中间不是有一点差距这么简单，两者有本质区别。换上决斗士套装之后，法系职业的生命值在4000出头，附带 10% 的伤害减免。以洛神的输出能力，在和其他玩家的比赛中不足以一击秒杀其他法系玩家，不能一击秒杀就无法直接终结比赛，对方可以反击，可以自己给自己加血，又或者其他什么手段。总之比赛还达不到碾压的程度，还有悬念。如果是面对近战职业，一点体质可以给近战职业带来更多的生命值，比赛会更加有悬念。洛神这一次是带着争第一的目标来参加比赛的，本来信心十足，对第1名奖励的传奇品质奖品势在必得。在听到莫离的战绩后，他突然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小丑。高达15000的每秒伤害是什么概念？即便是坦克职业，1点体质加5点生命值，30级的坦克职业在穿上决斗士套装后，生命值也没有15000。面对莫离，即便仗着高减伤不被一击秒杀，恐怕也很难抗住莫离第2级。莫离发现洛神的反应有些不对劲，好好的一个姑娘给刺激傻了就不好玩了，急忙又解释了一句：我等级比较高，这次大会只把我的等级降到了30级，但自身属性没降。洛神有些不可思议的看了莫离一眼，天下第一武道会把玩家的等级限制在30级，这个限制说是限制，其实是提升。洛神现在22级，早就已经体验过20级之后练级有多难，他相信他现在的等级绝对是神颜玩家群体里等级最高的那一撮，就算有人等级比他高，撑死了也就高1-2级而已。怎么跑出来一个比30级还高的怪物，反而被天下第一武道会的规则降低等级？苏尔在一旁看到洛神的反应，有些绷不住了。我说洛大小姐，眼睛不用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我家会长大人早半个月就28级，速通血色修道院了，你没看到？啊！洛神急忙打开速通榜看了一眼，血色修道院速通榜第1名莫离，等级28，通关时间3分15秒。啊什么啊？该不会是当时你没在线，后来也没关注速通榜吧？苏尔看洛神居然不知道自家会长的光辉事，没好气的吐槽了一句：当时我确实不在线，我哪能想到这么快就有人通关30级的血色修道院？不是我打击你，我们还是老老实实把这次比赛的目标放在争第2名上面吧。洛神本来想说第1名的奖品他势在必得，可是一想到莫离居然如此离谱，他突然就没信心争第1了，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接话好。突然又一道传送光芒亮起，又有一位参赛者出现在休息室。莫离和苏尔、江木槿、洛神通过眼神互相确认了一下，都不认识，是一位完全陌生的玩家。这位玩家很高冷，出现之后快速扫视了一下休息室的情况后，独自找了一个靠角落的位置坐下。休息室本来融洽的气氛瞬间被打破，莫离几人也不好再公开聊更深入的话题，只能聊一些没什么营养的话题打发时间。又经过一段时间等待，休息室又陆续出现了几位参赛者，最后莫离所在的休息室参赛者人数达到了10位。怪事后进来的这6个我居然都不认识。苏尔凑到莫离身边小声嘀咕了一句，江木槿也在一旁点头，表示他也一个都不认识。最后莫离3人把目光落到了洛神身上，洛神也摇了摇头。莫离感觉出现这种情况也很正常，神颜的练级难度不小，不仅体现在升级需要的经验多，还体现在杀怪难度高。大公会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选择团队作战，虽然每一只怪物分到的经验少，但重在杀怪效率高，杀怪过程中可以互相照应，练级相对安全，不容易暴毙。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大公会的成员在神颜里早就习惯了团队作战模式，磨练的都是团队配合技术，
预选赛要求单独和怪物战斗，还是高强度战斗，肯定会有不适应。大公会的成员通过第一轮预选赛的成绩不会太好看，很难出现在这个休息室，这才是正常的。你们要一直组队玩，估计也难出现在这里。苏尔很快就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若有所思地说道：“我明白了，神颜毕竟是全拟真的游戏方式，以前谁也没这样玩过，一旦习惯了组队，肯定不习惯单独作战。”江木槿也在一边猛点头，附和了一句：“难怪你经常都在提醒我们要尽量单独杀怪，少组队。”可是，洛神听到江木槿的话，瞬间有点绷不住了。天下第一美女苏尔，剑侠第一美女江木槿，两位明星玩家在一个公会里，身为会长的莫里居然都不带他们升级，带妹练级，增进感情，不是所有游戏的基本操作吗？怎么到了莫离这里，他还特地提醒苏尔和江木槿两人尽量要单独杀怪，这是什么操作？难道莫离是脸盲，看不出苏尔和江木槿是大美女，还是说是不近女色？洛神突然想起之前莫离看到他的反应，只能用平淡的形容，和看到一个路人没什么区别。洛神越想越觉得他的猜测是对的，犹豫了一会后，最终做出了决定，走到莫离面前。天灾军团还收人吗？莫离被洛神这一出搞得有些猝不及防。光明教会的圣女怎么突然想加入天灾军团了？真的没问题吗？不过莫离刚才还一直在想怎么下手把洛神忽悠到天灾军团，现在人家都主动送上门来了，哪有拒绝的道理？天灾军团里的光明教会圣女想想就挺带感，收当然收。莫离二话不说，立即给洛神发了一个邀请。玩家洛神加入天灾军团。第170章，到底谁是战士？洛神是以后神颜第一奶妈，并且是仅有的几位掌握了复活术这种大杀器的玩家。神颜和现实融合后，对大部分人来说，死亡就是真正的死亡。可是，在掌握了复活术技能的玩家面前，没有死亡这个概念。复活术就是字面意思，只要还有尸体在，哪怕只剩一根手指头，都可以通过复活术实现复活。真正的起死回生，逆天改命。复活术是神圣牧师80级的神技，据说需要非常高的天赋，在经过艰苦卓绝的训练，还要有天大的奇遇，才有机会学会复活术，绝对的可遇不可求。莫离在认出洛神之后，把洛神忽悠到天灾军团来的事情，对莫离来说，洛神主动加入天灾军团，绝对是参加这次天下第一武道会最大的意外之喜。不管洛神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选择加入天灾军团，莫离都不在乎。洛神和苏尔是老熟人了，还是关系很好那种。他提出加入天灾军团，苏尔没表示反对，这就够了。拉一个以后会复活术的神圣牧师入伙，哪来那么多顾虑？苏尔拉着洛神给他介绍起天灾军团的情况。一个 NPC 走进休息室，开始宣讲接下来的比赛流程，请各位选手做好准备，积分赛马上开始。1分钟后，你们会被直接传送到对应擂台进行第一轮比赛。一场比赛结束后，你们会恢复到满状态，然后立即切换擂台进行下一场比赛。第一轮一共20场比赛，第一轮结束后会根据选手获得的积分淘汰一部分积分过低的选手，然后休息5分钟进行第二轮，如此往复，直到第5轮选出积分最高的50位参赛选手。祝大家好运！积分赛这个阶段要说残酷程度，其实一点也不比第2天的淘汰赛差。连续作战对大部分玩家来说就是一次考验。上一场比赛输了，下一场比赛很快就会开始，中间除了30秒准备时间，几乎没有喘息时间。如果不能快速把心态调整过来，很有可能会直接开启连败模式。一旦开启连败，每输一场扣1分。一轮20场比赛下来，搞不好积分成负数，就别谈什么进入下一轮了。NPC 说完之后，很有礼貌的冲莫离点头打了一个招呼，然后就匆匆离开了。苏尔有点绷不住了，我说会长大人之前看到 NPC 亲自给你带路，现在这个 NPC 又特地和你打招呼，我们怎么就没这种待遇？可能因为我比较强力吧。莫离糊弄了一句。苏尔甩了莫离一个白眼，明明知道莫离在胡说八道，可又感觉莫离说的很有道理的样子。1分钟很快过去，莫离被传送到一个擂台上，擂台对面站着一个身材非常魁梧的玩家，从他手上拿着的巨斧和全身覆盖的盔甲，可以大致推断出这是一位战士。是什么战士，现在还不好说。不过，在擂台上可以直接看到对方的姓名和血条。莫离看了一眼，对方的名字叫吕后渊。同样的擂台，在整个竞技场内还有很多个，所有通过预选赛的参赛者都在这一刻同时站在了擂台上。30秒准备时间倒计时开始，对方也一眼就认出了莫离，脸上露出了庆幸的表情。
莫离，看来我运气不错。运气不错？莫离有些疑惑，难道不该是倒霉吗？不过，莫离也管不了那么多，取出匕首，做好了战斗准备。莫离没有召唤死灵魔像的打算，召唤亡灵大军确实很费时间，那是因为亡灵大军数量太多，只召一只死灵魔像，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如果战斗强度真的需要用到死灵魔像，到时候再召唤也不迟。12500的魔法值以及4183的生命值，有足够的容错率，让莫离可以先试探一下对手。如果战斗强度根本用不上死灵魔像，莫离会一直隐藏死灵魔像。从积分赛开始，神颜官方就会向所有玩家直播天下第一武道会，玩家可以任意选择想要观看的比赛。莫离相信盯着他的人肯定不会少。现在暴露的越多，越容易被研究针对。隐藏自己，赢得比赛才是莫离现在需要做的。吕后渊舞动了一下手中的巨斧。现在大家等级都一样，装备都一样，死灵法师召唤物还受限制。你现在相当于一个脆皮法师，拿什么赢我？你高兴就好。莫离也懒得多说，既然你迷之自信，等一下就把你打回现实。30秒倒计时结束。吕后渊直接对莫离发动了冲锋。和一般的冲锋不一样，吕后渊使用的冲锋移动速度非常快，并且让莫离在原地昏迷了长达 1.5 秒时间。莫离很快意识到这是强化过的冲锋技能，这个叫吕后渊的迷之自信，看来还是有点东西。负2520，一个伤害数值从莫离头上冒了出来。相比一般玩家，这个伤害算是非常高了。天下第一武道会把玩家的等级提升到30级，看并不会给玩家30级对应的技能，大多数玩家只能使用20级的技能。30级之前的技能属于基础技能和初级技能，伤害放大系数都不太行。吕后渊一刀砍出这种伤害，说明他的技能伤害放大系数不低。种种迹象表明吕后渊的天赋或者被动应该还不错，一般的脆皮法系职业搞不好真的会栽在他手上。不过这种伤害对莫离来说完全不够看。莫离有神级被动精神承伤，受到伤害由魔法值承担，再配合上巅峰等级高级，效果每秒回复等同于精神属性1/2的魔法值。魔法值被扣除2520后，立即就回复了1250魔法值，相当于吕后渊这一刀只砍了1000出头的伤害。比起莫离拥有的魔法值和生命值，那就是刮痧伤害。什么？不可能，你为什么不掉血？吕后渊有些震惊地惊呼了一句。同时，冲锋给莫离造成的昏迷效果结束。莫离挥动手中的匕首捅了吕后渊一刀。负6125，吕后渊一下人都傻了，因为他是战士，在决斗士套装的加持下，拥有8219的生命值，并且拥有不低的减伤。莫离这次近战攻击并没有直接秒杀掉他，可是莫离一个脆皮法系职业打出来的近战伤害比他一个正经近战职业打出来的伤害高了快3倍，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到底谁是战士？就在吕后渊被震惊到有些呆滞时，莫离利用高达 1.2 的攻击速度，用匕首又捅了他一刀。负6125，吕后渊生命值被清空，战斗结束。第171章和空气斗智斗勇了。因为莫离这边的战斗刚开始就结束了，根本没有其他对手给莫离和吕后渊匹配，开始下一场比赛。莫离和吕后渊两人暂时被留在了擂台上，谁都没有被传送走。吕后渊瞪大了眼睛看着莫离，你不是死灵法师吗？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近战伤害？我一个不擅长近战的死灵法师，近战伤害高一点很合理吧？你……吕后渊差点气得一口气没喘上来，缓了一下之后，突然转头对擂台上的裁判大喊起来：裁判，有人开挂！喊了几句后，吕后渊发现裁判毫无反应。他突然想起天下第一武道会输赢是系统判定，裁判只是监督作用，这么多裁判也不可能全部都是神颜官方的工作人员，可能有一部分是 NPC， 恐怕听不懂开挂是什么意思。立即又换了一个思路，裁判，有人作弊！莫离那把匕首上涂满了剧毒，莫离到底是怎么开挂作弊的，吕后渊不太清楚。不过吕后渊认为莫离既然是用那把匕首打出的离谱近战伤害，匕首肯定有问题，他要想法子让裁判去检查莫离的匕首。吕后渊在擂台上大喊大叫，很快就吸引了旁边几个擂台的参赛者的注意力。他们虽然还在比赛，可也架不住这边有瓜可以吃，关键这个瓜还是莫离的新鲜瓜。甚至有2个擂台的参赛者选手很有默契的暂时停下了比赛，把目光落到了莫离所在的擂台上。住嘴！再在这里大喊大叫，我立即就取消你的资格！裁判对吕后渊呵斥了一声。吕后渊心里顿时冒出强烈的憋屈感。我莫离作弊开挂，你们作为主办方要包庇作弊者吗？你在叫我做事？莫离在一旁一下乐了。如果比赛一结束就立即传送到下一场比赛的擂台，可能还没什么。
紧张的战斗会让吕后渊没那么多时间去想事情。好死不死，这是第一轮第一场比赛，比赛结束的太快，根本没有其他对手来进行下一场比赛。吕后渊留在擂台，有充足的时间去胡思乱想，结果肯定是越想越气，最后肯定想反咬一口。诬陷吗？诬陷成功自然血赚，诬陷不成功，大不了就说弄错了。NPC 还能怎么办？当然，这是一般人的思路，逻辑上没什么问题。可是神颜的 NPC 不一样，他们是有独立人格的。当着裁判的面这样搞，不就等于当着裁判的面骂裁判瞎子吗？这就是典型的不拿裁判当干部，是要付出代价的。果然，在莫离的目光下，裁判取出了一张魔法卷轴，然后又取出一支笔，在上面勾选了一下。选手吕后渊藐视裁判，取消比赛资格，以儆效尤。随着裁判宣判，一道白光从吕后渊身上闪过，吕后渊被直接传送到了观众席，成为了积分赛第一个被淘汰的选手。周围几个擂台上正在吃瓜的选手都惊呆了，特别是其中有一位叫赵策的参赛者，吕后渊是他好友，感觉简直不可思议。以吕后渊的实力，即便这一场输给了莫离，后面还可以从其他人身上赢回来，也不是没有出现的希望。怎么就淘汰了？赵策刚想为吕后渊鸣不平，突然想起吕后渊被取消资格原因是藐视裁判，最后只能有些不服气的对莫离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挑衅动作。莫离挥了挥手上的匕首，算是做了一个回应。大约过了1分钟，莫离终于等到了第二场比赛。30秒准备时间，倒计时开始。莫离看了一眼对方的血条，瞬间得到不少信息。姓名典云，这是摆在明面上的。身上的决斗士套装是不假，手上拿着一把双手法杖，这是脆皮法系的标配。典云看到莫离血条显示的姓名后，脸上瞬间戴上了痛苦面具。居然是莫会长，看来我运气不太好。打完这一场还有18场，机会还有很多，不要灰心。莫离没有假谦虚，过分谦虚就是虚伪。实际上，脆皮法系职业，除非有什么特别的姿势，否则很难吃下莫离一击近战攻击。基本就是只要被莫离摸到，战斗就结束了。典云苦笑了一声，点了点头，表示认可莫离的说法。30秒倒计时结束，战斗开始。典云起手就开始读变阳术，试图把莫离先强行控制下来。莫离一下也乐了。从典云的战术来看，应该是变阳成功之后再拉开一些距离，然后打一波爆发。比如先读一个研爆术，研爆术发出之后有飞行时间，只要卡好距离，在研爆术未击中目标之前，可以再读一个火球术，甚至最后还可以接一个瞬发的火焰冲击。这一套丝滑小连招可以对目标造成巨量伤害。上一世莫离就是法师，对这一套丝滑小连招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可是 PVP 和 PVE 有很大的不同，1v1决斗哪有这样当着人面读变阳术的？一旦被打断或者反制，不仅变不了阳，和变阳术同为奥系法术的闪现也用不了。脆皮法师失去了闪现这个可以瞬间拉开距离的神技，一旦被近身，就只有等死。莫离脑子又闪过一个念头，能通过预选赛的参赛者不应该这么菜吧？还是说典云认为死灵法师没有近战攻击能力，即使被近身了也无所谓？又或者典云是在骗打断技能？莫离心里默默计算着典云读条的时间。变阳术只剩下最后 0.5 秒，典云一点主动取消读条的意思都没有，完全没有打断技能的意思。一个成熟的 PVP 玩家会主动去骗取对方的控制技能和打断技能，比如读变阳术，然后看时机主动取消读条。在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骗到对方使用法术反制之类的技能进行打断。这是神颜 PVP 里的常见博弈，因为主动取消了变阳术，法术反制技能根本没有打断到变阳术，法术反制技能只会白白进入冷却时间，技能效果不会生效。这个时候再读变阳术，对方就只能干看着。不过很显然，典云并没有这个意识。莫离发现自己和空气来了一场斗智斗勇。莫离突然想起一句话：傻逼克高手。虽然放在这里不太合适，但这句话真的有点含金量。和空气斗智斗勇，自己差点都被弄得汗流浃背了。莫离一抬手，直接使用法术反制，打断了典云的变阳术。鲜血穿行，莫离瞬间出现在典云面前，手上的匕首对着典云捅了出去。负7437，典云头上冒出一个伤害数值，秒杀。战斗结束。第172章，到底谁是近战，谁是远程？战斗结束后，典云还有点懵，缓了几秒才缓过神。莫会长，你这未免有点太不讲武德了吧？怎么都不让人放技能的？莫离有点无语。又不是回合制，你一回合我一回合，
必须要等一方把技能放完，另一方才能放技能。不过这一次并没有那么多时间留给莫离和点云交流，很快莫离就被传送到了另外一个擂台，开始第3场比赛。第3场、第4场，一场接一场，每一场莫离都以碾压优势获胜。场均战斗时间不到10秒。当大部分选手还在进行第3场、第4场比赛时，莫离已经以20场全胜的成绩完成了第1轮积分赛。如此往复，积分赛第4轮结束。每一轮积分赛都会淘汰一部分积分过低的选手。经过4轮积分赛后，参加第5轮的选手只剩下200位。莫离以80场全胜，积分加权之后总积分160分，位列第1名。苏尔、姜木槿、洛神也都是全胜战绩，积分加权之后总积分也是160分。不过他们比赛用时比莫离更长，排在莫离后面，分列第2、3、4名。前面4轮积分赛，莫离所在那个休息室里的选手不会在擂台上相遇，这是主办方对预选赛表现优异的选手的优待。不过从第5轮开始，这个优待就结束了。如果运气不好，很有可能把1分钟通过预选赛的选手全碰一次。一道传送的光芒闪过，莫离和对手同时出现在擂台上。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莫离啊！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传来。莫离都不用看血条，直接看对方的外貌，一眼就认出了这次的对手是王朝公会的秦阳武，也就是之前在东谷伐木场偷袭莫离，被莫离反手秒杀的那个刺客。准备时间30秒，倒计时开始。秦阳武也没闲着，直接开启了赛前垃圾话环节。上一次刺杀你失败，那是我天赋被动还没到发力的等级，这一次你输定了。对了，怎么没在2分钟通关预选赛选手休息室里看到你？难道你在3分钟通关预选赛选手休息室里？不对，这一次你没有亡灵大军，恐怕在9分钟通关预选赛选手休息室里吧？真是天赐良机，万万没想到我秦阳武有一天可以踩着你莫离的头名声大噪。我们趁着几次休息时间已经把你研究透了，你输定了。莫离听着秦阳武的垃圾话，一点都不生气，甚至感觉有点好笑。这么喜欢研究，那就研究呗。前面80场比赛，莫离1没用死灵魔像，2没用法术攻击，没有哪一场战斗是用匕首发动近战攻击解决不了的。如果一刀无法结束战斗，那就再来一刀。目前为止，莫离遇到生命值最长的一位对手，也只用了3刀而已。当然，这可能和1分钟通关预选赛选手休息室里的选手互相规避也有关系。莫离认为在那个休息室里的选手，搞不好有可以吃下好几次普通近战攻击的选手。只不过这个秦阳武显然不在此列。倒计时还在进行。5，秦阳武从擂台上消失，进入了前行状态。4、3、2、1，比赛开始。在这种有准备时间的擂台上，刺客职业就是一个非常无赖的职业。他们可以提前进入前行状态，大概率拿到先手优势。神岩官方提供的决斗士套装为玩家加了大量生命值，也只能一定程度上避免玩家被刺客一套技能直接秒杀掉的几率。只要被刺客职业先手打一套，损失大量生命值，不论是心态还是实际情况，都会让大多数玩家陷入非常恶劣的局面。刺客前行也不是无解，使用非指向性的 AOE 技能就有几率把前行的刺客抓出来。可惜的是，莫离的技能栏并没有配置这类技能。莫离技能栏里唯一一个有机会把刺客从前行状态中抓出来的技能是群体恐惧。这个技能是重要的控制技能，莫离不会把这个技能用在赌概率这件事上，况且也没必要。莫离在原地站了大约5秒，算是默认让秦阳武先手的信号。秦阳武潜伏在一旁，反复试探了一会，感觉莫离确实没有抓他出来的意思，最终还是按捺不住，靠近距离对莫离发动了攻击。偷袭，莫离进入3秒昏迷状态。被刺，负1700，负476，负476，一串伤害数值从莫离头上冒了出来。除了被刺技能的伤害，还有主手武器和副手武器造成的平砍伤害。莫离发现秦阳武打完一套伤害后，并没有继续输出，而是直接停手，似乎在等待能量恢复。法系职业在10级时，精神值会升级成魔法值，而刺客职业在10级时，精神值会升级为能量值。刺客职业后续的技能释放都需要消耗能量值，能量值默认只有100，刺客职业的技能释放消耗能量值起步就是40，被刺技能是60，能量值会自动恢复，恢复速度非常快。秦阳武完全可以继续输出，最大化偷袭期间的伤害。秦阳武现在的选择让莫离多少有点疑惑。很快，偷袭跟昏迷效果，剩下最后 0.5 秒，秦阳武直接使用了消失技能，重新进入前行状态。莫离一下悟了，
难怪秦阳武显得信心十足，他居然可以在战斗中强行进入前行状态，这意味着秦阳武至少还可以再打一套伤害。虽然第二次昏迷会因为控制效果递减至 1.5 秒，秦阳武只要卡好普通近战攻击的时间，在这 1.5 秒内完全可以打出之前那一套伤害。就在莫离昏迷效果消失的一瞬间，莫离再次被秦阳武偷袭，负3400，负952，负952。这一次，秦阳武的伤害居然翻倍了。看来秦阳武没有吹牛，这应该是他的天赋被动在发力。具体情况，莫离自然不清楚。不过伤害变化这么明显，也只有天赋被动影响才能解释。秦阳武2套技能下来，打出了接近8000的伤害，确实可以说一句伤害爆炸。可惜，这对莫离来说还远远不够。2次昏迷效果，一次3秒，一次 1.5 秒，加起来一共 4.5 秒。莫离在神性天赋巅峰等级高级效果加持下，每秒会恢复一次魔法值。在这段时间，一共恢复了5000魔法值。秦阳武对莫离造成的这点伤害，不能说不痛不痒，只能说毫无威胁。莫离本来以为秦阳武还会继续使用消失技能再来一套，可是秦阳武并没有，他似乎已经没有再次消失的能力了，而是相当忌惮莫离的近战攻击。第2套技能打完后，立即就拉开了距离。莫离一下也乐了，一个近战面对一个远程输出的法系，不想着怎么拉近距离，贴身砍死脆皮法师，居然想着拉开距离。到底谁是远程，谁是近战？莫离只能说前面80场擂台赛没白打，成功把对他有龌龊心思的人带沟里去了。第173章，给我留一个体面。秦阳武一边跑一边大喊有人开无敌挂，很快就吸引到附近几个擂台选手的注意力。不过在大家发现开挂嫌疑人是莫离后，很快就失去了兴趣。秦阳武不是第一个指责莫离开挂的人，大家也相信他不会是最后一个。之前4轮积分赛，莫离和其他参赛者一样，一共打了80场比赛，其中超过半数的比赛都有人指责莫离开挂。现在在附近擂台围观的参赛选手，其中就有指责过莫离开挂的。不然呢怎么办呢？面对莫离，根本看不到一点赢的希望，打又打不过，难道承认自己是废物吗？只能指责莫离开挂，把打不过的原因解释为莫离开挂，才能勉强稳住心态，继续接下来的比赛。至于莫离到底有没有开挂，裁判给出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别管莫离到底怎么回事。总之，裁判说莫离没有开挂，那就没有开挂，不服就憋着。莫离大约犹豫了1秒钟，很快就决定还是用近战攻击结束这场战斗。骨毛技能可以继续隐藏下去。秦阳武的话已经证明了，确实有一大帮子人在盯着莫离研究。现在能隐藏就尽量隐藏。死亡之握，一股强大的力量涌向秦阳武，瞬间掐住秦阳武的脖子。秦阳武整个人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拎在了空中，像一条咸鱼一样做着无谓的挣扎。鲜血穿行，莫离利用鲜血穿行的位移技能缩短和秦阳武之间的距离，在死亡之握控制效果结束前进入了近战攻击范围，精准的把匕首捅到了秦阳武身上。负7437，秦阳武头上冒出一个数值，战斗结束。不可能，为什么你一个法系职业的近战伤害比我一个刺客还高？秦阳武有些语无伦次的惊呼了一句。莫离收起匕首，没有说话，空气很安静，因为暂时没有其他参赛者匹配给莫离和秦阳武。莫离和秦阳武都暂时停留在擂台上，没有被传送走。秦阳武本来也不认为莫离会白白把秘密告诉他，很快又转移了话题，开始放狠话。莫离，你不要得意忘形，我们王朝公会的很多人的天赋被动在30级获得了极大的加强，我不过是其中比较弱的一个，你迟早会栽在我们手上，你就笑吧，看你能笑到什么时候。秦阳武喋喋不休的不断放狠话，莫离则是有些无聊的看了一会附近擂台比赛的情况，心里默默计算着时间。大约2分钟之后，一道传送的光芒闪过，莫离出现在一个新的擂台上。2分钟比1分钟多了1分钟，这可不是什么废话。前4轮的比赛，每一轮第一场比赛，莫离击败对手后都需要等1分钟左右才会匹配到新的比赛，这说明其他参赛者最快也要1分钟左右才能结束一场战斗。现在这个时间变成了2分钟，说明第5轮比赛的其他参赛者在战斗时变得更加谨慎，拉长了战斗时间，也从侧面说明了第5轮比赛应该没有像点云那样的 PVP 小白了。能出现在第5轮的参赛者，多少应该都有一些其他游戏的 PVP 功底，对神颜的 PVP 部分至少也有一些粗略的研究。这个信息很重要，从这个信息中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在第5轮比赛中，莫离可能遇到会骗控制技能或者打断技能的对手。莫离看了一眼擂台上的对手，顿时乐了，居然是张良。上次在黑石山领完比赛奖品后，他跑得比兔子还快，
完全没给莫离再杀他一次的机会。这一次就不一样了，擂台就这么大，张良还能往哪里跑？准备倒计时30秒，很快开始。莫离！张良认出莫离后，先是惊呼了一声，显得有些惊慌，很快又强行稳住了情绪，有些声色俱厉地说道：“今天我的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你连召唤物都没有，拿什么和我斗？投降输一半，你认输吧，我大人不计小人过，给你留个体面。”在张良的目光注视下，莫离取出了那把已经捅翻了81位选手的匕首。张良顿时有一种错觉，莫离手上的匕首在冒寒光，下一秒就会抹了他脖子。莫离，你不要不识好歹，真打起来，你可就没什么体面可讲了。我其实有点好奇，如果你在这一轮输4场比赛，会不会失去晋级资格？莫离说的4场比赛，自然是包括了莫离本人1场，苏尔、江木槿、洛神各1场。莫离也知道，张良在第5轮把天灾军团4位成员全遇到一遍，这个概率肯定很小。不过，只要有可能，许个愿也不错，反正许愿又不要钱。张良本来还想说话，可惜倒计时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3、2、1，战斗开始！张良起手就给莫离扔了一个瞬发变阳术，直接把莫离强行控制住，然后飞快拉开距离。莫离的近战伤害高的离谱，已经高到了可以秒杀大部分玩家的地步。这一点，在莫离前面80场比赛中，经过王朝、工会和游龙工会的游戏分析师对着莫离一顿猛如虎的研究分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让莫离近身，特别是脆皮法系职业，只有死路一条，只有拉开距离才有机会。莫离也有些惊讶，瞬发法术，莫离只在江木槿那里见过，这种能力可以说相当稀有。玩家在进行 PV 时，需要长时间持续输出，瞬发几个法术对输出的提升微乎其微，感知不强。可是，在 PVP 环境里，哪怕只瞬发一个法术，有时候都可以改变战局。比如现在，张良如果没有瞬发能力，起手就用变阳术把莫离强行控制住，他已经输了。正因为他把莫离控制住了，而且还是变阳术这种长达1分钟的弱控，所以张良还可以活蹦乱跳，甚至还有时间继续劝莫离认输。莫离，这次你的等级优势、装备优势都没有了，甚至连召唤物都没有了，你还怎么打？你赶快认输，我也好给你留一个体面。继续打下去，你莫离的金字招牌就要被砸了。莫离听着就感觉不对味，你张良什么人？大家的过节可不小，现在居然大发善心，一副为我好的样子，劝我认输，还给我留一个体面，这不就是唱空城计吗？有本事你就砸我一个研爆术试试。可惜莫离以一只羊的形态等了半天，也没有等到张良的研爆术。在变阳术控制效果快要结束的时候，又等来了张良的第2个变阳术。张良像续命一样续上第2次变阳术的控制效果后，喋喋不休继续的劝莫离认输。不过这一次他只有30秒时间，明显比之前急了。第174章，张良的底牌自爆卡车。第2次变阳术得30秒，控制时间过得很快。张良看到莫离丝毫没有主动认输的意思，在变阳术只剩下5秒时，又续了一次变阳术。看得出来，张良已经慌了。变阳术读条时间是2秒，提前5秒读变阳术，相当于白白浪费了3秒控制时间，也相当于张良主动把被莫离击杀的时间提前了3秒。莫离，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如果还不主动认输，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回应张良的是莫离的沉默。莫离被变阳术控制住这段时间，一直在想张良到底是在唱哪一出戏。一开始，莫离认为张良是在演空城计，试图骗自己投降。张良续命一样续上第2次变阳术控制效果后，莫离就感觉有点不对劲了。诈降这种事，行就行，不行就不行，用同样的方式多诈一回，并不会增加成功率，好歹也应该换点新花样。张良现在的行为明显就有些用力过度了。莫离很快就想到了一种可能，张良在演戏，搞不好他真的有什么新底牌。从张良在擂台上认出自己表现出来的惊慌开始，直到现在的上跳下窜，不断劝降，都只不过是想让自己放松警惕。莫离悟了，张良的劝降，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又何尝不是一种挑衅？诈降成功，张良自然是血赚；如果诈降不成功，在变阳术控制效果结束之后，自己肯定会第一时间试图近身，送张良上路。也许这就是张良想要的效果。张良这伙人明显是研究过自己的，搞不好张良真的有什么对付自己近身的手段。15秒控制时间比起之前2次控制时间显得格外短暂。3秒，莫离感觉似乎从张良嘴角看到了一丝上扬，那是奸计即将得逞的笑容。2秒，
张良嘴角的笑意只出现了1秒，瞬间又被他压了下去。如果不是莫离之前心里起了怀疑之心，恐怕很难发现张良嘴角转瞬即逝的笑容。1秒，变阳术控制效果结束，莫离恢复正常。奇怪的是，在整个过程中，张良没有任何动作，他甚至都没有趁着莫离被控制的时间向莫离扔一个研报术，这让莫离更加确定张良肯定有什么猫腻。张良是参加过黑石山那次特殊比赛的，参加那次特殊比赛的玩家至少拥有神性天赋，甚至还可能像莫离一样，除了神性天赋外，还拥有2个神级被动，达成1个天赋2个被动的顶配。当初张良和他的游龙公会确实被莫离狠狠收拾了一顿，但因此就小看张良的话，搞不好就会阴沟翻船。电光火石之间，莫离很快就做出了决定，敌人越想让你做的事，就越不应该去做。既然你想骗我近身，那我就直接发动远程攻击，你又当如何应对？骨矛，莫离一抬手，一根骨矛以非常快的速度射向张良。直到这一刻，莫离才在张良脸上发现了真正的慌乱，和之前张良演出来的慌乱完全不一样。这一刻，张良的慌乱不像演的。-16857，张良头上冒出了一个非常离谱的伤害数值。莫离穿上决斗士套装后，被削弱了一大截。骨矛这理论最高伤害只有11250，张良头上冒出来的这个伤害数值明显高于莫离的理论最高伤害，绝对有猫腻。不过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张良已经被一发骨矛直接秒杀了。一发骨矛下去，张良一个脆皮法师还要道歉莫离至少1万生命值。张良的生命值被强行锁在1点，经过短暂的震惊后，有些不甘心地看着莫离：“你什么时候发现的？”“什么？”莫离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反问了一句：“你们既然这么喜欢猜，那就继续猜我到底是真的发现你有猫腻，还是只是碰巧炸糊？”张良之后，莫离剩下的比赛遇到的全都是陌生人，没有再遇到王朝公会的人或者游龙公会的人，也没有遇到自家天灾军团的人进行自相残杀。莫离很快就以20场全胜战绩完成了第5轮比赛，以100场积分赛全胜加权后200积分的满分，第一个从积分赛出现。此时其他选手的比赛还在继续，莫离在休息室打开神颜官方提供的直播，重点关注了一下张良的比赛。对于张良到底有什么对付近身者的手段，莫离多少还是有点好奇。在直播画面中，张良正好被传送到一个新的擂台，马上要开始新的一场比赛。张良的对手莫离不认识，从装备上来看应该是近战职业，不过能走到现在这一步的参赛选手多少还是有点东西。通过观看他和张良的斗战，应该能发现一些有用信息。比赛很快开始，莫离惊讶地发现张良居然还是起手就放了瞬发变阳术，然后开始拖时间。3轮变阳术之后，张良的对手恢复自由行动能力，怒不可遏地冲向了张良。轰！以张良为中心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爆炸，爆炸范围很小很集中，基本只能覆盖近战范围。浓烟消散后，战斗结束，张良帝获得胜利。好一个自爆卡车！莫离吐槽了一句，摸了摸下巴，心里隐约有了一个猜测。张良使用3次变阳术控制对手，可能不仅仅只是为了挑衅对手，很有可能他需要这3次控制效果的时间来蓄能。有了初步推断后，莫离已知的碎片信息很快勾勒出了张良的新能力。爆炸需要长时间蓄能，蓄能过程中会显著增加张良受到的伤害，蓄能爆炸的范围很小，伤害非常高，可以直接秒杀近战职业。不对，这还不完整。莫离回想了一下自己和张良交手的情况，再结合刚才那一场战斗，很快想到了一点：张良在蓄能过程中无法移动。莫离摸了摸下巴，感觉无法移动这一点也不能排除是张良故意在演戏。积分赛只要能出现，就算达成目标，自己会想到隐藏一部分实力，顺便误导一下其他人。张良自然也可以这样做。莫离如此关心张良的情况也是有原因的。张良既然想用他那一招对付自己，伤害肯定不低。天灾军团剩下3个成员，苏尔、江木槿、洛神3个人，除了苏尔之外，另外2个都是标准的脆皮法师，他们的比赛还在继续，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和张良遇上了。观察一下张良的情况，然后给他们通报一下，以防万一。现在莫离很庆幸自己多长了个心眼，特地观察了一下张良的情况。从刚才张良秒杀近战职业的伤害来看，别说江木槿和洛神2个脆皮法系职业，搞不好苏尔这个近战都会被秒杀。莫离把张良的情况又总结了一下，重新组织了一下语言，然后把相关的信息直接发到了公会频道。王朝公会和游龙公会不知道多少在研究莫离，然后通过公会频道给还在比赛的成员通报情况。莫离相信自己刚才使用骨矛的情况，2个公会已经在研究了。
天灾军团这边研究一下对手，向成员通报情况，合情合理。主办方没有禁止参赛者在比赛期间进行交流，这种情况不会被视为违反规则。第175章观赛以及警醒。天灾军团的3人都还在比赛，这种时候莫离也不会指望他们在公会频道回话。莫离在公会频道发了张良的情况后，就把直播切换到了洛神的比赛。对于苏尔和姜木槿，莫离已经很了解了，只有洛神是今天才刚加入天灾军团的，莫离对他的了解不能说一无所知，只能说毫不知情。之前几轮比赛间隙，莫离也通过直播看过几场洛神的比赛，可惜也不知道该说洛神是欧皇吼，匹配到的对手都太菜了，还是说洛神实在太强了，匹配到的对手都被他吊打。总之他的比赛看起来都给人一种轻飘飘的感觉，总感觉他还没发力，对手就已经跪了。现在是第5轮积分赛，经过层层选拔，能进入第5轮积分赛的选手实力不会太弱。莫离相信现在看洛神的比赛应该可以看出点东西。运气不错，直播画面里洛神正好被传送到了一个新的擂台，即将开始新的一场比赛。洛神的对手莫离有点印象，是之前出现在1分钟通关预选赛选手休息室的一名选手。我运气不错，刚好赶上洛神的比赛，但洛神的运气看来就不怎么样了。第5轮积分赛一共200名选手，1v1分组对决，可以分成100个擂台。1分钟通关预选赛选手休息室里只有10位，而选手只需要打20场比赛。在这个阶段，1分钟通关预选赛选手休息室里的选手相遇，绝对是小概率事件。预备倒计时结束，比赛开始。洛神和之前的比赛一样，起手先给自己套了一个盾。真言术盾是神圣牧师的专属技能，可以吸收受到的伤害。洛神的这个盾和一般神圣牧师的盾有些不一样。莫离之前看了洛神几场比赛，就没看到他这个盾被对手打破过，伤害吸收量肯定是远远高于一般的神圣牧师的盾。不仅如此，莫离还发现，在洛神的对手对他造成伤害时，对手也会受到伤害，也就是玩家通常意义上说的反伤。莫离很怀疑洛神的反伤就是他的真言术盾带来的效果。有了真言术盾的保护，洛神顶着对手的伤害，给对手扔了一个真言术痛。真言术痛每秒对目标造成某某伤害，持续某某秒。理论上，这个法术的伤害因为是持续性伤害，不是爆发伤害，每一跳的伤害不高。可是洛神的真言术痛扔到对手身上，看起来就相当痛。真言术痛扔上去后，第一次跳伤害，洛神对手的血条就肉眼可见的少了一截。洛神又非常优雅的给自己扔了一个恢复术，恢复术每秒为目标恢复生命值，持续某秒。整个过程，洛神甚至一直站在原地，动都没有动一下，配合上他手上的动作，简直优雅至极。又是刚开始就要结束了吗？莫离嘀咕了一句。这场比赛和莫离之前观看的洛神的比赛简直一模一样。洛神使用的这3个技能全都是瞬发技能，甚至都没办法用常规打断技能打断。真言术盾可以完全吸收对手的伤害，真言术痛可以持续对目标造成伤害。这一来一回，洛神的对手等于在单方面挨打，破不了洛神的真言术盾，就根本不可能赢洛神。唯一让莫离有点不解的是，洛神身上明明有盾，根本不会掉生命值，为什么还要给自己上一个恢复术？对此，莫离只是隐约有一个猜测：洛神的天赋或者被动可以让他的治疗术增加真言术盾的伤害吸收量。真言术痛为什么会那么痛？莫离暂时还没想明白，不过肯定和装备强度没什么关系，大概率还是天赋或者被动的影响。天下第一武道会又不是没有其他牧师参加，星辰公会的林诗涵也是神圣牧师，他的真言术痛的伤害比洛神低得多，根本不是主力输出技能。别说神圣牧师了，在1分钟通关预选赛选手休息室有一位主打伤害输出的暗影牧师，这位选手的真言术痛伤害都远远没有洛神高。洛神毫无悬念地获得比赛胜利，莫离感觉看得有些索然无味，看了半天只知道洛神3个技能：真言术盾、真言术痛、恢复。问题是30级有6个技能栏位，就算洛神没有学习30级的终极技能，另外3个位置也该有配置对应的基础技能或者初级技能吧。换句话说，洛神也一直在隐藏自己，想要看到真东西，恐怕只有比赛上强度才有机会。就在莫离准备把直播画面切换到苏尔那边看一会时，洛神的新对手出现，让莫离直接放弃了切换直播画面的打算。没错，洛神新一轮比赛的对手是张良。莫离之前已经在公会频道发过对张良情况的一些推测，
正常来说，洛神应该清楚要怎么对付张良，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洛神的真言术痛确实很痛，但还不足以达到秒杀张良的地步。就算张良的蓄能状态有一伤，会显著提高他受到的伤害，也不行。理论上，这给了张良机会。同时，洛神是神圣牧师，有远程进攻手段，理论上洛神是不会主动靠近张良的。张良如果想赢，就必须想办法主动靠近洛神。那么，张良蓄能之后不能移动这件事，到底是不是在演戏？答案很快就会揭晓。另外，洛神如果想赢，恐怕必须拿出一点其他新东西来。想只靠真言术磨死张良，恐怕有点难度。毕竟，张良还有没有隐藏其他什么手段，现在还不好说。想要赢，最好的选择是速战速决，否则搞不好会阴沟翻船。这场比赛的悬念一下就来了。莫离决定再看一看，准备时间30秒，很快结束，战斗开始。洛神还是和之前一样，起手给自己套了一个真言术盾，几乎在真言术盾套上的一瞬间，洛神就被张良的瞬发变阳术控制住了。张良控制住局面之后，又开始了劝退加挑衅环节，不断的说着各种垃圾话。莫离注意到一个细节，洛神的真言术盾持续时间不是一般的长，一轮变阳术控制时间长达1分钟，洛神身上的真言术盾居然一直在，这相当不正常。正常情况下，真言术盾的持续时间只有30秒，时间一到，就算一点伤害都没有吸收，也会消失。莫离之前没注意到这点，那是因为洛神的真言术痛实在太痛了，他之前的战斗没有一场超过30秒，所以说战斗越多越容易暴露。莫离自然不是吐槽自家天灾军团的成员，而是在提醒自己，莫离一个人通过直播就能看出这么多信息，而莫离在战斗时不知道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分析，这么多双眼睛，总有聪明人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最可怕的不是被看出有什么手段，而是被人研究出一些行为习惯，或者分析出一些思维方式，对以后的影响都是非常可怕的。淘汰赛的赛程还很长，还要打不少场比赛，莫离感觉必须要做好隐藏，尽量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第176章，来自洛神的情报。事实证明，洛神的真言术盾持续时间比莫离预计的时间还要长，长到让莫离怀疑洛神的真言术盾是不是只要不被破盾就会一直持续下去。而且不止真言术盾持续时间长，洛神的恢复术持续时间也很长，直到张良续上第3轮变阳术控制效果，洛神的真言术盾恢复术都还一直在生效。莫离盯着直播画面里的张良，洛神是神圣牧师，攻击手段是远程法术。张良如果想要用他那一招自爆卡车获得胜利，就必须趁现在拉近和洛神的距离，争取在洛神恢复自由行动能力之前，或者恢复的一瞬间触发爆炸。否则，即便洛神恢复了自由行动能力，也不会靠近张良。更别说洛神早就通过工会频道知道了要怎么应对张良。张良的机会只有这一次，如果他不是真蠢的话，他必定会抓住这次机会，而不是继续演戏，继续给大家表演我不能移动。第3轮变阳术控制时间还剩10秒，张良动了。随着张良一阵小跑，来到了还处于一只羊状态的洛神身边。我知道你是天灾军团的人，莫离那个人不简单，估计你已经知道怎么破我这一招了吧？不过莫离肯定想不到，我不能移动都是故意演的。我很好奇，现在你要怎么应对？张良有些得意地嘚瑟了几句。莫离通过直播把张良的话听得一清二楚，这个家伙果然在演戏。轰！擂台上传来剧烈的爆炸，整个直播画面里除了爆炸产生的大量烟雾外，什么都看不到。莫离突然有点担心，洛神到底能不能抗住张良的自爆卡车？说到底，洛神还是一个脆皮法系职业，而且还是在被变阳术控制住的情况下，硬吃这一波伤害。不过，这个悬念并没有保持太久，擂台上的烟雾在裁判的驱散下很快散开。洛神和张良还没有分出胜负，战斗还没有结束。洛神刚才硬吃了张良那一波可以秒杀近战职业的伤害，安然无恙。是的，的确是安然无恙。洛神的血条，莫离通过直播虽然无法看到具体数值，但可以看到还处于100%的状态，并且莫离很怀疑洛神身上的真言术盾还是最开始套的那一个，而不是爆炸之后补的。更直白点说，张良刚才那一波伤害根本没有破开洛神身上的真言术盾，所以洛神一点生命值都没掉。莫离之前就猜测洛神的治疗量可以提高真言术盾的伤害吸收量，
现在莫离更加肯定自己的猜测。3轮变阳术，整整105秒，洛神的恢复术一直在生效。换句话说，张良在蓄能的同时，洛神其实也一直在蓄盾。最后比的就是张良的伤害高，还是洛神的真言术盾吸收的伤害值高。当然，现在已经有结果了，洛神技高一筹。不可能，这么高的伤害，你凭什么盾都没破？擂台上传来了张良的惊呼，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打不过莫离就算了，毕竟经过黑石山一役，莫离带给他的压迫感实在太强了，都快成心理阴影了。可是，凭什么天灾军团的一个成员都这么厉害？到底还有没有天理了？长达100秒的蓄能爆发出来的伤害高到离谱，凭什么秒杀不了一个脆皮法系职业？难道这就是别人家工会成员系列吗？洛神抬手给张良扔了一个真言术，痛！我们家会长大人说了，你这个人比较喜欢猜，那你就慢慢猜吧。你……张良脸色涨得通红，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好。战斗还在继续，不过洛神没有再给张良任何机会。心灵尖啸，这个技能可以使释放者3米内的敌人因为心灵战力而逃跑，持续5秒。效果和莫离的群体恐惧术差不多，同样属于强控技能，不会因为伤害打断控制效果。神圣之火，洛神趁着张良被控制的时间，读了一个长达3.5秒的法术。众所周知，在技能等级差不多的情况下，法系职业的伤害性法术读条时间越长，可以造成的伤害越高。轰！神圣之火读条完毕，一道略带神圣气息的火焰在张良身上燃烧起来。战斗结束，洛神用神圣之火直接秒杀了张良。通过直播观看了全过程的莫离忍不住给洛神点了一个赞，很果断。这一次虽然他又多暴露了心灵尖啸和神圣之火2个技能，但快速结束了战斗，这样的取舍是合理的。关于张良的信息，莫离通过碎片信息只推断出那么多。张良之前隐藏了蓄能时可以移动的能力，故意误导其他人，让其他认为他在发动自爆卡车之前不能随意移动。鬼知道张良还有没有隐藏其他能力。对于洛神来说，速战速决，避免翻车才是最好的选择。洛神和张良的战斗结束，下一场比赛暂时还没有开始。工会频道很快传来洛神的一条消息，会长大人说的没错，张良那一招伤害确实很高，你们要小心一点，搞不好会被秒杀。会长大人这个称呼最早是苏尔半开玩笑喊出来的称呼，那个时候天灾军团里就只有苏尔和莫离2个人，怎么称呼也无所谓，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后来江木槿加入天灾军团，苏尔和江木槿较劲，为了表示和莫离的关系好，升级成了我家会长大人这个略带亲昵性质的称呼。江木槿也有样学样的用上了我家会长大人这个称呼。洛神加入天灾军团之后，在苏尔的强力安利下也用上了同款称呼。对此莫离也只能直呼内行。洛神在工会频道里的发言很快引来了苏尔的不满。我说洛大小姐用得着这么遮遮掩掩的吗？都是自己人，你就直说吧，他炸了你多少生命值？谁遮遮掩掩了？查战斗记录不要时间的吗？我看看14000多，苏大小姐要不要我精确到小数点后5位？洛神不甘示弱地回对了一句。莫离看着洛神给出的数据，心里也是一惊。莫离自身的属性已经够高了，穿上决斗士套装打出的伤害也就只有1万出头，张良居然能打出14000多的伤害，实属有点离谱。难怪张良可以直接秒杀和他交手的近战职业。别说近战职业了，一般的坦克职业恐怕也很难抗住这个伤害。不过莫离很快就释然了，这可是张良憋大招足足憋了105秒，3次变阳术控制效果的时间才憋出来的伤害，高一点也合理。更让莫离感兴趣的是，洛神的真言术盾居然足足吸收了14000多的伤害，还没有破。他那个盾到底有多厚？莫离心里很快升起一个疑问：万一在淘汰赛阶段遇到洛神，应该如何应对？召唤死灵魔像吗？万一死灵魔像都破不了他的真言术盾呢？我怎么又开始和空气斗智斗勇了？莫离自嘲了一句。洛神要真那么厉害，上一世也不会只能拿到第3名，屈居苏尔和江木槿之下了。比起这个问题，现在应该多担心一下苏尔和江木槿遇到张良要怎么办。第177章受害者出场。莫离可以确定的是，苏尔和江木槿没有洛神那么厚的盾可以吸收伤害，张良可以起手瞬发变阳术。现在大家都没有有效解控手段，几乎是必备变阳术控制。这一点莫离也好，洛神也好，还是其他遇到张良的选手，似乎都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莫离挠了挠头，卧槽，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完全想不起上一世苏尔和江木槿到底有没有和张良交过手。
莫离吐槽了一句，不由有些担心起来。上一世，苏尔、江木槿、洛神包揽了天下第一武道会前3名，可是这一世，苏尔最多就是第2名，江木槿是第3名，中间会不会出现其他什么变数，还真不好说。莫离带着几分担忧的心情观看了积分赛后半段的比赛，所以暂时没有出什么幺蛾子。苏尔和江木槿也没有碰到张良。第一天积分赛顺利结束，和赛程计划的一样，一共有50位参赛选手出现。这50位选手在修正之后会参加第2天的淘汰赛。实际上，现在这个时间距离明天的淘汰赛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参赛选手有3个选择：第一，在比赛场地临阵磨枪，再找人切磋，继续磨练自己的 PVP 技术；第二，去神颜官方论坛或者其他有集中讨论神颜的玩家聚集平台，收集今天比赛的情报；第三，直接摆烂，下线玩其他的去。总之，一旦进入天下第一武道会的场地，就必须要等到比赛结束才能离开。天下第一武道会故意这样安排赛程，就是为了让参赛选手自己做选择。对于已经被淘汰的参赛选手来说，接下来他们要做的就只有看热闹而已，自然没有什么紧迫感。积分赛结束后，分成了无数个小团体，热烈讨论起来。这赛制真是变态，要连续打100场才有机会出现。就是 PVP 本来就要高度集中精神，一般人真顶不住，太累人了。我打到30多场的时候，就有些顶不住了。哦，原来是进入第3轮的大佬，失敬。哪里是什么大佬，我对上那个叫洛神的，连人家的盾都破不了。我当时都以为是我太累，眼花了。搞了半天，我们还是同款受害者呀！我就是输给洛神，导致心态爆炸，然后连败几场，最后被淘汰了。要我说，洛神恐怕是这次第1名的有力争夺者，输给他不冤。什么争夺者？洛神硬吃张良那一波伤害，你们没看到吗？知道那一波伤害有多高吗？要我说，洛神就是第1名。哦，难道你被自爆卡车炸过，知道张良那一招的伤害？莫离第一眼看到张良的招式，第一反应就是自爆卡车。实际上不只是莫离，有很多玩家在看到张良那一招时，第一反应都是自爆卡车。有些事情总能以一种很奇妙的方式统一到一个称呼上。我被炸了13000多生命值，直接被秒了，马德，算起来还要道歉他5000多生命值。卧槽，不是吧？这也太离谱了吧！也就是说，洛神硬吃了1万多伤害，盾都没破。这个伤害基本可以秒杀在场的绝大部分玩家。不管是伤害高达5位数，还是洛神的盾顶住了这么高的伤害，都对参与讨论的人造成了不小的震撼。就在大家感慨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为什么这么大时，有一位受害者站了出来。你们还是见少了，张良的伤害根本不算什么，1万多的伤害还不算什么。你没睡醒吧？你们仔细想想，张良每次自爆之前是不是都要墨迹很长时间？对，这个我倒是发现了，张良每次都要拖足3次变阳术控制时间。依我看，张良那是在蓄能憋大招，现在你们再想想，是不是就没那么离谱了？有点道理，憋100多秒才憋出来的大招，100多秒时间，我也不止打1万多伤害了。顿时，大家都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这位受害者这个时候才继续说道：“要我说，离谱的还是苏尔，起手冲锋，近身后一刀平砍，再接一个斩杀，人就没了。大兄弟，搞了半天，你是苏尔的受害者呀？卧槽，什么受害者？那可是苏尔，明明是奖励。苏尔提刀砍你，你难道没偷着乐？如果换了是我遇到苏尔，我说什么都要想办法占点便宜。就算被取消资格，那也是血赚。马德，你们不要太离谱，你们就不能当个人吗？”一群看热闹吃瓜不嫌事大的玩家很快就把话题带偏了。不过总归还是有正经玩家关心重点。大兄弟，说正经的，你多少生命值，怎么被苏尔一刀平砍，直接就接斩杀技能了？我是近战8000多的生命值，要不我怎么会说苏尔比张良还离谱？斩杀技能需要目标的生命值低于 30% 才能用，也就是说苏尔一刀平砍，砍了你 70% 的生命值。卧槽，苏尔一刀平砍至少砍了你5600的生命值。空气突然有点安静。张良的爆发伤害是经过长达100秒以上的蓄能才打出来的，大家在想通了其中的原理之后都还可以理解。可是苏尔的平砍那完全是另外一个概念。即便苏尔拿的是一把速度 3.6 的双手武器，那也是每 3.6 秒就可以打出一次平砍，这中间还没有算穿插的技能伤害，单单是平砍伤害就已经伤害爆炸了。在擂台上是紧张刺激的比赛，大家的精力都专注在比赛上，根本没那么多时间去多想。而且遇到的对手大部分都是旗鼓相当的对手，差距不会太大。在擂台上遇到怪物级别的玩家总归是少数。现在一交流才发现，
玩家和玩家之间的差距居然可以如此之大。那个大兄弟苏尔，他拿的是双手武器吗？双手武器比起单手武器，攻击速度更慢，伤害也更高，这是常识。如果苏尔拿的是双手武器，相对来说好接受一些。是双手武器。听到答案后，众人不禁松了一口气，还好不是单手武器。如果是单手武器，那苏尔拿双手武器，伤害该有多高？但是这口气还没松完，苏尔的受害者又补了一句：是2把双手武器。卧槽！什么？怎么可能？卡 bug 了吧？卡没卡 bug 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就拿的双手武器，苏尔手上拿着2把和我手上一模一样的武器。双手武器顾名思义就是需要2只手来拿的武器，一个人只有2只手，当然也只能装备1把双手武器。苏尔明显推翻了这个常识。大兄弟，你没找裁判反映？反映个屁！最早那个叫吕后渊的在擂台上大喊大叫，说莫离开挂，直接被取消比赛资格了。你们不知道？我当时就在隔壁擂台。空气突然安静，大家讨论了半天，都很有默契的避开了和莫离有关的话题。现在话题突然提到莫离，自然没人想接话，都在绞尽脑汁的想怎么跳过这个话题。苏尔这一类人在擂台上，近战打出离谱的近战伤害，法系打出离谱的法术伤害，大家都还可以理解。可是莫离，一个大名鼎鼎的死灵法师，在擂台赛拿着一把匕首追着人捅，大家实在无法理解。关键莫离用匕首捅出来的伤害还贼高，大部分对手都是被莫离一刀捅翻，简直就是一刀一个小朋友，让所有观看莫离比赛的玩家世界观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个冲击大到让大家在讨论比赛的时候，下意识的就想回避莫离的话题。第178章，天灾军团声名鹊起。安静的空气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就有一位受害者巧妙地转移了话题。你们有没有谁遇到那个叫江木槿的？要我说江木槿才叫离谱。哦，这位老哥，你遇到江木槿了？你也遇到了？哎，别提了，起手一个瞬发变阳术，然后2个瞬发研爆术就给我秒杀了。那你一定还道歉江木槿几千生命值吧？几千？别开玩笑了，我一个脆皮术士至少道歉1万生命值。什么？居然还有高手？经过打岔，讨论的气氛终于重新恢复正常，并且话题来到了强力法师江木槿身上。这个江木槿以前在剑侠就是明星玩家，没想到来神颜还是这么强力。这不对吧？江木槿2个瞬发研爆术就直接秒杀你了，用得着起手还来个变阳术？你问我，我又去问谁去？有没有一种可能，江木槿要的是100%必胜，所以才这么谨慎？有道理，先把你控制住，你连一点浪花都掀不起来。不对劲，这不是我认识的江木槿，太谨慎了。哦，这位老哥，你认识江木槿？认识，怎么不认识？我以前也是剑侠的玩家，只不过他不认识我而已。本来大家以为终于来了一个知情人，结果是这种认识，顿时引来了不少嘘声。你们别虚我，明星玩家都有强烈的个人风格，这么谨慎就不是江木槿以前的风格，和他认不认识我没关系。这倒也是，会不会是受谁影响了才改变风格的？有可能，不过会是谁呢？在场的所有人心里不约而同的都想到了一个名字：莫离。苏尔、江木槿、洛神3个人一早就商量好，在比赛中全程显示工会名字和姓名，主要是为了给天灾军团提升名气，另外也是为了天灾军团4人最后在4强相遇时，可以对其他玩家造成足够的震撼力。莫离也架不住3人莺莺燕燕的劝说，最后还是参与了这次行动。以前最多还只是一些小道消息，传说莫离有一个工会叫天灾军团，但这些小道消息基本都没有真凭实据。积分赛中，莫离头上就顶着天灾军团的字样，算是坐实了这个传说。但凡看过莫离比赛的玩家，现在都知道莫离是天灾军团的一员。再根据以前的一些小道消息，很多人都推测莫离就是天灾军团的会长。苏尔、江木槿、洛神是天灾军团的成员，这件事现在也算是坐实了。如果说谁能影响江木槿这位剑侠明星玩家的游戏风格，答案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莫离。可是在场的谁都不想说出莫离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带给人的压迫感实在太强了。都不提各种排行榜上莫离打出来的那些记录有多离谱。在这次比赛中，整整100场比赛，其中有99场比赛莫离都在拿匕首捅人。一个死灵法师拿匕首捅人，一刀一个小朋友，带来的压迫感就已经足够让人感到窒息了。大家心里都清楚，目前莫离展现出来的战斗力恐怕还只是冰山一角。天下第一武道会限制有召唤物的职业只能使用1只召唤物，问题是
莫离到现在连这一只召唤物的名额都还没用过，全程都是他一个人在战斗。换句话说，整整100场战斗，根本就没人把他逼迫到要用召唤物的地步。唯一让莫离多用了一点手段的是张良，也只是让莫离多用了一个伤害性法术而已。有什么意义呢？众所周知，死灵法师主要战斗力都在召唤物身上。莫离最早也是以召唤物骷髅兵在新手村出名的，所以说莫离现在到底用了他真正实力的多少成？3成、2成，还是说只有1成？没人清楚，也没人想去猜，敢去猜，唯恐猜出一个让人绝望的答案。可是，事实就是事实，人终究要面对事实的。空气安静了一会之后，终于有人开口说话：“你们说，这次天下第一武道会前3名，不，4强不会都被天灾军团包揽了吧？”我被淘汰的早，看了不少其他选手的比赛，我感觉有几位选手还是有希望的。比如呢，星辰工会听过吧？星辰工会的叶星、林诗涵也挺有战斗力的。不止，我也发现有几位以前都没听过名字的玩家挺厉害的。你们说的这些强力玩家，他们是全胜战绩吗？一个耿直 boy 的发言瞬间让空气又安静下来。几分钟后，才有人不满的吐槽：“会说话你就多说几句，话也不能这么说。积分赛阶段能保证出现就行，有实力的玩家都在隐藏自己的信息。对，输几场又不影响出现，搞不好是为了隐藏自己故意输的。非要这么说也不是没道理。不过天灾军团的那几个就不用隐藏实力了吗？”空气再次陷入安静。从逻辑上来说，为了隐藏自己，避免在积分赛阶段暴露过多，有时候选择输几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可是如果顺着这个逻辑去想，天灾军团的莫离、苏尔、江木槿、洛神4个人那就更恐怖了。天灾军团的4个人明显不是什么傻子，当然知道要隐藏自己的道理。换句话说，这莫离4人在隐藏自己的前提下，还做到了100场全胜。对比其他参赛选手为了隐藏自己的情况，多多少少会输几场，不然就会暴露过多的信息，两边的差距一下就拉开了。这个天灾军团到底什么来头？以前也没听说过啊，实在太离谱了。你们还是太年轻。苏尔什么人？江木槿什么人？不认识吗？要我说，离谱的是莫离，居然能把这些人拉到一个公会。最终有人发现，说来说去都绕不过莫离，干脆心一横，开启打不过就加入系列，开始吹捧莫离。很快又有更多的玩家反应过来，一并加入。对，苏尔、江木槿以前都是出了名的独狼玩家，莫离奈把他们拉到一个公会才是最离谱的。哪怕这个公会名字不叫天灾军团，叫天线宝宝，只要有莫离在，这个公会他也离谱。就是离谱的是人，不是公会。你们说，天灾军团最后如果真的在4强相遇，他们会不会打假赛，把第1名让给莫离？你以前是不是干过这种事？什么？没干过？那心思怎么这么龌龊？莫离的法术伤害现在只有张良一个人吃到了，要不你去问问他莫离的法术伤害是什么水平？其他人只有吃莫离近战攻击的份，连吃法术伤害的资格都没有。莫离有多强还用说？你们这吹的角度不对，你们应该想苏尔为什么不用法术攻击解决对手，江木槿为什么不用近战攻击解决对手。马德，你这角度还挺刁钻的，不过确实有道理，他们不是不想，是没那能力。对，这角度一眼就能看出差距。关键是莫离大佬不只有近战攻击，伤害性法术一招就把张良秒了，说明莫离大佬的法术伤害更高。马德真是越说越绝望，只能说还好我没在积分赛碰到莫离大佬。张良恐怕想破脑袋也想不到他和莫离的这一战会成为他这一辈子的噩梦。从今往后，每次有人提到天下第一武道会莫离的表现，都会自然而然地把他拉出当一次背景板，编一次诗。第179章苦大仇深上毒计。积分赛结束后，进入淘汰赛的选手都分到了一间独立的休息室。想要进入某一位选手的休息室，必须要征得选手的同意。18号休息室是曹志的休息室，在这个休息室里不止曹志一个人，张良以及王朝工会和游龙工会几位出现的成员都在，一共8个人。不得不说，王朝工会和游龙工会作为大工会还是有点底蕴，一共才50个出现名额，2个工会加起来就占了8个。他们聚到一起，自然不是为了开什么庆功会。现在曹志和张良也没有心思开什么庆功会，秦阳武和张良都栽在莫离手上，让曹志感觉事情完全没有按照他预计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可以控制的范围。而且天灾军团又多了一个叫洛神的玩家。曹志一开始还不太在意，随着洛神赢的场次越来越多，曹志才开始逐渐重视起来。最后洛神以100场全胜战绩出现，
并且当中还有一场是击败张良。曹志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天灾军团不知不觉中又多了一员猛将，两大公会又多了一位劲敌。曹志把秦阳武叫了出来：“秦阳武，你和莫离交过手，你先说说情况吧。”会长，莫离不止伤害高，坦度也高的离谱，我2套伤害打下去，在莫离脸上看不到任何慌张的表情。秦阳武很详细的把和莫离的交手过程给在场的人员复述了一遍，在场的人都听得一愣一愣的。秦阳武2套技能伤害打出了超过8000的伤害，莫离居然还一副风轻云淡的反应，说明秦阳武2套伤害根本无法对莫离造成威胁。反观在场的人员，压根就没几个可以吃下秦阳武这2套伤害的，这差距未免也太大了一些。秦阳武说明情况后顿了一下，又补充道：“会长，有工会分析师的提醒，这次我特意留意了莫离的魔法值，分析师的结论没问题吧？”“我可以肯定，莫离受到伤害会先扣除他的魔法值，可他的魔法值不仅高得离谱，恢复速度还相当快。具体说说。”“我2套技能打完，莫离的魔法值还有接近1万。”“什么？”曹志一下没绷住，惊呼了一声。张良更是在一旁苦笑。张良比曹志更能理解这其中的意义。同样身为法系，在穿上了决斗士套装后，张良的蓝量只有5000多。他那一招自爆卡车的技能，最终伤害就是由魔法值和蓄能时间决定的。如果他有莫离那么高的魔法值，只要30几秒就能造成现在蓄能100多秒才能造成的伤害。可惜他没有。这次比赛大家都是一样的决斗士套装，装备提供的属性都一样，他和莫离有这么大的差距，只能说明莫离自身精神属性高的离谱。什么莫离这次参加天下第一武道会没有等级优势，没有装备优势，这是距离干翻莫离最近的一次。张良在擂台上看到莫离魔法值数值那一刻就已经明白了，全他妈都是放屁，痴人说梦。莫离单单靠他自身的高属性就已经可以碾压众人了。张良甚至疑莫离就算一件装备都不穿，随便拿一把决斗士套装的武器，在这个休息室里的人都没有一个人是莫离的对手。曹志现在居然还在想着怎么在比赛里战胜莫离，想想都觉得有点好笑。不过张良和曹志毕竟是多年好友，还是决定劝一劝曹志。为了给曹志留面子，通过给曹志发了一条私信：“我说曹志，要不要这次我们把目标降低一点吧？干翻莫离的事以后再办法。我说张良，你不会被莫离干了一次就怕了吧？怎么说话呢？你没有真正面对过莫离，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变态。”曹志犹豫了几秒，给张良发了一条私信：“真不行，至少这一次是真不行。你不要忘了，莫离到现在都还没用过他的召唤物。可是这么好机会，能把握住才叫机会，现在不叫机会，叫送死。现在开服也才1个月，日子还长，还怕以后没机会？”曹志脸上的神情变换了几次，最终做出了决定：“不行，错过了这次机会，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问题是你不放弃又能怎么样？面对莫离又赢不了。我们人多，在淘汰赛里遇到莫离，尽量和他纠缠，多逼出他一些情报。然后呢？最后还不是会被莫离杀得人仰马翻？哪怕得到莫离一丁点额外情况报，立即广而告之，我们2个工会现在不是莫离的对手，我不信就找不到一个可以和莫离过招的。”看到曹志的办法，张良的眼睛一下也亮了起来。刚才张良劝曹志放弃这次对付莫离的打算，主要是因为他一时之间想不到接下来要怎么对付莫离，而不是什么放下恩怨。现在这个新办法，先不管最后到底能不能对莫离造成真正的威胁，光是这个办法只要一实施就可以恶心到莫离，张良都感觉可以一试。两边的恩怨已经够深了，张良也不在乎再多增加一点。而且这次天下第一武道会神言官方有直播，所有玩家都可以看，只要把握好方式方法，谁能确定莫离的信息是王朝、工会和游龙工会泄露出来的？把水搅浑，浑水摸鱼这种事不敢白不干。张良立即给曹志回了一条私信：“这个办法不错，就这么办。另外，我建议不要只停留在分析研究莫离的数值、技能这些。哦，你还有更好的想法？你也是被莫离刺激太深。你想想，对于一个高端核心玩家来说，什么最重要？并且即使暴露，也不好立即做出改变。你是说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没错，这些都是长时间养成的，就算明知道被人研究透了，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出改变。还是不行，我工会里没有分析这方面的人才。这不就巧了，我工会的这样的人才不少，我会让他们今天加班研究分析莫离的比赛录像。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曹志和张良相视一笑，都有一种胜券在握的感觉。这就是大公会和个人玩家的本质区别。个人玩家说到底就只是一个人在玩游戏而已，但大公会不一样，大公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根据自身需求
设立一些奇怪的部门，招聘一些特殊岗位的人员都很正常。一个大工会到底养着什么人才，恐怕连大工会内部的成员自己都无法彻底说清楚。定下方案后，曹志扫视了一眼休息室的其他人。一个好消息，目前为止和莫离交手的只有秦阳武和张良，其他人都没有和莫离在擂台上交过手。对于莫离现在的强度，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自然也不会真实的体会到莫离带来的压迫感。毕竟上一次和莫离交手已经是半个月之前的事了。人总是健忘的，特别是对于一些不太愉快的经历，总会努力让自己忘掉。所以总体来说，大家的士气还在，有士气，接下来的计划才好实施。曹志轻咳了一声，我刚才和张良商议过了，我们的计划要稍微变一下。会长不会是要放弃对付莫离吧？你们放心，在座的哪一个和莫离没仇？我们不会放弃的，反而是要更进一步。曹志快速的把新计划说了一遍。妙妙妙！立即就有人直呼妙。收集莫离的信息，然后把收集到的信息全曝光出去。这个计划只要一开始，立即就可以恶心到莫离，这比在擂台上击败莫离一次更有杀伤力。对于休息室里的人来说，莫离是敌人，是仇人，对付莫离自然是怎么狠毒怎么来。这个计划立即就得到了休息室里所有人的支持。第180章，光明教会的算计。暴风城城主府主会议室坐着3个人：暴风城城主血影大人、法师协会副会长李云素、光明教会红衣主教林苍梧。法师协会和光明教会是这一次天下第一武道会的主办方，暴风城是天下第一武道会的承办方。天下第一武道会第一天比赛结束，在光明教会的强烈要求下，3方势力聚集到了一起。林苍梧火急火燎的要开会，你到底想说什么？李云素有些不耐烦的问了一句。李云素本来打算趁现在还有时间，以视察的名义到天下第一武道会去逛一逛，然后和莫离来一个巧遇，再次近距离观察莫离一下。作为一名资历非常深的战斗法师，李云素通过直播画面在莫离身上嗅到了非同一般的战斗意识。在黑石山那一次，李云素完全没有发现莫离还有这种战斗意识。莫离今天算是给了他一个非常大的惊喜。现在李云素的计划完全被林苍梧打乱了，心里非常不爽。李云素，第一天比赛结束，我们总要开个会吧，别忘了举办这次比赛的目的。说着，林苍梧从他的储物取出了2份卷轴，卷轴精准地落到了李云素和血影大人面前。这是统计出来的比较有潜力的选手名单，其中包含了一部分已经被淘汰的选手，教会想要的人才我已经勾选出来了。血影大人并没有翻看名单。暴风城属于中立势力，中立势力就必须要掌握好一个度，保证自身足够强大，可以独立自主的在神岩大陆立足的同时，又不能让法师协会和光明教会感到严重的威胁，引来对方的猜忌和忌惮。现在的局面就刚刚好，血影大人并没有扩充暴风城实力的打算。这一次天下第一武道会主要是法师协会和光明教会选拔有潜力有天赋的人才。法师协会和光明教会把天下第一武道会的举办地放在暴风城，也正是因为暴风城的中立和不扩张，2方势力都放心。而且让血影大人非常开心的是，莫离这一次还给他一个不小的惊喜。莫离成立的天灾军团不仅把同门师妹苏尔绑到了一起，还网罗到了江木槿和洛神，他们在这次积分赛中表现都非常优异。特别是洛神，那可是光明教会钦定的圣女，稍加磨练之后，光明教会就会通告神岩大陆。血影大人现在反而有点好奇光明教会对这件事会有什么反应，毕竟现在这个阶段，光明教会是无法直接出手影响冒险者的。李云素冷哼了一声，拿起名单快速浏览起来，很快脸色就变得更差了。你们光明教会没吃错药吧？居然想要莫离，有问题。莫离是死灵法师，那可是你们光明教会钦定的邪恶势力，邪恶势力就不能弃暗投明吗？李云素也没想到光明教会如此不要脸，邪不邪恶完全由你们光明教会说了算是吧。李云素转头看了看血影，发现血影一副稳坐钓鱼台的样子，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关心则乱。光明教会能不知道莫离是血影的学生吗？当然知道，那一条有召唤物的职业，只能带一只召唤物的规则，就是光明教会特地弄出来限制莫离的。李云素突然想起蓝星的一句话：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光明教会的目的肯定不在莫离。林苍梧，废话少说，你到底想干嘛？明人不说暗话，我们光明教会未来的圣女和那个莫离走到一起了，这是不用我说了吧？笑话，人家郎才女貌，你情我愿，轮得着你这妖魔鬼怪来管吗？事关重大，我第一时间上报教主，教主的意思，要么莫离加入光明教会，要么莫离就和圣女划清界限。林苍梧的话音刚落，就发现暴风城城主血影大人的目光落到了他身上，
甚至带着一丝杀意。林苍梧顿时有点慌。红衣主教主要是身份地位高，但并不意味着实力强。换了其他人，或许还会忌惮光明教会红衣主教这个身份。可是这件事涉及血影大人的亲传弟子，身为暴风城城主的血影大人未必会忌惮他这个红衣主教，很有可能一言不合就来一个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林苍梧心里清楚，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也别指望光明教会为他主持公道。至少现阶段，光明教会的主要任务是迎接融合，然后传教，非常不愿意和暴风城起冲突。到时候一份红衣主教林苍梧染病不幸离世的公告就完事了，连强烈谴责都不会有。问题是林苍梧也没办法，这次天下第一武道会是光明教会和法师协会选拔人才，从这次比赛中选拔出来的人才基本都会加入光明教会或者法师协会。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光明教会来主持这次天下第一武道会会有很大的隐性收益。经过林苍梧选拔引荐加入光明教会的冒险者，多少都会承他一份人情。林苍梧本来以为这是一份美差，费了不少劲才抢到这份差事，谁能想到光明教会的未来圣女突然就和莫离搞到一块去了。莫离那可是光明教会钦定的非常邪恶的死灵法师，又怎么敢和光明教会未来圣女搞到一块去？林苍梧甚至都有点怀疑这个世界是不是太疯狂了一些，这和耗子给猫当伴娘有什么区别？事关重大，林苍梧立即把这件事上报给光明教会的教主，很快得到了一个让他有点绝望的指示。现在林苍梧也只能硬着头皮按照教主的指示做了还有可能活，如果不做，林苍梧敢肯定等天下第一武道会结束返回教廷，立即就会得到一个办事不力的罪名，然后被发配到天寒地冻的东泉谷去挖土豆，挖不了几天就会被安排自杀。毕竟是事关光明教会未来的圣女，办事不力不可能有什么好下场。为此林苍梧早就把茉莉恨上了，只不过碍于这里是暴风城不好动手，否则他早就想办法收拾莫离了。毕竟在林苍梧的视角看来，打不过血影大人实属正常，可莫离不过是区区小虾米，随便安排一下就可以给莫离安排的明明白白。不过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血影大人的态度。血影大人，请您千万不要误会，我只是传达教主的意思。林苍梧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再次强调了一遍，这是光明教会教主的意思，他只是传话人，同时心里不断祈祷血影大人千万不要因此杀他泄愤。你们光明教会是不是平时作威作福惯了，忘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能直接插手冒险者的事？血影大人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林苍梧顿时意识到这一点不止他遗忘了，恐怕教主也遗忘了。现在这个阶段根本没办法插手去强行干预冒险者的事情，会遭天谴的。啪！李云素把名单扔桌子上。林苍梧，我就当你和光明教会的教主都忘了这件事。李云素的语气听起来不太善，实际上是顺着血影的意思再给这件事定性，给林苍梧解围。如果不是忘了是光明教会的教主故意这样做的呢？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光明教会在诱骗血影插手冒险者的事情，让血影受天谴？天谴是光明教会的说法，法师协会称之为世界规则制裁。总之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即便强如血影，在规则制裁之下不死也得脱层皮。如果这件事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那就非常严重了。在现在这个节点上，暴风城和光明教会发生冲突，显然不是什么好事。第181章林苍梧的盘算。林苍梧听到李云素的话，这才猛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教主他到底是真忘了还是假忘了？教主他在算计血影大人。想到这里，林苍梧额头不断冒出冷汗，心里直呼侥幸。积分赛结束后，林苍梧特地拉上了李云素，就是为了防止万一血影大人一言不合动手时，李云素可以拉一下。神岩大陆能拉住血影大人的人不多，李云素刚好是其中一个。现在血影大人动手是没有动手，但如果没有李云素，很有可能会直接发展到光明教会和暴风城开战的恶劣局面。就算他侥幸从这里成功跑路，到时候背锅的人还是他，照样难逃一死。林苍梧有些紧张地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看着血影大人。血影大人转头看了一眼李云素，李云素对血影大人摇了摇头。血影大人也不想现在和光明教会撕破脸皮，李云素台阶也给得好，干脆就顺水推舟。好，这次我就看在老师的面子上，不追究这件事了。多谢血影大人。不过什么？我总不能被你白白算计一次吧？你要拿点补偿出来。血影大人直接把矛盾转向了林苍梧本人，想要教会再拿点东西出来，基本不太可能。不过区区一个红衣教主，拿捏起来还是很容易的。
我听说你前些日子得到了一个让法系职业拥有强力近战能力的小玩意，拿出来作为奖品怎么样？林苍梧差点一口气没接上来。什么小玩意？明明是传奇物品，那可是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况且什么当奖品？说的倒是好听，不就是拿出来给你的亲传弟子吗？比赛进行到现在，林苍梧又不是瞎子，这次天下第一武道会的第一名，除了莫离，不可能是其他人，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更让林苍梧感到有些恐惧的是，血影大人他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这种机密的事情，如果没有内鬼，不可能泄露出去。现在看来，暴风城虽然中立，可依然像光明教会在暴风城里安插奸细一样，在光明教会里安插了不少奸细。林苍梧在心里快速盘算了一下，最后心一横，一咬牙，好，不过第一名只能获得一件传奇装备，原来那件奖品我要收回。没问题。血影大人想到没想就直接同意了。这次天下第一武道会第一名的奖品是由光明教会提供的，一件暂时没有属性的传奇装备。这件装备在认主绑定之后，会根据穿戴者的职业自动生成契合的属性，生成的属性也绝对会达到传奇装备的品质。唯一的问题是，最后到底会生成什么样的属性，不可控。总的来说，这种类型的传奇装备会比固定属性的传奇装备要弱一些。在血影大人看来，如果没得选，莫离拿一件这样的装备也马马虎虎，凑合一下也不是不能用。可是如果有更好的选择，那肯定选更好的。恰好莫离一直以来都对近战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给莫离换一件这样的奖品，莫离肯定喜欢。李云素见局面缓和下来，看了林苍梧一眼。林苍梧，奖品拿回去了，就自己藏好，别什么时候露馅了。林苍梧自己出一件奖品，把原来的奖品回收回去，就是为了极限一换一，把原来的奖品昧下来，据为己有。这点小心思自然瞒不过在场的李云素和血影大人。李云素直接把这件事点出来，也是在告诉林苍梧这件事不会有第四个人知道。林苍梧的小心思被戳破，也不觉得尴尬，有些感激的对李云素道了一声谢。传奇品质的装备对林苍梧这个级别人来说称得上珍贵，要拿出一件肯定是要肉痛一下的。不过对血影大人、李云素这种可以独自斩杀传奇怪物的大佬来说，不说随手可得吧，也只能说一般般。境界不一样，追求的东西早就不一样了，所以李云素的话还是非常有可信度的。经过这场风波，耽搁了不少时间，李云素去看莫离的计划算是落空了。李云素想了一下，不如先把正事办了，索性重新拿起桌子上的名单，继续浏览起来。这事就算翻篇了，继续说正事吧。勾选出来的人除了莫离之外，其他我没什么意见。总的来说，光明教会和法师协会还是有默契的。法师协会主要需求的是法师、术士这些法系大类下面的各种法系职业，光明教会主要需求的牧师、圣骑士、德鲁伊这一类带神圣属性大类的职业。至于战士、刺客这一类近战，在神岩大陆，这些职业没有发展出类似法师协会这样的大势力，他们都属于没什么人重视的职业。运气好，比如像苏尔，机缘巧合之下还可以投到血影大人名下；运气不好的话，那就只能自求多福了。林苍梧听到李云素的回答，心里也不禁松了一口气，总算有一件事算比较顺利。这次天下第一武道会选出来的冒险者，每一位都拥有非常高的天赋和潜力，只要用心培养，每一位都是未来可期。只有一点让林苍梧感到有些可惜，莫离实在是太优秀了，在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出现了断崖式领先，可莫离偏偏又是光明教会钦定的邪恶势力死灵法师，不能为光明教会所用。会议结束后，林苍梧从暴风城城主府返回光明教会的驻地，一路上越想越想不过，无论他怎么想，都感觉莫离的威胁实在太大了。如果放任莫离这样成长下去，搞不好以后又是一个血影大人，不，可能比血影大人还要恐怖。就像当年血影大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他的老师李云素那样，莫离超过血影大人也不是没有可能。现在怎么能放任莫离自由成长？必须要趁现在莫离还弱小，把莫离除掉，为光明教会提前消除隐患。林苍梧自然不会承认这里面包含了什么私人恩怨，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光明教会。林苍梧心里也清楚，出手对付莫离绝对不能亲自出手，甚至不能是光明教会的人出手。在之前的会议上，血影大人故意点出知道他最近弄到了一件传奇装备，就是在明着说你身边有我的人，警告林苍梧别想着对莫离动手。狙杀莫离这件事必须交给另外的势力来办，莫离的强度高，也只是相对于现在这些低等级的冒险者而言，在林苍梧眼里，莫离还远远不成气候。要杀莫离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怎么做到一点嫌疑都没有。林苍梧冥思苦想了一会，
终于想到了一个势力可以用来狙杀莫离，心里很快形成了一个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林苍梧身为光明教会的红衣主教，自然知道在这个阶段，冒险者即使被击杀也不会真正死亡。不过，只要死一次就会被打上标记，对以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成功击杀莫离一次，几乎可以看作是斩断了莫离未来发展的道路，并且现在阻断一下，等以后可以真正击杀莫离时，杀起来也不会那么困难。这一刻，林苍梧感觉莫离在他心里已经是一个死人了。这一次如果操作的好的话，还可以把那件传奇装备捞回来。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谁能想到我林苍梧一顿操作下来，还能多捞一件传奇装备呢？想到这里，林苍梧之前在暴风城城主府受到的那点憋屈都一扫而空，顿时心情大好。第182章，莫离的顾虑。淘汰赛一共50名选手参赛，首轮淘汰赛通过抽签分为25组进行比赛，比赛获胜的25位选手出现，25位败者进入败者组，进行和积分赛类似的轮战，争夺3个复活名额。最后一共会有28位选手进入第2轮淘汰赛，28位选手再次抽签分成14组，14位获胜的选手出现，14位败者进入败者组，通过轮战争夺2个复活名额。最后一共有16位选手进入第3轮淘汰赛，这16位选手就是本次比赛的16强。从16强开始就没有败者组，也没有复活名额了。16进8， 8进4， 4进2，最后决出本次天下第一武道会的冠军。如果一直赢的话，只需要打赢6场擂台赛，就可以获得本次天下第一武道会的冠军。淘汰赛的赛程相对于第一天的积分赛轻松很多。参赛选手唯一要担心的问题是，一旦进入败者组，就需要多打很多场比赛。能进入淘汰赛的选手，即便是败者，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和这种水平的对手交手，肯定是战斗越多，暴露越多。进入败者组打复活赛，绝对算不上什么好事。最好的办法还是全力以赴，一路获胜，杀进决赛，赢得冠军。1号休息室是莫离的休息室，现在距离淘汰赛开始还有1个小时。休息室里不止莫离一个人，苏尔、江木槿、洛神都在1号休息室。莫离打开神言官方论坛看了一会，面色不太好。莫离平时基本不看神言官方论坛，这次是因为苏尔提醒，神言官方论坛上有一个震惊，大佬莫离居然如此行事的帖子。这个帖子用标题吸引玩家点进去，帖子里面的内容讲的是对莫离情况的猜测和分析，甚至帖子里还附带了一段经过精心剪辑的视频，提升帖子内容的可信度，很快就获得了非常高的热度。以莫离的角度来看，帖子里的内容自然是有真有假，可是帖子里有一段关于莫离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的分析，说得头头是道，让莫离感觉有点恶心。这绝对是故意的，而且是经过专业人士分析的，这种行为简直称得上恶毒。当然，莫离恶心的主要是这种行为，至于分析的内容，莫离只能说一个标点符号都没对。莫离成天凹人设，提着武器用近战攻击砸人，防的就是这一手。特别是经过昨天高达100场比赛，莫离已经非常成功的在大家脑子里留下了近战狂人的印象。用帖子下面的一些玩家的回复来说，就是法师身、战士心、选错职业、加错天赋系列。神言是不能自己选职业的，这也确实是一句调侃。不过从这句调侃就可以看出，莫离故意凹出来的人设已经给玩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甚至已经可以称之为刻板印象了。这个帖子的内容暂时不会对莫离造成什么实质上的影响，可是莫离知道这个帖子的出现，说明已经有一群不择手段的人盯上了自己。但凡自己多暴露出一丁点额外的信息，恐怕立即就会被人分析，然后公开。今天还有6场比赛要打，想要一点都不暴露，有可能吗？莫离摸了摸下巴，琢磨了一会，感觉有点难。不说遇到的其他对手，休息室里的这3位天灾军团的成员，不拿点真本事出来就想赢，恐怕没那么容易。会长大人，你说谁会干这么龌龊的事？苏尔很生气，这种事一般人干不出来。苏尔一开始怀疑是曹志干的，还特地找星辰工会的叶星确认了一下，得知王朝工会应该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想干这种离谱事情也没那么容易，这才暂时打消了怀疑。江木槿盯着帖子里的视频看了一会，游龙工会好像有专门分析玩家行为习惯的人。其实莫离在看到帖子的那一瞬间，心里就有答案了，除了王朝工会、游龙工会还能有谁？只不过没有证据而已。当然莫离本来也不需要证据，反正把嫌疑锁定在这2个工会头上就完事了。除了王朝工会和游龙工会，也没谁会干这种把人往死里得罪的事。
莫离一句话算是把这件事给做实了。洛神在一旁撇了撇嘴，王朝工会还是一如既往的卑鄙无耻，看起来是像他们能干出来的事。莫离一下也乐了。苏尔之前是天下第一美女，和王朝工会有不小的过节。洛神之前是天下第一美男子，听他这语气，恐怕和王朝工会的过节也不少。莫离想了一下，感觉还是有些不保险。现在这两家工会暂时只盯着自己，万一他们发现始终都占不到什么便宜，会不会把精力转向天灾军团的其他成员？你们也看到了，这两家工会搞不好什么时候会把矛头对准你们。我说会长大人，你不会想劝我们退会吧？想都别想，不退。苏尔第一个没绷住，没等莫离把话说完，就跳出来打断了莫离的话。江木槿和洛神也立即附和。莫离瞪了苏尔一眼，苏尔这才老实下来。你们想哪去了？我又不怕他们两个工会，我只是想提醒你们要多注意隐藏自己，别被人研究透了。苏尔听到莫离的话，拍了拍饱满的胸脯，松了一口气。我的会长大人，你就放心吧，我又不是第一天和王朝工会过不去了，就是我和游龙工会的恩怨也不少，他们还不是拿我没办法。我怎么感觉我们天灾军团像复仇者联盟？洛神忍不住吐槽了一句。要论恩怨，他和王朝工会也不少，洛神自然也不惧和两大工会直接对上。是不是复仇者联盟我不清楚，不过今天肯定有很多昨天的受害者组成受害者联盟看比赛，总之你们都小心一点，能隐藏就多隐藏自己。莫离不厌其烦的又强调了一下。苏尔、江木槿、洛神他们三人的情况和莫离不一样，莫离是从35级降级到30级，即便莫离现在完全暴露自己的情况，暴露的也是30级的信息，那已经是过时的信息了。比赛一结束，莫离就会回到35级，强度和现在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按照天下第一武道会得到的信息来估计莫离的强度，那就属于最典型的刻舟求剑。可是天灾军团的另外3位成员不一样，他们是从20多级提升到30级的，他们现在的状态相当于是未来升到30级时的状态。一旦彻底暴露或者暴露过多，被人研究透了，在他们等级达到30级发生大的变化之前，很容易被针对。信息战本来就是神研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莫离没有想到王朝工会、游龙工会居然会如此不择手段，现在对方都出这种招数了，绝不排除两大工会之后会把矛头转向天灾军团的其他成员。这种事不得不防。莫离也想好了，如果两大工会最后真的把矛盾指向天灾军团的成员，而他们又因为这次天下第一武道会比赛不得不暴露一些信息，导致他们被研究、被针对，那就暂时放弃一些练级效率，带着他们3人扎进血色修道院，让他们快速度过20多级这个阶段，把他们直接带到30级，开启转职任务，让他们在实力上获得一个飞跃。他们在面对两大工会的压力时丝毫没有退意，愿意和莫离共同进退。莫离自然也要为他们的利益着想。第183章，信息被曝光，还是带来了一些影响。距离淘汰赛开始还有半个小时，第一轮淘汰赛对阵名单公布。莫离很快在名单中找到自己的对手，陆赤华。对这个名字，莫离有一点印象。陆赤华是之前1分钟通关预选赛休息室里的一位选手，是近战职业，具体是什么职业暂时不详，需要等到在擂台上交手时才能弄清楚。不过这不是重点，莫离很快就把重点放到了苏尔的对手上。苏尔平日里欧皇气运似乎在今天的抽签中失效了。第一场淘汰赛的对手就是张良。莫离之前就考虑过，如果苏尔和江木槿在比赛中如果遇到张良，他们应当如何应对。可惜莫离想来想去都没有想到什么好的应对办法，除非他们2人还隐藏了什么大招，否则很难在张良手上占到什么便宜。哇，苏尔，你运气不错啊，居然第一场就遇到张良，你一定要帮我们好好再收拾他一顿。洛神也在对阵名单中发现了苏尔的对手，不过很显然洛神并没有把张良这个手下败将放在眼里。放心，保管痛打张良一顿。苏尔拍了拍饱满的胸脯，又偷偷瞄了莫离一眼，那眼神分明在说是不是想知道我怎么赢张良。莫离有些绷不住了，苏尔真的还藏了对付张良的大招？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大招，居然可以让他如此信心满满？不是莫离对自家成员没信心，而是张良那一招自爆卡车配合瞬发变杨术，确实有些无解。到目前为止，除了硬吃，根本没有第2个解法。莫离干咳几声，你准备怎么破张良那一招自爆卡车？你应该扛不住1万多的伤害吧？会长大人真是贵人多忘事，你是不是忘了30级天赋会解锁一个新效果？有用。莫离早就知道苏尔的神性天赋，
大致是可以从穿戴的每一件装备获取额外的属性，具体计算公式比较复杂，莫离也没细问，反正不低就是了。莫离一直很怀疑苏尔额外获取的这些属性，不仅仅是体现在面板上的那些属性，很有可能还提升了隐藏幸运属性，所以苏尔在游戏里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欧皇气质。不过，这些应该不足以让苏尔拥有足够吃下张良自爆卡车的伤害才对。苏尔毕竟是近战输出职业，不是坦克职业，1点体质只能加3点生命值，而不像坦克职业，1点体质可以加5点生命值。坦克职业都未必吃得下自爆卡车的伤害，更别说苏尔了。苏尔有些得意的给莫离发了一条私信，私信内容就是他的神性天赋30级解锁的新效果——天神下凡。你获得天神力量加持，持续30秒，在效果持续期间，使你免疫一切控制技能。好一个天神下凡，这效果实在有点逆天。苏尔输出本来就高，这技能一开，有几个人能顶住30秒？莫离瞬间有点理解上一世苏尔是凭借什么拿到天下第一武道会的第1名了。淘汰赛的比赛是一场一场按顺序进行的，这样可以让观众心无旁骛地观看每一场精彩的淘汰赛，不用头疼到底该看谁的比赛。随着观众的一阵阵欢呼，淘汰赛很快来到第6场，也就是莫离的比赛。莫离刚被传送到擂台上，立即引爆了现场的气氛。终于等到莫离大佬了。一想起莫离大佬昨天的比赛，就感觉前面几场比赛像菜鸡互啄。也不能这样说，只能说之前是凡人的比赛，莫离大佬已经超脱凡人境界了。卧槽，你这吹的角度有点刁钻啊！你们这吹的也太离谱了，我反而有点担心。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难不成你认为莫离大佬会输？神言官方论坛的帖子你们没看？莫离大佬都被分析的那么彻底，他的对手应该也知道了。你那就是瞎担心，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没用。要我说，发那个帖子的也是神经病，对着一位死灵法师分析他的近战风格。算了，多说无益。莫离大佬到底有没有受到影响？马上就见分晓。擂台上，陆赤华一脸晦气，谁抽到莫离，谁自认倒霉，这已经是所有进入淘汰赛选手的共识。很显然，第1轮淘汰赛倒霉的就是陆赤华。莫会长，还请手下留情，给我留一个体面。陆赤华本来想直呼莫离名字的，转念一想，现在是在求人，就要拿出求人的态度。莫离取出匕首。神言官方论坛那个帖子你没看？看了，可是我还是想不到要怎么赢莫会长，而且我怕以后被莫会长惦记。莫离一下也乐了。昨天来参加天下第一武道会时，因为有人浑水摸鱼对莫离放鉴定术，莫离当着许多排队的玩家亲口说了我这个人比较小心眼，会一直追杀放鉴定术的人。万万没想到，随口一说的话居然这么有杀伤力。这是正常比赛，大家全力以赴，放心，我不会记仇的。那多谢莫会长了。准备倒计时结束，比赛开始。陆赤华站在原地，没有贸然拉近距离，反而是拉开了一些距离，然后不断在擂台上做不规则移动。看得出来，他对莫离的近战能力肯定有所了解，不敢贸然靠近。莫离看到陆赤华的反应，感觉有些无语。到底谁是近战，谁是远程？面对一个有远程法术攻击手段的死灵法师，保持距离有用？这只说明一个问题：昨天比赛结束之后，陆赤华肯定没有用心研究进入淘汰赛选手的比赛录像，以至于他都不知道自己和张良那一场比赛里用过一次远程法术攻击，多半只是今天早上凑热闹看了一下神言官方论坛上那个帖子。准备不足就要付出代价。观众看到陆赤华的反应，顿时爆发出一阵嘘声。离谱！一个近战面对一个死灵法师，居然选择保持距离，左右横跳，不近身怎么攻击？他准备用眼神杀死莫离大佬吗？也不能这么说，可能是他看过神言官方论坛那个帖子，知道近身打不过呢。那他肯定没有研究过昨天的比赛录像，看起来就不像知道莫离大佬有远程攻击手段的样子。陆赤华听着观众席上传来的嘘声，镇定自若，面不改色。面对莫离，他根本就没想过能赢，只求多撑1秒算1秒。以后和朋友吹起来，我在莫离大佬手上坚持了10几秒，说起来都倍儿有面子。毕竟在昨天的积分赛中，就没有几个能在莫离手上撑过10秒的。莫离动手也从来不拖泥带水，能秒杀就秒杀。想在莫离手上撑过10秒，相当不容易，完全是可以拿出去吹的战绩了。陆赤华认为可能是刚才客客气气打招呼起了作用。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第9秒，莫离还没有对他动手。莫离盯着不断移动的陆赤华，心里在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神言官方那个帖子说到底还是造成了一些影响，至少从现在开始，只要不蠢，应该不会轻易给莫离近战的机会。换句话说，接下来的比赛
很有可能需要全部用法术攻击来解决。莫离一个死灵法师，用近战无所谓，可以让人随便研究。就一个普通攻击而已，能研究出什么名堂？就算真被人研究出点什么东西，大不了以后不用近战就是了。可是法术技能不一样，释放法术的时机、习惯，甚至是一些小动作，一旦被人研究透了，很容易被人抓到弱点。莫离又不可能以后放弃使用法术，现在需要莫离做出抉择。第184章，张良的底牌。莫离略微犹豫了几秒，心里很快就有了决断。既然对方不给近战机会，那就自己抓近战机会，无非就是要多费一些精力而已。比起积分赛、淘汰赛的赛程要轻松很多，只要不进入败者组打轮战，在淘汰赛的赛程中，每打完一场比赛都有非常充足的休息时间，根本不需要顾虑战斗过于激烈导致精力跟不上。心里有了决断后，莫离盯着陆赤华，开始快速分析他的移动轨迹。与此同时，观众席上传来更大的嘘声：卧槽，我是来看莫离大佬精彩比赛的，不是来看你左右横跳的。抗议！陆赤华明显是在拖时间。你们说这个陆赤华会不会和莫离大佬有什么 PY 交易？莫离大佬怎么不动手呢？就是莫离大佬明明只需要一抬手，放一个昨天放过的那个法术技能就可以结束比赛。你们懂什么？要我说，这就是莫离大佬厉害的地方。怎么说？神颜官方论坛那个帖子都看过了吧？明摆着有人在研究莫离大佬的情报。我明白了，莫离大佬在担心他展现的越多，就被人研究的越透视吧？没错，莫离大佬现在心里肯定在纠结，赢肯定能赢，只不过是怎么赢而已。难不成你们还相信那个陆赤华能赢？擂台上，时间来到比赛开始的第15秒，莫离终于抓到了一个机会，使用鲜血穿行拉近和陆赤华的距离，进入到死亡之握可以对陆赤华释放的距离。陆赤华见状不妙，立即使用英勇飞跃技能，这是战士的一个移位技能，可以向指定位置跳跃，实现快速位移。死亡之握，莫离在陆赤华使用英勇飞跃技能的同时，对陆赤华使用了死亡之握。陆赤华刚跳起来，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扼住脖子，拎在了半空中。莫离拿着匕首快速靠近。负6562，陆赤华头上冒出一个伤害数值。不过，莫离这一刀普通近战攻击并没有秒杀陆赤华。群体恐惧，莫离为了以防万一，在死亡之握控制效果结束之前，又接了一个群体恐惧。负6562，又是一刀普通近战攻击。战斗结束。轰！观众席上顿时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卧槽！行云流水，行云流水啊！丝滑，实在是太丝滑。莫离大佬的近战连招用起来，怎么感觉比真正的近战还丝滑？废话，莫离大佬近战不厉害的话，神颜官方论坛上的帖子也不会大篇幅的分析莫离大佬的近战能力了。你们说，该不会是死灵法师本来就是近战，只不过我们都被法师这2个字误导了？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有几个玩家真正见过莫离大佬平时刷怪的。对，说不定莫离大佬平时刷怪就是用刀子捅怪的，这才练出一手炉火纯青的近战能力。马德，你们说的好有道理的样子。比赛结束后，莫离直接被传送到了1号休息室。苏尔、江木槿、洛神3人一直在1号休息室待着，哪都没去。看到莫离回来，立即围了上来。会长大人，你刚才实在是太帅了，我一个近战职业都想找你学习一下近战技巧了。苏尔率先发动了彩虹屁攻击。行了，别皮了，再过一场就该你上场了。会长大人放心，包赢。我还是要再提醒一句，张良是有神性天赋的，可能还藏有其他底牌。就对我这么没信心吗？我也还有底牌。苏尔白了莫离一眼，虽然莫离显得有些婆婆妈妈，但这也是关心他的表现。苏尔心里还是很受用的，只不过嘴上不承认而已。2分钟后，苏尔被传送光芒包裹，从休息室直接传送到擂台上。莫离、江木槿、洛神3人在1号休息室通过直播观看比赛。苏尔，遇到我算你倒霉，你直接认输吧。张良一上台就表现出十足的信心。很显然，张良在昨天积分赛结束之后，充分研究过苏尔的比赛录像，认为他对上苏尔是必胜，所以才信心爆棚。苏尔瞥了张良一眼，张良是吧？别以为你们干的那些龌龊事我们不知道，神颜官方论坛的那个帖子是你们发的吧？什么帖子？你别诬陷好人。那个帖子是张良特地安排过的，就算认真查起来也查不到王朝工会和游龙工会头上。实际上，曹植和张良心里都明白，帖子一旦出现，莫离第一个会怀疑的就是他们。双方恩怨已经到现在这个地步，不怀疑才怪了。本来就是为了对付莫离，恶心莫离。如果莫离不怀疑他们，不知道这事是他们做的，反而才会让他们难受。
把事情搞这么隐蔽，主要是为了不在其他玩家那里落下口实，坏了2个公会的名声。现在承认，相当于通过直播向所有玩家承认这件事是他张良和游龙公会干的。张良自然不会承认。苏尔和张良又互相对了几句，很快准备倒计时结束。苏尔一个冲锋技能，快速拉近和张良的距离。张良嘴角上扬，冲锋？冲锋有什么用？冲锋过程中又不会免疫控制，战士死在冲锋的路上或者被控制在冲锋的路上的例子太多了，多到都数不过来。张良一抬手，瞬发变杨术，扔出变杨术的一瞬间，张良的嘴角的笑意凝固了，并且很快就从满脸笑意变成了慌张，最后变成了惊恐，因为苏尔头上出现了大大的2个字：免疫。张良一边后退一边惊呼：不可能！但是惊呼并不会减慢苏尔的冲锋速度。苏尔提着2把双手武器，以惊人的速度靠近张良。张良昨天研究过苏尔的比赛录像，心里清楚，以苏尔在比赛里展现出来的伤害，一旦被他近身，比赛基本就宣告结束了。现在用闪现术拉开距离肯定不行，冲锋技能会让苏尔直接追到闪现之后的位置。眼看着苏尔越来越近，张良此时也顾不上隐藏自己了，他不想成为败者，掉到败者组。寒冰屏障，一道寒气快速覆盖张良全身，最终形成一道厚厚的冰墙，把张良彻底包裹起来。苏尔进入近战攻击范围，挥动手上的2把双手武器，免疫，免疫，寒冰屏障持续期间免疫所有伤害。会长大人真是料事如神，这个家伙还真的有隐藏手段。苏尔看着冰墙内部的张良，小声嘀咕了一句。不过苏尔一点都不急，这种类似于无敌的技能，持续时间肯定不会太长，肯定不会长于天神下凡的持续时间。苏尔看了一眼张良血条上的 buff 情况，寒冰屏障还有9秒结束，现在只需要等张良这个技能效果结束，这场战斗就会结束。张良躲在冰墙里，脑子飞快运转。寒冰屏障效果持续10秒，在效果持续期间无法攻击、移动或施法，同时会引发低温效果，在30秒以内无法再次释放。也就是说，这一次寒冰屏障效果一过，张良必须要想办法坚持过30秒，才能再次释放寒冰屏障。可是重点根本不在这里，靠寒冰屏障只是让张良暂时不会输而已，无法对苏尔造成有效伤害，根本没有赢的希望。张良实在想不明白，苏尔凭什么可以免疫变杨术？这是张良最大的依仗。张良非常不甘心。莫离的天灾军团一共才4个人，莫离打不过，洛神打不过，现在眼看着连苏尔也要打不过了。张良甚至有点怀疑江木槿他也打不过。天灾军团的成员是不是太离谱了一些？真就个个都是 BOSS 吗？第185章闪现千坟。苏尔看着寒冰屏障，寒冰屏障形成的冰墙在快速融化。苏尔准备在寒冰屏障结束的一瞬间对张良发动攻击。1号休息室内，莫离看着直播画面，摸了摸下巴。我要是苏尔，肯定不会守在张良面前。会长大人，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吗？洛神有些疑惑地问了一句。他是牧师，又是刚加入天灾军团，没有经过特训，对法师和战士的技能都不太清楚，所以感到有些疑惑。江木槿在一旁兴致勃勃地进行了抢答。法师有闪现术，张良如果在这个无敌技能失效的一瞬间使用闪现术拉开距离，苏尔大概率摸不到张良。没错，这个时候苏尔的冲锋技能还在冷却中，没办法再次拉近距离。张良在这个空档就有机会对苏尔进行输出，甚至有时间可以释放独条法术。战士的打断技能需要近战攻击距离，苏尔只能被动挨打。莫离和江木槿你一句我一句的讨论，把洛神听得一愣一愣的。江木槿是法师，对法师的技能很了解，合情合理。问题是莫离是死灵法师，和一般意义上的法师根本不是一个概念，怎么也这么了解？更离谱的是，莫离居然连苏尔的战士技能都这么了解。会长大人，这种时候要怎么应对才算合理？跑出张良的法术攻击范围，拖时间。你的意思是拖到冲锋技能冷却时间到，然后再发起攻击？差不多是这样吧，除非苏尔还有其他手段，不然这次他得挨不少打才能赢。这也没所谓吧？洛神还是有点没弄明白。莫离说的是挨不少打才能赢，说明苏尔最后还是会赢。既然能赢，吃点伤害也无所谓吧？难不成还想着满状态，一点伤害不吃就获胜吗？会长大人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一点？莫离指了指直播画面里的苏尔。你知道苏尔有多少生命值吗？洛神摇了摇头。
这种事以他和苏尔的关系去问苏尔，苏尔肯定会说，不过没必要。一来后面的比赛大家可能在擂台上相遇，保持一点神秘感挺好。二来现在是天下第一武道会期间，等级是强行提升到30级的，装备穿的也是决斗士套装。现在这个状态只会持续这2天，比赛结束大家就会回到正常状态。这些数据问了也没什么太大的实际意义。不知道就对了，我也不知道，不过张良马上就会知道了。擂台上进行比赛的玩家一上擂台就可以互相看到对方的血条，不过也仅限于血条而已，血条上只会显示名字，需要给对方造成伤害才会显示具体生命值和魔法值。理论上苏尔可以避免暴露自己的生命值具体数字，但是因为他的处理方式不太妥当，等一下就会导致他的生命值暴露。洛神瞬间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顿时起了煽风点火的心思。会长大人，你千叮万嘱让他小心，他还是自大了，等一会他回来一定要好好教训他才是。先看看再说吧。如果苏尔还有其他手段，最后没有吃到张良的伤害，没有暴露他的具体生命值，那无可厚非。如果苏尔真是不管不顾的只想着直接砍死张良，等苏尔回到休息室，那也是该批评批评，该教育教育，绝不能让他在自大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有些不好的习惯一旦养成，真的会出人命的。张良眼看着寒冰屏障进入3秒倒计时，3，张良已经做好了在寒冰屏障失效的一瞬间使用闪现术拉开距离，只要拉开距离就可以趁着苏尔冲锋冷却时间对苏尔进行一轮输出。当然张良也不指望一轮输出就清空苏尔生命值，那不现实。张良明白，拉开距离后，为了防止苏尔再次近身，最多只有1次读条的机会，而且读条时间绝不能超过2秒。一旦贪输出被苏尔近身就完了，必须要尽量保持安全距离。不能读条就只能使用一些瞬发法术，瞬发法术伤害放大系数都很低，伤害非常一般。苏尔是近战，至少拥有8000以上的生命值，根本不可能靠这些瞬发法术清空苏尔的生命值。这是张良对局势的判断，如果没有这个判断，妄图一轮输出带走苏尔，那被带走的肯定是张良。不得不说，张良身为游龙公会的会长，对局势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我如果有莫离那一招就好了。电光火石之间，张良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有莫离秒杀他那一招骨毛，搞不好立即就可以反败为胜。可惜张良并没有。张良脑子里又闪过不少念头，完全没有注意到站在寒冰屏障外的苏尔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个不易察觉的笑容。不过通过直播观看比赛的莫离立即就捕捉到了苏尔的笑意。我知道了。苏尔准备卡平砍攻击。莫离猛拍了一下大腿。卡平砍攻击那可是苏尔的拿手好戏，当初在东谷伐木场2人决斗时，苏尔就用过，让平砍伤害和技能伤害同时打出来。只要把握好时间，苏尔完全可以把平砍攻击卡到寒冰屏障效果消失的一瞬间打出平砍攻击。不对，这一刀真能砍死张良。很快莫离又感觉不对劲，以苏尔的水平肯定能卡出这一刀伤害，砍到张良身上造成伤害。问题是一刀平砍攻击真的能秒杀张良？如果苏尔穿着隐牙城堡的装备可能有戏，决斗士套装主要是生命值加的高，在伤害方面只能说一般般。穿决斗士装备真能行？直播画面中的苏尔快速后退了一点，退出了近战攻击范围，卡住了这一次近战攻击，然后又快速靠近，重新进入近战攻击范围。在苏尔手上的双手武器砍下去的一瞬间，张良的寒冰屏障效果失效，张良立即使用了闪现术拉开距离，-5850。张良闪现前的一瞬间，头上冒出了一个数值。等张良再次出现在另外一个位置时，生命值被清空，强制锁在了1点生命值。战斗结束。卧槽！闪现千坟。莫离实在没绷住，吐槽了一句。如果这不是擂台赛，张良闪现之后再次出现就会是一具尸体，真正意义上的闪现千坟。洛神在一旁显得有些不乐意，好好的看会长大人教训苏尔，看苏尔吃瘪的机会就这么飞了。苏尔就那么肯定他能一刀砍死张良？冲锋不造成伤害，看不到对方的具体生命值吧？那个什么，比赛开始之前，苏尔发私信悄悄问过我张良的具体生命值。莫离和张良交过手，自然知道张良具体生命值。不得不说，苏尔考虑的还是非常周到。决斗士套装家的生命值虽然都一样，但每个人天赋被动不一样，最后获得的生命值加成会有不小的出入。莫离当时也没多想，直接就告诉苏尔了。现在看来，他是再算能不能一刀直接秒掉张良。
让莫离感觉意外的是苏尔的伤害。之前莫离也没关注过他的具体伤害，完全没想到他的平砍伤害居然这么高。现在看来，他从决斗士套装里获得的额外属性相当高。江木槿在一旁撇了撇嘴：“洛神，你还是别想着怎么看苏尔被训斥瘪了，想一想在比赛里遇到他要怎么办吧。我们俩遇到他恐怕都够呛。”说完，江木槿看了莫离一眼，在这个休息室里，恐怕只有莫离对上苏尔才有必胜把握。他和洛神都没戏，毕竟苏尔这么高的伤害，又有免控技能，还有到现在还没有展现过的底牌，实在有点无解。第186章，不如来一次轻松愉快的线下团建。比赛结束，苏尔和张良都被从擂台上传送走，但是现在的气氛并没有因为两人离开而冷却，反而更加高涨起来。刚才那下有人看清楚了吗？这难道就是某些游戏里说的闪现千坟？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见识少了吧？平砍攻击是可以卡的，不过对时机把握要求很高，能精准砍出那一击平砍攻击，时间分毫不差。苏尔对近战的理解真是恐怖如斯。我怎么突然感觉苏尔会成为第1名的有力竞争者？我也有这种感觉，伤害高，技术强，人还美的冒泡，实在太离谱了。观众席上的观众大多都被苏尔展现出来的技巧折服。卡平砍攻击这种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一点都不简单。神颜的武器攻击速度很少有整数，单手武器的攻击速度大多都是 1.2、1.6， 慢一些的是 2.6， 双手武器的攻击速度一般是 3.6。 在紧张的战斗中，想要精准的算到整数秒都非常不容易，更别说这种有零有整的秒数。想到做到苏尔这种地步，不仅需要天赋支撑，还需要大量的练习，从每一次的挥击中体会挥击节奏。不服不行。正因为这样，这一战之后，有不少观众甚至在想，如果苏尔在擂台上对上莫离，是不是也有一战之力？根据现在可以收集到的情报，有不少人在心里对比莫离和苏尔的情况。莫离到现在为止一共用过5个技能：骨毛、鲜血穿行、群体恐惧、死亡之握、法术反制。30级一共有6个技能栏位。换句话说，莫离到现在只有1个技能没有展示过。按照莫离是死灵法师的思路去猜测，剩下的这个技能很有可能就是莫离一直没有使用的某种召唤物技能。很多观众都认为死灵法师的召唤物强力是强力，可那也是建立在一定数量之上才会强力。天下第一武道会只能使用1只召唤物，再强力能强力到哪去？孤零零的一个召唤物恐怕都经不起苏尔砍2刀。反观苏尔，比赛到现在除了近战常规的平砍攻击外，一共只用了3个技能：冲锋、斩杀以及一个暂时技能名未知但可以免疫控制的技能。换一个角度看的话，苏尔目前还隐藏了3个技能，所有人对苏尔隐藏起来的这3个技能都一无所知。如果苏尔和莫离真的在擂台上交手，搞不好这3个隐藏起来的技能可以给莫离一个大惊喜。1号休息室里的光幕还在放着直播画面，在一场淘汰赛结束，下一场淘汰赛开始前的间隙，直播不会中断，画面会随机抽取一些幸运观众展示，俗称上电视，同时也会有选择性的播放声音。莫离也不好肯定这种行为到底是主办方故意的还是不小心举动。总之，从结果来看，现场观众的讨论很容易刺激到参赛选手的神经，激发选手之间的矛盾，让淘汰赛变得越来越有火药味。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苏尔撇了撇嘴，有些不满地吐槽了一句：“真是吃瓜吃到自家门口。”莫离也吐槽了一句。江木槿在一旁掩嘴轻笑，他和苏尔都是和莫离交过手的，知道双方的差距到底有多大。现在这些现场观众居然开始讨论苏尔怎么英姿飒爽地吊打莫离，江木槿也只能说还好会长大人是莫离。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江木槿知道莫离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肯定不会在意这些事。如果换一个小心眼一点的会长，听到有人说工会成员吊打会长，恐怕当场就开始想怎么给这个工会成员穿小鞋了。洛神看了看莫离，又看了看苏尔，他有点不理解。如果说之前听到莫离8秒通过预选赛，苏尔用了28秒，两者之间的差距实在太过明显。苏尔说他不是莫离的对手，洛神还比较信服。可是苏尔现在展现出来的技巧明显已经高过大多数玩家了，人物上的一些强度差距完全可以用技巧来弥补。况且苏尔一点也不弱，为什么苏尔依然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打不过莫离？莫离的强度到底有多高？技巧有多强？到底要强到什么地步才能让苏尔如此心服口服？苏尔看到洛神的一脸疑惑的样子，把洛神拉到一边，小声问道：“你是不是在想，我为什么打不过会长大人？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苏大小姐什么时候愿意屈居人下了？”洛神故意把屈居人下4个字说的有些阴阳怪气，让人有一种浮想联翩的感觉。苏尔瞪了洛神一眼：“你要死啊？
一言不合就开车。那你总要给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吧？说不清楚，后面你有机会在擂台上遇到会长大人，你自己体会吧。切，用得着搞这么神秘？等你体会到了，到时候再来猜一猜会长大人到底用了几成实力。猜对了，我请你吃大餐。真的？洛神眼睛一亮，顿时来了兴趣。如果说不和莫离交手，洛神肯定没办法猜，猜也是瞎猜。不过苏尔提的前提是和莫离交过手之后再猜莫离用了几成实力，可以说难度陡降。到那个时候应该有很大的几率可以猜中。真的？我的话你还信不过吗？洛神的大眼睛很灵动地转了转，很快想到一个点子。不如这样，如果我猜中了，你就去把会长约出来；如果我没猜中，我去把会长大人约出来，再加上江木槿，我们工会4个人来一次团建怎么样？输的人埋单，包吃包住包机票那种。这不废话吗？你苏大小姐还缺这点钱？苏尔有些狐疑地看了洛神一眼。洛神昨天才认识莫离，怎么今天就想着奔现了？洛神被苏尔的目光看得有些不自在。你那是什么眼神？我刚加入工会，团建一下，增进一下大家的感情不行吗？你在想什么？我怎么记得你以前从来不参加线下活动的？苏大小姐，我以前玩的南号怎么参加？一参加全露馅了。也对，好，一言为定。我也想在线下见见我们的会长大人。两人悄悄咪咪的商议好之后，很有默契的看了莫离一眼，发现莫离的注意力都在直播的比赛中。洛神感觉有些无语。休息室里3个大美女，哪一个不比菜鸡互啄的比赛好看？莫离居然光顾着看比赛，都懒得多看他们一眼，到底是有多不近女色？按照莫离表现出来的性格，想把莫离约出来，恐怕没那么容易。洛神突然有一种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套的错觉，搞不好是苏尔去约呢。我怕什么？洛神在心里安慰了自己一句。第1轮淘汰赛结束后，败者组的轮战很快开始。按照赛程，经过激烈的轮战，最终有3位选手拿到了复活名额。复活的3位选手和另外25位选手一起进入第2轮淘汰赛，其中就有张良。莫离看到这个结果，也不得不承认，张良可以从败者组重新杀回来，多少还是有点东西。只不过也就是有一点东西，多不了一点。莫离还注意到，王朝工会的曹志也占了一个名额。另外，星辰工会的叶星也进入了第2轮淘汰赛。比较可惜的是，星辰工会的林诗涵被淘汰了。和莫离有交集的星辰、王朝、游龙3个大工会进入第2轮淘汰赛的人一共就这些，其他人都淘汰了。这就是大工会前期依赖团队作战练级带来的弊端。这些工会的整体实力是很强的，可是习惯了团队合作之后，个体实力大打折扣。神言官方通过天下第一武道会给所有玩家上了一课，